昏暗的房间内充斥着甜蜜腻人的熏香，精致的架子床发出一阵一阵有节奏的晃动，粉色帷幔下隐隐看见里面一双交叠的身影。啊！身体撕扯般的疼痛让昏迷中的洛冉忍不住惊叫出声。迷离中，他缓缓睁开眼，入目的是一张刀削似的脸庞，眉目硬挺深邃，鼻梁如风，双唇薄而凌厉，隐约中透着一股熟悉的感觉。只可惜他现在脑袋昏昏沉沉，有些记不起来，整个人都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吞噬。而上方的男人丝毫没有因为他的叫声而停下，反而如一只成年矫健的豹子，更加凶猛。直到许久过后，云消雨歇，最后一滴汗水落下，瞬间消失在高山雪峰之间，眨眼不见。傅金安脸上还带着淡淡的酡红，不着寸缕地坐在床边看着床上的女孩，因其侧躺着，迎着月光更能看清她倾城的容貌，身上泛着瓷白细腻的光泽，某处愈加深邃，眼神不自觉暗了暗。这时门外忽然响起轻微的敲门声，传来一道刻意压低的声音：“大人，弄错人了。”傅金安刚拿起衣衫的手顿了下，说。门外的长影双腿发软，硬着头皮道：“里面那个不是桃红姑娘。天知道，堂堂锦衣卫竟也有如此马虎大意的时候，找个宜春院的姑娘解毒都能弄错。”傅金安也只是愣了一下，冷飕飕道：“自己去领罚。”回头看愣在床上的洛冉，眉头轻皱：“你是谁？”四目相对，洛冉终于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神，他环顾屋子一圈，被刻意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一点点浮出水面。15岁那年，他刚刚从江南回到京城，元宵节那日跟府中的堂姐妹们相约出来逛花灯，却被人迷晕了，扔进勾栏之地。虽然及时被救出，但总归是坏了名声。哪怕他后来嫁入晋国公府，也摆脱不掉一辈子的污名，以致成亲多年，夫君也不肯碰他一下。直到那一日，他刚刚伺候完瘫痪在床的晋国公府的老夫人，身上还沾着难闻的排泄物，脸上就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夫君，如今的晋国公，却嫌弃地站在几米远外的地方，看也没看他一眼，直接递给他一封休书，道：“洛冉，当初成亲本不是我意愿，如今6年已过，我们不必再纠缠下去了。这是休书，你以后好自为之吧。”转眼间是他疼爱的二堂妹，挺着高高隆起的小腹，告诉他：“姐姐，你占了6年的世子夫人和国公夫人的位置，如今该还给我了。姐夫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他从未喜欢过你。”一眨眼，好像又到了一处广袤无垠的草原，父亲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周围是一群饿狼还在撕咬，耳边还是二堂妹的声音：“姐姐，大伯父反正也没有儿子，不如早点死了，把爵位传给娟儿，也算成全我们一家。而你们一家人也好在阴曹地府团聚。”洛冉不明白，自己一生都在妥协，却为何还落得这样的下场。大人，时辰差不多了。长影见里面久没有动静，只好再次提醒。傅金安披上衣衫，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洛冉恍然间被这句话点醒，看着面前陌生中带着一点熟悉的人，顾不得浑身酸疼，一把抓住男人衣袖：“不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重生，又为何与上一世不一样，只知道自己这样被扔下，还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我求你！洛冉颤抖着声音道：“没错，这人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指挥使傅金安，也是他上一世夫君的兄长，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两人还。傅金安漆黑的眸子里一片冰冷，与刚刚在床上判若两人。他看了一眼抓着自己衣摆的手，轻轻挥了一下衣袖，甩开：“别扔下我，好不好？”洛冉乞求道。傅金安微不可察地哼了一声，又像没哼，迈着慵懒的步子离开。眼看着男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门口，洛冉随手抓起散落一地的衣裳裹在身上，追了出去。出来时马车已经动，他只能跟在后面拼命地跑。长影回头同情地看了一眼那个踉跄的身影，迟疑地开口：“大人，如果侯爷知道……”马车里没有动静，长影识趣地闭上了嘴。出来得急，洛冉甚至都没时间穿好鞋子，只能半个脚掌裸露在外，娇嫩的玉足血肉模糊。尽管如此，他还是追得有些吃力，实在是他小小年纪，又刚刚经过那场激烈的情势，体力已经透支。幸好马车终于在一处路口停下，长影低声道：“大人。”直走是去往冠军侯府，右转是回晋国公府。傅金安终于缓缓睁开眼睛，这洛冉也追了上来，也看到了分叉的路口，一时有些紧张：“大人。”马车里仍然没有动静。洛冉求救地看向长影，可是大人不发话，长影也不敢说什么。洛冉深吸了口气，道：“您放心，今晚的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只是你能不能送我回家？”说到最后，声音低若蚊蝇。实在是他上一世就知道这人有多么冷血，哪怕是身为傅家长子，同住在晋国公府，傅家的人想见他一面也是不容易的，更不要说求他做什么了。里面仍没有声音。洛冉闭上眼睛，双手死死握成拳，似乎下了很大决心，道：“
我可以答应大人一件事，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同意。傅金安似乎对这句话很感兴趣，一根秀长的手指轻轻挑开车帘的一角，声音慵懒：“说说吧，为什么非让本官送你回去？”洛冉抬头看了他一眼，深邃的眸子仿佛能看到人的心里去，不自觉地将心里话说出来：“我想让您帮我作证，我不想坏了名声。”明显底气不足。呵呵呵呵。马车里传来似乎很是愉悦的笑声。傅金安的目光毫不掩饰地将他从头打量到尾，末了停在某处，掌心向上虚虚握了一下，说了句意味不明的话，大小刚刚好。第二章，掌嘴。常颖不明白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洛冉却从他的眼神中读懂了些许，顿时本就因为奔跑而红扑扑的脸颊更加红了，好像秋日枝头上熟透的石榴。双倍。傅金安朝常颖淡淡的说了2个字，撂下车帘，懒懒地靠在软榻上，闭目养神。常颖心中苦涩，却又有些庆幸，幸好只是双倍惩罚，而不是将他赶出锦衣卫。先是不小心让大人中了魅毒，找个人解毒，还找到了冠军侯府的头上，他犯的错足以小命不保了。但常颖还不忘安慰一旁脸色下的惨白的洛冉：“洛姑娘，您放心，大人同意送您回去了。”马车又缓缓动，洛冉一喜，提着宽大的衣摆继续小跑着跟在后面，心里却不敢放松，脑子里将潜意识的事情快速过了一遍。马车终于在冠军侯府门前停下来，恰好正要出门的骆德运出来，看着眼前熟悉的马车，上前询问：“原来是指挥使大人，深夜来府，请问有什么事吗？”虽然洛父两家有婚约，但骆德运也隐约听说这位指挥使大人与晋国公府关系并不融洽，便刻意保持距离。又因黑天，他一时没看见跟在马车后面那个娇小的身影。时隔6年，再次听到父亲的声音，洛冉激动地流下几行热泪。傅金安没有下马车，只掀开车帘，懒洋洋道：“侯爷，别来无恙。”年轻人气质冰冷，眼神乖戾，年纪轻轻就已坐上锦衣卫指挥使的位子，只是在朝中的名声一向不好。骆德运不想与其有过多交集，但还是礼貌道：“傅大人若无急事，本侯改日再登门赔罪。现在我……”大哥，李氏忽然从里面出来，看了一眼马车，虽然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堂堂指挥使大人的马车，京中无人不识，故意压低声音道：“大哥，傅大人这么晚过来，是不是知道然？”闭嘴！骆德运大声喝道。驻守江这10余载，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冠军侯，只这么一喝，李氏顿时白了脸，剩下的话噎在喉咙里，不上不下，可眼神却一直躲闪地看着傅金安，让所有人都知他此时心虚。骆德文见妻子被当众呵斥，有些不悦，道：“大哥，佩云也是担心侄女。”话刚说到一半，也被大哥骇人的眼神吓住。宽大的披风下，洛然冷笑，果然是二叔一家。上一世他嫁进傅家后，忍辱偷生，就是怕给英明赫赫的父亲抹黑，却没想到父亲比自己还先走一步。再想想他死前骆如雪的话，父亲只有他一个女儿，他跟父亲一死，二叔的儿子袭了父亲的爵位，骆如雪也如愿坐上晋国公府世子夫人之位。难怪他死之前，骆如雪敢顶着大肚子跟自己说那些话，因为他笃定自己不可能活着走出晋国公府。他几步上前，宽大的帽兜下只露出一张绝色的小脸，面含微笑地看着李氏，天真的问：“知道冉儿什么？”二婶。李氏一脸惊讶，脱口出：“你怎么在这里？”洛冉歪着头反问：“不然呢？我应该在哪？”李氏缓过神，忙干笑2声，看了一眼马车，吞吞吐吐：“二婶听说你被人，故意说的模棱两可，引人遐想。”骆德运眉头紧皱，拉着女儿到身边，关心道：“冉儿，你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不等洛冉回话，李氏抢过话，悲戚道：“冉儿，他们都说你被歹人劫持了，这可怎么办啊？好好的女儿家，清白就这么……”骆德运气的脸都黑了，身为武将，在战场上杀敌行，让他跟内宅女子争论，真是难为他了。姐姐，姐姐！李氏这边还在垂头抹泪，又一道倩丽的身影从府中跑出来，上前死死抓着洛冉的胳膊：“姐姐，他们都说你被歹人抓到宜春院去了，是不是真的？那有没有人对你？都闭嘴！胡说八道什么？”骆德运气的就差拔出腰间的剑了。李氏抹了一把眼泪，伤心道：“大哥，弟妹知道你心疼冉儿，可是你看看，冉儿身上还穿着男人的衣裳，这怎么跟傅家交代啊？”晋国公有2个嫡子，长子便是眼前这位赫赫有名的指挥使大人，其母亲在生产时难产，不幸离世，晋国公再娶。次子，也就是如今的晋国公府世子，是现在的晋国公夫人所生。因为早年骆老太爷与老晋国公关系好，定下了儿女亲事，洛冉便是未来的晋国公府世子夫人，所以洛冉及笄后便跟着父亲回京，两家婚期已定在明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谁知这才刚回京就发生这种事。
眼看着李氏母女的戏越唱越大，将府中的下人们都吸引过来了。洛冉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待觉得差不多了，刚要上前，只听马车内忽然传出一道懒懒的声音：“侯爷，下官不知你府中竟还养了戏子，只是这唱腔丢到宜春院，恐怕都没人要吧。”见有人出面，洛冉暂时闭上了嘴。从小就被宠坏了的洛如雪，仗着家中长辈纵容，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虽然眼前的这位传说中的指挥使大人骇人听闻，但他自诩貌美，一直以来，但凡身边的年轻男子，无不围着他转。洛如雪扭动纤细的腰肢，袅袅地朝马车施了个礼：“傅大人，今日多谢您从宜春院将姐姐救出来，不然想把洛冉被人玷污的事情做实。”等了半晌，马车里也没有回应。被冷落的洛如雪脸色有些不好看，刚要开口，只见常颖上前一步：“侯爷，今日我等奉皇上之命捉拿罪犯，但罪犯狡猾，化作女装躲进翡翠阁。为了不打草惊蛇，引出罪犯，傅大人只好寻求恰巧路过的令千金帮忙。因为事出紧急，没有跟侯爷打招呼，请侯爷海涵。那姐姐身上的衣裳怎么回事？”洛如雪不由尖声道。常颖看他一眼，道：“罪犯狡猾，故意打翻了茶水。我们大人担心洛姑娘身体，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选了这件。的确，这件够大，任何一个女子穿上都会遮得严严实实。”洛如雪还是不愿放过今天这次机会，一着急，语气有些像是质问：“当真？”话一出，周围顿时安静下来。短暂安静过后，马车里又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锦衣卫办事，连皇上都没质疑过。”常颖，是。常颖上前，在众人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动手的时候，洛如雪的尖叫声已划破云霄。啊！第3章，不是所有亲人都配称为亲人。洛如雪的半张脸，哪怕在夜色下，也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上面还带着一丝丝的血迹。常颖后退一步，淡声道：“洛姑娘，念在你是初犯，在下只用了1成功力，下一次再污蔑锦衣卫，我可就不客气了。”娘，娘，我的脸，我的脸！整个侯府门前都充斥着洛如雪尖锐的叫声。被锦衣卫惩罚，洛如雪就算再不甘心，也不敢说什么。她现在只担心自己的脸，万一容貌被毁，世子爷那边……洛如雪不敢多想，慌乱跑回府里，嚷嚷着叫大夫。傅金安看着洛冉，嘴角勾出一抹笑容。洛冉心一跳，就听对方缓缓开口：“洛姑娘，在下姓傅，傅金安，可记住了？”尾声上挑，若在旁人做来，着实有些轻佻了。可这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锦衣卫指挥使，传说中不近女色，就连洛德韵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只当女儿真的不认得他。而洛冉却知道，这人是在回答他刚刚在宜春院的问题，尽量让自己语气听起来平常。洛冉对着马车行了一礼：“今日之事，多谢指挥使大人。”傅金安轻笑：“洛姑娘不必客气，说起来应该是本官谢你。放心，本官不会忘记洛姑娘的，后会有期。”马车已经离开，门前又安静下来。洛冉脊背寒凉，他不想跟这个人，或者说跟傅家再扯上任何关系，只是没有他，今日自己也不能这么轻易的躲过二婶和二堂妹的纠缠。然而，到底怎么回事？洛德韵见他站着不动，上前关心道。洛冉摇摇头，上前牵起父亲的手，柔声道：“爹爹，您跟我来。”回到自己的院子，洛冉挥退了身边伺候之人，屋内只剩下父女2人。洛冉忽地扯掉宽大的披风，整个人露出来，柔顺的长发披在身后，衣裙有些凌乱，就连那双绣花鞋也甚是狼狈，上面似乎还沾染了血渍。洛德韵双眼睁大，不敢置信的摇头：“冉儿，你……”洛冉微微一笑：“爹爹，您猜刚刚在门口，二婶跟二妹为何那么说？”洛德韵是不善争辩，但不代表他傻。相反，能镇守江浙10几年，令倭寇不敢来犯的堂堂冠军侯，岂能是泛泛之辈？正是因为刚刚在门外，他就看出不对劲，所以才放纵了傅金安的手下，出手教训洛如雪。只是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那可是他从小护着长大的亲弟弟，对待弟弟的几个孩子，他更是视如己出。哪怕不能回京，逢年过节，也是一车车的往回送东西，一个孩子都没落下过。洛冉看着父亲的模样，有些心疼，上前拉着他粗糙布满后茧的大手，轻轻道：“爹爹，不是所有人都配称为亲人的。”洛德韵心中有些酸涩，他总以为自己能把女儿照顾得很好，这么多年他确实也做到了，只是没想到他们这才刚回京，就有人按捺不住了。然而跟爹爹说今晚到底怎么回事？洛德韵的眼神有些可怕，洛冉却一点也不害怕，相反，能重新活一次，再看见爹爹，这辈子就算赴汤蹈火，他也甘之如饴。洛冉将今晚的事情一丝不落地说了一遍，当然他跟那人的事只字未提，只说自己当时是被劫匪迷晕了，对方正欲行不轨之事时，傅金安恰巧赶到，救了他一命。洛德韵听完，额头上青筋暴起，一拳打在八仙桌上，
上好的黄梨木桌子顿时裂成两半。他们怎么敢？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洛冉叹了一口气，上前牵起父亲的手，从怀里掏出帕子，一点点擦拭上面的血渍，轻声道：“爹爹，女儿跟您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您生气的。你放心，这次女儿躲过一劫，以后定会小心谨慎，绝不会让他们再害我的。”骆德运摸摸他柔软的发顶，傻孩子，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你放心，爹爹绝不会让你白白受了委屈。洛冉摇头，抬起头认真地看着父亲：“爹爹，他们既然敢这么做，肯定是想好了退路的。别说咱们现在没有证据，就算把人捉到了，他们也会有各种理由洗脱。”骆德运一拍桌子：“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洛冉轻笑：“怎么会呢？爹爹，您相信女儿吗？”面对女儿，骆德运语气顿时软了下来：“爹爹当然相信冉儿，只是如果这事就这么算了，他们会得寸进尺。”洛冉轻轻上前，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腰身：“爹爹，我知道，这事就交给女儿，好不好？爹爹想处理二婶很容易，可这样就断了查出幕后之人的线索，不妨先留着他们，等他查清了二房到底是谁指使的，再处置他们也来得及。”对上女儿像极了妻子的眼睛，骆德运再坚硬的心也忍不住软下来。他艰难地点点头：“好，爹爹相信你。只是你要记住，凡事不可勉强自己，有需要爹爹的地方，尽管开口。”洛冉点头：“好，女儿记住了。”送走了父亲，整个人终于瘫坐在床上。这时才忽然想起来身边的丫鬟，忙开口唤人。一直守在门外的幼青终于听见小姐唤自己，哭着跑进来，抱着洛冉哭个不停：“小姐，你到底去哪了？吓死奴婢了！奴婢今晚就该跟着你的，都是奴婢不好，奴婢该死！”洛冉忍着浑身要散架的酸痛，轻轻推开幼青，替他擦干眼里的泪水，笑着打趣：“好了，别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幼青抹了一把眼泪，看着小姐狼狈的样子，又忍不住哭出来：“您这还敢说是好好的？您看看您这……”声音戛然而止。幼青看见了洛冉衣襟敞开露出来的白皙锁骨，上面红痕点点，虽然没经过情事，但也多多少少听院子里的婆子丫鬟们说过。幼青的脸变得惨白，死死地咬着下唇。洛冉不以为意道：“好了，这事你就当不知道，去给我打点热水来，我要沐浴。”幼青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忙点头，转身出去，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下，问：“小姐，香梅呢？怎么没见她跟您回来？”洛冉垂下眸子，掩去眼中的寒意。幼青没敢再问，忙去张罗热水。屋子里安静下来。第4章，一计不成，又生心思。幼青今年17岁，比他大2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说是主仆，更像是姐妹。幼青为了他是可以抛弃性命的那种。上一世自己被傅老夫人搓磨的时候，多半都是幼青挡在自己前面。只是她嫁进傅家没多久，幼青就染上恶疾，早早的去了。临死前还拉着他的手，眼里满是不舍和担心。至于刚刚幼青口中的香梅，则是他进京后祖母年前赏给他的丫鬟。上一世同样是出门前，幼青突然坏肚子，只好让香梅跟着他。后来是香梅领着父亲找到自己，紧接着二婶和洛如雪他们紧随而至。父亲来不及阻止，事情便这么传了出去。嫁进傅家后，香梅又口口声声说为给自己顾宠，忍辱做了傅世恒的姨娘。只是做了晋国公府世子爷的姨娘后，香梅就像换了一个人，每日跟在国公夫人身边嘘寒问暖，完全忘了自己这个当初的主人。如果只是这些，洛冉并不恨他，毕竟良禽择木而栖。恨就恨在自己被洛如雪污蔑与宋清佑偷情时，香雪竟站出来指认，说自己没出嫁之前就与其纠缠不清，因此坐实了他红杏出墙的罪名。洛冉收起思绪，这一世他到现在还没看见香雪，想必是傅金安的缘故，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在幼青的伺候下，洛冉脱掉衣裙，身上的痕迹更加清晰，雪峰上红梅点点，细腰处青青紫紫，还有那双笔直修长的大腿，简直没有一处好地方。最严重的是双脚，他拉着绣花鞋跑了一整条街，大冬日的，脚跟已经冻得红肿，脚掌、脚趾都磨破了，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洛冉眼睛落在胸前，忽然想起那人说过一句话，顿时脸红如血。幼青却没在意，他只顾着心疼小姐，从头哭到尾。洗过澡，幼青又仔细地给她涂了一遍药膏，这才将被子盖好，哭着安慰：“小姐别怕，睡一觉，明天就好了。”洛冉点点头，抬手擦掉幼青的眼泪，笑道：“放心吧，只是看着吓人，不疼的。”幼青皱眉：“小姐尽是安慰奴婢，怎么能不疼？好了，小姐赶紧睡吧，奴婢就守在您身边，哪也不去。”洛冉笑：“好。”然后乖乖地闭上了眼睛。刚刚重生回来，面对与前世截然不同的局面，
洛然以为自己会睡不着，谁知许氏累极了，刚闭上眼睛没一会儿便沉沉的睡过去。这边安静了，晋国公府西院却一片灯火通明。常尹见大人一言不发地盯着书案上的衣衫，不知道在想什么，大着胆子道：“大人，查清了，那杯酒是曹贵妃宫里的一个小宫女端上来的，本来是给太子殿下的，却不小心进了他的口。”傅金安唇角微勾，太过巧合就不是巧合了。你先把这事放下，帮我去跟皇上要一样东西。常尹立刻打起精神，是。他就说被人暗算，大人不可能就这么放过。傅金安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挑起一件粉色绣着梅花的肚兜，慢声道：“东西拿到之后，合着这些一起送到冠军侯府。”第二日一早，洛冉是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的。右卿，洛冉的嗓子有些沙哑，唤了一声，右卿没听到。刚要再唤，就见右卿一脸气愤的进来。许是没想到他醒了，右卿来不及收起脸上的表情，便岔开话题：“小姐醒了，要不要喝点水？”洛冉看看他，又看了一眼窗外，点头。右卿扶着他坐起来，又端来一杯温水。洛冉便借着他的手将一整杯水喝了干净，嗓子这才舒服些，问道：“外面怎么了？”右卿迟疑了一下，道：“没什么，小姐睡好了吗？奴婢这就让人去厨房，老爷昨晚就吩咐厨房特意熬了上等的血宴，这会儿喝应该刚刚好。”洛冉也知道自己现在身体有些虚弱，也不逞强。右卿见他不但将燕窝吃得干净，还另外吃了2个水煎包，1碗粥，顿时高兴不已。从前小姐就是吃得太少，身子骨才这么弱。京城的天气不比江南，一出门能冻死人，不多吃点怎么成呢？洛冉也不知道自己今日胃口怎么这么好，看着干干净净的瓷碗，笑道：“或许是这燕窝好吃，不愧是宫里赏赐的，确实比咱们在江南的要好。”右卿冷笑了一声：“可不就是吗？否则怎么会有人一大早上就盯着小姐这碗燕窝呢？到底怎么回事？”洛冉想起了早上院子里的吵闹。右卿见小姐吃完饭了，这才气呼呼地道：“还不是二小姐，不过是脸上伤了那么一点，恨不得让全府上下都得让着她。有病就去请大夫啊，吃了燕窝就能好不成？再说了，想吃自己去买啊，凭什么要小姐您这份？这是皇上赏赐给老爷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听着耳边右卿的絮絮叨叨，洛冉苦笑，就连右卿都明白的道理，可笑自己死过一回才想明白。上一世因为二婶的花言巧语，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洛如雪，就连知道他也喜欢自己的夫君时，自己还大度的张罗着将他纳进傅家的门。对了，老夫人早上也派人来过，见小姐您没醒，就回去了。右卿又道。洛冉收起思绪，点点头，道：“时辰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去给祖母请安了。想必洛如雪这回已经在告状了。”果然，洛冉刚进宁福院，还没等进屋，就听见里面女孩委屈不已的声音：“祖母，您都不心疼雪儿了，姐姐也不心疼雪儿了。今早我想吃燕窝，可厨房的人说那是给姐姐的，说什么也不让我的丫鬟碰。”洛冉进来，就看见洛如雪依偎在祖母怀里，祖母一脸心疼，抱着她心肝宝贝的喊着。李氏见她进来，故意拉了一下洛如雪的胳膊，责备道：“你这孩子净胡说，你大姐怎么会那么不懂事，跟你争一碗燕窝呢？哎呦，雪儿你快看，你大姐姐这不是来给你送燕窝来了。”洛老夫人抬起眼帘看了一眼洛冉，虽是不热络，却也没那么冷淡。“你过来了，昨晚听你父亲说你受了惊，可好些了？”洛冉双膝微曲，行了一礼，道：“多谢祖母关心，现在已无大碍。”洛如雪闻声从老夫人怀里坐起来，半张脸肿的老高，凄凄爱爱地看着洛冉，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般控诉：“大姐姐，雪儿一直都拿你当亲姐姐看，如果你也喜欢吃燕窝，雪儿可以不吃的。”说完，拿着帕子又嘤嘤哭起来。任谁看了都以为是洛冉这个当姐姐的一回京就仗着身份欺负府中的妹妹。第5章演戏。洛冉冷眼旁观，不知道自己上一世脑袋是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李氏母女俩这么做作的表现，自己竟然毫无察觉，真是死了一回才算长了脑袋。洛如雪哭诉了半天，李氏话也说到份上，可屋子里的人就是看不见洛冉有所表示，一时间都齐齐地看向他。洛老夫人叹了一口气，没等说话，就见洛冉忽地跪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仿佛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正月的天，尽管屋子里生了地笼，可洛冉从外面一路走来，连口热茶都没喝，孤零零地跪在冰冷的青砖上，一双清冷的眸子眼尾泛红，贝齿死死地咬着下唇，低着头，声音是拼命忍耐后的哽咽：“祖母，是孙女不好，叫您担心了。”李氏和洛如雪似乎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容易服软，一时没说话。这时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不等丫鬟通报，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哎呦老妹子，不是我说你，这大过年的，你这院子里怎么这么安静？”声音随着看清地上跪着的小小身影戛然而止。洛老夫人心中暗叫不好，刚要开口，就见来人脸色一变，刚刚的笑容退得一干二净，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垂着头的洛冉听到动静，缓缓地松了口气，终于有一样能上一世对上了。上一世也是自己出事第2天，外祖母因想念自己，亲自来接他去沈家，谁知遇上这种事。那时的洛冉觉得自己名声被毁，出门怕被人耻笑，哪怕是外祖母3番2次来接他也不肯踏出院子一步。后来沈家便慢慢歇了心思，两家关系也疏远了。直到她嫁入傅家第3年，沈家卷入太子谋反一案，满门抄斩，他才在刑场上见到外祖母最后一面。只可惜很快便天人两隔。重活一世，乍一听到熟悉的声音，想起外祖母每封信中的殷殷思念，以及舅舅每年托人送去江南一车车的礼物，洛冉再也忍不住，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晕湿了眼前的青砖。这一幕落在沈老夫人的眼里，比让人用刀剜心还疼，顿时顾不上什么体面，上前一把抱住洛冉，悲怆不已。冉儿，我的冉儿，这是怎么了？快让外祖母看看，谁欺负了我的冉儿？一旁的王氏也忍不住擦擦眼泪，冷笑着看向上面。洛老夫人，晚辈真是不明白，我们冉儿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大过年的就让她跪在地上。她嫁入沈家之前，就与洛冉的母亲沈清英是闺中密友，嫁人之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沈氏去世后，王氏因此消沉了许多日子。那时候他就想把洛冉接到身边养育，只可惜洛家不放人。后来洛冉2岁时就被父亲带到江南，这一别便是13年。看着曾经白嫩嫩的小团子，如今长这么大了，王氏欣慰的同时也心疼，说出口的话就有些不客气。洛老夫人一听，气得脸色发白。李氏忙笑着道：“哎呦呦，好姐姐，我们也正纳闷呢。冉儿一进屋就跪下了，没等问，你们这就来了。”这话说的好像是洛冉故意在外祖母面前给他们洛家上眼药呢。果然，洛老夫人的脸色又难看了一分。洛冉冷笑：“我就是故意的。”王氏也不是省油的灯，听了李氏的话反问：“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怎么就不信冉儿无缘无故就会下跪？你是当冉儿傻，还是当我们傻？”洛老夫人皱眉，上前扶起沈老夫人：“好了，老姐姐，有什么话起来说。”又看了一眼洛冉，眼看警告：“你快说说，你到底因何而跪？否则你外祖母可是饶不了我这个老婆子。”洛冉摇头，抬起头看着沈老夫人和王氏，露出一抹笑容：“外祖母、舅母，冉儿没事。冉儿就是看见你们，还有祖母，太高兴了。”说着，西行后退2步，朝着沈老夫人又磕了3个头：“外祖母，冉儿不孝，回来这么久也没去看您，还劳您大冬日的过来，冉儿心里愧疚。”沈老夫人挥开洛老夫人的手，上前扶起洛冉，欣慰的点头：“好好好，外祖母知道你的心意了，咱们快起来。你这孩子，外祖母知道你刚回来不久，又赶上过年，咱们前几日不是见过了，也磕了头了，可不行磕起来没完没了的。”沈老夫人嘴里的前几日，正是正月初6洛冉生辰那日，正好赶上吉吉礼，沈家不但来人了，还送来了丰厚的礼物。也是那些礼物让洛如雪看得眼红，所以今早才不顾自己脸上的伤，也要给洛冉一点好看。谁知竟赶上他们都来了。这么想着，洛如雪也赶紧走到跟前，抱着洛冉哭泣：“好姐姐，你别这样，我和祖母母亲看了都心疼。外祖母、舅母，你们也别怪姐姐，姐姐昨晚……”话没说完就被洛冉抢过去：“妹妹，你也别生气，都怪姐姐不好，昨晚没睡好，今日起得晚了些，不知道你身边的丫鬟来要燕窝，若是姐姐知道，定是不会喝的，肯定都给妹妹送去。”说着又看向李氏：“二婶，你也别生气，昨日爹爹是得了许多赏赐，可那都是皇上赏的，冉儿也不敢随意做主。如果二婶看上哪一样，可以跟冉儿说，冉儿去求爹爹就是。”在场的都是人精，几句话就听得明明白白。什么不知道冉儿为什么下跪？不就是你们一个早上燕窝没喝成，一个想要东西吗？至于难为一个刚刚回京的小姑娘。对上沈老夫人和王氏讽刺的眼神，李氏尴尬的干笑2声：“你这孩子，什么燕窝，什么赏赐，我怎么都听不懂呢？”洛冉不解地问：“刚刚冉儿进来时，你和二妹妹不是还在跟祖母？”好了，洛老夫人打断洛冉的话，冷冷地看了李氏一眼，道：“雪儿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吗？亲家来了还不让人上茶，干愣着做什么？”“是，母亲。”李氏虽然不忿，但也不敢违逆老夫人的话，心不甘情不愿地下去了。“老姐姐，你别听这些孩子瞎胡说，都闹着玩呢。”洛老夫人拉着沈老夫人入座，又看了一眼洛冉。洛冉的目的可不是这么简单，她假装没看见祖母的警告，故意上前挽着她的胳膊道：“祖母，冉儿正好有事要跟您商量呢。正好外祖母舅母都在，你们也帮冉儿拿个主意，看我想的对不对？”洛老夫人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第6章夺回私产。王氏可不管洛老夫人心里想什么，听到洛冉这么说，痛快的应下：“好啊，冉儿想干什么尽管说，如果洛老夫人为难，
咱们也不勉强，沈家总归还算有些用处，总不能让孩子失望就是了。明摆着今天要为洛冉做主。洛冉心里暖暖的，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不让沈家像上一世一样。沈老夫人也点头，是啊，然而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外祖母在呢。洛冉感激地朝两位亲人行了一礼，这才看着洛老夫人道：祖母，然而也是刚刚听了二婶的话，才有了这个想法。如果孙女哪里说的不对，还请祖母见谅。洛老夫人垂下眼帘，淡淡道：说吧。洛冉这才开口：二婶刚刚提起皇上的赏赐，孙女是这么想的。这么多年，然而都跟着爹爹生活在江南，对京城很多事情并不了解。但是尽管如此，婚事既已定下，然而只能拼尽全力，不丢洛沈两家的脸面。只是在江南的时候，爹爹念我自小体弱，府中诸事都是由嬷嬷代管。既已回到京城，然而就该学着管家之事，省得以后被人耻笑。沈老夫人赞同地点点头，洛老夫人也觉得她说的并没有错，只是担心洛冉话里有话，便没急着开口。洛冉继续道：我母亲去世的早，这么多年多亏祖母，父亲才能安心在外面为朝廷效力。这句话洛老夫人听得舒服，脸色总算缓和了一些。洛冉又道：然而在江南偷得清闲许久，都没在祖母跟前尽过孝，又连累祖母一大把年纪还要操持，每每想起，然而便夜不能眠。洛老夫人叹了一口气，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洛冉摇头，祖母如今年纪大了，虽然有二婶在旁边帮衬，但孙女却不忍心再给祖母增添麻烦，所以然而想求祖母将母亲的嫁妆交给冉儿打理，一是能让祖母清闲一些，二来然而也好学着管家。洛老夫人见他打的是这个主意，彻底松了口气。别说洛德运如今深受皇上器重，就算只是个小官，他们洛家也不会落得霸占儿媳嫁妆的名声，这是应该的。本来我打算过些日子，等你休息的差不多了再提。既然你先想到了，一会儿就让杜嬷嬷带着你清点一下吧。洛老夫人痛快的同意了，正好沈家人也在，做个见证，她乐见其成。洛冉多谢祖母体恤。还有，洛老夫人皱眉，还有什么？洛冉微微一笑，还有就是父亲那边，昨晚父亲说，为了锻炼我，特意将他的私产都交给了我，所以刚刚二婶提到的那些赏赐，就……洛老夫人皱眉，冠军侯府一共有3房，大房和二房都是洛老夫人亲生，3房是庶出。二老爷洛德文任国子监祭酒，从4品，每年俸禄都不够他打点官场的。府里上上下下全都指着洛德运，虽说祖产加上洛德运的俸禄足够府中吃用，但皇上的赏赐那可是占了一大部分，这么分出去，宫中用度肯定要受影响。洛老夫人有些犹豫，一直没说话的王氏突然惊讶出声：什么？难道洛家老爷的私产也要充公吗？二老爷也是如此。此话一出，洛如雪紧张地看着祖母。二房的私产当然不能充公，更何况二房哪有什么私产啊？他平日穿的戴的大多数都是大伯得来的赏赐，如果这部分被洛冉要去，那他以后出门参加宴请，岂不是要被人笑话死？我不同意。洛如雪终于忍不住出声。沈老夫人抬眼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王氏也冷笑一声：老夫人，你们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姑娘当家了？我不是那意思啊。洛如雪白着脸争辩，我只是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应该分那么清楚，这样岂不是伤了情分？王氏大笑，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呢。怎么，你大伯私产不上交就是伤情分？那请洛二小姐给我讲讲，你们二房是怎么重感情的？洛冉低头偷笑，舅母出手，洛如雪算什么？果然，洛如雪没有理，便眼泪汪汪的看着洛老夫人。洛冉轻声道：二妹妹，你这样好像是我舅母欺负了你一样，长辈说话，小辈本就不应插嘴，若是在别人家早就长嘴了，是祖母念在你脸上有伤才不忍心责怪，希望你不要让祖母为难。我没有。洛如雪争辩。王氏好像才看见她脸上的伤，惊讶道：哎呀，洛二小姐这脸是怎么弄的？可看过太医了？这万一要是落了疤，以后嫁人可是难了。洛如雪的伤传出总归是不好听，万一被皇上知道了，治个什么罪下来，可就不是一张脸的事了，哪还敢请太医啊？洛老夫人有些不悦，瞪了洛如雪一眼，这里没你什么事，下去吧。洛如雪就算再不甘心，也不敢违逆祖母的话，只好下去找母亲商量。只是还不等洛如雪搬来救兵，洛德运便过来了。行兵打仗的人讲究干脆利落，给沈老夫人行过礼之后，便一锤定音：母亲，冉儿说的对，以前儿子在江南，二弟妹帮忙管着大房，谁也说不出什么。现在皇上下旨，命我在京中待命，如果还麻烦二弟妹，传出去也不好听，不如趁此机会交给冉儿。至于冉儿出嫁以后，还有嬷嬷和管事。事已至此，洛老夫人也不好再坚持，只好点头答应。
他之所以答应，确实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李氏管家，他只安心的做自己的老夫人。等了解后，肠子都悔青了。洛冉声称自己不熟悉，正好涉及母亲嫁妆的事，便求着王氏帮忙。王氏高兴还来不及，哪还能拒绝？这边李氏听到消息后，顿时乱了手脚。虽说洛老夫人不会打儿媳妇嫁妆的主意，但架不住管家权在李氏手里。李氏看着那满屋子的宝贝，不动心才怪。现在听说要交出去，李氏忙想方设法补救，同时又想尽办法拖延时间。王氏和洛冉心知肚明，也不急，搬来椅子坐在院子，看着李氏一会儿接见管事，一会儿又忙着其他的事。等他实在拖不过去了，才不情不愿地打开库房。幸好缺少的大部分李氏都用自己的嫁妆填不上了，只有小部分对不上。最后李氏没办法，只好装晕。王氏看着被抬走的李氏，摸着洛冉的头道：做人不能赶尽杀绝，差不多就行了。洛冉也明白这个道理，点头。然而明白，今日多谢舅母。送走了外祖母和舅母，洛冉刚要回自己的院子，就被祖母叫住了。第7章祖珠丸。洛老夫人坐在上首，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若想要回你母亲的嫁妆，直说便是，我还能拦着你不成？何苦当着外人的面给自家人难堪？难道你忘了自己姓洛不姓沈吗？啪！洛老夫人的手拍在罗汉床的扶手上，厉声呵斥。洛冉面上平静，抬起头盯着洛老夫人的眼睛道：祖母难道就不问问孙女昨晚遭遇到了什么吗？洛老夫人皱眉：不是说锦衣卫抓人，你帮了个忙吗？洛冉轻笑：如果只是那样，祖母觉得他们会让我一个弱女子大晚上了独自跑了整整一条街。说着，洛冉连起裙摆，露出包扎严实的双脚。因为伤得重，包成馒头一样的双脚无法穿进绣花鞋，小半个脚跟露在外面，也幸亏裙摆长，刚刚沈老夫人他们没看见，否则又会是一场麻烦。洛老夫人目露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洛冉放下裙摆，见祖母的神色并不像作伪，便淡声回复：爹爹没捉到凶手，说什么都没用。只是昨晚孙女回府时，恰好遇上二婶和二妹，他们站在侯府大门外，口口声声说孙女是被歹人捉住，迷晕了扔进宜春院，哪怕有指挥使大人作证，二妹仍然不信，所以指挥使大人的手下才出手教训了二妹妹。洛老夫人皱着眉：昨晚的事情她倒是听说了，至于洛如雪的脸，他们只告诉自己是洛如雪不小心说了锦衣卫一句，就被一向残酷霸道的指挥使大人命人打了。因为傅金安的名声一向如此，哪怕被冤枉也只能吞进肚子里，只因为皇上对其尤为信任宠爱。现在看来，原来里面还有内情。洛老夫人看了洛冉两眼，缓了语气道：好了，你这么多年没回来，祖母也是念着你的。回头让杜嬷嬷开库房，你看看喜欢什么尽管选几样，明年就要嫁人了，安下心来学习管家，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洛冉知道祖母这是摆明了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花钱让他闭嘴，同时又拿婚事威胁他罢了。只是上辈子他是清白之身嫁入傅家，由受到那等对待，这辈子他却是真正的再嫁傅家，那不是等于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吗？这些他不打算跟任何人说，下一步要想想怎样才能把婚事解除。从宁福院出来，迎面就碰上了一位不速之客。洛冉站定，目光警惕地看着对方。常颖强忍着身上的疼痛，要知道双倍惩罚，若不是他底子好，早就去跟阎王爷报道了，现在怎么还能来冠军侯府？洛姑娘，这是我们大人让转交给你的。常颖捧着一个长条漆盒，在洛冉3步远的地方站定。洛冉看了一眼盒子，道：这是什么？常颖摇头：属下不知，属下只是按照大人的吩咐来给姑娘送来。洛冉抿唇：我不要，你拿走吧。说着便要转身离开。常颖闪身挡在他面前：洛姑娘，我们大人说，为了避免麻烦，还是请你收下的好。洛冉听出来他话里的威胁，气得手有些抖。右卿，收下。常颖松了一口气，将盒子交到右卿的手上，有些歉意道：洛姑娘，请见谅。不必，以后都不用再见。洛冉快步离开，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右卿捧着盒子，有些不知所措：小姐，这扔了。洛冉看也不看，随后拿起母亲的嫁妆单子，假装在看。右卿点点头，转身要出去。洛冉忽然道：等等。右卿站住，看着他。洛冉皱眉，想了想，烦躁的随手指了一下：放那吧，你先出去。右卿将盒子放下，转身出去，同时又将门带上。洛冉想了又想，这才起身走到盒子旁，迟疑了好一会儿才打开。待看清里面的东西时，脸顿时如火烧般。如果某人现在在跟前，洛冉真恨不得上前给他一刀。只见上等的雕花漆盒中，女子的小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里面。洛冉拿起旁边的剪子，3下2下就把那件小衣剪个细碎。这时才看见下面还有一封信，烦躁地撕开，
忽然掉出一个比拇指盖大不多少的珐琅盒子。打开，盒子里面只有一颗褐色的药丸，散发着浓郁的药味。洛冉不解，拿着药丸反复看了2遍，又拿起信封，果然里面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祖珠丸。一开始洛冉还不明白这3个字是什么意思，待看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概是药丸的成分：麝香、藏红花。洛冉这才明白这颗药丸的作用，没有生气，反而有些感谢那人，没再犹豫，就着手边的茶水将药丸服下，也算避免了日后麻烦。晋国公府，常隐站在书房外，大人，东西送到了。里面淡淡的应了一声，又问吃了吗？常隐吃了，没有怀疑。傅金安挑眉，还算聪明。常隐又道，只是……傅金安说。常隐想了想，道，只是洛姑娘一开始看见衣裳很生气，拿剪子都剪碎了。傅金安停下笔，看看自己的手掌，指腹轻捻，又放在鼻尖闻了闻，只有淡淡的墨香。门外的常隐心中同情洛冉，好好的一个姑娘，清白就这么没了。如果换做旁人，娶回去也就算了，只可惜她运气不好，遇到的是大人。大人与世子爷是亲兄弟，无论嫁给谁，她今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常隐还在胡思乱想，就听里面又问，那个人呢？招了吗？常隐打起精神道，招了，没2下就招了。只是他知道的并不多，只是按照洛二小姐的吩咐，故意跟人走散了。傅金安又拿起笔沾了沾墨汁，送去给洛德运，其余的就不用管了，帮他一次也算2清了。洛冉这边忙完，见天色已经暗下来，便提着食盒去了父亲的书房。刚走进院子，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鼻而来。第8章，以前不懂事，现在懂了。大小姐，您来了。洛德运身边的小厮青山见他过来，忙行礼问安。洛冉点点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爹爹在忙吗？青山刚要回话，门从里面打开，洛德运阴沉着脸从里面出来，手上拿着上等的蚕丝帕子，一点点擦拭着手指，上面沾满血渍。洛冉心一紧，忙上前，爹爹，您的手怎么了？洛德运躲了一下，皱着眉头道，别碰，脏。又看向青山，把里面那东西收拾了，记得扔掉之前跟老夫人打声招呼。青山应下，转头进入书房。洛冉探着头去看，爹爹，什么东西啊？话落，洛德运没来得及捂上他的眼睛，就见青山拖死狗一般从里面拖出一个人来。下台阶的时候，那人脸上的盖布忽然被风吹掉，露出一张肿胀的脸，哪怕只有一眼，洛冉也认出来了，香梅。洛冉惊恐地捂着嘴，香梅怎么会在爹爹这里？洛德运不满地看了一眼青山，青山忙将人又盖好，扛在肩上，几步跃上墙头，消失不见。洛德运担心地看了一眼女儿，只见她眼里只有惊讶，并没有害怕或者对她不满，暗自点点头，道：“你跟我进来。”洛冉这才知道，原来香梅真的是落在傅金安的手里，折磨一通之后，他便将人还了回来，同时还有香梅的口供。出于小心，洛德运自己也重新审问了一遍，与纸上所述并无二样，便出手解决了香梅。又跟洛冉解释道：“无论他受谁指使，杯主的东西都留不得。就像你说的，仅凭几句话，你二婶不会承认，不如处理干净，同时也让你祖母知道，省得他以后因为这个婢女跟你产生嫌隙。”洛冉笑笑，转身走到水盆前，打湿了帕子，亲手替爹爹擦干净手上的污渍，低声道：“爹爹，谢谢你，谢谢你什么都替女儿想得那么周到。他不怕祖母跟他生嫌隙，也不在乎二房，他只想让爹爹这辈子好好的。”洛德运抬手想摸摸女儿的头，看看自己的手又停住了，笑道：“傻孩子，我是你爹，说什么谢不谢的？”洛冉不顾爹爹躲闪，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轻轻蹭了蹭：“爹爹，你给我娶个继母吧。”洛德运皱眉，说什么胡话？是不是听谁说什么了？然而你……洛冉摇头：“爹爹，您听我说，我没听别人说什么，是我自己想的。他想让爹爹辛苦一天回来，房里有个嘘寒问暖之人，也想让他们大房后继有人，而不是让爹爹拼命挣来的爵位，最后便宜了别人。”洛德运欣慰地点点头：“好了，爹爹知道了。你现在别想这么多，先安安心心待嫁，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洛冉垂下眉睫，他没说，他这辈子是不打算嫁人的，尤其是傅家。自打这日过后，李氏病了，老夫人也病了。李氏是心疼银子病的，老夫人是着实被青山下病的，两人的病都没法对外说，只好说感染了风寒。还没出正月，府中无人主持不行，只好将待产的三夫人请出来，洛冉在旁协助，总算将正月糊弄了过去。第二天便是2月2，过完2月2，这个年才算彻底过去。洛冉帮着三婶去厨房叮嘱明日要准备的吃食，又嘱咐嬷嬷们该注意的事项，觉得没什么落下得了，才转身出来。刚走出没多远，就看见10几日不见洛如雪站在花园的小路上，
明显是在等自己。洛冉神色如常的过去，要经过洛如雪身边时被拦住。他看着那只抓着自己手臂的手，又抬头看向那张脸，笑道：“几日不见，二妹妹的脸倒是好了许多。”洛如雪摸摸自己的脸，亲昵的挽上他的胳膊，撒娇的晃着：“大姐姐好狠心，这么久也不爱看我，雪儿还以为你不喜欢我了呢。”洛冉微笑，故意道：“怎么会呢？妹妹这么可爱，有谁会不喜欢妹妹呢？”洛如雪假装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一如从前般亲密：“好姐姐，我是来问问，下个月是我的吉吉礼，姐姐可要尽心哦。”洛冉将胳膊慢慢抽回来，淡淡地道：“妹妹多虑了，祖母和二婶的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妹妹的吉吉礼自然有二婶，旁人怎么能放心呢？”洛如雪一愣，有母亲在更好，这样姐姐就不用那么累了。洛冉点头，既然妹妹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姐姐，洛如雪又拦住她，欲言又止。洛冉也不问，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最后洛如雪无奈，只好道：“姐姐，过年的时候我看你戴的那只红宝石金钗很好看，你能送与我当吉吉礼物吗？”“不能，那是皇上赏赐的，不能随便赠人。”洛冉干脆的拒绝。洛如雪显然没想到他这么不给面子，当众被拒绝，一时脸色有些不好。之前姐姐不也将皇上的赏赐送给我了，为什么这次不行？你也说那是以前我年纪小不懂事，现在长大了，既然妹妹提起，那便将东西都还给我吧。洛冉看着洛如雪眼中含泪，果然跟上一世一眼，但凡有一点不合他心意，他便像现在这样，要哭不哭的，仿佛天底下他最委屈一样。现在再看，洛冉只觉心中一阵畅快。又亲：“一会儿你跟着二小姐去一趟，将东西都拿回来吧，别到时候传出去说妹妹眼皮子浅，盯着姐姐的东西不放。”洛冉转身便要离开，谁知洛如雪突然从后面扑上来，抓着洛冉的手腕不放，眉头末尾的喊道：“姐姐，我也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听劝呢？”洛冉皱眉，只觉自己的手腕一阵钻心的疼痛，来不及想那么多，本能的挥开，松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接着就听洛如雪尖叫一声，整个人如一只蝴蝶，手臂在空中划过一抹优美的弧度，然后跌坐在地，不顾身上的狼狈，还在痛心劝说：“姐姐，我真的是为你好啊。”洛冉心一跳，果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他身边掠过，飞奔到洛如雪跟前。“雪儿，你怎么样了？快让我看看。”“雪儿，你流血了。”因为担心，声音都有些颤抖。而一旁的洛冉却被那人经过时不小心撞了一下，若不是腰间及时出现的那只大手，他早就跌进一旁满是荆棘的树丛，想想都后怕。第9章，那人是他。洛冉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男人，见他的手还没拿开，微微皱眉，往旁边让了2步，腰上那股灼热终于消失，呼吸都通畅了。傅金安将手负在身后，笑着看向他。洛冉转过头看向另外2人，只见洛如雪故意用自己受伤那只手抓着男人的衣袖，紧张的解释：“世恒哥哥，姐姐她不是故意的，你不要怪姐姐。雪儿，你不要替她说话了，走，我先带你去看大夫。”说着，傅世恒便转身弯腰要背起洛如雪的意思。洛如雪脸蛋红红，一脸急切地看着洛冉：“姐姐，你不要误会，世恒哥哥只是看我受伤了，你要相信他，他是在乎你的。”傅世恒这才抬头看向洛冉，眼里微微有些不满：“洛冉，你不要闹了，你是姐姐，雪儿还小。”洛冉差点笑出声来：“她是姐姐，洛如雪小，洛如雪只比她小不到2个月好吗？再说了，她哪只狗眼睛看见自己闹了？自己从始至终一个字都没说，不是吗？反而差点被她撞进树丛，如果不是旁边这人，今天她不是腰被扎断，就是腿被戳穿，现在可倒好，倒打一耙。”傅世恒见洛冉嘴角毫不掩饰的讽刺，似乎刚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激动了，耐着性子解释：“洛冉，你……”洛冉忽地往旁边侧开一大步，紧挨着路边站定，同时做了一个请的动作：“世子爷，二妹妹，你们请。”傅世恒皱眉：“洛冉，你这是什么意思？”洛冉无辜的眨眨眼：“不明显吗？给你们让路啊！”洛如雪见傅世恒的视线始终落在姐姐身上，有些不高兴，哽咽道：“世恒哥哥，你别生姐姐的气，姐姐只是心情不好。”又看向洛冉道：“姐姐，你也消消气，我娘病了，祖母也病了，你还想怎么样呢？”他故意说的模棱两可，让人听来都会认为是洛冉气病的。傅世恒的眉头皱得更深：“洛冉，我没想到你竟是这样的人。”呵呵。洛冉突然笑出声，既然他们认定自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是辜负了？只见洛冉2个大步上前，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时，扬起手，啪啪2下，洛如雪左右两边脸瞬间都肿了起来。“洛冉，你在干什么？”傅世恒一把拦过洛如雪在怀里，仿佛看敌人一般看着洛冉。
洛冉轻轻转动发酸的手腕，淡淡的扫了紧紧搂抱在一起的两人。如你所见，我这才叫欺负他。右青，我们走。对了，二妹妹，别忘记把之前你从我这里借走的首饰还回来，否则我不介意把欺负幼妹这条罪名坐实。泼妇，粗鲁！傅世恒指着洛冉的背影，气得有些手抖。洛如雪则躲在他怀里哭泣，这回是真哭，因为洛冉那2巴掌可谓是拼尽了力气，一点情面没留。他刚刚好的脸颊，这回恐怕又要严重了。呵，一直在一旁看热闹的傅金安终于忍不住轻笑出声。洛如雪这才想起来旁边还有人，羞怯地从傅世恒的怀里钻出来，忍住哭朝傅金安行了一礼。民女见过指挥使大人，我姐姐被家人惯坏了，让大人见笑。傅金安挑眉，你把我当成他？洛如雪与傅世恒面露不解。傅金安看了一眼自己这位弟弟，轻嗤一声，耳聋眼瞎的废物，转身扬长而去。半晌，洛如雪才缓过神，轻轻地拽动身旁之人衣袖，世恒哥哥。傅世恒忙回过神安慰，雪儿妹妹别怕，我带你去看大夫，实在不行就让侯爷进宫去请太医。你放心，一定不会留疤的。洛如雪心中苦涩，上次她脸伤的那么重，大伯都没说给她请太医，还不是因为自己那日在门外说了实话。这次有洛冉在旁边怂恿，大伯肯定还不会去的。都怪洛冉那个死丫头，原来大伯最是疼爱自己，哪回宫里的赏赐大伯不是都分给自己一半？现在可倒好，一想到刚刚那个死丫头说都要回去，他的心就忍不住滴血。回去的路上又亲戚的根本停不下来，小姐您早就该这样，咱们这才回来多久，二小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是恶心死人了。还有那个世子爷，右青突然止住，世子爷可是小姐的未来夫君，世子爷不帮着小姐也就算了，还跟二小姐抱得那么紧，他一个丫鬟都看不下去了，更何况世子爷口口声声都在责怪小姐。小姐您别伤心，您刚回来不久，世子爷还不了解您，等他。右青想劝他，又觉得有些违心。洛冉并不在意，他现在心里想的是怎么能把这门亲事退了。思虑间没注意到右青的表情，等缓过神时，眼前已经笼下一大片阴影。洛冉后退2步，一脸警惕地看着眼前之人。傅金安双臂抱胸，低头看了一眼他的小腹，要吃了。洛冉不自觉地将双手放在小腹上，眉头紧皱。傅大人，请问你来洛家有何贵干？傅金安收回视线，轻笑，洛姑娘，刚刚本官帮了你，难道你不应该说声谢谢吗？洛冉忽然冷笑一声，傅大人下次出门前记得看好自家的疯狗，别让他出来乱咬人。傅金安挑眉，看着前面窈窕的身姿，转过身，果然见傅世恒背着洛如雪往这边过来。刚刚洛冉那句话故意没有压低声音，一字不落的听进傅世恒的耳朵里，顿时气得脸色通红。大哥，你今儿怎么这么闲，还有功夫闲逛？傅世恒的口气有些不好。傅金安轻蔑的扫了他一眼，锦衣卫办事还轮不到你来智慧。听到这句话，洛如雪忽然感觉脸颊又疼了几分，忙催促道，世恒哥哥，我疼，咱们快走吧。另一边，洛冉已经回到了宁香院，见右青仍未从震惊中缓过神，他叹了一口气，这种事能瞒过任何人，身边的人总是瞒不过去，尤其那日自己身上的痕迹，右青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没问罢了。关上房门，右青一把搂住小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洛冉好笑地拍拍他的后背，刚刚不是还说解气吗？这会儿怎么又哭上了？右青摇头，刚刚小姐跟那位傅大人的对话他都听明白了，尽管两人的话听起来所问非所答，驴唇不对马嘴，可是他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小姐，那人是他，对不对？这是右青在心里憋了许久的话，今日终于问出口。第10章，我要退亲。安抚好右青，洛冉有些累，想睡一会儿。右青也心疼主子，扶他上床，细心的盖好被子，这才转身出来。刚出来就见老夫人身边的杜嬷嬷来了。右青嘴角冷笑，笔直的站在廊下。杜嬷嬷见状微微一愣，笑着上前，右青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右青板着脸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没什么，大小姐累了，我怕有那不长眼的东西扰了小姐清静，特意在此看着点。杜嬷嬷脸色有些难看。右青故意伸脚在地上踢了一下，骂道，哪里来的死虫子，大冬天还冻不死你，跑到这来恶心人。杜嬷嬷强忍住怒气，笑呵呵道，右青姑娘，麻烦您进去跟大小姐通报一声，就说世子爷来了，老夫人请他过去。右青叉着腰夸张道，哟呵，世子爷？哪位世子爷啊？请我们小姐过去干什么？杜嬷嬷干笑2声，你这丫头还能有哪位世子爷？当然是晋国公府的世子爷，咱们大小姐未来的夫君了，快去叫人，别让世子爷久等了。我们小姐未来的夫君？右青好像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捂着肚子笑个不停，笑够了才直起腰，看着杜嬷嬷道，敢问杜嬷嬷，
哪家小姐未来夫君会背着未过门妻子的妹妹满园子转悠？两人一口一个哥哥，一口一个妹妹，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刚刚成亲的小两口呢。右亲姑娘，休要胡说八道！杜嬷嬷喝道。右亲却是不怕的，挺直腰板道：“我胡说八道？嬷嬷可以去府里随便打听，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难不成还敢不承认？做都做了，还怕别人说吗？呸！不要脸的东西！”右亲狠狠啐了一口。杜嬷嬷见说不过，又没法硬闯，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屋内的洛冉将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待人走了，才缓缓下床，招呼右亲为他更衣。右亲一改刚刚的厉害，眼眶有些酸涩。洛冉看着镜中的他，脸上看不出丝毫伤心，笑道：“好了，别总耷拉着脑袋，放心吧，你们小姐不会那么没用了。去，把聘礼单子拿好，我们去宁福院。”骆德运看着对面的年轻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虽说骆父两家有婚约，但说起来，自打骆老太爷和老晋国公先后离世后，两家疏远了许多。骆德运原本想着，如果傅家不提起，今年回京后他也是要主动提起的，只不过他提的话多半是退亲。晋国公府门槛高，里面关系复杂，更何况傅家还出了眼前这么一个人。虽然传说中这位指挥使大人与晋国公府所有人都不甚亲近，但他实在舍不得千娇百宠的女儿嫁过去受累。只是没想到，去年母亲一封家书，连带着送去的还有当年两家交换的定亲之物。骆德运知道这门亲事想退难。傅大人今日前来，到底是因何事？骆德运见其始终不说话，只好先开口。傅金安漫不经心地摇着手里的茶盏，悠悠抬起头：“侯爷不必紧张，皇上不过是听说江浙一带在侯爷的治理下，倭寇不敢进犯，百姓安居乐业，圣心大悦，便差下官来问问，侯爷可想要什么赏赐吗？”骆德运双眼微眯，朗声道：“为朝廷效力是本侯应该做的，更何况皇上已经赏赐过了，实在不敢再贪心。”傅金安无所谓的笑了一下：“侯爷客气了，皇上赏的您收着便是。俗话说，雷霆雨露，俱是君恩，难不成侯爷想抗旨不成？”语气陡然一变，骆德运连忙起身，朝着皇宫的方向行礼：“微臣不敢。”傅金安伸出右手，虚虚扶了他一下：“侯爷不必当真，下官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骆德运垂眸，余光忽然看见年轻人白皙的手腕上一排清晰的牙印，牙齿小而整齐，应该是女子所留。傅金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叹了口气，左手轻轻抚上牙印，宠溺的笑笑：“让侯爷见笑了。小女子被下官惯坏了，竟喜欢咬人。”提及闺房之事，他脸上没有丝毫不自在，仿佛只是说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落在骆德运的耳中，却忍不住老脸一红，这年轻人也太不守规矩，什么话都说。宁福院，骆老夫人死死地盯着手上的单子，再看看笔直跪在地中间的身影，气得脸色涨红，敲着拐杖骂道：“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骆冉声音平静，回祖母的话，孙女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祖母成全。帘子忽然被掀开，一道身影跑进来，抱着骆冉的身子低声哭泣：“姐姐，姐姐不要跟世恒哥哥退亲，是雪儿不好，雪儿以后不见世恒哥哥了，这辈子都不见了，求姐姐不要生世恒哥哥的气。世恒哥哥，你快来哄哄姐姐，姐姐只是太喜欢了，所以才会跟雪儿生气。”骆如雪一边哭一边看着傅世恒，眼里有委屈有不舍。傅世恒看着心疼极了，上前扶起骆如雪：“雪儿，你不必这么委屈自己，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或许是太过伤心，骆如雪脚下不稳，忽然跌进傅世恒的怀里。傅世恒紧紧地揽着他的腰，愤怒地看着地上的人，仿佛是他推了骆如雪。骆冉抬起头，讽刺地看向骆老夫人：“祖母，您都看见了？”李氏这时也过来了，见到屋里的样子，忙道：“冉儿啊，不是二婶说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二妹妹跟世恒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妹，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就是，冉儿快起来，别气你祖母了。世恒对雪儿好，不也是重视咱们骆家吗？你可该高兴才对，怎么还这么不懂事，闹起来没完没了了呢？”三夫人曹氏也跟着李氏附和。骆冉冷笑，没等出声，就听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我倒不知道京城里什么时候有这等规矩。”骆德运大步进来，皱着眉看了一眼仍抱在一起的两个人，上前扶起女儿，道：“古人言，男女7岁不同席，亲兄妹尚且如此，更何况还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简直是伤风败俗。”傅世恒一见骆德运进来，慌忙推开怀里的骆如雪，拱手行礼：“骆叔父。”第11章，大人的东西别人碰不得。骆冉看见父亲来，刚要松口气，就见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脸色一白，低下了头。傅金安仿佛到了自己家一样，
进来看也没看旁边那群人，径直走到骆老夫人下手的位置上坐下，端起手边的茶盏闻了闻，皱皱眉又放下了，似乎很是嫌弃。见大家都在看自己，这才漫不经心的挥挥手：“你们忙你们的，本官不过侍奉皇上之命来探望侯爷，顺便讨杯茶喝喝。”骆老夫人忙陪着笑脸：“原来是金安啊，许久不见，近来还好？”傅金安勾勾嘴角，仿佛没有听见老夫人的话，反而惊讶地看向地中间，原来二弟也在。你们说你们的，不用管我。说完便不再说话，端起茶盏轻晃，仿佛真的只是来喝茶而已。不知是不是错觉，洛冉总感觉有一道视线若有似无地落在自己身上，浑身不自在。但是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既然话都提起来了，不说明白岂不是浪费？祖母也看见了，世子爷与妹妹在花园里搂搂抱抱，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如果还坚持这门亲事，到时候被耻笑的不只是我，还有整个洛家。洛冉又看向傅世恒：“世子爷，这是聘礼单子，麻烦您过目，看看还少什么，这些一直都是二婶收着。二婶，麻烦您帮着世子爷清点一下。”李氏没想到这把火到底还是烧到自己头上了。当初傅家送来聘礼的时候，洛冉父女俩还在回京的途中，老夫人便做主让他暂时帮忙收着。谁知前些日子洛冉坚持要回大房的私产，李氏想着反正洛冉明年才嫁入傅家，这些聘礼他便挪用了一部分填补上那些空缺。这时候再退亲，他去哪里弄这些东西啊？于是李氏拉着洛冉的手，好言好语的劝道：“冉儿，你可不能一时用气啊。雪儿她只是把世恒当哥哥，如果你不高兴，二婶以后不让雪儿跟世恒来往就是。”洛如雪本来听说洛冉要退亲，心里还一阵高兴，他刚刚也不过是演戏给祖母看罢了。可这会儿他见母亲眼里不像作为，有些着急，轻轻扯扯傅世恒的衣袖，可怜巴巴道：“世恒哥哥，都怪雪儿不好。”傅世恒低头看了他一眼，有些心疼，再看看对面的洛冉，仿佛是一棵不屈不挠的小草，柔韧而强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心慌。若说今日之前他对这门亲事也是不满意的，相比那个从未见过面、自幼没了母亲的洛冉，他更喜欢眼前娇俏可人的洛如雪。只是不知为何，今日见了洛冉之后，他有种预感，一旦答应了退亲，自己肯定会后悔。退亲，我不同意。傅世恒话一出口，自己也愣了一下。哦，瞧我这脑子，险些把正事忘了。一旁喝茶的傅金安忽然出声：“洛姑娘，上次你帮了本官，皇上知道后很高兴，夸你巾帼不让须眉，特意让本官来问问，洛姑娘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吗？”洛冉对上他玩味的眼神，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臣女多谢皇上厚爱，臣女什么也不需要。傅金安仿佛也只是这么随口一说，洛冉说不要，他便也没坚持。傅世恒看了一眼这位同父异母的亲哥哥，尽管自己平时很不喜欢他，但此时却希望他能站出来帮自己说句话。可傅金安只进来时看他一眼，然后就将他当成了透明人。骆德玉眉头皱起：“世恒，我知道你本来也对冉儿无意，只是……骆叔父，您不必劝我，这个亲我是不会退的。如果叔父执意要退，就与我父亲说吧。晚辈还有事，就不打扰叔父了。老夫人保重。”傅世恒见大哥不肯帮自己，自己又孤立无援，索性逃似的离开。见没热闹可看，傅金安也起身告辞。经过洛冉身边时，故意小声道：“洛姑娘，刚刚在花园，本官可是出手帮了你，你打算怎么谢我呀？”骆德运此时正在说服老夫人，一时没注意这边。洛冉看了他一眼，淡声道：“难道傅大人不是担心这事传出去坏了傅家名声？”他没说这事是何事，两人却心知肚明。傅金安冷漠的眸子眯了眯：“傅家名声与我何干？”洛冉愣住了，须臾死死咬着下唇，压低声音问：“你到底想干什么？”傅金安挑眉，什么也没说，大笑着离开。一直等在门外的常云见大人心情很好的出来，好奇地问常颖：“大人怎么这么高兴？”常颖看了一眼某人背影，低声警告：“想活命就别打听那么多。”常云缩缩脖子，果然不再问了。常颖却叹了一口气，他忽然想起来10几年前，那时候大人也才6、7岁，第一次随皇上去西山狩猎，大人一眼就看上了一只幼鹿，为了活捉，6岁的大人带着当时7岁的常颖，在深山里足足跟了2天2夜。就当皇上以为两人死在山里的时候，大人终于牵着小鹿完好无损地从山里出来。只有他知道那2天2夜他们经历了什么。大人非常喜欢那头幼鹿，恨不得吃饭睡觉都要看着。有一天，皇上宣大人进宫，4岁的傅世恒不知怎么就溜进了大人的院子，抱着小鹿玩了半日。大人回来后，绕着小鹿走了一圈，突然拔出匕首，一刀插进小鹿的脖颈，亲眼看着小鹿一点点血迹而亡，又亲手将小鹿切成一块一块丢去喂狗。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胆寒。从那天起，常颖就知道大人的东西别人碰不得。
骆德运从宁福院出来，又来到骆冉的院子里，见他神情平静，正在指挥着下人搬东西，心里总算放心了些。爹爹，您怎么来了？怎么不进来？骆冉抬头看见父亲，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迎上来。骆德运定定地看着女儿，有些恍惚。当年那个还没有自己胳膊长的小婴儿，转眼间已亭亭玉立，竟是到了嫁人的年龄。他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去世的妻子，喉咙有些沙哑。然而，爹爹对不住你。骆冉歪着头看着父亲，爹爹，您如果是为今日退亲之事，大可不必。这事是女儿自己决定的，与爹爹无关。骆德运怜爱地摸摸他的头，有些后悔。如果爹爹早些退掉这门亲事，现在也不会这样了。不过你放心，既然你决定退亲，爹爹一定会帮你。第12章，这亲非退不可。送走了父亲，骆冉让右亲继续收拾东西。既然要在京城住下去，他就不会委屈自己。刚回京时，二婶给他收拾的院子只是表面上好看，比如摆在明面上的花瓶瓷器，看起来都是好东西，可却不实用。相反，那些总用到的日常之物反而都是旧的。前一世他被二婶和二妹的话糊弄，真以为侯府的日子艰难，便想着能省则省，绝不给家人添麻烦。后来才知道，二婶只是让他和爹爹节俭，他们二房却拿着爹爹赚来的银子挥霍。不说别的，就说洛如雪用来洗脚的盆，据说里面掺了足足好几斤黄金，冬暖夏凉，而他却要捡别人不用的浴桶。重活一世，骆冉决定不再亏待自己，里里外外换了个遍，都是自己平常喜欢用惯了的东西，他的心也舒坦了。宁香院动静这么大，府中其他人自然也知道了。洛如雪扑进李氏的怀里，哭得厉害。娘，我不要那个破铜盆，还有那个青花瓷花瓶，是我最喜欢的，你都把它们还给我。李氏也心疼，但没办法，他只好安慰女儿，别急，总有那个死丫头哭的时候。洛如雪从李氏怀里抬起头，惊喜道：娘，你有办法吗？李氏眼里闪过一抹凶狠，现在那个死丫头不是要退亲吗？那咱们就让她退，等她名声坏掉了，看她还怎么得意。提起这个，洛如雪的面目也有些狰狞，上次都怪那个指挥使大人，肯定是他救了那个死丫头，否则他早就成了万人骑的烂货了。不过他还有一处想不明白，世恒哥哥说那个指挥使大人连国公爷都很难见到，为什么他偏偏帮助那个贱丫头？李氏冷哼一声，没准两个人早就有了苟且。洛如雪睁大眼睛，激动道：娘，那我们还等什么？去告诉晋国公啊，这样世恒哥哥肯定同意退亲。李氏拍拍女儿的手，不急，我们慢慢来。现在退亲，那些聘礼我们还得补上，得想个办法，既不用咱们掏银子，还能让那个死丫头自己把银子吐出来。小姐，二夫人和二小姐往老夫人院子里去了。右亲去厨房取晚饭，回来跟洛冉讲。洛冉笑笑，右亲撇撇嘴，老夫人就是偏心。洛冉不在意，能不偏心吗？自古父母就对小儿子更加偏疼一些，尤其李氏还是祖母的娘家侄女，亲上加亲，不偏才怪呢。不用管他们，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去看外祖母。若说洛冉重生回来最想干什么，就是护住父亲，提醒外祖家免于前世那场灾难，其他的他都不放在心上。第二日，没等洛冉出门，老夫人就派人过来请他，说晋国公夫人来了。洛冉意外，没想到晋国公府动作这么快，只是不知道今日来目的是什么。上一世他因为嫁进富家之前毁了名声，一向不喜欢他的晋国公夫人更加讨厌他，不但让他每日去伺候瘫痪在床的傅老夫人，每日晨昏定省，就算天上下刀子也一次都不落下，变着花样的折磨他。后来晋国公去世，他斋戒百日守孝，连滴油水都没碰。3个月后，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最后却换来一纸休书。后来他才知道，晋国公夫人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只是碍于两家早有婚约，不得不应下这门亲事。洛冉到宁福院的时候，2房3房的人都在。洛如雪正在给晋国公夫人斟茶，态度那叫一个亲昵。晋国公夫人方氏也不吝啬，一个劲的夸赞：哎呦，老夫人，您可真有福气，有这么可心的孙女，换成是我，晚上睡觉都得笑醒了。洛老夫人陪着笑，一脸谦虚：国公夫人过奖了，雪儿顽皮，要是有明月一半懂礼节就好了。傅明珠是傅世恒的亲妹妹，方氏所出，听到夸奖自己的女儿，方氏的脸上也一阵得意。洛冉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孙女给祖母请安，见过晋国公夫人。又朝李氏、曹氏微微点头问好。方氏的脸立刻冷了下来，端起茶轻轻吹着，仿佛没看见洛冉。洛冉也不在意，行了礼便自顾自起来：祖母，您唤孙女来有什么吩咐吗？洛老夫人看了方氏一眼，淡声道：国公夫人刚刚说，念在你年纪小，一时做错事也是情有可原，你现在就给国公夫人认个错，过去的事不提了，两家的亲事还作数。这时方氏忽然放下茶盏，
起身拉着洛冉的手，拨开他额前的碎发，好像亲昵的长辈。好孩子，伯母知道你昨日受委屈了。世恒那孩子嘴笨，不会哄女孩子高兴。昨日他回去，我跟国公爷已经都说过他了。今日伯母来，是特意跟你赔不是来的。两家的婚事是老国公爷和洛老爷子定下的，咱们做晚辈的怎么能说退就退呢？洛冉狐疑地看着方氏，上一世他明明不喜欢自己，按理说退亲他应该很高兴才对。无论如何，他都坚持退亲，洛冉不敢当夫人如此爱戴。洛冉福薄，与傅家无缘。方氏见他不松口，态度也冷了许多，轻轻咳了咳，转身坐回椅子，端起茶，悠悠道：“要退亲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洛冉，只是什么？方氏放下茶盏，冷笑着看向洛冉：“晋国公府百年世家，几代人就没被人退过亲。今日如果洛家退亲，以后我们晋国公府还有何颜面在京城立足？所以……”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所以希望洛姑娘能当着全京城的人说，是你妇德有亏，不配为我傅家媳。而且退亲之事还要我晋国公府提出。”做梦！骆德运迈着大步呼呼进来，门帘子差点被他甩掉。屋里屋外的丫鬟婆子还是第一次见侯爷发威，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都离得远远的，生怕殃及无辜。骆德运冷脸看着方氏：“国公夫人莫非还没睡醒？青天白日就开始做梦？”方氏何时见过这么粗鲁之人，被气得满脸通红，刚要开口，又被骆德运打断：“今日我就告诉你，这个亲骆家非退不可，而且还是由我骆家提出。国公夫人若是有何疑问，尽管让晋国公那老家伙来找我。”摆明了一副不想与妇人说话的态度。方氏指着骆德运的鼻子，抖了半天才道：“你也就仗着现在对皇上还有用，竟敢不将晋国公府放在眼里。”骆德运挺着胸膛：“对，我就是仗着皇上的事了。有本事你让晋国公也如本侯一般，立了功再来说话。”这句话无疑像一记响亮的巴掌打在方氏的脸上，顿时火辣辣的。你等着！方氏撂了句狠话，气呼呼的走了。第13章，洛冉挨打。方氏走后，李氏叹了口气，不赞同的看了一眼骆德运，道：“大哥，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伤了两家和气。”二婶，洛冉打断他的话，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单子送到骆老夫人眼前，道：“前2日我让杜嬷嬷帮忙核对聘礼单子，发现上面有很多东西对不上，问了管事才知，这些平日都是二婶管着，如今既要退亲，还请二婶弄清楚些才好，免得被人家捉了短处。”李氏的脸一白，骆老夫人看看单子，又看看李氏，一个茶盏飞过去，贴着李氏的额头落地，顿时茶水溅了他一身。老夫人指着李氏的脸骂道：“你个眼皮子浅的东西，侄女的聘礼你也敢动？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骆德运在旁，骆老夫人就算在偏心李氏，也不得不做做样子。李氏跪在老夫人跟前，一把鼻涕一把泪：“母亲，媳妇也是被逼无奈啊。这么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大伯和冉儿刚回京，我又怕他们住得不习惯，怕冉儿受委屈，这哪里不需要银子啊？”骆如雪也帮着母亲哭诉：“祖母，您不要怨母亲了，母亲也是为了咱们府里好。为了让大姐姐住得舒服，母亲把她自己的嫁妆都拿出来了。”骆老夫人指着这母女俩，一副痛心不已的模样：“你们就算为了冉儿，也不能动她的聘礼啊！这传出去，骆家还要不要脸面了？雪儿还嫁不嫁人了？还有娟儿，难道你都没想过吗？”李氏，母亲，冉儿她从小就没了娘，我不忍心她再受委屈啊！三人抱成一团，又是哭又是骂。曹氏也挺着大肚子在一旁劝说，转头看见洛冉安静地站在地中间看着他们。曹氏一愣，招手：“冉儿，你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劝劝你祖母，你二婶也都是为了你啊！”洛冉忍不住笑了：“二婶，您口口声声是为了我，那咱们不妨算算。”李氏止住哭声：“算什么？”洛冉坐下，喝了口茶，才缓缓开口：“算算二叔一年俸禄多少，算算府里一年进项几成，算算父亲这么多年为家里又添了多少银子。还有……”洛冉的声音陡然提起：“既然二婶说我和爹爹回京花了不少，那咱们就请祖母去看看，看看这些日子我跟爹爹两个人吃了多少，用了多少，房间里又都摆设什么。不说旁的，就是我沐浴那只木桶，想必二婶身边的嬷嬷也看不上吧。今日索性咱们就一笔笔算，看看到底这银子都花去了哪里。还有，二妹妹说二婶为了这个家才用了自己的嫁妆，可我怎么听说是二婶见我母亲的嫁妆不够了，才填补的呢？至于母亲的嫁妆为何少了，还请祖母仔细查个明白，千万别冤枉了好人。”李氏的脸白一阵红一阵，他根本不敢让人来算，只要一算，这些年他贪墨宫中的银两岂不就藏不住了？用在骆德文身上的也还说得过去，就怕到时候查出来他都填补了娘家，恐怕到时候第一个饶不了自己的就是老夫人吧。李氏只能装糊涂，
哭诉着自己这么多年的不易。骆德运被吵得头疼，挥挥手，好了，别哭了。又看向洛然，放缓了语气道：然而，跟你二婶三婶先回去，爹有事跟你祖母说。李氏巴不得赶紧离开，匆匆行礼后，带着骆如雪赶紧走了。曹氏也识趣的离开。洛然也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祖母是不会给李氏没脸的，所以他也不在乎祖母是否偏心，只要最后到自己手里的东西不少就成，剩下的就是李氏自己的事了。他看了一眼父亲，见他朝自己点头，便转身出来。只是刚走到门口，就见院门口忽然出现一道黑影，还没等看得清楚，来人就像一头小牛犊似的朝自己奔来。此时躲已经来不及，洛冉被结结实实的撞倒在地，手掌被地上的石板划破，肚子刀绞般的疼痛，冷汗顺着脸颊流下来。他捂着肚子，半晌没有说出话来。骆红俊站在院中间，得意的挺起胸脯，指着洛冉的鼻子骂道：你个小娼妇，胆敢欺负我娘和我二姐，看我不撞死你！刚走到门口的李氏脸一白，赶忙回来拉住他：俊儿。骆红俊平日里被惯坏了，根本不听李氏的话，口中还在骂骂咧咧。我告诉你，骆家是我们二房的，还轮不到你一个没娘的死丫头指手画脚。洛然缓过劲，忍着痛冷笑一声：骆家是你们二房的。骆红俊看洛然的眼神更加凶狠，抬起脚又朝着洛然的脸踹去：就是我们二房的，就连你，我想弄死就弄死。眼看着那只脚朝自己的面部袭来，洛然本能地闭上了眼睛，等了一会儿也没感觉到疼痛，睁开眼一看，就见骆红俊落在几米远的地方，背后是一棵一人抱的大树，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发不出一点声音。骆德运如杀神一般站在洛冉面前：我今日倒要看看谁敢动冉儿一根毫毛。李氏嗷呜一声，疯了一样扑过去：俊儿，我的俊儿，弟弟！骆如雪也跟着扑过去。你！骆老夫人出来就看见这样一副景象，差点站不稳，刚要开口，对上骆德运吃人般的眼神，不自觉声音矮了下去：俊儿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一个孩子过不去？骆德运看也没看他们，弯腰心疼地抱起洛冉，堂堂大男人，声音竟有些沙哑：然而哪疼，告诉爹爹。洛冉强忍着痛，摇摇头，露出一抹艰难的笑容：爹爹，我没事，您别担心。另一边，李氏也大叫着找大夫。曹氏早就被吓得窝在一旁不敢吭声。骆老夫人见大儿子完全不理会自己，有些不悦：既然冉儿无事，你还是先帮俊儿请个太医吧，孩子小，万一伤着了可如何是好？骆德运一手扶着女儿，一边转头看向骆红俊。骆红俊被刚刚那一脚差点踹得没了半条命，此时对骆德运更加惧怕，哆嗦着身子不敢吭声。骆德运冷笑一声道：你们应该祈求保佑冉儿无事，否则我定会让他陪葬。找太医？他也配？弯腰抱起洛冉往出走，临出远门之前又回过头冷冷道：母亲若是还认我这个儿子，就管教好他们，否则我不介意跟皇上起奏，哪怕丢官弃爵，这个家我也是要分的。第14章，小乖，今日不乖哦。听说分家，老夫人当场晕了过去。李氏也急得够呛，可也不敢开口求骆德运找太医，只因为骆德运的爵位不是世袭，而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挣来的，如果分家，二房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还要搬出去。仅凭骆德文从4品的俸禄，根本就养活不了一大家子。此时李氏也顾不上别的了，一边张罗着找大夫给儿子和老夫人看病，一边在心里想着该怎么阻止骆德运分家。忽然看见躲在一旁当透明人的曹氏，忍不住喝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来帮忙？你以为分家对你们3房有什么好处吗？虽然曹氏心里把李氏骂了个遍，有今天还不是你们2房做的，但李氏有一句话说得对，一旦分家，嫡出的2房都捞不着好处，更别说他们3房还是个庶出。曹氏赶忙跟着张罗收拾烂摊子。洛冉被父亲一路抱回宁香院，骆德运刚要拿出腰牌，吩咐身边的小厮进宫去请太医，被洛冉拦住了。爹爹，不用。骆德运眉头拧死：你都这样了，怎么还说没事？冉儿乖，听话，太医一会儿就来了。洛冉拼命的摇头，他不能让太医来。爹爹，我真的没事，现在好多了，真的，我没骗你。骆德运见女儿坚持，只好退一步：既然不请太医，那咱们找个别的郎中过来，好不好？洛冉依然摇头，努力的让自己看起来没事。爹爹，您看这会儿都不怎么疼了，您放心，我万一感觉到不舒服，肯定会让您请太医的。见父亲还不放心，洛冉继续道：爹爹，您想想，如果这个时候找太医或者郎中，那别人就都知道咱们府里的事情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些事咱们关起门来自己处理就好了，没必要给别人添笑料。糊涂！骆德运皱着眉训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那些有的没的？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最重要，什么名声，什么声誉，通通都不重要。无论此时洛冉心里是如何想的，
现在首先要稳住父亲。这大夫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请的。他苦口婆心，可算让父亲相信他没事。待父亲一走，洛冉顿时瘫在床上，疼得连手指都动不了。又青红着眼睛不解：“小姐，您为什么不让侯爷请太医呢？”洛冉没说话，解开束腰，掀开里面的小衣，只见白皙的皮肤上赫然一片青紫，轻轻一碰，钻心般的疼痛。又青忙拿来药膏，小心翼翼的涂抹，忽然想起什么，脸色惨白：“小姐，您这个月的月事……放心吧，我查过医书了，吃了药之后可能会有1-2个月月事不稳，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浓密的睫毛垂下来，在眼底形成一片阴影，看不清他眼中的神色。这也是洛冉为什么不让父亲请大夫的原因，他怕被大夫看出来自己吃了药，到时候没办法跟父亲解释。又青抱着他，伤心死了：“小姐，你这是遭的什么罪啊？那些人就该千刀万剐。”洛冉拍着他后背安抚：“好了，香梅不是已经死了，这事我们烂到肚子了，以后就好了。”又青却不这么想：“小姐，一定是二夫人和二小姐，他们不想你嫁进傅家，所以才这么害你。”洛冉认真的看着他：“所以啊，又青，我希望你能帮我。”又青用力的抹了一把眼泪：“小姐，您要又青做什么，又青都听你的。”洛冉轻轻一笑：“放心好了，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现在我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等他们一点一点露出马脚。”好。又青明白。上过药，疼痛减轻了些，他也累了。又青将床幔放下，蹑手蹑脚出了屋子。晋国公府西侧的一处院子，占地极大，门口的侍卫一个个面容严肃，里面安静的只能听见偶尔的鸟叫声和风声，不同于晋国公府主院这边的热闹繁华。大人，夫人从冠军侯府回来了。常颖站在廊下，低头汇报。傅金安将拈起一小撮橙黄的谷子放进鸟笼，一只通体雪白、带着淡黄色顶冠的鹦鹉啄了2下，扑棱着翅膀叫道：“坏人，坏人！”傅金安笑着屈指，轻轻弹一下他的头：“谁是坏人？”鹦鹉歪着头又叫：“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傅金安挑眉说下去。常颖愣了一下，确定大人这是在跟自己说话，而不是那只鸟时，才继续道：“夫人让洛姑娘跟全京城的人说自己妇德有亏，才同意退亲。”夫人走后，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常颖，什么时候学会说话留一半说一半了？”常颖腿一软，想起前些日子挨的板子还没好利索，再也不敢耽搁，到豆子似的吐了个干净。夫人走后，洛家2房的公子踹了洛姑娘一脚，后来冠军侯回来了，也给了洛少爷一脚，洛少爷当场吐血。傅金安嘴角依然带着笑，给那只鹦鹉顺着羽毛，也不知道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常颖越发摸不清大人的心思。若说大人不在意，可昨日去洛家，分明是给洛姑娘撑腰去的。若说他在意，现在听到洛姑娘受伤，他又无动于衷。总之，主子的想法，他们做属下的不敢随意揣摩，也揣摩不明白。常颖离开前，隐约听到：“小乖，你今日有些不乖哦，不乖挨打，不乖挨打。”那只鹦鹉名字叫小乖，之前它没有名字，前些日子大人才给取的。休息了2日，洛然总算感觉身体好多了，除了还有些乌青，已经不那么疼了。沈家那边已经派人来过2回了，应该是听说了退亲之事，怕他一时想不开。今日身体好了，洛冉一早就跟洛老夫人打过招呼，吃过早饭，便带着幼卿去了沈家。沈家是文官出身，沈老爷子在世时官居一品，任内阁首辅。老爷子去世后，沈家大老爷，也就是洛冉的嫡亲舅舅沈伯礼，继承父亲衣钵，一路从秀才考到状元，如今任文华殿大学士，专门辅导太子。虽说不如其他勋贵之家位高权重，但谁都知道，沈伯礼如今不到40，便已是3品大员，不出意外，下一任的内阁首辅非他莫属。可洛冉知道，上一世就是因为舅舅是太子的老师，这才卷入那场战争，以致整个沈家都陪葬。这一世，他无论如何也要护住沈家。第15章，沈家下了马车，沈老夫人身边的嬷嬷一早等在门口，没等洛冉下马车，人就迎了上来：“小小姐，您可算来了。这一早上，老夫人都念叨了无数遍，奴婢耳朵都出茧子了。”洛冉看着方嬷嬷，眼中有些酸涩。上一世因为自幼丧母，外祖母总比别人多疼他一些，但碍于洛家，又没法将其接到身边教养，只好隔3差5就命方嬷嬷去洛家看望他。哪怕他到了江南，快50岁的方嬷嬷竟也不顾路途遥远，去了2趟。非说不亲自见一面，没法跟老夫人交差。洛冉知道，方嬷嬷一辈子没成亲，没有孩子，是把母亲当作亲生女儿带大的，对自己也跟亲外孙一样。嬷嬷，2世再看见方嬷嬷，洛冉没忍住，扑了上去。方嬷嬷只当他是退亲后伤心，也跟着心疼不已，搂着他不禁眼泪就下来了。奴婢的小小姐爱，快让老奴好好看看，高了瘦了
却更好看了。沈家最近也听说了洛冉要退亲的事情，只是还不知道的很详细，怕她伤心，方嬷嬷故意没有提起。她口中的老夫人指的自然是沈老夫人。洛冉自然知道方嬷嬷的好意，抱着她关心地问了她的身体，还有府中诸人。方嬷嬷不停地应着，好，好，一切都好，小小姐不用惦记。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怎么不进去？洛冉还在跟方嬷嬷说话，门口传来一声男人儒雅清亮的声音。洛冉忙整理好衣裙行了一礼，然而见过舅舅，舅舅这是要去哪里？沈伯礼文人出身，哪怕年过30，为官10几载，身上依然没有其他某些官员身上那种大腹便便之态，身量清瘦却挺拔，眉目温润坚定，看见洛冉眼中尽是柔和。我回来取些东西，这会儿要去宫里，然而多陪陪你外祖母，带舅舅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沈伯礼依然把洛冉当作小孩子哄，洛冉心里暖暖的，歪着头认真回道：那好，然而等着舅舅。如果可能，他想早一点提醒舅舅。等见了外祖母，果然又是抱着他一阵心疼。沈老夫人问了洛冉退亲的事情，洛冉犹豫了一下，没说那么多，只说傅家如今不同意。王氏叹了口气，哎，算了，退了也好。本来这门亲事我也不觉得多好，也不看看那晋国公府都乱成什么样了，父不父，子不子的，放着嫡长子不立世子，偏偏把季氏所出的当个宝，退了更好。退了，咱们给冉儿找个更好的婆家。沈老夫人一听，确实是这个理，也跟着安慰洛冉，别怕，听你爹的，退亲也不急于这1、2日，到时候也让你舅舅帮忙想想办法，总不会不顾你的意愿把你嫁过去，那样岂不是害了你一辈子？洛冉眼睛有些酸涩，抱着外祖母不说话。表妹，表妹！外面一阵清脆的叫声，没等看见人，洛冉的嘴角已经高高扬起。真好，重活一世，能看见这么多曾经对自己好的人。表妹，我听说骆宏宇那个混蛋打你了，是不是？洛冉来不及阻止，沈西秦人未到，生已至。跟在沈西秦后面的沈玉芝本来步伐悠闲，听到妹妹的话，脚步一顿，伸手揪住她的衣领，声音发冷：你刚刚说什么？谁打了冉冉？沈西秦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大哥，刚要挥开他的手，就看见祖母和母亲都一脸疑问地看着自己，而旁边表妹拼命地朝自己眨眼，摇头。沈玉芝淡淡地看了洛冉一眼，表妹，你眼睛不舒服吗？洛冉叹了口气，这个表哥性子一点不像舅舅。用表姐沈西秦的话，沈玉芝浑身上下长了800个心眼子，比整个沈家的人加起来还多。可就是这么聪明护着自己的表哥，最后也没逃过那场灾难。然而，到底怎么回事？沈老夫人脸色有些冷，洛冉看了都忍不住害怕。王氏心疼地牵过她，上下查看，伤到哪了？看过大夫了没有？大夫怎么说？洛冉叹了口气，瞪了沈西秦一眼。沈西秦缩缩脖子，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沈玉芝却将两人的小动作看在眼里，双臂环胸，冷笑了一声：沈西秦，你上次偷拿父亲的墨宝。话没说完，被沈西秦一把捂住嘴。转头又见母亲和祖母都看着自己，只好朝洛冉歉意的笑笑，开始坦白：我也是刚刚听说的。昨天我上街，正好遇到了冉冉的三堂妹，她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说骆宏宇那个混蛋踹了冉冉一脚，后来又被姑丈打了，说是都吐血了。沈老夫人才不管谁吐血呢，她只听到洛冉被打，顿时心疼的眼泪都出来了。快过来，快给外祖母瞧瞧！天杀的，10几岁的孩子脚多重啊，姑娘家哪经得住啊？因为沈玉芝在场，洛冉拼命地压着自己的衣裙，却不小心碰到了腹部，又差点腾出眼泪，好在忍住了。沈玉芝深深看他一眼，转身出去。沈老夫人这才掀开洛冉的衣裙，待看清那片乌青时，捂着脸无声哭泣。王氏和沈西秦看了，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将洛家上上下下骂了个遍。洛冉一边哄外祖母，又一边跟舅母和表姐解释，证明自己现在已经好了。好什么好？不知道女儿家最是娇贵吗？这万一伤着了里面，可是一辈子的大事。沈老夫人坚持要去请太医，洛冉又费了一番口舌，总算劝住了。幼卿也在一旁跟着解释：老夫人、夫人、表小姐，你们放心吧，我们侯爷已经惩罚了大少爷，他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洛冉也跟着点头：是啊，外祖母、舅母，你们放心吧，若是不舒服，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绝不逞强。沈老夫人和王氏这才稍稍有些放心。门外的沈玉芝看了房门一眼，转身离开。第16章，表哥。宫门外正是下朝的时候，武官骑马，文官乘车，宫门外停满了各个府邸的车马。沈玉芝看了一圈，对身边小厮低语2句，小厮转身离开，走到一个马车跟前，跟车夫攀谈起来。沈玉芝双手负在身后，闲庭信步般走到那辆马车跟前，
趁人不注意，摊开手掌，几息后再若无其事地离开。只是刚转身，沈玉芝就看见不远处一个身影看向自己，嘴角带着玩味。沈玉芝面色不改，上前拱手道：“原来是指挥使大人。”傅金安看了一眼他身后，低头整理袖摆，淡声道：“这个时节，苦马豆并不好寻。”沈玉芝挑眉：“怎么，指挥使大人今日这么闲，不去办案倒研究起草来了？”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轻笑一声，转身离开。沈玉芝也唤小厮离开。长影，属下在。傅金安坐在马车上，透过车帘看着沈玉芝的背影，淡声道：“换条路回府。最近工部也不知道干什么吃的，路中间出了那么大坑，竟不知道找人修，万一伤了腿脚，有他们受的。”长影心领神会：“是，属下明白，下午便找工部的人去修。”下午的时候，洛冉便听说二叔下朝回府途中，不知为何马突然发疯，骆德文从马车上掉下来，又不小心跌进路中间的坑里，小腿当场折。活该！现世报！沈西晴拍手叫好，一向对女儿严厉的王氏破天荒没有骂她，反而赞同的点头。洛冉看了一眼坐在那里静静喝茶的表哥，似乎明白了什么，又想起上一世这一年的秋季，表哥高中探花，原本状元非他莫属，只是大殿之上也不知谁说了一句，多少年殿试也没出现这么俊俏的少年郎了。皇上大笔一挥，沈玉芝为探花。自古以来，探花非模样俊俏者不能得。就这样，原本的状元郎变成了探花郎。洛冉忽然觉得，与其提醒正直不阿的舅舅，还不如提醒心思活泛的表哥。这么想着，洛冉坐到沈玉芝的身旁，双手托着小脸，一脸认真地看着她。沈玉芝不由苦笑：“表妹，你再这么看着我，容易让我误会。”洛冉不解：“误会什么？”沈西晴过来将手搭在洛冉的肩上，撇嘴道：“还能什么？肯定以为你有事求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谁都得求着他似的。”沈玉芝挑眉：“哦，那好啊，希望你以后别有求于我。”哥哥。沈西晴跺脚，忙献媚似的双手奉茶：“好哥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小女子一般见识好不好？您是天底下第一聪明第一厉害的人。”沈玉芝不为所动。沈西晴又是捏肩又是捶腿，好一通忙活，看得洛冉笑不可支。沈老夫人见几个孩子关系融洽，欣慰的点点头。王氏叹了口气：“娘，您放心吧，有咱们在，总不会让冉儿受委屈的。您也累了，我扶您进去歇歇。”沈西晴为了逃离哥哥魔爪，忙跑过去与母亲一起扶祖母回去休息。屋子里只剩表兄妹二人。沈玉芝，表妹刚刚想跟我说什么？洛冉想了想，才道：“有件事我不大明白，想着表哥最是博学，便来讨教。”沈玉芝屈指弹了一下他光洁的额头，笑着斥道：“跟你表姐不学好，竟学一些油腔滑调。”沈玉芝知道小姑娘娇气，所以那一下并没有用力。洛冉却学着沈西晴的模样，捂着额头，夸张地皱着小脸：“我若是表姐，这会儿若是没有110两银子，这事儿是没完的。”说完，兄妹俩不约而同笑起来。沈玉芝：“说吧，什么事？”洛冉收起笑容，小脸写满认真：“前些日子，下面的人搬来一盆迎客松，造型其是奇，可我实在不喜欢那伸出来的枝干，便想着修去。可是有人告诉我，下面的其实与之呼应的同时，也有支撑枝干作用。如果我把那伸出来的枝干剪去，那下面的石头便也没用了。”沈玉芝点点头：“没错，一盆出色的盆景，它里面的一草一木皆有深意，毁掉哪一方都会影响整个盆景的美观。只是，你为什么非要剪去那个枝干呢？”洛冉皱着眉头道：“可是，就算我现在不剪去那个枝干，等时间一久，它长大了碍事了，或者死了，那下面的石头不还是一样没用，被丢弃吗？”沈玉芝摇头苦笑，刚要说话，就听洛冉话锋一转，道：“人也是如此。常言道，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就好比我，如果我一门心思嫁入傅家，表哥觉得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一个小女子如此，表哥亦是如此，舅舅更是。”沈玉芝眉心微皱：“表妹，你想说什么？”洛冉天真的眨眨眼：“没想说什么呀，就是那盆迎客松啊，我实在不喜欢。”沈玉芝定定地看了他许久。洛冉强壮镇定：“表哥实在太过聪明，他不敢说的再多。”最后，沈玉芝拱手：“多谢表妹提醒。至于那盆迎客松，表妹若是真的不喜欢，丢了也罢，改日表哥送你一盆更好的。”洛冉开心的点头，一言为定。晚些时候，沈伯李明身边的小厮带回来一盒宫里的糕点，专门给洛冉的。又让人传话，今日宫中有事，他一时走不开，让洛冉不要生他的气。洛冉已经给表哥提过醒，心里一块大石头也稍微放下，表示过些日子再来看舅舅。提着食盒便准备回去。沈老夫人本想留他多住些日子，洛冉一再承诺，等天气暖和了，
他就陪老人家去庄子上住一阵。沈老夫人这才放人。最后，沈老夫人拉着他的手道：“冉冉，有什么事尽管来跟外祖母说，别自己一个人扛着。”洛冉点头：“冉冉记住了，外祖母放心，以后我会经常来吵您的，到时候外祖母可不许烦我。”沈老夫人哈哈大笑：“外祖母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烦你？表妹，我送你回去。”沈玉芝站在门口，沈老夫人看了他一眼，点头：“也好，这样我也好放心。”洛冉没有拒绝外祖母和表哥的好意。京城有名的醉仙楼2楼，一处雅间的窗户半开，只露出一只瘦削略显麦色的手，手背上青筋明显，手指修长，一看就不是文人握笔的手，倒像是常年握兵器的样子，只是比爹爹的手白皙纤细一些。洛冉只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第17章，不过是个玩意儿。沈玉芝站在马车旁，一只手稳稳地拖着洛冉手臂，另一只手放在他腰后，以防他站不稳。待洛冉站稳后，他才笑道：“你在马车上等着便好，我已命人提前打过招呼，还能少了你最爱吃的板鸭不成？”原来出门前沈玉芝才告诉他，特意在醉仙楼给他订了一些吃的，让他带回府中。正好路过，便亲自过来取了。洛冉嗔怒地瞪了他一眼，指着旁边的铺子道：“我是来看铺子的。前些日子要回了母亲的嫁妆，他还没倒出时间看看呢。正好醉仙楼旁边的首饰铺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也不过是顺便进去看看。”沈玉芝自然知道那个铺子是姑姑的嫁妆，刚刚跟他开玩笑而已，嘱咐右亲照顾好你家小姐，我一会儿去找你们。醉仙楼2楼，陆九成看着下面几人身影消失，才收回视线，含笑的看着对面之人：“怎么，咱们堂堂指挥使大人竟要开窍，开始关注女子了？”傅金安轻轻捻着茶盏的边缘，瓷质细腻温润，好像少女的肌肤，语气轻描淡写：“不过是个玩意儿，也值得你猜来猜去。”陆九成撇撇嘴，显然不信。傅金安也没解释。这边洛冉一进铺子的门，掌柜的赶忙朝店小二使个眼色，然后才笑着迎上来：“哎呦，原来是东家，来怎么也没事先打招呼呢？”洛冉假装没看见他的小动作，只看了一眼悄悄从后门离开的店小二，淡淡的回道：“我倒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个规矩了，倒是我的不对，还请徐掌柜见谅。”徐掌柜见洛冉的脸有些冷，连忙陪笑：“东家言重了，小的只是担心不小心怠慢了东家。”洛冉抬手打断他的话：“无事，你该忙忙你的，我就随便看看。”徐掌柜看看他，只好点头：“那好吧，小的去给东家上茶，您慢慢看。哦，对了。”洛冉忽然道：“麻烦徐掌柜顺便把账簿拿过来，我看一眼。”徐掌柜笑容僵在脸上。洛冉挑眉：“怎么？很为难？”“不为难，小的这就去拿。”徐掌柜连忙道，同时对旁边另一个店小二摇摇头。店小二识趣的上来，跟在洛冉身后，时不时的解释2句。洛冉也听得认真。临近傍晚，铺子里的客人并不多，只有2位不知哪个府上的千金在看玉钗，时不时的还望向这边2眼。洛冉看了一眼，只觉有些眼熟，却没什么印象。等了一会儿，徐掌柜还没出来，洛冉有些不耐烦，对身后的店小二道：“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店小二离开，没一会儿，徐掌柜便出来，手里还捧着一摞厚厚的账本，满头大汗：“哎呦，让东家久等了，实在是账本太多，找起来麻烦。”说着，将账本重重地放在桌案上，震起一阵灰尘。右亲忙扇着帕子道：“徐掌柜您慢点。”徐掌柜嘿嘿一笑：“姑娘不好意思，实在是小的不知道东家来，否则一定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洛冉摆手用帕子拂去账本表面的灰尘，也没看，只一本本地擦着。徐掌柜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只好一脸紧张地站在旁边。洛冉擦了2本，扔下手里的帕子，随意抽出压在最下面那本，道：“右亲，把这些都搬到马车上。”又看向他：“等回头我看完了，有问题再找你。”徐掌柜刚要松口气，就见洛冉翻开那本看起来很脏的，看看日期，新的。洛冉嘴角露出一抹笑，轻轻打开。徐掌柜额头上立马浸上一头冷汗，垂在身后的手摆了摆。最先离开的那位店小二藏在门口，看见首饰，转身消失。洛冉看着账本，随意念着：“轩辕12年腊月初3，支出白银1000两；轩辕12年腊月20，支出白银500两，金银首饰合计2000两；轩辕13年正月初5，支出白银300两，玉簪1只，手镯1副，合计白银800两。”越往后念，徐掌柜腿越抖，到最后终于忍不住跪下来：“东家，请您明察呀！”洛冉合上账簿，脸上人看不出生气，语气依旧淡淡的：“短短1个月，银子首饰加一起，一共支出近万两。”徐掌柜，你是自己说呢，还是等着官府来问？徐掌柜跪在地上，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东家，这没什么好说的，大姐姐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就是，何必为难别人？”
洛如雪忽然掀开里面门的帘子，气呼呼走过来。洛冉抬起头，笑着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右青走到刚刚那2位小姐跟前，俯身道歉：“2位姑娘对不住了，今日我们铺子里有事，提前打烊。这2样小东西，全当给姑娘们道歉。”说着，右青拿出洛冉刚刚选的2副珍珠耳坠，交到2人旁边的丫鬟手中。“没关系，你们忙，我们改日再来。”“对，我们也是随便看看，就不打扰你们了。”2人识趣的离开。洛如雪有些不忿：“大姐姐想说什么？难不成害怕外人听见不成？”“洛冉，如果2妹妹不介意，我是无所谓。”右青将大门打开，让大家都看看，有些人是怎么监守自盗的。“你敢！”洛如雪脸色惨白，指着洛冉道。洛冉起身，轻轻拨开他的手，对一旁的徐掌柜道：“徐掌柜，你还没回答我呢。”徐掌柜看了一眼洛如雪，只好硬着头皮道：“回东家的话，这些都是2夫人和2小姐用的，小的也说过得有东家您的手谕。可2小姐说，洛家的东西她能做主。”“洛家的东西？”洛冉冷笑，微微上前一步，紧紧地贴着洛如雪的耳朵：“我母亲的嫁妆何时姓洛了？”洛如雪强壮镇定，挺着胸脯道：“嫁入洛家，就是洛家的人，难不成还能是别人家的不成？”第18章，大人，那是女人带的。洛冉不欲与其争辩，现在给你2条路：1、3日之内补齐所有银两和首饰，否则我就报官。洛如雪忍不住问：“2呢？”洛冉轻轻一笑：“第2条吗？现在就去报官，让衙门来评评理，看看这个铺子到底是姓沈还是姓洛。”洛如雪不自觉后退2步。今日他是算好了洛冉去了沈家，所以才趁机过来，想着再拿些首饰。谁知道运气这么不好，无论如何也不能报官，一旦报了官，他以后还怎么做人？最重要的是，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银子填补？母亲的嫁妆已经拿出大半，再拿出来，等她嫁人，可是真的就没什么了。想到这，洛如雪一改刚刚的强硬，忽然哭得梨花带雨：“大姐姐，是我不对，我年纪小不懂事，你别跟我一般计较好不好？爹爹受伤了，我是出来给他抓药的，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大姐姐？”“洛2小姐既然是出来抓药，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沈玉芝将东西放在马车上，见洛冉还没出来，便过来看一眼，没想到却听见洛如雪这么不要脸的话。“表哥！”洛如雪怯怯地唤了一声。沈玉芝温润地笑了。洛如雪一喜，只见沈玉芝面上谦谦公子，说出的话却丝毫不留情面。“据我所知，洛2夫人姓李，我父亲姓沈，母亲姓王，不知洛2小姐这声表哥是从何而论？”看着洛如雪色彩纷呈的脸，洛冉忽然想起前一世，他命人将自己关进猪笼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掌柜的，这么早就关门，你们还做不做生意了？”几人正在僵持间，铺子门忽然又被人推开，进来一位身着锦衣的男子。洛如雪认出了常颖，心中陡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不自觉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右脸，过去那么多天，仿佛还在隐隐作痛。原来洛姑娘也在，您也是来选首饰的吗？常颖硬着头皮明知故问。没办法，谁让小王爷不知抽的什么风，非说自己少个束发的簪子，放着自己身边的人不用，非让他来这家铺子买。而且大人也没拦着，他只好照办。洛冉微微点头，有点私事，说完就好。大人请自便。所谓来者是客，尽管洛冉不想再与他们扯上关系。常颖朝沈玉芝点点头，去一旁专门卖男子玉簪的地方，认真挑选起来。徐掌柜看了洛冉一眼，转身亲自去招待。锦衣卫的服饰，整个京城谁不认识？又见这位大人进来，率先跟东家打招呼。徐掌柜做生意这么多年，自然明白什么人能得罪，什么人得罪不起。眼前的这位锦衣卫大人，就是得罪不起，还要高高供着的人。洛冉看了一眼洛如雪，道：“二妹妹，可想好了？”洛如雪看看沈玉芝，又看看不远处的常颖，死死地咬着下唇，不情不愿地点点头。洛冉，妹妹说什么？我没听见，你大点声。洛如雪指甲抠进掌心，咬牙道：“我说我选第1条。”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洛冉笑笑，回身拿起账本：“表哥，我们也走吧。”沈玉芝点点头，接过他手里的账本，轻声道：“辉大，给我吧。”洛冉也没争，递给他，朝常颖点点头，起身离开。离开前，沈玉芝指指常颖的手，又指指自己的头，微笑道：“大人，你拿的是女人戴的。”常颖低头一看，立马烫手般放了回去。马车到了冠军侯府，沈玉芝亲自把洛冉送进院子，站在院门口，轻轻拍拍他的头顶：“小丫头，别逞强，有什么事让人去告诉我。”洛冉点头：“我记住了。表哥，你也别忘了答应送我盆景的事情。”沈玉芝笑笑：“好，不会忘的，遇见好的，肯定给你留着。”洛冉知道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这才转身回了院子。沈玉芝并没有直接离开，
反而去了骆德运的书房。两人说了什么无从可知，洛然只是发现这次祖母并没有找自己，二婶也很快将从铺子里拿走的银钱和首饰补上了，包括之前拿过的那些。日子总算消停了一些。洛然也趁着这段时日，将母亲的嫁妆和父亲的私产从头捋了一遍，发现还是缺了一些。但也就像舅母告诉他的，做人不能赶尽杀绝，二房也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银子了。此事便就此作罢。一转眼已经重生回来快1个月了。这1个月来，洛冉终于将属于大房的财产都握在手里，下一步该是想着怎么尽快将亲事退掉的事了。这日早上刚用过早饭，右亲便进来道：“小姐，老夫人那边请您过去呢，好像是商量二小姐吉吉礼的事情。下个月初2是洛如雪的生辰，也是15岁的吉吉礼，眼看着也没几日了。”洛冉不明白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想着这些日子父亲都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理由，特意让祖母免了他的晨婚定省，舒服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出去走走了。洛冉到的时候，李氏正在跟洛老夫人商量着什么，看见他便停下了。洛冉只当什么也不知道，一一行礼问安。洛红俊这些日子都在养病，一直没见他出来过。病了一阵的李氏最近却好了许多，又开始张罗起府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李氏看了一眼坐在安安静静坐着的洛冉，笑着道：“冉儿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说下个月雪儿及吉礼的事情，你也帮忙看看。”示意身边的丫鬟将名单递过去。洛冉拿过长长的名单，随意翻看2眼，合上还回去，笑笑：“我哪里懂得这些，祖母和二婶决定便好。”李氏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冉儿啊，你也别觉得是二婶偏心，实在是这些年你不在京城，要好的小姐妹也没有几个，下了帖子人家不来，倒显得咱们家跌了身份。雪儿不同，雪儿性子活泼，京中那些府中的千金都跟她关系亲近，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会让人家说咱们府里小气。等日后你再定亲，二婶指定给你办得热热闹闹的。话里话外，还是说洛冉人缘不好，不得别人喜欢。又提起亲事，无非是在提醒他，一个退了亲的姑娘，就别指望再找什么好人家了。洛冉并不在意这些，一笑而过。二婶多虑了，我本也不喜欢热闹，二妹妹喜欢，尽管高高兴兴的就好，不用顾及我的。还是冉儿懂事。李氏破天荒夸道。洛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第19章姐妹争执。祖母，您快看，我这个玉镯好不好看？洛如雪伸出雪白的皓腕，一只颜色鲜艳的雪镯露出来，显得她皮肤更加白皙。洛老夫人自打上次病好后，神情总是有些恹恹的，但对这个最喜爱的孙女，还是打起精神应付。好看，咱们雪儿皮肤白，自然戴什么都好看。右亲忍不住偷偷翻2个白眼，心里忍不住腹诽，就她还算白，连小姐的脚后跟都比她手嫩。洛如雪还在炫耀她的镯子，半天没听到洛冉的声音，故意大声道：“是啊，外祖母也说这个镯子配我。除了这个镯子，外祖母还差人送来好多吃的呢，回头我都拿过来给祖母尝尝。”李氏的父亲是洛老夫人的亲哥哥，早些年间因病去世。李家如今只有李氏的母亲和哥哥一家，居住在延庆州，距京城不过100余里，时常书信往来。提起娘家人嫂子，洛老夫人也忍不住有些想念，笑道：“你外祖母总是最疼爱你，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你。外祖母和舅舅也想念祖母呢。”洛如雪趴在洛老夫人怀里撒娇，忽然转头看向洛冉，大声问：“大姐姐，你吉吉礼的时候，沈家老夫人送你什么了？怎么没见你说过呢？”洛冉轻轻笑了笑：“没什么。”洛如雪却不放过他，继续道：“不会什么都没送吧？亏得他们口口声声说想着你，却连个像样的礼物都没有。你看看我外祖母送来整整1车东西。”洛冉心中忍不住嗤笑，李家唯一做官的就是李氏的哥哥，还只是个从五品的知州，这么多年没有洛家帮衬，他们恐怕连像样的礼物都拿不出来。说起那1车礼物，别以为他不知道，来的时候是1车，走的时候可是拉了足辆大车。也亏得那是祖母娘家，否则依照祖母的性子，李氏早就被休了，今日还能坐在这里。洛冉并不想争论这些，但不代表他能忍受别人随意污蔑沈家。外祖母是没给我送镯子，也没有送吃的。说到这，停顿了一下，眼见着洛如雪更加得意，洛冉这才缓缓道：“外祖母不过是送了我2个铺子，一个是城东的暗香阁，一个是九华街上的玉香斋。祖母若是什么时候缺了胭脂水粉，或者想吃蜜饯了，倒是可以跟孙女说，叫人送来便是。”洛冉口中这2个铺子，大家都有所耳闻，那可都是位于京城最好地段。暗香阁的胭脂水粉和玉香斋的蜜饯，深受京城夫人小姐们的喜爱。洛如雪有些不信：“我怎么从来没听姐姐说过？”洛冉不以为意：“不过是2个铺子罢了，外祖母说送给我玩玩而已，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众人一听，纷纷看向李氏，人家沈家一出手就是2个日进斗金的铺子，还只是送给大小姐玩玩的，哪像是李家？娘家被比下去，洛老夫人脸上也不好看，垂下眼帘：“我一个老婆子，
还抹什么胭脂水粉，牙口也不行了，比不得你们年轻人。洛然也并不是真想送他，不过是客气罢了，不要更好，省银子了。洛如雪眼珠子一转，晃着祖母的手臂撒娇道：“祖母，您不喜欢，可是我喜欢啊！还有三妹妹、四妹妹，你就让大姐姐破费一回，好不好吗？下个月是我吉吉礼，咱们洛家女儿漂漂亮亮的，您也有面子不是？”洛老夫人一听也是这么个理，便对洛冉道：“既如此，你晚上就让人送一些适合女儿家的胭脂水粉过来吧，再送些蜜饯，正好宴席上也让大家伙尝尝。”洛冉乖巧的应下，侧头吩咐右卿：“你去跟下面的人说一声，让他们多送一些来，直接送到二婶那里就行。”李氏的嘴刚露出一抹弧度，就听洛冉又接了一句：“哦，对了，别忘跟店伙计说，这是咱们自家人用，按成本算就行，账单也给二婶。”“凭什么我娘掏银子？”洛如雪忍不住道。洛冉眨眨无辜的大眼睛，道：“刚刚不是祖母说的吗？”洛如雪涨红着脸，一时语塞。坐在下面始终没吭声的洛如蝶小声道：“一家人难道也要银子吗？”洛冉笑着看向这个透明人一样的三堂妹，道：“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我已经叫人按成本价算了，三妹妹还想怎么样呢？难道要让那些下人搭银子吗？他们也要养活一家老小，生活已经很艰难了，我们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洛如蝶是庶出，姨娘又被李氏压得死死的，平日里吃穿用度都是捡洛如雪剩下的，根本不敢得罪洛如雪。这会儿被洛冉接连质问，心中也有些不忿。大姐姐刚刚说，既然是沈家送你的铺子，那就是你的，我还没听过哪家铺子东家用东西还要给钱的，莫不是大姐姐觉着咱们洛家银子多，好糊弄？洛冉气笑了，盯着洛如蝶反问：“三妹妹也说那是东家，可你是吗？”洛如蝶脸疼得红了，洛冉却不想就这么算了，继续道：“如果按照三妹妹的说法，二婶也有自己的嫁妆铺子，三婶也有，那是不是以后咱们谁缺了什么短了什么，都可以随意去铺子里拿，不用给银子？毕竟都是一家人嘛。”洛如真今年9岁，是曹氏所出，平时最看不惯洛如蝶跟在洛如雪屁股后面阿谀奉承。本来在母亲旁边坐着吃糕点，顺便看热闹，谁知道这火说烧就烧到三房头上了。洛如真顿时不高兴了，拍拍手上的糕点渣子，扬起小脑袋脆声道：“三姐姐，你若不想花银子就直说，别扯上我们大家。你姨娘没有铺子，你当然希望去别人家的铺子里白拿，有本事你让你姨娘也买个铺子，到时候看看你还敢不敢说这话。”洛冉低头掩去眼中的笑意，这个四妹妹果然没让她失望，别看年纪小，嘴可是不饶人。庶出是洛如蝶心里最尖锐的一根刺，事实要强的她就是不想让别人一提起她，首先想到的是她的身份。这会儿被洛如真大咧咧说出来，顿时涨红了脸，话没经过大脑，脱口出：“你还说我三叔不也是庶？够了！”洛老夫人一巴掌拍在软榻扶手上，一脸厌恶地看着她。洛如蝶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双眼含泪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第20章，你叫春雨。最后，洛如蝶被洛老夫人罚抄女则，洛如雪及前不许出院子。从宁福院出来，洛如蝶几步追上洛冉，揪着手里的帕子，咬着唇看向他。洛冉站定：“三妹妹找我。”洛如蝶忍了忍，道：“大姐姐这回高兴了。”洛冉挑眉：“我有何可高兴的？因为你被罚。”洛冉不等他开口，接着道：“三妹妹怕是想多了，我还没那么多功夫。如果三妹妹没事干，还是想想怎么快点把女则抄完吧，否则可能二妹妹急机里你也出不来。”说完便要离开，洛如蝶忽然伸出手拦住他：“大姐姐以为你一个人能跟整个侯府作对吗？”洛冉渐渐失了耐心，皱着眉道：“三妹妹到底想说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侯府作对？”洛如蝶，如果大姐姐还想在京城待下去，最好去跟祖母和母亲道歉。说完看了一眼不远处，洛冉也看过去，就见洛如雪正好看着这边，见自己看他，连忙转身离开。洛冉轻轻笑了：“我看三妹妹的脑子是有问题了，最好找大夫看看，别等严重了无药可救。”说完，洛冉头也不回的离开，留下洛如蝶站在原地愤愤不平。“哼，马屁精！”洛如真恰巧路过，故意大声骂了一句。洛如蝶死死地盯着两个人的背影，半晌才离开。“小姐，你们别跟那种人生气，犯不上。”右卿担心劝道。洛冉微微一笑，知道他不过是做给某些人看的。“对了，明日咱们上街一趟。”“干什么去？”右卿问。洛冉想起前一世陪在自己身边几年的春雨，微微有些愣神。嫁入傅家不久，右卿就不明不白的没了，后面那些年都是春雨陪在自己身边，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又漆黑的夜晚。这一世，他想早一点见到春雨，也想让他早一点脱离苦海。上一世见到春雨的时候是2年后，那时候他也刚嫁进傅家1年。右卿死后，他身边也曾有过一个小丫头，只是那是晋国公夫人的人，说是伺候他，其实跟监视也没什么区别。
有一次两人上街，碰巧遇到春雨正在挨打，不知为何，那时候自身都难保的他却一时心软，救下了春雨。也是因为那一次善举，让以后艰难的日子也不是那么难过。只是不知道他死后，春雨如何了。按照洛如雪的性子，跟他有关的一切应该都会千方百计的抹去吧。第二日，阳光很好，只是风有些凉。洛冉穿了一身玫粉色的衣裙，外面加一件月白色披风，上面绣着淡粉色梅花，与里面的衣裙相应，整个人素雅出尘。小姐，我们今日去哪里？右青替她将帷帽戴好，扶着她上了马车。桂花巷。洛冉说完，右青跟车夫都愣了一下。车夫福伯是洛家的家生子，自来中心。他看了一眼右青，犹豫道：“小姐，桂花巷。”洛冉知道他要说什么。桂花巷可以说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当然也是最乱的地方。三教九流军聚集此地，上次他被人迷晕扔进的宜春院，就是在桂花巷。没关系，走吧。洛冉轻轻道了一句。右青点点头，福伯只好扯动缰绳，往桂花巷去。或许是来得早，桂花巷的人还并不是很多，马车还可以进来。洛冉也没说去哪里，只让继续往前走。眼看着就要走到巷子尽头，街上基本没什么人了，洛冉才喊停。他扶着右青的手下了马车，在一处宅子门前停下，抬头望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右青刚要说话，就听见里面忽然传出来一声尖叫，紧接着就是一个婆子骂骂咧咧的声音，还伴随着一阵阵闷响，好像什么打在身上那种。你个小贱蹄子，就知道吃，老娘花钱买你回来是只让你吃的吗？又是一阵闷响，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出去干活？去，这些帕子卖不完，今晚别想吃饭和睡觉。咣！大门从里面打开，一个肥胖黝黑的婆子看见洛冉愣了一下，紧接着手一抬，一个瘦削的身影飞出来，落在洛冉前方不远的地方。黑胖婆子只看了洛冉一眼，又砰的一声将大门关上。洛冉抬步上前，将散落一地的帕子一条条捡起来。小姐，奴婢来。右青赶忙去捡帕子。洛冉点点头，走向那个身影，是个瘦弱的小姑娘，看起来也就10岁出头，刚刚可能撞到了头部，等洛冉走到她身边了，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洛冉伸手想要扶她，手还没碰上对方的胳膊，就被突然躲开了。小姑娘揉揉脑袋，看着洛冉那只手，摇摇头，低声道：“别弄脏了您的手。”右青将帕子都拾起来，又拂去上面的尘土，整整齐齐地放进她身边的篮子里。小姑娘感激地朝右青点头：“多谢这位小姐。”右青笑：“可别叫我小姐，这才是我们家主子。”小姑娘似乎很害怕洛冉，慌忙起身，头快低到了胸口：“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着您的。”洛冉摇摇头：“不用紧张，你并没有吓着我。你叫春雨，对吗？”小姑娘和右青同时惊讶地看向洛冉。洛冉笑笑，指着他身旁的篮子：“你不是要去卖帕子吗？走吧，我们先帮你把帕子卖掉。”其实他完全可以买下这些帕子，但是他知道春雨别看年纪小，实则可倔强了呢。更何况这些帕子都是他熬夜绣的，洛冉不忍心看着他的辛苦白费。记得在晋国公府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嫁妆都被方氏哄骗了去，他又不想让爹爹担心，只能自己忍着。后来还是春雨偷偷趁着他睡着了，没黑没夜的绣帕子换银钱，然后给他改善伙食抓药。走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洛冉走了2步，见右青跟春雨都站着不动，忍不住催促：“好，走，咱去卖帕子。”右青一咬牙一跺脚，反正小姐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他都是要跟着的。春雨见两人不似在说笑，连忙提着篮子跟上去。“小姐，您怎么知道我叫春雨？小姐，您为什么帮我卖帕子？小姐。”第21章，你胆子倒是大。洛冉不只是说说，是真的想帮春雨把帕子卖掉。但是等到了街上，他发现自己还是天真了。刚刚来时，一是时辰尚早，街上还没那么多人；二是他坐在马车里，现在哪怕戴着帷帽，这身衣裳，这个身段，在这种鱼龙混杂的街上一走，顿时引来一片注意。还有那等醉汉朝着他打口哨，嘴里说着不干不净的话。洛冉和右青有些不知所措，春雨却习惯了，在路边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朝醉汉扔过去：“滚！再不滚，姑奶奶挠下你的眼睛！还有你，死瘸子，是不是又赌输了？活该你瘸！”洛冉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春雨。上一世自己发现春雨的时候，他浑身脏兮兮的躺在路边，一条腿已经断了，浑身都是伤，正被一群乞丐欺负。哪怕鞋子被扯掉，衣裳被抓烂，他怀里仍死死地护着那些一尘不染的帕子。后来洛冉替他赎身，将他买了回去。从此春雨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所以他还没见过春雨这样厉害鲜活的样子。那些醉汉和乞丐一看见春雨，一哄而散，显然都是认识他的。这些帕子该怎么卖啊？
右青一边护着小姐，以防被人撞到，一边为难地看着春雨。春雨嘿嘿一笑，指着路边一处阴凉的地方：“你们两个就在那里等我吧。”转身没入人群，小小的身躯，声音洪亮，一手挎着篮子，一手扬起帕子，丝帕丝帕，全桂花巷最好最便宜的帕子。公子，给你家娘子买个帕子吧。大叔，给您闺女也来一条吧。大娘，用了这个帕子，保管您年轻10岁。右青看着这样的春雨，忍不住笑道，没想到他干巴巴的，声音倒是洪亮。洛然，是啊，胆子也大，你胆子也不小，竟敢来这种地方。洛然话落，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冷飕飕的声音，僵住没动。小姐。右青自打猜到小姐被那个人糟蹋，心里早就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可真看到了真人，对方只一个眼神就吓得他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强鼓起勇气将洛冉护在身后。原来是指挥使大人。洛冉收起笑容，眼帘微垂，轻轻扶了扶身子。没听到那人回应，洛冉抬头看了一眼，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这人的眼睛似乎盯着自己的小腹看。他微微移了一下身体，借旁边的树挡住了某人视线。傅金安若有似无的轻笑一声，看了不远处一眼，饶有兴致地问：“洛姑娘，这算是故地重游？”洛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宜春院的姑娘们已经站在2楼上，花枝招展地朝着男人们挥舞着香帕。脸一白，冷声道：“想必傅大人是有公务在身，小女子就不打扰了。”右青，我们走。尽管洛冉今日穿着厚实，但仍掩盖不住她窈窕的身姿，细腰不盈一握，如春天的柳枝摇摆妖娆。傅金安舌尖轻轻扫过唇角，手指轻捻，长影。是，属下在。长影心里暗暗替洛冉捏了把汗。小祖宗，你去哪不好，非要来这种地方凑什么热闹？去问问卖帕子那个丫头谁家的，买下来。长影看了一眼春雨，怎么有问题？傅金安收回落在某处的视线，淡淡的扫了一眼长影。长影一凛，是，属下这就去办。另一边，洛冉转过一个街角，后背的视线终于消失了，才重重呼出一口气。右青也心有余悸，小姐，我们要不回去吧？洛冉点点头，你去告诉福伯，让他去春雨家，不管花多少银子，都把春雨的卖身契赎回来。忍了一路，右青终于忍不住问道：“小姐从前认识春雨？”洛冉点点头，撒了个谎：“元宵节那日，我被人迷晕之前，他帮了我一下。只是后来对方人手太多，他也没办法。”右青还是不解，可是刚刚奴婢见他似乎并不认识小姐啊。洛冉眼神闪了一下，天黑，我又戴着帷帽，他认不出也是对的。哦，也是。右青这才放心。春雨果然没一会儿就将帕子卖没了，满头大汗的跑过来，笑嘻嘻道：“姑娘，我帕子卖完了，一会儿还要去码头看看有没有活干，你还要跟我去吗？”刚刚洛冉只是说好奇，想跟他过来看看。洛冉看着他额头上的汗水，笑道：“你每天都干这些吗？”春雨点点头，后又看了一圈，神神秘秘道：“朱婆子不知道我还去码头干活，我只跟她说帕子不好卖，每次都要1天才卖得完，不用回去吃午饭，她倒是高兴，也没怀疑。”洛冉问：“朱婆子？”春雨嘿嘿一笑：“就是刚刚打我那个。”洛冉：“他是你什么人？”春雨脸上的笑容消失：“我爹死得早，娘后来也死了，没钱下葬，我就把自己卖给了他们家当童养媳。谁知道朱婆子的儿子命短，去年春天就死了，朱婆子就把我当下人用了。”洛冉点头，跟上一世一模一样。又问：“那你为什么还去码头干活？”春雨：“攒银子啊，攒银子赎身，以后自己开个铺子，或者再去别的府里找个不挨揍的营生，总不能让朱婆子打我一辈子吧？”洛冉垂下眼帘，他没告诉春雨，就因为他不识字，朱婆子当初骗他签了死契，就算他干一辈子也是赎不了身的。上辈子是借晋国公府的事，又多花了银子才替他赎身，这辈子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银子，加上冠军侯府，朱婆子应该也会同意吧。谁知没一会儿的功夫，福伯就回来了，只是脸色有些不对。洛冉看了他一眼，道：“去马车上说吧。”转头又对春雨道：“你也跟过来吧。”春雨看看福伯，又看看洛冉，不明所以的跟过去。马车停在一处安静的小巷子里。福伯道：“大小姐，老奴去的时候，朱婆子一家正在搬家，说是有贵人给了他们大把银子，让他们离开京城。”第22章物是人非。洛冉听了福伯的话，精致的眉头拧紧：“那卖身契你可拿到了？”福伯忙从怀里拿出一张折叠平整的纸递过去：“拿到了。他们好像知道老奴要去，老奴没等说话，朱婆子就把卖身契给老奴了。”洛冉也感到奇怪，接过卖身契看看，并没有什么问题，转手交给春雨：“你看看，是不是你当初签下的那张？”春雨还没从他们的对话中缓过神，颤抖着伸出双手，刚要碰到那张纸，又烫手般的缩回来，
使劲在身上蹭了又蹭，吸了吸鼻子，才接过卖身契看了一遍又一遍。右青有些着急，怎么了？难道是假的？你等着，我……春雨一把拉住右青，带着眼泪笑道：“真的，是真的。”右青，你确定？春雨用力的点头，指着那个鲜红的手印道：“你们看，我的手指上有个疤。”右青一看，果然如此。洛冉点点头，道：“既然如此，这卖身契你收好吧。”春雨低头，一只脚在地上无意识的蹭着，灰扑扑的布鞋鞋尖已经破了，大拇脚趾露在外面，低声道：“可是我现在还没攒够银子。”洛冉微微一笑，刚刚福伯不是说了吗？朱婆子并没有要银子，所以是咱们捡着了。春雨是不信的，他摇摇头，就算朱婆子没要银子，那也是因为小姐的原因，所以这卖身契我不能收。将卖身契往洛冉怀里一塞，仰起头气昂昂道：“从今以后，小姐您就是春雨的主子，等我什么时候存够银子，再跟您赎身。”右青刚要说话，被洛冉一个眼神止住了。好，洛冉笑道：“那你是现在就跟我走还是？”春雨点点头：“我本来就是个孤儿，除了这条命什么都没有。小姐在上，请受奴婢一拜。”春雨不伦不类的行了个礼。右青忍不住笑：“好了，你这是哪门子的规矩啊？既然你要跟着小姐，要先过我这一关。”春雨皱眉：“要比武吗？”右青哭笑不得：“我们又不是侍卫，比什么武啊？是学规矩，要想保命，不给小姐惹麻烦，就得好好学规矩。”春雨不怕没命，可一听会连累小姐，立马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好，好，我学，我肯定认真学。好了，我们现在回去吧。”洛冉见事情处理差不多了，转身上了马车。上马车之前，他又四周看了一圈，没看见那道身影，微微皱眉。他有一种预感，春雨的卖身契这么容易拿到手，肯定跟那人有关。春雨说什么也不进马车，坚持跟在外面。洛冉也不勉强。右青看了一眼跟在马车旁一步不落的春雨，放下帘子笑道：“这个春雨体力倒是好得很。”洛冉点头，想了想，右青又道：“小姐，您为什么没告诉他那卖身契是个死契？”洛冉看着裙摆上梅花，轻声道：“右青，不只是他，你也一样。如果有一天你们有自己好的归宿了，跟我说，我会将卖身契还给你们，另外给你们一笔银子，置上一点田地或者做点小买卖，安安稳稳过完下半生。”右青急急道：“小姐胡说什么？奴婢才不会走，奴婢要一辈子跟在小姐身边。”洛冉笑笑，没说话。他刚刚说的是真心话，如果有可能，他希望他们都好好的，不会像上辈子那样。本来洛冉还想去2个铺子里去看看，可因为遇上了傅金安，他心里总有些不安，有些害怕再与那人遇到，便让福伯直接回府。“小姐，到了。”福伯轻声道。春雨看着高高的门楣，忍不住跑上前去摸石狮子的头部，1、2、3，越数眉头皱得越深。福伯见了，忍不住笑道：“春雨姑娘，你在数什么呢？”春雨挠挠头：“我听别人说，狮子头上包包数量代表官阶，一品官员是13个，从一品是12个，可是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右青扑的一声笑出来，自豪道：“我们侯爷是皇上亲封的冠军侯，在百官之上，不论品的。”右青不得胡言乱语。右青吐吐舌头，故意学着他的口吻道：“知道了，小姐喜欢低调。”说着跳下马车，转过身将车帘挽好，伸出手去扶。只见一只白腻的小手搭在右青的胳膊上，手指纤细无骨，指甲粉嫩，泛着荧光。紧接着一道窈窕的身影从马车上下来，女子眉目如画，鼻梁小巧挺立，唇瓣水润，好像一只熟透的桃子，让人恨不得上去咬上一口。然而一声低呼，洛冉心一紧，手不自觉地抓紧了右青的手臂。春雨这才发现狮子旁的属下竟站着一个人，因为树的遮挡刚刚没发现。他一脸警惕地看着那个男人，快步走到马车旁，与右青并肩站在一起，将洛冉牢牢地护在身后。然而我等了你许久。男人上前，一双好看的桃花眼深情地看着洛冉，仿佛怎么看也看不够，就连春雨都忍不住要溺死在他的眼睛里。春雨忙晃晃头，暗骂自己一声。右青看清来人，惊喜道：“宋公子。”宋青又微微点头，看着洛冉：“然而你见到我不高兴吗？”洛冉心里叹了一口气，他险些忘记了上一世宋清佑也是这个时候进京的，为了3月的会试。那时候他的名声已坏，只是不知傅家为什么竟然没有提出退亲。父亲以为傅家是念及2家曾经的情分，对其更是感激涕零。而宋清佑见到自己的时候，虽然满眼心疼，可他却始终不信自己是清白之身。那时候洛冉已经知道傅世恒不喜欢自己，而喜欢二妹，所以他就想，如果宋清佑肯相信自己，他就跟傅家退亲，嫁给他，不为别的，只为2人10几年的感情。可是他说什么？他说
然而，虽然你我共同长大，青梅竹马，可是这世间总有不如意之妻吧？你放心，如果傅家对你不好，我定会为你出头。6年里，洛冉看着他高中状元，看着他娶妻生子，看着他一路高升，而自己苟且于傅家内宅，没与他再见过一回面。最后一次就是洛冉被洛如雪陷害致死那一日。那一日他说：“冉儿，跟我走。”他等了6年的话，在听到时早已物是人非。第23章，你愿意跟我走吗？洛冉收起心中思绪，浅浅一笑，原来是宋公子，什么时候来的京城，怎么没进去呢？幼卿，去看看爹爹在不在。宋清又拦住幼卿：“不必了，我刚从府中出来，洛伯父在呢，我是特意在这里等冉儿妹妹的。”宋清诱人如其名，虽然身上只着一身月白色竹纹长衫，但眉宇间温良淡雅，面观如玉，只这么单单站在这里，就好像从画中走出来的翩翩公子，叫人忍不住侧目。幼卿是打心里喜欢这位宋公子，觉得他才是小姐的良配。两人又是从小一起长大，宋公子向来对小姐有求必应。幸好小姐要跟傅家退亲了，到时候这个宋公子可就是小姐的夫君。这么想着，幼卿对宋清又更加热情：“小姐，咱们别站在这里了，快进去吧。宋公子一路从江南过来，想必是惦记着您呢。”洛冉、幼卿，宋公子芝兰玉树，还未定亲，不许胡说八道，坏了宋公子名声。幼卿只以为小姐这是护着宋公子呢，忙点头附和：“是，小姐说的对，是奴婢欠考虑了。”宋清又贪婪地看着洛冉，天知道他刚刚听洛伯父说洛家要与傅家退亲时是多么激动，所以他才不顾洛伯父阻拦，不顾千里奔波的劳累，迎着寒风站在门口等他，只想他第一眼就能看见自己，也想早点看见他。洛冉实在受不了他如此炽热的眼神，只好道：“有什么话进去说吧。”“哎，好。”宋清又微微侧开身子让开路，洛冉只好在他的注视下带着幼卿跟春雨入府。宋清又落后2步，视线落在那抹身影上，忽然想起什么，快走2步追上，从怀里掏出一包似乎还带着体温的油纸包，一点点打开，眼里满是笑意，差点忘记：“冉儿，你看看这是什么？”洛冉转头看去，宋清又显得有些激动：“还记得吗？这是城西那家铺子的，你最喜欢的猪肉铺。”不知为何，洛冉一听到猪肉铺3个字，胃里一阵翻涌，忙转过身去干呕。幼卿连忙拿出帕子递过去：“小姐，您怎么了？”没了那股猪肉味，洛冉觉得好多了，摇摇头：“没事儿，可能早上出来得急，胃里不大舒服。”幼卿，奴婢扶小姐回去，一会儿让人去请大夫。洛冉摆摆手：“没事儿，回去喝点热水就好了。”宋清又也紧张地问：“冉儿，你是哪里不舒服吗？”他一走近，那股肉味又扑鼻而来，洛冉再一次忍不住干呕起来。宋清又愣在原地。幼卿比洛冉大2岁，知道的也多一些，尽管心里有些猜测，但实在太过骇人，让他不敢往下想。洛冉不想在外面这么狼狈，只匆匆道别。宋清又欲言又止，没办法，洛冉只好回身轻声问：“你还有什么事？”宋清又笑着摇头：“只是想跟你说一声，我最近可能忙着科考，等科考一结束，我再来看你。”洛冉迟疑了一下，匆忙地应了一声，他怕再不走真会忍不住吐出来。幼卿挥退屋里伺候的人，嘱咐春雨：“你在外面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春雨见他表情严肃，认真的点头：“幼卿姐放心，我有的是力气，谁要想进去，先过我这一关再说。”幼卿来不及跟他多说，赶忙回身将门窗关得严实。洛冉深深呼吸了一下：“幼卿，给我倒杯茶水。”幼卿转身，很快回来，将茶盏递过去。洛冉喝了一口，微微皱眉：“怎么是清水？还是泡些茉莉花吧？”他现在还觉得自己嘴里一股子肉腥味，迫切需要什么去掉。幼卿没动。洛冉抬起头，不解地看他。幼卿脸色清白，忍了半天才颤抖着声音问：“小姐，您会不会？”洛冉又咽了一口清水：“会不会什么？”幼卿死死地咬着下唇。洛冉笑：“怎么了？想说什么说便是了。”幼卿终于道：“小姐，您的月事已经过去半个月没来了。”洛冉僵住，过了一会儿才缓缓摇头：“不会的，我看过医书，吃那药会影响月事的。”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也没底，仔细听，声音都有些发抖。“幼卿，要不奴婢偷偷找个大夫来给您瞧瞧吧。”洛冉仍摇头，喃喃自语：“不会的，不会的，我吃过药了，我明明已经吃过药了。”话虽这么说，可一旦心里有了怀疑，就怎么也停不下来，胡思乱想。最后又轻易咬牙：“小姐，一会儿您让人出去请个大夫，就说奴婢病了，等大夫来之后，你就装作奴婢，让大夫把脉。”洛冉摇头：“万一他真是这样，岂不是害了幼卿？”“不行！”洛冉果断拒绝。幼卿有些急：“小姐，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万一到时候肚子大起来，剩下的话
右青没敢说。你别着急，让我好好想想。洛冉突然冷静下来。右青出来才发现宋清佑竟还在院门口徘徊，见他出来马上招手。右青回头看看紧闭的房门，抬步上前。宋公子，您怎么没走？宋清佑焦急地看了一眼房门，然而到底怎么样了？你怎么不叫人去请大夫？右青见他脸上的焦急不似作伪，心里替小姐高兴的同时也有些为难。万一小姐……哎，算了，看过大夫再说吧。屋内寂静一片，只有些许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屋子。他转头透过窗户望向太阳，有些刺眼，却也很温暖。洛冉忽然想起来自己前世死时的那一天，那天的阳光似乎也很好，只是天气有些冷。他到现在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死的，他只记得那时他好绝望，浑身如无数只蚂蚁啃咬的疼痛也不如知道父亲死时来的绝望。但虽然恨，却也有种解脱。世上最疼爱他的人都不在了，只留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手轻轻覆上小腹，不知为何，就算没看大夫，他似乎也能确定他的腹中真的有了小生命。只是这个孩子终究是与自己无缘。洛冉在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风又冷了起来。他朝着院中那抹身影走去。宋清佑高兴地看着他，满眼都是光芒。走近了，洛冉终于忍不住再问一次：清佑哥，如果让你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你会跟我走吗？这回换成他问他，算是给自己一个死心。第24章喜脉。宋清佑微微一愣，不解道：去哪里？阳光下的少女周身都散发着温暖的光芒，她的声音好像夏日泉水，甘甜清冽。去哪里都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不要做你的状元郎，我也不要做侯府千金，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不好？宋清佑皱了皱眉，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等你跟傅家退了亲，我定会说服我娘亲来跟侯爷提亲。如果你不喜欢京城，那我就申请外放，带着你跟我娘。宋公子，洛冉仿佛从梦中惊醒，敛去眼中酸涩，再抬头，面上一片平静。是我唐突了，给宋公子道歉。然而，宋清佑有些心慌。洛冉微微一笑：宋大哥，对不起，刚刚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别往心里去。你应该也刚到京城吧？下个月就会试了，我先祝你金榜题名。宋清佑仔细看着他的双眼，却什么也看不出，只好又问起他的身体。洛冉摇摇头，谎称自己累了，便让右青送客。宋清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多年后，宋清佑时常想起这一日，心如刀割。如果时间能够倒回，他一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他愿意，哪怕天涯海角，他都愿意陪着他，什么也不要，只要他。右青回来后，欲言又止。洛冉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面上依旧如寻常般淡然。好了，你去准备准备，天黑后我们从后门出去。另外，让春雨守在门口，无论谁来都不见，就说我累了，早些歇歇了。刚刚小姐跟宋公子的话，右青都听到了。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怨宋公子，但是有一个人，他是记在了心里。冬日的太阳总是落得比较早，刚刚申时，天就已经暗了下来。洛冉将自己包裹严实，披了一件墨色披风，戴上鸦青色帷帽，与夜色融为一体。还没到宵禁的时候，街上仍有人来来往往。洛冉本想去一个偏僻一点的医馆，但想了想，又觉得不太安全，最后还是选择了母亲嫁妆里的一个铺子，叫回春堂。好巧不巧，醉仙楼就在去回春堂的必经之路上。小王爷，奴家敬你一杯。身着清凉的女子端着一杯清酒仰面饮下，白嫩的大腿一抬，整个人坐到男人的怀里，奉上红唇。陆九晨面部酡红，狭长的眸子神色迷离，笑容颠倒众生。慵懒地半躺在榻上，衣襟大敞，露出白皙精壮的胸膛，大手揽上女子的细腰，微微一用力，女子跌入其怀抱，笑得花枝乱颤，尽情享受着美人的伺候。一杯酒饮尽，余光扫过敞开的窗户，愣住。小王爷，你看什么呢？难道比奴家还好看吗？怀中女子轻纱落地，露出一副美好动体，蛇一般缠绕上陆九晨的身体。滚！陆九晨忽然坐起，一把推掉身上的女子。女子不明白，刚刚还一副享受至极的男人，怎么说变脸就变脸？虽然有些不甘，但面前这人可是京城有名的纨绔，无人敢惹。女人捡起地上的薄纱，灰溜溜出去。陆九晨看着街上熟悉的背影，嘴角露出一抹坏笑。洛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盯上，带着右青很快到了回春堂。为了安全起见，洛冉特意装扮了一下，又戴着帷帽，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根本认不出来。回春堂里没什么客人，因为快打烊了，店里只有一个坐诊大夫和一个店小二。店小二看见来人，马上热情地迎了上来：“两位小姐，是看病还是抓药啊？”右青掀开披风的帽子，露出脸。店小二愣了一下，忙道：“原来是右青姑娘，快请进。”前些日子，洛冉带着右青特意走了一遍大房名下所有的铺子，
把那些铺子里有二夫人的人都摸了个仔细，只是还没倒出功夫清理。或许回春堂只是个医馆，并不是很赚钱，所以李氏也就没在这里安插人手。大夫和店小二都是审视还在时的老人，忠心还是有的。右青姑娘，可是侯爷和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坐诊的大夫问道。右青道：老先生您好，实不相瞒，这是我远房表妹，特意来投靠我，只是身子不适，请老先生帮忙看看。胡子花白的大夫只抬头看了一眼，便指着对面的椅子道：姑娘请坐吧。右青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老先生，我这位表妹面皮薄，咱们能不能进去看？大夫又抬头看了一眼洛然，心下了然，既然是大小姐身边的丫鬟，面子总是要给几分的，便转身进了里面。右青大声道：表妹，这回你就放心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铺子，最是可靠了。隔着一道帘子，洛然只露出一截皓腕，整个人坐在帘子后面。大夫拿出脉诊，撕帕。半晌，大夫才缓缓收起东西。右青忙问大夫：我表妹的身体如何？大夫淡淡的回道：姑娘身体康健，无碍。又轻松了口气。洛冉刚要起身，就听大夫又道：夫人如今是双身子的人，行动切勿小心。洛冉身体一晃：右青大夫，您刚刚说什么？大夫这回看也没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道：右青姑娘，老夫劝你一句，你是冠军侯府的人，一言一行皆代表着大小姐，切勿给大小姐抹黑。态度完全不似刚刚热情。心中猜疑确定，洛冉反而松了一口气，道：走吧。右青只好扶他出去。临走前，右青回头看着大夫和店小二，冷声道：今日之事，我希望你们二人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如果传出去……大夫淡淡的回道：姑娘放心，老夫在沈家医馆10几年，还不用你来教老夫如何做。右青这才扶着洛冉离开。只是两人刚离开不久，回春堂门前又出现一个人的身影，面白如玉，目似繁星，嘴角带着淡淡的笑，直到前面的背影消失不见，才缓缓收回视线，抬头看了一眼悬挂在门楣上的回春堂3个字，抬脚入内。店小二刚收拾好，抬头见又来了客人，立马又迎了上去。公子，抓药还是看诊啊？第25章，这个孩子留不得。洛冉回到府里，一进院子，春雨就迎了上来，紧张道：小姐，刚刚有个丫鬟自称是二小姐的人，非要见您，被奴婢赶走了。洛冉点点头，你做得很好。右青也拍拍春雨肩膀，继续看着，我进去服侍小姐更衣。春雨虽然不知道两人出去干什么了，但却知道这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挺起胸脯道：右青姐放心，这里有我。右青这才跟着进屋，关上房门，身子一软，差点跌坐在地。相反，洛冉却出奇的镇定。右青缓了好一会儿，才轻声道：小姐，现在咱们该怎么办？洛冉褪去外面的披风，刚要开口，就听门外春雨大喝一声：谁在外面鬼鬼祟祟？右青愣了一下，忙道：小姐别怕，奴婢出去看看。洛冉点头，快速走到屏风后面换衣裳。右青出来，就见春雨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朝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厉声喝道：再不出来，姑奶奶一棒子打死你！春雨！右青忙唤了一声。春雨回头的功夫，树后面突然窜出一个身影，朝着右青跑过去。右青姐姐，快救救我，这里有个疯子！春桃死死地抓着右青的胳膊，半个身子躲到他身后，警惕地看着春雨。春雨见他认识右青，放下棍子，一手叉腰，一手拄着棍子。你说谁是疯子？姑奶奶告诉你，若我真是疯子，打死你官府都不会管。大京律例有规定，癫狂之人犯罪可以不受处罚。春桃身子抖了抖，小声问：右青姐姐，大小姐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个人？右青没回答他的话，拨掉抓着自己手臂的手，回头冷冷地看他：你刚才鬼鬼祟祟在干什么？春桃撇撇嘴道：我是奉二小姐之命，想请大小姐去一趟玲珑院，我们小姐有事跟大小姐说。春桃是洛如雪身边的一等丫鬟，洛冉没回来的时候，洛如雪赫然是侯府第一嫡女。洛冉回来后，尤其是将大房的私产及大夫人的嫁妆要回去后，府里这些人一个个趋炎附势，都开始巴结大房，连带着他地位也不如从前。又轻皱眉，春雨却快人快语：虽然我不懂你们这些高门大户的规矩，可就在我们寻常百姓家，也都是年幼的来拜见长姐长兄，怎么到了你这里，竟还让我们小姐去见你们二小姐？这是哪门子的规矩？春桃脸一红，原本一个右青就已经够麻烦的了，什么时候又多了这么一个疯丫头？那是因为二小姐身体不舒服，大小姐体恤体恤妹妹，难道不应该吗？春桃辩驳。哦，原来如此。春雨故意拉长的音调。春桃刚一得意，就听春雨又道：可惜不巧哎，我们大小姐身体也不是，总不能让我们大小姐拖着病弱的身体去见二小姐吧，传出去对二小姐名声也不好啊。春桃气红了脸，
你简直强词夺理！哦，是谁在我的院子里强词夺理啊？洛冉一身家常衣裙，亭亭站在廊下，眉目如画，身姿曼妙，月光下好像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不似凡人。他看了一眼春雨，刚刚在屋里，他已经将几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到耳朵里。让他意外的是，前世小心翼翼的春雨，今生竟是这样鲜活。或许这就是自己努力过好自己的理由吧。只有他好了，身边的人才会好。春雨见小姐看了一眼自己，还以为自己做错事了，忙低下了头，习惯性的用脚尖蹭着地面。他今日才跟小姐进府，一来小姐就让右青把自己没穿过的新衣裳新鞋子拿出来给自己，可自己却给小姐惹了麻烦。春雨都懊悔死了。洛冉看出了春雨的心思，叹了口气道：春雨，你做得很好，以后再有那不懂规矩，在宁香院外鬼鬼祟祟之人，尽管打了再说。出什么事，本小姐给你做主。春雨猛地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大声道：是，奴婢定会替小姐看好院子，绝不叫一个臭虫鼠蚁进来。洛冉点点头，这才看向春桃道：你回去告诉二妹妹，我今日累了，她若是有什么事，明天再来找我吧。说完便转身进了屋子。春桃没办法，只好耷拉着脑袋走了。经过春雨身边时，就听春雨道：跟你名字差不多，真晦气。你……春桃瞪着他，别看春雨瘦，气势却不输，踮起脚扬起头，我怎么地？不服吗？不服就打一架。粗鲁！春桃硬生生挤出2个字，跑了。右青笑得肚子都快疼了，拍着春雨的肩膀道：没想到你还这么厉害呢。春雨得意的晃晃头，那当然，要不是猪婆子手里有我的卖身契，我才不怕她呢。你去桂花巷打听打听，谁敢惹我春雨？右青点点头，好了，在这看着先，我进去看看小姐。春雨认真点头。右青关上门，低声唤了一句：小姐。洛冉正坐在榻上，低头不知在想什么，听到右青唤他，缓缓抬起头，脸上茫然的好像几岁孩童。右青心一疼，上前轻轻抱住他：小姐别怕，奴婢会一直陪着您。洛冉点点头。半晌，右青犹豫了一下，还是狠心问道：小姐，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洛冉双手附上小腹，那里平坦如初，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异样。过了一会儿，右青听到一声低低的叹息：右青，这个孩子留不得。不知为何，右青忽然想哭，别过头擦去眼角的泪水。洛冉缓缓道：如果我只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拼了命我也会生下他，保护他。可是……他抬起头，认真的看着右青，眼神坚定又执着。可是我不能那么自私，一旦生下这个孩子，爹爹的一辈子就会毁在我的手里，我不能。右青心疼极了：小姐别怕，有右青在，奴婢明日便出府，让大夫给您开一副管用的药，保管您不疼。他实在说不下去了，如果有可能，他愿意替小姐承担一切的苦难。第26章，洛家不配。晋国公府西院，傅金安从练武场回来，刚刚沐浴过后，身上随意的穿着一件玄色长衫，大冬日的也不怕冷，只松松散散系了腰间的带子。从浴房出来，便看见一个男子歪靠在外间的榻上，一腿平放，一手搭在曲起的膝上，把玩着手里的玉佩，妖冶的朝自己笑。傅金安嫌弃的皱眉，一大早从哪个脂粉堆里爬出来的，滚去洗干净了再来。被骂陆九晨也不生气，好脾气的坐起身，暧昧的朝内侍扬了扬下颌：用你的玉房。傅金安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视线下移，落在他的腰腹：你确定要做下面的那个？陆九晨忙用双手捂住，大叫一声：休想！傅金安转身坐到他对面，冷笑：那就滚。陆九晨起身，气呼呼走到门口，忽然又停下，回头朝他眨眨眼：我沐浴可是很慢的，希望你别着急。傅金安低头倒茶，没理他。陆九晨耸耸肩，转头离开，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的吟诵：几度春风细为帐，残红落处映碧桃。10月运城文武相，与君在细芳草原。哈哈哈！傅金安端着茶盏的手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然后放到唇边，掩盖住轻轻勾起的嘴角。陆九晨沐浴回来，见这人还在稳如泰山的品茶，不禁凑过去仔细看了看，真的不着急。傅金安淡淡道：还能跑了不成？陆九晨撇撇嘴，又没骨头似的瘫在榻上，双手枕在脑后，饶有兴趣地看着身旁的人：啧啧，你猜我昨晚为什么睡在醉仙楼？傅金安把玩着手上的茶盏，顺着他问：为何？陆九晨忽然侧过身，坏笑道：可别怪我没告诉你，他身边那个小丫鬟今日一早可是又去了回春堂。傅金安抬起头扫了他一眼，陆九晨嘴角上扬，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可是特意去问了，那个小丫头抓的可是堕胎的药。啪！上好的琉璃茶盏瞬间被捏得粉碎。傅金安拿起旁边的帕子，慢条斯理地擦拭手上的茶渍和碎片，表情阴郁。
陆九臣则还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我可是守了一晚上，你说说怎么谢我吧。傅金安扔掉帕子，淡声道：你想要什么？陆九臣想了想，坏笑道：就你后院的妙颜姑娘吧，虽然长相一般，但那2只小兔着实喜人。傅金安、常颖把人送到庆王府。常颖是。陆九臣心满意足。过了一会儿又问：你到底怎么想的？不会是真想给自己留个后吧？傅金安慵懒地靠在银枕上，衣襟微微敞开，露出一截蜜色凌厉的锁骨，冷笑一声：想生我的孩子，骆家也配。这时丫鬟上来收拾茶盏的碎片，规规矩矩，连眼睛都不敢乱看。陆九臣看了2眼，就嫌弃地移开了视线。带小丫鬟出去，他才问道：你想干什么？别想像上次一样打发我。傅金安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瞥了陆九臣一眼，道：你说如果以此做交换，骆德玉那个莽夫会不会将水军战略图交出来？陆九臣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道：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傅金安轻笑：不然呢？陆九臣撇撇嘴，悠悠道：我还以为你终于要开始报仇了呢。当年骆老爷子跟老靖王沆瀣一气，以至于这人小的时候受那么多折磨，虽说与当年那件事有关的当事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可还有活着的不是？只是从一个女子下手，一向怜香惜玉的陆九臣竖起大拇指，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你够畜生。傅金安挑眉：我若是畜生，你是什么？陆九臣一噎，竟无言以对。这边洛冉因为一晚上都没睡好，早上起来便晚了一些。待右青抓药回来，他才刚刚梳洗完。右青见春雨守在门口，低声道：小姐，要奴婢抓回来了。只是现在人多眼杂，等晌午大家都歇晌的时候，奴婢偷偷去熬。大夫说了，喝下2-3个时辰就会有反应，那时候正好是天黑。洛冉眼帘微垂，浓密的睫毛掩去了眼中的神色，轻轻点了点头。右青以为他在害怕，安慰道：小姐放心，大夫说了，胎儿10日前不会有事，而且奴婢还抓了其他温补止血的药。洛冉又点点头，他说不清自己现在是什么感受。上一世他不明不白的被毒死，重活回来，对洛如雪和傅世恒都恨到了骨头里。可现在想想，他马上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跟他们又有何区别呢？小姐。洛冉正沉浸在无尽的愧疚中，春雨忽然进来，小声的唤了一句。右青问：怎么了？春雨指指院子，侯爷派人过来了，说请小姐有时间的时候过去一趟。洛冉点点头，收起思绪，用了早饭，这才往父亲的院子去了。推开书房的门，就看见2个丫鬟打扮的人站在一旁。父亲，您找女儿来是有何事？洛冉行了礼，问道。骆德运站在书案后，指着旁边的2个丫鬟道：这2个人你先领回去用着，观察一阵，你再决定是留是不留。又对那2个丫鬟道：这是大小姐，以后你们要尽心伺候，如果被本侯发现你们有2心，本侯绝不留你们苟活于世，听见没？能号令千军万马的人，威严自然不敢小觑。2个丫鬟忙跪下：是，奴婢定当竭心尽力伺候小姐，绝无2心。又转过身朝洛冉磕了个头：奴婢子竹，奴婢子服，参见大小姐。洛冉高兴地点点头，朝父亲感激地笑笑。李氏为了为难他，故意说过年期间侯府人手不够，可是年过完了，也不见李氏给他安排人手。他身边伺候的人也只有从小到大的幼青，其余就是院子里粗使的婆子，连个像样的丫鬟都没有。这下好了，父亲的人肯定信得过。骆德运见女儿高兴，他也高兴，又道：你先让他们做2等丫鬟，等以后熟悉了再说。另外，你出门尽量带着他们一个，他们会些拳脚功夫，省得再被人欺负。想起那日他没在身边，女儿挨得那一脚，骆德运就想杀人。只是骆老夫人护孙子护得厉害，到现在也没说让骆红俊给骆冉道歉。当然，骆冉也不在乎。骆德运送骆冉出来，想摸他的头，又觉得女儿大了，行为不妥，便收回了手。好了，你先回去歇歇吧，爹爹还有事要去出去一趟，晚上回来陪你用晚饭。骆冉笑得眉眼弯弯：好，冉儿等着爹爹。样子乖巧极了。第27章，3人不成反被打。洛冉带着紫竹和紫福回了宁香院，只是还没等走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院子门口，还有吵吵嚷嚷的声音。他们又想干什么？右青听到有2夫人的声音，气得跺脚。洛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刚要继续往前走，就见紫竹和紫福忽然上前一步：大小姐小心，奴婢们先走。洛冉也想看看2人的本事，正好是个机会，便跟在2人后面。走近一些，听得更清楚了。春雨的声音：我管你是2夫人还是3夫人，我们小姐没在，任何人不得入内。李氏气的鼻子差点歪了，她自打嫁进洛家就没受过这种气。大夫人那个短命鬼，生下洛冉没几个月就去了。老夫人虽然张罗着给侯爷娶个继室，可侯爷情深，
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急了就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去了江南，一走就是15载。这15年，冠军侯府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在操持。出门做客，谁不当他是侯府主母供着，就连宫里的皇后娘娘见了他也亲切有加。可这一切忽然就都变了。从他们大房2个多月前回京开始，先是洛染那个小贱蹄子让自己损了那么多银子，后又儿子被打得吐血，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不敢吭声。现在更甚，一个不知道从哪来的野丫头也敢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李氏哆嗦着手指着春雨，大喝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死丫头给我捆起来，乱棍打死！”2个健壮的嬷嬷就要上前，春雨一闪身，灵巧的躲开，一脚踹在其中一个婆子屁股上，抡起手中的竹竿就打。你们就是打死我，也休想进院子一步！李氏气得头昏眼花，大叫着：“打！给我往死里打！这冠军侯府还没有我想去去不了的地方。”哦，是吗？洛染平淡的声音从后面传来。那我今日倒要看看二婶是怎么进我的院子的。紫竹、子服，是。紫竹、子服拨开人群，3下2下，没等众人看清楚怎么回事呢，2个婆子就被一人一脚踩趴在地上。大姐姐好大的威风！不知什么时候洛如雪也来了，走到洛染身前，冷笑着道：“我母亲为侯府操劳半生，你竟如此目无尊长，难道大伯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洛染轻轻将风吹起的鬓发别在耳后，泰然自若：“父亲是如何教导我的妹妹不用管，我倒是想知道，哪家府里的婶婶会无缘无故带着这么多人来硬闯侄女的院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洛染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呢。”洛如雪一噎，应声道：“我娘这是担心你身边伺候的人不够，特意来给你送丫鬟来了。你就是这么对待她的？亏了我娘整日担心你回京不习惯，你去。”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母女俩哭作一团。不知道的真都以为洛染不懂事，二夫人百忙之中还惦记着她这边伺候的人不尽心，却没想到被如此顶撞。洛染看了一圈周围窃窃私语的人，朗声道：“那我倒要谢谢二婶了。只是回京这2个月，二婶说过年府中忙碌，包不开人手给我，我也不好麻烦二婶。这不，幼卿是忙里又忙外，可算将这个年过去了。刚刚爹爹叫我，特意送了2个人给我，就是怕麻烦二婶。这下二婶可以放心了，我这里不缺人了。”他没想到李氏的消息这么灵通，爹爹前脚送人，他后脚就跟上了。只是他看看李氏口中那2个所谓的丫鬟，看着还不到10来岁，就妖妖艳艳的，一个个眼珠子乱转，也不知道是来伺候自己的，还是给自己添堵的。李氏停止了哭声，看看仍压着婆子的紫竹和子服，又看看春雨，深深叹了口气：“还是侯爷想的周到，怪二婶错怪你了。既然都是你院子里的人，那以后就要懂些规矩。这样吧。哦，对了，还忘跟二婶说了。”洛然打断李氏的话，道：“外祖母前些日子说要给我送个嬷嬷过来，据说是宫里出来的，规矩1顶1的好。到时候幼卿他们都跟着学，如果二婶也想整顿身边的人，到时候可以问问嬷嬷方不方便。”这事他并没有说谎，前世外祖母就说过，只可惜那时候他一心怕连累沈家，自觉断了与沈家来往，所以也没接受外祖母的好意。李氏脸上的笑容消失：“那倒不用了，我院子里的人都规矩得很。”洛冉认真点点头：“哦，那就好，以后可别再闹出硬闯侄女院子这么没规矩的事就好。既如此，我就不留二婶和二妹妹了。”李氏脸上有些挂不住，但又不能跟他硬碰硬，见赛人不成，扭头离开了。洛如雪看了一眼紫竹和子服，也走了。好了，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右倾挥退人群，洛然走到春雨旁边，掀开她的衣袖，上面一条清晰的红痕，隐隐渗出血丝，不禁脸一冷。春雨忙将手缩回去，笑嘻嘻道：“嘿嘿，奴婢一开始不小心被一个丫鬟抓了一把，不过小姐放心，您没回来之前，奴婢已经还回来了，没吃亏。”真的？生怕洛冉不信，又加了一句。洛冉笑笑，没说话，转身进了院子，让右倾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他站在廊下，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最后才缓缓道：“右倾，今日护院有功之人，这个月月例银子翻倍。春雨，另外多赏10两。”得到赏赐的都笑成了花，纷纷行礼谢恩。洛冉又接着道：“还有一些看热闹的，罚月银3个月，如果不服，仅可以去找祖母，离开我宁香院。受到罚的虽然脸色不大好，但也不敢吭声，最后也都行礼谢恩。经过今日，他们也算看明白一些。之前他们就想，总归大小姐几个月后就出嫁了，这个家还是二夫人说的算，所以当差也不尽心。可今日才发现，大小姐就是大小姐，哪怕嫁人，她也是侯府的千金。而且他们隐隐听说大小姐张罗着退亲呢，这样一来，以后还是要指望着大小姐的。于是一个个都打起精神，不敢再像从前般蒙混了。
洛冉又让右青介绍紫竹和紫福给大家认识。右青仍是宁香院的1等丫鬟，春雨、紫竹、紫福暂时为2等丫鬟。处理好院子里的事，眼看着也要晌午了，右青轻声问：“小姐，奴婢现在去？”洛冉摆摆手，看了一眼门外，先等等。右青刚想问等什么，就听门口的婆子来回话：“大小姐，老夫人有请。”洛冉轻轻一笑：“你看，这不就来了？”右青气道：“肯定又是二夫人和二小姐告状去了。”第28章罚跪。门口的小丫鬟见洛冉过来，连忙掀起了门帘。洛冉朝她微微点头，刚迈进一只脚，一只茶盏迎面飞来。紫竹手快，一伸手便稳稳接住。洛冉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这侯府到底有多少银子经得住祖母这么摔，这才几日，已经被摔了第2次了。抬头又看见二婶和二妹妹母女俩都在低头抹着眼泪，仿佛没看见自己进来。身子扶了一半，还没等说话，就见洛老夫人气急败坏地指着他：“滚，滚去外面跪着！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进来。”洛如雪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洛然起身离开，出奇的干净利落。洛老夫人指着他的后背骂道：“你们看看，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母亲，您切勿动怒，身体重要啊。”李氏关怀的声音：“祖母，姐姐她刚回京，还不习惯，您别怪她。”洛如雪再说洛冉没规矩：“小姐，地上凉。”右青赶忙脱下外面的夹袄，要铺在地上，被洛冉制止了。他规规矩矩跪在地上，抬头看了一眼太阳，很刺眼，不得已眯起眼睛。他喜欢这种阳光下的日子。可是您的身体……右青急得团团转，可这时侯爷不在府中，他不知道该找谁。洛冉拍拍他的手：“右青，我没事的。”他轻轻附上小腹，如果这个时候孩子掉了，也算是老天爷成全他。右青忽然懂了他的意思，不免震惊：“小姐，这可是关系到以后的身子啊！”洛冉却不觉得，反正他已经做好了一辈子不嫁人的准备。等跟傅家退了亲，他再求外祖母帮父亲续弦，生下几个孩子，提醒沈家免受于难，然后自己就找个庄子，清淡的过完下半生。冉冉一声惊呼，洛冉回头：“表哥，表姐。”沈西晴快步上前扶起他：“大冷天的，你怎么在这里跪着？”洛冉苦笑了一下，对上沈玉芝阴郁的眼神时，低下了头，仿佛做错事的孩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要来。”是的，如果知道他们来，他绝不会让二婶他们得逞，因为他不想让真正关心自己的人担心。哎呦，原来是沈公子和沈小姐，快请进。老夫人身边的杜嬷嬷听到动静出来，笑着迎接二人。沈西晴紧紧挽着洛冉的胳膊，没看他。沈玉芝深深看了一眼洛冉，这才抬步入内。沈西晴扶着洛冉紧随其后。玉芝给老夫人请安。沈玉芝行了一礼：“原来是玉芝啊，快请起，你祖母可好啊？”洛老夫人对沈玉芝忽然很热情。沈西晴站着没动。沈玉芝温润的笑了笑，回老夫人的话：“祖母身体还好，劳您记挂。”仿佛并没有意识到妹妹还没有行礼。李氏狐疑的看了一眼老夫人，也没弄明白老夫人这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沈玉芝又开口：“老夫人，冉冉自幼离开京城，与姑丈相依为命，每每想起这些，祖母总是夜不能寐，所以还请老夫人看在祖母以及逝去的姑母份上，待冉冉宽容一些。”冉冉不善言辞，但却心地善良。有的时候，她只是不想长辈伤心，便自己抗下所有。不等别人开口，沈玉芝就严肃地对洛冉道：“冉冉，你这么多年不在京城，是洛二小姐替你在老夫人面前尽孝，所以无论二夫人和二小姐说什么做什么，你都应该拿出侯府嫡女的心胸，宽容一些。”洛如雪脸一白，焦急地看向母亲：“什么叫她替洛冉尽孝？为什么要对自己和母亲宽容？怎么听起来好像她跟母亲蛮不讲理，容不下刚刚回京的洛冉似的？”洛冉唇角微勾，怪不得人家都说表哥成为探花郎，完全是他的容貌太盛，否则状元郎非他莫属。是，表哥教训的是。冉冉记住了。又转身看向老夫人：“祖母，是冉儿的错，冉儿没有说清楚，让您老人家担心了。”又对李氏行礼，对洛如雪点头：“还有二婶、二妹，下回你们再去我院子，别说硬闯送几个人进去，就算拆了烧了，我也绝无二话。”老夫人一听，不悦地看向李氏：“什么硬闯？什么赛人？刚刚李氏明明跟他说，洛冉当着全府下人的面，命人打了他身边的婆子，还出言不逊。”老夫人这才生气，罚了洛冉。李氏脸一白，慌忙跪下。沈玉芝却没给他辩驳的机会：“右青，你是大小姐身边的人，应该知道事情始末，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有所隐瞒，或者胆敢说谎，我立刻让表妹发卖了你。”语气严肃，吓得右青慌忙跪地，但却言语清晰，将刚刚发生之事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中间没有添油加醋，更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末了，右青发誓：“奴婢所言千真万确，
如果有一个字说谎，天打雷劈。老夫人若是不信，可以叫其他人来问，当时很多人都在场。娘，娘，您怎么了？洛如雪忽然扑到晕倒的李氏身上，哭得伤心欲绝。祖母，娘每天操持府中诸事，天天累得觉都睡不好。她也是因为担心姐姐，一时着急才做不好可不做。难道冠军侯府没有其他人了吗？沈玉芝淡淡地道。见老夫人面露犹豫之色，又道：所谓家有家法，国有国规，如果老夫人觉得实在为难，晚辈可以让父亲禀明皇上，派人替老夫人来管。你……老夫人面色难看，最后咬牙道：雪儿，既然你母亲身体不好，从今日起便让她在院子里静养吧。什么时候身体好了，什么时候再说。她警告地看了一眼洛如雪，洛如雪只好道：是，雪儿知道了，雪儿会照顾好母亲，不然祖母担心。老夫人看了一眼洛冉，又道：从今日起，府中诸事暂由大小姐。祖母！洛冉忙阻止道：她可不想收拾李氏留下来的烂摊子，更不想给别人做嫁衣。孙女刚回京，对许多事情都不熟悉，前些日子是有三婶在旁协助，这才没出了乱子。如今三婶临盆在即，孙女是万万不敢逞强的。老夫人见她不是谦让，是真的不想管，便也没坚持，便让杜嬷嬷代劳一段时日。从宁福院出来，沈玉芝叹了口气：然而你受了委屈，为何不与我们说？第29章老夫人的打算。洛冉听到表哥这么问，淡然的笑笑：你们就算不来，我也不会跪很久的。表哥表姐，你们放心，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沈玉芝看着他叹了口气，知道这个小丫头表面看着柔柔弱弱，实则倔强的很，便也不再勉强她，转而道：对了，上次答应你的盆景，我寻了一些，总算有些眉目，等过些日子找到了，就给你送来。什么盆景？我怎么不知道？沈西晴插话道。洛冉明白表哥的意思，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道：前些日子表哥答应我的。哦，原来如此，不过盆景有什么好看的？我今天可是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说着，沈西晴拉着洛冉迫不及待地往他院子里去。沈玉芝看着两个女孩的身影，微微一笑。洛冉走后，杜嬷嬷端了茶放到老夫人手边，苦着脸道：老夫人啊，您这可是给奴婢找了个好差事。杜嬷嬷从小就服侍在老夫人身边，说起话来比别人更自在些。老夫人端起茶盏吹了吹，道：你别也谦虚，你什么本事我还是知道的。杜嬷嬷笑了笑，盯着老夫人的侧脸道：老夫人，这下个月就是二小姐的吉吉礼了，您这个时候进了二夫人的族。老夫人轻哼一声，将茶盏又放下，半靠向软榻，道：今日幸亏老大不在，否则你以为老二家的现在只是进个族这么简单？杜嬷嬷心一惊，点头：那倒也是。可是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罚大小姐呢？老夫人掀开眼皮看了一眼杜嬷嬷，又半垂下眼帘，语气淡淡地道：不罚她，她怎会知道这是在京城，不是在江南？这府里主子奴婢上上下下100余人，岂能还是她父女俩原来逍遥自在的日子？杜嬷嬷点点头，还是老夫人英明。老夫人冷哼了一声，英明有何用？她不还是自己张罗着退亲？提起这门亲事，杜嬷嬷不禁问道：那刚刚您为何对沈公子那么……老夫人笑了一下：你也看出来我对玉芝那个孩子不同了。杜嬷嬷眼神微闪，试探道：难不成老夫人是想等大小姐退了亲，再跟沈家亲上加亲？老夫人摇摇头：不可。杜嬷嬷，为何？半晌，老夫人都没说话。就当杜嬷嬷以为老夫人不会再说的时候，就听到她又缓缓开口：雪儿那孩子喜欢世恒，可是世恒却不适合她。杜嬷嬷，为什么？老夫人，晋国公府如今虽然看着光鲜，但自打老国公起，已经3代没有出色的人了。虽然有那么个人，可你看看，他哪有一点是向着晋国公府的？这么下去，不出2代，晋国公府就会在京城权贵中慢慢被淹没。可是沈家不同，你别看沈家是个清贵之家，但是百年世家读书人的气节却不是说没就没的。沈伯礼虽然现在只是从3品，可那也算太子半个老师，下一任首辅非他莫属。而且你再看看今日玉芝那孩子，哪怕是在我面前，也丝毫没有胆怯，反而句句在理，让老二家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乖乖回去受罚。最重要的，沈家老夫人和王氏也不是那搓磨媳妇的人。雪儿性子娇任性，只有到了宽厚之家才能包容她。晋国公夫人不行。杜嬷嬷听了也跟着感叹，老夫人果然还是惦记着二小姐的。老夫人自嘲地笑了一下，都说我偏心，可人心本来不就是偏的？一个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一个却不把我放在眼里，换成谁都会这么做的。杜嬷嬷又道：可是大小姐退了亲，奴婢看沈家的样子，定会选大小姐的。老夫人眼里闪过一抹凌厉，所以不能让她退亲。洛冉这边回到院子，就
就看见院子里放着一个竹笼，里面铺着软软垫子，上面窝着一团雪白毛茸茸的东西。那是什么？洛冉惊喜地问。姑娘家就没有不喜欢小动物的，何况是那么雪白那么软糯的小东西。沈玉芝温润的笑笑，上前打开笼子，一只手捏着小东西的后脖子拎起来。忽然的动作让小东西忍不住喵了一声。洛冉忙紧张道：表哥，你轻点。沈玉芝笑笑没说话，将猫抱在怀里。小猫似乎感觉到了，身子动了动，窝在沈玉芝的怀里继续大睡。这是送我的。洛冉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沈西晴笑道：当然，不然我们抱这来干什么？沈玉芝将小猫轻轻递给洛冉，柔声安慰：别怕，你像我这样，对，抱这里。冬日很冷，小家伙身上却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很舒服。洛冉低头看看小猫，又抬起头，绽放出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少女脸颊白皙粉嫩，有着江南少女般的柔弱，杏眼弯弯，颊边还有一对若隐若现的梨窝，比她怀中的猫还要撩人。沈玉芝心头一震，正在收回的手不小心碰上了女孩手，那么软，那么暖。她别开视线，看向那只猫，道：据说这是波斯那边弄过来的，京中很是少见，我也只是偶然间遇到的，想到你会喜欢，便给你送了过来。我喜欢。洛冉迫不及待道，又想起什么，转身看向沈西晴：表姐呢？表姐也有吗？沈西晴却不在意的撇撇嘴：算了吧，让我玩一会儿还成，养她我可是没耐心。洛冉知道这个表姐的性子，她说不喜欢就一定是不喜欢，便开心道：那好，我养着，表姐什么时候想看了就过来。沈西晴也觉着这样好，行。沈家兄妹又陪洛冉逗弄了一会儿小猫，一起用过午饭才离开。人都走后，右青看着小姐仍爱不释手地抱着那只小猫，忍不住提醒：小姐，那药。洛冉原本愉悦的心情忽然冷了下来，眼神暗了暗，垂眸道：晚上的吧。右青点点头：也好，现在人多，晚上更方便些，只是咱们早些喝，省得。我知道了。不知为何，洛冉忽然有些心烦，打断了右青的话。第30章，不听话，活剥了你的皮。冠军侯府西院梧桐院二房如今居住的院落，原本梧桐院不叫梧桐院，是骆德运带着洛冉去了江南之后，李氏不知从哪请来了一个道姑，说是原本院落的名字与老夫人相冲，对其身体不好。恰好那一阵老夫人总是缠绵病榻，于是便请了高人重新取了这个名字。此时洛如雪正在母亲房里哭诉：娘，祖母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会帮着外人欺负您呢？李氏也不大明白姑母的意思，但她相信老夫人绝对不会关她太久，于是安慰女儿：你别担心，或许你祖母只是碍于沈家的面子，不得不做样子。你放心，无论如何，娘也不会耽误你吉吉礼的，娘会给你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吉吉礼，把洛冉那个死丫头压下去。洛如雪还是有些担心，可是万一沈家总这么来掺和怎么办？李氏眼睛转了转，道：不会的。洛如雪止住哭声，好奇地看向母亲：娘，您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李氏抱着她笑了笑：如今你大伯父没娶亲，他们沈家自然总有借口上门，可一旦你大伯父娶了妻子，洛冉势必会跟继母不和，如此一来，沈家自然也对洛家不满，到时候他们还会再登门才怪呢。洛如雪皱紧眉头：可是娘不是说过，万一大伯父娶了妻子，这个家不就大伯母说的算了吗？到时候您岂不是要把管家全都交出去？李氏哼了一声：所以啊，咱们就让你大伯父娶一个听话的。洛如雪：听话的？李氏勾唇：对。随后唤来身边的张嬷嬷：嬷嬷，你去给我嫂子送封信，就说我为她表妹找了个好人家。天色渐渐暗下来，又轻趁着大家这个时候都忙着用晚膳，便偷偷熬好了药。洛冉去宁福院请安回来，又轻忙挥退了院子里闲杂人等，又让春雨守好门口，转身进屋。小姐，外面奴婢都安置好了，就连紫竹紫服也让奴婢打发了，一会儿您喝了药，奴婢哪也不去，就守在您跟前，别怕。又青有些紧张，声音都有些发抖。洛冉看着面前整整一大碗黑漆漆的药，仿佛漩涡，人一旦被吸进去就会万劫不复。他慢慢端起碗，又青死死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强让自己镇定下来。小姐，您慢点喝，别烫着。洛冉闭上眼睛，粉润的唇瓣沾染上浓重的药汁，好像一朵娇花被污染。小姐，又青忽然唤道。药汁很苦，苦的洛冉只沾了一点，眉头就拧在了一起，回头看又青：怎么了？又青抬起手，用力抹了一把眼泪：小姐，要不咱们不喝了，大不了咱们以后不让人发现。洛冉摇头苦笑，低头看看平坦的小腹，藏得过一时，以后呢？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难道让父亲让沈家都因为我蒙羞吗？似是心中做了决定，再看那碗药好像也没那么苦了。药汁入口，洛冉反而松了一口气。他端起碗，索性要一口气喝个干净，只是唇瓣刚碰上碗边，
外面忽然一声巨响，吓得差点打翻了药碗。右青忙看向外面，小姐，你别急，奴婢去看看。一出去就看见春雨脸色惨白地站在院子里，手足无措。怎么了？右青关上门，转身之际，余光看见原本放在廊下的那只竹笼也跟着脸色一变。只见中午表少爷和表小姐送来的那只小猫不见了。原本右青打算等小姐吃了药，就在厢房找个地方安置的，却没想到这么大会儿功夫，猫就不见了。怎么回事？右青问道。春雨这才指着外面道：刚刚我守在门口，就听见外面一声巨响，便下来看看，谁知没等我走到院门口呢，猫儿忽然从我背后窜出来，往那边跑了。右青看看春雨指着的方向，回头看看屋内，道：你先等一会儿，还是先去找猫吧，那是表哥费了好大力气弄来的，别浪费了他的心意。右青跟春雨说话的功夫，洛然已经出来，显然听到了他们刚刚的对话。右青有些担心，低声道：可是那药？洛然道：没事儿，你们去找，剩下的我回头就喝了。右青点头：那好吧，小姐趁热喝，等奴婢回来收拾。洛然：快去吧，省得一会儿跑远了，天又黑不好寻。右青这才把紫竹、紫福加上院子里的粗使丫鬟婆子都叫出来，大家一起绕着宁香院的周围开始找猫。喵喵喵喵。洛冉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屋去把剩下的药喝完。刚进屋，整个人便僵在原地。屋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灯烛，明明暗暗照在男人的脸上，看不清他的样子。可洛冉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傅金安坐在刚刚洛冉坐过的地方，面前还放着洛冉喝了一半的药汁。他低着头，神情那么专注。洛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一团白茸茸的团子舒服地趴在他的怀里。傅金安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拨弄着猫咪的脖子，猫儿舒服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不知过了多久，安静的屋子里响起一道微不可闻的叹息声。坐吧，愣在那里做什么？洛冉这才意识到有人反客为主。看看那碗黑漆漆的药汁，再看看他怀里的猫儿，一向性子温吞软弱的泥人也有了3分气性。谁让你私自进我的院子的？难不成又是奉了皇上之命办案吗？傅金安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轻笑：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皇上又如何？这话实在有些大逆不道，他可以横行无忌，洛冉却不能。他站在原地没动，问：那请问指挥使大人，天色这么晚，未经他人允许擅自闯入女眷内宅，所谓何事？傅金安手指捏着猫的脖子微微用力，猫忽然尖叫一声，刚要伸出爪子对上男人的视线，又老老实实缩了回去。傅金安看着有意思，又用了些力，猫浑身颤抖，却不敢伸爪子了，只呜呜咽咽朝洛冉可怜地叫着。傅金安松了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毛，这才乖，再不听话，把你皮活剥了做手炉。洛冉一阵胆寒。第31章，爷对你好吧？傅金安抬头看了洛冉一眼，又看看面前的那只药碗，在洛冉的注视下，骨节分明的大手拿起药碗放在鼻尖闻了闻，锋利的眉峰皱起，很是嫌弃地别过头。只见他一手拿着药碗，一手捏着猫的后脖梗，拇指与食指微微用力，猫被迫地张开嘴。或许是受到惊吓，原本安静的猫忽然挣扎起来，四肢不停地蹬在男人的手上。傅金安却毫不在意，将大半碗药汁灌进猫的嘴里，雪白的毛瞬间脏乱。直到碗里最后一滴药汁落下，傅金安这才松了手。终于得到解放的小猫蹭的一下贴着洛冉脚边跑出去。洛冉僵硬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被猫弄脏的裙摆和鞋尖，眼前忽然模糊一片，扶着旁边的门框才堪堪站稳。你到底想干什么？洛冉颤抖着声音问。傅金安看着手腕上刚刚被猫挠出的红痕，有几处已经渗出了血滴，慢悠悠从怀里掏出一条雪白的丝帕，一点点仔细又认真的擦拭，直到再没有血渗出，才缓缓开口：游戏开始了，不是你说结束就结束的。洛冉此时终于意识到自己到底招惹了什么人，他稳了稳心神，又问一遍：你到底想干什么？傅金安将帕子随意扔到一旁，看了一眼他的小腹，道：2条路，一，我可以给你傅夫人的体面，但孩子不能留。第2条呢？洛冉的指甲抠进掌心，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嫁傅家。傅金安懒懒地掀开眼皮，慢条斯理道：第2嘛，孩子你可以打掉，傅家你也可以不嫁，但是我要看到你父亲的水军战略图。你做梦！洛冉原本五官就精致，生气起来非但没有显得狰狞，反而更加鲜活。傅金安意外地挑挑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洛冉没有心思琢磨他眼神里的意思，整个人被气得脑子发懵。孩子是我的，我想留便留，不想留便不留，与你无关。至于我爹爹的水军战略图，你想也别想。被拒绝，傅金安并未生气，反而笑得如沐春风。那好啊，那咱们就走着瞧，看看没有爷的同意，你能不能悄无声息地弄掉你腹中的孩子？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生下他，只是我劝你还是先想想清楚，
你父亲和沈家能不能丢得起这个人？你无耻！洛然脸色惨白，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之人。傅金安不以为意，起身走到他跟前，忽然弯下腰，贴着他的耳畔，热气扑在他的脸上，低声道：“别急，慢慢想。离生产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我有足够的耐心。”男人的声音低沉，很好听，身上的味道似青竹又似松柏，凛冽清香。可这一切落在洛冉身上，就像毒蛇，紧紧缠绕他的脖子，让他无法呼吸。哦，对了，忘记告诉你了。傅金安仿佛忽然想起什么，又道：“你上次吃的那个祖珠丸，那可是保胎秘药，整个大镜也就1颗，爷给你弄来了，爷对你是不是很好？”尾音上挑，眼神掠过某处，发现似乎比前些日子更大了些。傅金安眸子暗了暗，转身离开。洛冉不知道自己在地上站了多久，直到脚麻了，外面响起右亲他们的声音，他才微微回神，一点点挪到榻边，身子一软，跌坐在榻上。就听右亲站在廊下，不知道对谁说：“赶紧把猫抱下去清洗干净，这可是表少爷费了好大力气弄来给小姐的，你们都仔细照顾着，万不可叫她再跑了。”一进屋，右亲就不自觉看向炕几上的汤碗，见碗底干净，这才微微松了口气，故意用轻松的口气道：“小姐，猫找回来了。说来也奇怪，荷花塘那么厚的冰，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掉下去的，幸亏大家发现的早，不然就会被冻死了。”洛冉缓缓抬起头，他知道右亲在宽他的心，可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累了，想睡会儿。洛冉的声音里都透着疲惫。右亲拿起药碗：“是，奴婢就守在门口，小姐若是有不舒服，就唤奴婢。”洛冉点点头。右亲出去后，洛冉熄了屋内仅有的一盏灯，放下床幔，合衣躺在床上。他有些冷，浑身止不住颤抖，裹紧了被子，还是冷。起身又将旁边的被子悉数盖在身上，沉甸甸的，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来气。可洛冉却觉得出，终于有些安心了。一觉醒来，天微微有些亮，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右亲刚刚醒来，洛冉的声音有些沙哑。一夜不知进来看了多少趟，听到声音总算松了口气，可同时又有些气愤，这个老大夫开的这是什么药啊，一点都不管用。小姐您别担心，一会儿奴婢再去。洛冉就着他的手起身，摇摇头：“算了，算了。”右亲不解。洛冉垂着眼帘，淡声道：“那个药我没喝。”可右亲还想说什么，终于还是忍住了。吃过饭，照常去宁福院请安。因为李氏和洛如雪还有洛如蝶都在禁足，洛红俊的伤也没好，洛德文因为腿伤也跟衙门请了假，整个二房也就只有方姨娘带着一双子女在。若是平时，姨娘们只需给一房主母请安，是没资格来宁福院的。可李氏又担心自己不再落了什么，便让方姨娘过来了。方姨娘性子泼辣，尤其得洛德文喜欢，不然也不可能在李氏的打压下，还能将一双儿女带在身边养这么大。洛家子似不算丰厚，3房孙子被加起来，拢共也就5女4男。洛冉看了一圈，行礼坐下。洛如真看了一眼坐姿笔直的大姐姐，偷偷撇撇嘴，故意道：“大姐、二姐和3姐都没来，你可是高兴了？”曹氏在一旁喝茶，假装没听见女儿的话。洛冉看了洛如真一眼，道：“四妹妹这话是从何说起？他们来与不来，与我有什么关系吗？母亲说都是因为大姐姐，所以她跟2姐和3姐都被禁足了。6岁的洛如轩年纪小，还不懂那么多，想什么就说什么了。”一旁的连姨娘连忙拉过女儿呵斥：“胡说什么？夫人和2小姐那是身体不好，需要休息。大小姐，您别跟小五计较，她小不懂事。”洛冉没说话，看了一眼苦着小脸的洛如轩，转回了头。洛如真冷笑：“什么时候洛家小姐轮到一个姨娘训斥了？真是没规矩。”连姨娘忙起身认错。洛冉本来没睡好，就有些头疼，这会儿被他们吵得更加烦躁。第32章，挠了某人一手血。洛冉刚要起身告辞，就见杜嬷嬷对老夫人道：“老夫人，求你可怜可怜奴婢吧。老奴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这第一天处理府中事务，早上就差点误了各院主子们的早饭。这么下去，老奴怕是都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老夫人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尽是胡说八道，不过就让你管几天，你就叫苦连天的，老二家的管这么多年也没。突然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也罢，幸亏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折腾2年，你们就可着劲的造吧。还有什么事没做，一会儿你都拿过来吧。杜嬷嬷忙道：“老夫人，您这身体也不好，前儿个大夫不还嘱咐你要少撕多些着吗？这万一您再累个好歹，这府里的顶梁柱可就塌了。”老夫人无奈地道：“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一大家子人饭都吃不上吧？”杜嬷嬷陪笑道：“老奴倒是有个主意。”老夫人：“哦，你说说，我听听。”杜嬷嬷看了一眼洛冉，道：“三夫人如今快要临盆，咱们也不好让她劳累。几位小姐年龄也都小，所以
大小姐，奴婢能不能求您帮个忙？洛冉见两人戏唱的差不多了，终于扯上自己了，笑笑道：祖母也说过，我自幼长在江南，对府中和京中的情况都不熟悉，实在不知道能帮上杜嬷嬷什么。他把当初要回大房私产时老夫人说他的话还了回去。杜嬷嬷假装没听出来，笑呵呵道：大小姐这是谦虚了，老奴可是听说了，您将侯爷的私产还有大夫人的嫁妆可是打理得井井有条。洛冉挑眉：哦，杜嬷嬷是听谁说的？这些日子忙，我还没来得及见那些管事呢，没想到嬷嬷消息倒是比我还灵通。杜嬷嬷没想到自己一不小心就被绕了进去，幸好洛冉也没揪着不放。最后老夫人直接道：这样吧，然而年纪也不小了，也该学着管家了，正好趁着这时候锻炼锻炼，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杜嬷嬷，或者来问我都成。是，孙女全凭祖母吩咐。这一次洛冉没再推辞，只是在杜嬷嬷提出让她管厨房时拒绝了，因为厨房可动手脚太多了，她可不想一不小心就给别人背了锅。而至于开支，她相信祖母肯定不会放手。恰好要到春季府里主子下人换春装的时候了，索性便领了这个差事。其实每季度每年主子下人们的衣裳都是有定例的，只需要到时候命人将东西送过去，再将他们提出的不过分要求记下就好了。从宁福院出来，右亲还有些担心：小姐，您现在的身体实在不宜劳累。洛冉，无妨，只是到时候你要多跑几趟腿了。还没开始，洛冉就已经想到肯定会有人趁此机会为难他。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什么也不干，那些人就会放过自己吗？并不会，所以也无需顾虑那么多，大不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况且洛冉想到什么，道：你放心吧，我管不了几日的。右亲也想到了，点点头，也是，下个月就是二小姐的吉吉礼，老夫人才不会关他们那么久呢。洛冉笑笑，没说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按照前世来看，过几日就会传来消息，李元亮高升，举家入京了。李元亮也就是李氏的嫡亲哥哥，老夫人的亲侄子，祖母才不会给自己家人难堪。只是这一世从自己一重生就不一样，已经让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只是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目的却是不会变的。回到宁香院，一只雪白团子忽然朝他跑过来，围着他的脚踝就开始蹭，最后竟还在地上打起了滚，四脚朝天的。春雨跟出来一看，顿时气得大声道：你个小东西，刚给你洗完澡，见着小姐你又开始撒娇，弄得一身脏，看小姐抱不抱你。洛冉看着脚边肚皮朝上躺着的猫，还时不时朝他喵呜两声，似乎在求抱抱。一看见他，洛冉就能想起昨晚那个男人抱着她坐在灯下的样子，浑身忍不住起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疙瘩。右亲见他抱紧双臂，忙道：小姐可是冷了，咱们赶紧回屋吧。指着地上的猫道：春雨，你再给他擦擦吧，省得弄脏了软榻。唉。春雨应下，抱着猫走了，没一会儿又抱回来。春雨很喜欢这只猫，恨不得时时刻刻抱着它不松手。可这猫也奇怪，越喜欢它的它越不爱搭理，反而是对它冷冷淡淡的洛冉，他倒是想尽办法讨好，不是贴着洛冉的小腿蹭，就是坐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他叫个不停。最后洛冉无奈，只好抱起他，心里还在不停地安慰自己：春雨已经洗过了，已经洗过了，没有那人的味道了。不放心，洛冉又低头闻闻，果然只有一股皂角的香气。他这才放心地抱着他，猫儿便赖在他的怀里呼呼大睡。看着毛茸茸白乎乎的团子，洛冉的心终于软了下来。春雨笑道：小姐，咱们也不能整天猫猫的称呼啊，总该给它取个名字吧。洛冉抬手轻轻捋顺猫的毛，猫舒服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很是享受。你们说叫什么好？洛冉顺口问道。春雨歪头认真想了想道：它这么白，不如叫雪球吧。不可。右亲突然道。春雨，为什么？右亲看了一眼洛冉，道：跟二小姐的名讳冲突传出去不好。春雨刚来没几日，一时把这茬忘记了，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洛冉不在意，无妨，再想一个就是。于是春雨想的右亲觉得不好，右亲想的春雨又不喜欢，最后两人齐齐看向洛冉：小姐，还是您来吧。洛冉低头看着小猫，想起昨晚小东西亮出爪子挠了某人一手血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道：就叫将军吧。将军，将军。右亲跟春雨都不理解，两人齐齐看向又白又软的小东西，心里一阵同情。洛冉却很喜欢，对，将军，听起来多威风，希望他以后如名字一样多抓几只臭老鼠。老鼠两个字说的咬牙切齿。第33章，生了。陆九晨一脸坏笑的看着对面之人，用下巴指指他的手：怎么，昨晚钻了哪个姑娘闺房，
看样子还是个泼辣的。经过一晚，挠痕已经开始结痂。傅金安掠过一眼，没说话。陆九尘也不在意，忽然讽刺的笑道：“对了，听说官员又有变动，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傅金安表情终于动了动，道：“这与你何关？”陆九尘撇撇嘴，给自己倒满了酒，放在鼻尖下闻了闻，品了一口，眯着眼陶醉其中。过了一会儿才道：“跟我当然没什么关系，我的任务就是花天酒地，做一个合格的纨绔小王爷。倒是你。”陆九尘继续道：“听说皇上驳回了晋国公的折子，连晋国公想给你那个便宜弟弟谋个城门使的差事也没成。你猜这是为什么？”对上陆九尘打量的眼神，傅金安却显得平静许多。看来你最近胆子是真的大了，连圣心都敢揣测，也不怕庆王知道剥了你的皮。陆九尘撇撇嘴，没意思，开不起玩笑。算了，我还是去找我的桃红姑娘了。又倾着身子凑到傅金安跟前，盯着他的眼睛道：“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宜春院新来个姑娘，名叫桃红，豆蔻年华，还没开苞，长相那叫一个水灵。前些日子也不知道哪个冤大头出了1000两银子要给小娘子破瓜，谁知道最后是那家伙不行还是怎么地，竟临阵脱逃了，反倒便宜了我。”陆九尘盯着傅金安坏笑：“滚！”傅金安从薄唇轻启，轻轻吐出一个字。陆九尘哈哈大笑，一边往外走一边挥手：“兄弟，谢了呀！”陆九尘刚走不久，就见晋国公黑着脸过来，常颖刚要进去通报，被一脚踢开。那个畜生呢？话落，便看见一道身影站在自己面前，足足比自己高了一个头。晋国公的气焰顿时矮了一截。“老夫人，大喜！大喜啊！”杜嬷嬷因为激动，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门槛上。骆如珍捂着嘴偷笑，骆冉垂下眸子，嘴角轻轻扬起：“老夫人，大喜啊！”杜嬷嬷站稳了，又朝老夫人笑着道喜，脸上的褶子都深了2分。曹氏瞪了女儿一眼，笑着开口：“到底是什么喜事？”嬷嬷倒是说啊，这把我们看的这个着急。曹氏如今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大夫看过，约摸着还有10几日，差不多就临盆了。本来按照她的想法，就不想每日过来晨昏定省了，孕妇总会是睡一些，尤其是大冬天的，谁乐意从被窝里爬出来在这干坐着呢？可是嫡母不说话，她自己又没法提。让丈夫来说，骆德成又是见了嫡母跟耗子见了猫似的性子，只好每天强打起精神过来。此时见杜嬷嬷高兴成那样，心里也有些看不起。老夫人也笑着道：“你这个老家伙，什么事给你高兴成这样？快说吧，别让这些孩子们看你笑话。”哎，杜嬷嬷兴奋地一拍大腿：“老夫人，生了生了，表少爷生了！”老夫人刚要高兴，一想不对，可是听说是哪个妾室生了，生的男女啊？杜嬷嬷忙纠正：“哎呦，老夫人，您想哪去了？老奴是说表少爷升官了，正五品的给事中，过不了几日，全家就都搬京城来了。”啊，真的吗？老夫人惊喜地站起身。洛冉轻轻笑了一下，总算有样跟上一世能对上了。老夫人这上半辈子，若说最大的心病，恐怕就是娘家了。跟洛老爷子这么多年，虽然没得个诰命，却也做了官夫人。后来儿子争气，自己挣了个爵位回来，他跟着水涨船高，得了个2品诰命夫人。只是李家这些年，除了李氏的兄长李元亮做了个5品官，其他的根本都上不了台面。给事中虽然也是5品，只比之前升了1级，可架不住是京官啊。俗话说，天子脚下好当官，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升呢？老夫人开始关心侄子一家什么时候进京，住处可安排好了，从头到尾问了个遍。杜嬷嬷笑得见牙不见眼：“老夫人请放心，报信的人就在外面呢，老奴这就把人请进来。”“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老夫人催促道。不一会儿，一个嬷嬷打扮的妇人进来，自称是邱嬷嬷，也是一脸喜气。邱嬷嬷言语爽利，几句话就把老夫人关心的问题说清楚。老夫人一听，侄子一家2月末就能进京，又是一阵高兴，还道正好赶上雪儿及机礼。邱嬷嬷笑着应：“可不是吗？我们老夫人也这么说。”她口中的老夫人，也就是李氏的母亲，老夫人的寡嫂。老夫人听邱嬷嬷说侄子一家打算先租个宅子，顿时不高兴了，转头吩咐杜嬷嬷：“你去把东边的院子打扫出来，他们刚进京，出去租宅子算怎么回事？总归家里地方大，先住着吧，什么时候看好了宅子再搬也不迟。”邱嬷嬷自然高兴不已，连连谢恩。又说了会儿话，老夫人才叫杜嬷嬷带着邱嬷嬷下去休息。人走后，老夫人的嘴还合不拢，一直念叨着自己的寡嫂这么多年多么不容易。曹氏在旁边跟着附和。骆如珍撇撇嘴，不知什么时候挪到洛冉跟前，小声道：“我看那个邱嬷嬷故意的，什么租宅子，分明就是想住咱们家。”洛冉意外地看了一眼这个才9岁的四妹，不得不说，就连这个四妹都比上一世的自己聪明多了。上一世失了清白后，她每日都把自己关在院子里，就连晨昏定省也省了，只待1年后匆匆出嫁。
那时候他还感激祖母呢，后来才知道祖母是根本都不想看见自己，所以外面发生什么事他都后知后觉，包括李家在搬进来住了许多时日后，才因为某件事知道他们已经在侯府住了那么久。洛冉正听洛如真吐槽李家有多落魄呢，就听见有人唤自己，抬头看过去，祖母，您刚刚说什么？老夫人的脸冷了一下，但又想到今天是个好日子，也没跟他计较，又说了一遍，过几日你李家表哥表妹们就来了，他们虽然在延庆，离京城不远，但总不如京城繁华。洛冉认真的听老夫人铺垫，最后铺垫的差不多了，老夫人才道，正好这几日换春装，回头让邱嬷嬷把尺寸报给你，给他们每人也都做2套吧。是，孙女听祖母的。洛冉乖巧应下。老夫人见她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满意地点点头，总算有侯府大小姐的样子了。洛冉浅浅一笑。第34章春装风波1。出了院子，洛如真几步追上洛冉，趾高气扬地道，大姐姐真虚伪。洛冉皱皱眉，亏得之前她还觉得这个四妹妹聪明，现在发现也有点讨厌。四妹妹觉得我如何虚伪了？洛如真撇撇嘴，模样像极了曹氏，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但不喜欢二伯母，连带二伯母的娘家你也不喜欢，不喜欢你还答应给他们做新衣裳，不是虚伪是什么？洛冉气笑了，回头看了不远处假装闲逛的曹氏，几步走到他跟前，道，三婶如果继续放任四妹妹不管，以后吃亏的是你们。当然，这与我无关，只是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绝不轻饶。曹氏不以为意，捏着帕子笑道，真儿还小不懂事，你这当姐姐的可不得让着点吗？洛冉冷笑，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以后四妹妹闯祸时，希望三婶也能用这句话帮她开脱。说完便转身离开。曹氏哼了哼，一个没娘的孩子，神气什么？好好的婚事不同意，非闹着退亲，整日赖在府里，真是丢人。娘，祖母给他那些穷亲戚都做了新衣裙，我岂不是就少了？我不干，我要先挑料子。洛如真娇蛮道，好好，到时候娘让你先挑。曹氏哄着女儿回了三房的院子。此时二房也刚刚接到消息，洛如雪迫不及待地跑到母亲院子里，高兴道，娘，舅舅升迁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禁足了？李氏也笑得合不拢嘴，娘家好，她的底气更足。洛冉那个死丫头为什么敢这样？还不是仗着沈家吗？现在好了，哥哥一家进京，以后他也是有娘家撑腰的人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两个伤的，两个被禁足，整个二房都被一个臭丫头压得喘不过来气。骆红俊也从屋子里出来，听到姐姐和母亲的对话，轻嗤一声，不过是个正五品的小官，你们至于那么高兴吗？李氏一听顿时不高兴了，轻轻拍打一下他的胳膊，你个死孩子，有你这么嫌弃你舅舅的吗？骆红俊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道，娘，你之前不是说想把我过继给大伯吗？怎么没见你跟祖母说啊？虽然这是李氏的意思，但听到儿子主动提起，心里还是有那么点不舒服。怎么，你这是急着管别人叫爹娘呢？骆红俊一看母亲生气，忙过去抱着他的胳膊撒娇，娘，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过继的事情不是您先提的吗？骆如雪也跟着劝，是啊，娘，就算俊儿过继给大伯，还不是跟您亲？那个死人就剩个牌位了，您说您跟个牌位吃什么味呢？李氏一听，心里那点不舒服顿时烟消云散，道，我可不是就想过完年跟你祖母说的吗？谁知道洛冉那个死丫头接二连三搞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一时把这事忘了。你们别急，等你外祖母来了，正好趁着大家都在，一起劝你大伯，这事差不多就成了。骆红俊本来一想到自己挨的那一脚，现在还忍不住哆嗦，只是想到以后自己就是冠军侯世子，过几年大伯死了，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冠军侯，多挨几脚都不在意了。果然没等到晚上，洛冉就听说二房都被放出来了，包括之前被罚的骆如蝶。又轻气道，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就算做做样子，也不至于这么短时间就把人放出来了吧？洛冉笑笑，意料之中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可值当生气的。他翻着手上的单子，这是往年府上换季时各个院子里的衣裳单子，没有意外，按照惯例即可。只是上午的时候，老夫人说把李家人这一季的衣裳也加进去，这个单子里却是没有的。晌午过后，邱嬷嬷便迫不及待地把单子送了过来，李家大大小小主子20几人，每人2套，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小数目。只是不知道是杜嬷嬷忙得忘记了，还是故意的。右亲去账房领布料和银子的时候，账房说新单子在杜嬷嬷手里，为了不耽误事，先按照原来单子领，等杜嬷嬷的单子送来之后，再把剩下的补上。右亲当场就觉得不对劲，可临来时，小姐却嘱咐他，无论账房说什么，照办就是。所以右亲只能气呼呼地把东西领回来。回来忍不住问道，小姐，杜嬷嬷和账房这是明摆着坑咱们，
想让咱们搭银子给李家人做衣裳，您怎么还任由他们欺负呢？洛冉微微一笑，道：今日就算你在账房闹开了，你信不信他们还有10000个理由搪塞你？最后有可能你一点都领不回来。右倾道：领不回来就领不回来，咱们去找老夫人评理。洛冉摇头：你以为祖母不知道？没准到时候还要说我这点小事也做不好，更甚至影响了全府上下所有人的春装，到时候我可就是罪人了。右倾有些急：那怎么办？总不能让您掏银子吧？洛冉抬头：掏我自己的腰包，让他们做好人？你家小姐就那么傻吗？右倾嘿嘿一笑：奴婢这不是也担心您吃亏吗？洛冉将单子都叠好放到一起，道：放心吧，轮不到咱们掏银子。果然，李氏解了禁足没一会儿就往宁香院来了。洛冉听说的时候对右倾道：你看看，这不来了。右倾撇撇嘴，出门迎接：奴婢给二夫人、二小姐请安。李氏淡淡的应了一声。洛如雪翘眉一竖：我大姐呢？右倾扶了扶身子，回二小姐的话：小姐在屋呢，二夫人、二小姐请进。洛如雪刚要开口，被李氏一个眼神制止了，故意大声道：没关系的，我进去看看冉儿。让大家都以为洛冉不敬长辈，竟要长辈主动去见他。右倾嘴也不是闷葫芦，顺势道：多谢二夫人体恤。前些日子大少爷那一脚，我们小姐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早上强忍着去给老夫人请安，这会儿刚吃了药，4两拨千斤的顶了回去。李氏一噎，抬脚进了屋。洛如雪朝右倾笑着点点头，紧随其后。二婶来了，快请坐。洛冉故意整理了一下衣裙，仿佛刚刚真的擦过药的样子。李氏脸上讪讪道：说来也怪二婶，最近实在太忙了，竟忘记了让俊儿那个臭小子来给你赔礼。本以为洛冉会推辞一下，没想到洛冉却点点头，道：无妨，一家人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等俊儿身体好些了再来也不迟。只要知道自己错了才是最重要的。您说对不对，二婶？李氏愣了一下。洛如雪连忙上前挽着洛冉的胳膊，高兴道：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不说那些不高兴的。大姐，你听说了吗？我舅舅升迁了，月底就要搬来京城了，正好赶上我的吉吉礼呢。第35章春装风波2。洛冉笑着看着天真娇憨的妹妹，忽然想自己前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只知道自己拿过傅世恒递给他的休书后，洛如雪便挺着大肚子到他跟前，亲口告诉他父亲已死，并且死无全尸。当时的他太过伤心，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了。等回到自己的院子后，才感到五脏六腑剧痛，直至吐血而亡。中毒？可是他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呀？垂下眼帘，接着洛如雪的话道：听说了，恭喜二婶。李氏这次是发自内心的笑，又不痛不痒的说了几句，李氏这才开口：我刚刚去你祖母那里，知道你祖母把春山的事情交给你了，还说既然我好了，就不要麻烦你了。可是然而你也知道，不巧这一阵子事情太多，二婶也真是忙不过来，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帮二婶忙过这一阵。你放心，只要雪儿及吉礼一过，二婶保证不再麻烦你了。洛冉嘴角轻扬，看来是老夫人跟他说了料子和银子的事，这是都打算着让自己出血呢。那好吧，只是冉儿有什么做的不周的地方，还请二婶见谅，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孩子嘛，出了错误总是在所难免。这是李氏和曹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李氏愣了一下，转而和蔼的笑笑：你呀，真是个孩子，放心吧，只要不耽误事，二婶不会怪你的。看，还是有条件的。洛冉假装没听出来，又问洛如雪：二妹呢？今日来可是有事？洛如雪扭捏了一下，又抱着洛冉的胳膊撒娇：姐姐，我是来跟你道歉的。那日在花园，我真不知道世恒哥哥也在，不然我不会。二妹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洛冉歪着头看他，好像真的什么都不记得的样子。洛如雪干笑两声：姐姐大人有大量，是妹妹想错了。洛冉点点头：是。弄得洛如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还是李氏在一旁笑着接道：冉儿不生气就好，这几日你妹妹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就担心你生她的气呢。说着宠溺地点了一下洛如雪的额头：你看，我就说你大姐有侯府嫡女的样子吧，才不会跟你一个小孩子计较呢。洛冉垂下眼帘，没接话，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还是李氏打破安静道：对了，雪儿她不好意思跟你说，她是想问问你及笄的时候那只簪子在哪里买的，这眼看着就要到3月初2了，雪儿对这些簪子都不太满意呢。原来如此。洛冉就说他们母女没事绝不会一起来她的院子吗？稍微思索了一下道：二婶说的是那只簪子，我也不知道，是我外祖母送的。我听说李家老夫人过些日子就进京了，没准就会送给你一个呢，毕竟她老人家那么喜欢二妹妹。李氏脸上有些不好看，谁不知道李家日子并不好过，不然也不会因为2套衣裳这么算计。
还要住在别人的府里。李氏跟洛如雪目的没达成，有些不高兴的离开了。春雨一脸诧异的进来道：“小姐，这是侯府的夫人吗？这脸皮厚的跟猪婆子没什么两样啊。”一句话逗得洛冉和右青笑个不停。笑过后，洛冉吩咐右青，明日一早，你拿这个单子去账房领银子和布料，不要跟他们废话，给就给，不给你就回来。右青认真应下。第二日，右青去账房领剩下的料子，果然如洛冉所料，各种借口，总之就是银子没有，布料不够，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右青气的脸都红了。小姐，他们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洛冉抱着将军替他捋顺毛发。过了一会儿，洛冉才道：“一会儿你带着紫竹和紫福去各个院子走一圈，把刚刚账房管事跟你说的话跟他们说一遍，然后再说，今年因为府中银子和布料不够，原本做下裙的都改成了对襟上衫，做长袍的都改成单层直裾。如果料子有剩余，到时候倒是可以给大家加上一件比甲，至于是长的还是短的，只能依料子而定，就不让大家挑选了。”右青一听，兴奋地叫上紫竹和紫福，雄赳赳去了各个院子。后果吗？自然是一阵鸡飞狗跳，叫苦连天。不出一炷香的功夫，就闹到了老夫人的院子里。小姐，二夫人、三夫人，还有几位小姐都去了宁福院。右青忽然有些害怕，自己是不是做过头，给小姐惹了麻烦。洛冉将怀里的将军放在榻上，起身道：“伺候我更衣吧。”刚换好衣裙，就听春雨进来说，老夫人那边派人来请她过去。没等进屋，洛冉就听见里面一片热闹的声音。洛冉叹了口气，掀开门帘进去，迎面就看见老夫人一张拉得老长的脸。孙女给祖母请安。洛冉扶了扶身子，不等老夫人开口，就见洛如蝶忽然朝着自己扑过来，洛冉一个闪身躲开了。洛如蝶扑了个空，差点跌倒，索性顺势跪坐在地，泪眼迷蒙地看着洛冉：“大姐姐，妹妹知错了，您怎么罚我都认，可是你不能牵连无辜啊！传出去，人家怎么看待咱们侯府？岂不是大牙都被笑了去？”“是啊，大姐姐，你若是缺那几匹料子，你就直说，何必这么埋汰人呢？”洛如真一如既往的点火就着。洛冉抬眼看了一圈，除了李氏和曹氏，竟有几个姨娘也来了，坐在那里默默的抹眼泪，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呢。三妹妹、四妹妹，这话是从何说起？我几时罚你们埋汰你们了？洛冉也没用老夫人开口，径直走到椅子旁坐下，声音陡然变得凌厉：“这些日子，三妹妹、四妹妹几番为难，我都念在你们年纪小，不与你们计较。可俗话说得好，你人还有三分气性呢。我虽然长在江南，对京中规矩不大熟悉，却也没见过哪家妹妹整日盯着长姐说三道四的。”说到这，洛冉也掉了几滴眼泪，任由她挂在脸上，转头看向老夫人：“祖母若是不喜欢我，看我不惯，也请祖母担待些日子，待我退了亲，自然会找个安堂了结一生，绝不给祖母添麻烦。”“胡说！”老夫人终于忍不住低喝一声：“如果传出去，岂不是落了一个容不下嫡亲孙女的名声？”洛冉这才擦掉眼泪，看了一圈道：“那谁能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让你们如此这般？”第36章内讧。洛冉看向洛如雪，洛如雪假装没看见，依偎在老夫人身边，孝顺地抚着老夫人的后背。6岁的洛如轩年纪小，本来每日听姨娘在耳边念叨，也不喜欢这个刚回来的大姐姐。只是现在看一圈，他们二房有嫡母、姨娘，有二姐姐和三姐姐；三叔那一房有三婶、四姐姐，而大姐姐却只有一人。小姑娘抿抿唇，小声道：“他们说大姐姐克扣府里的银子和布料，不给大家做裙子。”话没说完，就被方姨娘一把捂住了嘴。方姨娘讪讪地笑了笑：“大小姐别往心里去，这个死丫头就知道胡说八道。”一旁的骆红辉今日身体不适，没有去学堂，见有热闹看，就跟着姨娘过来了。见姨娘捂着妹妹的嘴，轻嗤一声：“你们刚刚说的可是比这热闹多了，怎么妹妹说一句就不成了？”方姨娘一巴掌打在骆红辉的头上：“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骆红辉捂着脑袋道：“没有我的份，难不成还有你的份？”方姨娘愣了一下，转而捂着帕子哭泣：“你个没良心的，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到头来你却嫌弃我。你若看不上我，你觉得谁好就去找谁当娘，何必整日在我眼皮子的瞎晃悠？”李氏额头直突突，他故意将人都弄来，把事情闹大，就是想逼着洛冉掏点银子出来。谁知道还没说到正事呢，自己人先吵起来了。好了，都别吵了。红辉，再怎么说方姨娘也是你姨娘，有你这么跟亲生母亲说话的吗？李氏喝道。骆红辉却一点不怕这个嫡母，梗着脖子道：“你少在这里装好人，你不是巴不得我与我姨娘生分吗？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不就是想把大哥过继到大伯父名下，好席卷，然后又让我给他做垫脚石？”啪！李氏浑身气得发抖，因为太过用力，手掌都麻木了。辉儿，
方姨娘尖叫一声，一下把骆红辉抱在怀里，摸着他的脸，心疼道：“快让娘看看，疼不疼？肿了！大夫，快叫大夫啊！”骆红辉一把推开方姨娘，大吼：“我不用你管！”转身跑了出去。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半晌，李氏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老夫人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指着一圈人道：“一个个的，你们这是要诚心气死我！”洛冉局外人似的坐在那里，仿佛屋子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上一世，父亲过继骆红俊是在他出嫁后，那时候骆红俊没有打他，在父亲眼里他还是听话，只是有些淘气的侄子。后来也不知道祖母是如何说服了父亲，想必类似没有兄弟撑腰，然而也不好过这种话吧。过继了骆红俊后，父亲更是绝了再娶的心思，一门心思扑在大靖海房上。这一世从一开始他重生，所有的轨迹都发生了变化。没有他的同意，父亲不会过继骆红俊，可现在父亲却被那个毒蛇一样的男人盯上了。思及此，洛冉手不自觉地放在小腹上，他盯着手里的茶，多么希望这里是一剂猛药，喝了之后孩子就没了，也没人再可以威胁父亲。然而，大姐，小姐，又轻轻碰了碰洛冉。洛冉抬起头，茫然地看着他。又轻忙道：“老夫人跟您说话呢。”洛冉这才转过头：“祖母，您刚刚说什么？”老夫人又气了个倒仰叉，合着自己说了这么半天，人家根本一个字都没往耳朵里去。洛冉歉意地道：“对不起祖母，昨日因为布料和银子的事，孙女冥思苦想了一个晚上，所以没睡好，有点头晕。”洛冉揉了揉额头，继续道：“既然府中如今如此艰难，孙女那2套衣裳就不要了，看那个妹妹急需，先可着他们吧。”李氏好不容易安抚好了方姨娘，这会儿听洛冉这么一说，见自己的主意要打水漂，立马接话道：“然而你这是什么话？堂堂侯府怎么会连2身衣裳都做不起？传出去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洛冉道：“可是账房管家。”刚开口就被杜嬷嬷接道：“大小姐，您是不是算错账了？府中每季布料和银子确实有定数，但昨日老夫人发了话之后，老奴特意命账房管家将李家主子那份多算了出来，有亲姑娘当时一并取走的呀。”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洛冉要么没算清楚，要么就是贪污了银两。洛冉看看杜嬷嬷和李氏，又看看祖母，忽地笑了。原来他们这是联手挖了坑等着自己呢。就算他把账房管事都叫来，到时候他们也会一口咬定是右亲拿走了。至于单子什么忘了，想必他们一早就算计好，弄了份阴阳单子，就算自己找出来杜嬷嬷手里那份，想必与自己手中的也不同吧。不过他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或者说把他想的太没用了吧。就算他性子软弱，就算他15年没回京，但是在江南府中的一切可都是他打点的。从他10岁起，父亲就把几个铺子交给他，有意锻炼他了，只不过他没说而已，或者说前世也根本没给他管家的机会。洛冉笑了笑道：“右亲。”右亲从袖子里拿出一份单子递给他，洛冉打开看了看，又递给杜嬷嬷：“杜嬷嬷，您看，当初送到宁香院的可是这份单子？”果然，杜嬷嬷接过，假装仔细看了看，摇头回大小姐的话：“这不是老奴送过去的，老奴送的那个单子上比这多了1/3的布料和银子。”洛冉点点头，神色不变：“既然如此，麻烦嬷嬷把那份单子拿出来，咱们对一下吧。”杜嬷嬷刚要开口，洛冉又道：“千万别说找不到喽，下人领取东西向来都是2份，主子那里1份，账房1份。如果找不到，那可就是嬷嬷的失职了呢。”杜嬷嬷笑笑：“怎么会？大小姐多虑了，老奴这就叫人去取。”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右亲有些紧张，那张单子明明就是杜嬷嬷送来的，可他现在不承认。东西银子是小，可是小姐的名声是大啊。如果被冠上私抠宫中银钱，以后就算嫁了人，到了夫家也是被人诟病的。洛冉不知道右亲的担心，他现在更关心另一件事。他笑着看向李氏道：“二婶，刚刚三弟说的过继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从来没听爹爹说起过呢？”第37章不同意过继。李氏愣了一下，刚要否认，就听老夫人轻咳了2声。洛冉转头看过去，就见老夫人垂着眼帘，淡声道：“这是我的主意。”抬头淡淡的看了洛冉一眼，继续道：“当年你父亲为了你，宁可顶撞于我，背井离京也不肯续弦。如今他年岁渐大，你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忍心看着他100年之后连个磕头的人都没有吧？你这样对得起他这么多年对你的养育之恩吗？”这话说的好像今天他若是不同意父亲过继骆红俊，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似的。洛冉缓缓起身，走到地中间跪下：“是孙女不孝，让祖母本该颐享天年的年龄，还要为我们担心。”老夫人似乎很满意他的态度，语气也缓和了许多：“既然你也没意见，那就回头请人看个好日子。”“我不同意。”老夫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洛冉脆声打断。他似乎没听清，问了一遍：“你说什么？”
洛冉抬起头，直视老夫人的眼睛，道：“我说，我不同意爹爹过继卷。”老夫人眉头一皱，刚要开口训斥，就听洛冉又道：“祖母您别急，听冉儿慢慢说。”老夫人看看他，淡淡的应了一声。洛冉这才道：“红俊今年已经12岁，二叔二婶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如果这个时候过继给爹爹，二叔二婶会怎么想？”李氏连忙笑着道：“冉儿你放心，咱们都是一家人，无论俊儿管不管我叫娘，只要都在这个府中，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你二叔也是心疼兄长，纵然万般不舍，但也不会反对的。”洛冉摇头：“二叔二婶大义，可外人不会这么想。别人会说爹爹抢了弟弟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如果遇上心术不正的，还会说二叔是觊觎爹爹爵位，如此岂不是伤了爹爹与二叔的兄弟情谊？”李氏脸一白，老夫人也忍不住喝道：“谁敢？我倒要看看谁闲得没事乱嚼舌根，被我发现，乱棍打出府去。”洛冉笑道：“祖母能管住府中诸人之口，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吗？”老夫人脸色一冷：“那你是什么意思？真想让你父亲孤独终老不成？”洛冉微微一笑：“当然不是。其实孙女也正想跟祖母商量这件事呢，只是最近事情太多，总是一拖再拖。既然今日二婶提起来这个事了，孙女便将心中的想法说一说，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祖母见谅。”老夫人可有可无地点了一下头。洛冉道：“这些年冉儿跟在爹爹身边，每每看见别人家妻女齐全，而爹爹总是孤零零一人，这心中就万分难过。衣裳破了没人补，从战场回来身负重伤，也只能偷偷让小厮为他上药。尤其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总是看见爹爹一个腋下独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这些洛冉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他真心话，是两辈子对父亲的心疼。就连老夫人也忍不住别过身子，偷偷擦去眼泪。他虽然有些偏心，但那也是骆德运常年不在他身边的缘故。试问哪个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呢？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洛冉继续道：“所以这次回京，孙女还想请祖母为爹爹定一门亲事。然而不需要继母样貌多么出众，家世也不用多显赫，只要他懂爹爹，能在爹爹累了的时候为他端一碗汤，倒一杯茶，烦闷的时候能陪他说说话就好。”这几句话不得不说，确实说到了老夫人的心坎里。老夫人深深叹了口气，道：“好了，起来说吧，也难为你有这份心思，说明你父亲这些年没白疼你。”洛冉起身，态度谦卑：“爹爹也时常教导冉儿，说祖父走得早，刘祖母一人支撑着整个侯府，辛劳至极。爹爹总是因为不能在祖母跟前尽孝而自责。”老夫人欣慰的笑笑：“与有容焉，自古忠孝难两全。你父亲也是为了保护大晋，我这个老婆子辛苦些倒没什么，只要你们都听话，有出息，等我死了，在洛家的列祖列宗跟前也好有个交代。”洛冉安慰了几句，道：“所以冉儿刚刚才不同意过继卷之事。到时候新人进了门，总是要为爹爹添丁进口的。如果这时候过继卷，到时候卷儿的身份岂不是尴尬？再者，但凡差不多的人家，总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还要面对一个隔房的继子吧？这样岂不是对人家的不尊重？”老夫人也觉得他说的对，点点头。可是你父亲同意再娶了吗？洛冉微笑：“祖母请放心，当年爹爹不肯续弦，不过是心疼冉儿从小没了娘亲。如今冉儿已长大，总不能看着爹爹一直孤身一人吧？况且有祖母在一旁劝说，爹爹定不会再忤逆祖母的。这一点他倒是有把握劝说父亲。上辈子他们不就是拿自己嫁人后没有亲兄弟撑腰而说服父亲的吗？这一世他也可以。”眼看着老夫人与洛冉的关系有所缓和，李氏心里万分着急。这个时候无论是阻止骆德运再娶，还是再提过继卷的事都不妥，只能朝一旁的杜嬷嬷求救。杜嬷嬷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故意伸头看了一眼外面，小声提醒：“老夫人，账房的管事过来了。”此时老夫人的气已经消了大半，甚至在心里想着，就算是洛冉贪没了银两，他也可以看在他今日表现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氏却不这么认为，就算他心里有了别的计较，但是今日也绝不能就这么算了。账房管事是一位年近40的男子，名唤胡毅，面白微胖，一双豆大的眼睛透着精明。奴才给老夫人请安，给二夫人、三夫人，各位小姐请安。起来吧。老夫人淡淡地道。李氏看了老夫人一眼，笑着对胡毅道：“胡管事，今日找你来，是跟你核实一件事情。”说着又看了一眼洛冉的方向。第38章贪墨。胡毅目不斜视，朝李氏微微点头：“是，奴才来的时候已经听人说过，所以奴才特地将单子带了过来，请老夫人过目。”说着胡毅递了一张单子给杜嬷嬷。杜嬷嬷接过单子，转身交给老夫人，趁机看了一眼，转身时微不可察地朝李氏点点头。李氏嘴角露出一抹细小的弧度。老夫人从头看了一遍，没见他大发雷霆，只是看向洛冉时眼里多了一丝失望，
然儿，你也看看吧。是。洛然起身，接过单子，仔仔细细看了个遍，时间比老夫人看的时间长了些。胡毅接到李氏的眼神，忽然道：“大小姐，您看这张单子有什么问题吗？”洛然这才将单子叠好，又还给胡毅，道：“单子没问题，如果按照单子上记录，确实足够府里和舅祖母一家人的衣裳了。”胡毅忽然跪地，抬手在肥胖的脸上抹了一把：“老夫人，奴才在洛家当差10几年，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啊。”老夫人轻轻皱眉：“没人说你失职，起来说话。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哭，成何体统？”胡毅不情愿的起身，李氏在一旁道：“母亲，这也不能怪胡管事，这贪墨银两可是大忌，如果不查清楚，他这管事也不用当了。”又看向洛然，语重心长道：“然而你也是，缺银子就跟二婶说，或者跟你祖母说，你这刚回京，我们还能苛待你不成？”洛然轻笑一声，歪着头问：“二婶这话是什么意思？”李氏皮笑肉不笑：“什么意思？既然你都说这单子没问题了，转过头却口口声声说布料和银子不够，那多出来的银子和布料去哪了？”洛然认同地点点头：“对啊，然而也想知道那些布料和银子去哪了。”李氏笑了一声，意思不言而喻。老夫人则摆摆手：“好了，算了，少的那份银子和布料就从我的私房出。”母亲、祖母，李氏落如血母女，齐齐出声。在李氏看来，大房没有儿子，三房是庶出，老夫人的私房将来那都是他们二房的，从老夫人私房出跟让她掏自己的银子有什么区别？洛如雪则不想这么轻易放过洛然，笑着道：“祖母，雪儿觉得还是查清楚的好，无论是大姐姐还是胡管事，冤枉了谁都不好。万一以后大家都有样学样，咱们侯府岂不是乱了套？”洛冉也点头称是：“我觉得二妹妹说的在理，祖母还是查清楚的好。”老夫人抬眼看了洛冉一眼，洛冉坦坦荡荡，她心里一时有些狐疑，遂道：“既然如此，杜嬷嬷，你就从如何将单子送到宁香院说起，什么时候送的，有谁看见了，说了什么，务必如实报来。然而胡毅，你们也是如此，看看到底是谁将银子和布料据为己有，一旦查出来，绝不姑息。”于是从杜嬷嬷开始说起，一直到最后又清领了东西回去。每个人都有证人，只是每个人的证人又都是身边之人。曹氏在一旁终于忍不住捂着帕子笑道：“母亲，照这么查下去，查到明天早上也查不出来啊。”老夫人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你有什么办法？”曹氏撇撇嘴：“媳妇能有什么办法？不过……”看了一眼洛冉道：“很明显，杜嬷嬷这边有很多府里的下人看见了，是不可能说谎的。胡管事那边也是，从核对单子到开库房，那么多人看着，总不能买通了所有人吧？所以只能是洛冉和幼卿说谎，因为他们的证人是春雨、紫竹和子服，谁都知道那是洛冉身边的人。”大家齐刷刷看向洛冉，洛冉不慌不忙，微微一笑，道：“祖母，难道您忘了胡管事手上的单子了吗？”老夫人，你不是说单子没问题吗？洛冉，孙女士说没问题，可我的意思是照着这个单子领布料和银子没问题，可没说胡管事手上的单子就是给我东西的单子啊。胡管事一愣，大声道：“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还能造假不成？”洛冉淡声道：“造假倒不至于，只是你手上应该还有另外一份单子，那上面才是又清领东西时的单子。”胡说！胡毅急忙辩解。洛冉让幼卿又将那张单子取过来，在大家眼前转了一圈，这才道：“祖母，然儿在江南的时候帮着嬷嬷管理府中事宜，其中爹爹曾经教过冉儿，凡是经过自己手的东西，务必要确认好，省得有心之人动手脚。”老夫人点点头：“你父亲向来心细。”洛冉摇头：“其实父亲最是宽厚之人，从不以小人之心看人，只是担心冉儿年纪小，被人唬了去。所以呢？大姐姐，你到底想说什么？”洛如真迫不及待地问。洛冉朝她笑笑道：“不妨四妹妹帮姐姐一个忙，看看胡管事手上那张单子右上角的背面是否有个梅花图案。”洛如真一听，不顾曹氏阻拦，哧溜从椅子上跳下来，几步跑到幼卿跟前抢过单子，翻过来仔细看了又看，摇头：“什么也没有啊。”洛冉点点头，又让幼卿拿出杜嬷嬷给她那份：“四妹妹，你再看看这个。”洛如真接过来一看，惊讶道：“真的有，跟米粒那么大，不仔细看都看不清呢。”洛冉起身走到胡毅面前，虽然身高比他矮了一截，但毫不输气势。宁香院所领之物，每张单子上我都会命幼卿领完东西后用朱砂做此记号。胡管事若是不信，大可以回去查一查，看看之前宁香院的单子是不是如此。胡毅腿一软，跌坐在地，缓过神忙磕头求情：“是奴才一时糊涂，把大小姐的单子弄混了，是奴才失职，请大小姐饶恕。”洛冉冷笑一声，转过头对老夫人行了一礼：“你到底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这是自有祖母定夺。”
他更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祖母的参与。李氏此时也软了腿脚，不敢吭声，生怕火又烧到自己头上。老夫人一看李氏和胡毅的样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又冷冷地看了一眼杜嬷嬷。杜嬷嬷冷汗直流。老夫人，第39章，都跟着受罚。老夫人抬手制止，知道这事李氏脱不了干系，如果查下去，肯定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便道：胡毅身为账房管事，单子丢了，本应立即去找主子补救，而不是私自偷换，有失职之罪。但念在你为骆家做了10几年的份上，这次就先饶你一次，罚月例半年，再赏10个板子，以儆效尤。再有下次，直接撵出府去。谢老夫人恩典。胡毅朝老夫人结结实实磕了3个响头，又给洛然也磕了头。大小姐都是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多谢大小姐大人大量。洛然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只是1次2次他能默不作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如此下去，整个侯府恐怕没人知道爹爹才是冠军侯，以后都以2房为首是瞻。洛冉拿起帕子按住眼角，哽咽道：胡管事一句糊涂，却险些置我于不义之地。如若不是我平时的习惯，今日岂不是就让胡管事糊弄了去？转身朝老夫人跪了下去：祖母，冉儿虽然自幼没有母亲，可是爹爹丝毫没有放松对冉儿的教导，经常告诉冉儿，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冉儿时刻谨记，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行错一步，给爹爹和侯府蒙羞。今日之事，幸亏孙女平日习惯，不然我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孙女受些委屈没什么，只是传出去，父亲还要不要做人？以后出门做客，别人怎么看待几个妹妹？还有娟儿他们，过2年就要参加科考，以后如何步入官场？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胡管事你都没有想过吗？胡毅的头低得更低，口中连连喊着自己该死。事关自己，李氏没脸劝，用眼神示意曹氏。曹氏一副旁观者的状态，看热闹还来不及，才不会出头。老夫人垂了垂眼帘，道：好了，祖母知道你今日受了委屈，传令下去，杜嬷嬷也照着胡管事的来，10个板子加半年月例，并当着全府人的面给大小姐磕头认错。另外，老二媳妇你也不对，事情没查清楚，就任由主子们哭闹，成何体统？账房又是平日你管辖的地方，奴才犯错也是主子管教不严所致。念在最近府中诸事繁忙，又临近雪儿及笄，所以罚你抄写，家规10遍，你可认？李氏松了口气，连忙道：是，媳妇认。今后媳妇定当以此为戒，严厉管教下人，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老夫人又看向杜嬷嬷，杜嬷嬷也连忙磕头道：老奴知错，老奴认罚。老夫人点点头：你犯错，我也有责任。这样吧，我罚自己抄经书10遍。然而，你可满意？因为委屈，洛冉的声音嗡嗡的，开口道：祖母年岁已大，冉儿不敢让祖母劳累，更何况冉儿也有错。如果冉儿早些拿单子找祖母做主，或许就不会出现今日之事。所以，冉儿愿意与祖母一道抄经书，以尽孝心。他说的是赔，而不是替。老夫人自然明白他的小心思，此事就此接过。屋子的人都走后，只剩李氏、杜嬷嬷和老夫人3人。啪！老夫人摔碎了手边的茶盏，指着杜嬷嬷和李氏鼻子骂道：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勾搭？是不是哪天都敢一包药毒死我这个老婆子？姑母，你闭嘴！你还知道我是你姑母？你自己说说，自打你嫁进这个家，我可有一点亏待你？家让你管，老大媳妇的嫁妆你也伸手，老大的私房你也不放过。你心疼娘家，我念在那是我侄儿的份上，睁一只闭一只眼。可你自己说说，这么多年有多少银子是用在德文身上，又有多少是用在你兄弟身上？但凡你把对你兄弟的心思用在德文身上一半，他会宠爱那个方姨娘，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李氏伤心还是吓的，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知道哭。还有你！老夫人又指着杜嬷嬷道：你从小就跟着我，我信你，只要事情交到你手上，我就很少过问。就算你给你儿子在外面偷偷置了一套宅院，我也念在你服侍我这么多年的份上，全当不知。老大父女回京，你跟老二媳妇亲，我不说什么，人总有个亲疏远近。可是你们别忘了，你们能有今天，是老大拼了命挣回来的。没有他，你们出门看看，还会有多少人会搭理你们？老夫人，是老奴的错，老奴糊涂，老奴该死，老奴死不足惜。可是您要当心自己个儿的身子啊！杜嬷嬷跪着爬到老夫人脚边，额头都磕破了，血肉模糊。老夫人缓了缓气，道：罢了，罚也罚过，骂也骂过了，以后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老二媳妇，一会儿下去你交代一下，杜嬷嬷年纪大了，让他们下手轻点。伺候自己这么多年，终究是不忍心。
谢谢老夫人，老奴让您为难了。杜嬷嬷哭喊。老夫人拍拍她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们也别怪我狠心。今日然而你们也看见了，先前你们怎么对他，他都忍了。是他性子软，还是他傻？都不是。什么戒好，什么习惯，他那是打从回京起就防着你们呢，也就你们自以为得意，生生跌了个大跟头。今日我若是不罚你们，等老大下朝回来，还有的闹呢。到时候可就不是挨板子抄家规这么简单了。想起自己儿子挨的那一脚，李氏还心有余悸，真心道：娘，这次是媳妇疏忽了。老夫人摆摆手，罢了，你们以后好自为之吧。好了，都下去吧，我也累了。老夫人拄着拐杖，挥开杜嬷嬷的搀扶，慢慢回了内室。这边洛然也回了自己的院子。春雨过来道：小姐，这是沈家的来信。洛然接过信，看完露出一抹笑容。本来右倾刚刚在宁府院气得够呛，虽然后来那些人都受到了惩罚，可被屎恶心完了，再去院拉屎的人有用吗？此时见小姐笑了，也跟着放心些。小姐，沈老夫人说什么了？您怎么这么高兴？第40章过继的事情。洛冉将信收好，道：之前拜托外祖母找个可靠的嬷嬷，外祖母说找到了，过几天等人到我就去看看，觉得行了就领回来。右倾听了也很高兴，沈老夫人找的人必定是信得过的，这可比让某些人趁机塞人好多了。洛冉也点点头，是啊，等嬷嬷来了，就让她负责院子里的事。到时候你跟春雨分别带着紫竹和紫福轮流跟在我身边，剩下2人留在家守着院子。右倾跟春雨点点头，表示明白。既然这一事打算守好父亲跟侯府，就不能像上一世一样把自己关在院子里，两耳不闻外界任何事。晚上，骆德运下朝回来，听说了今日之事，便亲自过来宁香院。侯爷，紫竹和紫福站在门口。骆德运看了他们一眼，问：小姐呢？话刚落，屋子里的洛冉慌忙将手里的束腰塞进右倾怀里，嘱咐道：赶紧藏好。然后转身出了屋子。爹爹，您怎么过来了？洛冉笑着上前挽着骆德运的胳膊。在江南，府中只有父女俩2位主子，规矩也没那么严。洛冉就经常像现在这样，每当爹爹从衙门回来，他都这样挽着，父女俩一边往院子里走，一边各自说着觉得有意思的事。可回到京中，许多规矩摆着，许多双眼睛看着，不允许他们再如此亲近。骆德运经常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儿怅然若失，今日见女儿又如从前这样挽着自己，连日来的疲惫忽然一扫而空，笑着问：今日在府中都做了什么？洛冉傲娇地扬起小脸道：爹爹明知故问，是不是谁又跟您打小报告了？说着回头看向紫竹和紫福。紫竹和紫福连忙垂头道：大小姐明鉴，奴婢今日都没踏出过宁香院一步。不是他们。骆德运无奈地道。洛冉轻哼一声：我就知道，爹爹肯定是对我不放心，还派了旁人保护我，是不是？骆德运宠溺地捏捏他的鼻子道：你还知道？那怎么没带着紫竹和紫福？难道你忘了那日了？洛冉笑着摇摇头：爹爹放心吧，今日我有把握，所以才没带着他们。不过你放心，刚刚我都跟右亲他们说过了，以后我每次出门都带着紫竹和紫福其中一个，剩下的帮我看着院子。骆德运点点头，如此甚好。洛冉扶着父亲坐下，又亲自斟了茶，明媚的笑脸凑到他跟前，一副求表扬的样子：爹爹，我今天是不是很厉害？骆德运看着女儿耀眼的笑容，忽然发现这还是回京后第一次看见女儿露出这么灿烂的笑容，不自觉地点头：是啊，爹爹的冉冉最厉害了。洛冉满意了，坐回椅子，小巧秀气的绣花鞋尖一点一点的游荡。爹爹又哄我。说吧，您是不是又要教训女儿？骆德运苦笑着摇头：爹爹说的是真心话，爹爹也没想教训你，只是……你看，你看。洛冉一副果然被他猜中的样子。骆德运耐着性子解释：真的，爹爹怎么会舍得骗冉冉呢？只是今日冉冉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换一种方式？洛冉不解。骆德运点点头：你想，如果今日你祖母最后也不站在你这边如何？或者胡一口咬定东西都给了你，你之前的单子也全部见了，你该当如何？洛冉愣住：这怎么会？其实他也有些底气不足，真是万一所有单子被毁，就算他之前做了记号又如何？骆德运继续道：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不能为了反杀敌人而把底牌压到最后，反而让自己处于不利境地，除非万不得已。洛冉不禁问：那我该怎么办？骆德运喝了口茶，淡淡的看他一眼：爹爹猜测，你应该早就知道那单子有问题吧？或者说，早在杜嬷嬷提出让你帮忙管家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他们不会这么轻易的把权力交给你。洛冉不由得低下头，低声道：我知道，他们无非就是惦记着我手上的银子，想让我不声不吭的补上那些布料和银子罢了。
只是这次让他们得逞，就还会有下次、下下次，直到把我榨干为止。骆德运长臂一伸，隔着八仙桌摸摸他的头道：“所以一开始你就应该拒绝，自己拒绝不了，可以找爹爹帮忙。如果爹爹也无法帮你推开，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洛冉抬头看着爹爹笃定的眼神，眼睛一亮，抓着他的大手问道：“爹爹有什么好方法吗？”骆德运学着他刚刚的样子，得意的一笑：“你爹爹可是统帅大晋10万水军的将军，岂能怕这些后宅手段？”洛冉却不赞同：“爹爹，您可别小看后宅，那个府里后院没点隐私，就算是皇宫，皇上不也是无能为力？”骆德运瞪了他一眼，胆子真是越来越大，连皇上你都敢编排。洛冉吐吐舌头：“这不是只跟您吗？我又不傻，才不会出去说。”骆德运这才点点头，接着刚刚的话道：“你说的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后宅不亚于朝堂，只是爹爹还是那句话，能在萌芽中将敌人制服，就不要等他强大了再出手。以后再有这种事，你就把人都叫到你祖母面前，当面对质。”骆德运是个大男人，心思本就没有女子那么多弯弯绕绕，行兵打仗厉害，可那些不适用于后宅女人。但洛冉知道父亲的好意，遂认真的点头：“女儿知道了，下回再有此事，冉冉一定事先告诉爹爹，让爹爹帮我。”骆德运满意的点点头，见洛冉欲言又止，便问：“怎么了？还有什么为难吗？”洛冉点点头：“爹爹，想必你今日也听说了二婶要过继卷给咱们大房的事了吧？”第41章束腰。骆德运脸色一冷，道：“冉冉放心，爹爹这辈子只是你一个人的爹爹，绝无不可。”洛冉忙打断父亲的话，他的目的可不是想让父亲发誓的，如果这样，还怎么让父亲续弦？他还想着这辈子能有个亲弟弟或者亲妹妹呢。骆德运眉头皱起，不悦道：“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也希望爹爹过继卷？”洛冉摇头：“当然不是。”然后起身走到骆德运身后，小手替父亲捏着肩膀。只是骆德运自幼习武，常年行兵，身上的肌肉比石头还硬。他转头笑笑：“好了，别捏了，当心手疼。”洛冉不干，坚持要替他按摩。骆德运见拗不过，也就随他去了。洛冉道：“爹爹，我知道您疼我，怕我受委屈，所以宁可独自带着我去江南，也不肯听祖母的话续弦。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以后我嫁了人，您怎么办呢？”骆德运笑了：“原来你是因为这事啊！你放心，等你嫁了人，爹爹就还去江南，那些水军交给谁，爹爹都不放心。”提起嫁人，骆德运又想起女儿的终身大事，有些自责道：“这几日晋国公那老家伙总是躲着我，我还没找着机会跟他说呢。不过你放心，既然你不想嫁，没人可以逼你。”洛冉笑笑，他并不担心自己的亲事，总有办法退的，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骆德运回头认真的看他：“冉儿，你跟爹爹说实话，你不想嫁入傅家，除了傅氏很喜欢你二妹这件事外，你是不是喜欢青佑那孩子？”洛冉脸一红，跺着脚道：“爹爹，您说什么呢？”怕爹爹不信，又解释道：“我只当青佑哥是亲哥哥，亲哥哥怎么能娶妹妹呢？”骆德运见他眼中并不似作伪，倒是有些遗憾，板着脸训道：“净胡说八道，你哪里来的亲哥哥？若是叫你娘听到，非半夜来剥了我的皮不可。”洛冉咯咯笑起来，他一直知道爹爹和娘亲感情深，只可惜他不到2个月时，娘亲就去世了，除了爹爹放在书房里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娘亲长什么样子，感情跟爹爹比，自然也淡了许多。骆德运叹了口气道：“青佑那孩子是爹爹看着长大的，为人谦逊之礼，学识也好，最难得的是从小他就护着你。”爹爹，洛冉眼见着爹爹越说越远，忙制止。若说他对宋青佑的感情，上辈子还有点男女之情，可最后都在他的不信任中磨没了。他不怨他，只是重来一世，他只想把他当作是那个邻家大哥哥，希望他夫妻恩爱，儿孙满堂，但绝不是与自己。骆德运见女儿真的有些生气了，忙哄道：“好好好，爹爹不说了。你说，你刚刚要说什么？”洛冉这才发现，差点就被父亲岔开话题。为了劝导父亲，他围着内心道：“就算不嫁傅家，不嫁青佑哥，可女儿也总得嫁人啊。”骆德运点点头，却没发现为何原来一提亲事就满脸娇羞的女孩，现在怎么说起嫁人之事竟然这么平淡。洛冉不知父亲心中所想，继续道：“二妹妹嫁人有俊儿给她撑腰，四妹嫁人有二弟撑腰，就连五妹也有红辉这么一个哥哥。可您看女儿呢？女儿除了您什么都没有。到时候皇上派您出征，女儿有了委屈都没处说。”不得不说，骆德运之前确实没想到过这些，他只是想着，只要他在一日，别人就不敢将女儿怎么样。可是今日之事，他才发现，他就算再得皇上器重，女儿嫁人后，别人家的后宅之事，他也没办法掺和。不自觉的又想起亡妻，如果妻子还在，女儿受了委屈，就可以跟娘说，娘替她做主。
骆德运忽然感受到一股无力感袭遍全身，冉冉，是爹爹对不住你。骆冉见父亲自责，心里也不好过，但为了劝说父亲，他只能狠下心继续道：所以，爹爹，您再给我娶位母亲吧。有了母亲，冉冉就是不是一个人了，就像今日这样，母亲一定会站在我这边，而不是冉儿一人面对一大屋子的人。还有，母亲若能再生一个小弟弟，等您100年之后，冉儿也好有个念想。冉儿受委屈了，也有娘家撑腰，有家可回。不知不觉，骆冉泪流满面。他想着，如果上一世也能早些劝父亲续弦，是不是就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起码当傅世恒和骆如雪成双入对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也会有人站出来对他说：姐，我来接你回家。骆德运见女儿哭，立马慌了神，也管不了那么多，只不停地道：好好好，你说什么爹爹都听你的，冉冉别哭，是爹爹不好，爹爹明日就去给你找个继母，然后给你生弟弟，好不好？骆冉破涕而笑，嗔怒地瞪了父亲一眼：爹爹，您看您说的这是什么话？继母是首饰还是衣裳啊？您说找就能找着呀？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嫁给你一个大老粗，还带着这么大一个拖油瓶呢。骆冉心中苦涩，但凡有些脸面的人家，谁会让好好的女儿去给人家当后妈？骆德运大手互搓，嘿嘿地笑着：爹爹这不是怕你生气着急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日不一会儿爹爹就去跟你祖母说，有了人选，到时候先让你看，你同意了爹就同意。骆冉真是忍不住要翻白眼了，合着这是给谁娶媳妇呢？不过也对，如果爹爹娶个2婶3婶那样的，还不如不找，倒是让爹爹下半辈子遭罪。说服了骆德运，骆冉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晚上，骆冉对右青道：东西呢？右青忙去柜子里将刚刚藏起来的一大团束腰捧出来，一边捋顺一边问：小姐，您要这么多束腰做什么？骆冉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挥退了屋里伺候的人，让春雨和紫竹守在外面。骆冉这才缓缓褪去层层衣裙，少女的胴体紧致白皙，在烛光的映衬下泛着莹莹光芒，圆润的肩膀山峰耸立，细腰不盈一握，一双细腿笔直修长，真是应了那句话：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亏，鲜浓合度，静态极严。骆冉抬手抚摸着依旧平坦的小腹，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缓缓拿起一旁的束腰。右青小姐，第42章，我从不与畜生计较。小姐，您这是做什么？右青低呼。骆冉面色淡然，声音平静，既然打不掉他，只能暂时先委屈他了。用力地吸了一口气，右青，你过来帮我勒紧一些。右青擦掉眼泪，抓着束腰的一端，担心道：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过几个月夏季衣裙单薄，那时候……骆冉摇头：没关系的，我想好了，这2、3个月我们小心些，把该做的事情抓紧做完，然后我就称病去城外庄子上住些日子。我就不信那人能手眼通天，总有办法流掉的。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掌声响起。说得好，若能手眼通天，那岂不成神仙了？你……右青刚要出声呵斥，看清来人，脸色刷得惨白，但还是壮着胆子挡在骆冉身前。骆冉第一反应就是穿衣裳，可手边除了束腰别无他物，若想拿到衣裳，必须从右青的身后出去，走到2步外的床边。短暂的惊慌过后，骆冉反而冷静下来，他拍了一下右青的肩膀，道：你先出去吧。小姐。右青担忧地看着他，又回头怒目而视某个已经悠哉坐到榻边的男人，仿佛到了自己家一般。骆冉点点头，无事，去吧。右青这才缓缓挪动脚步，一步一回头地出了屋子。右青姐。门外春雨欲言又止，右青摇摇头，浑身紧绷地站在门口，时刻注意里面的动静。右青出去后，骆冉强行压下心中的紧张和不安，神色淡然地走到床边，背着男人一件件穿好衣裙，回过头妩媚一笑：指挥使大人可看够了？傅金安丝毫不觉得自己夜闯女子闺房，撞见女子娇躯有何不妥，反而认真地想了想，道：比前些日子确实胖了些。你……饶是骆冉脸皮再厚，也抵不上这个人的不要脸，更何况他刚刚不过是硬撑着，颇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哪怕他现在衣裳整齐，在这人犀利的目光下，仍不着寸缕般无处遁形。傅金安见对面的女孩一张俏脸因为生气红扑扑的，甚是可爱，抬手指了指对面，再一次反客为主：坐吧。骆冉站着没动，傅大人有话直说，说完快走，我这里不欢迎你。傅金安也不生气，余光看见窝在榻上睡得正酣的小猫，拎起他后脖子上的皮毛放进自己的怀里。被打扰美梦的小猫有些不高兴，喵呜一声，伸出利爪朝旁边抓去。只是不知道是认出了那人的脸，还是闻出了他的气味，伸到一半的爪子突然收了回去，张牙舞爪的样子一下变得乖巧无比，寻了个姿势又往傅金安的怀里钻了钻，发出舒服的呼噜声。骆冉略感惊讶，
将军别看平日里很温顺，但却很有脾气，不熟悉的人根本就无法近身。哪怕春雨整日为他给他梳理毛发，洗澡的时候还是会被抓破好几次。但是对洛冉还算是友好，每次一见洛冉回来，先是围着他的腿蹭，然后再靠在他身边睡懒觉。他明明记得将军第一次看见傅金安的时候，将他的手挠得鲜血淋淋，所以他才给他起了个这么霸气的名字。谁知第二次见面，这个小东西就认贼作父了。见洛冉对猫露出怒气不争的样子，傅金安低头笑了笑，一边摸着将军身上的毛，一边道：“他可比你乖多了。”洛冉淡淡回道：“我从不跟一个畜生计较。”傅金安手一顿，脸色冷了下来，但也只是一瞬，转而又继续着手上的动作，慢悠悠道：“逞强可不是个好习惯。”刚刚他的表情，洛冉悉数看在眼里，也有些害怕，可又不想在这人面前服软，只能强忍。傅金安也不像刚刚脸上一直挂着笑，板起脸说起正事：“前几日我跟你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洛冉吸了一口气，扬起下颌道：“你刚刚不是听见了？我哪条路也不选，我死也不会嫁入傅家。至于我爹爹的水军战略图，你做梦！”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有些遗憾的摇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洛冉问道。傅金安轻笑一声，两根手指轻轻捏着将军的一只脚，锋利的爪子露出来：“小东西，也早晚有一天把你的爪子掰干净。”也不知他说的是猫还是人。洛冉浑身一颤。傅金安看他，眨了下眼，道：“别怕，没说你。”洛冉不敢再顶撞这个人。这些日子，他也不着痕迹地打听了许多这个人的事情。上辈子虽然做了他6年弟媳，可却一句话都没说过，面也只远远见了那么2回。整日捐在晋国公府后院，两耳不闻府外一切事情，专心伺候傅老夫人，所以只当这人性子冷，不愿与人交往。可是这一事打听过才知，这人根本就是恶魔，行为乖戾，杀人不眨眼，不分善恶，是皇上手中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傅金安今日也是出京办事，回来时路过冠军侯府，便心血来潮过来一趟，却没想到正遇上他跟右卿正在说话。见时间也差不多了，傅金安一手拎着将军的脖子扔到一旁，随手拿起洛冉刚刚放在榻上的帕子，自己擦着手，缓缓道：“既然你考虑好了，我也不勉强你，咱们就走着看，各凭本事，看谁能笑到最后。”傅金安走到洛冉跟前，用刚刚捏过将军爪子的手捏起洛冉的下颌，抬起头一点点低下来，在马上就要碰到洛冉鼻尖的时候才堪堪停下，两人近在咫尺，呼吸相交。他闭上眼睛，浓密的睫毛垂下，遮住了他凌厉的眼神，凉薄的唇一点点从洛冉的额头一路向下，徘徊于其颈窝处，虽然没碰上他的肌肤，却比挨上更让人心痒难耐。傅金安陶醉的深吸了口气，缓缓睁开眼睛，嘴角上扬，很香。不过告诉底下伺候的人，下回就不要用百合花做精油了，对胎儿不好。洛冉忍不住的浑身颤抖，双手死死的握成拳，愤怒的看着眼前的人。傅金安抬手附上他的眼睛，洛冉本能的闭上，睫毛划过掌心，酥酥麻麻。想要杀我，光靠眼神可不行。傅金安往他耳朵里吹了口气，声音有些暗哑：“知道男人什么时候警惕性最低吗？”不等洛冉回答，轻声道：“行房时。所以，你若真想杀我，我不介意将那晚的事重来一次。”第43章，别的勾当。人什么时候离开的，洛冉完全没注意到，整个人都被巨大的恐怖和窒息笼罩。待自己回神时，右卿已经站在他面前，扶着他手臂的手还在微微颤抖。“小姐，要不我们把这事告诉侯爷吧？”“不行，绝不可以跟爹爹说，听到了没？”洛冉怕右卿私自做主，又严肃地警告一遍。右卿哽咽着点头：“是，奴婢都听小姐的。”这一次在右卿的服侍下，洛冉很快将小腹缠好，末了试着喘喘气，除了有些胸闷，还好。右卿看着小姐的样子，就忍不住心疼，问：“小姐，您若是怕别人看出来咱们白日缠上，又何必晚上也如此呢？这样您身体可以吗？”洛冉低头道：“无碍，左右也就2、3个月的事，万一晚上或者早上来不及，被看见了反而麻烦。”而傅金安离开后，直接去了宜春院，把陆九晨从床上拽下来，道：“陪我喝杯酒。”陆九晨睡眼迷离，懒懒地伸了个懒腰：“我说指挥使大人，良辰美景，你让我一个大男人陪你在这种地方喝酒，传出去我请小王爷的脸还要不要了？”傅金安淡淡地瞥了一眼他的小腹：“你的脸要不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再不穿上衣服，我会让常颖出手帮你。”陆九晨嗖的双手扣住胯下：“你无耻！”常颖在门外仰天长叹，他只是个锦衣卫，大人怎么什么事都让他干？幸好陆九晨知道这人的性子，利索地穿好衣裳出来。这人已经自己喝了半壶了。陆九晨挑眉：“怎么遇上什么棘手的案子了？”傅金安摇摇头，看着外面的夜色，忽然转过头问：“你说当年骆老东西跟老靖王2人是不是还有别的勾当？”
陆九成一听，不自觉坐直身子，严肃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当年两人定下洛父两家亲事，并不单单是为了阻止你？”傅金安点头，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他看来，洛然并不得洛家老夫人多么欢喜，如果只是因为占了个场，依照他那个便宜爹的性子，早就同意退亲了。这一晚没睡好的不只是陆九成，还有洛然。早上醒来眼底乌青，涂了好多粉才遮盖几分，用过早饭便来到宁福院。老夫人抬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你先进去吧，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是，祖母。洛然无视众人，去了西侧暖阁，里面笔墨纸砚都已经准备好了。洛然将披风脱下，交给子服，右亲在一旁研墨。洛然坐下后，便挽起袖子执笔。老夫人进来的时候，洛然已经写完2张了。他刚要起身，老夫人摆摆手：“坐吧，写你的。”走到跟前，拿起其中一张仔细看了看。当朝女子大多喜欢簪花小楷，也有一少部分喜欢隶书行书的，只是像他这种写草书的着实不多。一是草书在女子眼里不够整齐，二是草书十分讲究心性。洛然也正是喜欢这一点，心之所向，随手万变。况且他写的也确实是不错，记得前世傅世恒唯一赞扬过他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字了。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到榻上的蒲团上坐下。杜嬷嬷昨日挨了板子，现在伺候在身边的是一个叫夏芳的姑娘。说是姑娘，如今也20有3了，在老夫人跟前也伺候了10几年。夏芳按照老夫人的习惯，将笔纸摆好，弯起袖子研墨。一晃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老夫人年纪大了，中间眯了2回，每次醒来都看见洛然依旧脊背挺直的坐在那里。终于一卷经书抄完，也到了午饭的时候。洛然活动活动手腕，只是几日没写而已，竟酸胀的厉害。原来在江南，他可是每日都会练上1、2个时辰的，可见无论干什么，果然不能懈怠。一抬头便看见老夫人正看着他。洛然忙起身行礼：“祖母。”孙女已经将经书抄写完成，回头等都写完了，会送去法华寺。恰好下个月是母亲的忌辰，孙女还想请大师再为母亲诵经，以聊表孝心。老夫人道：“应该的，难得你坐得住，心性也算稳当，到时候连着我这些一起都带去吧。总归是婆媳一场，也算是尽我的一点心意。”洛然又扶了扶身子：“是，孙女替母亲谢过祖母。”老夫人摆了摆手。洛然以为没事了，刚要起身离开，就听老夫人又淡淡的说了一句：“咱们祖孙还没单独吃过饭呢，晌午就留下吧。若是换了旁人，或许会感到受宠若惊。毕竟能在老夫人这里用饭的，也就洛如雪和洛红俊姐弟2人了。”“是，孙女听祖母的。”洛然平静道。老夫人又看了他一眼，让夏芳去准备。洛然见状，也让幼亲和子服出去帮忙。屋子里只剩祖孙2个，饭菜还要准备一会儿。老夫人便歪靠在榻上，指了指旁边：“坐吧，跟我说说江南的事情。”洛然并没有坐在老夫人所指的地方，反而在脚踏上坐下，轻轻抬起老夫人的腿放在膝头，一下下揉捏，笑着道：“好，祖母想听什么，然儿说给您听。”老夫人看了一眼那双纤细白嫩的手，舒服地闭上了眼睛。“你这按摩的手法不错，跟谁学的？”洛然垂着头，手上动作不停，缓缓开口：“在江南的时候，爹爹每每出征，少则几日，多则几个月也不曾回府。回来后一身疲惫还好，经常还带着一身伤。或许是想起父亲的不易，洛然的声音略低了些，爹爹怕我担心，总是躲着不肯见我。后来我就跟着一个嬷嬷学了按摩的手法，又看了些医书，总想着能为爹爹做些什么，便假装吵着拿爹爹练手。爹爹拿我没办法，这才同意。”老夫人睁开眼看了他一眼，道：“你倒是个孝顺的。”洛然笑着摇摇头，比起自己那点孝心，爹爹这辈子的付出才是最难的。不过说起江南的日子，洛然怀念了2辈子，不自觉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话慢悠悠的，声音不高不低，仿佛春风细雨慢慢浸润着干涸的土地。不知不觉，老夫人便睡着了。洛然拿起一旁的薄被盖在他身上，然后悄悄退出屋子。夏芳恰巧要进来换2人用饭。洛然轻声道：“祖母睡了，你等一会儿再叫他老人家吧，把饭菜先热上。”夏芳点点头：“那请大小姐先用吧。”洛然笑笑：“不了，我回去用，你进去照顾祖母吧。”直到洛然的身影消失，夏芳才推门进了里屋。只见老夫人神思清明，哪有睡着的样子。第44章见面礼。夏芳一进来，就见老夫人一双清明的眼睛看着自己，微微愣了一下，笑着上前：“老夫人醒了，刚刚大小姐还嘱咐奴婢轻点，别吵着您呢。”老夫人扶着她的手起身道：“年纪大了，精神总是懒懒的，睡又睡不踏实。”夏芳打趣道：“老夫人您这才多大啊，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等大小姐2小姐成了亲，您还得抱层外孙呢。”老夫人笑笑没说话，看了一眼身上薄被，
忽然问：“你觉得冉儿这丫头怎么样？”夏芳略微思索了一下，才道：“大小姐没有二小姐活泼，但想事做事却很主见。”他看了一眼老夫人，又补充了一句：“大小姐刚回京不久，奴婢看的也未必准。”无妨。老夫人道：“你看得很准，许儿是被我和她母亲惯坏了，未出嫁时尚可，一旦嫁了人，两人的差距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夏芳试探道：“所以您才坚持让大小姐嫁进晋国公府，而想让二小姐嫁给沈家？”老夫人点点头，忽然看着他问：“你觉得侯爷怎么样？”夏芳脸一红，支吾半晌才小声道：“侯爷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老夫人嗤笑一声：“什么英雄狗熊？家里没个女人，打点什么熊都算不上。”然后拉着夏芳的手道：“我知道你的心思，放心吧，等新夫人进了门，我就跟侯爷说，让他抬你做姨娘，也不枉你这么多年伺候我的情分。”老夫人，夏芳突然跪下，咬着唇道：“奴婢只想伺候您一辈子。”老夫人不在意的摆摆手：“我这个老婆子还能活多久？你才多大，何苦搭上你一辈子？你放心，侯爷为人正直，然而你也看见了，是那种你不惹他绝不着你的性子。只要你安分守己，有我在，就算新夫人也不能把你怎样。过个1-2年，你再给侯爷生个一儿半女，这辈子也算圆满了。”夏芳红着脸点头：“奴婢都听老夫人您的。”轩辕13年2月28，一搬迁。李家人就是赶着2月里最后一天进的京城。一大早，老夫人不知派人出去看了多少趟，临近晌午的时候，李家一大家子人才到。李老夫人田氏一看见老夫人，扑过去抱着哭起来。从骨头已经烂成灰的公婆，哭到10几年前就去世的李老爷子，无非就是诉说着自己一个女人多么不易。老夫人想起爹娘兄长，自然也是一阵伤心。等到都哭够了，开始到了认亲环节。虽说延庆离京城也不过100余里，但除了3年一次的进京数之外，李家人也只有骆红俊出生的时候来过一次。过完年，骆红俊都12了。田氏这辈子只生了李元亮和李氏兄妹2人。李老爷子在世时也做到了4品官，遗憾的是到死也没熬成京官。李元亮也算是填补了父亲遗憾。李家倒是还有2个庶子，只是老爷子一死，庶子就张罗分了家，如今还都在延庆。所以此次进京的只有田氏和长子一家。李元亮有一妻4妾，其中有2个妾室没生养。李元亮的夫人也就是刘氏，以刚到京城没有住处为由，将他们都留在了延庆。老夫人先是见了李家的几个孩子，3嫡2庶，2子3女。见面礼是2个嫡出的少爷，每人一套上等的文房4宝，3个女孩每人一套赤金的头饰。唯一的嫡女李新月又单独赠了她一只红宝石翡翠玉簪，并加一副玉镯。李氏和曹氏也都分别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男孩是玉佩，女孩也是首饰，表面上一视同仁。几个孩子磕头谢恩。李新月得意地看了一眼2个庶妹手上的东西，轻蔑地别开了视线。轮到骆家，骆冉带着弟弟妹妹们给田氏和刘氏行礼问安。刘氏看了眼前大大小小8、9个孩子，这还不加曹氏肚子里没出生的那个，顿时后悔自己生少了，干笑2声，朝着坐在上首的老夫人和身旁的小姑子笑道：“哎呦呦，不愧是侯府，这人丁都比咱们旺盛。”李氏自然了解这个嫂子的意思，无非是心疼银子罢了，没搭话。田氏瞪了儿媳一眼，笑着倒对老夫人道：“人丁旺盛好，多子多福，妹妹你有福啊。”接着便给孩子们见面礼，男孩的也是文房4宝，只是成色跟老夫人的比不了。女孩子们也是一套首饰，只不过金子是镂空的，不过样式倒还是新颖。又单独给骆冉、骆如雪和骆如珍姐妹3人每人一只实心的金镯子，分量不轻。到了刘氏这里，刘氏拉着骆冉和骆如雪的手一阵夸奖：“啧，看看京城的水土就是养人，看看冉儿和雪儿这皮肤，嫩得一掐就出水似的。舅母过奖了。”骆冉不着痕迹地抽回手，行了一礼。骆如雪也不喜欢这个眼皮子有些浅的舅母，强挤出点笑容。被冷落了，刘氏也不在意，回身接过丫鬟手里的东西，亲昵地给骆冉和骆如雪带上：“这是舅母的一片心意，你们好好带着，赶明儿舅母有好东西，肯定还想着你们。”然后又分别送给骆如蝶、骆如珍，还有6岁的骆如轩。骆冉看也没看手上的镯子，礼貌地俯身致谢。骆如雪的脸上则很难看，就连伪装的笑容都懒得露。骆如珍年龄小，又是个炮仗脾气，当场睁大了眼睛，不禁道：“没了。”刘氏似乎也没理解，一愣：“什么没了？”9岁的骆如珍伸出自己的小手腕晃了晃，一根还没筷子粗，做工又很粗糙的银镯，跟她原本那只绞丝钳着红宝石的金镯形成鲜明对比。刘氏尴尬的笑笑：“我们小地方来的，不比你们京城侯府。4姑娘可以去我们那打听打听，就这银镯子，可是普通人家1年的嚼用呢。”娘家人不长脸，一旁的李氏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委屈地看着母亲。骆老夫人垂下眼帘，轻咳了咳，
四丫头，这几日你母亲身子重，你暂时留在院子里照顾你母亲吧。骆如真并不害怕，不让她来，她还不稀罕来呢。转身回到曹氏身边，扯下手上的镯子就扔给身边的丫鬟，赏你了。第45章，表姐妹。屋子里的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刘氏低着头坐在那里，假装没看见婆婆的脸色。她才不管呢，谁爱打肿脸充胖子谁去，有那些银子她还要留着置办个好点的宅子呢。老夫人为了缓解气氛，刚要开口，嫂子，就见洛冉站了起来，祖母救祖母。老夫人看向她，冉儿是有什么话要说吗？洛冉点点头，命右卿将东西拿上来，满满一棋盘，单单这么一看，每一件都成色上好。爹爹今早临走前说皇上有事，他可能回来的稍晚一些，让冉儿代替他给表哥表姐表妹们准备了一份礼物，礼物不重，全代表爹爹和冉儿的一片心意。虽然那是自己的娘家，可娘家人不争气，老夫人心里也不舒服。更何况在她心里，侄子侄女再好也比不过自己亲生儿子，侄孙女更是没法跟亲孙女比。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既然你有这份心意，那便去吧。洛冉点头，让右卿端着棋盘从李家子弟间一个个走过，他站在右卿身后，缓缓道：事先也不知道表哥表姐妹们喜欢什么，于是便每样都准备了些，大家看着自己的心意挑吧。李家长子李玉堂今年18岁，科举考了几年也没考中，别的没学会，风流才子那一套却信手拈来。大冬天的，手持一把折扇，唰的打开摇了2下，又合上抱拳，多谢表妹，表妹客气了。右卿站在小姐前方，扇子带起来的风整个落在她的脸上，尽管今日人多，屋子里也暖和，可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洛冉半垂着头，疏离的笑笑，表哥客气。李玉堂又看了他一眼，这个表妹身子窈窕，肌肤赛雪，尤其是声音，或许是从小长在江南的缘故，吴侬软语简直软到了人的心坎里。他还有意再多说2句，右卿已经不耐烦地端着棋盘要离开，李玉堂赶忙随手拿了一个东西，定睛一看，是一支青玉郎毫笔，虽然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也是一件出彩的礼物。李玉堂拿着笔，自以为风流倜傥地念了一句：笔有千钧力，莫传千古情。表妹果然有眼光，表哥过奖。洛冉又淡淡地回了一句，示意右卿继续。二公子李玉仁拿了一方砚，倒没像兄长一样中规中矩地道了些。到了李新月时，他的眼睛简直看不过来，既喜欢那个喜鹊缠枝的宝石金簪，又喜欢清新素雅的玉钗，看着那对比指甲还大的珍珠耳坠，也有些移不开视线。李新月抚了抚鬓间碎发，故作羞赧道：让表妹破费了，倒是不好意思。李新月过完年16岁，比洛冉大1岁，本来到了说亲的年纪，可刘氏老早听丈夫念叨过有可能调入京城，刘氏为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硬是拖到了现在还没定亲。洛冉笑笑，回忆与李玉堂同样的话，表姐客气。李新月一双单眼皮的眼睛转了转，开玩笑般道：刚刚表妹也没说清楚，每人可以选几样啊？洛冉不紧不慢，表姐看上的尽管挑，就是不拘数量。李新月眼睛一亮，若不是今日是第一次见面，旁边还有那么多人，她恨不得把整个盘子都抱在怀里，但还是矜持了一下。既然表妹如此盛情，表姐不选倒是不给表妹面子了。洛冉，表姐随意。李新月这才伸出手，毫不犹豫地拿起那只金簪玉钗还有珍珠耳坠，想了想，又选了个琉璃珠链和金镶紫英的坠子，这才罢休。而站在她下面的2个庶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终于见右卿过来，刚要伸手，怯怯地看了洛冉一眼。洛冉笑笑：2位表妹不用客气，都是你们的了。谢谢表姐，谢谢表姐。李新华和李新荣相视一眼，高兴地道谢。单单这个表姐送的就比过年时的首饰好多了，再加上老夫人和李氏的，2人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京城。洛如雪觉得舅母和表姐妹们有些丢脸，声称不舒服，早早地回自己院子了，连午饭都没陪2位老夫人。李氏也带着大家下去休息，等到晚上大家再聚一起用晚饭。回到宁香院，右卿实在忍不住道：这李家都是什么人啊？这点东西那个李夫人也好意思拿得出手，咱们小姐赏给下人的都比她那个好上好几倍。还有那几位小姐一见了那些首饰，眼珠子差点都掉出来了。春雨从小生活在市井，这些她最清楚，笑道：右卿姐姐你也别生气，还不都是出身到的，如果一出生都是富贵之家，想必他们也不会这样。右卿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解释：我也不是那意思，咱们都出身不好，难不成还都学那等眼皮子浅的？春雨道：所以啊，咱们才这么幸运在小姐身边伺候。你想想，万一你托生成李家小姐身边的丫鬟，可有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右卿点点头，那倒是。忽然又有些同情李家那2个庶女，虽然身上的衣裳看着都是新的，可那料子和样式一看就是几年前的，再跟李新月对比，可见李夫人也不是个大方的人。
洛然打断两人的话，对春雨道：“明日让幼卿和子服守着院子，你跟紫竹与我出去一趟。另外，我还有事交代给你。”两人应下，各去忙了。而梧桐院，洛如雪都气哭了：“娘，您看看今天舅母那个小气巴巴的样子，还有表姐和那两个庶女，真是给外祖母丢尽了脸。”李氏也生气，但总觉着哪怕是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她也不想说自己娘家的不是。末了劝道：“你不喜欢不看就是，好了，别生气了。后日就是你吉吉里了，去再看一遍衣裳首饰，别到时候出了岔子。”洛如雪愤愤地抿着唇，忽然道：“对了，娘，你不是说我舅母有个表妹要来吗？今日怎么没看见？”李氏晦气地叹了口气，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你舅母说昨晚今早临出发前吃坏了东西，休息几日，过2日你大表哥再去接她。洛如雪最后还是没忍住，临走前道：“娘，您可得看好她，别到时候掉了链子。我可不想再看见洛冉像今日那样出风头了。”李氏不耐烦道：“知道了知道了，你快走吧。”洛如雪这才回了自己的院子。第46章吉吉礼。第2日一早，洛然请安后，又跟老夫人打过招呼，便带着春雨和紫竹上街。出来的时候，李新月还暗示了几句，似乎想要跟着。洛然假装没听出来，直接从他面前走过，惹得李新月低声哼了一句：“有什么好得意的？有你求着我的时候。”他身边的小丫鬟杏儿不减：“小姐，他可是侯爷唯一千金，怎么还会有求到咱们的时候？”李新月得意地笑了一下，他可是听到母亲和祖母的话了，到时候别说那几件首饰，没准铺子都是他的呢。洛冉并不知道李新月心里想什么，出了门直奔京城最有名的衣裳铺子锦绣堂。锦绣堂里的绣娘据说是花了重金从江南请来的，绣工好，款式新颖，很得京城夫人小姐们的喜欢，也因此一难求。1个月多前，洛冉就拿着他画的衣裳样子过来，单独见了绣娘，也不知说了什么，竟让绣娘破例为他赶制一套衣裳。今天是约定好取衣裳的日子。店小二眼睛间，洛冉进门刚摘下帷帽就被认出来，笑着迎接：“姑娘来了，快里面请，素娘等着您呢。”洛冉将紫竹留在外面，带着春雨去了里面。绣娘名唤素娘，看见洛冉就迫不及待地道：“姑娘果然好眼光，上次我按照你说的做了几件衣裳，果然很受欢迎。”洛冉笑着道：“受欢迎便好，你有银子拿，也不算白帮了我一次。上辈子虽然居在晋国公府内宅，但京里流行什么，他却一清二楚。因为傅世恒的妹妹与洛如雪，经常一身华丽的出现在自己面前，话里话外都是炫耀。他也不过是按照记忆中的样子，随便画了2件过2年流行的款式，就让素娘答应给他赶制2件衣裳。素娘拿出做好的衣裳放在洛冉面前：“姑娘看看，可是你想要的样子？不合身的话，现在改也来得及。”洛冉点点头，手轻轻抚摸着桌子上衣裳。初合红色的衣裙用上等的金缕缎制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乎都能想象出一个刚刚及笄的少女行走于刚刚放出新绿的花园，微风拂过，衣摆轻轻飘起，如同一朵绽放的红莲，散发着婉约的光彩，仿佛是花中仙子。“春雨，你穿上试试。”洛冉轻轻开口。春雨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刚要说什么，马上咽了回去，道：“是，小姐。”拿着衣裳走到屏风后，开始换起来。素娘也愣了一下，这种料子很是昂贵，非一般人家能用得起。虽然她知道眼前这个姑娘看起来非富即贵，可就算王府里的丫鬟，也没听说过能穿这种料子的衣裳啊。不过做生意之人必须嘴严。没一会儿，春雨很快出来。春雨年纪小，虽然瘦弱，但个子还算高挑，衣裙除了腰有些肥之外，其他地方倒是正好。洛冉围着她转了一圈，满意地点点头：“很好，一会儿将腰身稍微改改就好了。”素娘也道：“这个没问题，一会儿功夫的事，姑娘坐下喝盏茶，奴家这就去改。”春雨又回去将衣裳换下，素娘拿去改了。洛冉坐在喝茶，道：“你想问什么，便问吧。”春雨摇摇头：“小姐，奴婢没什么想问的，您让奴婢做什么，奴婢就做什么。”洛冉点头，但还是解释了一句：“明日二小姐的衣裙跟你这个有些相似。”春雨脊背不自觉地挺直，小脸严肃：“小姐放心，你只要告诉奴婢怎么做，奴婢保证完成。”说实话，虽然他刚来小姐身边没多久，可早就看那个二小姐不顺眼了。明明一大家子人都吃着侯爷用着侯爷的，反过来却总是侯爷唯一的千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衣裙改完，洛冉也没在外面停留，带着春雨和紫竹便回去了。只是洛冉不知，他前脚刚走，一个高大的身影就进了锦绣堂。店小二刚要开口，一看见来人，立马转身去叫掌柜的。3月初2，冠军侯府二小姐吉吉。虽然不是冠军侯的亲闺女，但京城里这些人哪个不是人精？只可惜洛家大小姐正月初6吉吉礼的时候，正好赶上年节，侯府并没有大办，这一次大家可不能错过了。还有一点就是，前2日田氏和李氏也不知怎么说服了老夫人，说李家刚进京，人脉还不算熟悉，
不如趁着这次给各个府里都下了帖子，也算为李元亮以后的仕途牵线搭桥。这种事老夫人倒是也没计较。所以这一天，冠军侯府门前车水马龙，以往几十年似乎都没这么热闹过。李氏笑的脸都僵了，仍游刃有余地行走于各个夫人之间。洛如雪一身金缕缎衣裙刚一出场，立刻引来一片恭维羡慕的声音。洛如雪如一只骄傲的孔雀，施舍般的站在洛冉跟前：“大姐姐，今日这些小姐跟我关系都很好，你若想认识谁，妹妹可以替你引荐。”相比洛如雪，洛冉今日的衣裙着实素雅了些，一身胭脂血色裙装，上面只绣着星星点点不知名的小花，头上也只戴了一只金蕾丝红珊瑚步摇，加一只碧水绿的玉簪，耳朵上戴着与步摇同色的红珊瑚耳坠，雕刻成小鱼儿的形状，随着走动轻轻摇摆。此时，小鱼儿安安静静地垂在粉嫩的耳垂下，好像睡着了。多谢妹妹好意，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就不用惦记我了。洛冉淡淡地道。洛如雪也不是真想帮他，不过是想跟他炫耀一下罢了，客气一下后就离开了。走了一圈，洛如雪终于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抿唇羞赧的一笑，对身边的丫鬟道：“你在这里守着，万一有人找我，就说我不舒服，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提着裙摆跑向假山。世恒哥哥，洛如雪刚唤了一声，双唇便被堵住。不一会儿，山洞里传来一阵粗重的呼吸声。雪儿妹妹，你不是说你急急就把自己交给我吗？哥哥想死你了。傅世恒一边扯着洛如雪的衣裙，一边倒出功夫，气喘吁吁道。洛如雪也被撩拨得浑身发软，还不忘嘱咐道：“世恒哥哥放心，雪儿也想你了。你当心别把我裙子弄坏了，一会儿行礼的时候还要穿呢。”“好，哥哥小心些便是。你别怕，让哥哥好好疼你。”一阵窸窸窣窣过后，很快响起了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与山洞一旦之隔的另一边，洛然眼睛都红了，死死咬着唇看着头顶的男人。第47章，傻丫头，不会换气吗？傅金安故意压低了头，微微弯着腰，从后面看，好像将洛然整个抱在了怀里，严严实实。若是不想让他们发现，就乖乖的别出声。昨日洛冉从锦绣堂离开后，长影便随后而至，不一会儿又出来，手里还拿着洛冉取走的衣裙样式。傅金安拿在手里看了看，嘴角露出一抹愉悦，去跟锦绣堂的人说，以后若想活命，这件衣裳的事情让他们最好忘记。长影道：“是，属下已经交代过了。”所以今日傅金安看见洛如雪身上的衣裙时，便跟了过来。谁知道还真有一场活挨春挨功。洛冉眼角鼻尖都被气得红红的，死死地咬着粉唇。这个人还能不能再不要点脸？明明是他自己跟过来的，现在反过来威胁自己。生气归生气，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被人发现，否则亲事或许可退，但今日客人太多，父亲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洛冉拼命地往后靠，尽量拉开与眼前这人的距离。谁知道他往后退一寸，男人的身体就往前挪一寸。洛冉此时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纸片人，可还是不可避免地与这人紧紧贴在一起。洛冉抬头怒目地看他，下颌微微示意他身后，想让他往后一些，可一不小心唇瓣碰上男人的喉结。傅金安身体一僵，竟然真的往后分开一些，可洛冉还是清晰地感受到了男人的变化，闭着眼别过头，不敢再惹他。此时隔壁的声音清晰地通过石头传过来，傅世恒压抑着声音问：“雪儿，欢喜吗？”洛如雪眼神迷离，低吟一声压过一声：“世子爷神勇威武，雪儿钦佩。”洛冉实在没想到，平日看起来那么清纯的妹妹，竟也有这样的一面。她死死地咬着下唇，想抬手捂住耳朵，谁知两人的距离实在太近，抬手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哪里了，只听头顶上方传来一声闷哼。隔壁的动静忽然小了下来，是洛如雪有些紧张的声音：“世恒哥哥，你刚刚听没听到什么声音？”傅世恒正在兴头上，被他冷不丁打断，微微有些不悦，耐着心亲亲他的小嘴。雪儿这个时候还分心，也可生气了。洛如雪终于不再分心，忙转头去哄。另一边，洛冉轻轻松口气的同时，身体更加紧绷，实在是某处实在太过明显，他想忽略都难。一开始傅金安也感到有些尴尬，他没想到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自制力这么经不住诱惑。只是他是什么性子，随心所欲惯了，更不想委屈自己。想想面前的小女人，反正都怀了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加上隔壁旁若无人的话语，傅金安缓缓低下了头，朝着那处压了下去。小女人的唇粉嘟嘟的，他一早就注意到了，也曾想过吃在嘴里是什么滋味。今天终于尝到了，似乎比他想象中更甜、更软、更美味。洛冉不可思议地睁大了眼睛，不明白这人怎么好端端的就亲上了。一双小手抗拒着推他，奈何男女力量悬殊，加上隔壁还有人，他根本就不敢用力。反观傅金安，似乎越品尝越觉得美味，渐渐有些不满足与浅尝辄止，灵巧地敲开他的背齿，更加肆无忌惮。眼看着洛冉小脸憋得通红，傅金安终于好心停下来，
帮他渡了一口气，坏笑：“傻丫头，不会换气吗？”说完又低头品尝，大手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隔壁的声音终于安静下来，然后是窸窸窣窣穿衣裳的动静，直到人走远了，洛冉忽然抬起手，啪的一声，不止傅金安愣住了，洛冉也有些后怕，但还是强鼓起勇气骂道：“你无耻，下流！”背过身去整理散开的衣襟，只是不知道是怕的还是气的，整个人都在颤抖，带子怎么也系不上。傅金安舌尖轻轻扫过嘴角，抬手摸上被打得微微泛红的脸颊，视线扫过那不盈一握的细腰，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好脾气地道：“好了，别气了，过来，我帮你。”洛冉死死咬着红肿的唇，没理他，继续低头跟衣襟的带子较劲。傅金安没办法，只好扳着他的肩膀将他转过来，在洛冉刚要说话的时候开口：“如果不想别人知道，就乖乖的。”不得不说，现在也就这种威胁的话对洛冉还算管用。小女人终于安静了，傅金安好心情地捏起她衣襟上的带子，仔细看着。见她不动，洛冉压低了声音道：“你到底会不会？”傅金安挑眉：“还有爷不会的。”说着，只见他修长的手指翻飞，很快系了一个很漂亮的结，末了还后退一步欣赏一下，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最后又帮洛冉整理好衣裙，大手捏捏她的脸颊，宠溺道：“这才乖。”洛冉见衣裳已经整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提着裙摆跑出假山。傅金安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腰腹，嗤笑了一声：“你个没用的东西。”待到身体平复，傅金安才缓缓走出山洞，没事人般闲庭信步。洛冉一口气跑到亭子里，缓了好一阵，才终于平复。“小姐，您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前一世，洛冉根本就没发现洛如雪与傅世恒的苟且，天真的相信二婶的话，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妹。啊，谁家的亲兄妹能滚到一张床上去？所以这一世，他早早的就定做了一套与洛如雪今日身上相仿的衣裳，想趁机把傅世恒引到一旁，让爹爹看清这人的真面目。谁知两个人竟这么不要脸，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外面。难怪上一世他洛如雪每次看见自己，都是那副高高在上用怜悯的眼神看自己。不过这样也好，他更有把握今日退掉这门亲事。只是刚刚那人，算了，不想这么多。没事，我就是有些累了。走吧，前头该开始了。洛冉来到前厅的时候，果然看见洛如雪又风风光光地站在人群中。仔细看，她的唇瓣还微微肿着，眼角带着水润，脸蛋比擦了粉还要诱人。又想起自己，仿佛现在口中还残存着那人的味道。第48章败露。洛冉一进来，洛如雪立刻过来，亲昵地挽上她的胳膊：“姐姐，你去哪里了呀？我到处找你呢，快点，我的吉吉里马上就开始了。”洛冉不着痕迹地抽回手，淡淡道：“我一直就在这里，你快过去吧，别耽搁了时辰。”洛如雪这才高兴地离开，临走之前又深深看了洛冉一眼，故意当着大家的面道：“姐姐，刚刚世子哥哥还在找你呢。”洛冉没说话，余光看见一抹不善的眼神，不用看也知道是谁，是傅世恒的亲妹妹傅明珠。上一世他就不喜欢自己，成亲之前话都懒得跟自己说一句，成亲之后倒是总跟在洛如雪身边，想尽办法让她难堪。这一世他既然不打算嫁入傅家，更懒得理会她，悄悄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站定。只是他想安静，有些人却不想如他的意。鼻尖忽然飘过一阵腥膻的味道，洛冉忍不住有些想吐，忙拿起帕子捂住唇鼻，味道挡住了，这才感觉到好些，转头向旁边看去。傅世恒低头看了他一眼，女孩肌肤细腻，眉眼精致，单看相貌确实比洛如雪胜出不少。再看她身体玲珑有致，该丰的丰，该细的细，端看那双兔就比洛如雪的要巍峨不少，想必握在手中该是何等销魂。这么想着，刚刚发泄过后的他又感觉到身体有些燥热。洛冉突然看明白他眼中的神色，终于忍不住捂着帕子跑出去，蹲在角落里一阵干呕。一盆冷水泼下来，傅世恒燥热的身体瞬间冷却，黑着一张脸走到洛冉旁边，语气不善：“我就这么让你恶心？”洛冉现在根本没心思理他，恶心的感觉一阵接着一阵，吐得他差点晕过去，有气无力的挥手：“求你能离我远点吗？”哦。春雨一手端着茶水，一手替洛冉拍着后背，也不满地看着傅世恒：“世子爷，难道您没看见我家小姐不舒服吗？请您站得远一点好不好？”紫竹上前挡在洛冉前面，颇有一种傅世恒再不离开他就动手的架势。傅世恒简直被气得七窍生烟，碍于场合又什么都不能做，只好甩袖离开，临走还放下狠话：“洛冉，我本想与你好好说话，是你不知好歹，多谢世子抬举，可惜小女子无福消受。”洛冉忍着不适回道。直到那个身影走远了，又喝了满满一杯茶水，洛冉这才感觉好多了。家祭礼结束，便到了开席的时候。李元亮跟在洛德运身后很是风光，内院刘氏也不像刚到京城那日上不得台面，相反
却跟那些夫人小姐都相处得很是融洽。宴席行进一半，洛冉见洛如雪又悄悄离席，便给紫竹使了个眼色，紫竹无声退下。后花园中，洛如雪转了一圈，问身边的丫鬟：“大姐姐今日真的与世恒哥哥吵架了？”小丫鬟点点头：“是的，奴婢亲耳听大小姐身边的春雨跟幼卿说的。你去告诉世恒哥哥身边的小厮，就说我在后花园等他。”洛如雪道。小丫鬟点头离开。表妹，你怎么在这里？李新月见今日客人多，特意准备了2套衣裳，这会儿正打算回去换，见到洛如雪非拉着她让帮忙配个簪子，洛如雪甩不开，只好抓了正好路过的一个小丫鬟，让她去寻自己的丫鬟。傅世恒听到洛如雪找他，正巧在洛冉那受的气还没消，想着再来一次发泄，便起身离席。只是没等到后花园，忽然看见洛如雪的身影一闪而过，刚想开口唤，又怕引来旁的人，只好抬步跟上。眼看着洛如雪的步子越来越快，傅世恒还想快步上前拦住他，不知不觉便来到冠军侯府东院一处竹林，竹林深处隐约可见精致的竹楼。傅世恒勾唇一笑，反而不急了，放缓步子，慢慢跟上去。走进竹楼，只见一抹出褐色的衣角掩映在青竹与楼角的后面，好像一只怕生的小兔子。傅世恒顿时兴致大发，走过去距离不足丈远的地方站定，双手微微合拢，做扑状，笑道：“雪儿妹妹，你藏好了吗？世恒哥哥来了哦。”洛如雪似乎颤了一下，衣角消失又出现。傅世恒故意跺了一下脚：“哥哥来了哦。”花丫头，我不是刚刚疼爱过你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想了？洛如雪这回出声了，但只是细若蚊蝇的嗯了一声。虽然只有1个字，傅世恒却浑身难耐，也没了性子再跟他玩闹，二话不说扑了上去，一边从背后扒着洛如雪的衣裙，嘴还不停地往其脖梗里拱：“好妹妹，是不是那里又痒了？快让哥哥给你挠挠。你是不是也觉得刚刚不过瘾，所以又找了这么清静的地？这个地方甚好，雪儿你快回头看看，看看是哥哥的玉杵棒还是旁边的竹子状。雪儿你别忍着呀，这里没人听见，想叫就叫，你越叫哥哥越喜欢。”哐当一声巨响，吓得傅世恒手一紧，差点把自己的命根子弄断。刚要开口骂，就见怀里的人突然一个大力把自己推开，跌跌撞撞跑到门口，膝盖跪地发出一声闷响，让傅世恒都忍不住皱了一下眉。“侯爷，请您为奴婢做主啊，奴婢不想活了。”说着，春雨就朝旁边的柱子撞去。幸好晋国公正出来，被春雨结结实实撞了一下，向后趔趄2步才堪堪站稳。春雨转头又朝另一边撞去，落得晕虎着脸，一伸手就将春雨拦了下来，扔在地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给本侯好好说，胆敢有一个字说谎，本侯剁了你喂狗。”春雨哆嗦着身体，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道：“国公爷，侯爷，你们要给奴婢做主啊。”晋国公被撞得刚缓过劲，听到这句话，又失望地看向傅世恒：“父亲。”傅世恒忍不住惊讶道：“看见骆德运的时候，他已经够害怕的了，再看见父亲，傅世恒都忘了自己子孙跟差点受伤，慌忙上来：‘骆叔父，父亲，你们听我解释。’第49章，她只能嫁给傅家。”春雨抬头看了一眼竹楼，见里面再无别人，赶忙抢过话，悲怆道：“侯爷，刚刚大小姐担心您喝多了，便让奴婢过来看看。可是奴婢也不知道世子爷为什么一直跟着奴婢，奴婢害怕就使劲跑，可世子爷还穷追不舍。刚刚，似乎说到难以启齿的地方，春雨犹豫了一下才道：“刚刚世子爷抓着奴婢就不放，一边喊奴婢雪儿，还一边脱奴婢的衣裳。侯爷，奴婢没法活了，请您为奴婢做主。”侯爷，他说谎，分明是他勾引我。对，他趁着我酒醉，故意将我引到此处，企图勾引我。傅世恒似乎终于找到理由，指着春雨道：“还想上前去抓春雨的衣领。”混账！骆德运上前一脚将其踢开。武将的脚用尽全力能踢死一只大虫。那日踢骆红俊，他只是用了2成功力，骆红俊躺了将近1个月才能下地走动。刚刚那一脚，他也只是稍微收敛了一下。傅世恒已经躺在10几米的地方，说不出话来。也幸亏他平时也练过一些，否则肯定一命呜呼。骆兄，晋国公傅毅上前道：“好了，你气也出了，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骆德运回头冷冷地看着傅毅，道：“好好说，刚才那个畜生说什么？难道你在屋里子没听清楚？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吗？”傅毅老脸一红，想起儿子那些话，他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也没敢去扶傅世恒，赶忙劝骆德运，厚着脸皮道：“都是孩子，一时闹着玩也是有的。”骆德运气的眼睛瞪如铜铃，指着傅世恒衣衫不整的下摆道：“闹着玩有脱衣裳的。”不耐烦的一挥手：“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明日就退亲。你若不同意，我宁可不要这张脸，也要闹到皇上跟前，
让他给评评理。说完，大步下了台阶，走出2步，回头朝春雨吼道：“你还愣着干什么？看本侯怎么修理你！”走出竹林，骆德运脸上的怒气瞬间消失不见，看了一眼低头跟在身后的春雨，淡声道：“你家小姐的主意。”春雨点点头，又赶忙摇头，抬头偷去了侯爷一眼，见他真的没生气，这才小心翼翼道：“小姐只让奴婢把人引过来，说2句话就行。可是，你自己又自作主张加了许多。”骆德运嗤了一声。春雨低头揪着衣摆，奴婢也是怕晋国工人老耳聋听不清楚，到时候不认账，小姐岂不是白费力气了吗？骆德运差点被他逗笑了，但仍板着脸道：“你是好意，可你知道不知道，哪怕今日没有发生什么，传出去你的名声也毁了。”春雨抬起头，认真道：“奴婢不怕，只要小姐好，奴婢连命都不怕，才不会在乎名声什么。”骆德运赞赏地点点头：“记住你今日说的话。”是。春雨大声道。骆德运走后，傅士恒终于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话没说完，被傅毅一巴掌打过来，顿时脑子嗡嗡作响。傅毅指着他的鼻子，恨铁不成钢地骂道：“我跟你说过多少回，就算你不喜欢洛染，也要把人娶回来。只要人娶回来，随便你怎么玩，我都不会管你。可你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是不是？还有，你说你玩谁不好？大不了洛染过门后一顶小轿抬回去，你却非要碰他的堂妹。好人家谁能干出把2个女儿嫁给一个男人的事？”傅士恒此时也知道怕了，小声问：“父亲，那现在怎么办？”傅毅叹了口气：“能怎么办？这场亲事只能作罢。真闹到皇上那里，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傅士恒皱眉：“可是您不是说……”傅毅抬手制止，看了周围一圈，淡淡地道：“我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你不行，换人就是。她只能嫁给傅家。”傅士恒看着父亲阴沉的脸，终于没敢再开口。竹林后面山坡上，一座凉亭中站着2个人，从那里看向这边，只能看见人影，却听不清说什么。但这并不妨碍傅金安知道这些人刚刚的说话内容。陆九晨轻笑一声：“这就是你那只小野猫亮出的爪子，虽然粗劣了些，但也还算好用。起码骆家的面子保住了，亲也退了。”显然，京中出了名的纨绔竟也懂唇语，传出去肯定会惊掉一群人的下巴。当然，除了身边亲近的几个人，不会有人知道。傅金安手指轻捻，看着不远处的假山，傅士恒与落如雪行事的地方。第一次，傅金安是身中媚毒不得已；第2次是不小心撞见他再缠束腰。即使也觉得少女的胴体很美，但却没什么想法。今日却不同，身体竟然不受自己控制，这一点让他有些不悦。陆九晨却不知道这些，以为他还在想刚刚傅毅的话，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忽然道：“不对啊，刚刚傅毅那老家伙最后一句说什么？换人？换谁？你吗？为什么傅家一定要娶骆德运的女儿？”这句话傅金安也听到了，摇摇头，没说话。陆九晨猜测道：“会不会是傅毅也看上了骆家的兵权？毕竟按照如今晋国公府的现状，如此下去，不出2代也就完了。你指望不上，他肯定是迫不及待的要给傅家找一个牢靠的靠山。”傅金安淡淡地道：“或许吧。”陆九晨转过头，狐疑的看他，忽然道：“不对啊，刚刚傅毅最后那句话明明是算计你的，你怎么想？不会是真要娶那个丫头吧？”傅金安指尖微动，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细腻的触感，忽然轻轻一笑，看着陆九晨道：“有何不可？”说完转身下山。陆九晨愣在原地，几息后忽然反应过来，快步追上去，攀着他的肩膀嚷嚷：“喂，你跟我说说，你刚那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有何不可？你当初说什么水军战略图，是不是诓我的？”你话还没说完，就被长影拦了下来。陆九晨朝着前面的背影一蹦3尺高：“喂，你能不能把话说全了？说半截话会憋死人的。”长影叹了口气：“小王爷，你何时见过大人不想说的话，别人还能问出来的？”陆九晨停止蹦跶，瞪了长影一眼：“也就你们把他惯的，看他拽的那个样，本王现在就告诉你，有你们大人哭的那天。”长影不信，但也没反驳。第50章烫伤。小姐，侯爷带着春雨往宁福院去了。紫竹附在洛然耳边轻声道。洛然点点头：“春雨呢？还好吗？”紫竹想了想才点头。洛然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准备起身。只是刚起身的时候，身后路过的小丫鬟手上的茶壶忽然一歪，一壶滚烫的茶水扑面而来。“小姐，小心！”2道惊呼同时响起，紫竹本能地抱住洛然转了个身，只是他后背并没有传来想象中的刺痛，还以为自己穿的厚的原因，回过头才发现一个女子捂着发红的手，浑身颤抖，而茶壶却被他挥到了一旁。洛然忙推开紫竹，抓起那位姑娘的手大喊：“紫竹，
去找个盆来。春雨不在，他身边只有紫竹一个。紫竹犹豫了一下，洛冉瞬间明白，道：算了，你让别人去找大夫，你把那只茶壶带着。又问这个替自己挡了茶壶的姑娘：这位姐姐，你还能走吗？袁淑仪忍着手上火烧般的疼痛，闭着眼点点头。洛冉扶着她的胳膊道：姐姐别怕，你忍着点。周围的人也纷纷起身跟着询问。洛冉看着严严实实的一圈人，忍不住道：麻烦大家让一下。人群这才散开一条路。洛冉扶着袁淑仪来到不远处湖边，让紫竹下去用茶壶打上来一壶水。3月的湖水虽然没有结冰，可也冰冰凉。洛冉将帕子整个塞进茶壶，浸湿了再取出来，附在袁淑仪的手上，问：姐姐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些？冰凉的湖水缓解了烫伤，顿时就没那么疼了。袁淑仪刚要致谢，洛冉摇头：姐姐是为了救我，该说谢谢的是我。嘴上说着，手上动作却不停。紫竹将一块帕子打湿递过来，洛冉再将原来的换下来，如此往复，袁淑仪的手终于没那么红了。周围人见状纷纷夸赞。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切，你到底懂不懂啊？女子最怕冰，这湖水这么凉，你到底是想救人还是害人啊？洛冉抬头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傅明珠站在人群前面，阴阳怪气道。洛冉看看这冰凉的湖水，想起来上一世方氏和傅明珠母女就是搓磨自己的，经常在自己奉茶时故意打翻茶水，又迟迟不给他请大夫。后来还是偶然一次，一个老郎中见他手上无法消灭的烫伤，这才告诉他这个法子。洛冉没理会傅明珠，注意力都在袁淑仪的手上，幸好及时，没有起水泡。大夫很快来了，洛冉命人将袁淑仪带到客房。李师又重新招呼大家入座，不满地看了一眼洛冉，道：冉儿，不是二婶说你都这么大了，我就离开这么一会儿，你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洛冉站在原地淡淡地看着李氏，没说话。李氏是故意当着大家伙的面想让洛冉难堪，可洛冉一副淡然的样子，倒让他有些心虚。幸好旁边的夫人劝着：算了算了，也不怪洛大姑娘，也是端茶的丫鬟不小心。傅明珠冷笑一声：主子是主子，丫鬟是丫鬟，丫鬟没规矩，难道主子也没规矩吗？李氏瞪了洛冉一眼：好了，你还站在这干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袁姑娘？你二婶！洛冉忽然出声，吓了李氏一跳。只是洛冉没再看他，而是转身走到傅明珠身边，居高临下的盯着他。几息后，傅明珠被看得浑身不自在，皱着眉道：你这么看我做什么？冉儿，不得无礼！李氏又说了一声，刚要伸手去拉洛冉，被他侧身躲开，接着便拿起旁边的茶壶悬在傅明珠的脑袋上方。你想干什么？傅明珠因为害怕，声音都有些变了。李氏在一旁更是被洛冉刚刚那一眼吓得够呛，仿佛只要自己再多说一句话，那滚烫的热水就会倒在自己脸上一样。洛冉眼帘轻合，笑得有些讽刺，原来傅姑娘也有怕的时候啊。既然害怕，以后就把脚放好一些，别谁不小心给你踩断了，可就不好了。接着放下茶壶，倒了半杯茶推到傅明珠眼前，温柔道：让傅姑娘受惊了，这杯茶就当我敬你，敬傅姑娘千万别有让我抓到证据的那一天，否则可就不是一壶热茶这么简单的了。你好大的胆子！傅明珠转头看向李氏：这就是你们洛家的待客之道吗？我一定会让我母亲进宫跟贵妃娘娘说。说什么啊？一直在不远处不说话的王氏忽然笑着走过来，亲昵地摸摸洛冉的头，看着傅明珠道：大家都知道贵妃娘娘是国公夫人表妹，可也不能什么事都麻烦娘娘。又转头看向李氏，态度有些冷：洛二夫人也真是的，我在一旁都看了多久了，你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数落我冉儿的不是。先不说我家冉儿没做错什么，就算做错了，还有他祖母爹爹教育，再不济还有我们家老夫人。二夫人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故意抹黑我家冉儿呢。在座的夫人一听，可不就是吗？刚刚那一幕很多人都看在眼里，确实是小丫鬟走路不小心，差点烫着了洛家大姑娘。若不是袁家那个姑娘用手挡了一下，非得毁容不可。就算这样，洛家大姑娘丝毫没乱了阵脚，还第一时间处理了烫伤。没听那位大夫说吗？若不是处理的及时，袁姑娘那只手可就废了。这么一想，大家看向李氏的眼神便变得耐人寻味起来。谁都知道冠军侯没带女儿回京的时候，这个二夫人可是一直以侯府女主人自居，出席各个府上的宴请。如今侯爷带着亲生女儿回来了，以冠军侯如今受皇上爱戴的程度，加上他本身也长得魁梧俊朗，娶个继室那是早晚的事。这个时候，李氏肯定是变着法的压制大房的人。在座的都是各个府上的当家主母，后宅这点心思和手段哪个不是门清？稍一想便明白了。李氏的脸变得很难看。第51章，苟且之事。洛冉没去管李氏，亲昵地挽着王氏的手：舅母，
您刚刚去哪里了？冉儿还想去找您呢。王氏拍拍他的手，解释：家中有点事，来晚了。表姐呢？王氏苦笑着摇头，前几日又犯错误，被你舅舅罚了，得明日才能出来。我来的时候，他还央求我把你带回去陪他呢。洛冉似乎能想到表姐郁闷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又道：表哥这几日该春闱了吧？王氏点头，准备着呢，每天都睡不到一个时辰。两人言语间尽显亲密，一边说一边离席，留下傅明珠红着眼眶坐在那，却没人敢上前安慰。刚刚他伸脚绊倒小丫鬟，这么多人总会有看见的。李氏落了面子，只好尴尬的笑笑：家事，让大家见笑了，大家请继续。二夫人，一个刚留头的小丫鬟气喘吁吁跑过来，李氏气正没处撒呢，眉头一横，大呼小叫什么，一个两个都这么没规矩，也不知道到底在骂谁。小丫鬟来不及认错，急急道：二夫人，老夫人让您过去呢。李氏纳闷，自己刚从老夫人那回来啊。小丫鬟见他还在磨蹭，又道：夫人，您快点吧，侯爷、晋国公和世子爷都在，老夫人的人已经去请二小姐了。李氏一听，顿时乐了，肯定是要商量傅洛两家的亲事。既然亲事是两位去世的老爷子留下的，就算洛冉要退亲，可世子夫人还得在洛家不是。这么一想，刚刚在洛冉身上受的气顿时没了，脚步欢快地往住院去。后头跟着的小丫鬟一时有些发懵，刚刚他明明看见侯爷和老夫人脸色都不好，怎么二夫人反而这么高兴呢？再说洛冉这边跟舅母离席后便去了客院去看望袁淑仪，到的时候大夫刚刚为她上完药，正在包扎。袁姐姐，谢谢你。洛冉看着被包裹的笨拙的手，眼眶不禁有些酸。她的性子从小就有些毒，在江南的时候也只跟宋家和另外两家姑娘关系比较亲近，回京之后除了表哥表姐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更别说萍水相逢还舍命相救的人了。袁淑仪本来没什么，可看见好看又娇娇柔柔的小姑娘哭，立马紧张起来。妹妹，你别哭啊，我真没事，不信你问大夫，过几日就好了。大夫是位年过50旬的老者，慈眉善目，很受一些府中喜欢。一边收拾药箱一边笑着道：这位袁姑娘说的对，多亏小姑娘处理及时，否则就算能好也要留下大片疤痕的。不过说起来，姑娘小小年纪临危不乱，难得的是竟还懂得急救，甚好甚好。洛冉没将大夫夸奖的话听进心里，只知道这位袁姑娘无事，她便放心了。沈夫人无事，老夫就先告退了。沈家老夫人年纪大了，经常请大夫，因此也彼此熟悉。王氏点点头，多谢大夫了。紫竹去送老先生。紫竹领着大夫出去，王氏也坐下，拉着袁淑仪的手亲切地道：原来你就是袁姑娘啊，样貌清秀，心地善良，看来果然不能听信传闻。什么传闻？洛冉好奇地问了一句。王氏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抬手打了自己一巴掌。你看我这嘴怎么还不如你们两个孩子呢？袁淑仪却并不在意，忙道：夫人不必自责，旁人说什么我不在乎的。王氏拍拍他的肩膀，叹道：别担心，老天爷兴许睡着了，总有开眼的时候。袁淑仪被逗笑了，见洛冉脸上一片茫然，笑着道：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命不好，倒是连累了旁人。胡说！王氏喝道：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要是真有克夫一说，那把你嫁去敌国算了，还要那些个将军士兵做什么？一句话逗得大家开心的笑起来。这边气氛很好，宁福院恰恰相反。李氏欢欢喜喜的进屋，可还没看清地上跪着的人，一个茶盏就迎面飞来，被砸得顿时眼冒金星，差点晕过去。李氏捂着额头，忍不住惨叫一声：闭嘴！你还有脸叫！老夫人拄着拐杖，敲得当当响。李氏看着手上的血，刚要开口，就见女儿跪着爬过来：娘，您跟祖母说说，大姐不想嫁给世恒哥哥，雪儿愿意替大姐姐嫁过去。混账！来人，把她的嘴给我堵上，省得胡言乱语。老夫人指着身边的人，杜嬷嬷刚要开口劝，老夫人凌厉的眼风扫过，她立马闭上了嘴。骆德文皱着眉头道：母亲，您消消气，有什么话好好说。老夫人指着骆如雪道：她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你让我怎么消气啊？怎么消？都是你们平日里惯的，不知天高地厚。回头又失望地看着骆如雪摇头，痛心地捂着胸口：雪儿啊，祖母从小到大是如何教育你的？女儿家要自爱，自爱，不只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咱们整个侯府。你可倒好，竟敢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下行苟且之事。今日这事万一传出去，以后你伯父和你父亲还如何在朝中立足？你弟弟妹妹们以后还怎么娶妻嫁人？你想过没有？骆如雪哭着摇头，看了一旁始终低着头的傅世恒道：祖母，我与世恒哥哥两情相悦，彼此真心相待，既然大姐姐不想嫁入傅家，
我为什么不能呢？李氏终于听明白一些，观礼的时候，他就发现女儿眉眼似乎带了那种只有被男人狠狠疼爱过才有的媚色，只是当事人太多，一忙活就忘了。谁知你糊涂啊！李氏也忍不住点了一下洛如雪的额头，他倒不是觉得洛如雪丢人，而是告诉他多少次，男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可以时不时给点甜头，但绝不能在婚前把自己完全交出去。老夫人一看李氏的眼神，就知道他平日里是怎么教孩子的，顿时气得有些头晕。当初若不是哥哥求着自己把侄女嫁过来，他是如何都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李氏眼皮子浅，心胸狭窄，又没见过世面，只是这么多年有自己看着，也算没出什么大错，还以为他长进了呢，没想到到底是烂泥扶不上墙。骆德文看了一眼妻女，又看看坐在一旁始终不发言的大哥，对傅毅道：国公爷，今日这是小女是有错，可雪儿年纪小，不懂事，难道世子爷也不懂吗？眼神凌厉地看向站在一旁的傅世恒。第52章，请舅母帮忙。傅毅不紧不慢地端起茶吹了吹，不甚在意道：反正事情已发生，再说这些也无用。依照骆大人的意思，这事该怎么办？他想的是，反正骆德运铁定心思退亲，不如顺水推舟先答应他，以后的事再说。李氏母女一听，顿时都期待地看向骆德文。骆德文见傅毅好说话，也松了口气，整理整理衣摆，道：既然两个孩子都有错，我们各让一步。然而要退亲，那不如就让雪儿顶上吧。我不同意。洛如雪的笑容刚露到一半，便听到一直没吭声的傅世恒突然大声道。骆德文眉头皱起，世子爷这是何意？难道自己做过的事想不承认吗？傅世恒不自觉地看向父亲，收到父亲警告眼神后，闭上眼狠心道：洛二姑娘对不起，今日是我醉酒，唐突了姑娘，请你原谅。洛如雪身形一晃，似是没听清他的话，颤抖着声音问：世恒哥哥，你在说什么？傅世恒睁开眼，毫无感情地看着他，道：如果不是你勾引我在先，我根本就不会去假山，也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你胡说！洛如雪疯了一样扑过去，哭诉道：世恒哥哥，你说谎，你是不是不得已才这么说的？刚刚只有我们俩时，你分明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大伯威胁你？对，一定是大伯。他转头看向骆德运，西行爬过去，抓着骆德运的衣摆哀求：大伯，世恒哥哥不喜欢大姐姐，大姐姐也不想嫁给世恒哥哥，您把她让给我好不好？求您了，雪儿求您了，您让世恒哥哥娶我好不好？骆德运眉头紧锁，手背上青筋暴起，仿佛若如雪，如果是个男子的话，他早就动手了。冲着骆德文怒吼：二弟，你还愣着干什么？把人拉下去，丢人现眼！老爷，您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女儿这么平白无故的被糟蹋了呀！李氏缓过神，也扑到骆德文跟前哭喊，眼泪鼻涕混着额前的血，模样甚是狼狈。骆德文有些嫌弃的别开脸，见求他不成，李氏又转头爬到老夫人跟前：母亲，雪儿可是您一手带大，您最喜欢的孙女啊，难道您就忍心看着她这辈子都毁了吗？老夫人也犹豫，虽然她之前一直有打算把洛如雪嫁进沈家，可现在看，就算洛如雪同意，骆德运也不会同意，迟疑的开口：老大，你……哼！骆德运一抬脚将洛如雪踢开2步远，冷声道：你们爱嫁谁嫁谁，反正我嚷儿不嫁。还有，休想往我嚷儿身上泼脏水，若是被我发现，休怪我不顾念亲情，摆明一副你们如何都与我无关的架势。李氏一听，松了口气，忙朝骆德文使眼色。骆德文清了清喉咙：既然这样，骆大人。傅毅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打断他的话，道：刚刚世恒的话你们可能没听清楚，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俗话说，妻不贤乃祸家之源，我傅家自来门庭清正，绝不会同意乱七八糟的女人进门。妾也不行。李氏一听，顿时撒起了泼：你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好好的女儿被你们就这么白白糟蹋了吗？傅毅不紧不慢地整理衣袖，道：骆二夫人此话差矣，今日之事或许世恒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若不是有人故意行勾引之事，以世恒的品行，绝不会做出如此风流之事。短短几句话就将洛如雪定为是一个不守妇道、水性杨花的女子，而傅世恒不过是风流公子沾花惹草，意志没坚定住而已。话说的差不多了，傅毅起身朝骆德运抱拳道：侯爷，今日多有叨扰，改日备下薄酒给你请罪。府上还有事，我就不打扰了。骆德运看了他一眼，冷笑：国公也以为区区几句话就能当没事人一样？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把冠军侯府当成什么了？傅毅一愣：我已经同意退亲了，你还想怎么样？骆德运哼了一声：退亲难道不是你们应该的吗？是你们德行有亏在先，理应退亲。我现在说的是如雪的事情。他虽然不喜欢二弟一家，对这个肖想自己未来姐夫的侄女，如今更是厌恶。可是没办法，
为了骆家声誉，他不能袖手旁观。宁福院这边剑拔弩张，骆冉丝毫不知，或者说他已经猜到结果，根本不想去掺和。袁淑仪剑伤已经处理好了，便要起身告辞。骆冉亲自送他出府，回来时就看见舅母王氏将他拽到一旁，皱眉道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二婶人呢？”李氏不在，李元亮的妻女刘氏和李新月简直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不但处处以女主人自居，还趁机顺了好多东西回自己的院子。咱们家倒是不在乎那点东西，被人看见了岂不成了笑话？王氏很不满，他才不管什么李氏刘氏呢，他在乎的是怕他们坏了冉儿名声。骆冉挽着王氏的胳膊劝道：“舅母别生气。”然后附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只见王氏的脸由红变白，又阴沉一片，忍了半天才骂出4个字：“欺人太甚。”实在是多年的教养让他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转而心疼地摸着骆冉的头，眼里带着泪花。也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有借口拖着不肯退亲了，只是苦了你。不过你别怕，回头舅母帮你找个好的，不要这种。还是没说出什么难听的话。骆冉真的不觉得伤心，轻视一退，他在想办法把李家赶出去，不会让他们像上一世一样住这么久，因为他还要给父亲续弦，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好人家谁会把姑娘嫁过来呢？想起这个事，骆冉道：“好了，舅母，您看我都不气呢，你也不要为了这种人生气，气坏了自个儿不值当。”王氏见他真的没事，这才放心。也对，不值。不过话说回来，原来你跟你父亲没回京，我也只是在别的府上宴请时遇见过你二婶母女，当时就是只觉得他们有些算计罢了，却没想到竟到了如此地步，可见你祖母也是个糊涂的。再这样下去，侯府岂不是要沦为京城的笑柄了？骆冉点头，舅母此言极是。冉儿也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王氏：“哦，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舅母能帮的肯定帮。”第53章，克夫的名声。听到舅母这样说，骆冉心里暖暖的，一边庆幸还有这么疼爱自己亲人的同时，更加气愤上一世的自己，到底是糊涂到什么地步，竟然与沈家断了往来，眼睁睁地看着沈家100余口人惨死。收起心中难受，骆冉道：“舅母，我想请你和外祖母帮忙留意一下，有没有合适？女儿给亲爹娶媳妇，就算骆冉活了2辈子，还是有些害羞。”王氏盯着他的脸，不解道：“有没有合适的什么？”骆冉咬了一下下唇，道：“我想给我爹爹娶个妻子。”“给你爹娶妻？”王氏扑的笑出声：“你这个孩子，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我还以为你想让舅母给你说亲呢。”骆冉也不在乎舅母打趣，还是有些担心道：“舅母，您说外祖母知道了会不会不高兴？”王氏笑够了，摇摇头，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道：“你放心，不会的。你久不在京，可能还不了解你外祖母。你母亲刚走的那些年，你外祖母真是……”说起过去，王氏的眼睛不禁酸涩。骆冉忙倒了杯茶给王氏：“舅母。”王氏摆摆手，继续道：“你母亲从小就乖巧懂事，从小到大就没惹过你外祖母生气。她刚走的时候，你外祖母一夜间白了头，一下子老了10几岁。后来虽然好些，可那几年在府中却没人敢提起你母亲。每次说起，你外祖母都会大病一场。不然，沈家当年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父亲把你带走的。后来你去了江南，你外祖母因为思念你，又病了些日子，直到你大了会写信了，你外祖母这才有了寄托。那些年，你外祖母和你舅舅一直都在劝说你父亲，想让他续弦。说句私心的话，那时候我们甚至希望你爹爹不那么喜欢你娘亲，这样他就能再娶妻生子。甚至有时候我就想，哪怕继母或者你爹爹对你有一点不好，沈家都有理由拼了一切把你抢回来。”舅母！骆冉终于没忍住，扑进王氏的怀里，低泣。上辈子他就知道外祖母和舅舅惦记他，但也只是一般的思念而已，他跟他们也并不很亲近，所以名声毁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关在院子里，等到出嫁后又把自己囚在夫家后院，从来没想过沈家的感受。如今听了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爱自己，上一世是被自己疏远，他们该有多伤心。过了好一会儿，骆冉终于慢慢止住哭泣，王氏才拍着他的后背拭去眼角的泪，笑着道：“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看我怎么又说起来了，还是说说你父亲吧。”骆冉跪坐在王氏身边，双臂紧紧抱着他的腰，点头。王氏继续道：“如今你也大了，就算季氏进门，有沈家在，他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更何况如今看看侯府乱糟糟的样子，也该有个像样的主母了。难为你小小年纪也能想到。”骆冉点点头：“我也是心疼爹爹，这么多年他又当爹又当娘，没让我受一点委屈。如今回了京，虽然父亲的私产和母亲的嫁妆我也要了回来，可是这冠军侯的爵位是爹爹拼了命赚回来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糟蹋了。”王氏同意：“对，就是这个理。”
忽然想到什么，扶着洛冉的肩膀道：“你看刚刚那个袁姑娘怎么样？”洛冉蹙眉：“袁姐姐。”王氏高兴的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把她忘了呢？你刚回京可能不清楚，袁家可是书香门第，门风清正。袁姑娘本人也是知书达理，模样也不错。”王氏越说越兴奋，觉得再没有比这合适的人了。洛冉却有些犹豫：“可是不是说他克夫吗？他让爹爹续弦是为了爹爹好，可不能因此害了爹爹啊。”王氏听出洛冉的顾虑后，爽朗的一笑：“你呀，没想到小年纪竟比我还迷信。”洛冉红了脸，他原来确实不信这些，可自己重生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王氏不知他心中想什么，却叹了口气，说起来那也是个苦命的人啊。洛冉好奇舅母为何这么说，王氏这才缓缓开口：“原来袁家往上数3辈都是读书人，读书人门风清正，刚直不阿。到了袁淑仪父亲这一代，也就是督察院左都御史袁和玉，为人更加清廉刚正。早年丧父丧母，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如今，一生不曾纳妾，只有结发妻子一人。只是袁夫人生次子的时候难产，不治而亡。从此袁和玉便只带着一双儿女度日。原来是与自己身世相同，洛冉不禁有些同情。王氏似是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苦笑着摇头：“你比他命好。你爹爹虽然看着是个粗人，可心细又疼你，就看把你养得娇娇软软的，就知道他肯定费了许多心思。而袁大人不同，读书人认死理，认准的事情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否则也不会得皇上信任，任左都御史一职。袁大人读了一辈子书，从前是父母替他打点，成了亲袁夫人，也是个能干的。直到袁夫人去世，他才发现自己除了读书和为官，家中事务竟一窍不通。后来还是年仅6岁的袁姑娘挑起了大任。”说到这，王氏不免唏嘘，一个6岁的小姑娘，一边照顾刚出生没几日的弟弟，还要照顾父亲的衣食起居，同时还要防备家中恶奴欺主，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总算熬过来了。洛冉不禁皱眉，这么能干的姑娘，怎么会落得个克夫的名声？王氏道：“说起来还是她命苦。老话讲，娶妻有5不娶，其中之一就是丧父长女。”说到这，王氏又想起洛冉，何尝不是丧父长女？之前他们还庆幸洛老爷子离世前给洛冉定了门亲事，可现在看这门亲事不成，以后……王氏忽然想，实在不行，就让冉儿嫁去沈家。这么一想，他心也敞亮了。接着刚刚的话道：“袁姑娘及笄后就定了第1门亲事，也是个读书人，家中虽然清贫了些，但好在人不错。只是刚定亲没几个月，那个书生突然重病，没几日便去了。后来陆陆续续也有媒人介绍了几个，可不是出门摔断了腿，就是街上好好走着就被从天而降的东西砸到，久而久之也就传出了他克夫的名声。”洛冉隐约有些明白了，舅母的意思是有人故意的。第54章，我不是一直都是个畜生吗？一想到那么好的姑娘竟然背个克夫的名声，王氏就忍不住一阵唏嘘。谁知道呢？袁和玉身为御史刚正不阿，但却也不懂变通。据你舅舅说，这些年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如果真是这样，洛冉反倒是不担心了。袁和玉能得皇上重用，可不就是这份认真吗？父亲如今胜券正浓，根本不用联姻。更何况依照前一世沈家的结局看，拉帮结派未必是好事。行，舅母，等回头我跟爹爹说，如果他同意了，麻烦舅母帮忙找个媒人问问。洛冉道。王氏愣了一下，大笑：“你呀，还真是跟你外祖母一个性子，说什么是什么，就这么信舅母？不再找人打听打听？”洛冉歪着头道：“如果冉儿连舅母都不信，那还能信谁呢？”王氏拍了一下大腿：“好，既然冉儿信得过，舅母自然不能让你失望。你放心，这京城的夫人们别的本事没有，打听别人家后院之事，那是一个顶俩，保证把他们家有几只公耗子、几只母耗子都摸得一清二楚，绝不会让你爹爹娶个糟心的女人回来。”说着，又鄙夷地看了一眼正院的方向。洛冉明白舅母的意思，只是不好多说什么。而此时洛德运简直要被洛德文一家气得昏过头去。他本意是，既然傅世恒和洛如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那傅家必须娶了洛如雪，礼节可以从简，但必须是正妻。虽然傅毅和傅世恒原本不同意，但在洛德运的强势压迫下，傅毅已经有些动摇了。谁知这个时候，洛如雪忽然不同意了，指着傅世恒的鼻子，颇有骨气道：“好，既然你口口声声与我无情，那我洛如雪也不屑与你傅家。”洛德文夫妇也忽然来了气，说什么是不为妾。洛德运气了个倒仰叉，一甩袖子走了，不管了。傅毅父子俩乐得没事人一样，大摇大摆离开，留下洛德文一家傻了眼。李氏讷讷地看向老夫人：“母亲，现在该怎么办？”老夫人也气得恨不得捶死这个儿子和儿媳妇。你们糊涂！又指着洛如雪道：“你大伯好不容易要说服傅家娶你，你为何又反悔？”
洛如雪扑街老夫人的身边，抱着她的大腿哭诉：“祖母，你也听见了，她口口声声说不喜欢我，还说是我勾引她。如果我这个时候同意嫁入傅家，那全京城的人怎么看我？”老夫人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你既然还在乎别人的看法，早干什么去了？李氏也是个没眼色的，听了女儿的话不劝，反而跟着附和：“是啊，娘，他们要娶雪儿也得八抬大轿来接。大哥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一切从简？难不成还让雪儿就这么见不得人？”不服气的撇撇嘴，当初晋国公夫人说让儿自己认错，他们才同意退亲，大哥还气成那个样，怎么到了雪儿这里就不一样了呢？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怎么，女儿是亲的，难道侄女就不是亲人了吗？骆德文也觉得妻子说的在理，道：“是啊，娘，傅家既然想娶雪儿，就必须先有个态度，必须当面认错，还有六礼一样也不能少。”老夫人哆嗦着手指指这个又指指那个，半晌也没说出一句话，最后道：“好，好，我也不管了，你们有本事你们自己去。”转身扶着夏荷的手回了内室。李氏上前扶起女儿，道：“雪儿不怕，反正你也是世子的人了，她还能跑了不成？咱们就等着她来给你道歉。”洛如雪点点头：“娘，您放心，世恒哥哥是真心喜欢我的，今日肯定是碍于晋国公和大伯父才不敢承认的。”李氏道：“娘相信你，我们雪儿这么好，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晋国公府，常颖敲了敲书房的门，轻声道：“大人，国公爷从洛家回来了，正往这边来呢。”书房内，傅金安坐在书案后的圈椅里，双腿微开，双手搭在扶手上，低头盯着腰腹处，若有所思。听到常颖的声音，才回过神，坐直了身子，淡淡的应了一声：“知道了。”果然，没一会儿，晋国公便进了院子，脸色看起来比上次来好多了。常颖上前请安：“属下见过国公爷。”傅毅没看他，继续往前走：“你主子在吗？”常颖挑眉，从前晋国公一年也来不了几次，每次来都是问那个畜生呢。今日破天荒这么礼貌，常颖一时都不会回答了。傅毅不悦道：“怎么，你们主子就是这么教你们的？主子问话不知道回吗？”常颖忙道：“回国公爷的话，大人在。”傅毅停住，负着手站在院中央，道：“你去通报吧。”常颖更加奇怪，但这次没犹豫，上前敲门：“大人，国公爷来了。”“进吧。”两息后，里面才有动静。傅毅没计较，抬步入内。常颖关上门。常云好奇的眨眨眼，常颖耸耸肩，表示不知道。傅金安的书房跟他的院子一样大而空旷。傅毅进来，直接走到书案对面坐下，冷笑一声：“你老子来了，不知道起身迎接吗？”傅金安懒懒地靠在椅子里，一手支额，中指一下一下刮着浓密的眉毛，慢吞吞道：“终于承认自己是我老子了。我一直不都是个畜生吗？”傅毅横眉一竖，刚要发火，想起自己来的目的，又忍了下去，尽量语气平静道：“上次我让你给你弟弟求个一官半职，你都不同意，难不成还不许我生气？”傅金安轻笑一声：“何止是上次骂他畜生，这20多年都是这么骂过来的。说吧，今日来又是什么事？是给你自己求官，还是那个废物？或者又是你哪个得你心意的孝子？”傅毅差点又被勾起火来，可看着对面那张气人的脸，忽然叹口气：“你呀，我们父子俩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傅金安挑眉，终于坐直了身体，道：“好吧，你说。”傅毅似乎很满意他的表现，又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你今年也21了，皇上总说不让我插手你的婚事，可是你都这么大了，他又从来不提给你娶亲的事，这一直都是为父的心病啊。”抬手拍了拍胸膛，很是痛心的模样。傅金安勾勾唇：“哦，他说不让就不让，到底你是我老子，还是他是我老子？你真是胆大包天，什么话都敢说。”傅金安不以为意：“这屋子只有你我2人，难道你要去皇上面前告发我吗？”“父亲。”他故意咬中后面2个字。傅毅的脸一白，他确定自己只要跟这个臭小子多说几回话，得减寿10年。当然，他本来也活不了那么久。傅金安见他不说话，直接下了逐客令：“如果你没什么事，便回吧，我还有事。”说着便要起身。“你站住！”傅毅终于没忍住，又大声喝道。第55章，努力说服父亲。傅毅道：“这回也不再兜弯子，索性以通知的口吻道：我给你定了门亲事，女子无论是家世样貌都不错，与你很是相配，等成了亲，你就安下心来好好过日子，等我死后，对你母亲也算有个交代。”傅金安忍不住笑了：“怎么，连商量都懒得商量了？若是我不同意呢？你是不是直接把人都抬进府了？”傅毅皱眉，想了想也笑道：“你若是不同意，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到时候婚书一下，由不得你不同意。”真是多一句话都不想再说的样子，起身离开，临出门前还回头道：“你放心，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成亲那日，
你露个面就行。人娶进来以后，你若是真的不喜欢，摆着也行，总不会耽误你什么。傅金安摇头，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傅毅，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敢违抗父命？傅金安起身走到他跟前，比傅毅足足高了半个头，微微弯腰道：在你眼里，我看起来就这么像个乞丐？你那废我儿子不要的玩意儿，顺手就推给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傅毅愣住。傅金安轻扯嘴角，抬手拍拍傅毅的老脸，语气嚣张无礼：老子是废物，儿子也出息不到哪里去，有本事倒是睡个有用的，睡那么个破烂东西也不嫌脏。傅毅被他阴雾的眼神吓到，半晌说不出来一句话。傅金安却没了耐心：你是自己走，还是我叫人把你抬出去？你！傅毅指着他的手不停地抖。傅金安轻轻挥开：等你确定自己是不是我老子的时候再来管我，否则我不介意让傅世恒那个废物断子绝孙。傅世恒可谓是傅毅的命根子，他哪里还敢惹这个活阎王，连怕带怒的走了。傅金安黑着脸站在门口，半晌道：长影，属下在。傅金安去查查洛德运父女，从洛冉出生查起，所有有关的人和事一样不准落下。长影没敢问为什么，只答道：是。傅金安转身回了书房，看来还是他想的简单了。之前在洛家，他看清了傅毅与傅世恒说的话，他以为傅毅千方百计要娶洛德运的女儿，是为了跟洛德运搭上关系，可现在看来似乎没这么简单。如果他只是想借洛德运的事，等洛冉进了傅家，就算不像祖宗似的供着，起码不能怠慢了。可他刚刚的话，明明是只要人进了傅家的门就行，是死是活都无所谓，这就耐人寻味了。洛冉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此时还在苦口婆心地说服父亲。洛德运被女儿说的一张老脸通红，你这孩子怎么又提起这事？哪有女儿整日张罗给父亲续弦的？洛冉也不说话，就站在洛德运面前，手里揪着帕子，眼眶红红的，死死抿着小嘴，一副受了委屈极力忍耐的样子。洛德运并没有像从前一样立马过去哄，而是走到书案旁，提笔在纸上刷刷写着。可还没坚持到小半盏茶的功夫，洛德运就坚持不下去了，放下笔，无奈又宠溺地看着洛冉：你呀，你真是知道怎么拿捏你爹。洛冉也没忍住笑出来，上前挽上父亲的胳膊，脸颊撒娇的在他肩膀上蹭蹭：因为我知道天底下只有爹爹最疼爱冉儿啊。洛德运看着女儿的头顶，满眼都是柔情，哪还有白日在宁福院的凶狠？你知道爹爹最疼爱你，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还让我续弦。你可知继母最是黑心，尤其是对待前夫人留下来的孩子。洛德运故意板着脸，说得骇人。洛冉却是不怕，抬起头嗔怪地瞪了一眼：爹爹，你怎么也学那些婆子们，净说唬小孩的话？洛德运真是拿这个女儿没办法，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只能好言好语相劝。你看爹爹今年都多大岁数了，还娶什么妻子啊？等过2年你出嫁了，爹爹还去江南，你放心，只要爹爹还有用，夫家就不会欺负你。到时候等你生了孩子，爹爹也打不动仗的时候，就教你的孩子习武，总比外面请个武师傅好不是？洛冉的眼睛有些酸涩，渐渐视线开始模糊。是不是上辈子爹爹也是这么计划的，所以不顾劝阻，一身伤还坚持去战场，却没等在沙场上驰骋，就遭了小人暗算。他用力将眼泪忍了回去，笑靥如花地看着父亲道：爹爹，你可知今日后院都发生了什么吗？提起那事，洛德运从始至终都没说过一个字。他不想脏了女儿的耳朵，哪怕他知道傅世恒和洛如雪奸情败露，其中少不了女儿的参与，但那又如何？如果不是他们有错在先，也不会被人发现。他哽了一下，低声道：冉儿，今日让你受委屈了。洛冉笑着摇头：爹爹你误会了，我并没有因为二妹的事生气，也不感到委屈，相反，我倒要谢谢他们帮我推了这门亲事。爹爹你想，万一我被蒙在鼓里，仍嫁去傅家，那后果该是如何？这也是洛德运最感到后怕的事情。他都不敢想，他娇娇弱弱的女儿，只身一人被圈在深宅大院，丈夫不喜，还与堂妹苟且，若换成是他，图了傅家的心都有。洛冉便将有人故意想泼自己热水，又被二婶不分青红皂白数落的事情说了。当然袁淑仪就自己那段，他故意说的更加凶险一些，把袁淑仪表现得更加临危不惧，善良可亲。洛德运没注意到什么袁淑仪，只听到女儿差点被热水烫伤，还当众被教训的事，忙抓起洛冉的胳膊，紧张地问：伤到哪没有？你说说你，怎么回京之后总是受伤呢？虽是埋怨的话，可也看出来是真的生气了。洛冉摇头：爹爹，我没事，可是这回没事，不代表下一次也没事。洛德运的手僵住：你什么意思？第56章上山进香。洛冉扶着父亲的胳膊让他坐下，一边替他揉捏着坚硬的肩膀，一边道：其实我并不在乎二婶当众训斥我，
他无非就是想在众人面前显示他的地位罢了。可是我在乎的是侯府的脸面。或许您还不知道，二婶被祖母叫去宁福院之后，刘氏母女简直把这里当成了他们搜刮的肥肉。您知道别人都怎么说咱们骆家吗？爹爹。洛然转过身，认真地看着父亲的眼睛道：俗话说，家不扫何以扫天下？就算你受再多的伤，杀再多的敌人，立在大地宫，后宅不稳，你又如何在朝中立足呢？我知道您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女儿也不在乎，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乎，就任由他们胡来。古往今来，有多少祸事是从后宅引起，轻则罢官免爵，重则抄家流放，甚至灭九族的例子也是有的。骆德运心一震，他原来只知道只要自己忠心，只要他对皇上还有用，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祸事。今日听洛冉一说后宅之事，加上洛如雪的事，忽然发现，如果冉儿有母亲在，或者后宅里有个像样的女人，这些或许都可以避免。洛冉见父亲的表情有所松动，又道：还有，爹爹，您上次就答应过女儿，难道您忘了？骆德运脸上讪讪的，上次女儿被弟妹联合刁奴欺负的时候，他确实答应过，只不过一转身就给忘了。洛冉撅着嘴娇娇道：您看，我就知道您上次就是哄女儿的。果然如此。骆德运忙又转过头来哄女儿，最后被逼无奈道：好了，你就说让爹爹怎么做吧，你说什么爹爹都听你的。洛冉终于露出一抹得逞的笑，这可是您说的，不许反悔哦。骆德运宠溺的刮刮他的鼻子，小机灵鬼，连爹爹你也算计。不过有一点，看人的时候可得睁大眼睛，不行就找你外祖母商量商量，他老人家看人准。洛冉拿起帕子抵在唇边笑个不停，爹爹，知道的这是给您找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给我找的呢。骆德运无奈的摇摇头，心想可不就是给你找的。不过许多年以后，当骆德运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今日，总是庆幸幸亏听了女儿的。洛冉行动很快，当晚命人给王氏去了信。接到信后，王氏与沈老夫人自是又一番心疼洛冉。如果青音还活着，这孩子何必还要张罗着给自己找继母？不过王氏也没闲着，开始着手打听袁家的事。3月初3女儿节，但洛家因为出了洛如雪的事，往年属他张罗最欢，今年只好不了了之。就连李新月都忍不住埋怨，早知道来了京城还不能出去，还不如再延庆了。刘氏瞪他一眼，这几日你可小心些，谁知道你姑母抽的哪股子风。李新月撇撇嘴，忽又抱着刘氏撒娇，娘，我听说明日是洛家大夫人忌日，洛冉一大早要去法华寺做进香，我还没去过法华寺呢，您能不能跟姑祖母说说，让她也带上我？娘，好不好吗？洛冉这边因为头一天晚上打过招呼，今日一早便没去给老夫人请安，天没亮就起来收拾妥当，随父亲出了府。只是一到大门口，看见一堆黑乎乎的人影时，傻了眼。别说是他，就连骆德运都愣了一下，问为首的李玉堂：玉堂，你们起这么大早，这是要做什么去？李元亮与骆德运同岁，细算起来生辰还比骆德运大了几日，但骆德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侯爷，为了表示尊重和亲近，坚持让孩子们随骆如雪姐弟称呼大伯。李玉堂看了一眼站在后面捂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上前行礼：大伯，我们随您和表妹一起去给大伯母进香啊。说完见骆德运的脸色有些不对，缩缩脖子小声道：侄儿以为姑祖母跟您说过了呢。洛冉也忍不住皱了皱眉。早就等在马车上昏昏欲睡的李新月听到声音，不耐烦地掀开车帘，应付地唤了一声大伯，然后就看向洛冉，语气有些不耐烦道：表妹，你还磨蹭什么呢？一会儿天都亮了，快上来，进山之前还能再睡一觉。说着又打了个哈欠。骆德运知道女儿不太喜欢李家人，转头看他。洛冉不想耽误时间，他们既然都堵在门口了，想必也撵不回去，便朝父亲点点头：爹爹，我们也走吧。然后扶着幼青的手上了马车。李新月看了一眼前面精致的马车，眼珠子一转，跳下马车过去：表妹，这一路就咱们2人，2辆马车多浪费啊，咱们乘1辆，还能说说话，也不寂寞是不？洛冉回头看了他一眼，直接拒绝了：对不住表姐，我还要给母亲诵经，表姐再不方便。说完便让幼青撂下了帘子。李新月撇撇嘴，想说什么，碍于骆德运骑着高头大马在旁边，没敢吭声。他刚刚出来时，一眼就相中那辆马车了，又大又稳当，就连车顶的4角都挂着不知用什么做的香囊，老远就闻到香味了，甚是好闻。他还亲眼看见嬷嬷丫鬟往里放了雪白的狐狸毛垫子，上等的蜀锦靠枕，简直就像一个金窝窝。二话不说就要上去，谁知被那个叫福伯的车夫拦下了，说什么那是侯爷专门给大小姐准备的，无论是谁都不能随便用。李新月一回到自己的马车上，愤愤地骂了一路，得意什么？不过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等我表姨母来的，有你跟我求饶的时候。李玉堂却没管妹妹，整个心思都在前面的马车上。
随着马车行驶，阵阵香气扑面而来，仿佛里面还有少女的馨香，撩拨得他心痒难耐。前面的马车内，洛冉刚刚的话也并不是敷衍李新月。此刻双目紧闭，手持一串长长的佛珠，端端正正跪在蒲团上，默念无量寿经。在江南那么多年，虽然每年也都会请寺里的师傅给母亲做法事，每逢初一、15、清明、中元节，他也会亲手抄经书。只是无论怎么做，总觉得离母亲还是那么远。今年终于回京了，按照父亲的意思是要做一场大的法事，可这1个多月来的经历让他改变看法。他想等一切尘埃落定时再跟母亲分享，省得母亲在那边为他担心。因为出来的早，太阳将将升起的时候，一行人已经到了法华寺的山下。第57章，寺中偶遇。按照骆德运和骆冉的意思，他们是要亲自爬上去的，以示诚心。李新月望着眼前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顿时傻了眼。他也不知道法华寺的山这么高啊，早知道他就不来了。骆冉没理会他，已经换好了右倾提前给他准备好的护膝。子服拿着蒲团跟在一旁，3步1叩首的往山上去了。李新月苦着脸，偷偷拽拽大哥的衣袖，祈求般的看着他。别说李新月，李玉堂看着这么高的台阶，双腿也发软，只好硬着头皮道：“那个大伯，新月这几日身体不适，侄儿怕他一会儿在伯母面前失礼，所以……”骆德运这才想起来身旁还有2个人，也并不在意他们是不是诚心，遂点点头：“身体要紧，你们去那边找个轿辇吧。山脚下有许多停放的轿辇，就是为了那些身体娇贵的夫人小姐们准备的，只需花1-2两银子就能免去疲劳。谢谢大伯。”不等李玉堂说话，李新月高兴地道：“骆德运淡淡的应了一声，没再理会2人，紧紧跟在女儿身旁，护着她以防万一。李新月坐上轿辇，舒服地叹了口气：“大哥，你说骆冉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放着好好的轿辇不坐，非要遭那份罪。”李玉堂也坐在轿辇上，看了不远处那抹身影，没说话。“娘，女儿不孝，这么多年才回来看您。娘，您在那边还好吗？”“娘，爹爹很好，女儿也很好。”洛然每行一步都在心中默念一句，不一会儿，额头上就浸满了汗珠。骆德运在一旁看得心疼，道：“冉儿，坚持不住就跟爹爹说，爹爹背你上去。”骆德运也思念亡妻，可终究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份思念早已被他压在心底，而眼前的女儿才是他的一切。洛然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一张粉嫩的小脸此刻红扑扑的，声音里却透着轻快：“爹爹，我没事，来看娘，我高兴。”快到晌午的时候，父女俩终于到了山顶，而李玉堂早就被妹妹拉着去后山玩了，只留下一个小厮等待这里。没有李新月在一旁，洛冉更加自在，与父亲一起给母亲上了香，又请大师们诵了经。等出来时，早已过了午饭的时候。父女俩简单用了斋饭后，便到寺院早早准备好的禅房里休息，等到下午太阳落山前，好赶回京城。躺在坚硬简陋的禅房里，洛冉双手放在小腹上，默默想着，今日自己耗费了这么大力气，也不知道会不会流掉这个孩子。这么想着，不知不觉便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就听到院子里熟悉的声音：“表哥！”洛冉听到熟悉的声音，穿戴好就跑了出来，欢快地问道：“春闱结束了，嗨嗨。”声音卡在喉咙里，咳得脸都红了。沈玉芝笑着起身过来，轻轻拍着他的后背，柔声道：“别急，有话慢慢说。”回答他刚刚的话：“考完了，我就猜到你跟姑丈今日会来，所以来看看姑母，顺便接你们。”洛冉点点头，眼睛不自觉地看向院子里大树下的石桌。石桌旁还坐着2人，一人是父亲，另一人是……洛姑娘既然不舒服，过来喝口茶吧。似乎知道他看向这边，傅金安头也没抬，拿起旁边的茶壶倒了半杯茶，往前推了推，这才含笑地看着他。洛冉慌忙移开视线，看向表哥。沈玉芝也看了一眼傅金安，眼底划过一抹疑虑，笑着解释：“别怕，这位是指挥使大人，路上碰巧遇见。下午的时候，他刚走出考场，先让身边的小厮回去报信，自己则骑马往山上来。临出城的时候，碰巧遇上刚刚回城的傅金安。”沈玉芝原本与他不太熟，迎面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就要过去，谁知却被他身边的侍卫拦住了。“傅大人，有事吗？”沈玉芝勒紧缰绳，侧头问道。傅金安活动活动因为长时间勒紧缰绳有些发硬的手指，问：“沈公子今日不是应该科考吗？这么着急是要做什么去？”沈玉芝知道，别看眼前这人只比自己大了3岁，可他手上杀死的人不计其数，但也没有因此怕他，反而轻轻一笑：“怎么，现在就连普通百姓出城这等小事，也要劳烦傅大人亲自过问了吗？”傅金安没有生气，轻笑一声：“别人我是懒得管，可是沈公子不一样，沈大人可是只有你一根独苗，更何况听说今年的新科状元非沈公子莫属。皇上爱才，做臣子的自当帮皇上分忧。万一沈公子出什么意外，大晋岂不是少了一位人才？”
沈玉芝垂眸摇头，傅大人过奖了，在下只是会读几本书而已，当不得傅大人如此厚爱。天色不早了，再下一会儿还要赶着回城，就不与傅大人多聊了。沈家清贵自是看不上傅金安这种仗着皇上信任，不把朝纲律例放在眼里的人。傅金安似乎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他，只这么3人3马站在大街上，没一会儿街上就渐渐开始拥堵。沈玉芝叹了口气，只好道：今日是姑母忌日，玉芝赶着去法华寺上炷香，还请大人通融。傅金安好奇，可是冠军侯之妻？沈玉芝看了他一眼，是。本以为自己能走了，谁知却见这人忽然调转马头，侧头看了他一眼，道：正好本官有事与法华寺主持商议，不如一路吧。说完也不等沈玉芝是否同意，加紧马腹率先疾驰而去。沈玉芝无奈，只好跟上。可到了寺中，不巧刚赶上住持闭关，便跟他来了这里。话还没说几句，洛冉便醒了，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幕。此刻见表妹眼底有些慌乱，心中疑虑更甚。骆德运始终没说话。之前因为女儿的事情，他确实有心感谢，但又不想语气走得太近，所以一直都在找机会把恩情还了。毕竟他不想跟傅家牵扯太多。怎么，洛姑娘怕本官在茶里下毒？说完，端起那盏茶一饮而尽。洛冉眉心微蹙，微微扶了扶身子行礼：傅大人多虑了，只是我不可。然后转头拉着沈玉芝的胳膊去了一旁，问他考得怎么样，问他外祖母可好等。第58章，两人看起来那么登对。表兄妹二人站在一棵100余年的菩提树下，阳光透过枝叶照在两人身上，斑斑驳驳，仿佛镀了一层金光。女子身姿窈窕，侧颜美好，抬着头，目光温柔地看着眼前的男子，唇瓣上似乎还闪烁着光芒。男子玉树临风，眉目清俊，嘴角带着温柔的笑意，认真地聆听女孩说的每一个字，还时不时地点头回应。两人看起来那么登对。不知为何，傅金安忽然觉得眼前这一幕有些刺眼，舌尖抵了抵嘴角，收回视线，抬手给骆德运眼前的茶盏倒满，又端起自己的碰了碰，多谢侯爷提点，这次江南私授官盐的案子才能这么顺利，人已经押送进京了。骆德运本就是想还人情罢了，听闻也只是淡淡的点头，恭喜傅大人，又立了一功。傅金安笑笑：侯爷放心，本官会在皇上面前为你请功的。骆德运摇头：不必了，这本就是。侯爷不会以为人情这么容易就还了吧？傅金安突然开口打断他的话。骆德运直直地看着他，傅金安却低头笑而不语，片刻后又端起杯盏碰了一下。对了，还没恭喜侯爷终于与傅家退亲了，怎么是想与沈家亲上加亲吗？一边说一边又看了不远处那对人影，眸子微眯。骆德运没看见他的表情，看着女儿的身影，再硬的汉子心里也有柔软的一面，女儿就是他心中那抹柔软，不禁道：小女年纪尚小，当初因为两家婚约迫不得已，如今还想多留她几年。至于沈家，呵呵，没承认也没否认。不妥。傅金安轻轻吐出2个字。虽然骆德运原本真的没想这么快把女儿嫁出去，就算嫁也没想过沈家，只是如今被一个毫无干系，不，也不能说毫无干系，而是傅家人说出这句话，怎么听怎么不对劲。涉及女儿的问题，骆德运就没那么好说话了，道：傅大人若是有事，本侯就不远送了。傅金安笑笑：没事，正好还有贩卖官盐后续的一些问题想跟侯爷了解一下。另一边，洛然已经说到无话可说了，可那人似乎还没有走的意思。沈玉芝看着他微微皱起的小眉头，屈指轻轻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弹了一下，眼睛盯着他的脸笑道：你呀，你就那么怕他？洛冉没注意到表哥打量的眼神，懊恼的撇撇嘴：那种人你去问问京城里的人，谁不怕？沈玉芝笑笑没说话，看向那个身影，忽然想到骆德文的腿伤。那日他特意去那条路上看过，虽然坑被填平，但一看就是人为过的痕迹。还有今日，他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时辰差不多了，玩够也玩累了的李新月终于想起来要回家了。李玉堂捶着发酸发胀的腿，道：小祖宗，再不回去我腿就废了。李新月撇撇嘴：大哥，你以后还是少跟那些丫鬟鬼混，瞅你现在弱不禁风的样，还不如我呢。别到时候娶了嫂子，你却不行了。自诩为风流才子的李玉堂，哪怕大冬日手里也会拿把折扇，拿起折扇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妹妹的头：姑娘家家的，胡说八道，你懂什么？李新月看着他冷哼一声，扬起下颌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能舍得从香柔的身子上爬下来陪我上山，不就是惦记洛冉那个臭丫头吗？李玉堂脸色一变，立马捂住他的嘴，低喝：你个死丫头，想死是不是？被大伯听见了，别说你我，连爹都得滚出京城。李新月又是抓又是咬，李玉堂忍不住松开手，疼得直打转：你个臭丫头，是属猫狗的吗？李新月轻蔑地瞪了他一眼：就你这没用的样，别说那个臭丫头，我都看不上你，我看你也就佩洛如雪那个破鞋。什么？
李玉堂忍着痛问。李新月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慌忙往山下去。没什么，我随便说说的。李玉堂几步追上，不对，你跟我说说，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无论他怎么问，李新月就是不开口。不是他不说，是不敢，那可是他不小心偷听到的，万一大哥这张臭嘴宣扬出去，那才是真的死定了呢。兄妹俩一路打打闹闹到了禅院，见到院子里的人也愣住了。李玉堂是吓的，他一进来目光就不由自主地看向洛染，眼里贪婪毕现。沈玉芝身形一转，不着痕迹地挡在洛染面前，而另一边那个男人更吓人，只一眼李玉堂差点当场跪下。李新月没注意到傅金安一双眼睛盯着沈玉芝，看呆了，他还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男子。在延庆，他两个哥哥就算是当地容貌出众的了。来了京城后，尤其是侯府宴请那日，来了许多公子，包括那个什么世子爷。虽然样貌不错，可后来他听到雨落如雪有染，便歇了心思。可眼前这位不同，他身姿挺拔，面容如雕刻般俊朗，眼如明星，眉宇间透露出高贵的自信与从容，又不像旁边那人那么冰冷，好像一块圣洁的暖玉。表妹，这位公子是……李新月终于缓过神，红着脸看着沈玉芝，话却是问洛染。沈玉芝很不喜欢眼前这个女子，眼神太过轻佻，但听到他们唤姑丈大伯，又唤冉儿表妹，大概也猜个7、8分，转头对洛染轻声道：“冉冉，歇好了吗？歇好，咱们就随姑丈下山吧。”骆德运对傅金安道：“既然你想问江南的事情，那我们边走边说吧。”好。傅金安起身，只是离开院子前，又看了一眼沈玉芝刚刚那只碰过洛染额头的手指，眼神微暗。原来是表哥呀，前日府中宴请，怎么没见表哥来呢？李新月听到沈玉芝唤大伯姑丈，就猜到了应该是沈家的人。听父亲说，沈家可是京中亲贵，沈家老爷子在世时就官居首府，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形看，只要沈家不出大错，下一任首府还是出自沈家。李新月过完年都16了，就是等着父亲进京上任再找婆家。他眼神炽热地看着沈玉芝，想象着如果这人是自己的夫君，那以后他可就是首府的儿媳妇了。更别说自己的夫君还这么出众，满京城不得都羡慕自己啊。不得不说，李新月甚至都开始幻想自己在京城风光无限的样子了。沈玉芝也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没时间，便跟在洛染身边出了院子。经过李玉堂身边时，警告地看了他一眼。第59章，他是故意的。面对沈玉芝的警告，李玉堂不以为意的耸耸肩，跟在洛染另一边打开折扇摇了摇，道：“表妹有所不知，这法华寺的后山景色不错，只可惜今日时间紧迫来不及，改日表哥再带你来好好游玩一番。”是啊，是啊。李新月在一旁接道：“表妹你就是太客气了，刚刚我跟哥哥说要陪你一起为大伯母诵经，你却说什么也不让，早知沈家表哥在，我与大哥就不去后山了。”洛染笑笑。一旁的沈玉芝淡淡接道：“姑母喜静，不爱吵闹。”洛染垂下浓密的眉睫，遮盖住眼中笑意。李玉堂兄妹愣了一下，暂时乖乖闭上了嘴。下山的时候，李新月为了与沈玉芝多说2句话，坚持赶走了那2个抬他上山的教撵，非要跟洛染一起步行下去。表妹，来的时候我身体确实不舒服，现在好多了，也跟你走下去吧，多少也算为大伯母尽点心意。沈玉芝却一挥手，几个教撵分别停在骆德运父女面前。他扶着洛然走向其中一个，轻声道：“冉冉小心。”然后回头对李新月道：“李姑娘既然对姑母一片真心，我等也不好推辞。李姑娘小心，我们就先行一步了。”李新月傻站在原地，看着4顶教撵在自己眼前一一下山。李玉堂闭着眼睛捶自己的脑袋：“我怎么有你这么傻的妹妹？这回好了，走下去吧。”原来从山脚下到寺中，所有教撵默认都是来回的，如果没有特意安排，是没有单程的。而沈玉芝来之前就猜到洛染孝顺，肯定会步行上山，所以才预定了3顶。至于傅金安那顶，自然是坐上来又坐回去的。李玉堂埋怨完，上前推了一下妹妹：“行了，别愣着了，赶紧走吧，别晚了城门关了，可就真有你哭的了。”而洛染这一路却如坐针毡，实在是那人的眼神太过肆无忌惮，哪怕当着爹爹和表哥的面，他也毫不顾忌地盯着自己的肚子看了许久。洛染无奈，只好别过头，假装看不见。下了山，一个小厮忽然上前：“侯爷，属下有事禀报。”洛染下了教撵，刚要去马车上，就听父亲对他说：“冉冉，你先跟你表哥去那边亭子里歇一会儿，等玉堂他们兄妹下来，咱们一起回去。”没办法，洛染只好去了亭子。本以为那人也该走了，谁知一回头，竟然也跟了进来，还坐到他身边。“怎么，洛姑娘不欢迎本官？”看见洛染紧绷的小脸，傅金安故意问道。洛染别开眼睛，将身子往表哥那边挪了挪，没好气道：“亭子又不是我家的，傅大人随意。”沈玉芝坐在洛染旁边，看看对面那人，又看看洛染，刚要开口，就见傅金安突然将半个身子倾向洛染，
用不高不低，恰好他能听见的声音附在洛然耳边问：束腰带了吗？洛然脑袋轰的一声，一着急抬手推了他一下，谁知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竟然那么不经风，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差点跌倒在地。沈玉芝暂时没动，只是石桌下的手紧紧握成拳，死死地盯着他。碰巧骆德运这个时候回来，看着刚刚起身的傅金安，纳闷道：怎么了？傅金安笑笑，看着洛冉道：没事儿，没坐稳而已。骆德运狐疑地看向三人，沈玉芝在他看过来时已收起脸上的怒气，又如寻常般温润如玉，抬起头也笑着道：指挥使大人真是太不小心了。傅金安若无其事地拍拍身上的灰尘，道：既然侯爷已经帮本官解答了疑惑，那本官就不打扰各位了，告辞，京城见。最后一句话是看着洛冉说的。傅金安走后，沈玉芝一直盯着洛冉看，直到他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脸上开始有些烦躁。骆德运也注意到两人的不对劲，问玉芝：可是惹冉冉不高兴了？没有，爹爹，是我惹表哥不高兴了。说完，求救的看向沈玉芝。啊，你还知道？沈玉芝轻哼一声。洛冉两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表哥，一时间心里直打怵，幸好这时候李家兄妹下来了。李新月整个人都压在大哥身上，看见洛冉竟激动的差点哭出来。大伯表妹，你们竟没走？骆德运道：一起来的，总不能把你们丢下。行了，赶紧上车吧。李玉堂累坏了，又见那位指挥使大人不在，也顾不得许多，不等李新月动，他先爬上马车，朝洛冉拱手道：麻烦表妹了，让新月与你乘一辆车吧，表哥实在骑不动马了。他本来就是文不成武不就得料子，来时骑马纯粹是为了在洛冉面前显风流，现在累得半条命都快没了，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了。洛冉刚点了一下头，李新月生怕他反悔似的，率先钻进马车。或许是真的累了，李新月一上马车就睡着了，倒是安静了。沈玉芝看看毫无形象躺在那里的李新月，眉峰微蹙，道：要不要我再去找寺中租一辆马车？洛冉不自在地别开眼睛，道：表哥不必担心，还很宽敞的。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沈玉芝又看了他一眼，沉声道：一会儿想办法跟姑丈说，你要去沈家住几日。表哥。洛冉禁不住唤了一声，沈玉芝却已经转身上马，不再看他。一行人这才往回走。车帘一放下，洛冉的肩膀一下垮了下来。右倾看了一眼呼吸沉重的李新月，也有些害怕。小姐，表少爷他是不是？洛冉闭上眼点点头。马车到了冠军侯府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骆德运看着还站在马车旁的沈玉芝，道：玉芝要不要进来喝杯茶？沈玉芝朝他行了一礼，不了，多谢姑丈，今日天色已晚，玉芝就不进去打扰了，等改日玉芝再来探望姑丈。骆德运很喜欢妻子的这个外甥，不但长相好，读书好，进退有礼，简直就是他梦想中的女婿人选。只是如今女儿刚刚退亲，他又不想为难女儿，便想着只要他喜欢，哪怕对方家世差一些也无妨，只要真心对他好就行。那好，那我就不留你了，等你高中的消息出来，我定会去找你爹讨一杯酒吃。骆德运道。沈玉芝也笑着回答：好，玉芝定不会让姑丈失望。哈哈，好，有志气。骆德运开怀大笑。这时李新月终于清醒过来，揉揉眼睛，伸个懒腰，终于到家了，要累死我了。表妹，你怎么不下车？洛冉看了一眼马车外脸色阴沉的表哥，小声道：我还有事，你先下吧。第60章，表哥，对不起。李新月并不知道沈玉芝还没走，下了马车见人还在，立马羞红了脸，多谢沈公子送我回来，你也一路辛苦了，要不要进来喝点茶水？沈玉芝没理会，透过掀开的车帘望向车内。洛冉没办法再装聋作哑，只好硬着头皮道：爹爹，今日是母亲忌日，想必外祖母心里也不舒坦，女儿想去看看她老人家。骆德运点点头，应该的，倒是为父疏忽了，那你快随玉芝去吧，你祖母那里爹爹帮你去说。好，爹爹也早些休息。洛冉道：姑丈，那我们先走了。沈玉芝与骆德运告辞，又翻身上马，直到人影消失不见，李新月还站在原地傻笑。喂，傻子，回去了。李玉堂抬手敲了一下他的头。李玉堂。李新月捂着脑袋大喊一声，忽然看见骆德运微微皱眉的脸，匆匆行了一礼，跑回府里。娘，娘，我回来了。一进院子，李新月便大喊。刘氏与婆母正在屋子里说话，听到声音笑着道：看来今日玩得挺开心。田氏也跟着点头：法华寺好吗？改日咱们娘几个也去拜拜，保佑原谅再往上升一升。好。刘氏听到丈夫还能升官，高兴得合不拢嘴。李新月跺着脚道：哎呀，你们先别管父亲了，还是先听我说。刘氏，你要说什么？李新月红了脸，害羞道：
祖母娘，我给你们找了个好女婿，刘氏、田氏。另一边，洛冉刚进沈府，就听沈玉芝冷声对身边的丫鬟道：“去将表小姐的院子打扫出来。还有，祖母年纪大了，睡得早，吩咐下去别多嘴，明早表小姐再去给祖母请安，知道了吗？”是，奴婢明白。他身边的大丫鬟白姬应下，连忙去吩咐。若说沈家的下人最怕谁，不是德高望重的沈老夫人，也不是三品大员的沈老爷，而是眼前这位看起来最温润不过的大少爷。洛冉明明心里告诉自己，表哥不会把他怎么样，可身体还是忍不住有些抖。沈玉芝回头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道：“现在知道害怕了。”晚了。说着，迈开腿往一边院子里去。洛冉只好跟上。白姬的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功夫就已经让人将院子打扫出来。沈玉芝看了一圈，满意地点点头，对洛冉道：“你看看还需要什么，跟白姬说。”洛冉哪还有心思顾这些，敷衍地看了一圈，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沈玉芝摸着正屋中一尘不染的桌椅，缓缓道：“这个院子祖母已经为你准备了15年，每年西秦的院子里新添了什么，祖母也会命人给这里添一份。她总说，你们小姑娘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洛冉的眼睛有些湿润，哽咽道：“表哥，对不起，我不该这么久不回来看外祖母的。”沈玉芝摇摇头：“不怪你，姑丈忙，没有皇上诏书不得擅自回京，我们都懂。你几个月大就离京，与洛家沈家都不亲近，我也理解。可是冉冉，你知道吗？10年前祖母一场大病，差点就去了。”洛冉双手捂住唇瓣，哭着摇头，他不知道，没人跟他说。沈玉芝却语气很平静，继续道：“祖母和父亲都不让人告诉你，可是那些日子，祖母水米不进，是父亲整日整夜坐在他床头，握着他的手不停地念叨：娘啊，儿知道你想念青音了，想去看他。您能舍得儿子孙子孙女，可您舍得冉冉吗？冉冉从小没娘，以后嫁了人婆家欺负她怎么办？还有，您还没听过她亲自叫您一声外祖母呢，您甘心吗？”洛冉瘫坐在椅子上，已经哭成了泪人。沈玉芝却还没有停下的意思，只是那时候她也小，只敢躲在门后偷偷地看着父亲和祖母。后来说也奇怪，父亲如此跟祖母说了几次，祖母竟奇迹般的醒来。醒来后吃了整整1碗粥，我到现在还记得祖母当时信誓旦旦的样子。她说：“我得好好活着，活着听冉冉叫我一声外祖母，看着她嫁人，看着她生孩子。”洛冉双手捂住脸，整个人蜷成一团：“表哥，对不起，对不起。”沈玉芝叹了口气，本打算心硬到底，可还是没忍住，走到他跟前，轻轻摸着他的头顶：“冉冉，如果你过得好，沈家可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只远远的看着你就行。如果你过得不好，沈家永远是你的家，你懂吗？”洛冉哭着点头。沈玉芝摇头，声音陡然变得凌厉：“你不懂，你若是真的懂，就不会跟那种人有牵扯。你知道傅金安是什么人吗？在他眼中，没有善恶，没有忠良奸佞，他是皇上手中名副其实的刽子手。我知道你有苦衷，可是你有苦衷可以跟姑丈说，跟沈家说，而不是凭着一腔孤勇，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心中的怒火发泄出来，沈玉芝也渐渐冷静下来，抬起洛冉的下颌，轻柔地为他擦去脸上的泪水，好像哄孩子一样，柔声细语：“冉冉，跟表哥说，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洛冉在他的安抚下，情绪终于平缓下来。这件事就好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身上，让他日日夜夜难眠，喘不过气来。多少个晚上，他睡觉去公房都要小心翼翼，就怕谁不小心闯进来发现身上的秘密。今日终于有人发现，他却松了口气，只犹豫了一下，便从元宵那晚的事说起。后来就连洛冉自己都觉得奇怪，不能跟爹爹说的，竟然在表哥的三言两语下就和盘托出。或许是表哥的声音太温柔，让他不自觉地放下防备。当他说完，沈玉芝半蹲在他面前，低着头半天没有动静。按照他心中猜想，洛冉回京也才不过几个月，与那人顶多是有几次接触而已。谁知沈玉芝的脸已经阴沉的不像话，她痛苦地闭上眼睛，牙齿咯咯作响。洛冉被眼前的表哥吓坏了，忙抓着他的手臂，语无伦次的安慰：“表哥，你别担心，我没事，真的。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别生气，好不好？”最后又不自觉地流出眼泪，他真的很害怕这样的沈玉芝。第61章，去江南。沈玉芝睁开猩红的眼睛，想去安抚地摸摸洛冉的头，手却抖得有些不像话，艰难道：“冉冉，你才15岁，这是姑母留下来的唯一骨血啊！”他还隐隐记得，姑母怀着孕的时候，牵着他的小手放在高高隆起的衣裙上，温柔地对他说：“玉芝，姑姑给你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好不好？如果是小弟弟，等你长大了，就让他做你的小跟班，你可以趁没人的时候尽情欺负他。可如果是小妹妹，你就不能欺负她了哦。妹妹娇气，是用来疼爱的，跟西芹一样。
你要保护好小妹妹哦。可是整个沈家，整个冠军侯府就是这么保护这个柔弱的小姑娘。洛冉从来不担心爹爹和外祖母他们知道会像别人那样唾弃自己，相反，他怕的就是像现在表哥这样，他们越担心难过，自己只会更痛苦。努力挤出一抹笑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好。表哥，你别担心，我老早就想好了，等退了傅家的亲事，再为父亲续弦，我就找借口去庄子上住一阵，我就不信没有办法留掉他。如果说一开始洛冉对腹中这个孩子怨念更多的话，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感情也一点点深了起来，现在说这种话似乎都有些艰难了。沈玉芝没察觉到他的迟疑，心疼道：傻丫头，这么大的事，你以为你能瞒到什么时候？等到月份一大，别说不被人发现，就是吃药，一个弄不好，你的命就没了。这些洛冉都想过，可是除了这个，他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了。那个人太强大，府中又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他实在不敢做什么。沈玉芝一点点冷静下来，忽地站起身道：这件事谁也不能告诉，包括姑丈和祖母。只是你说去庄子上这事，还要从长计议。第一，你就这么去庄子上，不可能几个月不见人。第二，既然那人有心阻止，整个京城都布满锦衣卫的眼线，我们想干点什么，难上加难。洛冉脸色惨白，那怎么办？沈玉芝想了想，想办法去江南。去江南？洛冉惊呼，不行。沈玉芝，为什么？洛冉低头咬着下唇，小声道：我不敢。他没说的是，他不放心，他怕自己一走，父亲和沈家上一世的遭遇会提前。本来他的重生就有很多事情跟上一世不一样了，他不能把他们扔下自己走。沈玉芝笑了下，你放心，不是让你真正去江南，而是假装去江南。假装？洛冉不解。沈玉芝点头，对，但是这件事说来简单，做起来还需小心，你让我好好想想。好了，天色不早了，你早点睡，有什么需要就让右亲去告诉我。洛冉感激地点点头，表哥，谢谢你。沈玉芝无奈地叹了口气，又揉揉他的头顶，傻孩子，跟表哥不用客气。第二日，沈老夫人醒来，听说洛冉来了，迫不及待地让人去请。就连被沈伯礼罚官半个月禁闭的沈西晴都得到赦免，提前放出来。一出来，沈西晴就跟飞出笼子的小鸟似的，朝着洛冉便扑过去。冉冉，我想死你了！只是还没碰到洛冉的裙边呢，就被人拎着后衣领甩到一边。沈西晴揉着酸疼脖颈，大叫：哥，你还是不是我哥？你是要掐死我吗？别人不知道，洛冉却知道沈玉芝为什么这么做，默默地垂下了头。沈玉芝也发现自己反应过于激烈了，风轻云淡道：我怕你眼神不好撞到祖母，祖母年纪大了，经不得你折腾。一席话不但帮洛冉缓解了尴尬，也惹得屋子里人哈哈大笑。沈老夫人一边搂着洛冉，一边招呼西晴，将两人都抱在怀里，笑呵呵道：玉芝放心，祖母身体好着呢，不但要看着你娶妻生子，还要看着晴儿冉冉也都嫁人，到时候就有一帮的重孙重外孙围着我转喽。想起昨晚表哥说的话，洛冉的眼眶有些红，双手紧紧地抱着沈老夫人的腰，低声道：好，我们都听外祖母的。沈西晴朝洛冉眨眨眼，道：那还是你先给祖母生重外孙吧，我还没玩够呢，才不想那么早嫁人生孩子。王氏一巴掌拍在沈西晴的胳膊上，笑着骂道：我看你还是没被你爹罚够，整日胡言乱语，你自己不学好就算了，别带坏了冉冉。洛冉努力地露出一抹苦笑，沈玉芝看在眼里，用过早饭后便声称有事出去了。王氏则跟洛冉说起了袁家的事，道：我也不好贸然就去问，这样吧，过几日永定侯家宴请，想必袁家也会去，我先趁机透透话，然后再找媒人也不迟。洛冉点头，都听舅母的，舅母决定就好。王氏道：你也别担心，我觉得这事差不多，我打听过了，袁家最近没有人去提亲。哦，对了，还有上次你让你外祖母帮你找个嬷嬷的事情。洛冉也才想起这件事，之前外祖母就让人告诉他，说人找好了，让他有时间来沈家一趟，看看决定行了再带回去。只是最近一直忙没有过来。人现在可在府上？洛冉问道。王氏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难道不是你跟你表哥说的？洛冉，说什么？王氏道：今天一早你表哥过来跟我说那个嬷嬷不合适，也没说为什么，只说他有合适的人，我以为是你跟他说的呢。洛冉想了一下，瞬间明白了表哥的意思，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道：看我这记性。舅母，对不起，让您白忙活一场，我昨天只是跟表哥提了一嘴，想找个性子温柔点的。我想之前外祖母说过，这个嬷嬷是从宫里出来的，规矩肯定是一等一的好。可是舅母，洛冉抱着王氏的胳膊撒娇，可是学规矩好累啊，万一嬷嬷整天看着我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凡事得按着宫里的贵人来，那岂不是可怜死了？我又不进宫当娘娘，
学那些岂不是浪费了吗？王氏听完他的理由，哭笑不得，点点他的额头，道：“你呀，你真是跟你表姐学坏了，什么都敢说，什么娘娘不娘娘的，以后可不许胡说了，让人听去了笑话。不过你说的也对，这个嬷嬷好是好，就是严肃刻板了些，我见着都忍不住要挺直腰板。啊，连舅母都害怕，那得凶成什么样？不行不行，冉冉害怕，舅母救我！”洛冉故意夸张表情，惹得王氏一阵大笑。第62章，傅大人作恶多端，小生怕鬼。好好，舅母答应你便是。王氏搂着他宠溺道：“别看王氏管起家来井井有条，下人也都有些怕他，可他是最溺爱几个孩子了。也幸亏玉芝从小跟在祖父和父亲身边长大，并没有染上那些贵公子的臭毛病。至于沈西晴，倒是被他宠得有些过于活泼任性。但是对待洛冉不同，小姑娘看起来就娇娇软软的，让人见了就忍不住护在怀里宠着。一想到以后嬷嬷逼着她学规矩，王氏就忍不住心疼。本来觉着嬷嬷还挺好，现在也改变主意了。洛冉又道：“舅母真是白费您的苦心了。”王氏笑笑：“这有什么？左右家里又不差那一口吃的，留着以后给你表姐出嫁用。”说完，两人均会心一笑。皇城午门外，刚刚下朝的大臣们从东侧门鱼贯而出。沈玉芝站在不远处，温和有礼地对经过的大臣们行礼问安。只是当眼前出现一双白底丹褐的皂靴时，却没动。傅金安双手负在身后，也垂眸看向地面，笑道：“刚刚皇上还在朝上夸赞，说沈公子的策论天下无二，看来本官要恭喜沈公子了。”沈玉芝这才缓缓抬起头，不同于傅金安锐利的丹凤眼，一双桃花眼笑起来恣意风流，原来是傅大人。虽然他的身高比眼前之人略矮了1寸，书生的身量也没有习武之人健壮，气质更是温润如玉，可站在令满朝文武都忌惮的锦衣卫指挥使面前，气势丝毫不输一分。最近与傅大人还真是有缘。傅金安假装思考了一下，赞同地点点头。沈公子这么一说，还真是。沈玉芝却皱起眉，有些苦恼道：“可是跟傅大人有缘，似乎不是什么好事。”说着，微微轻身，压低了声音道：“傅大人平日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小生怕鬼。”傅金安挑眉，侧头看他：“沈公子饱读诗书，难道没听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句话吗？”沈玉芝摇摇头，此言差矣。有些恶鬼可不分善恶，专挑柔弱之人欺辱。傅大人若是遇上这种恶鬼，该当如何？呵呵。傅金安轻笑：“我呀，我这人比较怪，不管是人还是鬼，只要我感兴趣，非吃进肚子才安心。”沈玉芝收起脸上的笑容，道：“那好，那我们就看看傅大人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你们在干什么？”玉芝，你怎么在这里？骆德运与沈伯礼一起出来，看见不远处两人同时出声：“姑丈，父亲。”沈玉芝行礼，而后又道：“玉芝找你们有事，碰巧遇上傅大人，随便聊了2句。”傅金安也道：“是啊，本官刚刚还说呢，沈大人可是要请喝喜酒了。”沈伯礼看看儿子，又看看傅金安，点了一下头，却没说什么。既然如此，本官就不打扰几位了。傅金安略抱了一下拳，转身离开。沈伯礼朝着他背影行礼，骆德运则狐疑地看向沈玉芝。骆德运随沈家父子来到沈府，玉芝叫我来，到底有何事？骆德运问道。沈玉芝想了想道：“姑丈，父亲，我想带冉冉去江南。”什么？什么？两人齐声道。沈玉芝笑笑：“你们不必那么惊讶，与其说我带冉冉，不如说是冉冉陪我。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今年春闱较往年晚了一些，但我猜测殿试应该4月份也差不多了，到时候正好天气也暖和了，我想去江南看看。冉冉说姑母还有些东西没拿回来，既然姑丈这几年皇上都不会派您出去，我想着还是都拿回京城比较好。况且……”他迟疑了一下道：“冉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但我知道这次退亲还有骆家的事，他心里也不好过，正好趁机带他散散心，那边他还熟悉，还能帮我指路。”若说沈玉芝前面说的那2个理由，骆德运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可是后面那个就让他犹豫了。他们这才回京没几个月，女儿接二连三发生意外，又受了那么多委屈，还都是来自亲人。他一个大老爷们，有时候想起来都生气，何况他娇娇弱弱的女儿。沈伯礼倒是没什么意见，他知道这个儿子自来有主见，从小到大就没让他操过心，道：“我觉得让冉冉出去走走也好，反正也刚退亲，就算再定亲也不急于这2年。”是啊，我也想趁机多留冉冉几年。骆德运也叹了口气，道：“冉冉呢？他自己愿意吗？”沈玉芝笑笑：“冉冉不同意，玉芝哪敢来跟你们说呀？”行，那就暂时这样定下来，你们5月走，7、8月也回来了。骆德运道。沈玉芝垂下眼帘，算了算日子，笑道：“
也不必非要定死了，万一到时候天气热，我们就再玩几个月也行。哈哈，你是不是怕电视完，皇上就让你入朝了呀？骆德运爽朗地笑道。沈玉芝摸摸鼻子，一副心思被猜中的样子。骆德运还有事，给沈老夫人请过安，又跟女儿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沈伯礼看了一眼儿子，淡声道：“跟我来。”沈西芹凑过去小声问：“大哥，你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刚刚父亲那个样子，分明就是他每次闯了祸之后，父亲要罚自己的表情。”洛冉不解，表姐为什么这么说？舅舅也没生气啊。沈西芹啧啧的摇头，手搭在洛冉的肩膀道：“那你是不了解你舅舅，他表情越平静，说明事情越大。”沈玉芝拨开他放在洛冉肩上的手，道：“毛手毛脚的，别压坏了冉冉。还有，你以为我是你，每天就知道闯祸？”洛冉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他过后得跟表哥说说了，照他这样下去，大家会更早发现他的事情。沈玉芝转身去了父亲书房。父亲，您找我。沈玉芝进来后，规矩站在书案前。沈伯礼写了一封折子后才开口：“说说吧，你到底为何去江南？别用糊弄骆德运那一套糊弄我。”沈玉芝并没有害怕，转身打湿了帕子，双手递过去。第63章，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沈伯礼接过帕子，仔细擦干净手上刚刚不小心沾染的墨汁，道：“可是冉冉有什么事？”沈玉芝自知父亲不好糊弄，便将之前想好的说辞搬出来：“父亲可还记得上次儿子跟您说过有关太子的那件事吗？”沈伯礼手一顿，将帕子扔回去，低头不语。前些日子，这个儿子不知道打听来的消息，怀疑有人对太子不利。他顺着消息查了下去，刚开始倒没发现别的，只是有些他与太宰闲暇时做的诗词被有心人收集了去。文人嘛，总有一时想不开钻牛角尖的时候，可沈伯礼知道自己怎么疏解，实在疏解不开时，就随便做2首诗来打发，事后也都马上处理干净。巧就巧在几年前他刚刚教太子的时候，针对当下官盐的事情理论了一番，最后还做了首诗结尾，却没想到这次锦衣卫调查贩卖官盐案的时候，恰恰牵扯了其中一句，幸亏早些发现处理掉了，否则虽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被有心人利用的话，也是不小的麻烦。可他不知道这是与让冉冉去江南有什么关系。沈玉芝看出父亲疑虑，道：“父亲那首诗碰巧就是冉冉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江南盐运时举办宴请，听一位小姐偶然提起的，仔细问过才知道是父亲所作。所以儿子想趁着这次去江南，查明到底是什么人将父亲和太子的诗流落出去的。可如果儿子一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才让冉冉陪同。”果真？沈伯礼虽然感到意外，却又不知如何反驳。沈玉芝面不改色：“当然，不然儿子怎么知道那个盐运时手中有父亲的诗？至于真实的他是怎么知道的，没必要跟父亲说。父亲一生正直，看不上他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可是有的时候，拯救一个家族靠的就是这些背后力量。父亲只管光明磊落，剩下的他来做。我爹爹跟舅舅真的都同意了？”洛冉惊喜地问。沈玉芝眨眨眼：“这么点小事，表哥还做不好，还怎么保护你？只是上次说欠你的那个盆景，可能得过些日子。”洛冉摆摆手：“表哥找到就好，送不送我不重要。表兄妹都知道彼此在说什么，都心照不宣。”可洛冉还是有些不解：“你不是答应我不去江南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沈玉芝屈指地敲了一下他的额头：“你怎么跟西芹一样笨？怪不得人家都说一。”剩下的话卡在喉咙里，苦笑着摇头：“对不起，表哥不是故意的。”洛冉不在意的笑笑：“我既然没瞒着表哥，自然不在意这些。还有，表哥能不能不要表现得那么明显？万一舅母和外祖母发现了怎么办？”沈玉芝点头：“好，我以后注意。”洛冉：“那江南的事？”沈玉芝道：“放心吧，不会让你真的去江南，只是躲过某人的眼睛罢了。既然决定5月份去江南，洛冉便回去先准备了。毕竟李家人还在侯府住着，他可不想舅母好不容易给父亲说的这门亲事被有些人搅和了。”晚上，骆德运下旨亲自来接洛冉。路上，洛冉透过马车的车帘看着马背上脸色有些不好看的父亲，想了想道：“爹爹，您别听表哥胡说，我没有心情不好。”骆德运摸摸他的头，笑笑没说话。他知道女儿在安慰自己，想自己一个大男人还要女儿反过来替自己操心，老脸就有些骚得慌，心里也更加坚定有必要续弦了。回到府中，自然要先去给祖母请安，只是刚进宁福院的院子，就听见屋里热热闹闹，都是女人的声音。骆德运停住脚步，对洛冉道：“你先进去吧，爹爹晚点再过来看你祖母，记得一会儿早些回去歇息。”洛冉点头：“好，爹爹也别忙太晚。”骆德运刚要转身，就见杜嬷嬷一脸笑意的出来：“侯爷，大小姐，你们回来了，老夫人刚刚还在念叨你们呢。”自打上次的事，骆德运就不喜欢这个杜嬷嬷，
听到他的话，也只简单的应了一声，便继续往外走。只是刚走到院门口，差点撞上一个迎面过来的身影，一声惊呼，身影便朝着骆德运扑过来。洛然忍不住大叫一声：“爹爹！”只见骆德运忽然转身，大步一跨来到洛冉跟前，抱着他连连后退，在几米外的地方站定，看也没看跌倒在地的那人，摸着洛冉的头紧张问：“冉冉，伤到哪里了？”洛冉忍不住笑了，摇摇头：“爹爹，我是担心你。他离得那么远，就算来人想泼他一身热茶，也得是父亲挡着。爹爹也没事。”骆德运听他说没事，这才放心。父女俩齐齐看向门口，杜嬷嬷显然也被骆德运矫健的身影吓到了，反应过来忙跑过去，扯着嗓子喊：“表姑娘，您怎么样了呀？哎呦，快来人啊！”听到动静，刘氏忽然从屋子里出来，捂着嘴惊呼：“表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多亏了侯爷在，否则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快过来谢谢侯爷。”说的他好像刚刚在场一样。洛冉看了那个被杜嬷嬷扶起来的身影，微微一笑。上辈子也有这么一个人，据说是李元亮妻子刘氏的远房表妹，来投靠李家，也就跟着一起在侯府住了下来。谁知这位刘姑娘一来就看上了父亲。祖母见这位刘姑娘长得也算周正，想着给大儿子当个妾室也行，万一以后生了儿子扶正也不是没可能。可那时候李氏早就算计着要把骆红俊过继给大房，他又怎能愿意父亲有妾室呢？于是想尽办法阻挠。谁知道防着防着，不知怎么这个刘姑娘竟然跟二叔混到了一起，还被当场捉了个奸。为此李氏大闹一场，刘氏也没脸，李家这才算从侯府搬出去。只是那时候都是小半年以后的事了，没过2个月她就出嫁了。这一世这个刘姑娘来这么早，想必应该是父亲不同意过继骆红俊，又听说父亲张罗着续弦，李氏这才慌了吧。第64章，侯爷，她很好。刘梅今年18岁，虽然说不上倾国倾城，但也五官精致，有着小家碧玉般的秀气，这种女子最容易引起男人的怜惜。听到刘氏的话，刘梅缓缓起身，红着脸过来行了一礼：“民女见过侯爷，刚刚民女不小心。”话没说完，脸已经红透了。刘氏见状，在一旁捂着帕子笑道：“大哥，这是我娘家表妹，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缘，第一次见面就被大哥所救。”李夫人，骆德运厉声打断道：“没看见的事，休要胡言乱语。”刘氏不以为意，继续道：“怎么是胡言乱语呢？大哥明明这是做了好事，若不是刚刚大哥扶了表妹一下，想必表妹这会伤的可是不轻呢。”骆德运冷笑一声，看着院子里的人问道：“你们刚刚谁看见本侯扶他了？”院子里的丫鬟婆子忙摇头，纷纷说没看见。刘氏笑容僵住，似乎还有些不相信，看向刘梅和杜嬷嬷。前者早已经红着脸低下了头，后者轻轻摇了摇头。刘氏瞬间明白怎么回事了，在心里暗骂了一句没用，又转过头笑呵呵道：“哎呦，看我这眼睛，那可能是把冉儿当成表妹了，我还说呢。”李夫人，骆德运再次出声打断：“京城不比延庆，天子脚下，如果你管不好自己的嘴，早晚会给李家带来祸事。”说完又安抚2句洛冉，大步离开。骆德运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心里还有着对二房的气，以至于连李家也看不上。刘氏被当场训斥，脸上有些挂不住，拿刘梅出气：“废物，端个茶你都端不好，还能干什么？”说完似乎刚意识到洛冉还站在旁边，朝洛冉笑道：“冉儿。”话刚起头，就见洛冉转身进了屋，气得刘氏骂也不是，不骂也不是，只狠狠地掐了一下刘梅的胳膊出气：“还愣着干什么？等人请你进去吗？”一扭身也进了屋。杜嬷嬷看着眼眶红红的刘梅，低声安慰：“表姑娘快别难过了，夫人也是为您好。”又故意道：“我们侯爷就是这个性子，一就是一，眼里不揉沙子，所以这么多年身边才没有乱七八糟的人。这样的人看着是有些吓人，可过起日子来才知道这其中的好处。”刘梅仍低着头，小声道：“侯爷不吓人。”声音太小，杜嬷嬷没听清。“你说什么？”刘梅手里绞着帕子，红着脸又说了一遍：“侯爷，他很好。”“哎，这就对了。”杜嬷嬷立马笑开了花：“你是个聪明的。好了，快进去吧。”屋内，洛然请过安后，便安安静静坐到一旁。刘梅进来后，李氏眼珠子转了转，刚刚外面的动静里面可是听得一清二楚，笑着对洛冉道：“冉儿还不认识呢吧？这位是你舅母娘家表妹，你应该称她一声表姨母。”洛冉听了李氏的话，没动地方。刘梅倒是先对洛冉点点头示意，换了一句：“冉儿。”“洛冉淡淡的应了一声：“刘姑娘坐吧。”换的是刘姑娘，而不是李氏口中的表姨母。刘梅脸一红，更加局促了。洛如雪刚要说话，被母亲用眼神制止，看向祖母。只见老夫人垂着眼帘，似乎没听见下面的话，还在与旁边的田氏闲聊。这些日子，洛冉也大概摸清了祖母的脾性，虽然说心事偏了些，
但也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起码还不想与父亲离心，也不想让骆家败落。在老夫人看来，田氏是她的寡嫂，李元亮是她的侄子，能力范围内照顾些娘家人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忍受随便什么人都能把骆家人踩在脚底下。骆冉虽然不得她喜欢，但她也是侯府嫡出的大小姐，父亲是冠军侯，外祖父是首辅，这等身份就算站在郡主面前也是有几分底气的。一个小小落魄孤女，哪来的面子让骆冉给她行礼叫表姨母？田氏也意识到了，这个小姑子这是在自己面前耍威风呢。不过她也不想管，自打进京，刘氏这个儿媳妇也都好几日没去给她请安了，往宁福院跑的倒是欢，给她点教训也好。大家各怀心思，也就没人管刘梅的心情的了。刘梅只好悄悄地走到末尾坐下，旁边是只有3岁的骆红贤。嫡母要生了，姐姐陪着嫡母，姨娘也得照顾嫡母，哥哥又去学堂了，他今天是跟着嬷嬷来给祖母请安的。本来自己做这玩的挺好，忽然来了个姨姨，还总看着他笑。一向胆小的他忽然爬下椅子，噔噔噔跑到骆冉身边，揪着他的衣摆小声问：大姐姐，贤儿想跟你做。倒不是他跟骆冉有多熟，实在是三房除了他没别的孩子来，二姐姐凶，他害怕，三姐姐每次都不理，剩下那些表姐他都不认识。也不知是不是自己怀孕的缘故，还是心里总想着有个亲弟弟妹妹，本来不喜欢孩子的他，现在看着软软的小孩，竟然也有了些耐心。他摸摸骆红贤的头，笑道：那你让嬷嬷把椅子帮你搬过来吧。骆红贤一听，高兴地拍着肉乎乎的小手：大姐姐真好。骆冉笑了笑，三婶为人是泼辣了些，但对待这个三房唯一的庶子还算是不错的，从骆红贤肉乎乎的小脸和干净的衣裳就能看出来。大姐姐倒是喜欢孩子。一直没吭声的骆如蝶道。骆冉眼睛没看他，话倒是跟他说的，祖母总是教育我们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难道三妹妹不喜欢四弟吗？他拿起旁边一块糕点喂给骆红贤，柔声提醒四弟慢些吃。骆红贤小手捧着糕点，认真地点点头，奶声奶气道：贤儿也喜欢大姐姐。骆冉笑，真乖。两人都没理骆如蝶。一旁的李新月终于按耐不住，也凑过来亲昵地摸摸骆红贤的脑袋，问：表妹可是从沈家回来？第65章，骆冉怎么配得上沈公子？骆红贤也不喜欢这个表姐，可又不敢躲开她的手，只好瞪着眼睛看她一眼，低头吃糕点。骆冉倒是淡淡的应了一声。李新月显得更加热情，又往跟前凑了凑，道：我昨晚可是听我姑丈说了，皇上当着百官的面表扬了沈公子，都说这次会试头名非他莫属。骆冉又应了一声。那你外祖家说什么时候请客了吗？李新月继续问。骆冉终于抬头看他，道：为什么要请客？李新月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肯定是等沈公子中了状元再请客吧。到时候你可别忘了给我送个帖子，我还没见过状元呢。骆冉没再说话，骆如蝶在一旁小声嘀咕了一句，谁也没听清。大家又坐了一会儿，便都起身告辞。刚出屋子，就听大街上鞭炮啪啪作响。李新月皱眉：什么日子？大早上放鞭炮？骆如蝶故意道：哎呀，是不是会是放榜了呀？李新月惊喜地看向骆冉。骆冉摇头，表示自己不知。没一会儿，就见春雨跑进来道：小姐，小姐，会是放榜了，表少爷中了头名。虽然早就知道到结果，可骆冉还是忍不住高兴。见李新月还要跟自己说话，骆冉赶忙快走，一边走一边道：快去让人告诉爹爹，还有给表哥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声音一点点消失在门口。骆如雪看着脸蛋红扑扑的李新月，道：大姐姐表哥中了，表姐怎么这么高兴？李新月羞赧地道：大家都是亲戚，难道不该高兴吗？等人都走干净了，屋子里只剩老夫人时，他才淡淡的看向杜嬷嬷，道：早上门口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嬷嬷眼神闪了一下，干笑2声：没什么，就是表姑娘想给您沏壶茶，正巧碰上侯爷要出去，差点撞上。老夫人看了他2息，直到杜嬷嬷额头上隐隐有了汗珠，才移开视线，忽然问道：你跟我多久了？杜嬷嬷心一紧，道：回老夫人的话，快30年了。老夫人点点头：是啊，快30年了，你我还能活几个30年呢？如果你不想换主子，就别掺和大房的事。杜嬷嬷一听，忙跪下哭诉：老夫人。老夫人摆摆手：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我知道这些年老两家的没少接近你，所以你们干什么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不是瞎子，主子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奴才插手。杜嬷嬷浑身瑟瑟发抖，不敢再争辩：是，老奴知错了。老夫人道：既然知错了，就回去好好反省几日，想想以后该怎么做吧。你手上的事都交给下方吧。是，老奴遵命。杜嬷嬷看了一眼下方，下方垂眸扶着老夫人的胳膊，轻声道：老夫人您慢点。
洛冉这边还没等到自己的院子，就看见一道清瘦的身影站在不远处。听到动静，转过身，温柔地笑了笑，朝他过来。冉儿，宋清佑上前，目光温柔地看着他。洛冉有些无奈，心里在想该怎么跟他说清楚。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妹胜似兄妹。2世以来，洛冉从小就知道自己有婚约在身，宋清佑也知道，所以两人相处一直都是兄妹相称。江南不比京城规矩大，从前两人又年纪小，男女大防便也没那么在意。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才刻意保持距离。就好比上一世，除了他出事之后心里有过那点念想之后，随着嫁入傅家也烟消云灭了。所以对于他信不信自己，他似乎也没那么在乎了。这一世第一次再见他时，只是让他又想起自己死前他要带他走的话，心里忽然又有了点希望，只是问过后便也绝了心思。宋清又不知他心中所想，只知道如今他已退亲，他又高中，两人的距离更近了。冉儿，你替我高兴吗？宋清又柔声问道。洛冉点点头，恭喜宋公子高中。两人在这边说话，洛如雪一眼就看见了。自打那日后，傅世恒已经好几日没联系他了，包括他让人给他送信，他也不回。一开始洛如雪还骗自己说，那天傅世恒是被晋国公和大伯父威胁，才不敢说喜欢自己的话。可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洛冉的亲事都退了，他还躲着不见自己，他这才有些心慌。此时看见洛冉退了亲之后，还有一个中了会员的表哥，这一会儿又来个高中的青梅竹马，顿时心里不是滋味。恰巧李新月姐妹路过，他一把拦住二人，用下颌指了指不远处，看见了吗？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树影下站着2个人，男子温润如玉，气质出尘，女子容貌倾城，身姿曼妙，怎么看怎么登对。李新月忽然将眼前的2个人换成自己和沈公子，越想心里越美，嘴角都忍不住上扬起来。洛如雪鄙夷地看了一眼他花痴的模样，故意道：哎，大姐姐命真是好啊。李新月还在幻想自己和沈公子花前月下的样子，敷衍地应了一声。洛如雪看看周围，见没人，小声道：你知道吗？祖母想把大姐姐嫁给沈公子呢，就是那个刚刚中了头名的沈公子。李新月这才回过神，低声尖叫：那不是他表哥吗？洛如雪惊讶：就是表哥呀，表哥表妹多般配啊。李新月面上愤愤道：洛冉一个退了亲的，他怎么配得上沈公子？洛如雪撇撇嘴：退亲怕什么？不是还没成亲吗？就算成亲，沈家愿意，姑丈愿意，谁有什么办法？这话听在李新月耳朵里，就变成了是骆德运仗着自己侯爷的身份逼沈玉芝娶洛冉。他们怎么能这样？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李新月气红了脸。洛如雪故意满不在乎道：就是仗势欺人，你有什么办法？这是京城，我大伯又深受皇上信任，别说仗势欺人，就算再大的事都不怕。又看看洛冉的方向，道：喏，你看我大姐虽然退了亲，不也没觉得丢人，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呢。李新月在看洛冉，完全像看一个敌人。他旁边那人是谁？第66章被拒绝。看着李新月眼底毫不掩饰的嫉妒，洛如雪微微一笑，故作惊讶道：他你都不认识？李新月转头看他：我刚来京城，还没出去过呢，怎么会认识？洛如雪同情地点点头道：那个人叫宋清佑，是我大姐姐从小一长大的青梅竹马，是这次会试第2名呢。你看看他那眼神，都跟粘在我大姐身上似的。洛如雪又叹了口气：哎，要不我刚刚说大姐姐命好呢，哪怕是退了亲，也有高中的表哥跟青梅喜欢，嫁人总是不愁的。洛如雪走后，李新月站在原地看了许久，直到洛冉离开，他才动了身子。这边洛冉已经跟宋清佑说得很清楚，他这辈子不会再嫁人，更不会嫁给他，说完便决绝地离开了。宋清佑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他以为等自己高中了就来找人提亲，他以为他会很高兴，会像小时候那样甜甜的叫他清佑哥哥，却怎么没想到曾经那么柔弱的冉儿妹妹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他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宋公子。宋清佑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没听到有人唤他。宋公子。李新月又唤了一声，宋清佑这才回神，见是一位陌生女子，忙退后2步，微微弯腰，不知姑娘在此，在下打扰了。说完便转身要离开。宋公子难道不喜欢冉表妹了吗？李新月虽然没听到2人说了什么，但见洛冉走时的表情，还有这位宋公子丢了魂的样，也猜个8、9不离十。宋清佑听到他唤冉表妹，便停下来，声音有些冷道：在下虽不知姑娘为何人，但古人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姑娘既称冉儿为表妹，想必当是亲近之人，亲近之人更当爱惜维护，而不是像姑娘这样口无遮拦。这是在侯府亦可控，若是去了外面，冉儿因为姑娘这句话很可能名声有损，难道这是姑娘所希望的吗？几句话说的李新月恨不得上去把他嘴堵上，
跺着脚道：“我这是在帮你，你怎么不知好赖？”宋清又冷笑一声：“那在下还要多谢姑娘好意了，只是恳求姑娘以后不要自作多情，我的事还轮不到姑娘操心。告辞。”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李新月哆嗦的指着他的背影：“这是个什么东西？”他身边的丫鬟谢儿忙劝道：“小姐，您跟一个书呆子生什么气啊？咱们还是想想怎么让沈公子娶不了大小姐才是啊。”李新月冷笑一声：“一个退了亲没人要的货色，他也配沈公子？”谢儿附和：“就是那个洛冉，除了有个好父亲，还有什么呀？论才情，论相貌，可比小姐您差远了。”果真？李新月摸着自己的脸，高兴地问道。真个屁！李玉堂拿扇子敲了一下李新月的头。大哥！李新月捂着头怒目而视。李玉堂看了一眼谢儿，谢儿忙缩着脖子站到一旁。李玉堂冷笑一声：“妹妹有时间还是找个聪明点的丫鬟吧，这么个蠢货，忽悠你两句你就找不着北。”李新月气急：“你倒是向着谁？”李玉堂道：“我当然向着你，但是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啊。你若是有这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去讨那个沈公子的欢心。你有办法？”李新月眼睛一亮，他知道自己这个哥哥除了读书这种正事，其他还都挺靠谱。李玉堂神秘一笑：“我帮你可以，但是你得先帮我。3月18是永定侯夫人60大寿，骆德运的爵位是他用自己的命赚来的，冠军侯这个爵位也只能世袭3代，如果后面子孙不争气，3代之后也就从京城权贵中消失了。可永定侯府不一样，岳家的爵位是用世代白骨换来的，世袭罔替，只要他们不犯谋逆的大罪，子子孙孙都会传下去。如今的永定侯岳正年年遇6旬，2年前还亲自挂帅平息战乱，只可惜他的2个儿子都在几年前战死沙场，只留下孤儿寡母。尽管如此，岳家也没有因此衰败，子孙反而更争气。比如永定侯的嫡孙岳伯瑶，刚刚弱冠之年，已经跟在骆德运身边担任守备3年，年末回京后被皇上任命为禁军3等侍卫。有了这层关系，骆家来人的时候，岳伯瑶亲自出来迎接。侯爷！岳伯瑶上前行礼。骆德运熟忍地捏捏他的肩膀，赞道：“不错，又结实了。”岳伯瑶憨憨的一笑，看到后面的马车，想必应该是女眷，忙低下头：“侯爷里面请。”然后又有嬷嬷上来，引着骆老夫人一行人去了内院。骆然与骆如雪一边一个跟在祖母身后，旁边是田氏带着李新月、李氏、刘氏等人跟在后面，在后面则是骆如蝶与李家的2个庶女。刚刚岳伯瑶与骆德运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在车里偷偷看见了。此时见没了外人，李新月偷偷用手臂碰了一下骆如雪，低声道：“刚刚那个人是谁？怎么那么黑？”骆如雪捂着嘴偷笑，眼神飘向骆然：“这你得问我大姐，她熟悉。”李新月好奇：“为什么？”骆如雪笑而不语。骆然浓密的睫毛垂下，眼睛盯着脚下的路，脊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仪态万方。听到2人说话，眼神都没动一下，淡淡开口：“来别人府上做客，望一主家仪容，表姐的规矩就是这么学的吗？”骆如雪表情僵了一下，连忙挺直脊背继续走路。而一旁的李新月被训斥了，有些恼羞，但碍于场合，终究是没敢反驳。走在前面的骆老夫人也听到了后面的动静，嘴角微微扬起，对旁边的田氏道：“嫂嫂，冉儿说的对，月姐儿今年也不小了，确实该找个嬷嬷了，京城不比延庆。”田氏老脸通红，狠狠地回头瞪了一眼李新月，讪笑着附和：“妹子说的是，回头还得麻烦你帮忙看看，我们这初来乍到也都不熟悉，一个嬷嬷而已。”骆老夫人应了。第67章宴回。一行人继续往前走，领路的嬷嬷见田氏脸生，又知道后面那位是刚刚回京的冠军侯独女，都是第一次来，便时不时地介绍一下周围景物。如今岳家虽然人丁不够兴旺，但毕竟是几代积累下来的底蕴还在。府中占地面积极大，亭台楼阁，假山溪流，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领路嬷嬷笑着对骆冉道：“大小姐久居江南，想必看着这些景物都眼熟吧？”骆冉轻轻点头，微笑着回道：“乍一看似乎是差不多，仔细看又不同。江南园林布局自由，小巧而玲珑，而侯府在婉约的基础上，还处处彰显着大气恢宏。比如这布局整体突出对称，显示主人胸怀宽旷，而细微处却清雅素淡，两者结合，不但不显得突兀，反而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小姑娘语速不急不缓，声音不高不低，听在耳朵里甚是舒服。”嬷嬷赞赏地点点头：“大小姐果然见多识广，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老夫人祖上江南，侯爷体恤老夫人，特意命人不改变整体布局的情况下，按照江南样式所建，也算是以解老夫人思乡之苦。”骆冉扶了扶身子：“侯爷与老夫人间谍情深，令人敬佩。”嬷嬷见眼前的小姑娘进退有度，落落大方，满意地点点头，不再说话。而老夫人和田氏对看一眼，继续走路。
后面的李氏瞪了一眼洛然，仿佛他抢了洛如雪的风头。而一旁的刘氏则抿着嘴，心情愉悦。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几斤几两，不说话已经让他烧高香了，倒是乐于看李氏不痛快。走了一会儿，终于到了永定侯夫妇的主院，里面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大家相互见面打过招呼后，洛冉带着妹妹们上前给永定侯夫人庄氏拜寿。庄氏笑着叫起，然后朝洛冉招招手，对一旁的沈老夫人道：“这个就是青音留下的那个孩子。”沈青音是洛冉的生母，当年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才女。庄氏一度想把她说给自己的小儿子，谁知道被洛老爷子横插一脚。提起早逝的小女儿，沈老夫人眼眶又有些红。庄氏拉着她的手安慰：“别伤心，都过去那么久了，想开点。你看看我，这不也苟活着？”沈老夫人忙反握住她的手，自责不已：“老姐姐别这么说，幸好孩子们都长大了，咱们也算熬出了头。”庄氏点头：“就是这个理。”然后拉着洛冉的手，满眼喜爱：“哎呦呦，看这小模样，简直比青音小时候还俏呢。听伯瑶说，那个慈安堂的主意还是你先提出来的，可真是个胸襟大度的孩子，有你外祖父的风范。”短短2句话，就帮洛冉把之前因为退亲有些损害的名声挽了回来。虽然退亲是洛家提出，但碍于两家情面，没有说出退亲的具体原因，于是便有人猜测是傅家不满意洛冉。毕竟没有母亲教养，又在父亲身边长大的孩子，规矩礼仪肯定比寻常人家差远了。再加上晋国公府含糊其辞的态度，大家更确定退亲的原因是因为洛冉德性有亏。可如今庄氏几句话，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慈安堂是什么？那里都是为大晋牺牲的将士们的后代，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能有这份胸襟和善心的女子，德性能坏到哪去？况且现在再看，小姑娘如春日枝头上最俏丽的花，不但模样好，规矩礼仪可不比京中任何一人差。大家再看向方氏母女的眼神就有些变了。慈安堂的事儿只是提了个想法，后面具体都是爹爹和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实行中又离不开岳大哥的废寝忘食，这才有了如今的成果。洛冉不骄不躁，声音里带着江南特有的软糯，并没有因为岳老夫人的夸奖而沾沾自喜，反倒更像与长辈间亲昵对话。好好好，庄氏一连说了3个好，喜爱之情尽显。他看着面容慈祥的岳老夫人，知道她这是为自己好。忽然后悔自己上辈子怎么就能躲在院子里不问世事那么多年，他到底错过了多少真心待他的人。正暗自后悔，门口忽然传来丫鬟的通报：“老夫人，大少爷带着指挥使大人和庆小王爷来给您贺寿了。晚辈金安，晚辈九晨，给老夫人拜寿，祝老夫人福如东海，松鹤长青。”庄氏忙笑容满面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快都起来吧。老夫人，这是晚辈费了好大力气才找来这么一座观音像，您快看看喜不喜欢？”陆九晨命人端上一座1尺余高汉白玉雕刻而成的观音，观音眉目慈祥，笑容温和。庄氏连连点头：“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让小王爷破费了。”陆九晨不在意的摆摆手：“老夫人客气了，只要您喜欢，晚辈这心意就算没白费。”轮到傅金安，他本来性子就淡，自打任了锦衣卫指挥使，更是喜怒无常，旁人根本无法分辨他内心的想法。可是今日，这位人人忌惮的指挥使大人，脸上竟然带着看起来有2分亲切的笑容，虽然很淡，但还是让人无法忽视。常英捧着一只平淡无奇的暗红色檀木盒子上前：“老夫人，这是我们大人给您准备的贺礼。”庄氏本也不在乎什么礼物不礼物的，只是看着这些孩子如今都已长大，欣慰的同时又有些心疼，尤其是对傅金安，他总是时不时就想起10几年前5、6岁的孩子衣衫褴褛，光着脚浑身是血的跪在侯府门前求救。好，好，好！庄氏除了高兴，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陆九成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尽量隐匿在一众夫人小姐身后的洛冉，突然不想这么快离开，勾唇一笑：“老夫人，难道您就不好奇燕回送的是什么东西吗？他可是连伯瑶和我都没告诉呢。燕回是傅金安的字，只是这个世界上能这么称呼他小字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愿及春回再轻燕，和亲海燕，春天再回。”洛冉没想到这人还有这么温暖的小字，不自觉抬头看了一眼，却没想到与那人撞了个正着，慌乱间又低下头。傅金安手指无意识的轻捻，接着刚刚陆九晨的话道：“没什么，不过是些寻常之物，给老夫人闲暇时节解闷罢了。”本来陆九晨那话不过是随口一说，但听到傅金安这么说，更加好奇了，非鼓动岳老夫人拆开看看。旁边有几位年岁相仿、地位也差不多的老夫人也跟着笑。庄氏无奈的摇摇头：“好吧，既然都好奇，那老身就看看。”说话间看了一眼傅金安，傅金安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第68章手帕胶。庄氏亲手打开檀木的盒子，里面的东西赫然出现在眼前。旁边看清了的人一愣，不自觉的齐刷刷看向傅金安。陆九晨上前看一眼，也愣住了，半晌才行了一礼：“老夫人，晚辈唐突了。”
庄氏愣了半晌，才擦掉眼里的泪水，双手颤抖着去拿盒子里的东西，可因为太过激动，半天也没拿出来。就连洛冉都忍不住好奇，微微踮着脚尖看过去。傅金安余光看见桃红色衣裙下那只若隐若现的粉色绣花鞋，忽然想起2个月前那晚，巴掌大的玉足把玩在手里，比上等的暖玉还要温润细腻，眼神不觉暗了暗。庄氏已经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是一把半截锈迹斑斑的刀，还有已经残破的面目全非的头冠。这是老大最喜欢的那把刀。庄氏额头抵在那个残破的头冠上，痛哭出声。永定侯这个时候也过来了，身后跟着骆德运等人。见状，各位夫人小姐忙退到屏风后面的暖阁，屋子里只剩几位年纪较长的老夫人们。隔着屏风，洛然隐约看见永定侯走到庄氏身边，拿起那把半截的刀半晌没说话，最后声音有些沙哑道：“燕回，你这是在哪找到的？”傅金安早已收起心中旖旎，平淡道：“偶然间在大渊边境发现的，那是岳向明战死的地方。”谢谢你。堂堂永定侯也不禁眼睛有些酸涩，大儿子死得惨，连个全尸也没有留下，这2样东西可以说是陪他走到最后的物件了。傅金安道：“侯爷不必客气。”多余的话再也没多说。岳正年却知道，能找到这2样东西，肯定是耗费了不少精力。如果那么好找，岳家当年早就找到了，而不用等了10几年。他上前拍拍傅金安的肩膀，半晌才道：“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叹了口气，摇摇头，没再往下说。庄氏被2个耳袭人扶着下去，平稳情绪了。尤其是岳向明的妻子岳伯瑶的母亲没事，看见亡夫的遗物，更是哭晕了过去。大家都忙着去安抚。永定侯也带着男人们去了前院，只剩岳家的2夫人和2位小姐招呼大家。洛然也随着各位小姐们去了园子。一出来，大家的情绪显然好了许多。其中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府上的千金小姐忍不住埋怨，那个傅大人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没规矩，哪有人家过寿他送遗物的，真是晦气。说着还挥挥帕子，似乎要把晦气赶走。另一个千金小姐忙道：“嘘，小点声，让他听见你还想不想活了？没听说吗？上次有个大人只是喝醉酒背后骂了他2句，第2天舌头就被人无缘无故拔掉了，到现在都没找到凶手呢。”哼！刚刚那个小姐不以为意的哼了一声，却也没再说什么，显然还是有所忌惮的。洛然本就不是爱热闹的性子，走着走着也就落在后面，索性去了旁边的亭子，下边是一条蜿蜒的小溪，溪水从上面假山上流下来，虽然是3月，但因为小溪两边都是青竹翠柏，一点都没有萧条之象。坐在亭子里，周围忽然安静下来，就连右青都忍不住道：“这些个小姐们表面上一个个口中这规矩那规矩，谁知道背后这么爱嚼舌根？”洛冉微微一笑：“人之常情罢了，不喜欢听我们就离远些，没必要生气。”右青点点头道：“奴婢只是替岳老夫人难过，那么好的人，竟然2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寻常人早就受不住打击了。”洛冉叹了口气：“是啊，在父母眼里，孩子的一根头发都是宝贝的，哪顾得上什么吉利和晦气呢？如果是我，哪怕是亲人的一根白骨，也会视若珍宝。”他想起了上一世的父亲骆如雪，挺着大肚子，告诉自己他怀的是傅世恒的亲骨肉，告诉自己他才是傅世恒最爱的人，这些他都不在乎，唯独在乎的是他亲口说父亲死无全尸。如果那时候有人捧着一堆白骨告诉他，那是最疼爱他的爹爹，想必他也会对那人感激涕零吧。你果然与别人不一样。一道女孩的身影出现在亭子里，眼睛有些红，却又有些欢喜地看着他。洛冉看着眼前陌生的女孩，起身行了一礼，刚要开口，就见女孩上来亲热地握着他的手，道：“你就是洛妹妹吧？刚刚我去帮母亲招呼客人，回来时你已经走了。”洛冉歪着头打量她，女孩五官精致，眉眼英气，与岳伯瑶有5分相似，再结合她口中的话，甜甜道：“你就是婉姐姐。”岳婉和高兴地点头：“原来你认识我。”洛冉笑道：“岳大哥总是念叨你，今日终于一见，婉姐姐果然好看。”岳家人的性格都豪爽大方，岳婉何以如此？撇撇嘴道：“可算了吧，我大哥不背后我说坏话就不错了，还能夸我。不过他有一件事没说谎，然而妹妹果然温柔如水，怪不得大哥总说让我文静些。”洛然有些脸红，我倒希望自己像婉姐姐这样活泼明媚。岳婉和摇头：“可别学我，整日被我母亲和我大哥嫌弃。我一早就想与妹妹认识，可打去年年底，祖母的身子就有些不好，这个年我也没出去做客，倒是现在才有机会见到你。刚刚听你那几句话就知道，我大哥说的果然没错，你与旁人不一样。”洛冉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道：“不过是感同身受罢了。”岳婉和这才想起眼前这个小姑娘，一出生没2个月就没了母亲，连母亲的样子都不记得。虽然自己父亲也没了，但总归还陪伴她那么多年，死后又得朝廷殊荣，倒不像她。这么一想，心中对洛冉更加怜惜，2人似乎认识了多年的好友，愈加亲近。“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沈西晴风风火火从外面进来，端起洛冉面前的茶一饮而尽，末了毫无形象的用袖子擦了一下唇边。他身边的小丫鬟白翠拿着帕子的手僵在半空，哭笑不得：“小姐，被夫人知道又该骂您了。”沈西晴挥挥手：“哎呀，你快出去，我要跟婉和与表妹说说话，你别打扰我们。”白翠只好苦着脸跟右青还有岳婉和身边的丫鬟去了亭子外面。岳婉和与沈西晴年岁一般大，生日只比沈西晴大了几日，两人一直都直呼其名。西晴，你刚刚去哪了？怎么一来就没看见你的人影？岳婉和问道。沈西晴眼珠子转转，狡黠的一笑，扬起下巴指指不远处，看着洛冉道：“去帮某人跑腿了。”第69章，我还能吃了你不成？帮我？洛冉指着自己的鼻子，他不记得让表姐帮忙做过什么呀，只是顺着方向望过去，恍然明白了。怪不得他刚刚在屋里只看见外祖母，却没看见舅母与表姐，原来他们真的是在帮自己呢。树影婆娑，王氏与袁淑仪站在小溪对岸，因为地势低加亭子遮挡，那边看这边并不清楚，这边看那边却一览无余。只见不知王氏对袁淑仪说了什么，袁淑仪忽然低下了头，脸红红的，半晌才缓缓点头。王氏立刻漾开了笑容。见状，洛冉心里有了数，看来父亲的亲事八成是成了，感激地牵起沈西晴的手道：“表姐想要什么，冉儿自是给你寻来。”沈西晴灵动的双眼眨眨道：“我想跟你和大哥去江南。”洛冉愣了一下，如果真是去江南，他当然乐意与表姐一起，只是一时间犹豫不决。岳婉和见洛冉为难，沈西晴又不依不饶，姐妹俩显然僵住了，忍不住笑道：“你们俩这是打什么哑谜呢？我怎么都没听懂。”沈西晴坏笑道：“你不用听懂，你就准备好到时候吃喜酒就行，而且还得是冉冉亲自给你下帖子，是不是？冉冉。”岳婉和一惊，以为两人在说洛冉的亲事，可见洛冉神情坦荡，一点没有害羞的样子，又狐疑地看着二人。洛冉眉眼轻翻，瞪了沈西晴一眼，挽着岳婉和的胳膊道：“婉姐姐别听我表姐胡说八道，不过给婉姐姐下帖子倒是可以，过几日天暖和了，咱们去郊外踏青吧。”重活一世，他想把自己上辈子丢失的快乐都找回来。岳婉和痛快地答应：“好，那我就等着了。”沈西晴撇撇嘴：“我不管，反正你刚刚都答应我了，我大哥那边你去说。”洛冉忽然感觉有些头疼。三人正在说笑，忽然一个小丫鬟跑过来，气喘吁吁道：“大小姐，原来您在这里，夫人找您呢。”岳婉和纳闷：“母亲，我不是刚从她那里过来吗？”小丫鬟摇头，急急道：“是安贞郡主和傅姑娘打起来了，夫人叫您赶紧去劝劝呢。”岳婉和一听，连忙起身。沈西晴与洛冉齐声道：“你，婉姐姐，快过去看看吧。”岳婉和：“那好，我先过去看看，你们自便。”转身匆匆离开。岳婉和走后，沈西晴又开始抱着洛冉不松手，哀求带他去江南的事情。两人闹得正欢，外面来人了都没注意到，还是右青故意大声咳了一下，洛冉才回过神。只是几个人已经进了亭子。岳伯瑶常年从军，肤色有些黑，但一点都不妨碍他的英俊。岳家人都是浓眉大眼，看起来就是正直憨厚之人。西晴，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呢？可不许欺负冉儿哦。岳伯瑶率先开口，笑着道。岳婉和与沈西晴从小就要好，两家走得近。岳伯瑶又因为是骆德运的手下，与洛冉更是再熟悉不过，所以说起话来也随意许多。沈西晴闻声转过头看了旁边那两人一眼，微微皱眉，似乎是不太高兴岳伯瑶把人带过来。岳伯瑶看出沈西晴不高兴，挠挠头，他也是被逼的。陆九晨轻笑一声：“怎么，沈姑娘似乎是不欢迎我们？”沈西晴低头抚平衣摆，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怎么敢？”意思却再明显不过。洛冉此时也起身，朝几人俯身行礼：“民女参见小王爷、傅大人。”沈西晴也不情愿地上前两步行礼。傅金安应了一声，仿佛并没有看两人，便随意找个石凳坐下来，长腿慵懒地伸着，位置好巧不巧将洛冉堵在了亭子最里面。洛冉身后是亭子下方的小溪，前面被这人的身影挡了一半，右手边是一人粗的廊柱，想动弹一下空间都不够。随后陆九晨挨着傅金安坐下，岳伯瑶也只好跟着坐下，又指指自己左手边，示意沈西晴坐下。洛冉看看眼前的背影，他想出去，要么紧贴着这人的后背过去，要么越过他的大腿，显然两种都不可能，倔强地站在那里。傅金安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道：“坐吧，这么多人还能吃了你不成？”洛冉都恨不得当场翻个白眼，他除了身后的美人靠能坐，也就是他的大腿了。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傅金安故意轻笑一声，拍拍自己的大腿，轻佻道：“你若想坐这里也可以。”洛冉的脸疼得红了，偷偷瞪他一眼，紧挨着柱子坐下，脊背挺直。可越是这样，傅金安似乎越是随意，半侧着身与陆九晨说话，从外面看好像大半个人都靠在了洛冉身上。洛冉真是连口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一不小心就将这人身上凛冽的气息吸进肚子。沈西晴见洛冉坐下了，也在岳伯瑶身边坐下，眼睛滴溜溜看着他眨眼，似乎在问：你怎么跟这两个阎王混一起去了？岳伯瑶想解释，又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倒了一杯茶推到他面前，问：你们刚刚在说什么？沈西晴捧起茶，随意道：没什么呀，我大哥过些日子要带冉冉去。表姐。洛冉忽然出声打断。沈西晴抬起头看向他，另外3个人也都齐齐看着他。洛冉脸上还有些红，语气有些不自在，道：你们都尝尝这个茶，婉姐姐刚刚特意命人端过来的，很好喝。哦，是吗？那我可得多喝点。陆九晨端起茶盏品了一口，似乎是不死心，又品了一口，表情有些古怪。怎么了？岳伯瑶看他表情不对，问道：今日是府上宴请，难道是有的下人忙昏了头？端起茶抿了一口，也奇怪地看向洛冉。沈西晴刚刚只顾着打闹，还没来得及喝茶，见两人反应，也端起来喝了一口，道：这不就是普通的普洱吗？你们干什么都这样一副表情？洛冉忙朝表姐偷偷眨眼，道：普通吗？我喝着一点都不普通啊，反正我觉得很好喝。沈西晴接到他眼神，跟着点头：哦，对，不普通，我也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普洱。陆九晨与岳伯瑶面面相觑，齐齐看向认真品茶的某人，刚刚可是他张罗过来的。第70章，对你身子不好。傅金安只低头品茶，也不说话，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呵呵，陆九晨忍不住干笑2声。你们2个不至于吧？传出去还以为皇上怎么虐待侯爷和沈大人呢。抬起胳膊碰了一下旁边一直低着头，手里拿着茶盏轻轻摇晃的某人，道：你回头跟黄伯父说说，沈大人就不用说了，太子每年孝敬给他的好茶不知凡几。侯爷可是咱们大晋的功臣，怎么府上连这么普通的普洱茶都没有？洛冉忙道：小王爷误会了，在江南喝绿茶比较多，所以乍一喝普洱还觉得也不错。哦，陆九晨故意拉长了声音，还要说什么，忽然见傅金安转过头，盯着洛冉看了2息，道：你不能喝茶，尤其是普洱，对你身子不好。噗，咳嗨嗨。沈西晴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把自己呛得咳个不停。而某个罪魁祸首犹不自知，还在吩咐外面的丫鬟去问问你们厨房有没有热牛乳，给洛姑娘端来一碗。天凉，喝牛乳对身体好。最后一句话是对洛冉说的。洛冉眉头紧皱，双目愤愤地瞪着他。傅金安似乎很无奈，又很宠溺道：乖，听话。咚！沈西晴终于忍不住，一把挥开岳伯瑶替他拍打后背的手，道：小王爷，岳大哥，不好意思，我娘和我祖母还在等着我们，失陪。然后又对傅金安道：麻烦傅大人让一下，你挡住我表妹的路了。傅金安的脸冷了冷，岳伯瑶有些担心，轻轻唤了一声西晴。沈西晴没理他，继续盯着傅金安看。傅金安轻笑一声，转头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我挡了你的路？洛然起身，乌黑的压结微垂，掩盖住眼中的神色，微微俯身，淡声道：多谢傅大人高抬贵手。傅金安没说话，只盯着他看。小姑娘皮肤很好，光是冲着她的那抹额头就又白又嫩，让人看了都恨不得咬上2口。她不说话，洛然也不起身，依旧维持着行礼的姿势。岳伯瑶有心开口，也被陆九晨用眼神制止了。僵持了大概几息的时间，傅金安长腿忽然一收，只让出与亭柱间尺余宽的距离，道：洛姑娘，请。洛冉看了一眼那块距离，道：多谢傅大人。于是微微侧身，尽量收着裙摆过去，只是不知那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马上离开时，他忽然转身，膝盖不小心蹭了他大腿一下。虽然隔着厚厚的衣裙，可还是让他忍不住颤了一下。幸亏沈西晴在前面忙扶住他，两人这才离开。岳伯瑶看着2个小姑娘落荒而逃的背影，有些不忍，道：傅大哥，冉妹妹从小胆子就小，如果她有哪里做的不对，还请你多多包涵。傅金安看了他一眼，笑：我险些忘了，恒之也在江南待了4、5年了吧？恒之是岳伯瑶的字。闻声点点头，笑着回道：是啊，在江南，多亏冠军侯照顾，不然我也不会这么顺利回京。傅金安点点头，忽然道：恒之今年也不小了吧？永定侯可给你定亲了？岳伯瑶愣了一下，苦笑道：我这才刚刚回来，哪有那么快？傅金安唇角微勾，如果恒之有心，还是尽早让侯爷去沈家提亲吧，否则我怕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岳伯瑶一听，顿时有些紧张。这些年他一直喜欢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也想早些把她娶回来，可他人在江南，又不忍她年纪小小离家，所以才等到现在。正想问明原因，只听陆九晨在一旁慢悠悠道：听闻今年秋天皇上要选秀，毕竟太子年龄也不小了，沈大人又是太子的半个老师，伯瑶，你可得抓紧了。
岳伯瑶忙起身做了个揖，恒之多谢二位告知。出了亭子，傅金安舌尖轻轻扫过嘴角，道：“长影，去查查沈玉芝准备带他去哪。别以为他没听明白沈西晴那半句话的意思，想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把人带走，还得看他乐不乐意呢。”陆九晨啧啧摇头：“哎呦呦，某人这是着急了。”傅金安勾唇：“该着急的不是我。”离开了亭子，洛冉丝毫没有感觉到轻松，相反，心中更加不安。按照傅金安这2次的样子看，他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们的关系被人发现，隐隐还有种特意让别人知道的意思。就好比那日在法华寺山下，他特意表露出亲昵让表哥知道。今天又是，这不沈西晴从出来就盯着他看，一副要把他盯出洞来一样。对了，刚刚那个小丫鬟说安贞郡主跟傅姑娘打起来了，是怎么回事？洛冉不自在地躲过表姐的视线，努力岔开话题。可沈西晴一点都不上当，双臂抱胸靠在树上：“冉冉，你今天休想糊弄过去，若是不把你跟那个傅大人的事交代清楚，我就去告诉祖母。”洛冉哭笑不得，抱着他的胳膊摇晃，可怜巴巴道：“表姐，我刚刚回京才几个月，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连话都没跟他说过几句。”沈西晴狐疑地看向他：“那为什么他刚刚表现的那么？”他想说亲近，又怕坏了表妹名声，所以没说出来。洛冉也做不理解状，皱眉思考了一下，忽然抓紧他的胳膊道：“表姐，你说他能不能是在报复我？”沈西晴站直了身子，问：“为什么？”洛冉眼睛眨眨道：“你想啊，我跟傅家退了亲，他们虽然没说什么，可私下里肯定觉得丢了面子。要不然上次在洛如雪的及笄礼上，傅明珠怎么还企图用热茶泼我呢？傅金安也是，他是傅家大公子，就算外面都说他跟晋国公父子关系不好，可是再不好，那也是人家关起门来的事，在外面肯定还是要面子的，尤其像他们那种人。”说起上次及笄礼上的事情，沈西晴就懊悔不已，都怪我爹，要不是他罚我不许出门，那个傅明珠敢那么欺负你。你说的没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全家都是个不要脸的。越说沈西晴越气愤，最后拉着洛冉气呼呼离开。洛冉险些被他拽了个跟头，忙问：“表姐，你要带我去哪？”第71章赐婚。沈西晴一边走一边解释：“你可能不知道安贞郡主，她就是刚刚那个庆小王爷的亲妹妹，当今皇上的亲侄女。前一阵子太后娘娘身子不适，她一直在宫中侍疾来着。不过她跟她哥不一样，除了脾气大点，没什么毛病。傅明珠最怕她。上次的仇咱们还没报，这时候不报，什么时候报？刚刚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早离开也不至于碰上那几个人。”沈西晴有些后悔刚才没跟着岳婉和一起离开。洛冉苦笑：“表姐，咱们这算不算以多欺少？或者这不明摆着占那个安贞郡主的便宜吗？”沈西晴回头看傻子一样看他一眼，道：“你是不是真傻？这怎么能叫以多欺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京城里像傅明珠那样眼高于顶的草包可不少。还有，咱们这怎么能是占便宜？咱们这明明是在帮他，好不好？”洛冉不知说什么好，当然也什么都没说，只要他不缠着自己问那个人的事，干什么都行。只是他们2人到的时候，人早就散了。不远处的亭子里，姑娘们还在吟诗作对，相对比这边倒显得过分安静。沈西晴毫不客气地走到一个大约14、15岁、杏眼圆脸的姑娘跟前，大声问：“陆圆圆，听说你刚才跟傅明珠打起来了，怎么样？吃亏了吗？”名叫陆圆圆的姑娘抬头瞪了他一眼：“沈西晴，你就不能好好说话？你什么时候见着本郡主有打不过那个臭丫头的时候了？”沈西晴松开洛冉的手，弯腰凑到陆圆圆面前，仔细打量。就在陆圆圆抬手要推开他时，灵巧地躲过，笑嘻嘻道：“赢了你怎么自己坐在这里？怎么不去跟他们玩？”指了指不远处的亭子。陆圆圆撇撇嘴：“整天春啊秋，花呀情的，没意思。你还问我，你怎么不去？”沈西晴这才拉着洛冉过来，道：“这是我表妹，刚刚在那边碰见你大哥了，说了2句话耽误了，所以才错过一场好戏。”陆圆圆抬头看了一眼洛冉，刚要转过头，又转回来，一脸吃惊地看着洛冉。洛冉不解，扶了扶身子：“民女见过郡主。”陆圆圆毫不在意地挥挥手，压低声音问沈西晴：“你跟你表妹有仇？”虽然压低了声音，可似乎又是让洛冉故意听见。沈西晴一时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这么问？陆圆圆上下打量一遍洛冉，满眼同情：“这么好看的姑娘，你敢往我哥面前带，不是有仇是什么？满京城谁不知道庆小王爷最是风流，别说是个好看的姑娘，但凡好看点的东西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沈西晴想想刚才那个场面，又看看面前俏生生的表妹，赞同地点点头：“她说的对，冉冉，以后再出门，我必须时刻跟在你左右。”洛冉哭笑不得。陆圆圆突然道：“冉冉，你不会就是那个洛冉吧？”洛冉好奇地看着他。沈西晴在一旁道：“对啊，
她就是我表妹洛冉，怎么样，好看吧？模样颇为自豪。谁知陆媛媛又从头到尾将洛冉打量一遍，末了摇摇头，啧啧道：“好看是好看，只是可惜了。”可惜什么？你能不能别总说半截话？沈西晴问了洛冉也想问的话，陆媛媛还是摇头，一直念叨可惜之类的话。洛冉笑笑：“郡主之前认识民女吗？”陆媛媛摇摇头，又点点头。沈西晴急了：“你别光摇头点头啊，我们问你话呢。”陆媛媛回答洛冉刚才的话：“我之前是不认识你，但估计很快全京城就会都认识你了。”沈西晴掐了他一把：“你个死丫头，几日不见怎么说话还说不利索了？痛快点，到底怎么回事？”陆媛媛忙躲开，揉着胳膊道：“昨天晋国公夫人进宫了，去找我皇祖母，请他老人家给我金安哥哥赐婚。”赐婚？沈西晴皱着眉道：“这跟冉冉有什么关系？”洛冉心一慌，果然就听陆媛媛继续道：“因为就是给金安哥哥和这位冉姐姐赐婚啊。”什么？沈西晴惊叫出声，洛冉的身子也跟着晃了一下。沈西晴半天才消化这句话，忙安抚一旁脸色惨白的洛冉几句，然后死死地抓住陆媛媛的胳膊问：“那太后娘娘怎么说？”陆媛媛虽然胳膊疼被他抓得很疼，但看见眼前这表姐妹俩，吓得脸色和声音都变了，只好忍下来道：“皇祖母暂时还没答应，只说刚与弟弟退亲，再赐婚给兄长，大晋没有这样的规矩。”呼！洛冉一口气终于喘上来，整个人却像虚脱一般，后知后觉的感觉脊背一阵寒凉，原来只那简简单单2个字，衣衫就已经被汗水浸湿。沈西晴也松了口气，埋怨道：“你有话能不能一气说完？要吓死人吗？”陆媛媛不高兴地揉着胳膊道：“谁知道你们那么害怕？”沈西晴瞪他一眼：“你自己出去问问，谁嫁给那个阎王不害怕？”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忙捂上嘴，双眼警惕地看着四周。陆媛媛忍不住笑道：“看你那小胆吧，我金安哥哥虽然脾气坏了点，可也总比傅世恒那个草包强吧？”沈西晴哼了一声：“算了吧，傅世恒顶多是个草包，你说的那个人可是魔鬼，能一样吗？”洛冉恨不得点头。如果没有那场意外，听到这个消息，他也顶多是担心一下。可自打跟那个人短短几次打交道，他才发现那人简直就是一条含有剧毒的蛇，谁沾上谁死。陆媛媛本来就与沈西晴关系不错，只是2人习惯了见面就掐，他刚才确实也有点故意的。可看见眼前这个好看的姐姐，真害怕了，又有些后悔，牵起洛冉的手道：“对不起冉姐姐，我不知道你那么怕金安哥哥，下回我不这么说了。”陆媛媛比洛冉小1岁，长得乖巧可爱，一双杏眼灵动又不失活泼，此时拉着他的手一撒娇，他怎么还能气得起来？不过还是有些担心刚刚那件事，道：“没关系的，只是……”陆媛媛似乎知道他要问什么，这回一点没犹豫，道：“不过冉姐姐，你若真的不想嫁给金安哥哥，最好早做打算。”洛冉的心又提起来了。第72章，大哥，要不你娶了冉姐姐吧？陆媛媛却根本没看见洛冉惨白的脸，继续道：“皇祖母虽然没答应晋国公夫人，但是也没拒绝得很彻底，只说回头再说。其实皇祖母是想问问金安哥哥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娶不娶你，晋国公夫人说的不算，我皇祖母说的也不算，金安哥哥说的才算。”沈西晴想起刚刚那人的言行，道：“我表妹刚回京，虽然样貌好点，但才情肯定没有京中那些千金名气大，指挥使大人应该不会喜欢冉儿吧？”明显有些底气不足。那可不一定，谁不喜欢好看的东西？你看看我哥不就知道了。提起自己那个风流成性的哥哥，陆媛媛都觉得脸上臊得慌。沈西晴安慰洛冉：“冉冉，你别听郡主胡说八道，庆小王爷那是大街上卖豆腐有点姿色的他都能勾引回去，可没听说指挥使大人喜欢哪个姑娘，京中好看的人那么多，他不会喜欢你的。”洛冉苦笑，他知道自己肯定不得他喜欢，但架不住那人喜怒无常啊。因为这件事，整个寿宴下来，洛冉都有些魂不守舍，终于熬到宴请结束，各自回府。岳婉和也看出洛冉的心不在焉，有心想劝，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道：“西晴、冉冉，你们别忘了咱们的约定，过几日去踏青。”陆媛媛一听道：“你们什么时候约好的？怎么不告诉我？”沈西晴道：“这不还没下帖子吗？你等着就是，还能忘了你不成？”陆媛媛撅撅嘴，挽着洛冉的胳膊小声道：“冉姐姐，你也别太担心，我帮你打听着，有什么消息我一准第一时间告诉你。”洛冉露出一抹感激又苦涩的笑容：“多谢郡主。”陆媛媛不高兴道：“不要总郡主郡主的，听着怪生分的，秦姐姐和婉姐姐都叫我媛媛，你也这么叫我吧。”洛冉从善如流：“好，媛媛，再见。”分开后各自上了马车，陆媛媛一回头就看见从侯府里刚刚出来的大哥，挥着手道：“大哥，你回府吗？一起啊。”刚坐上马车的洛冉听到声音，不自觉地回头看了一下，只看见一脚玄色的衣摆，就立马钻进马车，跟后面有人追似的。
陆媛媛顺着傅金安的眼神看过去，眼睛滴溜溜一转，甜甜地道：“金安哥哥，你过来，我跟你说个秘密。”傅金安对别的女子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唯独对陆九晨这个妹妹还有几分耐性。闻声上前一步，站在马车旁，淡淡道：“什么？”陆媛媛从马车里探出半个身子，看了一眼已经走远的骆家马车，悄声问：“我刚刚看见你偷偷看冉姐姐了，你喜欢她吗？”傅金安挑眉，屈指弹了一下她光洁的额头：“小孩子家知道什么是喜欢吗？”陆媛媛捂着额头，嗔怒：“当然知道，就好比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日见冉姐姐，看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我们还约好过几日一起去踏青呢。”傅金安垂眸，淡淡的应了一声，似乎并不感兴趣。陆媛媛看了一眼旁边的亲哥哥，笑得双眼弯弯：“哥哥，金安哥哥说他不喜欢冉姐姐，可我喜欢，要不你把冉姐姐娶回来给我做嫂嫂吧。”陆九晨脚下一软，差点从台阶上跌下来，余光感受到某人冷飕飕的视线，一把将妹妹塞回马车，板着脸训道：“姑娘家的，当街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看我回去不告诉母妃，非得好好教教你规矩。”陆媛媛一点也不害怕，还在嘟囔念叨：“反正我不管，我就是喜欢冉姐姐，你要是不娶，我就让二哥娶。”他口中的二哥是当今太子殿下。车外的陆九晨恨不得给这个小祖宗磕头，一脚踢在车夫的身上，骂骂咧咧：“看什么看？郡主都上车了，还不知道驾马？小心点，当心爷剥了你的皮！”傅金安看着他张牙舞爪的样子，慢条斯理的活动手腕：“九晨，好久没切磋了，走吧，陪我练一会儿。”说完，翻身上马离开。陆九晨欲哭无泪，赶忙上马追在后面喊：“哥爷，祖宗，您能别听那个小丫头片子胡说八道吗？”马车内，陆媛媛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这个发现回头可得跟冉姐姐说。昏暗的密室内，只有头顶上方有星星点点的阳光照进来，混着细微的灰尘，形成一道道光柱。陆九晨气喘如牛地瘫坐在地上，发冠歪了，衣衫也有些凌乱，敞开的衣襟露出大片白皙的胸膛，剧烈震动。没人知道，京城有名的纨绔风流小王爷竟然身怀武艺，而且还不低。而一旁的傅金安只是额头上有些许的汗珠，气息稍微有些急促。此时他活动着手腕，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陆九晨终于缓过些劲，有些不满道：“我说你发什么疯？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个丫头了吧？不过是上过一回床而已，堂堂锦衣卫指挥使大人不会要从一而终吧？”哈哈哈！陆九晨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傅金安掀开眼皮瞥了他一眼，道：“我只是好奇，傅毅那个老家伙为什么坚持要娶她？”陆九晨停住笑，也皱着眉想了想，咕噜一下爬起来，胳膊搭在他肩上，低声道：“你说洛冉会不会是傅毅的私生女？”傅金安看了他两息，薄唇微动，轻轻吐出一个字：“滚。”哼，呵呵。陆九晨看着他的眼神，忙识相的拿开胳膊，同时又后退两步，确保安全后，笑嘻嘻道：“不可能哈，真是那样的话，他跟傅世恒那个草包不就是亲兄妹了吗？”傅金安没理他，转身走入暗处，声音悠悠传来：“我刚抓了个大冤奸细，麻烦小王爷帮我审问审问。”喂！陆九晨心一惊，几步追上去，可惜已经晚了，厚重的铁门已关闭，气得他骂骂咧咧，最后只好认命的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洛冉这边回到府中，心里仍然不安，思来想去，最后叫来春雨，交代了几句话之后才好些。第73章，洛姑娘真会玩。因为今日去了永定侯府做客，老夫人也都累了，也就免了大家请安。洛冉用过晚饭后，便早早的歇下了。第二日早上醒来，精神总算好些。洗漱过后，春雨拎着个包袱进来，道：“小姐，东西都准备好了。”洛冉点点头：“先放那吧，一会儿拿到马车上去。今日你与紫竹跟我出去。右卿，你在家看好院子。”右卿应下：“是，小姐放心吧。”用过早饭便去了宁福院，时间刚刚好，老夫人也才用过早饭。洛如雪正陪着她说话，见到洛冉进来愣了一下，然后装作没看见别过脸去。洛冉也不在意，行了礼后便坐在一旁。不一会儿，大家陆陆续续都来了。李氏看着洛冉忽然道：“冉儿，听说你昨日与庆小王爷相谈甚欢。”听到这句话，满屋子的人都朝他看了过来。洛冉嘴角微勾，这个二婶真是无时无刻不想往自己身上抹黑。他抬起头笑着问：“二婶是听谁说的？”李氏看了老夫人一眼，见其垂着眼帘，似是有些不快，语气更加欢快，道：“昨日永定侯府那么多人，肯定有许多人都看见了，冉儿还想不承认吗？”洛冉忍不住笑了一声。李氏微微有些不悦：“你笑什么？”洛冉歪着头，笑容纯净无害，笑二婶这么大的人了，还偏听偏信。在李氏刚要开口时，又继续道：“难道跟二婶传话的人就没说，我不但遇上庆小王爷了，还与其在亭子中待了一盏茶的时间呢？”李氏捂着嘴笑，对老夫人道：“娘，您看这回媳妇可没说谎吧？”
洛如雪双眼微红，一脸委屈地看着洛冉，道：“既然姐姐与庆小王爷相熟，那为何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安贞郡主欺负？难道雪儿被欺负，姐姐心里就高兴吗？”洛冉转头看向老夫人，只见老夫人缓缓道：“冉儿，你是咱们侯府的千金小姐，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咱们洛家，你要给弟弟妹妹们做好样子，别……”祖母。洛冉出声打断老夫人的话，问：“冉儿可是做了什么有辱门风的事？”李氏冷哼一声：“你刚刚不是已经承认与庆小王爷私下接触了吗？那庆小王爷是什么人？京中谁人不知？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以后叫妹妹们还怎么嫁人？”洛冉都被气笑了，道：“二婶这话从何说起？我是不知道庆小王爷是什么人，但请二婶下次说话的时候最好听明白了再说。”然后起身面对老夫人跪了下去，道：“祖母，昨日孙女确实见过庆小王爷，但我们不熟，也一句话没说。至于在庭中，那是我跟表姐和婉姐姐先到的那里，后来婉姐姐被叫走。岳大哥，庆小王爷和傅大人恰巧路过，进庭中喝了杯茶，我跟表姐就离开了。你们若是不信，自是可以打听，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有，二妹妹说什么安贞郡主欺负你，可我听到的是傅明珠先对郡主出言不逊，二妹不但不劝阻，反而在一旁添火，这才导致郡主跟傅姑娘吵了起来。”“你胡说！”洛如雪尖声叫道。洛冉无辜道：“我也是听说，至于真假，二妹妹和二婶自己分辨吧。还有，刚刚二婶提到爱惜名声，我倒是想起了二妹妹及笄礼上的事情，不知二婶和二妹妹可还记得？”李氏和洛如雪脸色惨白，老夫人也冷下脸。洛冉全当没看见，起身道：“对了，祖母，今日我答应了父亲，要去街上给他寻一支笔，就不打扰祖母了。”老夫人冷冷地看了李氏一眼，道：“好了，你去吧，早去早回。”洛冉行了礼，转身出来，只听身后传来洛如雪委屈哭诉的声音。她并不关心。上了马车，春雨将早就准备好的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套男子的衣衫，山河蓝的锦缎，上面绣着水墨灰色的仙鹤，清雅出尘。旁边还有一根墨绿色的玉簪，通体没有任何雕刻，只在尾处顺着纹理雕刻出一朵祥云的形状，简简单单，但一看就非凡品。另外还有腰带、玉佩、皂靴，一应俱全，旁边甚至还有一把折扇。洛冉忍不住笑道：“你准备的还挺齐全的。”春雨道：“那当然，奴婢这可是按照京中流行的样式准备的。”洛冉点头：“好了，快帮我换上吧。”“好。”春雨把车帘放好，手脚利索地忙碌起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冠如玉的翩翩公子出现在眼前。春雨双手捧着脸，眼睛都看直了：“小姐，你也太好看了，这么出去，不得被大街上的姑娘们疯抢了去啊！”洛冉也很满意这身装扮，性子也不自觉活泼起来，特意打开扇子摇了摇，轻佻地挑起春雨的下颌：“小娘子，可嫁人否？”春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没呢，没呢，公子收了奴婢吧。看你还有几分姿色，本公子就勉强让你做个笔墨丫头吧。”洛冉扬起精致的下颌，态度傲慢，活脱脱一个风流小公子的模样。春雨又是一阵点头：“奴婢多谢公子抬爱。”主仆俩在马车里笑得开怀。街角处，常颖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回头对某个面无表情的人道：“大人，那是冠军侯府的马车。”傅金安没说话，转身离开。常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心里默默想：洛姑娘真会玩。马车再一次驶进桂花巷，在宜春院的门前停下。3月的早晨还是挺冷的，一名衣着暴露的女子身披一件毛茸茸披肩，打着哈欠站在门口，百无聊赖。也是的，像这种地方，晚上才是最热闹的时候，一大早上有几个来寻花问柳的。所以见到洛冉下车的时候，门口的女子也只是掀开眼皮，懒懒地扫了一眼，见是一个似乎还没到弱冠之年的小公子，又闭上眼睛打盹。此时春雨一身小厮装扮，扶着小姐站稳后，便上前对那名倚着门框的女子道：“喂，来客人了，不知道迎接吗？”春雨故意粗声粗气。女子闻声又睁开眼睛，打量了一下春雨，又看了2眼洛冉，抵着帕子轻笑：“哎呦，原来是2位小公子，怎么一大早上火气就这么大？”春雨道：“别废话，桃红姑娘在吗？”女子撇撇嘴：“人不大，脾气倒不小。”说完，扭着水蛇般的腰，一摇3摆的走到洛冉跟前，扬起帕子在她眼前晃了晃，附在她耳边低声道：“姑娘，我们这跟你一样，都是姑娘，想找小关关，你得去隔壁那条街。当然，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姐姐倒是可以教教你。”媚眼眨眨，落在她尽管掩饰却仍有些隆起的地方。第74章，我是小王爷未过门的妻子。女扮男装被戳穿，洛冉没有丝毫恼怒，反而笑笑道：“姐姐客气了，我是来找人的。”找人？女子立刻警惕起来。干他们这一行，倒是经常遇见哪家夫人娘子来这里找自家夫君的，可那些人一个个要么凶巴巴的，要么满脸哀怨，倒不像眼前这个小姑娘，笑盈盈的，好像这里是什么好地方一样。女子有些怜惜，
劝道：“小姑娘，看样子还没成亲吧？听姐姐话，快回去，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再说了，男人嘛，哪个不三妻四妾，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都是万万不必当真。快回去安安心心当你的新娘子。”洛冉没有解释，反倒是顺着他道：“姐姐说对了，我是你们小王爷未过门的妻子，奉王爷之命找他有事，还望姐姐帮忙通传一声。”小王爷未婚妻？奴家怎么没听说过？女子狐疑地打量了洛冉一圈，气质淡雅，模样俊俏，倒是配得上。洛冉冷了脸：“你听没听过不要紧，如果你宜春院还想在京城开下去，我劝你聪明点。”女子刚扯动嘴角笑，腰间忽然被一个坚硬抵住。同样一身小厮装扮的紫竹面无表情道：“不想死就按我们家小姐说的去做。”女子叹了口气道：“好好好，我去帮你通传。”往前走2步，又回头朝洛冉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小姑娘，你还是第一个敢威胁宜春院的人呢。”洛冉心一跳，料想自己大概猜对了，这种地方大概都会有一个身份不一般的主子。想想元宵节那日，依照那人的习惯，身中魅毒的情况下，应该不会随便一个地方。陆九晨还在温柔乡里做着美梦，忽然被打断，气得抓起旁边的枕头朝门口扔了过去。滚！翻个身，露出健壮的后背，继续睡了过去。女子在门外等了一会儿，见里面还没有动静，又敲了敲门：“小王爷，您未过门的妻子来了。”陆九晨迷蒙地睁开眼睛，问：“谁？没过门的妻子？爷的！”刚又要开口大骂，就见门被推开，紧接着进来一道纤瘦的身影。陆九晨隔着半透的床幔看了又看，道：“你他妈到底谁啊？”洛冉走到室内，在中间的桌子旁坐下，轻笑了一声：“都说庆小王爷在宜春院与桃红姑娘夜夜笙歌，怎么如今见了却独守空房呢？”我操！陆九晨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迅速将自己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看着门口的女子大叫：“谁他妈让你把她放进来的？”女子一看小王爷紧张又害怕的样子，以为洛冉真的是他未过门的妻子，忙关上门跑了。陆九晨愣住，缓过神，看着地上的身影，像模像样斥责：“你一个姑娘跑到这种地方来，名声还要不要了？”洛冉低着头把玩桌上的杯盏，苦涩的勾勾唇角：“依小王爷看，我还有名声可要吗？”陆九晨干笑2声，讪讪地摸着鼻尖道：“你也不能这么说，你要想让燕回负责，他也未必不见得不答应。”洛冉抬起头，直直盯着床幔：“你果然都知道了。”陆九晨一愣：“合着你这是套爷的话呢？”洛冉：“那倒是不用，我今日来是想求小王爷一件事。”陆九晨索性靠坐在床上，但仍不忘把自己裹得严实：“说吧，什么事？”洛冉：“我想见傅金安。”什么？陆九晨疼得坐起，意识到被子不够大，马上又坐回去，一脸的不可思议：“你折腾这么大一圈，就是想见他？”不等洛冉开口，门又被人推开，常颖站在门外，侧开半个身子，做了个请的动作：“洛姑娘，傅大人有请。”洛冉挑挑眉，起身朝床榻的方向扶了扶身：“打扰小王爷美梦，小女子失礼了，还望小王爷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小女子一般见识。”说完袅袅挪挪离开，留下陆九晨呆傻在床上。常颖看了他一眼，忍着笑离开。陆九晨看看又安静下来的屋子，恍惚以为自己做了个梦，抬手给自己一巴掌，疼。末了捂着脸道：“这特么是两口子合起伙来玩我呢？不好！”一拍脑门，麻溜起床穿戴。另一边，洛冉被带到2楼最里面的一个包间，抬步进去，环顾一圈，一切都还是熟悉的布置。洛冉径直坐到窗边，看着对面的男人，嫣然一笑：“大人。”洛冉刚唤了一声大人，身后陆九晨就气喘吁吁推门闯进来。傅金安的眼神落在2人身上，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未过门的妻子啊！”陆九晨眉心突突直跳，双手抱拳朝着洛冉哀求：“姑奶奶，你倒是说句话啊！”“说什么？”洛冉无辜地眨眨眼，一脸懵懂。“说什么？”陆九晨猛住道：“当然是跟这个祖宗解释，你是我哪门子没过门的妻子啊？小爷我怎么不知道？”洛冉：“可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我……陆九晨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昨晚喝的酒还没清醒，索性破罐子破摔，一屁股坐在2人中间，道：“行，爷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傅金安唇角微勾，迎着笑意，缓缓开口：“说吧，找我做什么？”其实洛冉的心里并没有面上表现的那么镇定，相反，他现在怕极了，可这种害怕跟要嫁入傅家相比，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尽量淡然地坐在这人对面：“我想让你拒绝太后赐婚。”洛冉开门见山道：“就为这事？”不等傅金安开口，陆九晨忍不住道：“这点小事你跟我说就行啊，至于说是我的，如果我说不同意呢？”傅金安忽然道。洛冉袖子下的手不自觉攥紧，一双眉目愤愤地盯着他。他本就五官精致，皮肤细腻，这女子依裙时总是习惯性地垂着眼眸，以致让人忽略了
他那双让人惊艳的双眼。如今一身男子衣衫，乌黑的秀发束在头顶，只用一根墨绿色的玉簪固定，两只小巧粉嫩的耳朵露出来，有一种雌雄莫辨的美，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恨不得将其揉碎在怀中。傅金安指尖微动，不自觉想起那日在山洞中的情形，转头对陆九晨道：“你先出去。”第75章，爷后悔了。陆九晨指指自己的鼻尖，看看两人的表情，松了口气，这才对吗？小两口有什么事不能坐下好好说？行了，小爷就不打扰你们了，今日的茶钱记我账上。关上门，刚刚一直紧张的精神松弛下来，陆九晨眼前忽然出现一张倾城绝艳的小脸，心一紧，忙摇摇头，逼迫自己不去想，转身去找他的春桃姑娘了。傅金安身子后仰，慵懒地靠在圈椅里，漫不经心地看着对面有些局促却又强装镇定的洛冉，道：“说说吧，我为什么要拒绝太后的赐婚？”洛冉深呼吸一口气：“我知道你也不喜欢我，更何况我原来还与你弟弟有过婚约，就算有太后娘娘赐婚，对你的颜面也有损，所以……”话还没说完，只见傅金安轻嗤一声，脸面这个东西也从来没在意过，换个理由。洛冉庆幸自己早有准备，见这个理由说不通，反而冷静下来，缓缓道：“既然如此，那小女子只好跟指挥使大人做个交易了。”傅金安颇感兴趣的挑挑眉，没想到软乎乎的小猫也有亮爪子的时候。他微微坐正了身体，抬手示意了一下，说吧，什么交易？洛冉将话又在心里过了一遍，才道：“我能帮傅大人赚到一大笔银子。”什么？傅金安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忍不住笑出声：“你看我像缺银子的样子吗？”洛冉不慌不忙道：“傅大人是不缺银子，但如果是皇上赏赐的，大人会拒绝吗？”这句话傅金安倒是很认同，点了一下头：“你说吧，怎么个赚银子法？”话是这么说，可眼里的笑意分明是没把他的话当真，倒更像是在耐心的哄孩子。洛冉也不计较他的态度，继续道：“前几日我上山，路上听到几个人说，100里外的阳山上发现一种黑色的石头，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煤炭。傅大人如果能早别人发现，想必皇上一定会重重撒赏赐大人的。煤炭取之难度大，但又是冶铁炼金必备。大晋之所以能称霸中原几百年，仰仗的就是丰富的煤铁资源。煤铁丰富，兵器优良，自然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而洛冉之所以知道，还是上一世父亲有一次回府偶然说起的。当然，上一世这个煤矿的发现也是眼前之人，只不过是过2个月之后的事了。他不过是让他提前发现而已。傅金安有些意外，没去追究他话里的漏洞，只当他是从洛德运处得知的。至于洛德运为什么没上报朝廷，他倒是不在意。他不说话，洛冉心里也有些没底。他担心的是，这人早就发现这个煤矿，只是还没来得及公之于众罢了。幸好傅金安只短暂地想了2息，便点头：“好，这事我会派人去核实。现在说说你的事吧。”洛冉有些茫然，难道他刚刚一直在说的不就是他的事？看着他一脸呆萌的小模样，傅金安的手指动了动，道：“听说你要跟沈玉芝那小子去江南？”洛冉微微皱眉：“他是我表哥。”表哥？呵。傅金安将这2个字在舌尖绕了绕，想起那小子对自己一身的敌意，可不像只是表哥的样子。不过这事他没说，又道：“怎么，以为躲去江南，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洛冉抿着唇看他。傅金安轻笑：“有没有人告诉过你，用这种眼神看一个男人很危险？”他微微轻身，距离洛冉不到1尺的地方停下，抬手轻轻覆上他的脸颊，果然如想象中一样光滑细腻，让人爱不释手。轻声道：“让人恨不得把你压在身下，狠狠的欺负。”洛冉脸一红，抬手挥开他的手，道：“傅大人，请您自重。”呵。傅金安轻笑一声，又懒懒地坐回椅子，看着他，好像毒蛇盯上猎物，缓缓开口：“洛冉，我若是你，就乖乖待在京城。如果哪天爷高兴了，说不定就能帮你把肚子里的小东西弄掉。可是，万一你惹爷不高兴了，我可不能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洛冉袖子下的手指死死地抠进掌心，忍了半天，终于颤抖着声音问：“你到底想怎么样？”傅金安挑眉，故意思考了一下，遗憾地摇摇头：“爷也不知道。当初让你拿你父亲的水军战略图交换，你不同意，现在就算你拿来了，也还不稀罕了呢。所以以后最好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不然等我改变主意可就晚了。”从宜春院出来，一阵凉风吹过，洛冉才惊觉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浸透，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春雨手里拿着披风，刚要为他披上，余光便看见从后面走来一个高大的身影，手里拿着一件木坛子绣着宝香花纹的披风，抢在他前面披在了洛冉的身上。男子高大俊朗，他面前的小公子足足矮了其一个头，两人相对而视。傅金安嘴角迎着笑，修长的手指翻转，很快将披风的带子打了一个漂亮的结，末了还赞赏地点点头：“这个颜色配你。”这时候街上已经陆陆续续有了人，
看到宜春院门楣上的大红招牌，暗暗啧舌。有那胆子大的，竟然大声问旁边的人：“这宜春院什么时候也有了小官官了？”旁边的男人大笑：“赶紧干你的活去，就算有小官官，你看他那小模样，岂是你能惦记的？”那人似乎很不服气，梗着脖子道：“都是小官官，凭什么别人能上我就不能？”旁边的男人又道：“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浑身上下黑的跟个炭似的，你没看见人家小公子嫩的能掐出水的样，能经得住你这种大老粗？”男人一听，搓着手嘿嘿笑个不停。洛冉听在耳朵里，气得眼底都蒙上一层水雾。可眼前这人的大手看似轻轻为他系着带子，实则两根手指一动不动地放在他的脖颈上，暧昧又危险。过了十几息，傅金安终于大发善心地松开手，微微退后一步，欣赏地看着他身上的披风，道：“不许脱下去，这可是我专门让锦绣堂的绣娘连夜赶工做出来的。”故意加重了锦绣堂3个字。末了手指轻轻划过他微红的眼尾，带起一阵战栗，叹了口气：“我忽然有些后悔了。”后悔什么？他并没有说，洛冉也不想知道。等上了马车，确定那人离开后，他整个人都瘫坐在马车上。第76章，梅姑娘。春雨虽然也害怕，但毕竟刚刚他没在屋子里，也没那么近距离接触那个人，还算好一些。打起精神，为洛冉揉捏着还在颤抖不停的双腿。主仆俩谁都没有再说话。洛冉闭着眼睛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发现事情越来越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锦绣堂的事被他知道并不担心，他最担心的是那人喜怒无常的态度。回到府中，刚刚要到晌午，洛冉想起早上命厨房给父亲炖了参汤，便让人去取，自己则回屋沐浴更衣。沐浴过后，洛冉终于觉得浑身舒服了许多，那种被毒蛇舔舐过的感觉也轻了许多。每次跟那人打交道，他都得不到好处，以后还是远离为上。只是他现在有一事不明白，晋国公夫人方氏为什么会跟太后提起赐婚的事情？难道只是为了让他难堪吗？毕竟他上一世就知道方氏简直就是傅金安为眼中钉，哪怕他的儿子已经是世子，后来晋国公死后，傅世恒也如愿的当上晋国公，可方氏还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弄死他，只是每次都失败罢了。想不明白就暂时放在一边。恰好子服从厨房端了参汤回来，洛冉问：“可知父亲在不在府中？”子服答道：“奴婢刚刚问过了，侯爷刚回来不久，正好没用午饭呢。”洛冉道：“既如此，让厨房把我的那份也送到爹爹那里吧，今日我与爹爹一起用午饭。”子服应下，忽然又想起什么，道：“对了，小姐，奴婢刚刚去厨房取参汤的时候，恰好遇上了梅姑娘。”子服口中的梅姑娘就是刘氏的表妹刘梅，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索性便都称为梅姑娘，与几位表小姐称呼分开。因为有着上一世的经验，洛冉自然知道二婶一家的打算，便吩咐人时刻注意刘梅的一举一动。听到子服的话，就知道她还有话没说完。果然，子服接着道：“梅姑娘见奴婢手里拿着食盒，特意打听里面是什么。奴婢只说是小姐您喝的参汤，别的什么也没说。”洛冉道：“你做得很好。”收拾妥当，洛冉便带着幼卿和子服去了琼华院。那是爹爹和娘亲成亲时的院子，坐落在侯府东侧。洛冉到的时候，正看见爹爹站在那棵大槐树下仰头看，听到动静转过头，一脸惊喜地朝他招手：“冉冉快过来，你看看这槐花是不是要开了？”洛冉命幼卿将食盒拿进屋去，抬步走到父亲跟前，也仰头看去，笑道：“爹爹，现在才3月下旬，还要将近1个月才能开呢。您刚才看见的是叶子。”骆德运摇头：“不对，叶子和花苞我还是能分得清的。你娘说过，槐花还有6、7月份乃至秋天才开的呢。这么看，早些开也不是不可能。这棵槐树还是爹爹和娘亲刚成亲的时候一起栽下的，如今比他的年纪都大了。”洛冉看着父亲的侧脸，低声道：“爹爹，你是想娘亲了吗？”骆德运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洛冉叹了口气，就见父亲又带上笑容看着他，只是这笑容跟刚刚比起来多了几分沉重。“冉冉，早上下朝的时候，你舅舅跟为父说了袁家的事情。”骆德运的大手摸着女儿精致的发髻，他记得妻子的头发也是又黑又顺，女儿随了他。洛冉双手握住那只大手，想了想道：“爹爹，您别害怕，袁姑娘很好，您会喜欢她的。”骆德运嘴角闪过一抹苦涩的笑：“你这孩子是把爹爹当小孩子哄吗？不过爹爹都这么大岁数了，早就没了那份心思，只要他能安分守己，管理好内院，不让我的冉儿这么操劳，我就知足了。”洛冉不知如何劝父亲，只能期待袁淑仪能得父亲欢喜。骆德运又接着道：“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当做什么也不知道。你祖母那边爹爹去说。”洛冉点头：“好，爹爹，我让人特意给您熬了参汤，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骆德运也很高兴：“当然好，爹爹最近忙，都不记得多久没陪我的冉冉了。这样，过几日天气好，爹爹带你出去走走。你回京之后
还没怎么出去过呢。好，一言为定，爹爹不许反悔。洛冉歪着头娇娇地说道。骆德运哈哈大笑，你个机灵鬼，爹爹什么时候骗过你？父女俩有说有笑，刘梅站在门口满眼羡慕。梅姑娘，骆德运身边的小厮青山帮着右青摆好饭菜，刚出来就看见站在院门口的刘梅，大声喊了一句。刘梅今日穿了一身樱桃粉色的衣裙，里面配着满月黄色斜襟短衫，虽然衣上料子只是普通的锦缎，样式也是去年的款式，但她本身就是那种长相小家碧玉的容貌，配上这身衣裳，更像普通人家的姑娘，没有那么华丽，却带着一种不一样的亲切。骆德运久居朝堂，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只从他羞赧躲闪的眼神中，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刚刚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冰冷疏离的声音：“你来做什么？”如果说刘梅一开始是被骆德运的身份和伟岸的样貌所吸引，那么刚刚看见他另一面温情的面孔后，更加无以自拔地爱慕上他了。他微微扶了扶身子，露出一抹白皙的脖颈，柔声道：“奴家听闻大小姐在这里，知道最近大小姐身子不适，特意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吃食，有助于消化改善食欲的。要么说这个刘梅也是有几分聪明的，如果她直接来给骆德运送东西，肯定院子都没等进来呢，就会被青山撵走。可现在不同，她是来给大小姐送东西的，就连看门的小厮也没敢拦着。爹爹。”骆冉见父亲有些犹豫，小声道。骆德运安抚地点点头，然后抬起头看着刘梅道：“你的好意眼心领了，至于吃食，你还是拿回去吧。”虽是拒绝的话，但相比刚刚的语气柔和了许多。刘梅也没纠缠，又扶了扶身子，将食盒交给守门的小厮，规矩的一步都没往前走，道：“大小姐一会儿看看，想吃就吃些，不想吃也没关系，奴家就不打扰侯爷和大小姐用饭了。”说完，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第77章，我不同意这门亲事。走出许远，刘梅才松了口气。她身边的小丫鬟石榴道：“小姐，您刚刚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侯爷的态度眼看着软了，没准能留您一块用饭呢。”刘梅淡淡地道：“你没看见大小姐的样子吗？她不喜欢我。侯爷看中大小姐，自然不会因为我让大小姐不高兴的。”石榴撇撇嘴，小声捣鼓：“要是大小姐不退亲就好了，明年这个时候她就嫁人了，哪还有闲心管侯府的事情？”刘梅没说话。石榴又道：“小姐，可是您这么回去了，夫人会不会骂您啊？上次小姐因为身体不适，没跟着大家一起进京，就被夫人好生埋怨。来了之后，又几次骂小姐没用，说这么久了，连侯爷的面还没见着。可是他们之前也试着过来送汤，可没等走到院门呢，就被守门的小厮撵回来。今儿个恰好遇上大小姐也在侯爷处，这才有机会说了2句话。可也就2句，小姐就这么回去了，可不得还要挨骂。”刘梅笑笑：“无妨，她也就嘴上骂骂，我们就当没听见。有些事急不得，越急越容易办坏事。”石榴点点头：“那倒是。不过小姐，大小姐为什么不喜欢您啊？您多好啊，长得好看，性子也好，侯爷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想找个什么样的呀？”刘梅垂着眼眸道：“大小姐出身高贵，自然看不上我这种小门小户。好了，别说了，当心让人听到，咱们快回去吧。”骆冉这边看着小厮手里的食盒，小脸差点皱成一团。骆德运在一旁看得好笑，揉揉他的眉心道：“好了，一会儿都愁成小老太太了。放心吧，爹爹不喜欢她。”说完，骆德运转身进屋，净手后坐在桌子旁，朝他招手：“快别站在那里了，进来用饭。”骆冉又看了一眼那个食盒，指着刚刚接下食盒的小厮，有些赌气道：“东西是你接的，你负责消化了吧？”也跟着转身进了屋子，一边让右亲伺候着他进手，一边盯着父亲看。骆德运挑眉：“你为何这么看着爹爹？”骆冉坐下：“我看爹爹说的是不是心里话？”骆德运摇头苦笑：“爹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想了想又道：“你放心吧，爹爹还不至于那么傻，让他留下来不过是想着那些吃的，万一你喜欢呢？你自己也不看看，这才回来多久，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说起这个，骆德运就忍不住心疼，别看他是个男人，可对于女儿心细着呢。他看出来女儿这些日子有心事，可旁敲侧击了许久，只当是家里这些烦心事闹的，又不由自责一番。骆冉摸摸自己的脸，嘴硬道：“有吗？我怎么没感觉自己瘦了？是不是爹爹看错了？”骆德运无奈地瞪他一眼：“你爹爹这双眼睛还管用着呢。你这孩子也是，从前在江南也没见你心思这么重啊。爹爹还以为你是个心宽的，谁知道这么点事你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亲自舀了一勺参汤放到骆冉面前：“这个汤你该多喝点才是。”骆冉笑笑，端起汤喝了一口，脆生生道：“我才不是因为府里的事吃不下饭呢，我是故意瘦的。”骆德运皱眉：“故意的？”骆冉道：“对啊，难道爹爹没发现吗？京城的姑娘们都以瘦为美，像女儿这种的，简直就是胖。”胡说！骆德运虎着脸低喝，捏起他细细的手腕，似乎都不敢用力。
你看看你，这都瘦成什么样了？难道皮包骨好看吗？洛冉双眸灵动地转了转，凑过去小声问：“爹爹，您说二妹妹好看还是我好看？”骆德运似乎真的认真想了一下，也学着他压低声音道：“你好看。”当真？洛冉睁大眼睛问。骆德运斜眼看他，当然，如雪没你皮肤白，眼睛也没你的大，最关键的是，她太瘦了，跟个干巴小树枝似的，哪有我冉冉水灵灵的可爱？呵呵，爹爹，你……洛冉捂着肚子笑个不停，骆德运也跟着笑，满眼宠溺地看着女儿。晚上，骆德运便去了宁福院。至于骆德运是怎么跟老夫人说的，洛冉并不知道，只知道没过2日，媒人就上门了。或许之前骆德运跟老夫人打过招呼，老夫人只是让骆如雪他们回去了，洛冉留了下来。来人是镇南将军府的孟老夫人。孟老夫人今年50出头，跟老夫人年岁差不多，但是精神看起来却要比老夫人年轻了10来岁，精神烁烁，红光满面，未语先笑：“老妹妹，我今日来是给你道喜来了，真是劳烦老姐姐跑这一趟，我这心里还怪过意不去的。”老夫人亲昵地道：“她既然答应了大儿子，自然不会落了媒人的脸面，更何况镇南将军府在京中的地位可不是他们一个小小侯府能比的。孟家与永定侯岳家一样，世代忠良，也有不少子孙为了大晋战死沙场，但好在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孟老夫人平常又和善待人，德高望重，寻常人家倒是想请她说媒，也未必能请得起。老夫人知道，孟老夫人之所以愿意跑这一趟，应该是看在沈家的面子上。沈老夫人与孟老夫人没出阁之前就是闺中好友，这么多年也没断了来往。孟老夫人性子爽利，不是那弯弯绕绕的人，3两句话就说明了来意。末了道：“老妹妹你看看，若是觉得行，我就去回了袁家的话，剩下的按照规矩办就是。”不等老夫人点头，总算听明白的李氏忽然站起大声道：“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孟老夫人、老夫人连着洛冉齐齐看向李氏。李氏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讪讪地笑了2声，转而担心道：“母亲，儿媳可是听说这位袁姑娘的名声？”孟老夫人笑笑：“不过都是大家以讹传讹罢了。若世上真有那克人之人，战场上也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老夫人知道孟家的小儿子就战死沙场，瞪了一眼李氏，刚要出声安慰，就听洛冉笑着道：“老夫人这话倒是与舅母想到一块去了。”第78章算计再起。孟老夫人其实一开始就看见洛冉了，只是洛老夫人没开口介绍，她便也只当是2房的姑娘。这么多年，她很少出来走动，认识的姑娘倒是不多，只是见这个姑娘小小年纪，坐姿端正，眼神清澈，心里不自由的就喜欢几分。此时又听她口中所说舅母，稍一想便明白了，笑着道：“这个可是青音留下的那个孩子。”洛老夫人点点头：“正是。然而还不过来给孟老夫人请安。”洛冉起身，端端正正的行了一礼，晚辈洛冉给老夫人请安。好好好，真是个好孩子。孟老夫人拉着洛冉的手，有些感慨地道：“一晃，青音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说着，从手腕上褪下一只碧绿的18子翡翠珠串，不由分说的套在洛冉的手上，不容拒绝：“好孩子，拿着，这个可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佑你平安顺遂。”洛冉忙拒绝：“这么贵重的东西，晚辈不敢收。老夫人。”哎，孟老夫人抬手打断他的话：“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这个手串我也戴了许多年，当年你娘活着的时候就喜欢，可那时候我没舍得，今日正巧，也算了她的心愿。”话已至此，洛冉不好再推辞，又俯身致谢。这么一打岔，没人还记得李氏的话，又说起了2家的亲事。李氏有些着急，见说不通，老夫人就将目光对准了洛冉，拉着他的手，一副为他好的样子：“然而啊，你现在还小，一些东西你还不懂。可是，你难道想眼睁睁地看着你爹爹被克死吗？”洛冉听到那个字眼，心里一阵刺痛，面上却笑着道：“二婶多虑了，相比那些流言蜚语，人心才是最可怕的。更何况，若是说起命硬，我相信府中没谁比得过爹爹。爹爹征战10余载，刀下不知死了多少敌人。若是这样说的话，难不成二婶要搬出府中，不与我们住在一起了吗？”说得好。孟老夫人虽然一直跟老夫人在说话，可耳朵却听着这边的动静，一是想看看这个能让自己那个老姐妹惦记多年的外孙女到底什么样子，二是看看洛家的态度。如果只是洛德运一人同意，他的女儿都不赞成这门亲事的话，本就有些艰难的袁姑娘嫁进来，日子也不会好过。这样的话，他得考虑考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媒了。如今看来，根本不用担心。冉儿说的对，咱们武将之家就该这样，总畏首畏尾的，那还当什么官？直接回老家种地去算了。洛德运为人正直，虽然武将不如文官看起来温润，但是只要他有心，不担心夫妻俩日子过不下去。再加上有个明事理的姑娘，袁家姑娘以后的日子应该会好过许多。这么一想，孟老夫人本来还是碍于沈老夫人的面子来这一趟，
现在倒是有些真心实意的想凑成这门亲事了。被孟老夫人几句话不软不硬的顶回来，李氏脸上有些不好看，但老夫人都没说什么，她也不敢再开口。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孟老夫人回去回话了，洛然也回了自己的院子。李氏又跟老夫人念叨一会儿，可这事老夫人也做不了主，索性将其打发了。见这边说不通，李氏赶忙去了自己嫂子那里，进门就迫不及待地道：“嫂子，你那个表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行不行？不行我可换人了。”刘氏正跟李新月摆弄这段时间得来的首饰，见到李氏来，李新月连忙收起首饰匣子，塞进罗汉床上的银枕下面。李氏嗤笑一声：“嫂子，你如果有这时间，还不如想想怎么给新月找个好婆家。有了好人家，还在乎这点子首饰？”见李氏这么说，刘氏也不急着藏了，反而笑道：“新月的婚事不急，你大哥这不才进京没多久，怎么也得打听好人家再说，总不能像有些人似的剃头挑子一头热，白白让人笑话了去。”刘氏话里话外都在说骆如雪。原来这段日子骆如雪还在以为傅世恒不娶她是骆德运的意思，故意晾了她一段时日。只是这么多天过去了，傅家一点消息也没有，骆如雪这才有些慌。虽然那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是傅世恒喜欢她的事并不是秘密啊。况且他之前又有意无意的透露，骆冉之所以退亲，就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得傅家喜欢。他连着给傅世恒送了几封信都没回信，哪怕上次在永定侯府，他故意跟傅明珠一起与陆渊渊吵起来，就是想把傅世恒引出来。目的没达到，骆如雪已经在院子里发了好几次的火。满府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二小姐最近心情不好，一个个走路都绕着她的院子走。李氏皱眉，不想说女儿的事，继续刚才的话道：“别说那些没用的，你知不知道媒人刚刚都来了？你再不想办法，过几日新人可就进门了。到时候新夫人一进门，别说你们能不能在这里住下去，我这个二夫人都得后退。”刘氏惊讶，这么快？之前也没听说过侯爷要娶妻啊，怎么他们一来就这么着急了呢？李氏瞪他一眼，一个续弦而已，你以为还要花多久？李新月在一旁眼珠子一转，道：“娘，姑母，要我说，你们与其要把表姨母嫁给侯爷，不如让我大哥娶了洛冉呢，反正他也退亲了，没人要。出嫁从夫，到时候他可就得听大哥的话了，自己岂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越想李新月越觉得可行。刘氏眼前一亮，如果儿子真娶了洛冉，那不就是侯爷的女婿？到时候别说是个宅子铺子，弄个金冠当当都是有可能的事。李氏见这母女俩异想天开，忍不住泼冷水：“你们就别白日做梦了，别说侯爷不会同意，老夫人也不会同意的。你们也不看看，玉堂都多大了，连个举人都不是。”他没说完的话是，别说侯府的嫡女，就是他二房的庶女也不会嫁的，他还指望着留着庶女给儿子铺路呢。被嫌弃了，刘氏有些不高兴，道：“那妹妹你到底什么意思？前2日表妹也去了东院，还不是被赶了出来？你若是有办法，就帮着出主意啊，何必在这里说风凉话？”李氏没计较他的讽刺，想了想道：“这样，你们听我的。”第79章城门口偶遇。洛冉这边刚送走孟老夫人，就看见一个晋国公府的丫鬟来了。他能认出来，还是上一世这个丫鬟曾经跟春雨打过一架，所以对他印象深刻。看见他，洛冉就想起春雨被毁了容的脸。春雨见小姐盯着自己看，不自觉摸摸脸，道：“小姐，奴婢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洛冉摇摇头，忽然道：“春雨，保护好自己的脸，这一次别再叫人伤了。”春雨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他知道小姐肯定是为他好，遂认真点点头：“小姐放心，奴婢不但保护好自己的脸，也会保护好您的脸。”洛冉笑笑：“奴婢参见洛大小姐，请问二小姐在吗？”洛冉挑眉看了一眼他身旁的杏儿，如果没在，会让他贴身丫鬟来接你。不过他不愿与一个丫鬟计较，便要转身离开，就听那个丫鬟突然开口：“洛大小姐，我们小姐说了，如果您答应不与安贞郡主来往，她可以邀请你去过几日的桃花宴。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晋国公府的桃花可是全京城最好的。晋国公府的桃花，他还真有点避之不及呢。”洛冉垂眸淡淡道：“那可惜了，我没这个眼福。还有，回去告诉你们小姐，有设宴的功夫，别忘了管教不知道规矩的下人。今日是我好说话，换了旁人，你未必能安然无恙的回去。”说完，没再看小丫鬟惨白的脸，转身离开。只是他带着春雨还没等进院子呢，又一个小丫鬟气喘吁吁跑来：“大小姐，庆王府来人了。”话落，一位30多岁梳着妇人头的嬷嬷笑意盈盈的过来，俯身行了礼：“奴婢给大小姐请安。奴婢奉安贞郡主之命，来给洛姑娘送帖子，郡主邀您过几日去西郊踏青，届时她来接您。”洛冉愣住，不明白这个陆媛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之前在永定侯府明明说好了，他给大家下帖子，怎么这会儿就变了呢？嬷嬷似乎看出他的疑惑，不慌不忙的笑着道：“郡主说了，
你们关系亲密，帖子谁来下都行，只是怕洛姑娘不便，这次他便自作主张一次，等下一次定会等着洛姑娘的帖子。说完，嬷嬷还故意往西边看了一眼。洛冉瞬间明白，笑着接下帖子，刘嬷嬷进来喝茶。嬷嬷称有事谢绝了，洛冉便命右卿去送，又准备了一个沉甸甸的荷包。回到屋内，春雨看着帖子有些不解：“小姐，您刚刚笑什么？”洛冉无奈的摇摇头，明白陆媛媛这是跟傅明珠打擂台呢。你办桃花宴，我请大家踏青。至于这个帖子，洛冉还真是有些感激。这2日他也在琢磨这件事，如果他出面邀请，到时候少不得要带上府中的几个妹妹，还有李新月姐妹几个。如果不带，到时候又有的闹了。现在好了，郡主只给了一张帖子，他倒醒的找借口了。只是到了约定好的这日，洛冉收拾妥当出来，就看见府门前已经乌泱泱站满了人。李新月看见他出来，忙过来挽着他的手臂道：“表妹，你怎么这么慢啊？我们都等你呢。”看着他迷茫的样子，一旁的洛如雪笑着上前一步道：“忘记跟大姐姐说了，明珠说西郊的桃花开的也不错，所以我们就把地点改了。至于表姐，是之前表哥就答应的，恰好顺路而已。”李新月跟着附和：“是啊，大哥说来京城这么久，还没带我们出去逛逛呢，见表妹忙又不好打扰，没想到今日竟凑一块了。”洛冉抽回手，疏离道：“那就不打扰表姐和表妹们了。”恰好庆王府的马车也过来了，洛冉对大家微微点头，便由右卿扶着上了马车。一上马车，陆媛媛就凑过来看了一眼外面，得意道：“怎么样，还是我聪明吧？”洛冉点点头，又问：“表姐和婉姐姐他们呢？”陆媛媛道：“请姐姐去接婉姐姐了，咱们在城外会合。许是因为天气好，今日出城的人很多。”洛冉他们马车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小姐，前面很多人，估计等一会儿才能到咱们，要不要喝点茶？”右卿透过车帘的缝隙看了一眼道。洛冉刚要点头，就见陆媛媛掀开马车的帘子，朝一个方向奋力挥手：“金安哥哥，我在这里！”手一抖，刚端起的茶盏差点打翻，来不及放下车帘，那人已经打马过来。陆媛媛没看见洛冉的表情，还在窃喜：“这回好了，咱们不用排队了。”话落，傅金安已经来到马车旁，透过车帘的缝隙看见里面一抹身影，眼神暗了暗，问陆媛媛：“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去？”陆媛媛扬起明媚的小脸，笑眯眯道：“金安哥哥，我今天跟冉姐姐、婉姐姐和秦姐姐约好了，一起去西山踏青。可是现在人太多了，你能帮我们吗？”婉姐姐他们估计已经出去了。傅金安似乎刚从京外当差回来，一身朱色锦衣卫飞鱼服，衬得本就如雕刻般冷峻的面容更加俊美，铜制的腰封加蟒纹及带，让其近腰一览无余。他想起长影调查来的消息，看了一眼那个躲在马车角落里的身影，勾唇一笑：“好，谢谢金安哥哥。”陆媛媛高兴的道谢，同时挑衅的看了一眼紧紧跟在他们身后的那2辆马车，故意大声道：“金安哥哥，我们快走吧，别耽误了旁人。”傅金安调转马头：“跟我来。”于是洛如雪和李新月等人亲眼看着安贞郡主的马车在指挥使大人的陪同下畅通无阻的出了城，而他们只能认命的排队。与此同时，方氏也一早进了宫，到了朝阳宫就迫不及待地对柳贵妃道：“娘娘，您快想想办法吧，那个畜生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亲事，他连国公爷都敢威胁。”柳贵妃掀开眼皮，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悦道：“让你们办这点事都办不好，还指望着皇上能重用晋国公府？到手的亲事都能让你们搞砸了，你说说，本宫还能指望你们做什么？”方氏面露尴尬，小声道：“都怪洛家那个小贱蹄子勾引世恒，不然。”柳贵妃烦躁的摆摆手：“行了，还不是他自己不中用，玩个女人都能被人抓到。若不是周儿年纪还小没到说亲的时候，你以为能轮得到傅家？”第80章奉命。方氏就算心中有再多不满，也不敢在柳贵妃面前表露一分，只能陪笑着附和：“是，娘娘说的极是，所以臣妾这不是来跟娘娘讨教办法了吗？臣妾实在也没办法了。”方氏的外祖母与柳贵妃的外祖母是亲姐妹，两人这才论了个表姐妹。只是方家这些年也没什么出息的子孙，全都仰仗嫁入国公府的方氏和柳贵妃。柳贵妃叹了口气道：“本宫也理解你的难处，可是现在你也看见了，皇上重视太子，后宫妃嫔由不得干政，本宫就算有心想帮你，却也无能为力。”话锋一转，又道：“这样吧，你先回去，让本宫好好想想，你那边也想想办法。总之，年底皇上选秀，绝不能让太子妃的人选落到洛家的头上。”方氏点头应下，最后又忍不住道：“娘娘，您说当年弘治大师的话真的可信吗？”柳贵妃冷哼一声，目露凶狠：“无论可信与否，我们都不能冒这个险。一旦骆德运站在太子那边，再加上沈家，川儿根本没有胜算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障碍一一铲除。”方氏：“是，臣妾明白了。”洛然与陆媛媛出城后，
很快与早就等在路边亭子里沈西晴和岳婉和会合。二人见到马车旁的人时都愣了一下，岳婉和率先反应过来，俯身行礼：“傅大哥。”沈西晴也行了一礼，然后站在洛冉身边，警惕地看着他。傅金安丝毫不在意，转头对陆媛媛道：“还不走？一会儿人又多了。”“哦，走，走，现在就走。”陆媛媛一手挽着岳婉和，一手挽着沈西晴，偷偷解释为什么这位指挥使大人也在的原因。马车终于又动了，洛冉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他总觉得自己坐在左边，那人就起码跟在马车的左侧，他挪到右边，那人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马车的右侧。终于熬到西山，洛冉可算能松口气了。陆媛媛跟沈西晴都是活泼的性子，一下马车就迫不及待地拿着风筝去放，岳婉和则就指挥着丫鬟婆子选个视野开阔的山坡，将马车上吃的用的往下搬。婉姐姐，我帮你。洛冉刚要过去帮忙，眼前就被一只大手拦住。洛冉抿着唇，不屈地看着他。岳婉和见状，刚要上前，就听傅金安道：“婉和，你先去忙，我有事跟洛姑娘讲。”傅大哥，岳婉和有些犹豫：“怎么？你还害怕我能吃了他不成？”虽是开玩笑的话，但岳婉和还是从傅金安的眼里看出来些许不悦。为了不让他难做，洛冉只好道：“婉姐姐，你先去忙，我一会儿就过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某人一眼，转身走到另一边的大树下，枝干粗壮，将他的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岳婉和只好继续指挥丫鬟们干活，只是眼睛一直注意着这边。他不知道性格软得跟团棉花似的小姑娘怎么就惹上了这样一个人。虽说因为祖父的原因，傅大哥对他还算客气，可也仅仅是比别人客气一点而已，所以他刚刚也不敢说什么，只心里默默祈求千万别出什么事。另一边，傅金安双手负在身后，踱步到那棵树下，背对着山坡，居高临下的看着将到自己下颌的小姑娘，盯着她粉润的唇瓣，突然想起了那日在山洞中的情形，唇角舌尖似乎还萦绕着那股怎么也挥之不去柔软甜香。洛冉注意到他的眼神，警惕的后退两步，抬手捂住自己半张小脸，只露出一双灵动的眼睛，语气有些不耐烦：“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他越急，某人越不急，还有心情屈起手指轻轻拨开他额前不小心散落的一缕碎发。只是他的手刚碰上自己的脸颊，洛冉被烫斑后退两步，绷着小脸道：“你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转身便要离开，胳膊却被人拉住。傅金安无奈的摇头，看似有些宠溺道：“人不大，脾气倒不小。难道没人告诉你，最先输的永远是那个沉不住气的吗？”洛冉不想就这件事情跟他纠缠，只想快点离开，抽回自己的手臂，深吸一口气，尽力平复自己的情绪，道：“好，你有什么事说吧。”少女的柔软和温暖还萦绕在指尖。傅金安将手隐在袖中，忽然问道：“你见过弘治大师？”洛冉仿佛没听清，重复一遍：“谁？”傅金安：“弘治大师。上次你去法华寺可见到他了？”洛冉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隐约记得这位弘治大师是大晋朝有名的得道高僧，可上次他去法华寺只是为母亲进香，并没有看见他。他摇摇头，并没有看见，又反问：“你去的时候不是说大师闭关了吗？”傅金安没说话，深邃的眸子盯着他看，想起长影查到的消息，说眼前这个小姑娘出生的时候被大师劈过命，浴火重生，天生凤命。他不知道傅毅那个老家伙坚持让她嫁入傅家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又或者是当年老晋国公和骆老爷子当年定下这本亲事到底处于什么原因。总之，一旦这件事情被泄露，等待他的只有两条路：进宫或者死。洛冉看不懂他眼中的神色，只觉自己再看下去会不自觉地溺毙其中。他别开视线，道：“傅大人问完了吗？我可以走了吗？”傅金安点点头。洛冉心里微惊，似乎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放过自己，不过他也没犹豫，生怕某人改变主意似的，利落转身离开。傅金安看着小姑娘迫不及待的样子，忍不住失笑。难道自己真的就这么可怕？不知出于什么心思，他又叫住他：“站住！”洛冉皱眉，果然没这么容易，半侧身警惕问：“还有什么事？”话到嘴边转个圈，傅金安开口道：“回去告诉骆德运，年底皇上选秀，届时也会给太子定下太子妃。如果他不想骆家卷入其中，趁早给你定门亲事。”什么？因为惊讶，洛冉谈口微张，莹润的唇瓣映着洁白的贝齿，隐约看见里面一丝粉嫩。傅金安本就不是压抑自己的性子，没再犹豫，欺师而上，一不小心口中猛地闯进一条大蛇，洛冉急忙浑身抗拒。别说她一个弱女子，就是面前几十上百个死士，傅金安也曾经游刃有余的全身而退。只是他不想伤着她，趁着喘息的空档，哑声道：“婉和就在旁边，你若怕她看见，就乖乖的。”果然，话一落，怀里的小丫头终于安静了，只是浑身有些僵硬。今日的傅金安极具耐心，顺着她的眉眼、阴唇、白皙的脖颈一路向下，
手慢慢附上浑圆。第81章比试。洛然险些以为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不明白皇上选秀和太子选太子妃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没等自己问出口，这人竟像发了疯似的压上来。一时间，洛然不知道是先推开他的脸，还是先阻止他的手。只是他的力气实在太小，顾忌的又多，渐渐就失了力气，感觉到胸前的微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或许是因为在外面，傅金安总算没太过分，但有的时候吃着了却吃不够，还不如吃不着。他看着眼前白的黄眼精致锁骨，闭上眼睛，深呼吸平复，替他拢好衣襟，轻轻啄了一下他的唇角，道：记住我刚刚说的话。得到自由，洛然立刻后退一步，红着眼睛道：我这辈子不会成亲。说完，头也不回的便转身离开。回到原处，岳婉和见他脸颊红红的，关心道：冉冉是热了吗？快过来这里坐。拉着他坐到早就准备好的垫子上。好。洛然努力平复心中旖旎，怕被看出异样，尽量别过脸看远处陆媛媛和沈西晴放风筝。或许是3月的风太过温暖，让他渐渐忘记了不快。现在洛然眼中满是绿色，被陆媛媛和沈西晴欢快笑声感染，他不自觉地起身，拉着岳婉和的手，高兴道：婉姐姐，我们也去放风筝吧。傅明珠、洛如雪一行人到的时候，就看见那4人已经将风筝放上了天，兴致正高。洛如雪的心思不在这上面，自打她及笄礼后，如今已经过去20几日了。最近这几日，她想尽办法，可世子爷依然不肯见她一面。没办法，她只好央了傅明珠、张罗这次所谓的桃花宴，想着见她一面。她环顾一圈，没看见熟悉的身影，便拉着傅明珠问：你不是说世子爷一大早就出来了吗？怎么没看见人呢？而傅明珠的注意力则都在山坡上那几人的身影上。上次在冠军侯府被洛然恐吓失了面子后，又在永定侯府与陆媛媛吵架，也没占到便宜，新仇旧恨加起来气得不行。再看见他们那么高兴，心情自然好不到哪去，出口的话就有些冲。我什么时候说我哥要来了？我只是说今天早上没在府里看见他。在傅明珠的心中，傅世恒才是他的大哥，傅金安根本就算不上傅家人。洛如雪脸色一变，可又不好说什么。正巧此时李新月姐妹几个过来，也嚷嚷着要去放风筝。洛如雪眉头一皱，喝道：你们愿意玩去旁边玩去，别在这里吵得人头疼。李新月撇撇嘴，想起今日的计划，破天荒地拉着2个庶妹道：走，我们去骑马。李新华和李新荣一听，脸都吓白了，一边一个劝着：大姐，咱们哪会骑马啊？这万一摔下来可如何是好？李新荣跟着点头：是啊，大姐，咱们还是去那边跟冉表姐他们一起放风筝吧。虽然那个表姐平时对他们也不见得多么热情，但总好过洛如雪啊，简直就把他们当作下人一样呼来喝去。刚刚也是，当这么那多人的面让他们一边去，这跟驱赶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李新华因为心里有别的打算，虽然也生气，但总算没那么往心里去。此时听到2个庶妹的话，破天荒的点头：好啊，咱们不会骑马，冉表妹跟着大伯父在江南那么多年，骑射肯定厉害，我们让她教咱们。洛冉一开始的时候，开总顾忌着落在自己身上那道视线，可玩着玩着就彻底忘记了，跟陆媛媛还在比着谁放的风筝高呢，就听到旁边有人唤自己。他停下步子，看着迎面过来的李家姐妹3人。李新月率先上前挽着她的胳膊道：冉表妹，大伯父武艺那么厉害，想必一定教你骑射了吧？我们还没骑过马，你教教我们可好？洛冉抽回手臂，淡淡道：学骑射得有专门的师傅，万一弄不好没命断腿都是有可能的。李新华和李新荣一听断腿，顿时吓得嚷嚷着不学了。李新月目的不在此，当然没被吓退，道：表妹放心，我让我大哥也跟在旁边保护咱们，你别担心。洛冉一听李玉堂也在，想起他每次毫不掩饰的眼神，想也不想的拒绝了。怎么，洛大小姐难道不敢吗？洛冉刚要转身离开，就看见傅明珠高傲的抬起下颌朝自己挑衅，旁边还跟着洛如雪。洛冉笑笑，继续转身离开。洛冉，你站住，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被我哥退亲了，连话都没脸说了吗？傅明珠大声道。洛冉停住脚步，笑着转回身，看着周围都往这边看的姑娘们，道：傅姑娘，你有一件事情恐怕记错了，退亲是我们洛家提出来的。至于为什么退亲，晋国公和世子爷心知肚明，如果你不怕丢人，大可在这里大声告诉大家。话落，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傅明珠，对于这种八卦的事情，无论男女老少都感兴趣的很。傅明珠的脸由红转白，她当然知道内情，这也是她为什么之前还很喜欢洛如雪，现在却打心眼里看不起她的缘故。她以为这种事情牵扯到洛家姑娘的声誉，无论自己怎么说，洛冉都不敢接茬，却没想到她真的不怕。可洛冉不怕，不代表洛如雪不怕。只见洛如雪忙上前劝道：大姐姐，今日大家都是出来游玩，就不要提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好不好？洛冉一脸无辜地看着她，难道二妹妹刚刚没听见吗？到底是谁扫兴？
洛如雪干笑两声，小声道：“大姐姐，明珠她脾气就这样，你不能让着点她吗？”洛冉气笑了，反问：“她是我什么人？我为什么要让着她？”他故意没有压低声音。傅明珠清晰地听到这句话，眼珠子一转，大声道：“洛冉，你敢不敢跟我比试一场？如果你输了，你就当着全京城人的面给我认错；如果我输了，以后见面我称你一声冉姐姐，如何？”洛冉依然不动于衷：“我凭什么跟你比？就是明明是你们傅家的错，谁稀罕你叫姐姐啊？听着都难受。”沈西晴和陆媛媛听到这边的动静，也赶忙赶过来，正好听到傅明珠这句话，沈西晴忍不住讽刺。李新月忙笑着上前劝解：“你们都别吵了，要我说冉妹妹，正好今日大家兴致好，比一比也没什么的。大伯父身为冠军侯，你总不能丢大伯父的脸不是？”洛冉没理会他的激将，只是眼睛落到不远处的马时，手不自觉地抚上小腹。右青见状，忽然意识到小姐想干什么，来不及出声阻止，就听洛冉声音清脆道：“好，比就比。”第82章突发意外。马车里，右青一边伺候着洛冉换衣裳，一边还在担心：“小姐，您为什么答应他们？你明明知道自己……”幸亏出来的时候，洛冉多准备了一套骑射的衣裳，石榴红色的锦服包裹住她曼妙的身姿，乌黑的长发高高竖起，衬得她的皮肤更加白皙透亮，轻盈柔美中又带了几分英姿飒爽。右青拿出一条1掌宽的墨色腰封，轻轻为她系上，不停地问：“小姐，勒不勒？要不要松一些？快3个月了，平日里带着束腰看不出来，可褪去衣衫，还是能感觉到原本平坦的小腹微微隆起。”洛冉深呼吸一口气，道：“无事。”接着又嘱咐道：“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当作不知道，让子服背我上马车，别让任何人靠近，然后去庄子上，那里有表哥早就安排好的嬷嬷。”右青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想劝，但对上小姐坚定的眼神时，只好点头应下。洛冉笑笑，安抚她：“别怕，我下面带了月事带，只要我们小心一些，短时间内别人不会发现，到了庄子上就好了。”没错，这也是洛冉突然想到的。既然躲不过去，何不在他眼皮底子下？只要他一会儿骑马的时候小心些，别让人发现他是故意的就行。外面，陆九晨双手枕在脑后躺在草地上，嘴角还衔着一根草，翘着2郎腿，斜眼看旁边坐在树下闭目养神的某人，笑道：“我说指挥使大人，今日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邀请我来看踏青？”傅金安一条长腿伸直，一条曲起，右手搭在膝上，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听到陆九晨的话，道：“你不是喜欢看姑娘，满山坡的千金小姐还不够你看的？”陆九晨撇撇嘴，啧啧，这些个大家闺秀一个个跟木头桩子似的，哪有我的桃红姑娘好看？不过话说回来，你上次没尝到，真是有点可惜。傅金安轻哼一声没说话。陆九晨也不在意，继续道：“对了，听说皇后有意想让太子娶了岳婉和，你怎么看？”傅金安终于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道：“永定侯不会同意的。”陆九晨点点头，那倒是。不过话说回来，若是没有那场定亲，皇后说不准会盯着洛家不放呢。就是现在，恐怕也没歇了心思。天生奉命。傅金安脑子里忽然闪现出这几个字，眼神不自觉地看向不远处，只是看了一圈，也没看见那个身影。刚要出声唤长影，就见陆九晨腾的一下坐起，眼睛盯着某个方向，一连发出好几声惊叹：“美，美，简直太美了！”傅金安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原本慵懒的眸子瞬间危险地眯起，冷飕飕的，一旁的陆九晨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只见不远处，一抹火红的身影纵身一跃，上等的香云纱在空中划过一道飘逸的弧度，人稳稳地落在枣红的骏马上，脊背挺直，腰肢不盈一握。驾！一声娇喝，墨发飞扬，骏马发出冲破云霄般的嘶吼，一人一马很快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傅明珠等人也随之赶上。陆九晨的头刚转过来一半，眼前一道黑影，人已经走出去了。他忍不住对一旁的长影笑道：“长影，看来你们家大人这次算是栽了，可惜啊，他自己还不承认。”长影摸摸鼻子，哀求道：“小王爷，大人栽不栽属下不知，属下只知道，您只要提起一次桃红姑娘，属下就会挨一次罚。”啊！哈哈！陆九晨反应过来后大笑，又用下颌指指远方：“长影，你快看，你家大人有对手了。”长影看了一眼，赶忙牵过马，紧随其后。原来洛冉一出现，就吸引了半个山坡人的视线，尤其是傅世恒。他本是没打算过来的，只是早上从别院里一出来，又接到洛如雪的信，总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便想着不如趁今日做个了断。只是没想到一来就看见那么触人心弦的一道身影。他从来不知道柔弱与飒爽，清冷与热烈相碰撞会那么震撼人心。直到身影消失在视线里，他还久久没回过神。世恒哥哥，你来了。洛如雪一眼就看见他，
提着裙摆欢快跑过来，见他的视线，笑着道：“世恒哥哥，明珠去跟他们赛马了。”哦。傅世恒魂不守舍地应了一句，想了想没忍住，问道：“那个红衣女子是？”洛如雪脸上的笑容微僵，盯着傅世恒有些痴迷的眼睛道：“世恒哥哥难道没看出来，那是我大姐呀？”啊，哦，嗨嗨。傅世恒这才缓过神，掩饰般的轻咳2声，可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看向那边，就见傅金安的身影朝着哪个方向追去了。忽然道：“对了，我父亲让我跟大哥说件事，我去就回。雪儿，你先等在这里，咱们的事一会儿说。”说完，牵过小厮手中的马，颇有些迫不及待地朝着山坡奔去。洛如雪手里绞着帕子，眼中的嫉恨一闪而过。李新月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眼睛看着前方，轻声道：“表妹别急，一会儿还有好戏看呢。”洛如雪转头看他，片刻后轻笑：“看来表姐早就有所准备啊。”李新月摸摸头上的发饰，再想想自己一整套头饰都不如洛冉头上随便一根簪子值钱，他心里就忍不住的恨。姑母的打算，表妹不是早就知道，只是不知道冉表妹回去后，知道自己忽然多了一个继母，是该替大伯父高兴呢，还是替他自己高兴？洛如雪眨眨眼道：“当然是双喜临门最好了。”李新月看了他一眼，两人不约而同的露出一抹笑容。再说洛冉骑着马飞奔出去后，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其后的岳婉和，心里默默的说了一声对不起，转过头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不远处正好是茂密的草丛，山坡也算陡，下去后就是小溪，如果他在那里滚下山坡，最终会落到水里。这倒不怕，他会水，只是祈求山坡上不要有石头才好。风声烈烈，吹在面颊上一点也感觉不到疼，反而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痛快。他一手勒紧缰绳，一手轻轻抚着小腹，缓缓闭上眼睛。表妹，小心！李玉堂骑着马飞驰而来，只落后洛冉一个马头的距离，看见他微微倾倒的身体，大喊一声。第83章傅大人的惩罚。洛冉听到李玉堂的声音，侧头看了一眼，计上心头，身体稍微向其倾了倾，露出一抹微笑，嘴唇翕动，无声的唤了句表哥。李玉堂简直看傻了眼，手不自觉地伸出去，只是还没等碰到那抹鲜红，就见洛冉脸色陡然一变，惊恐的大喊：“李玉堂，你干什么？放开我！”没等李玉堂反应过来，只见红色的身影突然从马背上甩出去，如天边灿烂的霞光，晃得他不自觉闭上了眼睛。岳婉和出身武将世家，骑术最好，紧紧跟在洛冉身后。刚刚李玉堂的声音动作，还有洛冉最后那声惊叫，他都看在眼里，刚要勒紧缰绳，只觉眼前一道劲风掠过，接着便看见一株一鲜红两种颜色瞬间合二为一，顺着山坡滚下去。此时傅世恒也到了跟前，下马刚要追过去，眼前便被一只手臂拦住。长影，你想干什么？傅世恒或许自己都没察觉到，刚刚那个身影从马上跌落的时候，他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到现在声音还微微有些颤抖。长影面色不改，道：“世子爷，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傅世恒气得睁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尖，又指指下面不见的身影：“我的身份？难道他就可以？”长影看了一圈，道：“指挥使大人负责经济安全，所有人的安危，大人自然都可以管，当然也可以不管。”沈西晴骑术最不好，赶来时已经看不见洛冉的身影，二话不说就跟在子服的身后往山坡下去。“不可！”岳婉和拦住他，道：“西晴，长影和子服下去了，下边什么情况咱们不知道，别下去添乱。”陆媛媛也跟着道：“对对，咱们在这里等着就好。”他看见金安哥哥下去了，可他没提洛冉，也没提傅金安，更不让那么多人追下去，怕有损洛冉的名声。可有人偏不随他的意，傅明珠捂着嘴尖叫：“冉姐姐刚刚还跟李公子拉扯，怎么现在又跟大哥抱一起滚下去了？”沈西晴本来还在担心，听到他的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红着眼反驳：“傅明珠，你把话说清楚，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傅明珠刚要说话，就见岳婉和上前一步，冷眼看着他道：“傅姑娘，刚刚我离冉妹妹最近，看得也最清楚，明明是那位李公子要去抓冉妹妹，冉妹妹因为躲避，这才掉下马的。”傅明珠撇撇嘴：“谁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你想说什么就是什么喽。”陆媛媛冷笑：“你还知道我们是一伙的？在场这些人谁不知道你们家那点破事？刚刚冉姐姐为什么会骑马，还不是你挑衅？明明退亲事你们傅家私德不修，反过来还抓着一个小姑娘纠缠不放，现在你又企图抹黑冉姐姐。傅明珠，你以为天下是你们傅家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这话陆媛媛敢说，傅明珠可不敢应。傅明珠敢跟洛冉作对，也敢不把傅金安放在眼里，可是唯独对上陆媛媛，10次得有8次败下阵来。无非就是庆王可是当今皇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陆媛媛是皇上的亲侄女，太后的亲孙女，她傅明珠除了有个远亲做贵妃的表姨母，还有一个不受皇上重用的父亲，还有什么呢？这些年她在京中横行无忌，
不过也是仗着那个他最不喜欢的大哥傅金安的事罢了。被落了面子，傅明珠还试图挽回，可刚一张开嘴，就见傅世恒忽然皱着眉道：“明珠，你若是累了，就去马车上歇会。”别人也就算了，现在连亲哥哥都不站在自己一边，傅明珠顿时委屈的眼泪打转。洛如雪连忙上前安慰：“明珠，别伤心，世恒哥哥他不是故意凶你的，走吧，我陪你去那边歇会。”哼！陆媛媛冷哼一声，洛二小姐还真是人美心善，自己的亲姐姐现在生死未卜，你连问都不问一句，还有心思管人家兄妹？啧啧，知道的是你与傅姑娘交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一心思惦记别人不要的东西的。别人不要的东西？傅世恒听着有些刺耳，回头不悦地看了一脸委屈的洛如雪和妹妹，没好气道：“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如果不能安静点，就回马车上待着去。”似乎也在暗指陆媛媛吵闹。陆九晨骑着马悠哉悠哉的过来，都没往山坡下看一眼，宠溺地摸着陆媛媛的头，笑着对傅世恒道：“世子爷勿怪，媛媛从小就被皇祖母宠坏了，不会说谎，有什么就说什么。黄伯父竟还夸赞她赤诚。”哎，无奈地摇摇头。兄妹俩，一个纨绔小王爷，一个娇蛮郡主，明摆着仗势，别人却又无可奈何。这边如何，洛冉完全不知道，就算知道也顾不上了。他闭着眼，从马上跌落的那一瞬间，已经做好了浑身剧痛的准备，可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反而落入一个坚硬又滚烫的怀里。映入眼中的是一片朱红，金线绣成的蟒贴着他的脸颊，一阵刺痛，来不及思考太多，一阵翻天覆地的眩晕，两人快速朝山坡下跌落。随着身体上方男人的一声闷哼，终于停了下来。洛冉微微感受了一下，肚子没有想象中的疼痛，整个身体也完好无损，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傅金安忍着大腿上的剧痛，还没等说话，就听到身下的小女人一声似乎很是遗憾的叹息，气得头顶冒烟，嗤笑一声：“怎么，孩子没流掉，很可惜。”冷飕飕的声音入耳，洛冉终于回过神，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抬头看着我。傅金安明显在压制着心中怒气。洛冉别过头不去看他，双唇死死抿着。见他不说话，傅金安故意将身体往下压了压。咳。男人身体又硬又重，洛冉只觉柔软处被压得生疼，忍不住咳起来。说话。傅金安又故意朝着柔软处压下去。洛冉终于忍不住，红着脸怒目而视。呵。傅金安轻笑，接着洛冉便看见一张俊颜在自己眼前无限放大，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身体上的疼痛终于轻了些，一阵刺痛却从唇瓣上传来。第84章共舞。傅金安原本是想惩罚他，可一碰到那抹柔软，立刻变了想法。刚才在树后本就没解馋，这会儿终于逮到机会，怎能放过？撬开他的背齿，极力汲取他口中香甜。渐渐又开始不满足，勾着他与自己一起共舞。洛冉被压在下面，两只手被举过头顶扣住，因着这个姿势，某处更加巍峨。因为缺氧，力气一点点消失，脑袋也开始昏昏沉沉，落在某人眼里更加予取予求。绿油油的山坡下，旁边是潺潺小溪，一深一浅两种红色交织，仿佛是这旷野间绽放的绚丽花朵。不知过了多久，洛冉的衣襟被敞开，露出里面桃粉色的小衣，喜鹊登枝的刺绣惟妙惟肖。傅金安的手从小衣边缘探进去，女子美好进落手中，掠过山峰，一路向下，只是忽然碰到厚厚一层的软布，一时没反应过来，正愣住了。呵呵，一滴泪水顺着洛冉白皙的脸颊流下，没入草丛。他看着男人眼里还未褪去的情欲，笑个不停。傅金安眉头微微拧起：“你笑什么？”洛冉的手腕上还带着一圈红痕，那是刚刚他挣扎这人前置的时候留下的。他毫不在意，抬起手臂环住傅金安的脖颈下压，吐气如兰：“指挥使大人怎么不继续了？”又朝着他的耳廓轻轻吹了口气，另一只手拉着傅金安的大手放在小腹处，声音媚得仿佛进了药：“大人别停啊，难不成大人不行吗？”傅金安冷眼看他，眸子危险眯起：“爷行不行？难道你不知？”洛冉微微一笑：“以前行，或许现在就不行了呢。”说着伸出粉嫩轻舔了一下他的耳垂，背齿轻合，不痛不痒地咬了一下。洛冉。傅金安浑身一震，某处不可抑制的膨胀，他危险地看着身下的女子，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谁教你的？”洛冉被顶得生疼，也不敢说话，心跳肋骨。他知道这个时候越是反抗，越会激起男人的兽欲，所以他再赌眼前这人的骄傲。幸好他赌赢了。傅金安翻身坐起，顾不上还在往外溢血的大腿，盯着洛冉的后背问：“你若是不说清楚跟谁学的，今日你休想走出这里。”洛冉背对着他在整理衣衫，听到声音只是顿了一下，又埋头继续，直到都穿戴整齐，才回过神，笑靥如花般的回答：“难道不是指挥使大人亲自教的吗？用我从宜春院那晚上开始重新帮您回忆一遍吗？”也不知道哪句话取悦了傅金安，
怒气瞬间消失了，轻哼一声，说了句借你的东西用用。说完，不顾他反对，一把掀开他刚刚整理好的衣衫，抽出里面的喜鹊缠枝肚兜，然后绑上自己的大腿，血总算被制止了。洛然只觉胸前一凉，刚要呵斥，这才发现他受伤了，心里暗骂了一句活该，别过头假装没看见。傅金安也不在意，看着粉色肚兜带子低笑了一声，2个半月了吧，腰还这么细。闻声，洛然不自觉地看了一眼，见自己的小衣裹在男人的大腿上，竟然刚刚好，红了脸准备起身，又听见某人忽然道：别再想些歪门邪道，你以为宫廷秘药那么没用？洛然忽然想起那颗所谓的祖珠丸，狠狠瞪了他一眼，起身。不远处的长影见大人终于完事了，这才松开钳住子服的手。一得到自由，子服一把扯掉自己嘴里眼睛上的金子，跑过去：小姐，小姐，您没事吧？他刚刚被长影堵住嘴，捂住眼睛和耳朵，什么也看不见，也发不出声音，急得要命。洛冉动了动，道：没事，可能崴脚了，你背我吧。洛冉知道自己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反倒没了最初的担心。这一次傅金安没拦着他，看着他被子服背走，这才起身往另一边走去。长影看了一眼，想了想，跟在洛冉主仆后面往山坡上去。见子服背着洛冉出现，岳婉和和沈西晴忙迎上前去。沈西晴，冉儿，你没事吧？洛冉笑着摇头，没事，就是脚好像崴了，不过不严重，没事就好。岳婉和道，又看向后面的长影。长影故意大声道：小王爷，郡主，属下到的时候，子服姑娘已经将洛姑娘救起。陆九成微微挑眉，既然这样，就不耽误你当差了，去忙吧，回头去庆王府找郡主领赏。短短2句话，就一笔接过刚刚指挥使大人下去救人的事实。是，属下就先谢过小王爷和郡主了，属下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了。长影又朝洛冉抱拳行了一礼，转身离开。哪怕傅明珠和洛如雪再心有不甘，小王爷、锦衣卫都这么说了，他们也只好假装不知道。洛如雪眼珠子一转，忽然道：大姐，你摔下去之前是跟表哥在拉扯吗？李新月也跟着道：肯定是大哥发现冉表妹有危险，出手相救来着，是不是大哥？李玉堂点点头道：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冉表妹不必客气。洛冉垂着头，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岳婉和见状，拍拍洛冉的肩，小声道：别怕。然后对着洛如雪和李玉堂兄妹道：我刚刚在他们身后看得最是清楚，冉妹妹明明骑得好好的，是这位李公子故意伸手去拉冉妹妹，冉妹妹躲避不及，这才掉下马。不是，李新月急着反驳。洛冉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是与不是表妹说的算，等我回去禀明爹爹，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遇上这种事，大家也不好再玩，都张罗着回城。马车上，洛冉看着岳婉和几次欲言又止。岳婉和轻轻一笑，附在他耳边轻声道：冉妹妹不必自责，有些亲戚甩不掉，反倒是麻烦，不如趁机清理。洛冉自嘲的笑道：原来婉姐姐都知道，亏我还自作聪明。岳婉和故意扳着脸道：你也是的，不过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有10000种方法整治他们，至于你冒着命，以后可不许这样了。洛冉有苦说不出，也知道他是为自己好，认真点头：好，我记住了。回到冠军侯府，洛如雪率先下马车，头也不回的快步回府。他得跟母亲打个招呼，可别让李玉堂把他们2房牵扯进去。只是一到老夫人的院子里，见大家一个个都一脸严肃的样子，当场愣在原地。娘，你这是？第85章长影大人的证词。1刻钟前，老夫人皱着眉看着跪在地上衣衫不整的刘梅，又看看一旁脸色黑如墨的大儿子，先入为主，德运啊，怎么说刘姑娘也是亲戚，你何必？哼！不等老夫人的话说完，骆德运冷哼一声打断道：母亲不问，怎么就知道这是与我有关？老夫人一愣，看向李氏。李氏也有些不解，她刚刚还在院子里接待管事，就见嫂子刘氏哭哭啼啼就过来了，嘴里嚷嚷着要还表妹一个清白。她以为刘梅事成，也没问，迫不及待的就带人来了宁福院。来了就看见刘梅衣衫不整的跪在地上，旁边是骆德运兄弟2人。因为今日休沐，2人碰巧都在府中。李氏见老夫人看向自己，她压下上扬的嘴角，满脸愁容：大哥，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姑娘，她身份低，可再不济，她也是我嫂子的表妹，您怎么能翻脸就不承认呢？妹妹。刘氏迟疑的换了一句。李氏朝她安抚地点点头：大嫂，你不必害怕，无论是谁，也没有平白无故要了人家干净身子不承认的，是不是大哥？骆德运笑了，看向一旁始终低着头的骆德文，抚平衣摆上的褶皱，不慌不忙道：二弟妹这话说的在理，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李氏似乎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不自觉惊喜的睁大眼睛道：大哥既然没有意见，这事也好办。表妹的身份做正牌夫人是差了些，
但是当个姨娘还是说得过去的。又回身扶起刘梅，笑着道：“你呢，凡事也不必急，等怀了身孕，为咱们府中添丁进口了，侯爷一高兴，把你扶正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大哥？”骆德运挑眉看向骆德文，道：“这是本侯说的不算，你得问二弟，你们夫妻没有意见，我自然也不会不同意。”李氏不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骆德文终于忍不住，喝道：“你个蠢妇，闭嘴！”李氏也不甘示弱，反对回去：“骆德文，你骂谁呢？我们在说大哥的事情，你急什么？难不成你还看上了表妹不成？”刘氏在一旁尴尬的笑笑，扯扯李氏的衣袖，道：“小妹，你误会了。”李氏回头：“误会？误会什么？”这时刘梅忽然从地上爬起来，朝骆德文说了一句：“二爷，是梅儿对不住您。”一头向着一旁的柱子撞过去。骆德文手快，忙起身，恰好刘梅撞到他的怀里，两人搂抱在一起，当场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李氏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骆如雪就是这个时候跑进来：“娘，您这是怎么了？”看母亲捶胸顿足的样子，又看看还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二话不说，上前就抓着刘梅的头发用力拉扯，嘴里还不停地骂：“你个贱人，我让你勾引我爹，贱人！”刘梅的发髻被扯散，脸上也被抓破了，眼泪混着血水，甚是狼狈，屋里乱作一团。骆冉被子服背进来的时候，看见这一幕，一时呆住了。还没等他开口，骆德运已经几步上前，高大的身躯有些手足无措，想去抱骆冉，又不敢碰。冉，你这是？子服将他从背上放下来，骆德运忙去扶，回身不悦地看向骆如雪。此时骆如雪抱着母亲，满腔怒气没地方释放。恰巧李家兄妹刚到门口，便指着他们大叫：“是他！是他趁大姐姐骑马的时候，想要对大姐姐行不轨之事，大姐姐为了躲他，才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骆德运一听女儿从马上掉下来，紧张的脸都青了。骆冉忙抓着父亲的手，低声安慰：“爹爹，我没事。”李玉堂扑通跪在地上，急急辩解：“姑祖母、大伯，我没有，我是看冉表妹要从马上掉下来，我好心想去扶她。”李新月也跟着道：“就是，明明我大哥是好心，你们不领情罢了，还反咬一口。”骆如雪冷笑：“算了吧，刚刚在西山上，谁跟我说让我等着看好戏的？”李新月脸一白，道：“我那不是安慰你吗？你看见傅世子盯着冉表妹，心中不快，我才故意那么说，想让你高兴的，没想到你却诬陷我们。”说着，李新月掏出帕子，低声哭泣：“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嫌弃我们是从小地方来的，看不起我们，可也不必什么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泼啊。”刘氏听明白了，也跟着抹眼泪：“姑母，您若是看我们碍眼，我们搬出去就是。玉堂还没成亲，这是传出去还怎么做人啊？”眼睛偷偷斜了一眼骆冉，明摆着意思是骆冉行为不检，故意勾引自己的儿子。田氏见状也跟着抹眼泪：“妹妹啊，你大哥死得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人人欺辱。”骆冉见他们戏演的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祖母、舅祖母、李家舅母，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场，到底是不是冤枉，一查便知。不必了。”常颖随后而入，先朝骆德运行了一礼，看着又像是对骆冉行的，转身看骆德文时愣了一下，却没行礼，而是朝老夫人拱手作揖。在下乃锦衣卫指挥同知常颖，见过骆老夫人。这个常颖除了骆德运兄弟，府中有很多人都见过。元宵节大小姐出事，就是他跟着那位指挥使大人一起送大小姐回来的。老夫人一听，锦衣卫也忍不住心颤了一下，忙道：“常颖大人快请起，您是来找侯爷的吗？”常颖摇摇头，双手奉上一封信，交给骆德运，道：“今日在下与指挥使大人出京办案，归来时偶遇骆大小姐从马背上跌落，大人便让属下查了一下。”指着那封信道：“侯爷，这上面便是属下查来的真相，您过目。当然，这上面还有永定侯府大姑娘亲眼所见的证词，还有庆小王爷和安贞郡主。如果侯爷有什么疑问，自可以去询问。”骆德运看完信，脸更黑了，道：“多谢傅大人，常颖大人，改日本侯定登门致谢。”常颖回礼：“侯爷客气了。锦衣卫负责经济安全，这些都是分内之事，如果侯爷没什么吩咐，在下先告退了。”骆德运点头，命身边的青山去送。常颖临走前又深深看了一眼骆冉，骆冉只是低头想事情，没看到而已。骆德运转身将信甩到李玉堂的脸上：“人证物证齐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竟敢对冉儿的马动手脚，本侯看你活腻歪了。”说着一脚踢过去，李玉堂被踹飞1丈远，当场晕死过去。田氏、刘氏哭嚎着扑过去，屋内顿时乱作一团。第86章提亲。骆德运看见信上说李玉堂竟敢在冉儿的马上做手脚，恨不得一脚了结了他，幸亏还有一丝理智，却也没管他死活。转身看向老夫人道：“母亲也看见了，这就是你的好侄子一家干出来的事。刚刚刘梅的事情，儿子可以不追究，但是冉冉这事绝不会这么算了。
另外3日之内，李家必须搬出侯府，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李家来了也1个月了，整天嚷嚷着买宅子，可不是嫌小就是嫌破，要么又嫌弃地点不好，或者价钱贵，总之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他还不差这点银子养活着几口人。他气的是这一大家子人把府里弄得乌烟瘴气。他好几次亲眼看见李玉堂小年纪与府中丫鬟调笑，更甚至有一次从后门将一个风尘女子弄进房里。他早就想找理由把他们撵出去了，就算没有今日之事，他也不会让他们再住下去。留下狠话，骆德运生怕屋里的糟烂事污了女儿耳朵，一边让小厮去请大夫，他则跟着骆冉去了宁香院。青山脚程很快，大夫很快就到了。骆冉他还没来得及问刘梅到底怎么回事，不过看着二叔护着刘梅的样子，多半跟上一世一样了。大夫想要为其把脉，被拒绝了。看着爹爹明显不解的眼神，骆冉镇定道：“我回来前已经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事。”一旁的大夫点点头道：“侯爷放心，老夫看过了，大小姐只是轻微崴了脚，没伤到筋骨，只需敷些膏药便好。”骆德运这才有些放心。送走了大夫，骆德运道：“这几日你都不要出院子，剩下的交给爹爹。”又转身交代子竹和子福，无论谁来，就说大小姐养伤，不便招待。如果有硬闯的，尽管打出去，本侯给你们做主。是。右亲4人齐声应下。骆德运走后，骆冉将右亲和子福留下，没急着开口。右亲眼睛转了转，道：“小姐，回春堂的大夫医术果然很好，他说小姐无大碍，果然就没事，是不是啊？”子福愣了一下，见小姐低着头，忙点头附和：“是啊，幸亏咱们回来前先去来回春堂，不然侯爷肯定不放心。”骆冉微微一笑，道：“好了，你们俩今日也累了，都下去休息吧，让春雨和紫竹服侍就行。”子福松了口气。这几日骆冉果然哪里也没去，只安安静静待在院子里养伤，偶尔听到门口吵闹，只是没一会儿就消停了。问了才知，原来刘氏和李新月都来过。后来他又听说爹爹拿着马鞭差点废了李玉堂的手，要了他半条命后，还是老夫人苦苦哀求，这才罢休。只不过经此一事，老夫人在儿子心里的地位更不如从前。而李氏从始至终都没露面，李家没办法，匆忙在城西买了一处2进的小宅子搬了进去。至于刘梅，当然没跟着走，成了骆德文的梅姨娘。骆冉后来也打听过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刘梅那日按照李氏的消息熬了参汤，在2门处等待骆德运，谁知却那么不小心碰上了醉酒的骆德文。骆德文借着月色看小家碧玉的刘梅忽然就入了眼，刘梅又因苦苦找不到与侯爷的机会，半推半就下，两人滚到了一起。第2日刘氏发现后，这才闹开了，本想借着这个机会狠狠敲诈骆家一笔，谁知道儿子却惹上了这么大的事。如果只是侯府，他还敢撒泼耍赖，可这里面还牵扯着指挥使大人、庆王府，如果李元亮还想在官场混下去，这是只能作罢。转眼间4月18电视放榜的日子，一切都跟前一世一样，宋清又是新科状元，沈玉芝因为模样俊朗屈居探花。消息一出，整个京城都热闹起来，骆冉也跟着高兴。还有一件喜事，父亲跟袁姑娘的亲事也很快定下来了，就定在12月初6，2件大事完成，他也要开始准备江南之行了。喜事，老夫人，大喜事啊！一大清早，杜嬷嬷喜气洋洋的进来，嘴里抱着喜。自打李氏一家搬出侯府，老夫人这些日子精神都懒懒的，李氏称病撂了挑子，就连骆德运续弦的事都是老夫人一手操持的。他知道李氏这是心里存着气呢，一是打算没成，反倒给自己添了堵；二来何尝不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到时候心腹进门还有的闹呢。只不过老夫人也没办法，谁让李家不争气，老二自己也不争气。不过话说回来，经此一事对侯府来说也是好事，真要这么闹腾下去，指不定还闹出什么笑话呢。现在他就盼着那位袁家姑娘是个省心的，他可折腾不起了。这么想着，老夫人听到杜嬷嬷的话，也只是懒懒的掀开眼皮，道了一句：“没有糟心事，我就烧高香了，哪还敢想有什么喜事啊？”杜嬷嬷愣了一下，转而笑着劝道：“老夫人您得宽心些，等大夫人进了门，你就能好好歇歇了。”这一阵，杜嬷嬷也老实了许多，生怕老夫人一不高兴就把她给撵出去。老夫人叹了口气，扶着下方的手坐起身子，道：“行了，你说说吧，到底什么喜事？”杜嬷嬷一拍大腿，道：“大小姐的喜事，有人上门提亲了。”老夫人眼睛一亮，虽说上次退亲之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是傅家的错，可京里有人不知道。她原本还愁呢，骆冉退了亲，骆如雪又平白没了干净身子，而造成这一切的傅家最近就跟个没事人似的，也不提雪儿的事，到底怎么办？可总这么吊着也不是个事啊，总不能骆家的姑娘一个个都留成老姑娘吧？每每想起，老夫人愁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如今一听说有媒人上门，若不是碍于老大，
老夫人恨不得问都不问就答应下来，连忙道：“可是真的。”人呢？怎么还不请进来？杜嬷嬷有些尴尬，笑笑道：“老夫人，人去了侯爷书房。”什么？老夫人脸顿时冷了下来。另一边晋国公府，常颖见自己说完那句话之后，说案后的大人迟迟没有开口，他一时弄不清楚大人的心思，没敢开口。半晌才听见上面一声轻笑：“提亲啊！”第87章，他到底想干什么？消息传到宁香院的时候，洛冉正哄着将军吃药。小妹儿这几日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是蔫蔫的，看过大夫说可能吃坏了东西，于是便弄了些解毒的药掺在吃食里，哄着他吃下。提亲？他一个人来的？洛冉忍不住重复了一遍。他以为上次跟宋清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没想到上一世都没这么执着的人，这一世怎么忽然就变了？难道真的是因为上一世自己名声尽毁的原因？可是他低头看了一眼小腹，苦笑，这一世的他才是真真正正的清白尽失啊。小姐，右卿知道小姐的心思，不免有些担心。洛冉低着头摸摸将军圆滚滚的小肚子，半晌道：“放心吧，爹爹不会答应的。虽然爹爹也很喜欢宋清佑，但是他已经明确跟爹爹说过，爹爹就不会不顾及他的感受。”将军吃饱了，贴着洛冉的手蹭了蹭，四脚朝天的躺在榻上，发出呼噜呼噜舒服的声音。洛冉忍不住笑，当个猫狗儿也挺好，没烦恼。右卿苦笑着没说话。春雨却接道：“奴婢可不这么认为。”洛冉挑眉：“那你说说为什么？”春雨想了想道：“奴婢嘴笨，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人就是人，猫就是猫。小姐对将军再好，也改变不了他被前一任主人送人的事实。可人就不一样，小姐有侯爷，有沈老夫人、沈夫人、沈公子和沈小姐那么多亲人在身边，还有奴婢跟右卿姐姐、子竹和子服。总之，春雨挠着头，有些苦恼说不出来。洛冉不忍心他折腾自己，忙道：“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春雨嘿嘿一笑：“所以小姐你也不要伤心，这门亲事没了还有别的，总得找一个您自己个儿喜欢的，就算到最后都没有，奴婢也会陪您一辈子，总不会叫您孤单。”洛冉忽然想起上辈子最后陪在自己身边的可不就是春雨吗？看来真是宿命。这才对右卿道：“你去前面看看，爹爹如果跟宋公子说完话来告诉我一声，我有话要对宋公子讲。”是。右卿应下，没一会儿便回来道：“小姐，侯爷没答应宋公子的提亲，宋公子还在侯爷书房等您过去。”洛冉放下躺在自己怀里睡得正香的将军，小猫也只是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翻个身又全成一团睡过去了。洛冉到父亲书房的时候，宋清佑正站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发呆，直到他走到跟前了，才回过神。“冉儿妹妹。”宋清佑不自觉唤出声。1个多月不见，他好像出落得更加夺目了，眉不画耳带，唇不点红，肌肤似水，无论什么时候见了，都让人忍不住心惊。洛冉见他只盯着自己不说话，心里微叹，扶了扶身子道：“还没恭喜宋公子夺魁。”宋清佑回过神，眼里满是伤痛：“冉儿妹妹，你我何时变得如此生分了？还记得在江南时，你总喜欢我带着你。”宋公子。洛冉垂眸打断他的话：“宋公子，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如今你我已长大，男女有别，还是注意些好。”宋清佑身形一晃，本就因为连日来苦读累坏了的身子似乎更加单薄。想起小时候，洛冉终究还是没狠下心，语气缓了缓，抬起头对上他的双眼，道：“清佑哥哥，你这是何苦？”宋清佑听到这声久违的哥哥，眼睛一亮，刚要开口，就见洛冉抬手打断，缓缓道：“清佑哥哥，你听我说。”洛冉往前走了2步，回过身看他：“清佑哥哥，如果我当初没有婚约在身，今日我或许会答应你的提亲。可是没有如果，事实就是我曾经有过婚约，又退了亲，虽然错不在我，但名声终归有损。敢问清佑哥哥，如果我不是退亲，而是和离，你今日还会来洛家提亲吗？”宋清佑刚想回答会，就听洛冉又道：“清佑哥哥，先不要忙着回答。你如今是新科状元，前路一片光明，你真的会愿意娶一个被休或者和离回家没了清白的女子为妻吗？就算你愿意，宋伯父伯母为了你付出多少心血，你问过他们的意思吗？”宋家几代人读书，思想根深蒂固，小时候作为玩伴，父母并没有什么意见。后来洛冉长大了，模样愈发出挑，宋清佑也听到母亲几次在他面前提醒，更甚至这次进京之前，母亲已经在江南帮他相看合适的女子，只等他高中的消息，亲事就会定下，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来洛家提亲，想先父母一步。只是没想到不但洛伯父拒绝了他，冉妹妹也2次拒绝。洛冉看他的样子便猜到了，苦笑一声：“看，清佑哥哥也不能保证吧？更何况爹爹从小就宠爱我，我也不愿意嫁人之后因为曾经的亲事被婆母拿捏，更不愿等你我年少之情褪去的时候，这些不堪的过往成为被你嫌弃的理由。”宋清佑开口：“
洛冉摇头，我知道你会说你不会，可是以后的人生还会有几十年，你怎么就能确定对我的感情一如既往呢？等年轻时的激情一过，会有更多的年轻姑娘如现在的我一样得你欢心。宋清又皱眉，终于忍不住辩解，可是那又如何？你我有从小10几年的情分，以后就算有了旁人，你还是我的妻子啊。洛冉笑笑，坚定道，可是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与任何一个女人分享我的丈夫。宋清又身躯一震，似乎没想到洛冉会有这么惊世骇俗的想法。男子3妻4妾，为家族开枝散叶，这都是为人子为人妻应该做的，怎么可能？洛冉继续道，所以如果宋公子不能保证这辈子只有我一个，那便请回吧。宋清又终于知道，前2次冉妹妹拒绝自己还是留了情面的，今日才是她最决绝的拒绝。宋清又失魂落魄的离开后，洛冉站在院中许久没有动地方，直到父亲来到他跟前，摸着他的头，半晌才道，冉冉放心，爹爹一定会给你找一个让你满意的夫君，哪怕拼了命。洛冉拒绝新科状元提亲的事很快传遍府中，老夫人得知后，气得拐杖敲得当当作响，她到底想干什么？可是再气也无能为力。相反，傅金安听到消息后却露出了满意的笑脸。第88章礼物。大人。常颖唤了一声，见没有回应，又唤了一声。傅金安扫了他一眼，道，我耳朵还没聋，不用那么大声。常颖讪笑着摸摸鼻子，道，皇上还在等着您呢。傅金安转身从书案后出来，随手扔过来一个盒子。常颖伸手接住，就听到，把这个送去冠军侯府。常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盒子，巴掌大小，上等金丝楠木制成，上面的牡丹图案雕工精湛，一看就是贡品。他没敢打开，小心翼翼收好。傅金安来到承光殿的时候，恰巧太子和沈伯礼一前一后出来。微臣见过太子殿下。傅金安对太子弯腰行礼，原来是傅大人，父皇在等你，快进去吧。太子陆景玉今年18岁，自小体弱，不善武艺，这也是皇上最大的心病。但幸好太子性情温润，学问也好，在朝中威望一直不错。沈伯礼身为文学殿大学士，一直担任太子的功课，今日也是皇上有意考教，两人这才一起前来。看见傅金安，沈伯礼微微点头，傅大人，如果没事，臣就先进去了。得到太子点头，傅金安大步离开。太子看了一眼傅金安挺拔矫健的背影，就连寻常走路似乎都带起一阵劲风。目露羡慕，低声道，沈大人，如果孤有傅大人一半优秀，是不是父皇会更高兴？沈伯礼低头道，殿下，您是太子，傅大人是臣子，本无比较的必要。太子摇头笑笑，是啊，是孤想差了。沈伯礼，一时想差不要紧，太子殿下能及时改正才是正理。太子忽然想起刚刚父皇的话，叹了口气，沈大人，可是孤还不想这么早成亲。没等沈伯礼再说话，太子已转身离开。沈伯礼回头看了一眼大殿，能清晰地听到里面皇上爽朗的笑声，跟刚刚面对太子时截然相反。皇上走下单壁，站在傅金安身边，见其哪怕低着头，似乎也比自己高了寸许，抬手比量了一下，笑道，直起腰杆，让朕看看，怎么看着又长高了似的呢？臣子在皇上面前，哪怕身量再高，也不能越过95之尊，所以都尽量的弯腰低头。傅金安生性乖戾，从不按规矩行事，听到皇上的话，直起腰杆抬起头，只是眼帘微垂，这么一看，果然比皇上高了将近2寸。一旁的总管太监李宝林吓得腿都软了，却见这位指挥使大人漫不经心的开口，只是这一开口，差点吓得他半条命都没了。就听傅金安道，不是臣长高了，是皇上年纪大了。李宝林双腿一软，跪在地上，颤着声音，皇上恕罪。皇上却不以为然的摆摆手，又叹了口气道，是啊，你们都长大了，朕却老了。傅金安没动，又道，臣只是说皇上年纪大了，又不经常锻炼，筋骨自然无法舒展。如果皇上同意，臣每日陪您练上1个时辰，虽然可能还赶不上臣，但总不至于您才40多岁就寒老了。皇上一愣，指着他哈哈哈大笑，宴回啊宴回，全天下敢跟朕这么说话的，除了你也没有旁人了。傅金安淡淡的回道，他们都怕死，臣不怕。皇上无奈的摇摇头，这也是他最喜欢这个年轻人的地方。龙椅坐久了，想听一句真话都不容易了，幸好身边还有他。皇上笑过之后，忽然问道，听说前些日子方士去跟太后给你请赐婚圣旨，被你拒绝了。傅金安轻哼一声，臣的事还轮不到他来做主。语气狂妄，一点都没将方士当做自己的嫡母。皇上也有些不悦，傅氏横不要的给你，也亏这对没脑子夫妻能想得出来。眉峰一挑，看着傅金安又道，可是朕怎么听说前些日子你还亲手救了那个骆家姑娘？听闻其容貌毅丽，有闭月羞花之言，只是身份配你，差了些。
原本也不差的，只是遗憾曾经还有那么个婚事，让人有些膈应。傅金安指尖微动，摇头，臣救他不过是碰巧路过而已，更何况皇上您不是有意让臣去江南吗？皇上一听，立刻明白了他什么意思，笑道：你呀，做什么事总是能想得这么周全。不过江南的事不着急，朕倒是还真有一件事必须得让你去办。傅金安认真聆听。皇上，最近北方戎狄。李宝林一听皇上说起正事，连忙躬身退出，关紧了晨光殿的大门。而此时的洛冉却盯着眼前这对耳坠，身体微微发抖。小姐，这副耳坠有什么问题吗？春雨见小姐盯着看了半晌，刚要探过头去看，就听啪的一声，洛冉将首饰盒子盖上，满脸通红。珍宝阁的掌柜呢？春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指指外面那些掌柜的见小姐没什么吩咐，就都走了呀。这阵子，洛冉趁着离京之前，将母亲的嫁妆铺子和父亲的铺子都捋顺一遍，将之前李氏留下的人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以后他只需每月月末按时查账即可。今日正好是月末，各个铺子的掌柜把账本送来。洛冉因为要出门准备些东西，提前列了单子让春雨送去，正好他们今日来都带了过来。这个金丝楠木的首饰盒就夹在珍宝阁送来的一些首饰中。这些首饰他是打算送给岳婉和和陆媛媛的，也算是对那日的事情表示感谢。谁知一打开这个盒子，里面一对白玉耳坠，难得的是竟雕刻成猫的形状，那双乌黑琥珀似的眼睛也不知是怎么做的，比小米粒还小，镶嵌其中。如果只是耳坠，他也不生气，反倒有些爱不释手。令他面红耳赤的是，这个金丝楠木的盒子里面竟然也雕刻了画，一对年轻男女相拥躺在草地上，旁边是潺潺流水，头顶是烈烈白日。洛冉根本就不敢想那日的情形，而且里面雕工跟外面相比明显拙劣了许多，一看就是后来雕上去的。把这个收起来。洛冉烫手般的扔掉盒子，又轻应了一句，刚要伸手去拿，洛冉又一把夺过来，算了，这个我自己收着吧，你去看看给表姐他们的礼物准备的如何了，过2日正好我带去给他们。又青和春雨相看一眼，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第89章，你乖些，过些日子我去看你。转眼间端午已至，沈玉芝一切都准备好，只等过了端午，5月初9，两人便启程去江南。端午节向来是京中比较热闹的节日，城外的护城河两旁挤满了人，几十艘龙舟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护城河南岸的高地上搭满了各个府中棚子，最高处当然是那抹鲜艳的明黄色，然后依次是庆王府，再往下才是侯爵官员家的。每年冠军侯府的位置都不算靠后，而今年又不同，因着落得运的原因，又往前挪了许多。虽然离皇帐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离永定侯府却只隔了2个帐子。永定侯老夫人装饰本就不喜热闹，2个儿媳因为寡居的身份也很少出来。永定侯祖孙又被皇上请去了，岳家另外2个姑娘也都去找自己的好友了，反倒便宜了洛冉几人。陆媛媛蔫蔫地坐在椅子上，一手拄着桌子托住下颌，另一手随意把玩着一只红珊瑚祥云簪子，撅着小嘴道：冉姐姐，你好端端的为什么去江南啊？还一去那么久，我们才刚刚认识啊，难道你就不怕时间长了我们的感情也会淡吗？沈西晴也跟着苦大仇深的叹了口气，你还好，我才可怜呢。我大哥带着我表妹出去玩，却不带我，有天理吗还？这也就算了，他们怕我偷偷跟着，特意给我弄了个什么从宫里出来的嬷嬷，我连睡觉手放哪他都管，天天不是嫌我说话声大了，就是走路姿势不对了，我小命都快被折腾没了。洛冉无奈地看着2人诉苦，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岳婉和笑着拍拍他的手，对另外2人道：行了，你们俩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看看冉妹妹今日给你们带来的礼物，吃的用的哪个不合你们心意？还有啊，我可是听说江南小食材出名呢，你们还想不想冉给你们带回来了？沈西晴、陆媛媛不为所动，最后洛冉只好答应他们，尽量早点回来，而且一有时间就给他们写信。几人离别的情绪可算没那么压抑了。陆媛媛忽然道：对了，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晋国公夫人张罗着给傅世子定亲呢。沈西晴和岳婉和同时看向洛冉，洛冉无奈道：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没事的。陆媛媛撇撇嘴：冉姐姐英明，退亲就对了，别说那个傅世恒就是草包一个，就看他整日跟洛如雪眉来眼去的，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连我大哥都比不上，起码我大哥睡了，人家姑娘还敢承认呢，哪像他，敢做不敢当。他的本意是傅世恒既然喜欢洛如雪，就大大方方的，没必要遮遮掩掩。可听在洛冉的耳朵里，就想起了2人苟且之事。不过最近洛如雪倒是安静许多，也不知道又在算计什么。不过这些他都暂时管不了。幸好父亲的亲事定了，李家也搬出去了。刘梅最近又极其得二叔欢心，二婶几次都吃了亏，一时倒不出功夫来找他们大房的麻烦。正说着，帐外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门帘被掀开，就听一道清朗的声音道：陆媛媛。
我看你是不是皮子紧了？什么话你都敢说？陆九晨拿着折扇不轻不重地敲在陆媛媛的头上，惹来其怒目而视。陆九晨，你再打我一下试试？本来就是嘛，你看看你后院那些女人，整天都烦死了。余光一瞥，看见又有人进来，大喊：你就不能学金安哥哥？你看金安哥哥多洁身自好。他洁身自好？陆九晨忍不住看了某人一眼，又好像不经意间扫过洛染的肚子，慢悠悠道：媛媛，你哥就是再混账，不是也没将人家姑娘的肚子弄大不是？陆媛媛睁大眼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陆九晨打开折扇，悠哉地摇了摇。洛染在某人进来时就已经低下了头，所以没看见陆九晨看他那一眼，可岳婉和却看见了，视线在几人身上转了一圈，起身不经意将洛染挡在身后。小王爷，傅大哥，我大哥跟祖父去皇上那边了。傅金安应了一声，道：你们出去，我有话跟他说。陆媛媛聪明，知道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麻溜站起身，路过洛染的时候，恰巧洛染也起身了，陆媛媛就顺手拉着洛染往外走。可是刚走没两步，洛染的另一只胳膊就被人钳住，男人的手又大又烫，透过他薄薄的衣衫，整个人都红了。你留下。傅金安又说了一句，垂眸看着他的头顶。他今日比往日打扮的隆重些，但也只是相对比往日而言，跟外面熙熙攘攘的姑娘们比起来，还是素雅很多。一头乌黑的秀发挽在头顶，形成一个精致的凌须髻，髻上戴了一柄如意梳篦，翠绿的祥云璧身上镶嵌2颗豆大的红色玛瑙，旁边又插了一根同样镶嵌红宝石的蓝蝶簪，颜色呼应，素雅高洁中又带着一抹俏皮。傅金安有一种冲动，想将她精致的发髻拆开，看着他们铺满床榻的样子。傅大哥。沈西晴见表妹被那人拦住，刚要上前，就听岳婉和唤了一声。傅金安收回视线，淡淡道：你放心，我不会吃了他的。洛然哪怕低着头，也能感受到这人富有侵略的视线。他没看他，转身对岳婉和沈西晴点点头：婉姐姐，表姐，你们在外面等我吧，反正他去江南的事也瞒不过他，说了也好。沈西晴这才被岳婉和拉着出去。陆九晨最后一个出去之前拍拍傅金安的肩膀，坏笑道：控制点，别吓坏了人家。傅金安冷冰冰看他一眼，陆九晨立马闭上嘴，溜之大吉。待帐子安静下来，洛染才一挥胳膊甩开这人的手，走到一旁的圈椅里坐下，淡声道：傅大人有什么话快说吧。傅金安挑挑眉，在他对面坐下，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问：怎么没带我送你点那副耳坠？不喜欢？洛然抿着唇没说话，心里却将这人从头到尾骂了个遍，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傅金安故意道：想骂就骂出声来，在心里我又听不见。洛染皱皱眉，从来不知道这人脸皮这么厚，抬起头看着他，又重复一遍：傅大人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告辞了。说着便要起身。傅金安这次并没有拦他，反而有些宠溺道：你去了江南乖一些，过些日子我去看你。第90章离京。洛染站定，回头定定地看着他，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傅金安不紧不慢起身，走到他身边，指腹轻轻刮过他的眼尾，有些漫不经心道：我想过了，不过是一口饭的事，不如我就娶了你吧。一阵刺骨的冰冷从脚底直窜脑门，洛染浑身颤抖，双唇瞬间失了血色。你说什么？傅金安叹了口气，手缓缓下移，拂过他的眼角、脸颊，来到唇角，微微用力揉捏，声音有些暗哑：怎么也算是我傅金安的女人，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承欢太子身下，亦或者被人算计了性命去。洛染身子不自觉地晃了晃，忘记他还压在自己唇边的手指，颤抖着声音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记错的话，关于太子妃的问题，他这已经是第2次提起。只是一开口，压在唇边的食指顺势滑入他的口中，如想象中一样温暖滑腻，不自觉地吸了一口气，指尖轻动，勾着他缠绕，直到一滴晶莹滑落。傅金安微微弯腰，一点点吃掉，末了才抬起头，柔声哄道：莫怕，有我在。洛染终于从嫁给太子那句话中反应过来，趁其不备，一把将人推开，转身跑了出去，留下傅金安一个人站在原地，舌尖轻轻扫过嘴角，有些遗憾地摇摇头：怎么没吃够？陆九晨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摇着扇子，一脸坏笑。心思被当众戳穿，傅金安没有丝毫不好意思，反而懒散地坐在椅子上，缓缓道：过几日皇上会派我去一趟戎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宫里你帮我盯着点。陆九晨明知故问：盯什么？人家表哥表妹可是要一起去江南了，你不担心？傅金安给自己倒了杯茶，轻轻吹了吹，嘴角微微上扬：从戎狄回来，我会去一趟江南。陆九晨愣了一下，接着十分八卦地凑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问：怎么，咱们万年冰山傅大人开窍了，要还俗了？傅金安微微一笑，抿了一口茶，道：你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娶了个被弘治大师批为奉命的女子，会怎样？
陆九晨想了想，摇头，要么他死，要么你俩死。5月初9，洛冉告别父亲等一众亲友，时隔5个月，他又踏上了远行的马车。只是这一次跟去年年底回京时的心情大大不同，更多的是对未知忐忑。马车很快出了京城，沈玉芝看了一眼周围，官道上没什么人，便轻轻敲了敲马车。洛冉回神，掀开帘子露出小脸，表哥，有什么事吗？沈玉芝，现在出城了，你让右青给你换身舒服的衣裙吧。说完，耳根微微泛红，但尽量保持平静。洛冉也有些不好意思，轻轻应了一声。沈玉芝看着放下的帘子，轻轻松了口气，夹紧马腹，走得远了一些。洛冉听到走远的马蹄声，对一旁的右青道：“帮我换身衣裳吧。”他这次出来只带了右青一人，因为人越多怕越不安全。幸好表哥说庄子那边嬷嬷都找好了，一切都不用担心。右青帮他将厚厚的束腰拆下，快4个月的身孕，肚子已经很大了。幸好他缠束腰缠得早，加之他本身腰肢纤细，衣裙只要宽松点，倒也不是十分明显。只是时间越久，胎儿就越没办法流掉，这也是他担心的原因。幸好总算顺利的出城了。还有一件高兴的事，端午过后，那人听说也被皇上派去戎狄了，最快也得月余能回。洛冉有一种老天爷都在帮他的庆幸。马车如此走了2日，第2日就要改水路坐船了。这一晚，沈玉芝敲响了客栈的房门，表妹，是我。右青忙打开门，人进来后又赶紧关上，低声道：“表少爷放心，小姐一切都准备好了。”洛冉从屏风后出来，里面一身粗布衣裙，外面一件宽大披风，脸上也特意装扮了一下，乍一看只是个普通怀有身孕的妇人。沈玉芝点点头，安慰道：“冉冉别怕，庄子上我一切都安排妥当。那个庄子是我早几年背着家里人治下的，除了我没人知道。嬷嬷和郎中也都是可靠之人，你只说自己是来京寻夫，却被夫家抛弃即可。虽然有些委屈你，但过去就好了。”洛冉摇头：“多谢表哥，我不委屈。”沈玉芝点点头，又道：“你到了庄子上也先别急，等我回来再说。江南我还是要去一趟的，不然别人我不放心。等那边安置妥当，我自会想办法回来，到时候咱们一起面对。”洛冉眼眶有些酸涩，低着头道：“让表哥费心了。”沈玉芝上前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又替他整理好披风，柔声道：“别怕，我们是一家人。等过了这个坎，冉冉以后的人生只剩坦途。”洛冉认真点头：“表哥，你路上小心，不要着急，我等着你。”好，沈玉知道。于是领着2人趁着夜色上了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又跟车夫嘱咐了几句，这才看着他们离开。直到马车消失不见，一名女子无声出现在他身后，轻声道：“公子。”沈玉芝这才收回视线，转眼间眼里的温润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陌生的冰冷。记住，从今日起，你就是冠军侯府的嫡出大小姐洛冉，听到没？是，奴家记住了。女子微垂着头，帷帽落下，看不清面容，只是身材与洛冉有8、9分相似。5月的京城一片繁花似锦，而北地却还是一片荒凉。前些日子，皇上得到消息，北部边境有些不安分，一些戎狄奸细混进了大晋队伍，以致边城几次被偷袭，百姓损失惨重。这次派他过来，就想在不动用军队的前提下，以最小代价查出这些奸细。为了不打草惊蛇，傅金安来到边城后没急着进城，反而伪装成流浪汉四处游走。常颖也化身成乞丐，拄着一根棍子，手里拖着一个破旧的陶碗，步履蹒跚地靠着一处墙根坐下，眼睛四处观望，低声道：“大人，洛姑娘已经出京了，算日子再过3、5日就应该到江南了。”傅金安裹着脏兮兮看不出本来面目的破棉袄，里面黑乎乎的棉花都露出来了，原本蜷缩着的身体听到常颖的话微微动了动，微不可察地应了一声：“第91章一尸3命。洛冉与沈玉芝分开2日后到了庄子上，其实这个庄子也只是距离京城几10里路，快马加鞭半个多时辰就能到了。但好在它隐蔽在法华寺所在山的另一边，背山偏僻，很多贵人不愿意来这里买庄子，更喜欢阳面的山坡，那里土地肥沃，相比这里更加温暖一些。可洛冉更喜欢这里，一想到能在这里躲过炎炎夏日，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也没那么害怕了。奴婢夫家姓邱，只是多年前就去世了，小姐唤奴婢邱嬷嬷就成。一个年纪差不多40左右岁，穿戴干净利索的嬷嬷朝洛冉行了个礼，介绍简单明了。洛冉点点头：“嬷嬷今年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何人？”邱嬷嬷回道：“回大小姐的话，奴婢今年43，家中已无亲人，自打奴婢丈夫去世，便与婆家断了往来。”洛冉又问：“可有儿女？”邱嬷嬷又道：“并无。”洛冉点点头，倒不是他不放心表哥找的人，但打听好底细更好。又见邱嬷嬷眼神清澈坚定，心中更加满意几分。见过邱嬷嬷，
洛冉又见了那位郎中。郎中是个年逾60的老者，头发胡子都白了。进来后什么也没问，先为洛冉把了脉，只是把脉的时间有点久，又青脸上都忍不住露出焦急之色。反观洛冉倒是平静得很。邱嬷嬷在一旁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公子早就交代过，多余的话他也没问，只是对老郎中道：“老先生，我家夫人的身体怎么样？”老郎中摇摇头，继续把脉。又过了大概半盏茶的时间，老郎中才缓缓抬手，收起洛冉腕上的丝帕，抬眼看了一眼洛冉，才开口：“夫人果真不想留这个孩子？”洛冉愣了一下。邱嬷嬷见状，帕子抵在眼角，有些哽咽：“实不相瞒，我们家夫人从江南千里迢迢过来寻夫，谁知道那个天杀的竟然看上了官家小姐，只留给我们夫人一纸休书，便什么也不管了。可怜我们夫人年幼，家中又没有长辈，只能忍气吞下。可我们夫人今年也才不到20年华，自己一个人都没法活，再带着个孩子，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说到伤心处，邱嬷嬷落下几滴眼泪，洛冉也低下了头，配合的拿起帕子挡住。老郎中见状也无奈的叹了口气，道：“夫人的境遇，老夫同情。可是什么？”右卿忍不住问道。老郎中捋着花白的胡子，若有所思。邱嬷嬷看了一眼洛冉，出声道：“老先生，我们夫人的身子是有什么不妥吗？”老郎中摇摇头，又点点头，道：“夫人脉象平稳，身子康健，倒是没什么不妥。”右卿跟邱嬷嬷一听，都很高兴。洛冉却知道郎中还有下文没说，果不其然，就听老郎中又道：“夫人知道您自个怀的是双胎吗？”双胎？右卿跟邱嬷嬷不约而同道。洛冉也有些心惊，手不自觉抚上隆起的腹部，这个动作是自打他知道自己有了身孕以后不自觉养成的习惯。他看着老郎中为难的表情，稳了稳心神，道：“老先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老郎中这才道：“老夫刚刚为夫人把脉，发现您之前是不是用过什么秘药之类的？”洛冉第一反应就是当初那个祖珠丸，遂问道：“可有什么不妥？”老郎中摇头：“不是不妥，而是那药应该极其难寻。别说夫人本身身体没有问题，就算是胎相不稳，哪怕有流产迹象，那药也能起死回生。能得此药者非凡人，所以看向洛冉的眼神多了一层深意。这种药老夫也只是从别处听说过，但并没见过。”洛冉袖子下的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声音有些发颤：“所以呢？这2个孩子？”老郎中点点头：“没错，想必夫人自己也想到了，如今胎儿已快4个月，再有1个多月夫人就能感觉到胎动了，何况又是2个。这个时候如果强行将他们流掉，夫人必会一尸3命。”啊！右卿捂住嘴惊叫出声，邱嬷嬷也变了脸色。不知为何，洛冉听到孩子不能流掉的消息后，心里竟有一丝丝的庆幸，但转眼间就被巨大的恐惧淹没。他没法想象，如果将孩子生下来会面临着什么：是父亲被世人唾弃，身败名裂，还是沈家因为他几代人的清誉毁于一旦？邱嬷嬷想了想，道：“今日多谢老先生，这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老先生若是没事，请您再多住些日子，等我们公子回来再做决定。”“好，老夫既然答应了王公子，必定会遵守诺言的。”老郎中道。沈玉芝对外宣称自己姓王，因为对这个老郎中有恩，所以才请他过来照顾洛冉的身体。老郎中走后，邱嬷嬷扶着洛冉僵直的身体，柔声道：“小姐别怕，等公子回来，咱们再想办法，总会有办法的。”洛冉点点头。接下来的日子，洛冉想了很多，没了束腰的束缚，肚子吹气般的大起来。尤其是今日一早，洛冉忽然感觉肚子一阵不舒服，接着便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踹了他一下，接着又是一下，一时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恰好邱嬷嬷端着汤进来，看见这一幕，是又悲又喜。“嬷嬷，他们动了。”洛冉连日来惆怅的脸终于露出一抹笑容，那么暖，那么温柔。邱嬷嬷放下汤碗过来，也笑着轻声道：“是啊，4个多月了，该会动了。”沈玉芝一进来就看见这样一幕，女孩一身淡粉色加长衣裙，头发松松挽在脑后，双手抚摸着隆起的小腹，眼里是她从没见过的柔情。“表少爷，您回来了。”右卿从外面进来，见到门口的身影，不自觉唤道。洛冉闻声一震，眼底可见的闪过一抹慌乱。沈玉芝叹了口气，让邱嬷嬷和右卿出去，上前轻轻摸着他的头顶，无奈地道：“别怕，既如此生下来便是。”第92章直奔江南。连日来的担惊受怕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洛冉忽然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在哭什么。自打重生那日，他每时每刻都告诉自己这一世要坚强，要坚强，保护爹爹，提醒沈家，提防二房算计。可他忘了，前15年他本就是爹爹娇养在掌心里的宝贝，不谙世事，柔弱可欺。所以
每次面对那个男人的时候，他都拼尽全力不让自己胆怯。虽然爹爹总是告诉他有爹爹在，可是他一想到爹爹最后死无全尸，他就什么都不敢跟他说。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没有嫌弃他，没责怪他，反而无条件的帮助他。而这个人却是自己上一世主动疏离的亲人。表哥，表哥！洛冉泣不成声。沈玉芝又叹了口气，长臂一伸，就像小时候安慰被父亲责罚的西晴一样，将小姑娘嘘嘘揽在怀里，轻轻拍抚她的后背，只淡淡的笑着，什么也不说。等洛冉终于哭够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忙从表哥的怀里退出来，低着头，好像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就是忍不住，对不对？沈玉芝笑着接道。洛冉更加窘迫了，轻轻的点了点头。沈玉芝道：没关系，想哭就哭出来，不用什么理由。只是你现在好没好些？洛冉又点点头，似乎怕表哥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好了。沈玉芝这才收起脸上温和的表情，让邱嬷嬷和右青进来。两人进来后，便看见表少爷脸上严肃的表情，立马打起精神。沈玉芝坐下看着两人，淡声道：可知我叫你们进来要说什么吗？右青点点头。邱嬷嬷低头想了想，俯身道：公子放心，奴婢以后会照顾好小姐和小少爷们。右青也跟着道：奴婢也是，拼了命也会保护好小姐和小主子们。后面几个字右青迟疑了一下，他跟邱嬷嬷都知道小姐这一胎肯定是要生下来的，他只是有些摸不准表少爷的态度，怕他万一觉得小姐给沈家丢了脸。沈玉芝又开口，语气比刚刚又严肃几分：好，既然你们都知道，也就不用我废话了。只是你们要记住，从今日起，没有我和冉儿的允许，你们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庄子，不得与外面联系。一旦被我发现谁坏了规矩，我不管你是谁，休怪我不客气。右青从来不知道一向温润如玉的表少爷严肃起来这么骇人，不自觉地道：奴婢记住了，奴婢记住了。邱嬷嬷也跟着道。沈玉芝又去外面将同样的话对庄子管事吩咐了一遍，这才倒出功夫去沐浴休息，因为不放心，这些日子他不是在赶路，就是在处理事情，一停下来才觉得累。小姐，表少爷睡着了。右青进来道。洛冉的心情放松了，人看起来也精神许多。你先让厨房准备着，等表哥醒来，先让他把汤喝了。右青点头，奴婢已经吩咐过厨房了。表少爷看起来是瘦了许多，不过现在好了，小姐您也不用担心，有表少爷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洛冉点点头，希望如此。沈玉芝这一觉睡了小半日，醒来又喝了汤，整个人终于活过来了，来找洛冉说话。洛冉问起他的事：表哥，如果我真的留下这个孩子，算起来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沈玉芝刚刚高中，皇上想必已经给他分了差事，如果在这里陪自己半年，怎么也说不过去。沈玉芝道：这个你放心，我早就跟皇上请了半年的假，年底赴任。洛冉惊讶地睁大眼睛，他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呢？沈玉芝笑笑，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没跟你说，不过是按部就班罢了。洛冉又问：那表哥是去翰林院吗？按照惯例，殿试一甲前3名可以直接入朝为官，不出意外也都是进翰林院。而且他记得上一世表哥似乎也是进了翰林院任编修一职。谁知沈玉芝却摇摇头道：不是。洛冉惊讶：不是？那去哪里？如果不进翰林，似乎只有外放一条路了。沈玉芝道：大理正。大理寺？洛冉惊呼。沈玉芝笑笑道：怎么这么奇怪，都是从7品而已。洛冉摇头。虽然大理正和翰林院编修都是从7品，可待遇天差地别。翰林院编修进天子，如果不犯错误，以后会按照沈家人一直以来的路子，一步步走到内阁。而大理寺不同，虽然也是文官，可干的都是得罪人的事。况且他没见过哪个掌评御之人像表哥这样芝兰玉树，大多都是心狠手辣之辈。沈玉芝看出他的疑虑，故意逗他：怎么不相信表哥能做好？洛冉摇摇头，忽然抬起头盯着他的眼睛问：表哥之所以选择大理寺，可是因为我的缘故？沈玉芝不想骗他，想了想道：是也不是。说是的原因是上次因为表妹的提醒，让父亲少了一次麻烦，可是躲过一次不见得能躲过第2次。如今太子已成年，下面的各个皇子也都长大，如果沈家还天真的按照老路走下去，两耳不闻窗外事，最后等待沈家的只有一条路。是什么路？沈玉芝没说，洛冉心知肚明，上一世不就是如此吗？所以表哥才换条路走。洛冉问。沈玉芝点头，没错，大理寺长刑狱，消息自然是翰林院那种地方比不了的。洛冉不知道自己的重生会给自己和沈家最后带来什么，但是只要他们从现在开始防备，总不会像上一世那么狼狈。又说了会儿话，沈玉芝便离开了。他现在虽然还没上任，可是他想趁上任之前多做点什么，所以哪怕兄妹俩住在一个庄子上，一日见面的时间也没多少。
转眼间已经6月底了，傅金安终于将戎狄安插在大境内部的钉子连根拔出，边境终于可以安稳一段时日。他来不及回京跟皇上汇报，只让常颖先回去跟皇上回话，他则带着常云直奔江南。第93章，人不见了。嗨可常云不知道这一路上第多少次又被大人坐骑扬起的尘土呛得睁不开眼睛，抬起袖子狠狠抹了一把被尘土迷住的眼睛，腿下用力加紧，大喊一声驾，又朝着前面的身影追上去。常云不明白江南到底有什么要紧的案子，让大人这么人马不停地奔波，人能受得了，马都快受不了了。而此时的傅金安满脑子都在想，那个小女人也不知道最后弄没弄掉那个孩子。这2个月他故意没派人跟着，就想看看他最后会怎么办。一个孩子而已，他还不放在眼里。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看他怒气冲冲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眼睛红红的，脸颊鼓鼓的，那么鲜活，好像一只可爱却被逼急了的兔子。只是等到他到了江南，趁着夜色前进洛府，推开房门看见那张陌生的面孔时，傅金安发誓，这是他活了21年最让他气血上涌的一件事了。一只铁钳似的大手死死掐着女子的脖子，手背上、额头上青筋暴起，双眼微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说：“人呢？”女子脸色青紫，眼中却没有一点害怕，反而带着些许笑容。指挥使大人，沈公子说了，若是您杀了我，您这辈子都不会见到洛姑娘了。傅金安的手指又加重2分，嘴角露出一抹嗜血的弧度。这个世界上能威胁我傅金安的人还没出生呢，你以为区区一个洛冉就能让我破例？女子缓缓闭上眼睛，卸掉身上的戾气，道：“既如此，傅大人动手吧。”傅金安指尖猛地用力，只见女子的瞳孔一点点扩散，手也无力地垂落。突然，傅金安猛地松开手，女子如破布一般瘫软在地。你去告诉沈玉芝，有本事就让他把人藏好了，否则……留下冰冷的一句话，转身离开。女子这才后怕的咳个不停，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幸好沈公子告诉过他，记住，你越害怕，那人越会杀了你。只有你不在乎命了，才有可能保住命。果然如此。常云本还等在门外，看见大人脸色阴沉的可怕，赶忙上前：“大人。”傅金安一手拿着一块洁白的丝帕，低着头认真地擦拭每一根手指，缓缓道：“给我找，掘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到。找不到，你们都不用活了。”手轻轻扬起，丝帕落在常云的脸上，引起他脊背一阵寒凉。常云从来没见过大人这么可怕的一幕。京郊的一处庄子上，7月荷花开得正浓。洛冉一身天水碧色素纱衣裙，上面没有任何点缀，轻轻倚在栏杆上，比满池的荷花还要娇嫩。小姐，燕窝好了，这是表少爷特意命人给您熬的，趁热喝。右青端着青花瓷碗过来，言语轻快。洛冉低头看看高高隆起的小腹，想起前几日老郎中的嘱咐，夫人腹中胎儿虽然强壮，但或许是因为前期忧思过重的缘故，孩子体型较小，这2个月可以酌情补补，待到后期，为了生产顺利，反倒不应进补太多。洛冉猜测，孩子之所以小，可能是因为束腰的缘故。这些日子，表哥换着花样的往庄子里弄东西，加上没有束缚，才6个月大的身孕，看起来好像要生了似的。好了，我知道了，放那吧，我一会儿。洛冉转过身，话说到一半，卡到喉咙里，看着站在不远处的高大身影，慌乱无比。因为惊吓，右青手里的燕窝也应声落地，溅起的汤汁染了洛冉裙摆，好好的衣裙就这么毁了。接到消息的沈玉芝也快速赶来，但还是晚了一步。见到默默对望却无言的父女俩，他第一反应是先看向洛冉，见洛冉无恙，然后才对着身边之人缓缓跪了下去：“姑丈，一切都是玉芝的错，请您。”骆德运抬手打断他的话，缓缓上前，双眼猩红的盯着低着头的洛冉，视线落在他的小腹上，扬起手。洛冉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地上，与燕窝混在一起。他闭着眼睛，慢慢抬起头，只是等了半晌，也不见爹爹扬起的手落下。姑丈！沈玉芝连忙起身过来，骆德运的手终于颤抖着落在洛冉的头顶，声音有些哽咽：“傻孩子，你……”洛冉不敢睁开眼睛，怕看见爹爹对他失望的眼神。最后，骆德运忽然抬起手，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一张坚毅的脸立刻红肿起来。“爹爹！”“姑丈！”洛冉与沈玉芝齐齐出声，两人都做好了被骂甚至被打的准备。谁知骆德运没有任何一句责怪的话，先是给了自己一巴掌。骆德运满眼痛苦：“冉冉，是爹爹不好，爹爹没照顾好你，该打。不是爹爹的错，是冉冉的错，是冉冉不好，惹爹爹生气了。”洛冉拉住父亲的手，哭着道：“不，子不教父之过。爹爹总以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好了，却还是让我的冉冉受了这么大委屈。如果你娘知道，他……”骆德运说不下去了，他无比后悔。回京之后，他也意识到女儿有些不对劲，可总以为是没习惯的原因，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而家里那些人，女儿说不让他管，他果然就什么也不管，就连自己续弦都是女儿一手操办。他哪里是个合格的父亲？这么想着，骆德运又抬起手，却被沈玉芝拦住了。姑丈，您现在自责只会让冉冉更担心。果然，骆德运听到这句话，连忙扶住女儿的肩膀，道：冉冉乖，爹爹不是怪你，爹爹是生自己的气。洛冉哭着摇头，他怎么会怪爹爹呢？沈玉芝有些担心洛冉，好了，冉冉，别哭了，对身子不好。骆德运这才反应过来，反过来安慰女儿。终于，洛冉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可见爹爹的脸色依然不好，低着头不说话。骆德运看向沈玉芝，到底是谁？沈玉芝看向洛冉，洛冉却轻轻摇头。骆德运皱眉，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瞒着我？沈玉芝却道：难道姑丈不怀疑玉芝吗？骆德运冷哼一声，如果连你我都能看走眼，我也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了。爹爹，您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洛冉忽然紧张地问。他怕爹爹能找到，那人也能找到。第94章，我的东西，旁人碰不得。骆德运虎眸微掀，淡淡地看了两人一眼。你们不会真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吧？两个大活人在不在江南，我连这点还查不出来吗？说完，又沉沉地看了一眼沈玉芝。沈玉芝摸摸鼻子，讪讪道：姑丈果然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您。骆德运冷哼一声没说话，他还能不知道这小子漏了这么大一个漏洞等着自己，也就女儿傻傻的信吧。不过他并不想戳穿，相反，他还很感激。沈玉芝其实一开始也不确定要不要告诉姑丈这件事，既怕他知道后伤害表妹，又担心表妹心思过重影响生产。虽然每日看着洛冉都很高兴的样子，可沈玉芝知道他心里的枷锁太重，只他陪在身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才没阻止骆德运找到这个庄子。骆德运此时也看出女儿的紧张，柔声安慰：冉冉别怕，爹爹之所以能找到这里，是因为江南是咱们生活了15年的地方，你在不在那里，爹爹一查便知。至于这里，爹爹也有自己的方法，不过不放心，只要你不愿意，旁人不会找到的。听到父亲这么说，洛冉总算放心了些。骆德运又道：这个孩子是谁的？你不想说，爹爹也不问。不过你要记住，无论什么时候，爹爹都会站在你这边。洛冉眼眶又红着点头，又听见喉叶气消了，这才扶着洛冉回去换衣服。再出来，洛冉的情绪终于恢复正常。骆德运这才问：你们俩是怎么打算的？说来我听听。洛冉便将郎中的话说了一遍，末了还是忍不住道：爹爹，对不起。骆德运笑笑：傻孩子，要说对不起也是爹爹，是爹爹没用，没照顾好你。只是孩子生下来容易，以后也是个问题。沈玉芝在一旁接道：这件事情我想好了，孩子生下来后，表妹还回冠军侯府，孩子就暂时养在这里，过几个月我就说是我的孩子，带回沈家。不可，不行！骆德运与洛冉齐声道。两人都知道，一旦孩子被沈玉芝带回去，他这辈子也算毁了，没有那个女子愿意给两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当娘。洛冉不能因为自私而让表哥搭上自己。最后骆德运道：这事先不急，我好好想想。洛冉今日经历了这些，有些累了，被骆德运劝着回去休息，留下沈玉芝。骆德运脸上的温情瞬间消失，盯着沈玉芝的眼睛问：你真不打算告诉我那个畜生是谁？沈玉芝摸摸鼻子，意思不言而喻。骆德运冷哼一声：你不说我也会查到。沈玉芝耸耸肩：那是姑丈的事了，与玉芝无关。只是玉芝提醒您，以后无事不要来这里，我也不会离开。骆德运盯着他看了几息，忽然道：那人是京中之人，而且身份不一般，不然你们也不至于这么小心。而且女儿平时接触之人有限，他隐隐约约有些猜到，只是不敢确定罢了。如果是那人，事情确实很棘手。骆德运在庄子上陪女儿用过晚饭，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前还千叮咛万嘱咐：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等过些日子爹爹再来看你。洛冉送走了父亲，转头对上表哥戏谑的眼神：这回你终于可以安心了吧？沈玉芝笑着道。洛冉点头，真心道：表哥，谢谢你，如果你有事也去忙吧，不用总在这里陪着我了。沈玉芝摆摆手，转身边走边道：你还是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吧，等入朝为官之后才有的我累呢。骆德运回京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淡。这一日，骆德运如往常般上朝，见到了好久不见的一个人，锦衣卫指挥使。不出意外，皇上果然又在早朝上大肆表扬赏赐。散了朝之后，傅金安又被大臣们围住恭维。沈伯礼站在远处，对一旁盯着那边看的骆德运道：看什么呢？走吧。对了，最近冉冉没给你来信啊？我家那个臭小子一出去就没了音信。骆德运回神，敷衍道：哦，来了。说两人在那边很好，玉芝最近可能有事，所以没倒出功夫。沈伯礼又看了他一眼，故意道：说起来还是冉冉这孩子让人省心，还可人疼，
可不像我家那2个。若是我有冉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骆德运干笑2声，没接话，心中却苦涩。他何尝不知沈伯礼这话的意思，无非是在暗示2个孩子的事。如果冉冉没出事，他倒是1万个同意2个孩子的亲事。只是，侯爷，沈大人，思虑被打断。骆德运抬眼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拳头微微握起。傅金安视线扫过他的拳头，微微一笑。本官从戎狄回来之前，特意去了一趟江南，倒是见到了沈公子和骆姑娘，2人似乎有些乐不思蜀了呢。沈伯礼面上淡淡的道：“皇上开恩，准犬子年底入职，难得有时间，多走走也是应该的。”哦，原来如此。傅金安应了一声，又道：“听闻沈公子主动跟皇上提出要去大理寺，这倒是不符合你沈家一贯作风啊。”沈伯礼笑了一下，只要是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在哪都是一样。傅大人又何尝不是？锦衣卫的职责很宽，说白了就是皇上想干什么或者不方便干什么，都可以让锦衣卫去做。傅金安假装没听出沈伯礼话里的意思，眉峰一挑，道：“不知道侯爷方便不方便？本官路过江南的时候，有一件事不明白，还请侯爷解惑。”沈伯礼看了骆德运一眼，对方点点头，他便先离开了。路过的大臣见当今胜券正浓的冠军侯与极其得皇上信任的锦衣卫指挥使站在一起，虽然感觉有些好奇，但想想也在情理之中，路过打过招呼也就走了。最后午门外只剩2人对立而战。傅金安又看了一眼骆德运青筋暴起的拳头，眉头拧起，故意装作有些苦恼道：“侯爷，你说本官若是丢了一样东西，苦寻不着，该如何是好呢？”骆德运看着眼前跟自己差不多高的年轻人，忽然笑了。如果连锦衣卫都找不到的东西，那就说明他根本不属于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却强求，到最后吃亏的恐怕还是你自己。傅金安不赞同的摇摇头，道：“我觉得侯爷说的不对，我这人有个习惯，但凡是我碰过的东西，旁人谁也碰不得，否则我介意毁了他。”黑漆漆的眸子陡然变得凌厉。第95章生产在即。骆德运听完，忽然大笑起来，等笑够了才缓缓道：“既如此，那就拭目以待吧。”一转身，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带回到侯府，唤来身边的小厮青山和青川，道：“青山，你找人最近盯紧锦衣卫，一旦他们出城靠近法华寺，速来跟我汇报。”青山是。骆德运又道：“青川，你去给江南胡大人送信，就说上次贩卖私盐的案子有不妥之处，让他给锦衣卫找点事做。”青川是。2人离开后，骆德运在书房对着一幅画整整坐了一夜。傅金安这边也没闲着，深邃的眸子晦暗不明。长影，找人给我盯住了骆德运，只要他有一点动作，速来跟我汇报。长影严肃道：“是。”傅金安刚上马就被陆九成拦住了，不怕死的凑过去问：“听说某人栽了？”傅金安看了一眼他那张幸灾乐祸的脸，将缰绳一扔，下马转身去了旁边的马车，喝一杯。陆九成挑眉，跟着上了自己那辆马车。在马车里，他想想还忍不住想笑，没想到那么娇娇弱弱的一个小姑娘，竟然给堂堂指挥使大人来了个金蝉脱壳。夜晚的宜春院是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衣香丽影，靡靡之音透过门缝飘进包间。酒过3巡，傅金安松散地靠在罗汉床上，脸色微微有些红，狭长的眸子褪去了白日的凌厉，此时半睁半合，看起来竟有些妖艳。单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跟着外面的曲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拍子。对面的陆九成显然也没少喝，一经大场，享受着身边美人的伺候。只是这位衣着清凉的美人，柔仪一边攀着陆九成的胸膛，眼睛却时不时地瞟向对面。陆九成懒懒地掀开眼皮，捏着美人的下颌，轻佻地眨眨眼：“怎么，看上傅大人了？”美人忙摇头，更加卖力伺候。宜春院谁不知道，曾经多少个女子想进这位傅大人的身，不是被断了手，就是挖了眼睛。陆九成满意的笑笑：“傅大人洁身自好，可不是你这种玩意儿惦记的。”低头看了一眼高高顶起的衣摆，挥挥手：“行了，下去吧。”美人听话的退下。陆九成深吸一口气，压下身体燥热，问：“你到底怎么想的？真不找了？”傅金安眼皮动了动，嘴角勾了一下：“骆德运不是草包，他能镇守江这10余载，领倭寇不敢进犯，想拦住我易如反掌。”陆九成挑眉：“怕了？”呵。傅金安轻笑一声：“我只是不想把他逼急了。”陆九成又问：“所以呢？人到底还找不找？”傅金安缓缓睁开眼睛，看着他道：“15年前，弘治大师为一个还刚出生不久的婴孩拼命，浴火重生，天生奉命。”陆九成疼得坐起，声音紧绷：“你的意思是骆冉是奉命？”有些不敢置信。半晌，陆九成才道：“这是你问过弘治大师吗？”傅金安点点头，拿起桌上的琉璃酒盏晃了晃，清澈的酒水晃动，一张脸瞬间模糊。陆九成忽然一拍大腿，道：“所以傅义才同意傅世恒娶骆冉，哪怕亲事退了，也千方百计让你娶。
为的就是阻止太子娶她。难道他不知你？剩下的话没说完，傅金安眼神晦暗不明。他若是知道，你以为当年他会让我活下来？这一点，陆九臣不否认。同在京城，两人打小就认识，也知道各自的秘密，所以更知道这人是如何踏着鲜血一步步走到如今的。陆九臣又道：这么说来，太子倒是危险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傅金安没说话。过一会儿，陆九臣道：另外，傅毅见傅士恒轻视不成，没准就会与柳家勾结，转过身对付骆德运。只要骆德运一死，无论怎样，皇后总不会让太子娶一个毫无用处的女人，哪怕是为了那所谓的凤命。傅金安忽然起身，晃晃昏沉沉的脑袋，转身就要走。陆九臣在身后喊道：哎，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傅金安摆摆手，刚碰上门，忽然回头一笑，道：年底请你喝酒。留下陆九臣在思考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只是从这日起，整个京城上空都是令人压抑恐惧的气息。锦衣卫四处捉人，据说每个犯人都由指挥使大人亲自审问，各种酷刑轮番，半夜都能听见锦衣卫指挥所里渗人的惨叫声，人人谈其色变。如此又过了些日子，转眼间就到中秋了。一早，老郎中又来为洛然把脉，然后道：一切都好，只是因为双胎的缘故，可能会早产，不过这都是正常的，夫人放宽心即好。这些日子，洛然已经对这两个小家伙产生了感情，抛开他们的父亲不想，他现在有一种哪怕被全世界抛弃，他也不会不要这两个孩子的勇气。沈玉芝见他紧抿的双唇，待郎中走后忍不住道：你别担心，姑丈前些日子不是说了吗？你只安心待产，其他的交给他。洛然也只好点点头，却不知爹爹会想什么办法。与此同时，京城一家首饰铺子，袁淑仪今日带着丫鬟出来置办东西。别人出嫁都是母亲给张罗，可是她自幼什么都靠自己，嫁妆父亲也给准备好了，只是她还想再多准备一些，等到嫁人之后送礼用。对于这门亲事，她很知足，满意的同时又有些忐忑。正在挑选时，头顶忽然笼罩下来一大片阴影。侯爷！身边的丫鬟绿蓉惊呼出声。袁淑仪缓缓抬起头，看着高了自己一个头、面容严肃的男人，手上的帕子嗖得攥紧。骆德运看了一眼他的手，道：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转身上楼。袁淑仪闭上眼睛，轻呼吸一口气，抬步跟上。绿蓉不自觉道：小姐。袁淑仪摇摇头：别怕，该来的总会来。她最近也听说了些事，心中苦涩，看来这门亲事又不成了。进了包间，骆德运已经坐在八仙桌的一边，抬手指了指对面：坐吧。袁淑仪摇摇头：侯爷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骆德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道：那好，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如果你同意，这个亲还作数，以后你嫁到侯府，你就是侯夫人，哪怕是冉冉也会按照规矩来，不会越过你去。如果你不同意，这个亲你可以退，而且你想用什么理由，我都可以配合你。袁淑仪愣住，想了想，低声问道：听闻侯爷前几日受伤了，是不是？骆德运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冷笑道：这个你不用担心，在朝为官得罪人是正常，我不信那些。袁淑仪这才松口气，道：那侯爷想说什么？骆德运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你确定要一直站着听？袁淑仪红了脸，微微俯身在对面坐下。骆德运这才开口：第96章回京。骆德运话落，包间里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显得那么清晰。袁淑仪低着头，死死地咬着下唇，眼眶有些酸涩，帕子也被攥成一团。对面的骆德运看着眼前只比自己女儿大了几岁的姑娘，心里忽然有一丝不忍，但他没出声安慰，也没催促，只耐心地等着。半晌，袁淑仪才抬起头，声音微微有些颤抖：那孩子果真不是侯爷的？骆德运一愣，死死皱着眉头道：若是本侯的，我直接与你说便是，何苦绕这么大一个弯子？想了想，又软了口气，耐心道：确实是我军中好友，只是他儿子1个月前死于战场，如今他又不幸身染重病，大夫说他活不过这个秋天。孩子母亲也是体弱多病，这才将2个孩子托付给我。只是你放心，孩子来到侯府，我会让冉冉照料，你只要平常稍微费些心思即可。袁淑仪知道他没说真话，但也相信他所说的那2个孩子不是他的。如果真是他的，凭他如今的地位，不会让孩子这么不明不白回到骆家，更不会连一个名分都不给孩子的母亲。这么一想，袁淑仪心里敞亮些许，道：请侯爷放心，我会尽力。他没把话说得太满，有这句话，骆德运也知足了。他没想要求他太多，道：确实是为难你了。无论是谁，哪有心腹还没进门，就被要求照顾2个来历不明的婴儿？况且这是无论在外人谁看来，都会认为孩子是他骆德运在外面养的外室所生。只不过想让冉儿和孩子都回到京城，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袁淑仪摇摇头，
侯爷客气了。见事情说完，骆德运从袖中掏出一叠银票，放在桌上，道：“你别多心，将来2个孩子少不得你要费心血，这个就算我的一点心意。我还有事，先走了。”袁淑仪刚要拒绝，骆德运人高腿长，几步就消失在门口。出了门，即日不见的青川上前看了一眼周围，低声道：“侯爷，事情办妥了。那女子答应孩子生下后就回去嫁人，属下到时候将那孩子送去慈安堂，对外只说被侯爷领养了，不会有人发现。”骆德运点点头，松了口气，但也别掉以轻心，时刻注意锦衣卫的动静。青川，是，属下明白。骆德运走后，绿绒才敢进来，看着桌子上厚厚一摞银票，有些担心。小姐，袁淑仪摆摆手，今日之事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日后也是如此，就按侯爷说的办。3个月后，小姐挺住，用力用力啊！邱嬷嬷和2个稳婆满头大汗的忙着，老郎中站在屏风外，不住的问：“怎么样了？看见头了吗？”“别急，夫人用过秘药，只要别慌，肯定没问题的。”“热水，热水！”右青指挥着小丫头一盆盆换水。屋外，骆德运搓着手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一圈，一转头差点撞到沈玉芝头上，抬手挥开：“玉芝，你靠点边。”沈玉芝也是第一次见女子生产，又见姑丈急成这样，额头上也浸满了汗珠。好在骆冉自打来了庄子，每日都不停走动，生产还算顺利。10月20，骆冉终于顺利产下2个孩子，恭喜侯爷，贺喜侯爷！小姐生了一个小小姐，一个小公子。又亲又哭又笑的出来报喜，与邱嬷嬷2人一人怀里一个大红的襁褓。邱嬷嬷也跟着道：“小姐也很好，只是累极睡了过去。”沈玉芝看着2个皱巴巴的小孩，心中既是欣慰又是苦涩。不知睡了多久，骆冉终于缓缓睁开眼睛，看见单手支在桌子旁闭着眼睛的身影，喉咙有些发紧：“表哥。”刚生产完，声音还有些沙哑。沈玉芝听到声音便醒过来，忙上前摸摸他的额头，不等他开口，忙道：“还好，没发热，孩子们也很好，你别担心，乳母们抱下去喂奶了。”骆冉点点头：“表哥，谢谢你。”沈玉芝笑笑：“傻瓜，跟我客气什么？对了，2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哭声很大，弟弟反倒很安静。姑丈说等你醒来再给2个孩子取名。”骆冉欣慰地点点头，又道：“他们俩能来到这个世上，多亏了表哥，所以还麻烦表哥再给取个名字吧。”沈玉芝也不推辞，略想了想，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弟弟就叫骆景行吧。天得意以清，地得意以宁，姐姐叫骆清宁可好？”2个孩子都姓骆。骆冉跟着轻声读了一遍，很高兴：“骆清宁，好。母亲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清字，想必爹爹一定会喜欢吧。”只是为了回避，还是去掉了水字旁。10日后，骆冉正抱着2个孩子并排躺在床上，骆德运来了庄子，站在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冉冉。”骆冉见自己衣衫还算完整，忙道：“爹爹，快请进来。”右青打开门，转身出去，又关上了门。骆德运看看2个孩子睡得正香，笑笑道：“如今在外少了规矩，倒是多了几分人情味。”确实，按照规矩，骆冉刚刚生产完，无论是他还是沈玉芝都不应入内室的。可是这个庄子上除了右青便是邱嬷嬷，幸好没外人。骆冉不在意道：“如果可以，女儿倒是希望一直如此。”骆德运坐了一会儿没说话，一双眼睛慈爱地盯着2个孩子看，怎么也看不够。骆冉心一紧，道：“爹爹，是不是？”骆德运点点头：“我本想等你出了月子，再让你们母子3人回去，只是临近婚期，骆冉作为长女不回去不合适。”这一点骆德运倒是不在意，他怕的是最近傅金安的动作越来越逼人，如果他先一步发现，后果不堪设想。骆冉也明白，努力挤出一抹笑容：“爹爹，我没事的，郎中不是说了吗？我只要注意些，别受凉，在屋里活动都没问题的。咱们还是按照之前说好的，我先回去，然后你再带宁儿姐弟回去。”骆德运起身摸摸女儿的头，半晌才说了一句：“为难你了。”11月11，离经半年之久的骆冉终于在表哥沈玉芝的陪同下，从江南再一次回到京城。第97章少管闲事。沈玉芝一身青色西赤7品官服，站在象征身份的2品朱红色飞鱼符面前，丝毫没有怯弱，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指挥使大人，好久不见，可还安好？”傅金安舌尖抵住后槽牙，眯着眼睛盯着他看了许久，慢声道：“沈公子原来还知道回来。”沈玉芝抚了抚臂弯处的褶皱，道：“下官当初跟皇上请了半年假，如今期限已到，自然不敢再耽搁。他呢？”半晌，傅金安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沈玉芝故作不解：“谁？傅大人说的是谁？”不等傅金安回答，他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问大理寺刚刚收押的那个犯人吧？”
对不起，下官刚刚上任，许多事情还没捋顺，大人您要有点耐心才是。如果锦衣卫着急，等下官审问的时候，倒是可以通融一下，第一时间将犯人证词请大人过目。傅金安眼帘微垂，轻笑一声，那就有劳小沈大人了。沈玉芝不在意道，只要不违反规矩，下官还是很乐意帮助指挥使大人的。傅金安又掀开眼皮，淡淡的看他一眼，道：小沈大人热心是好事，只是希望别用错了地方，管好自己该管的。目露威胁。沈玉芝跟着点头，这一点傅大人请放心，但凡跟沈家有关的，不只是下官，沈家上下都不会袖手旁观。针锋相对。傅金安又看了他两眼，留下一句沈大人好自为之，便拂袖而去。沈玉芝看着眼前离开的背影，嘴角露出一抹淡笑。冠军侯府宁福院，老夫人面无表情地坐在上面的罗汉榻上，似乎没看见地上跪着的身影，只低头品茶。洛如雪坐在老夫人身边，眼底闪过一丝金光，转身亲昵地挽着老夫人的手，软软道：祖母，大姐姐都跪了好久了，您别生她的气了。大伯昨天不是来说过吗？大姐姐累了，所以才没来给您请安。您看，大姐姐知道您惦记她，现在这不是来了吗？老夫人听了，脸上的神色更加冷了几分。洛冉跪在地上，虽然屋里早早升起了地笼，但因为还没进腊月，烧得并不旺。跪了一会儿，洛冉就感觉一股凉气顺着双腿袭遍全身。昨日她一回京，确实是想先来给祖母请安的，只是也不知道是累了，还是因为还在月子中的缘故，脸色很不好，整个人一点精神也没有。骆德运便坚持让她回去休息，自己则亲自来宁福院说了一声。本来老夫人念在她舟车劳顿也没在意，可今一早被李氏母女添油加醋说一番，洛冉在她这里便留下了一个不敬不孝之名。老夫人听了洛如雪的话，心中更加不悦，将杯盏不轻不重的放在炕机上，皮笑肉不笑的说了一句：你还记得有这个家，还舍得回来？右亲在一旁急得不行，洛冉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轻轻动了动膝盖，低声道：祖母教训的事都是孙女不好，只是表哥有公务在身，孙女实在不好强求。老夫人微微皱眉，似乎有些不信，玉芝那孩子不是刚刚上任吗？哪里来的公务？洛冉眼帘微垂，掩盖中眼中神色，按照之前表哥教他的，含糊不清的解释，具体什么事情冉儿也不清楚。当时冉儿惦记祖母和爹爹，想尽快回来，只是表哥说皇上之所以能给他这么久的假，也是有条件的。冉儿又见表哥整日忙碌，这才没好打扰。老夫人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虽然她不总出门，但也听说最近半年锦衣卫似乎很忙，再联想到沈玉芝回来之后竟没进翰林，而是去了大理寺，这么一想，一切就说得通了。脸色立马缓和，指着下方道：你看你，我脑袋不好使，你也跟着糊涂，然而这一路累了，怎还让他跪这么久？快去扶他起来。又对洛冉埋怨道：你这孩子也是，有什么话都憋在心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谢谢。洛冉对夏荷轻声道谢，借着他的手站起身，笑着道：确实是孙女思虑不周，如果当初知道表哥忙会去这么久，我也不会跟着走这一趟了。久不见祖母，尽些孝心也是应该的。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好了，回来就好。眼看着下个月就是你父亲大喜的日子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也帮着看看，省得有什么落下的。是。洛冉乖巧应下。李氏见状，眼神闪了一下，仿佛不经意间笑着问：冉冉刚刚说玉芝那孩子也回来，怎么没见他来府里呢？洛冉看了二婶一眼，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听到一旁的三婶曹氏开了口：冉冉刚刚不是说了吗？人家沈公子公务繁忙，可不像某些人整日无所事事。洛冉意外地看了一眼曹氏，这个三婶上一世的时候虽然没有主动害他，但是也跟在二房身后袖手旁观，只是不知为什么今日竟替他说起话来。而刚刚曹氏口中无所事事的人，便是李氏的亲侄子李玉堂了。洛冉不知道最近府里发生了什么事，索性都装作没听见，等回到院子问春雨，才知事情的缘由。原来三叔洛德成最近谋了个大理寺主簿的官职，虽然只是个小小的从七品，但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了。至于李玉堂，据春雨说，奴婢有一次看见李公子偷偷命人给二小姐送东西呢。洛如雪。洛冉着实有些惊讶。春雨小鸡啄米似的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听说晋国公府张罗着给世子爷定亲呢，已经相看的差不多了。前些日子二小姐还在房里好生发脾气呢。洛冉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便嘱咐道：最近你盯紧了那边，别在父亲娶亲前闹出什么笑话来。春雨应下：是，奴婢明白。晚上的时候，洛德运下职回来，洛冉问起了三叔的事情，并将今日三婶替他说话的事说了一遍。洛德文脸上没什么表情，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洛冉稍一想，便有些明白了，道：爹爹因为我才给三叔谋了个职位。第98章，孩子呢？这件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洛德运道：等青宁和景行回来，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又要防备那边。反正你三叔也无所事事，
不过是个差事而已，哪怕曹氏不能帮你什么，只要不助纣为虐就行。骆德运也没办法，如果能分家，他倒是愿意带着女儿和2个外孙，哪怕另置府邸，或者一辈子不回京城都行。可是大晋朝自古以来重孝道，父母在，不分家，除非不想入朝为官，否则这个家注定分不成。这也是他当初威胁老夫人害怕的原因。一旦他要分家，就意味着爵位被收回，骆家人都要退出朝堂。提起2个孩子，这才分开2日，骆冉就想得睡不着觉了。可是这样思念的日子还要坚持1个月，等继母进门后再把2个孩子接回来。至于李玉堂和骆如雪的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他不想跟父亲说。父女俩又说了会儿话，骆德运怕打扰他休息，便离开了。右亲看看沙漏，对仍在看书的骆冉道：“小姐，天色不早了，您该歇下了。”不知为何，父亲走后，骆冉总感觉到一阵心慌，看了一眼外面漆黑的天空，忽然道：“你先下去吧，有什么事我叫你。”右亲见小姐表情严肃，也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后将房门带上。门刚一关上，一阵冷风顺着敞开的窗户吹进来，骆冉不自觉打了个寒战。烛火摇曳，屋里光线忽明忽暗，照在男人脸上，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感觉一道锐利的视线盯着自己小腹。骆冉微微扭动身子，躲过那人的视线，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原来锦衣卫只会做夜闯私宅之类的鸡鸣狗盗之事。被挖苦，傅金安破天荒没有生气，嘴角甚至还带着一抹愉悦，坐到骆冉对面，抬起下颌，指了指他的小腹，道：“怎么卸货了？胆子也跟着大了。”骆冉也不甘示弱，仰起头道：“是啊，现在傅大人没什么能威胁我的了吧？”傅金安挑眉：“你以为我只是在乎你肚子里那块肉？”轻笑了一声，却还是问道：“男的女的？”骆冉的手又不自觉附上小腹，因为思念，眼里有淡淡的悲伤。这一点被对面的傅金安悉数补进眼底。只见骆冉苦笑一声，淡淡道：“应该是个男孩。”傅金安眉间微动：“应该。”骆冉缓缓抬起头，直视他的双眼，一滴泪水滑落，一滩血水，只会使大人指望我如何分辨男女呢？傅金安眼神一暗，死死地盯着骆冉，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异样。只是现在骆冉的脸上除了悲伤，只剩悲伤。他有些不敢相信：“怎么会？你当时不是吃了那个药？”骆冉轻轻拭掉眼角的泪水，冷着声音道：“不然呢？大人想如何？让我一个没嫁人的女子生下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野种，然后抱回来让全京城的人耻笑？耻笑骆家，耻笑沈家。对不起，孩子们。”骆冉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他知道这是瞒不了这人多久，但只要孩子没回到他身边1天，他就不敢赌，只好硬着心肠说违心的话。野种。傅金安轻轻重复了这2个字，眸子嗖地变得冰冷。在你眼中，那是个野种，不然呢？傅大人以为我该如何说？半晌，傅金安有些颓然道：“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乖乖等我回来？”骆冉笑出声，然后呢？告诉世人，我骆冉退了跟晋国公府世子爷从小定下的亲事，跟他亲兄长苟且，然后还生了一个野种。每说一句，骆冉的心针扎得刺痛一下，但袖子里的手死死地扣着掌心，不让自己露出一丝破绽。忽然，傅金安抬起头笑了一下：“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信？”骆冉心忽然漏掉一拍，幸好及时忍住了，反笑道：“你信不信与我何干？指挥使大人既然手眼通天，事实与否一查便知。”傅金安又看了他几息，身体微微前倾，在距离他鼻尖不到1寸的地方堪堪停住，带着男人特有的凛冽气息扑在脸上。骆冉身上起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疙瘩，眉睫轻颤。“你怕什么？”男人的声音很低，仿佛是从胸腔中发出来的。骆冉缓缓掀开眼帘，一不小心撞进一汪深潭，巨大的漩涡让人控制不住的深陷其中。“乖，闭上眼睛。”傅金安抬起手，轻轻遮住他的双眼，低沉磁性的声音入耳。骆冉仿佛中了蛊，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要清醒，可身体还是不自觉的听话。浓密的睫毛扫过掌心，轻柔的触感引起心中一阵瘙痒。想了好几个月的甜美，终于再一次品尝到。傅金安有些陶醉，一手揽着他的腰肢，紧紧贴在向自己的胸膛，撬开背齿，刚要长驱而入，忽然一股心甜溢满口腔。呵，他只是停顿了一下，手上更加用力揉捏。骆冉刚刚生产完20几天，之前一直都亲自喂养2个孩子，这几日因为分开，胸胀得难受，被人这么一捏，骆冉瞬间感觉一股灼热喷洒出来。傅金安显然也没想到会这样，倒是一时愣住了。趁着这个空档，骆冉被齿一合，某人发出一声低呼，捂着嘴退后一步。骆冉食指轻轻擦掉嘴角的一抹鲜血，看了一眼，妖娆的笑道：“傅大人如果不想变成哑巴，尽管再来便是。”傅金安皱了下眉，将口中心甜吐到帕子上，抬手扔进身后的水盆，指尖放在鼻下闻了闻，又舔了舔，整个过程眼睛盯着骆冉。
洛冉一阵心慌，他刚刚是故意的，想转移这人的视线，却没想到还是被他发现了。只见傅金安露出一抹愉悦的笑容：“你不想解释解释这奶水从何而来吗？”镇定下来，洛冉故意道：“难道傅大人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小产的女人也是有奶水的。”傅金安收起笑容，显然不信。洛冉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索性也不解释。第99章成亲。傅金安离开后，洛冉终于瘫倒在榻上，右倾进来扶着他去床上躺下，有些担心道：“小姐，他信了吗？”洛冉忍着胸前爆炸似的疼道：“信不信都无妨，他早晚都会发现。拖一天是一天，等到把他们姐弟接回府中，他怎么也不会光明正大的来抢孩子。”没错，洛冉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傅金安一旦知道2个孩子的存在，会趁着他们还没公布于众的时候抢走。脱掉外裳，里面的小衣果然被奶水打湿，黏糊糊的。右倾先伺候着他换了干净的衣裳，然后去找邱嬷嬷。这2日都是邱嬷嬷帮着他将多余的奶水挤出来，然后处理掉。邱嬷嬷很快过来，看着上面还有隐隐的手印时愣了一下，一边轻柔的揉捏，一边道：“小姐，下回再难受就叫奴婢过来，万不可自己动手，万一伤着了可不好。”洛冉见他误会，也没解释，只是红着脸别过去低声应了一句。奶白的汁水汩汩流出来，没一会儿就接满了一小碗。邱嬷嬷又替他擦拭干净，这才端着碗一边往外走，一边摇头可惜：“哎，真是浪费了这么好的奶水，小主子回来就好了。”洛冉又去沐了浴，身上终于清爽了，躺在精致的架子床内，闭上眼睛，尽量不去想那人。可他没注意到，刚刚屋内的一举一动，一字一句都悉数落进屋顶某人的耳中和眼中。邱嬷嬷将奶水倒进院子中的花坛后，便回去了。傅金安纵身跃下，盯着潮湿的花土看了许久，直到院子里又传来动静，才轻轻一跃，消失在夜色中。回到晋国公府，还没来得及去沐浴，就被陆九臣拦住，绕着他转了2圈，鼻子使劲嗅了嗅，问：“什么味道？你去哪了？”傅金安看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去了浴房。大约1盏茶的时间，浑身湿漉漉的出来，头发也没束，整个披在身后，白色的中衣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身上，露出肌理分明的背部。往榻上一靠，懒懒的开口：“大半夜不睡觉，你跑我这里做什么？”陆九臣半支着身体死死盯着他的嘴，一脸坏笑：“我若是不来，怎么会知道堂堂指挥使大人偷香窃玉不成，反倒被妈抓了一身伤回来？说说吧，哪家小媳妇身上还带着股奶香？”傅金安抬袖闻闻，除了皂角的味道，什么也没有。陆九臣啧啧道：“这个你没有我鼻子灵，我告诉你，别说你偷吃了，就是你从那个女人身边路过，我都能闻出来。”傅金安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道：“之前不知道，真是可惜了。下次常颖他们在追捕犯人，你跟着去吧。你还别说，我若是去了……”话说到一半，陆九臣停下来，看着门口强忍住笑的常颖，恍然明白过来：“喂，你这是拿我当狗屎呢？”傅金安跟着笑了。陆九臣激动道：“哟呵，指挥使大人也会开玩笑了，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说说吧，是抱得美人归了，还是吃着美人肉了？”傅金安摇着手里的茶盏，轻声道：“有区别吗？”陆九臣不愿意看他这么得意的样子，一盆冷水泼下来：“当然有区别，照我的观察看，吃肉你也是霸王硬上弓，还是不解馋那种。至于抱得美人归嘛，还差得有点远。”傅金安脸色冷下来，不愿搭理他。陆九臣却来了兴致，追问：“对了，皇上选秀改在明年春天，是你的主意吧？说说，是不是跟洛家有关系？”过了一会儿，他也没听到有人回应。“什么？表姐定亲了？”洛冉正在忙着父亲娶妻的事情，就听到邱嬷嬷从沈家回来说这件事。因为身体原因，洛冉没法去沈家，可又怕外祖母和舅母担心，便让邱嬷嬷跑了一趟。他想的是，孩子的事情可以瞒着洛家，但是他不想瞒着外祖母，想等孩子回来了，一起再去给外祖母赔罪。却没想到邱嬷嬷带了这么个消息回来。可听说结亲的哪家了吗？他记得上辈子岳家有意与沈家结亲，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太子横插一脚。本来依照沈家的家世，沈西芹做太子妃也是够的，只是不知道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沈家出事，表姐也没有嫁人，最后随着沈家一起没了性命。所以他从重生回来，就时刻注意着沈家的动静。前几个月刚到庄子的时候，他就提醒过表哥，表哥当时也听进去了，只是做了什么他并没有问。乍一听说表姐定亲了，他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有些紧张，生怕还是太子。可一想又不对，本来年底的选秀无缘无故延迟了，他又没听表哥说过赐婚，那就不是太子。邱嬷嬷不知道他这么会儿功夫想了这么多，笑着道：“是永定侯府岳家。”岳家？婉姐姐家？洛冉惊讶道。邱嬷嬷点头：“是啊，是永定侯府的世子爷。表小姐原本还张罗着来看您呢，
可是沈夫人说您最近忙，不让表小姐过来，说等您忙过这一阵了，接您去沈家住一阵子，到时候再跟您说呢。原来是岳大哥。洛冉这回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上一世岳家没提亲，这一世却提了，但只要沈家没跟太子扯上关系，总算放心了。其实说起来，这事还多亏了上次永定侯老夫人寿宴上傅金安提醒岳伯瑶的话，不然岳家也不会这么着急。再加上洛冉的提醒，沈玉芝这边也跟父亲通过信，这才有了这场亲事。总之，一切都开始跟上一世不一样了。洛冉开始慢慢有信心，这辈子不会让父亲惨死，也不会让沈家覆灭。转眼间到了12月初6，新人进门，冠军侯府一片喜气洋洋。洛冉今日也换了一身喜庆的衣裙，一身藕粉色流彩暗花云锦衣裙，外面配着翠纹织锦与缎斗篷，斗篷的领子是火红的狐狸毛，衬得一张小脸又白又嫩。他带着幼亲站在二门处，看着父亲一身大红喜袍，手里牵着红花，花的另一头是同样一身红色嫁衣的女子。盖头垂下，看不清女子的容貌，可从她袅袅的身姿也能看见她幸福的小脸。洛冉忽然想，自己上一世成亲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着？仿佛过了许久，他连嫁衣的样子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当时也是满怀憧憬的吧？怎么羡慕了？一道声音在耳边响起，洛冉竟然没有惊讶。第100章，想嫁给他。洛冉连头也没回，嘴角挂着淡淡的笑，轻声道：“不羡慕，但高兴。”这好像还是他第一次用这么平淡的语气跟自己说话。傅金安忍不住愣了一下。洛冉回过头看了一眼他身上的衣裳，微微皱了下眉。往日的傅金安不是一身玄色锦衣，就是朱红色飞鱼服，而今日破天荒的穿了一身暗竹纹叶呢绿色锦衣，衬得人更加挺拔，就连平日里严肃狠绝的面容都柔和了许多。傅金安抬起双臂，低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怎么不认识了？”洛冉没回答，后退一步拉开距离，看着他身后的月亮门道：“傅大人可能走错地方了，过了那道门就是内院，大人在这里不合适。”傅金安仿佛没听见，又看了一眼他身上的衣裙，笑道：“看来我们还挺有默契，今日的衣裳倒是很搭。”洛冉见跟他说不通，索性闭上嘴，微微扶了扶身：“多谢大人今日来参加父亲的喜宴，后院还有事，小女子失陪。”转身便离开。这一次傅金安并没有阻止，盯着他的背影一直到消失不见。“傅大哥，原来你在这里。”岳伯瑶恰巧从月亮门前的小路路过，看见傅金安独自站在那里，便出声打招呼。傅金安回过头笑道：“不小心走错了路。伯瑶这是要去哪？”岳伯瑶脸红了一下，只是他肤色有些黑，看不大明显。傅金安就当没看见，转身出来。岳伯瑶跟在他身边落后半步的距离，想了想还是道：“多亏傅大哥提醒，伯瑶的亲事才能这么顺利，改日请你喝酒。”傅金安刚要拒绝，话到嘴边又改了主意，应了一声：“好。”洛冉刚回到院子，就见一个身影鬼鬼祟祟地藏在他院子门口的一棵树后。“表姐。”洛冉看着身影，上前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迟疑地唤了一句。突如其来的一声，吓得沈西晴差点蹦起来，转过头发现是洛冉，这才松了口气，抚着胸脯道：“表妹，你下回走路能不能有点声音？要吓死我吗？”洛冉看着表姐红扑扑的脸颊，还有微微肿起的唇瓣，回头望了一眼外院的方向，问：“你刚刚跟岳大哥在一起？”沈西晴捂着嘴惊恐道：“你看见了？”洛冉哭笑不得：“表姐，你这算是此地无银300两吗？”沈西晴脸又红了几分，尴尬的笑笑，上前挽着洛冉的胳膊，一边往院里走，一边问：“你刚刚真的看见了吗？”洛冉笑着摇头：“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过来就看见你做贼似的躲在大树后面。”听到他这么说，沈西晴松了口气，喃喃念道：“谁知道那人平日里看着那么老实，私下里却……”洛冉看着表姐先有的娇羞，心里有些羡慕，但想到自己，还是忍不住劝了一句：“表姐，你跟岳大哥两情相悦是好事，只是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千万别吃了亏。”沈西晴盯着洛冉的脸仔细的看，在洛冉差点忍不住的时候，他噗的笑出声，伸手揉揉洛冉紧皱的眉头，笑得没心没肺：“我知道了，你看看你这副愁苦的小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娘呢，一天天操不完的心。”洛冉也跟着苦笑，两事加起来可不就是一把年纪了。两人正说着，就听到院子里陆媛媛的声音：“将军，将军！”沈西晴看着洛冉脸上迷茫的表情，道：“你不知道，这几个月你不在，媛媛可是想你了，尤其是听说你还有个名字叫将军的妈儿，整天追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两人边说便进了院子。另一边，洛如雪满脸悲戚地看着眼前的人，哽咽道：“世恒哥哥真的就这么狠心，连见雪儿一面也不肯吗？”傅世恒心情有些烦躁，自打那日西山之后，那抹鲜红飞扬的身影在脑子里怎么也挥之不去。后来他想了很多办法，想再见他一面，可是不久就听说他去了江南，这一走就是半年多，好不容易听到他回京的消息，
虽然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来洛家有些尴尬，但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终于还是来了。只是人没见着，却被洛如雪堵了个正着。洛姑娘，原来的事情是我有不对，可我也从来没逼过你，更甚至每次都是你主动。我们好聚好散，谁的面子都好看，纠缠不清到最后丢人的只能是你。傅世恒面无表情道。洛如雪身子一晃，不敢置信道：世恒哥哥，你怎么会这么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在年前不能将亲事定下来，明年就要进宫选秀了。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傅世恒微微皱着眉道：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当然，如果你担心选秀的话，倒是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蒙混过去。再啪！洛如雪浑身颤抖，一巴掌打在傅世恒的脸上。傅世恒微微侧过头，摸了摸火辣辣的脸，眼底一片冰冷。这一巴掌就当我欠你的，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如果你再纠缠不清，休怪我不客气。说完拂袖而去。洛如雪瘫坐在地，掩面哭泣。大人，常颖没想到每次来侯府都有戏看，心里忍不住对洛冉同情了一番。傅金安盯着洛如雪哭泣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忽然抬步朝他走过去。洛如雪正伤心欲绝之际，眼前忽然出现一双白底皂靴，他还以为傅世恒后悔或者心疼回来了，惊喜的抬起头：世恒哥。声音卡在喉咙里，惊恐的看着那张脸离自己越来越近，顾不得手摩擦粗糙的地面带来的疼痛，忍不住后退。傅金安半弯着腰，在距离洛如雪上方1尺的地方停下，轻声问了一句：就那么喜欢他，想嫁给他？洛如雪这回学聪明了，短短几次接触下来，她不敢再自作多情的以为这个男人会看上她，颤抖着声音问：你想干什么？你只告诉我，想不想做晋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想还是不想？声音低沉而蛊惑，让人忍不住陷入其中。第101章，我可以帮你。男人面容俊朗，哪怕放眼整个大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出其右。只是因为他的身份，很多人见到他第一反应就是恐惧，以至于忽视他的容貌。此时他刻意收起严肃的面孔，压低了声音，像情人间的呢喃，又像是蛊惑。洛如雪看呆了，不自觉地点头想。傅金安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缓缓站起身，坐在旁边的石凳上，道：我可以帮你。洛如雪也站起身，问：为什么？傅金安忽然换了一副面孔，没了当当的耐心，冷冷道：你只需按照我说的做，我自然能帮你达成愿望，其他的你不用知道。尽管洛如雪很怕，但还是有些犹豫，低头思考。傅金安也不急，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看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什么。片刻，洛如雪便做了决定：好，我答应你。傅金安满意地点点头，聪明。然后起身扶扶衣摆，具体该做什么，以后自会有人告诉你，你只安心等待即可。看着傅金安离开的背影，洛如雪忽然开口问道：你喜欢洛冉？傅金安脚步微顿，眼里闪过一丝温柔，声音却好像淬了毒：不想变成哑巴，就管好你的舌头。洛如雪不自觉捂住嘴，脸色惨白。回到前院，正好拜完堂，骆德运将新娘送回新房，出来招待宾客。傅金安虽然年纪轻，但位高权重，理所当然地坐在首桌。庆王主位，接下来便是镇南将军、永定侯，然后就是傅金安。骆德运端着酒过来，先是挨个给大家斟酒。轮到傅金安的时候，他忽然站起身，挺直的腰背微微弯曲，看起来比自己略矮了一些。骆德运拎着酒壶愣了一下，傅金安脸上却一片淡然：晚辈年纪轻，应该的。骆德运皱着眉看他，没动。庆王在旁边哈哈一笑：难得呀，宴会也有这么谦虚的时候，德运你就不要跟他客气了。永定侯也在一旁微微点头。旁边还有很多人看着，骆德运也不好坚持，只好这样。只是当碰杯的时候，傅金安又主动将酒杯放到最低，不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骆德运又深深看他一眼，这才干了手中的酒，跟大家寒暄几句，转身去了别的桌子。坐下后，庆王看着他，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傅金安只做没看见，神色淡然。后院，岳婉和也过来了，4个人凑在一起斗了一会儿将军。岳婉和还总是看着沈西晴抿嘴笑，弄得沈西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于是张罗着要去看新娘子。一听说看新娘子，陆媛媛抱着将军也要去。洛然本来担心袁淑仪脸皮薄，刚刚入洞房的时候他都没去，这会儿拗不过2人，只好点头答应。岳婉和在一旁捂着嘴笑：冉冉，你就带我们去吧，有人可能要提前学如何当新娘子呢。眼睛看着沈西晴眨呀眨。沈西晴被闹了个大红脸，索性下颌一扬，叉着腰道：我就是学了，到时候你还要叫我一声嫂嫂呢，看我怎么收拾你。岳婉和顺着他的话俯身行了一礼，做求饶状：嫂嫂大人大量，还请不要跟妹妹计较，不然大哥会罚我的。你……沈西晴本想将岳婉和一军，没想到反被逗弄了，追着岳婉和打闹。
陆媛媛则抱着将军在一旁加油起哄。洛冉看着热闹的院子，暂时忘记了对孩子的思念，脸上带着由衷的笑容。最后几人到琼华苑也只是礼貌的看看，并没有闹得太过分，便离开了。洛冉将几人送走，又返回来。袁淑仪看见洛冉，还是有些紧张，站起身，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洛冉倒是显得很大方，上前牵着他的手，让其坐下，轻声道：“母亲不必拘束。”一句母亲让袁淑仪更加窘迫的同时，也微微放下心，反手握着洛冉的手道：“冉冉，我这么叫你，可以吗？”洛冉歪着头笑：“当然可以，爹爹也一直这么唤我的。”袁淑仪笑笑道：“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私下里你叫我什么都成。”洛冉摇摇头：“既然你嫁给了爹爹，我叫你一声母亲也是应该的，没有勉强。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倒是担心把你叫老了呢。”洛冉调皮的吐吐舌头，看着他娇俏可爱的样子，袁淑仪一整日的紧张也缓和了许多。洛冉又叫厨房送来一些吃食，约摸着时辰差不多了，才从琼华苑离开。只是一出来就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不知道站了多久。洛冉先回头看了一眼，见袁淑仪因为规矩没有出来，这才提着裙摆下了台阶。“爹爹，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洛冉看了一眼那棵槐树，明知故问。骆德运仍保持着仰头的姿势，突然说了一句：“冉冉，你说你娘会看见我们吗？”洛冉也仰起头看着冬日里光秃秃的大树，想起自己死后的情形，摇摇头，应该是看不见的。骆德运低头看他，有些茫然：“为什么？”洛冉笑着看向父亲，道：“难道爹爹没听说过万物有轮回吗？娘亲一生没做过恶事，死后定会投胎转世的。”骆德运心一震：“是啊，他怎么就没想过呢？15年了，他们的女儿如今也做了娘亲，他怎么可能还会漂浮不定呢？”这么一想，他反倒释然了。这半年来，他总是觉得自己对不起死去的妻子，总觉得妻子在天上看着会生气。抬手摸摸洛冉的头，苦笑：“没想到爹爹一大把年纪了，还要冉冉来安慰。”洛冉摇摇头：“爹爹只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爹爹，从今天起，把娘亲放在心底，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好吗？”洛德运用力点点头：“好。”屋内红烛摇曳，大红的床幔，鸳鸯戏水的被褥。袁淑仪有些紧张地坐在床上，看见他进来，明显身子僵了一下，刚要起身，骆德运制止了，转身走向浴房，想了想，又回头问：“吃过东西了吗？”袁淑仪红着脸回道：“回侯爷，妾身用过了。”骆德运点点头，继续往进房去。袁淑仪犹豫了一下，跟上，只是没想到前面的人会忽然站住，差点一头撞上去。骆德运回头看着女子懊恼无措的样子，道：“你不必跟进来。”袁淑仪的脸忽然有些白，刚刚父女俩站在院子里说话，她透过窗棂看见的，她那时脸上分明写着伤痛和缅怀。痛什么？念什么？袁淑仪不想也知道。第102章8字。看着袁淑仪变了颜色的脸，骆德运心软了一下，尽量缓和语气道：“你别多想，只是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习惯了。”袁淑仪望着男人消失在屏风后的背影，心里刚刚那点疑虑也消失了。她看得出来，这个男人已经尽量耐心地跟自己说话了，尽管不能跟他对冉冉的态度比较，但就冲着他洁身自好这一点，足以胜过京城大半的男人。比如他父亲半生刚正不阿，母亲死后不还是有小妾通房。他身边的石嬷嬷端着醒酒汤从外面进来，看见自家小姐愣在浴房的门口，忍住不劝道：“夫人，如今你已经成亲了，照顾侯爷，嬷嬷不必担心。你也累了一天了，汤放下便回去休息吧，这里有绿绒伺候就行了。”袁淑仪垂眸打断他的话。石嬷嬷看了一眼屏风，叹了口气，行礼退出。她一直都知道小姐看起来性子软，其实外柔内刚，否则也不会将袁家内院打理得井井有条。骆德运沐浴很快，出来时就见袁淑仪端着汤过来，柔声道：“侯爷，这是冉冉特意命人给您熬的醒酒汤，趁热喝吧。”听到是女儿的意思，骆德运连犹豫也没有，端起碗一饮而尽，而后走到床边，合衣仰面躺下，双手交叠放在腹上，闭着眼睛道：“歇着吧。”绿绒早就在骆德运喝完醒酒汤时拿着空碗退下，只留袁淑仪站在屋子中央，应了一声，便从床尾爬进里侧，背对着男人躺下。因为紧张，袁淑仪大气都不敢喘。忽然腰间出现一只滚烫的大手，不等她反应过来，整个人都被一道身影笼盖住。骆德运眼神清明，双手支在他的两侧，身体尽量悬空，看着下面惊慌失措的女子，认真道：“我大你许多，今后我若有什么地方做得让你不满意，你尽管直接提出来就是，切勿闷在心里胡思乱想。还有，之前在首饰铺子里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袁淑仪身体僵住，一动不动，轻轻点了一下头：“记得。您说那2个孩子，不是孩子的问题。”骆德运打断：“啊，孩子的问题我们已经说好，交给冉冉。现在说的是你。”我？袁淑仪有些不解，
不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骆德运只好又说了一遍：从今往后，你就是侯府的女主人，如何管理内宅，我想你是有经验的。你尽管放开手脚，只当这里是袁家。如果有对你不敬的，尽管拿出你侯夫人的威严，只要不是无理取闹，我必会为你做主。袁淑仪隐隐有些明白，她大概是想告诉自己府中的情况。她未嫁进来之前，大房只有他们父女2人，而2房3房却人丁兴旺，再加上她刚刚的话，稍一想便明白了。她不知道男人甜言蜜语是什么样的，但却知道眼前这个看起来有些凶狠害人的男人，虽然面目严肃，可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恰好暖进他的心里。大着胆子抬起藕断式的双臂，慢慢环上男人的脖颈，尽管心如肋骨，却仍一字一句道：侯爷请放心，从今日起，这里便是妾身的家。烛火莹莹，床幔摇动，月上梢头时，房间里的动静才慢慢停下来，整个侯府都寂静一片。而晋国公府西边的清风院却灯火通明。常颖将手上一张纸条递上去：大人，这是骆如雪的生辰8字。傅金安低头不知道在写什么，看也没看，直接道：放那吧。第2日天刚亮，守城的侍卫大老远就看见一抹熟悉的红色飞奔过来，连忙打起精神敞开城门。厚重的城门刚打开，一道疾风便从眼前掠过，没有一息的迟疑。守城的侍卫后怕的擦擦额头上的汗，对一旁的同伴道：也不知道指挥使大人这么早出城做什么。同伴也松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道：干什么都不是你我能管的，幸好没耽误，不然你我这身衣上保不住不说，小命都难逃。2人心有戚戚的点头。傅金安出城后直奔法华寺，到的时候弘治大师也才刚刚做完早课出来。阿弥陀佛，许久不见，傅施主别来无恙。弘治大师双手合十，念了句。傅金安也双手合十，微微弯腰：许久不见，大师安好。弘治大师笑了笑，做了个请的动作：既然来了，下一盘如何？傅金安歉意的笑笑，让大师失望了，在下今日来是想请大师帮个忙。弘治看了他2眼，在京中以狠辣残忍闻名年轻人，此时在静谧的千年古刹中，仿佛褪去了一身戾气，看起来比往日温和了许多。请随老衲来吧。弘治转身去了后院的禅房。傅金安跪坐在蒲团上，从袖中拿出一张纸条，推过去道：请大师帮忙看看此女子的生辰8字。弘治大师扫了一眼，不慌不忙拿出茶叶，没等动手，被傅金安接过去，捻起茶叶放进茶壶，再将茶壶放在旁边的泥炉上，用火钳拨了拨里面的炭，火瞬间旺了起来。弘治也只是扫了桌上的纸条一眼，再也没看，闭上眼睛打坐。不一会儿，茶壶里的水开了，发出滋滋滋响声。傅金安抬手提起，先倒出一些在茶盏，晃一圈之后倒掉，又重新倒了一杯，放到弘治大师面前，最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弘治大师终于睁开眼睛，无奈的叹了口气：你呀，跟你讲过多少遍，茶不是这么冲泡的，你倒是浪费了好东西。傅金安不以为意，满足的品了一口，缓缓道：大师乃是出家人，出家人不应被这些繁文缛节所累。看来大师几月前的闭关成效不大好啊，应该勤加修炼才是。弘治大师苦笑不语，这才拿起那张纸条，看后微微皱眉：日主弱，水火相战，多招是非，甲木衰，而无人无益。傅金安挑眉，又问：若是娶了此等女子，会如何？弘治大师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红颜易逝，君无情，结局早已成定数，眼前得到再多，最后也是竹篮打水。傅金安得到满意的答案后，起身告辞。出来后，常颖上前道：大人，皇上召您入宫。傅金安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生辰，勾唇一笑：正好。第103章心腹认亲。早上起来，洛冉一想到再过几日就能看见孩子了，整个人都明媚了许多。右亲一边替他梳洗，一边喜气洋洋道：小姐，夫人知道您喜欢清淡，一大早就命厨房给您熬了鲜笋汤，还有您最爱的玫瑰粥和虾饺。他从小服侍在小姐身边，在江南府里只有侯爷和小姐2人，厨子自然都是按照小姐的口味来的。回到京城后，一是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厨房总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加上这几个月来事情不断，倒是忽略了许多。现在好了，新夫人进门，有人惦记着，小姐总算不用事事自己张罗了。尤其是听到小丫鬟回来说还有玫瑰粥，大冬日的玫瑰可是个稀罕玩意儿，可见夫人确实用了心。洛冉心满意足的用过早饭，带着右亲便往琼华院去。此时骆德运与袁淑仪也刚刚用过早饭，本来袁淑仪已经做好了先伺候骆德运用过后自己再吃的，可还没等他动手就被骆德运拒绝了，道：在家里没那么多讲究，坐下一起用吧。恰好袁淑仪也是强忍着身体上的酸痛，闻声也没客气，便坐下来。昨晚他还是低估了习武之人，他明显感受到身边的人已经尽力克制了，但因初夜的缘故，还是差点没坚持下来，最后大着胆子求饶。
好在这人也是懂些怜香惜玉的，后来竟真的十分照顾他。短短1夜的相处，袁淑仪便大概了解了这人，有话直说，只要不过分，他都会答应。袁淑仪见洛冉来了，刚要起身去迎，见骆德玉没说话，想了想便坐着没动，面目柔和的看着迎着晨光而来的明媚女子。女儿给父亲母亲请安。骆德韵淡淡的应了一声，只是眼底都是化不开的柔软。袁淑仪忙伸手去扶，快起来，一家人不用多礼。洛冉微微一笑，今日是冉儿第一次来给母亲请安，应该的。右亲拿来蒲团，洛冉跪下，接过绿蓉递过来的茶，笑意盈盈地道：“爹爹，请喝茶。”骆德韵接过茶抿了一口，才道：“你母亲刚刚说的对，今日也就算了，以后一家人不用这么多规矩。”洛冉笑着应下，又端起另一杯茶，双手托起：“母亲，请用茶。”袁淑仪立马接过来，象征性的喝了一口，马上扶她起来，又从石嬷嬷手里拿过一只小手臂长的盒子，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日后你有喜欢的，我再送你。谢谢母亲。洛冉接过盒子递给右亲，道谢。骆德韵点点头，起身道：“走吧，去给你祖母请安。今日是新妇进门，总要去给老夫人请安的。”骆德韵人高马壮，步子也大，哪怕尽量收着了，还是将两人远远落在后面。洛冉看了一眼鼻尖微微有些汗湿的袁淑仪，特意放慢了步子，笑着道：“多谢母亲关心，今日的早饭我吃得很好。”袁淑仪见他走得慢，也跟着慢下来，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也心生感激，看一眼前面的背影，道：“你喜欢便好，我也是听侯爷说起，才顺便跟厨房说了一声。”洛冉笑笑没有识破，爹爹关心他宠爱他不假，可是却不会在新妇入门第一天就告诉他自己的女儿喜欢吃什么，让他一大早上去准备。但他明白袁淑仪这是替爹爹说话，看来两人相处还算融洽，他也就放心了。两人低声说着话，竟也忘记了身体不适，不一会儿就到了宁福院。骆如雪站在廊下，见骆德韵进来，甜甜的唤了一声：“大伯父，你们快进去吧，祖母都让我出来看2回了。”骆德韵淡淡的应了一声，站在门口等洛冉两人。待两人走近，骆如雪上来亲昵的挽着袁淑仪另一边的胳膊道：“大伯母果然年轻，看起来跟姐姐差不多呢。”洛冉垂眸不语。袁淑仪慢慢的抽回胳膊，看了一眼骆如雪，笑着看向骆德韵：“侯爷，这位是……”骆如雪的笑容僵住，对上大伯父严肃的面孔，只好重新乖巧站好，行了一礼：“雪儿见过大伯母。”袁淑仪这才道：“哦，原来是雪儿啊，快起来吧，果然活泼可爱。”活泼可以夸人，也可以讽刺人没有规矩。洛冉心中有些好笑，原来这个继母看起来柔柔弱弱的，也不是个好欺负的呢，这样最好。骆如雪明显没有刚刚热情，跟着大家入内。接着便是认亲的环节，袁淑仪提前准备得很充分，就连曹氏不满9个月大的儿子也准备了一套足金的长命锁。洛冉以为自己在琼华院已经收过了礼物了，发现又有自己的一份时，不免愣了一下。袁淑仪朝他调皮的眨眨眼，洛冉立马心领神会，原来他此时手里的跟骆如雪、骆如蝶几个妹妹的都差不多，都是一套样式新颖的首饰。互相见过面之后，骆德韵兄弟几个就出去了，留下女眷说话。李氏忽然道：“大嫂刚进门有所不知，前些年大哥和冉冉都在江南，母亲年纪又大，所以我便舔着脸管理府中诸事。虽然说没有什么大错吧，但也多亏母亲在一旁帮着，每日也都战战兢兢。”似乎说到自己的难处，李氏捻起帕子按按眼角。袁淑仪始终含着淡淡的笑，也不接话，看起来却又在认真听。没人接话，李氏闹了个尴尬，索性直接道：“如今大嫂既然已经进门，这个家自然没有我在管的道理。今日正好母亲也在，全当做个见证，一会儿回头我跟大嫂交接一下吧。母亲，您觉得呢？”老夫人垂着眸应了一声。袁淑仪却起身行了一礼，笑着道：“得母亲信任是淑仪的造化，只是我也刚进门，府中的人还没认全呢。接下来就是过年，媳妇累点不要紧，就怕耽误了正事，传出去被人笑话就不好了。”曹氏看一眼抱着金锁丸的儿子，忽然笑出声：“二嫂，我们都知道你这些年辛苦，可你也不用这么着急撂挑子吧？知道的是你不贪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故意让大嫂难做呢。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咱们也得给大嫂一个适应的过程，不是？”李氏脸色有些不好，自打老三去了大理寺，曹氏就明里暗里向着大房跟他们二房作对。第104章被调换的8字。李氏听了曹氏的话，脸色很不好看，眼看着两人又要呛起来，老夫人才开口：“好了，老二家的，你大嫂和老三家的说的也都在理。过年忙，你就再累些日子，正好淑仪也趁着这段时间多熟悉熟悉，等年后消停了再都接过去吧。谢谢母亲体谅。”袁淑仪感激地道。李氏没办法，也只好说了一句：“是，媳妇遵命。”小半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洛冉从宁福院出来，便回了自己的院子。这几日他都忙着布置院子，虽然知道短时间内孩子只能养在琼华院，
但他还是希望有机会能把孩子放在自己眼皮子下面才放心。皇宫，皇上将一本厚厚的折子扔下去，板着面孔道：“这是礼部送来的，这届选秀的秀女都在里面了，你自己挑一个喜欢的，过了年跟太子一起定下来吧。”傅金安伸手接住，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翻着。皇上也不急，一边喝茶一边似是在闲聊。听闻昨日骆德运娶妻，你也去了？傅金安眼睛看着折子，应了一声。一旁的李宝林眼观鼻鼻关心，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心里却忍不住感叹：太子跟三皇子每次见了皇上，都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唯有这位指挥使大人，每次来见张公，都跟到了自己家一样。他抬头看了一眼傅金安，想起了早逝的大皇子，叹一句：世事无常。对于他的态度，皇上早就见怪不怪，也没往心里去。又道：朕记得你倒是很少凑这种热闹，这回怎么想起去了？傅金安将折子放在一旁，笑着看向龙椅上明皇的身影：皇上您到底想说什么？咳。皇上咳了2声，盯着他的眼睛道：前些日子救人，你说是凑巧，这次呢，什么理由？朕可是听说状元郎亲自去求娶，骆德运都没同意。傅金安挑眉：皇上听到的不止如此吧？从他脸上并没有看出什么。皇上微微有些放心，道：如果只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寻常女子，你那回去也没什么。可他这才回京多久，先是跟傅家退了亲，方士又进宫替你求太后懿旨，后又有宋清佑，可见不是个安分的。傅金安垂下眼帘，轻轻摸了摸袖中的纸，有些犹豫，还有没有必要拿出来。余光忽然看见折子上熟悉的名字，又拿起来看看，扬了扬道：皇上既然都这么说了，骆家姐妹的名字怎么还都在这上面呢？皇上身体微微后仰，缓缓道：骆德运是个将才，亦没有复杂的姻亲关系，二人也忠诚，用好了能助人一臂之力。可这人一旦没了缺点，也是最不容易把控的。说到这停顿了一下，抬眼扫了一下，见他似乎听进去了，才又继续道：为君者不怕臣子无能，也不怕他们位高权重，怕的是你无法掌控。当然你又不能握得太紧，只盯着一个，这样就容易让人心生怨恨。傅金安嘴角抿了抿，道：所以呢，您想给骆家点甜头，从而牵制骆德运？皇上不在意的笑笑：如果一个太子侧妃或者小小妃嫔就能让一个守将大将听从你，何乐而不为？傅金安不赞同的摇摇头：骆德运未必舍得。皇上的脸冷了下来，淡声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再说了，他不愿意，不代表骆德文也不愿意。傅金安终于从袖中拿出那张纸，递给李宝林，道：皇上还是先看看这个再说吧。李宝林双手接过，恭敬地呈上去。皇上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这才打开纸，看完皱着眉半晌，才开口：看来这份恩典骆家是无福了，倒是可惜了那个姑娘。傅金安这才解释刚刚皇上最开始那个问题：臣之前便听说皇后娘娘打骆家的主意，便趁着昨日去查探，恰好弘治大师出关，顺便问了问。皇上探究地看着他，道：既然这样，你为什么告诉朕，让皇后选了骆冉为太子妃，对你岂不是更好？傅金安慢慢起身，拍拍衣摆上的褶皱，颇为狂妄道：他们喜欢的未必是臣想要的。好了，反正臣已经把这个给您看了，让他入宫还是入东宫，皇上您决断吧，臣告辞。年轻人的背影挺拔俊秀，说走就走，毫不拖泥带水，直到人彻底消失在视线里，皇上才缓缓出声：李宝林，你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吗？李宝林心一凛，话在肚子里转了一圈才开口：指挥使大人一心为皇上着想，此等赤诚之心实属难得。皇上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终究是朕亏欠他们母子的。李宝林没再敢接话，收起傅金安刚刚放在案几上的折子，小心翼翼放到龙案上，道：皇上，那这骆家姐妹。皇上又低头看了一眼，颇有些遗憾道：倒是可怜了骆德运，早年丧妻，好不容易膝下留个女儿，还是个下等命格。算了，皇家之事马虎不得，都划掉吧。那位骆二小姐也……李宝林想再确定一遍。皇上烦躁的摆摆手：划掉划掉，没用的东西。唉。李宝林应了一声，他知道皇上刚刚那么说是在叫指挥使大人呢，而对于冠军侯，皇上心中还是有几分联系的。从皇宫出来，傅金安叫来常隐，道：去把骆如雪奉命的事透露出去，记得做隐避些，别让人怀疑。还有，刚刚我跟皇上的话，也挑些能说的告诉他们。腊月初8是袁淑仪回门的日子，骆德运特意请了假陪她一起，袁家上下热情接待，给袁淑仪赚足了面子。从袁家出来，骆德运因为饮了酒，没有骑马改乘车。袁淑仪坐在一旁，脸上没有刚刚在袁家时的笑容。骆德运掀开眼皮看了他一眼，问：想家？袁淑仪见他误会，也没解释，但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你是不是要把那2个孩子接回来了？骆德运点点头，睁开眼睛看着他问：后悔了？袁淑仪摇摇头，
抬起头认真的问：“你对我这么好，是因为那2个孩子吗？”骆德运对上袁淑仪的眼睛，本就不是口是心非之人，这时候欺骗的话更难说出口，遂点点头道：“有一部分是。”袁淑仪苦笑之后又释然：“谢谢你没骗我。”第105章，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腊月初10，冠军侯府气氛有些诡异，有替新进门的侯夫人不值，也有人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比如李氏。娘，您说那2个孩子真的是大伯外室所生吗？骆如雪见屋子里没了外人，问道。李氏嗤笑一声：“不然呢？你没看见那2个孩子眼睛跟你大姐姐一模一样？若不是时间对不上，我都以为那是洛冉的孩子。”骆如雪惊讶：“怎么会？大姐姐只是在江南待了6个月，娘不是说那2个孩子看起来都满月了吗？怎么算也不可能5个月就生下2个那么大的孩子啊！”李氏白了他一眼：“要不我怎么说时间对不上呢？所以那2个孩子肯定是你大伯养在外面的女人生的。”呵，骆如雪还是不解，可是大伯为什么不把那个女人领回来呢？还说孩子是死去战友的骨肉。李氏哼了一声：“要么就是女子身份太低，见不得人，要么就是你大伯怕有损他名声。”骆如雪点点头，赞同母亲说的话：“娘说的对，要不大伯怎么让2个孩子都姓骆呢？还说是孩子祖父的意思，谁信呢？不只是他们，就连宁福院的老夫人也满肚子疑虑，可怎么问，骆德运都一口咬定受人所托，别的什么也不说。3房的曹氏也在自己屋里嘀咕，却被刚刚回来的骆德成听到了，皱着眉呵斥：“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若是反悔，趁早说，我把这身官服还给大哥。”官夫人的瘾曹氏还没过够，虽说丈夫如今只是个小小的7品官，可好歹是个京官，还是在大理寺那种地方，只要肯干，过个2、3年升迁是没有问题的。原来出门做客都是跟在李氏身后，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身边的丫鬟呢。现在不一样了，出门总会被高看2眼。我这不止在咱们屋里说说吗？你真当我傻呀？曹氏小声捣鼓。话赶话正好说到这，骆德成把憋了多少年的心里话终于说出来：“从前大哥不在家，我又是个没本事的，你攀着二嫂也是为了孩子们，为了这个家，难为你了。”曹氏眼睛有些酸，干笑2声掩饰：“你这人好好的说这些做什么？”骆德成声音又严肃几分：“可是如今不一样了，大哥为什么给我这个官做，你我心知肚明。如果大哥一直放任咱们不管，就算你跟二嫂谋划些什么，我也可以当作不知道，甚至还会与你一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道理我懂。可是如果做得太过，老天爷也会看不过去的。如今我有了官身，只要我好好干，以后不是没有出头的可能。更何况现在大哥又娶了侯夫人，这府中以后是谁的天下你得清楚，不会是母亲，更不会是二嫂。你只要跟大嫂搞好关系，对冉儿善待几分，我相信以大哥的为人，就算等到分家那一天，也不会亏待我们的。”曹氏不傻，相反还有几分小聪明，这也是为何前世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李氏亲为，而他要么是做上官，要么也就是明面上帮腔做事，打的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渔翁得利的主意。如今被丈夫一说，曹氏更加明白以后该如何做了。琼华院，洛冉看着1个月不见，差点有些认不出来的2个孩子，实在没忍住，泪流满面。袁淑仪看了一眼洛冉，回头让绿蓉带着人出去，屋子里只剩骆德运父女与他，拿出一块帕子递给洛冉：“先擦擦脸吧。”怀里抱着女儿，眼睛看着儿子摇头，洛冉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袁淑仪见状，看了一旁满眼心疼的看着女儿的骆德运，心里隐隐有了猜测，但又实在太过害人，她不敢往下想，迟疑了一会儿才道：“冉冉，2个孩子想必也累了，要不让他们回房休息吧？房间我已经让嬷嬷准备好了。”洛冉抬头看了一眼他，又期期爱爱看向父亲：“爹爹。”骆德运心硬的别开眼睛，道：“不可以。”洛冉又哀求的看向袁淑仪，袁淑仪有些摸不准父女俩的意思，一时没开口。过了一会儿，就听骆德运深深叹了口气，道：“冉冉，你要为你母亲想想。”听到这句话，洛冉愧疚的垂下了头，小声道：“对不起，我只是……冉冉只是见2个孩子太可怜了。”袁淑仪忙接道。见父女俩都看向自己，袁淑仪脸红了一下，坐到洛冉身边，拉着他的手道：“我知道，你跟你父亲在江南那么多年，肯定比旁人更知道那些将士们的不易，所以对他们留下的骨肉也更加心疼几分。这也是你当初能想到建慈安堂的原因，是不是？”洛冉看着他，没说话。袁淑仪笑了一下，转头看向骆德运，突然有些小女人似的娇嗔瞪了他一眼：“亏这2个孩子还是你部下的骨肉，你竟还有心顾虑那些。”又转过头对洛冉道：“我刚嫁过来，还有许多事情不熟悉，而且你也看见了，你二婶每天都想把内宅的事交于我，我也真是忙不过来。这样吧，孩子还是放在你院里，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这……洛冉又高兴又有些担心，骆德运却皱紧了眉头。
袁淑仪看着父女俩纠结的表情，笑道：“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我知道你们是顾忌我，怕旁人说我容不下侯爷死去部下的孩子，却扔给未嫁人的妓女。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反正如今我也嫁给了侯爷，从前名声就不好，以后就算再不好，还能坏到哪里去？只是你要想好，一旦两个孩子放在你身边，你的名声……”洛冉忙摇头：“我不怕，他们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怎会嫌弃？”两人都祈求地看向骆德运，骆德运无奈，只好道：“算了，我不管了。”洛冉与袁淑仪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笑出来。孩子能养在自己身边，洛冉总算放心了，有些苦涩地开玩笑道：“母亲，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回好了，外面的人指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袁淑仪不在意地摆摆手：“人是给自己活的，不是给别人活的，嘴长在他们身上，只要不耽误咱们吃喝，管他呢。”洛冉用力地点点头。就这样，两个孩子又从琼华院搬到了宁香院。而另一边，陆九晨看着一身月白色锦服的某人，摇头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种浅色的了？不好看，不好看，好像一只花孔雀。”第106章，孩儿他爹。傅金安破天荒地转了一圈，问：“怎么会？难道看起来不是精神一些？”陆九晨半躺在榻上，嘴巴吞了鸡蛋似的张得老大：“我说爷，您别吓唬我成吗？您这是发情吗？”傅金安没理他，转身走到书案后，从案格里拿出一个荷包，打开看了看，在陆九晨抻着脖子要看的时候，嗖地放进袖子里，看看外面刚刚暗下来的天，抬步离开。走到门口，对正要跟上的常颖道：“今天都不用跟着了。”然后便消失在夜色里。陆九晨终于缓过神，拉着常颖问个不停：“你就这么放心他这样出去？等哪天被个妖精勾走了，我看你怎么办？”常颖摸摸鼻子，回道：“小王爷，大人的魂早就被勾走了，哪里还用等啊？”陆九晨眼睛一亮，神神秘秘道：“真的？”常颖忙不迭的点头：“小王爷，您还是准备好分红吧，大人回来准跟您要。”陆九晨撇撇嘴：“七爷的银子那么好骗，想要可以让爷验验货。”说不让跟着，常颖还是守在冠军侯府的大墙外，以防大人有所吩咐。洛冉看着床上并排躺着睡得正甜的两个小家伙，嘴角带着笑，怎么看也看不够。问一旁的邱嬷嬷：“嬷嬷，你说他们怎么这么爱睡啊？吃完睡，睡完吃，跟个小猪似的。”说完自己又咯咯笑起来。邱嬷嬷也满眼喜爱地看着白白净净的两个孩子，回道：“小姐，现在他们还小呢。老人讲，孩子睡觉的时候就是长身体的时候，睡得越多，身体越好，人也越聪明。”洛冉伸出手指，一会儿捏捏姐姐的小手，一会儿又戳戳弟弟的脸蛋，玩得不亦乐乎。“小姐，时辰不早了，忙碌了一天，你也该歇了。”又亲进来提醒，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接两个孩子回来，又是紧张又是期待，还要在大家的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晚上终于放松下来，经幼青这么一说，洛冉才感觉到浑身酸软，遂起身搭着幼青的手往里面浴房去，还不忘嘱咐邱嬷嬷看好两个孩子。舒舒服服沐浴之后，洛冉终于感觉轻松了许多。屋里地笼烧得热乎，因为怕两个孩子醒，只着了一身栀子黄的中衣，头发还没干透就出来了。只是看见坐在床边的男人时，还是愣了一下。尽管他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却没想到这么快。邱嬷嬷一脸惊恐地站在一旁，心中惊涛骇浪。两个孩子抱回来后，都说孩子像侯爷，一双眼睛像小姐。可是小姐的鼻子小巧而挺拔，两个小主子，尤其是小公子，才1个多月大的孩子，鼻子却很明显的比姐姐的锋利许多，尤其是小嘴紧紧抿着的时候，跟侯爷和小姐都不像。邱嬷嬷之前也猜测过，两个小主子会不会是沈公子的，可后来仔细观察也不像。现在她终于知道像谁了。小公子睡着的样子，简直跟眼前这个可怕的男人一模一样。洛冉稳了稳心神，道：“幼青，你跟邱嬷嬷先下去吧。”小孩子傅金安不是没见过，只是没这么仔细的看过。洛冉进来之前，他已经将两个孩子的眉眼看了个仔细，看着小婴孩娇嫩的脸蛋，想抬手摸摸，可看看自己的手，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又缩回来。洛冉还是第一次见他有所顾虑的样子，忍不住讽刺道：“怎么，傅大人杀人太多，也有害怕的时候吗？”傅金安回头看了他一眼，刚要收回视线，眼睛落在他身上，又多停留了2瞬，眸子深了深。洛冉看两个孩子一眼，见睡得都踏实，道：“傅大人今日来有何贵干？”傅金安没理会他，抬手去掀开婴儿身上的小被子。洛冉想出声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就见傅金安也只是掀开看了2眼，似乎很满意，转眼盯着他的腹部道：“当时也没见你肚子有多大，怎么会一下子生2个？不会有一个不是爷的吧？”视线上移，只见女子刚刚沐浴过，身上还带着茉莉的清香，配上栀子黄色的衣裙，好像春日枝头上俏丽的花骨朵，盯着某处忽然道：“怎么长这么大了？”手还虚虚的比量了一下。洛冉脸一红，
转身拿起挂在衣架上的披风披在身上，坐到窗边的榻上，为自己倒了一杯水，隔着大半个屋子的距离看床边的男人，堂堂只会使大人这么草率，见到个孩子就说是自己的，难道这么喜欢喜当爹吗？喜当爹！傅金安将几个字在舌尖绕了绕，抬不过来坐到他对面，抢过他手里的杯子抿了一口，发现有点甜，像蜂蜜水，皱着眉头又还回去，道：跟谁学的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话？洛冉将某人碰过的杯子略带嫌弃地推到一旁，又重新拿起一只倒满了水，有滋有味地喝了半杯，这才笑着看向对面之人，上不得台面。傅大人如果连这几个字都听不了，那还是赶紧离开吧，因为这个屋子里不但有上不台面的话，更有人。一个没了清白、未婚生了孩子的女人，您能指望她怎么上台面呢？傅金安笑了一声，没走，反而脱掉皂靴，长腿一伸，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榻上，双手枕在脑后，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说话都硬气了。怎么觉得没有把柄不怕爷了？洛冉皱着眉看了一眼男人传世的双脚，身子往后挪了挪，点头：是啊，大人如今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你敢将这2个孩子昭告天下吗？傅金安努了努嘴，漫不经心：有什么事爷不敢干的，只看爷想不想罢了。其实洛冉心里也没底，不知道今晚这个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孩子没回来之前，他怕被他发现私下抢了孩子去，只以为孩子只要到自己身边，进了洛家的门，这人总会有所顾虑。可是如今见他的样子，又觉得自己想简单了。傅金安见他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又抿唇，颇有耐心地看着他，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傅金安眼见着小女人粉润的唇都快破了，才大发善心道：好了，别折磨你那小脑袋瓜了，爷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抢孩子的，只是看一眼，顺便给你说一件别的事。别的事？什么事？洛冉问道。第107章起争执。什么事？洛冉随口问了一句。傅金安没急着回答，下巴朝床上扬了扬，问：谁先从你肚子里出来的？洛冉微微皱眉：这跟你没有关系。傅金安挑眉：爷的种，你说跟爷没关系？又道：你若是不说，从明天开始，爷就正大光明的来看孩子。赤裸裸的威胁。洛冉反而钻了个空子，紧接着道：若是我告诉你了，你答应跟我们保持距离吗？见他迫不及待想跟自己划清界限的样子，傅金安心里很不舒服，不悦道：不可能。果然如此。洛冉冷哼一声：那你还废什么话？有本事自己去查。傅金安气得直磨后槽牙，冷笑：你是真当爷脾气好了是不是？你信不信爷能让你明日就看不见孩子？都说为母则刚，现在的洛冉便是。从前他总是被这人牵着鼻子走，又怕事情败露连累爹爹和沈家，又怕自己重蹈上一世覆辙，每行一步小心翼翼，每天过得战战兢兢。可刚刚听到有人拿孩子威胁他的瞬间，他突然间除了孩子什么都不怕了，颇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气势，起身走到门边，呼的一下打开门，一股凉风吹进来，门外的幼青跟春雨被吓得一震，就听到他们一向温温柔柔像朵娇花似的小姐冷着声音道：天色已晚，孤男寡女实在不方便，就不久留傅大人了。既然傅大人不怕，那就尽管来试了，只是到时候你带走是2个孩子，还是我们母子3人的尸体，只能拭目以待。傅金安双眸危险的眯起，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你威胁我。洛冉仰起头道：对，我就是在威胁你。好，好，真好。傅金安怒气直冲脑门，他发誓换了别人早就没命站在他面前了。一向骄傲的他何时被人指着鼻子撵过？除了小时候那几年遭的罪之外，打从他强大起来后，再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对他说过话。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傅金安还是想给他一次机会，没想到洛冉豁出去了，索性也不委屈自己，道：我做什么还轮不到傅大人智慧，这里不欢迎你，请。洛冉觉得自己没说滚已经是碍于世家女子的教养了。傅金安现在想杀人，却又不得不压抑，他怕自己一冲动真会做出什么后悔莫及的事，趁着还有最后一丝理智还在，拂袖而去。他一离开，幼青跟邱嬷嬷2人就一脸害怕的进来。小姐，小姐，2人不约而同道。洛冉反倒显得很平静，道：放心吧，刚刚他没做什么，就说明以后也不会的。虽是这么说，心里却多少有点没底。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虎毒不食子。尽管人人都说他杀人如麻，可自打认识他第一天起，他还没做过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洛冉不会否认。天色已晚，又经过刚刚那一幕，洛冉真是累极了，躺在床上看着2个孩子，没一会儿便沉沉的睡去。宁香院后院高墙上，一个身影掩映其中，长影远远地躲在夜色里。天知道他刚刚看见大人一脸杀气的出来时，心里有多担心。有一瞬间，他都以为大人会下令屠了冠军侯府，幸好
这会儿总算冷静下来。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竟飘起了零零星星的雪花，落在脸上，眨眼便消失了。傅金安也是被冷风一吹，这才冷静下来。他今日来本想看看他，再看看孩子，顺便跟他说一下那件事，算是提前给他个惊喜。谁知道自己还没弄清哪个孩子是哥哥还是姐姐呢，就被那个小女人给气出来了。他看着暗下去的窗棂，笑骂一声，倒是个心大的。大人。常颖见大人盯着人家的窗户看了半个时辰了，脚都有些冻麻了，终于忍不住出声提醒。傅金安回神看了他一眼，转身跃下墙头，骑在马上忽然道：你明日去寻一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是。常颖应下，见大人脸色缓和了，笑眯眯问：大人，小主子可好？傅金安想了想那两个还没自己胳膊长的小家伙，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爷的种，还能不好？常颖忙附和：是，小主子必定是人中龙凤。可是爷，小主子是公子还是千金啊？常颖又问了一句，实在是骆德玉那个老家伙狡猾，连锦衣卫都能瞒过去。孩子进府了，他们都没见着一眼。一个公子，一个千金。某人傲娇道。常颖愣住了，转而也跟着嘿嘿傻笑，发自内心的拍马屁：爷，您真厉害。想起那两个小家伙，傅金安大人有大量的想，看在那个小女人给爷生了两个孩子的份上，也就不跟他计较了，轻轻扯动缰绳，慢悠悠离开。常颖比自己生了孩子好高兴，跟在后面问长问短，忽然问道：爷，那小公子大还是大小姐大啊？傅金安皱皱眉，想了想道：哥哥和妹妹。常颖一拍大腿：哥哥好，哥哥能保护妹妹。第二日，洛冉如常去宁福院请安，只是一进院子，李氏就立刻迎了出来，帕子抵在眼角，看着一旁的袁淑仪欲言又止。袁淑仪笑了下：二弟妹这是怎么了？李氏没说话，却怜爱地拍拍洛冉的手，最后说了句：孩子难为你了。洛冉也故作不解：二婶您到底想说什么？李氏又叹了口气：算了，进去说吧。只是冉儿你受了什么委屈，可别闷在心里，一定要跟二婶讲。二嫂这话说的，冉冉在咱们自己家，好端端的能受什么委屈啊？曹氏最后来的，一进院子就听到李氏那句话，忍不住接道。李氏没搭理他，自打老三谋了个芝麻官，曹氏的尾巴也跟翘上了天，忘记以前整日巴结自己的时候了。曹氏却不依不饶道：二嫂这话不说清楚，人家还以为大嫂刚进门就为难冉冉呢，传出去名声可不好听啊。李氏冷眼看了袁淑仪一眼：大嫂，不是做弟妹的说你，有哪家嫡母让未出嫁的姑娘养孩子的？这传出去，咱们侯府还怎么做人啊？第108章再挨打。进了屋内，洛冉抬头看了一眼，见祖母脸色也不大好，刚要开口，被袁淑仪悄悄拦下了，拉着她行礼问安。老夫人没出声，袁淑仪也没擅自起身，维持着行礼的姿势。过了两息，还是洛冉给了袁淑仪一个安抚的眼神，道：祖母，刚刚二婶在外面的话，您应该听见了吧？关于这件事，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扶起袁淑仪，轻声道：母亲，您先坐下。转身走到屋子中央，缓缓开口道：关于那两个孩子，我是这么想的，他们的祖父与爹爹并肩作战10几载，亲如兄弟，临终前将孩子托付给爹爹，一来是被逼无奈，二来也是相信爹爹。本来爹爹是打算收为一子一女的，可想起孩子们的祖父，爹爹又觉得乱了辈分。那也不能你养啊，这成什么了？洛如雪在一旁插话道。洛然反问：有何不可？谁规定没出嫁的女子不能养孩子？况且我这辈子也没打算成亲。什么？老夫人终于出声，只是声音里满是惊诧。上次送亲又来提亲，虽然事后老夫人并没有说什么，但每次来请安都话里话外的说上几句，无非就是年龄大了，又是退过亲的，让她不要太过挑剔。洛然几次想表明自己的态度，可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今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挑明。祖母没听错，这辈子我都没打算成亲，所以这次就算是我为了自己以后打算，决定亲自领养这两个孩子，摆明了以后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的架势。胡闹！老夫人啪的一声拍在桌上，满屋子人都跟着震了一下。这么多年，大家还没见过老夫人发这么大的火，哆嗦着手指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开始四处寻找。杜嬷嬷见状忙上前：老夫人，您要找什么？顾不上什么姨太，老夫人气得唾液都飞出来了。拐杖呢？我的拐杖呢？我要打死这个孽障！3岁的骆红贤眼尖，一眼就看见放在榻边的拐杖，刚要说话，被骆如真一把捂住嘴，威胁道：你要敢出声，我就揍死你！父亲和娘昨天说的话，9岁的骆如真藏在门后都听见了，反正二姐她也不喜欢，如果帮助大姐和大伯母能让他们3房过得好，她就帮着谁。老夫人还在转着圈地找拐杖，也不知道是眼神真不好还是怎么，还真就没找到。呀！
一声惊呼，接着有什么东西掉到青砖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就看见骆如蝶手上拿着一根发钗，上面本该镶嵌珠宝的地方空落落的，手指着一个方向，推搡身旁的丫鬟：“快去帮我捡回来，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钗子了。”大家都顺着珠子落地的方向看过去，终于看见立在角落里的拐杖。老夫人冲着杜嬷嬷喊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拿来！”杜嬷嬷装模作样的劝了两句，就把拐杖递了过去。老夫人扬起拐杖，二话不说朝洛冉身上挥去。只听一声轻呼，洛冉身子已经动了一半，突然停住了，转眼间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来不及细想，借着刚刚转身的力气，反抱住身上的人向旁边躲去。可刚生产完不久的力气终归有限，肩膀还是挨了一拐杖，疼得他发出嘶的一声。冉冉，袁淑仪眼泪都出来了。她本想过来抱住洛冉，替他挨那一下子，没想到最后自己却成了那个被保护的人。从母亲去世起，他就成了自己和弟弟的保护伞，都是他保护弟弟，保护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今日这样把自己保护在身下。一时间五味杂陈。母亲，曹氏也忍不住叫一声，想起丈夫的警告，也起身过来劝。谁知老夫人如今正在气头上，觉得洛冉这是要毁了洛家的名声，又见他刚刚躲开，更加气了，挥起拐杖又扑了过来，嘴里还咒骂着：“你个孽子，你竟还敢躲！我今日不打死你，就对不起洛家的列祖列宗。”没错，如果没有袁淑仪，洛冉会轻松躲过那一棍子，可他不能让保护自己的人受伤。左肩处传来火辣辣的疼，这次与上次罚跪不同，生产后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可不想这辈子还落个早死的下场，所以老夫人的拐杖再次挥来时，洛冉想也不想抬起右手，死死握住差点落在他腰上拐杖。老夫人虽然腿脚还算利索，骂起人来也中气十足，但毕竟还是岁数大了，用力也没抽回洛冉手里的拐杖，顿时更加气血上涌。另一只手刚想动，曹氏也已经到了跟前，忙挽住他的胳膊劝：“母亲，冉冉年纪还小，打坏了可如何是好啊？”老夫人像看仇人一样瞪着洛冉，就算打死了也好过让他活着给洛家抹黑。袁淑仪顾不上别的，忙叫绿蓉去请大夫，转身回来听到老夫人这句话，忍不住道：“老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冉冉抚养为国捐躯将士的遗孤有什么丢人？”视线移到一旁看热闹的李氏母女身上，冷笑道：“若说丢人，恐怕有些人做的那些事，洛家祖宗都恨不得从棺材里爬出来吧。”洛如雪与傅世恒苟且的事，袁淑仪不知道，但这半年来，洛如雪满京城的追在傅世恒屁股后面跑，可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无论哪个府上宴请，都能看见洛如雪追着傅世恒的身影，除非两人不出现。京城中已经有很多传闻了，只是碍于冠军侯的面子，没有说出来罢了。洛如雪见他看自己，顿时有些心虚：“是大姐姐丢侯府的脸，你看着我做什么？”袁淑仪轻哼一声：“如果二小姐没做亏心事，还怕别人看吗？”又转头看向老夫人道：“老夫人口口声声侯府脸面，媳妇刚嫁过来，不清楚旁的，可是却知道老夫人口中的面子是侯爷拼了命赚回来的。侯爷辛辛苦苦养了冉冉15年，都没说冉冉一个不字，你们凭什么？15年来，你们可曾喂过他一口饭？可曾给他缝过一件衣裳？如果都没有，你们就谁都没有资格说他。”洛冉看着一向知书达理的袁淑仪，也有今日这么泼辣的一面，双眼有些酸涩，原来被母亲护着的滋味是这样的。同时心里也为爹爹高兴，看来爹爹这次真是娶对了人，以后就算他不在了，袁淑仪也会帮爹爹护好这个家。第109章献主。其实袁淑仪每每看见洛冉就会想起自己，可又觉得冉冉比自己幸运，起码她有一个那么宠爱她的父亲，所以哪怕为了那个男人对自己的一丝好，她也愿意与他一样护着他的女儿，更何况这个女孩子比自己命还苦。老夫人一听袁淑仪连母亲都不称呼了，直接称呼老夫人，更加气了：“好，你们一个个都要反了不成？”洛冉不想袁淑仪刚嫁进来没几天就落得个不孝的名声，挺直腰身站在老夫人面前，俯身行了一礼，铿锵道：“祖母，领养2个孩子的事我决定了，无论谁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如果你们真觉得我给侯府丢脸了，大不了我带着孩子们搬出去。谁敢？”骆德运一脸肃穆进来，声如洪钟：“本侯今日倒要看看谁敢让我的冉冉搬出去。你！”老夫人见到骆德运要杀人似的表情，也有些害怕。“爹爹！”洛冉刚要开口，骆德运拍拍他的肩膀，却见他不自觉地闪了一下。骆德运眼神暗了暗，低声道：“有事晚点说。”然后回身对青山道：“去把府里众人都叫过来接旨。”大哥！骆德文、骆德成兄弟俩也气喘吁吁跑回来，大冬天的，额头上都急出了汗，一回来顾不上旁，开口就问：“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圣旨？”两人都还在衙门，就来人告诉他们回来接圣旨，吓得没敢耽搁，马不停蹄往回赶。一听圣旨，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
老夫人也顾不上自己刚刚被大儿子眼神镇住，不解地问：“圣旨？”也不知道骆德运是来不及解释，还是压根就不想跟他们说话，只担心地看了一眼女儿。洛冉明白爹爹的担心，忙道：“爹爹，我没事。多亏了母亲。”还是加了一句。袁淑仪更加愧疚，又知此时不是客气的时候，便上来挽着洛冉道：“你先忍忍，大夫在院子里等着呢，接完旨我们就回去。”骆德运这才转身出去。骆德文兄弟俩各自看了自己媳妇一眼，也都跟着出去。李氏也好奇，但又碍于规矩，只能过来与曹氏一边一个扶着老夫人一起到院子里。出来后，洛冉才发现院子里还有一个身影，不自觉蹙起了眉。傅金安也假装没看见他，低头整理自己的官服。一旁的常隐忍不住望天：“大人啊，您能不装吗？到底是谁啊？一大清早宫门还没开，仗着皇上宠爱闯进宫去，挨了30大板，只为了求这么个圣旨，更甚至不顾自己一身伤，坚持亲自来宣旨。哎，都说女人口是心非，他们大人更甚。”除了骆德运，其他人一看见来宣旨的不是宫中内侍，而是这位指挥使大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了。京中有句传言，宁可瘟神来家做客，也不愿傅大人登门报喜。锦衣卫沾上了轻则丢官，重则抄家灭族。冠军侯府可倒好，前些日子冠军侯娶妻，指挥使大人来贺喜，就已经惊掉了一群人的下巴。这几日骆德文兄弟去衙门，都能感觉到大家想绕着他们走，现在又来宣旨，骆德文腿都软了，没等人喊开始呢，就已经先跪了下去。爹！进入腊月，书院就放假了，骆红俊嫌冷，不想来请安，便躲在院子里装病。谁知道还没睡醒，就被人提溜起来，一进院子就看见父亲不争气的第一个跪下，忍不住唤了一声，被骆德文一把拽过去，低喝：“跪好！”骆红俊看看大伯还有那位指挥使大人，缩缩脖子不敢出声。骆德运没理他，见人到的差不多了，香案也摆上了，便开口道：“傅大人，可以开始了。”傅金安这才进来后第一次看向洛冉，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回身随手拿过长影，双手捧在怀里的明皇圣旨，准备宣旨。洛冉看见他那抹笑容时，不知怎么就想到了2个孩子，又想到昨晚这人拂袖而去的身影，心跳肋骨，忽然有些后悔，这人不会真的拿了圣旨来跟他抢孩子了吧？没给他想那么多的机会，大家已经呼啦啦跪下，洛冉也只好跟着跪下，可是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前面的身影。感受到洛冉的视线，傅金安更加不急不缓，一点点展开卷轴，先是看了一遍，又转头问早已经跪着准备好的骆德运：“侯爷，可以开始了吗？”骆德运：“你没看老子跪了多久吗？”但还是点点头：“傅大人，宣旨吧。”傅金安：“那好吧。”嗨嗨，洛冉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都做好了准备，又见那人咳个不停，一旁的常影都有些看不过去了，歉意地对骆德运点点头：“侯爷勿怪，大人这几日忙碌没有休息好，有些感染风寒。”骆德运点点头，示意青山。很快，青山端来一杯茶，傅金安抿了一口，笑道：“多谢侯爷。”众人无奈，赶在宣旨的时候如此随意，天底下除了眼前这位，也没人了吧？终于，傅金安磨蹭的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骆氏女冉，秀外慧中，心系大晋百姓，能弃自身利益于不顾，抚养将士遗孤，此等大义之举，实属难得，朕心甚慰。特封其为县主，封号单宁，食邑500户。”钦此。直到头顶被阴影遮住，明皇的圣旨结结实实落在手里，洛冉才回过神，缓缓抬起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男子。傅金安弯着腰，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递圣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洛冉的手，还虚虚握了一下，眼角含笑地提醒道：“单宁县主，拿好圣旨，可千万别掉了。”洛冉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圣旨，还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真的可以光明正大地养育2个孩子了吗？不用被人指指点点，不用藏着掖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骆德运最先反应过来，带着大家齐声谢恩。响彻侯府的声音终于让洛冉回过神，眼里不自觉有了湿润。傅金安看他呆呆萌萌的样子，心里别提多舒坦了。若不是顾及场合不对，他非得把人按在怀里狠狠亲近一番。洛冉正沉浸在喜悦中，就听到耳旁传来一声低语：“爷怎么舍得让你跟孩子见不得人呢？”第110章，那便换个人吧。洛冉不信这人会这么好心，可此时他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还不知道骆德运已经猜到孩子的父亲是谁，只好低声回了句：“谢谢。”傅金安走后，骆家的人还没缓过神，袁淑仪连忙上前扶起洛冉，顾不上什么圣旨什么县主，还在担心他身上的伤。行了，有什么事过后再说，快先让大夫看看你身上的伤。伤？怎么弄的？骆德运问道。刚刚在屋里，他就发现了女儿不对劲。袁淑仪看了一眼老夫人，没说话，
扶着洛冉出了宁福院。老夫人此时也还在震惊中，谁能想到前一秒还有可能败坏门风的人，转眼间却成了县主。自己不就是县主的祖母？可是县主在他诰命之上，难道以后自己见了他还要行礼吗？一时喜忧参半，其他人也各怀心思。洛如雪趁着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好不容易追上刚要上马车的傅金安，气喘吁吁道：“傅大人请慢。”傅金安收回脚，懒懒地看他一眼。洛如雪警惕地看了一眼四周，低声问：“上次傅大人说过要帮我的。”傅金安挑眉：“怎么等不及了？”洛如雪低下头，手上绞着帕子。若是没有今日的圣旨，他或许还没这么着急。早上他好不容易把祖母的火气挑起来，就想看着洛冉吃瘪。可是现在倒好，摇身一变，洛冉成了县主，大房又多了2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还姓洛。以后就算大伯母生不下出来，那爵位就是落井行的，跟他们二房彻底没关系了。这怎么行？母亲辛辛苦苦经营侯府这么多年，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所以他想着，只要自己嫁入傅家，成为晋国公府的世子夫人，二房就会多一些机会。1个多月大的孩子而已，养不养得活还是问题呢。更主要的是，他不想看着洛冉那么得意。傅金安看着他眼里的算计，心中冷笑，开口道：“好吧。”长影上前将一张纸条递给他。洛如雪狐疑地看了2人一眼，接过纸条一看，身子忍不住后退。明日5时末，醉仙楼天字号房间。傅金安转身上马车离开。洛如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院子的，满脑子都是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他和洛冉的生辰八字。不同的是，洛冉的八字下面写着奉命，而他的则是寡宿。洛冉此时只想把这份喜悦跟2个孩子分享，虽然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要一想到以后他们能光明正大的唤自己娘亲，他就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袁淑仪昨天看到洛冉面对2个孩子的样子时，就隐隐猜到了，只是当作不知而已。现在也算松了口气，故意道：“好了，孩子在哪也跑不了，你还是先看看自己的伤，千万别留下病根。大冬天的，留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大夫进来为他查看伤势，幸好冬日穿的厚，除了有些青紫，并无大碍。大夫看过后便出去开药方了。骆德运站在廊下没进去，抬手拦住右青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字一句给本侯学一遍。”右青巴不得侯爷问呢，竹筒倒豆子似的学了一遍，包括骆如蝶故意引得老夫人找到拐杖都没落下。骆德运听完一言不发。右青也摸不准侯爷在想什么，忙俯身进去伺候小姐。袁淑仪正帮着洛冉整理好衣裙，道：“现在好了，你也不用担心会影响我的名声，还能将2个孩子养在身边。以后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需要帮忙的你也尽管说，不要总一个人扛着。”洛冉忍着泪水点头，看着袁淑仪的眼睛试探道：“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袁淑仪笑笑，坦然地对着他的目光道：“知不知道又如何？现在你只要记得，你是皇上亲封的善宁县主，2个孩子也是皇上做主，任你做义母，养在你的膝下，别人无权智慧。”“谢谢您。”洛冉发自内心道。门外，骆德运送走了大夫，听到里面的话，便停下脚步，想了想，转身又回到宁福院。此时的老夫人心里也在有些打鼓，将屋子里的人都撵了个干净，只留下杜嬷嬷。嬷嬷，你说，好端端的皇上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而且还这么快？杜嬷嬷想了想，道：“有没有可能是侯爷？”老夫人摇头，不像。刚刚宣旨的时候，我特意看了德运，他脸上也很惊讶，显然也是刚知道的。提起圣旨，又想到了那个人，更加不解。还有啊，今儿个来宣旨的怎么会是那个煞星？当时可吓死我了，现在想想还后怕呢。杜嬷嬷道：“兴许是指挥使大人碰巧在宫里，皇上便让他过来了。”老夫人摇摇头，还是觉得不对。杜嬷嬷眼神闪了闪，劝道：“要奴婢说，老夫人你也不必想得太多，总归是好事不是？”老夫人冷哼一声：“好事，那也得分对谁。如今大房又是占着爵位，又出了个县主，老二有什么？早知道当初我就应该让红俊早点过继过去，现在就没这么多事了。”杜嬷嬷也跟着道：“可不就是吗？奴婢今早看着那个袁氏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就没把老夫人您看在眼里。”“袁氏？哪个袁氏啊？”杜嬷嬷的话还没说完，骆德运已经大步进来。老夫人立刻眼神凌厉地看向门口。骆德运挥挥手，青衫退下，他则在老夫人下手的椅子上坐下，沉声道：“母亲不用看了，是我让他们不用通报的。”然后看向杜嬷嬷，皮笑肉不笑地道：“杜嬷嬷，本侯问你话呢，怎么不回答？本侯只记得侯夫人姓袁，却不晓得府上还有哪个袁氏。”杜嬷嬷双腿打颤，连忙跪下：“侯爷恕罪，奴婢之前称呼习惯了，还没改过来，奴婢该罚。”说着抽了自己2大嘴巴。骆德运没阻止，也没叫起，
杜嬷嬷也不敢起，祈求地看了老夫人一眼。老夫人皱眉：“你若是因为早上我伐染儿的事有气就冲着我来，杜嬷嬷年纪大了，你何苦为难她？”骆德运拍拍身上的灰，淡声道：“既然母亲也觉得杜嬷嬷年纪大了，照顾不好您，那便换个人吧。”第111章，一张纸条。听到骆德运的话，老夫人心一跳：“你这是什么意思？”骆德运抬头看向他，在他的心中，母亲这个词似乎并不是很清晰。骆德运出生的时候，骆家老祖宗还在，老夫人为了讨好婆母，将刚刚出生的长子送到其身边教养。第2年便又生下了骆德文，对其溺爱有加，完全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儿子。骆家本来走的是文官，老祖宗死后，骆德运那时候也才6、7岁大。骆老爷子本事不大，忙于钻营，也忽略了这个儿子。后来骆德运自己去了军营，再后来便跟着永定侯。10来岁的孩子在军队里从伙夫一点点走到如今的位子，其中的艰难困苦无人知道。娶妻后，老夫人对沈清英也不是很满意，但也还算过得去。可自打沈氏过世，又留下个女儿，老夫人便开始变着法的往她身边塞人，对冉儿也没有对二弟家的孩子亲近。她这才一气之下，带着几个月大的冉儿远赴江南。好在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冉儿长大了，虽然亲世坎坷，但她相信只要自己活着一天，女儿就会多一重依靠。只是没想到回京后，母亲几次对冉儿出手，她念在亲情一忍再忍，却换来他们变本加厉。想起这1年来发生的事，骆德运冷了心，道：“母亲如今年纪大了，身边该有个明白事理的人。从今日起，杜嬷嬷不用在母亲身边伺候了，回头我会另派人过来。”事情说完，便要起身离开。老夫人！杜嬷嬷哭着尖叫：“老夫人，奴婢伺候您一辈子，舍不得离开您啊！”老夫人哆嗦着身体，厉声喝道：“你这是要把我当犯人囚禁起来吗？”骆德运走到门口，看了一眼青山。青山点头，上前堵住杜嬷嬷的嘴，将其拖拽出去。屋里很快安静下来。骆德运没回头，低声道：“母亲若是能想得开，你还是冠军侯府的老夫人，可以安度晚年；若是想不开，儿子也没有办法，都是您逼的。”老夫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一直躲在屏风后没敢露面的夏芳赶紧出来，扶起老夫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胸，人可算醒了过来。夏荷摸摸额头上的汗，想起刚刚那个男人害人的一面，曾经心里那点旖旎顿时消了许多。骆德运最后也没狠下心，真的不管老夫人，还是请了大夫，又派了可靠的嬷嬷过去，这是算是告一段落。这些洛然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春雨从外面进来，便看见小姐逗着2个小主子玩。才1个半月的孩子，其实还什么都不会呢，但不得不说，2个孩子长得是真好看，每次见了春雨都忍不住凑过来。今日也是，春雨凑到跟前看了一会儿，便道：“小姐，刚刚傅大人离开后，2小姐跟了出去。2个人在大门口说了几句话，长影大人还塞给2小姐一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但看起来好像一张纸。”洛冉拿着拨浪鼓的手顿了一下，眼睛不理2个孩子，道：“可听到说什么了？”春雨摇摇头，门口的小厮不敢离得太近，只听到2小姐问了一句，好像是傅大人之前答应过2小姐帮他做什么。洛冉放下手里的拨浪鼓，皱眉沉思。他一直记得那人2次跟他说过关于太子妃的事，不知道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因为过了年就要选秀了。虽然之前爹爹也说过，他跟洛如雪的名字礼部按规矩报了上去，但是多半都不会被选中。加上有上一世的记忆，自己一点都没担心。可二妹不一样，她不知道上一世的事情，许多没有心思进宫的人家都会趁着年前将婚事定下来，比如表姐。难道与这件事有关？将春雨叫到跟前，问：“玲珑院你有熟悉的小丫头吗？”春雨来府将近1年了，与上一世不一样，这一世她刻意让其保持活泼的性子。春雨也没让她失望，尤其是她不在京城这半年，春雨与府里上下差不多都熟悉了。只见春雨眼睛亮晶晶的点头：“奴婢明白怎么做了。”洛然点头：“小心些。”“是，奴婢知道。”春雨转身出去。没到午饭的时候，春雨就回来了，一脸兴奋。幼卿见状，与邱嬷嬷一人抱着1个小主子下去了。洛冉问：“可是有什么发现？”春雨摇摇头，又点点头，道：“2小姐那边奴婢没打听出什么，但是听说2小姐自打回了院子之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盯着一张纸发呆。后来跟下边的人说，明天一大早要出门，好像要去法华寺。”“法华寺？”洛冉重复了一遍，然后道：“一会儿你出去跟紫竹交代一下，让她明日乔装后远远看着就行，具体的回来再说。”春雨应下，可双眼还是亮晶晶的看着他。洛冉知道他还有话没说完，满脸写着“你快问我”的表情，遂问道：“还有什么发现吗？”春雨兴奋的点头：“小姐，您听说宁福院的事了吗？”“祖母。”洛冉不解：“祖母怎么了？”春雨便将他们走后宁福院的事说了一遍，末了解恨道：“
杜嬷嬷现在不知道去哪了，但都说被侯爷卖了。她那么大岁数，只能是那种最低等的地方。关于杜嬷嬷，洛冉一点都不觉得可怜。上辈子二婶能顺利过继洛红俊给爹爹，杜嬷嬷可是出了不少力气。洛冉垂下眼帘，道：“好了，这事说过就算了，就算别人提起，你也别跟着掺和。”春雨点头：“是，奴婢明白的。”晚上，因为圣旨的原因，他总觉得那人会再来。早早的喂过2个孩子之后，便让邱嬷嬷抱回房了，自己则坐在榻上看书。夜深，又轻轻手轻脚进来，拨了拨有些昏暗的烛火，低声道：“小姐，天不早了，该歇了。”洛然打了秀气的哈欠，美眸瞬间溢满水珠，在烛光下勾人心弦。几时了？又轻，亥时末了。洛然透过微微敞开的门缝，一眼就看见供在厅堂供案上明黄的圣旨，抿了抿唇，起身走向床榻。又轻赶忙跟上去伺候。此时没睡的不只是他，还有某人。第112章求证。陆九成看着趴在榻上的某人，今晚不知道第几次感叹：啧啧，没想到堂堂指挥使大人也会有今天。傅金安眼皮都没动一下，更是没做声。正在擦药的常云是又心疼又好笑，如果被外人知道他们大人屁股被皇上打开花，只能躺着，以后的狠辣形象岂不是毁于一旦？这么想着，就盼着大人赶紧好，手下上药的动作更加小心。陆九成则抱着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态度，坐在一旁幸灾乐祸：“快和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用一顿板子换一封圣旨的？”常颖端着药进来，听到这句话，脚下一个趔趄，差点打翻药碗。听到动静，傅金安终于缓缓睁开眼睛，扫了常颖一眼。常颖心一跳，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放下药碗，道：“大人，药熬好了，您趁热喝。”傅金安皱眉嫌弃的将药碗推到一边，极其平静的说了一句：“我只说了一句2个孩子姓陆。”我操！陆九成嗷呜一声跳起来：“你不是吧？”常颖此时壮着胆子将大人推开的药碗又往回拿了一下。傅金安瞪了他一眼，倒是没说什么。接着陆九成的话道：“不信你去打听，皇上当场就要宣你进宫，我是替你挨了板子。”陆九成大叫一声：“不好！”转身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念叨：“完了完了，黄伯父知道了，我家那个老东西不是也知道了？”只是刚走到门口，忽然反应过来不对劲，转身直直的看着主仆3人：“不对啊，就算姓陆，跟我有什么关系？”常颖、常云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谁能知道，沾了毛笔猴都惊得庆小王爷，在他们大人面前，天真的跟个孩童似的。常云已经擦完了药，轻轻放下衣摆，端着药膏出去，路过陆九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笑了一声。傅金安则端起药碗，虽然满脸嫌弃，可还是极其优雅品茶般的一点点喝掉，然后道：“放心吧，皇上宣你进宫，不是因为这事。”陆九成狐疑的看向他，明显不信。果然，就听某人又悠悠道：“我只是跟皇上说了你会武功的事。”陆九成只觉一闷棍敲在他头上，嗡嗡作响，扶额无力道：“祖宗，你还不如说那2个孩子是我的了呢。”傅金安抬眼危险的看了他一眼，陆九成这回聪明了，一转身就不见人影。第2日天刚刚亮，就见从玲珑院里出来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身影，从侯府后面的小门出去，上了早就等待在那里的马车，朝着城门方向驶去。没一会儿，一个小厮打扮身量有些瘦弱的身影骑马跟上。因为昨晚睡得晚，心里又存着事，总担心那人会突然出现，一晚上洛冉都没怎么休息好，天快亮时才睡去，再醒来已经是辰时末了。幸好一大早上宁福院的人就来各个院子传话，说临近过年，老夫人体恤大家都累了，这些日子的请安就免了。至于具体是因为心疼大家还是别的，都各自心里清楚就是了。别处不知道，反正宁香院听了倒是高兴得很。一大早，袁淑仪就命小厨房熬了牛乳，里面又放了些燕窝，熬好后亲自带人送过来。洛然有些不好意思：“母亲，本应我去给您请安，怎么还劳您跑这一趟？”袁淑仪让他趁热将牛乳燕窝羹喝了，自己则抱起小青柠，掂了掂，又亲亲道：“咱们青柠好像中了呢。”洛冉笑道：“才来2天，怎么就看出来中了？”袁淑仪不信，又掂了掂，确定是中了，道：“人家都说满月后的孩子1天1个样。”洛冉知道他还有个弟弟是其一手带大的，照顾孩子肯定比自己有经验，便笑着算是承认了。袁淑仪便接着刚刚的话又道：“咱们私下里就不要讲那些见外的了，你有2个孩子要管，我1天倒是没什么事，就当找个营生了。对了，昨天我跟你爹爹商量过了，明日找几个工匠，在你的院子里也修个小厨房，等孩子大一些，吃些东西也方便。一会儿你让人找个合适的地方。”这句话真是说到了洛冉的心坎里，他之前早就想这件事了，只是碍于那时候孩子还没在身边，不好提出。现在好了，有人替他想到了。谢谢母亲。洛冉笑着道谢，又问：“最近怎么没听您提起过郑柏呢？”
袁正博就是袁淑仪的弟弟，今年14岁，算起来也只比洛然小了1岁。所以袁淑仪每每看见洛然，就有一种又是姐姐又是母亲的感觉。提起弟弟，袁淑仪也一脸骄傲。那孩子任学，书院放了假也不可能休息。这不，前几日我回门的时候，你爹爹顺嘴说了一句，可以帮忙引荐沈公子。这不，那孩子就坐不住了，这几日恨不得长在大理寺，就是麻烦沈公子了。过些日子你去沈家，帮我带一份礼物吧。两人说话的功夫，洛冉用完了早饭，就听见外面热热闹闹。是婉姐姐他们。洛冉高兴道。话落，就见陆媛媛第一个冲进屋里，盯着袁淑仪怀里的小青柠就愣住了，半晌才来了一句：原来真有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啊！庆王风流，府里侍妾多，孩子也多，但幸好庆王风流不下流，无论多少新人，庆王妃的地位始终稳固，这也是为何能养成陆媛媛这么单纯性子的原因。岳婉和跟沈西晴都跟着进来，先是给洛冉道喜，恭喜他被封县主，然后几个人就围着2个小孩子玩闹。袁淑仪借口有事要回去，让厨房准备饭菜了，留几个人在府中用午饭。谢谢袁姐姐，谢谢袁姐姐，谢谢姑母。沈西晴有些迟疑，一时不知道怎么称呼。袁淑仪笑笑，不爱的，没人的时候你可以跟圆圆和婉和一样，叫我袁姐姐就成。沈西晴高兴地应下。这边其乐融融，洛如雪这边却如坠冰窟。一大早他便赶来法华寺，想找弘治大师求证八字之事。弘治大师只看了他手中八字一眼，便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施主请回吧。老衲为人批命，一人一生只批一次，看得再多也不如自度。明显是承认了2人的命格。洛如雪失魂落魄离开，直接去了醉仙楼。在醉仙楼坐立难安的等了半个上午，终于在中午石墨沙漏中最后一滴沙落下时，天字号房间外面走廊里传来一声声沉稳不慌不忙的脚步声。洛如雪忙迎了出去。第113章，你也配。紫竹在洛如雪进了醉仙楼后，就躲在外面的一处角落里观察，直到傅金安出现，才立马离开。他记得小姐的嘱咐，一旦遇见这人，千万不要鲁莽。回来时，洛然几人恰好用完了午饭，坐在院子里聊天。陆媛媛和沈西晴一如既往的活泼话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洛冉却注意到，岳婉和面上虽然也带着笑，可总是不自觉的走神，眼底也有化不开的忧伤。比如现在，陆媛媛叫了他2声，他都没听见。洛冉不免有些担心。陆媛媛知道内情，忍不住跟着叹了口气。洛冉看向他，只见陆媛媛牵起岳婉和的手，柔声安慰了一句：婉姐姐，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太子哥哥其实挺好的。一听太子，洛冉大概猜测到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岳婉和苦涩的摇摇头，陆媛媛也无力的垂下头，撅着嘴道：婉姐姐，你担心也没用啊，我父王说这事基本上是定了的。沈西晴也跟着安静下来，道：如果这个时候皇后能改变主意就好了。只见岳婉和苦笑一下，反过来安慰他们：嫁谁都一样，我只是遗憾，以后见你们不能这么想来便来了。陆媛媛见洛冉还是一脸不敢置信，遂解释道：皇后娘娘喜欢婉姐姐，想让婉姐姐做太子妃，特意跟皇上求了赐婚圣旨，想必这几日就该到了。几个人都心知肚明，什么皇后喜欢岳婉和，无非就是看上岳家手上的兵权了。再加上岳家与沈家定了亲，只要太子娶了岳婉和，等于与岳家、沈家，更甚至是洛家都有了关系。而且听闻最近皇上对三皇子越来越喜爱，隐隐超过太子，想必皇后这也是着急了吧？竟然等不到过了年选秀，提前定下太子妃。洛冉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许是他的重生提醒沈家躲过了太子妃，却把岳家拉了进去。他有些自责，拉着岳婉和的手不说话。岳婉和笑笑，反握住他的手道：你看你们这不是挺高兴的事吗？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真的，我除了因为不能总见到你们，真的没什么。相反，却很高兴。父亲去得早，留下祖父祖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家中如今只剩几个哥哥苦苦撑着。身为岳家一员，总该为家人做些什么。是啊，身为世家女子，从一出生就锦衣玉食，奴仆成群，享受家族带来富贵的同时，也要为家族荣耀贡献一份力量。嫁人就是最好的回报方式。哪怕是沈西晴嫁给岳伯瑶，看似是两情相悦，可又何尝不是几番权衡利弊下做出的决定。洛冉忽然想到，前世自己去世的时候，也只是听说太子被废，并没有丢了性命。如果这一世他能像提醒沈家一样提醒婉姐姐，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这么一想，洛冉顿时轻松了许多，拉着岳婉和的手道：婉姐姐也不必太担心，到时候你想我们了，我们总会有办法见面的。陆媛媛跟着点头，就是，以后我再去皇祖母那里，肯定也会去看你的。经过大家安慰，岳婉和的情绪总算好一些，但他内心真实感情是什么，却无人可知。洛冉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也无能为力。他知道岳婉和喜欢表哥，
可是自古以来就没有换亲一说，自岳伯瑶和沈西晴的婚事一定，注定岳婉和的心思只能藏在心底。右亲安排好了客房，招呼几位小姐去歇晌，正好紫竹这个时候也回来了。岳婉和看出他们主仆有话说，便带着陆媛媛和沈西晴去歇着了。洛冉看了一眼紫竹，转身进屋，紫竹跟了进去。右亲和春雨守在门口，可发现什么了？洛冉开口问道。紫竹将自己看到的都说了，最后道：奴婢只看见指挥使大人进了醉仙楼，具体是不是去见二小姐，奴婢记得小姐的叮嘱，没敢跟进去。洛冉点点头，你做得很好。好了，你也回去歇会吧，有事我让春雨叫你。紫竹走后，洛冉坐在那想了一会儿，觉得洛如雪肯定是跟傅金安见面了，至于两个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一时还猜不出来。洛如雪也一样，他看着坐在上手的男人，也猜不出他到底想干什么。最后实在没忍住，率先开口问：傅大人想怎么帮我？某处还有些疼。傅金安忍不住皱了皱眉，落在洛如雪眼里就是这位指挥使大人不高兴了，心中更加恐惧。幸好傅金安也没做什么，只淡淡开口：我说过，你若想嫁进傅家，我可以帮你。怎么帮？洛如雪有些迫不及待。傅金安笑了笑，没急着回答，反问：你知道傅家为何非娶洛冉不可吗？洛如雪想了想，迟疑道：可因为他是奉命。说的有些不甘心。傅金安却没心情管他心里想什么，点点头：对。至于为什么，这个你不用问，或者等你嫁进傅家，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洛如雪不解：可是你不是说傅家因为奉命才娶得我大姐吗？那如何能让他们改变主意？傅金安看向他：为什么是傅家改变主意，而不是你呢？我……洛如雪一时没想通，只听傅金安继续道：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奉命，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洛如雪心一震，不得不说，昨天他刚刚知道两人命格的时候，有一瞬间也这么想过，可很快被自己否决了，因为他不确定别人会不会知道洛冉奉命的事。傅金安似乎知道他心中所想，又道：至于旁人，你放心，我会帮你。在你嫁入傅家之前，所有人都会以为你才是天生奉命。洛如雪想了想，忽然道：你就不怕我反悔？如果我改变主意嫁给太子呢？太子……呵呵呵呵呵，好像听到天大的笑话。傅金安笑个不停，最后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道：一个失贞的女人，你也配？洛如雪脸白如纸。第114章，报来给朕瞧瞧。洛如雪忍住难堪，仰起头看向傅金安，又问：条件呢？傅大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帮我吧？条件？某处的伤还没好，越来越疼。傅金安渐渐失了耐心，只说了一句：我不想洛冉嫁给傅世恒，然后便起身离开。洛如雪回到府中的时候，岳婉和几人正好准备离开，在大门口遇上了。陆媛媛看着失魂落魄的洛如雪，忍不住出声讽刺：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洛二小姐啊，最近怎么没见你跟在傅明珠身后转悠呢？怎么换主人了？每次傅明珠跟自己吵架，这个洛如雪总是在旁边煽风点火，后来知道冉姐姐之所以退亲，也是因为她看她更加不顺眼，每次遇到都会讽刺几句。今天洛如雪心里存着事，面对陆媛媛的讽刺，竟破天荒的没有还口，反而规矩的行了个礼，民女给郡主请安。抬眼又看了一眼洛冉，眼神复杂，虽然没按县主的礼仪，但也换了一句大姐，然后便转身进府。陆媛媛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指着他的背影道：他是不是中邪了？难不成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夸张的朝天上看看。岳婉和朝洛冉笑笑，拉着陆媛媛上了马车，相互告辞。这一晚，洛冉又等到深夜，那人还是没来，如此几日，便也慢慢失了警惕，或者说索性不在意了。转眼间到了腊月20，一大早收拾妥当，洛冉便让邱嬷嬷把两个孩子抱到榻上。屋里的地笼烧得旺，两个孩子都没包襁褓，只穿了一身薄薄的大红小褂子，上面绣着百福图，姐弟俩相互对着啃自己白白胖胖的小手。孩子满月的时候，洛冉不在身边，总觉得亏欠了两个孩子什么。这不正好今日是满2个月，又是腊月20。在江南的时候，有腊月20缝绣鞋的风俗，他便想着给姐弟俩一人缝一双在屋子里穿的软底小袜子，就当补送的生辰礼了。袁淑仪听说，也过来跟着一起缝，一边缝一边闲聊。洛冉缝到一半，看着袁淑仪问道：母亲打算什么时候接过府中钟馗？袁淑仪笑笑：我在娘家管了14年，现在巴不得休息一阵呢。又怕洛冉不信，特意压低了声音道：更何况府中什么样你还能不清楚？你把你爹爹的私产都给我管着了，就你爹那点子交到宫中的俸禄，能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就不错了，这还得精打细算呢。现在这样多好，没事我帮你哄哄孩子，咱们说说话，多轻松自在。没错，袁淑仪嫁进来第2日，洛冉便把父亲的私产都交给了袁淑仪，自己只留下母亲那些嫁妆。洛冉捂着嘴笑，
看不出来母亲这么聪明呢，以后可得教教我。那你以后可得好好学着了。袁淑仪故意露出一副傲娇的样子，两人瞬间笑倒在一起，一点都不像母女，倒像是闺中好友。而此时的骆德运却一点都笑不出来。本以为再上2日朝，到了小年，朝廷封笔，他就可以回家含饴弄孙了。谁能想到早朝的时候却被皇上单独留下了。只听皇上对着满朝文武道：“骆爱卿，一会儿随朕来御书房，朕有事与你说。”臣遵旨。骆德运跟在皇上身后，脑子里将江南和军营之事过了一遍，以防一会儿皇上问起。谁知到了御书房，却发现里面还有一人，原来是这2日上朝都没看见的指挥使大人。傅金安原本背对着门站着，听到动静转过身行礼：“皇上。”皇上态度敷衍地应了一声，从他眼前走过去。傅金安又对骆德运唤了一声：“侯爷。”骆德运忙拱手回礼。指挥使是从2品，骆德运任江南总兵的时候是2品，按理说比傅金安高了一级。但皇上虽然暂时没收回他总兵的职务，可如果他一直在京城，新总兵上任也就是年后的事。更何况别说是他，就是正一品的大臣见了这位皇上跟前的宠臣，也要礼让3分的。可今日这傅金安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因为想事慢了一拍，直到骆德运直起身，他才收起行礼的手。龙椅上的皇上深深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傅金安假装没听见。骆德运不知道这对君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打起精神准备应对，就听皇上慢悠悠开口，好像聊家常般问道：“骆爱卿，那2个将士遗孤现在可好啊？”特意咬中了遗孤2个字，又不经意似的扫了一眼他身边之人。骆德运浓密的眉毛微不可察的跳了一下，简单回道：“回皇上的话，尚好。”皇上点点头，似乎也没有过分关注，又问了最近军营的情况。骆德运一一回答。忽然皇上话锋一转，问道：“对了，朕还没问那2个孩子叫什么呢？听闻是双胎，谁先出生的？”若是此时骆德运还不知道皇上什么意思，那他这半辈子也白活了。眼神犀利地看向身旁，傅金安嘴角抽抽，有点心虚的没看他。骆德运忽然嘴角一勾，朗声回道：“回皇上的话，姐姐叫骆清明，弟弟叫骆景行。”学着刚刚皇上的样子，特意加重骆字。皇上似乎压根就没在意姓氏，反而挑眉道：“哦，原来是姐姐和弟弟啊，朕还以为是哥哥和妹妹呢。”意味深长地看了某人一眼。傅金安眉头微皱，似乎有些不高兴，道：“臣以为还是哥哥照顾妹妹比较好。”骆德运似笑非笑地回道：“傅大人若是喜欢，倒是可以澄清自己生几个哥哥妹妹都无所谓，也就不用对别人家的孩子妄加评论了。”傅金安一噎，看着他吃瘪，皇上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这个年轻人啊，手腕魄力什么都出色，唯独就是太过傲气。这回终于出现克星了，皇上竟开始有些好奇那个女子了。于是道：“这样吧，明日骆爱卿将2个孩子抱来给朕瞧瞧。虽说圣旨是朕下的，可朕还没见过这位传说中的单宁县主呢。”第115章进宫谢恩。进宫？皇上要见孩子？袁淑仪在骆德运面前很少有这么失礼的时候，可听到他刚刚的话，还是忍不住惊讶出声。骆德运从宫里回来，直接就来了宁香院，正好袁淑仪也在。骆德运无奈地道：“按照规矩，冉冉被封县主后是要进宫谢恩的，但是当时皇上没提，我便也当没有这回事。谁知道今日……”话说到一半，想起当时同在御书房的某人，骆德运的脸冷了下去。袁淑仪见状，便知道父女俩有话要说，起身道：“明日进宫的话，还有很多事情提前准备着，我现在就回去安排。”骆德运点点头，说了句：“辛苦你了。”袁淑仪脸一红，见骆冉没往这边看，便小声道：“都是一家人，何必说这个？”袁淑仪走后，骆冉才缓过神，抬起头看着父亲，问：“爹爹可是还有话要说？”骆德运在他对面的榻边坐下，低头想了想，对上他的眼睛，他忽然问道：“冉冉，你跟爹爹说实话，清明和景行的父亲是不是？实在有些难以开口。”骆冉早就知道父亲应该猜出来了，低低的垂下头点了点，然后将年初元宵节那晚的事情说了，只是许多细节自动略过。说完，只见骆德运脸色铁青，双颊也因为紧绷而有些凹陷。看着这样的父亲，骆冉心里难受极了，苦笑了一声，安慰道：“爹爹，您不要伤心，您看现在这不也过来了吗？有了皇上的圣旨，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养大2个孩子，等母亲熟悉了府中，再给我生个小弟弟，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骆德运看了女儿半天，痛苦的闭上眼睛，傻孩子，他没说那人岂是随随便便就放手的主？不过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他只能尽力保护好他们母子3人。早在骆德运这么问的时候，骆冉就猜到与那人有关，待父亲情绪平复一些，才问道：“今日皇上提起要见我，可是因为他？”骆德运点点头：“这县主怎么来的，你我都清楚。
如果你不想跟他，爹爹，洛然打断他的话，坚定道：爹爹，这辈子我都不会嫁入富家，绝不。骆德运心漏跳了半拍，没想到女儿态度这么坚持，到嘴边劝说的话也就咽了下去，同时在心里也骂自己，真是老糊涂了，竟然还想让他的娇娇嫁给那种人，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第二日，洛冉特意早起，想将两个孩子喂得饱饱的，怕万一在宫里哭起来惹皇上不高兴。可是还没等喂呢，一早过来的袁淑仪忙制止。洛冉不解，袁淑仪让丫鬟拿出一个羊皮袖套，里面装着2个小巧的牛皮水袋，拉着洛冉回内室。洛冉看着水袋问：这是做什么的？袁淑仪脸红了红，道：孩子早上别喂得太多，拉了尿了不好，你少喂点，然后将奶水挤出来放袋里，再用这个袖套捂上，里面放上手炉，万一孩子饿了闹，就给他们吃一点。这也是昨晚他回去跟嬷嬷两人一起想出来的法子。宫里不比外面，孩子太小，没法控制他们哭闹，在那地方喂奶又不太方便。洛然感激地握住他的手，还是您想的周到。袁淑仪摇摇头，催促道：好了，你快去吧，我去外面看看孩子。洛冉接过牛皮水袋，转身去了屏风后面。没一会儿的功夫，洛冉就拿着2个沉甸甸的牛皮水袋出来，让邱嬷嬷收好。袁淑仪看了一眼他红透的脸，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切准备好，洛冉便带着右亲邱嬷嬷还有另外一个乳母出去。刚走到二门处，就看见陆媛媛风风火火过来，拍着胸脯一边顺气一边道：还好没晚，可算赶上了。洛冉看着他道：怎么了？你找我有事？陆媛媛摇头，看向他身后被邱嬷嬷他们抱着的襁褓，道：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进宫害怕吗？特意来陪你的。怎么样，小家伙们还好吗？不得不说，洛冉一听陆媛媛陪他，慌了一晚上的心终于安定许多，点头答道：都好，谢谢媛媛。陆媛媛不在意的摆摆手：谢什么呀，要不我也该进宫看望皇祖母了，不然又得揪着我耳朵骂我没良心。他没说的是，昨天晚上某人可是亲自去庆王府找他，命令他跟着。没错，是命令。他不敢不听。一行人上了马车，往皇宫去。宁福院，老夫人坐在正堂，抻着脖子看外面安安静静的院子，问身边的人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没过来？新来的嬷嬷姓钱，杜嬷嬷被骆德运处理后，他便接了杜嬷嬷的活，只是老夫人很少跟他说话，他也只是默默做事。这回听到老夫人念叨，才回了一句：老夫人问的是谁？老夫人不悦地看了他一眼，坐正了身子，脸生道：还能是谁？然而今日进宫谢恩，他年纪小，经的事少，我不嘱咐几句怎么能放心？哦。钱嬷嬷应了一句，平淡地道：县主已经出门了，老夫人您放心，有安贞郡主陪着，不会有事的。什么？走了？老夫人惊讶出声，她以为平日这些人不来给自己请安就算了，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人来问过她，一口气上不来，差点又晕过去，幸亏夏芳及时进来安慰了几句，这才好一些，扶着她回去休息。出来后，夏芳有些不赞同地看着钱嬷嬷，道：嬷嬷，老夫人年纪大了，有什么事你慢着点说。钱嬷嬷垂着眼帘回道：夏芳姑娘，老奴这辈子本分惯了，不会那些糊弄人的招数，你若是看不过，尽管跟侯爷说，换了我就是。说完也不管夏芳气红的脸，转身继续干自己的活。洛冉这边也很快到了宫门，只是一下马车，就看见2个高大的身影朝这边走来，他不自觉看向陆媛媛。陆媛媛忙举起双手发誓：我发誓，我真不知道金安哥哥也会来，我只听我大哥说一起进宫看望皇祖母。洛冉抿了抿唇，也知道这是怨不得他，拉下陆媛媛的手，道：好了，咱们赶紧进宫吧。然后拉着陆媛媛从某人眼前过去，头也没抬一下。哦。陆媛媛应了一声，被拉着往前走，回头同情地看了2人一眼，做了个鬼脸，故意大声招呼邱嬷嬷：嬷嬷，你们快点跟上。哎，来了。邱嬷嬷忙抱着孩子跟上。第116章，皇上驾到。陆九臣幸灾乐祸地拍拍某人肩膀，道：别着急，一会儿你就看见了。他还以为眼前这人多厉害呢，乍一听到这人连自己孩子还没见过的时候，险些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傅金安连眼神都没赏给他，迈着悠闲的步子，不紧不慢跟在后面，只是视线会时不时地落在2个襁褓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盯着前面窈窕的背影，眸子深邃。洛冉知道后面有人跟着，加上第一次进宫紧张，步子不自觉加快，陆媛媛跟着都有些吃力，回头看了一眼，小声道：冉姐姐你慢点，金安哥哥会武，你快不过他的。一句话瞬间让洛冉清醒，不只是现在，以后亦是。他是皇上身边宠臣，锦衣卫权力之大无法想象，而她只是个弱女子，就算现在有个县主的头衔，还是那人看在孩子的面上施舍给他的。对于他，自己真的能抗争得过吗？这个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就被洛冉清掉了。无论如何，他也要守住2个孩子。
这么想着，脚下的步子反而不急了，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陆九晨快走几步，跟在邱嬷嬷身边，看了一眼她怀里的孩子，笑着问：“这个是姐姐还是弟弟？”邱嬷嬷先是看了一眼洛冉的背影，见小姐并没有阻止，才微微弯了一下腰，低头回道：“回小王爷的话，是小公子。”哦。陆九晨有些遗憾地应了一句，刚要转身走到与邱嬷嬷另一边的嬷嬷跟前，却见某人长腿一伸，快踏一步走到乳嬷嬷左手边，双手附在身后，若有似无地瞥向襁褓，只是襁褓包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见。乳嬷嬷抱着小青宁，险些都不会走路了，右手边是邱嬷嬷，右手边是鼎鼎大名指挥使大人。她特意慢了一下，落后半步，打起12分的精神，就怕一不小心坏了规矩。刚2个月的小婴孩还什么都不懂，被嬷嬷抱上马车后就睡了过去。这会儿刚刚醒，他们不懂什么皇宫规矩，不舒服了就哭，尤其是青宁，脾气大，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猫儿似的哼哼唧唧。乳嬷嬷赶忙轻轻拍了拍，小婴儿总算安静下来。傅金安指尖动了动，强忍下心中悸动。洛冉看着巍峨的宫殿，小声问陆媛媛：“怎么来慈宁宫了？”不等陆媛媛回答，就听身后的人接道：“皇上在接见大臣，没时间。”洛冉抿了抿唇，没再说话。当今太后是皇上和庆王的亲生母亲，今年50有7，比洛老夫人和沈老夫人都要年长几岁，但是因为保养得宜，看起来也就刚到50的样子，满头乌发，皮肤很白，慈眉善目。当然，这只是看起来而已。一个能在后宫中从一个小小贵人一路做到太后，而他仅有的2个儿子，不但在激烈的夺嫡中都活了下来，还一个登上了龙椅，一个被封为亲王，可见心性手段都非比寻常。臣女参见太后娘娘，祝太后娘娘庆衍万代，平安康泰。洛冉跪下行礼，2个嬷嬷也抱着孩子跟着跪下，接着便是陆九晨兄妹和傅金安也都跟着行礼。还不等太后说话，陆媛媛匆匆行了个不伦不类的礼，就上前挽着她的胳膊撒娇：“皇祖母，冬天冷，您快叫冉姐姐起来吧。”太后哭笑不得，顺着她道：“善您献主平身吧。”年纪大了，太后对小辈更加纵容，尤其是陆九晨兄妹，伸手点了点陆媛媛的头，嗔道：“你呀，还是这么毛躁。皇祖母年纪大了，反应也慢，这么多好看的人，皇祖母可不得好好看看。”陆媛媛笑嘻嘻道：“媛媛就知道，皇祖母肯定是看冉姐姐好看，这不怕您光顾着看冉姐姐，就没工夫看我了吗？”太后被陆媛媛哄得开怀，又看了几眼洛冉，见小姑娘年纪轻轻，模样绝色，可眼神清澈，规矩又好，站在那里不卑不亢，心里不自觉便喜欢了几分。又见她身后还跟着2个嬷嬷，忙招手，那2个可是？迟疑了一下才道：“可是皇上说的，你认养的孩子们。”洛冉侧开半个身体，邱嬷嬷2人上前又行了礼。洛冉道：“回太后娘娘的话，正是。哎呦呦，快抱上来给哀家瞧瞧。”邱嬷嬷得到洛冉的许可，抱着孩子上前。被包裹严实一路的2个孩子终于见了光，眼睛不自觉闭了闭，然后就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看不看得懂，总之认真的小模样简直叫人喜欢到心坎里。真好，长得可真好。太后不错眼珠的左看看右看看，一脸慈爱。傅金安也是第一次看见孩子，一向金贵的他也忍不住探过身子去看。陆九晨兄妹俩更是一边一个在太后身旁。皇祖母，这是姐姐青宁，这是弟弟景行。陆媛媛介绍道。太后笑得合不拢嘴，点头：“姐姐的鼻子小巧一些，弟弟的却有些伶俐。”陆九晨也跟着点头，又抬头看了某人一眼，只见某人虽然薄唇紧抿，可上扬的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洛冉站在下面，看着上面祖孙3人围着2个孩子异常欢喜的模样，暗暗皱眉。圆圆喜欢2个孩子，她是知道的，每次来府，圆圆都会围着2个孩子转。陆九晨看着也算正常，只是这太后是不是有些过于热情了？更甚至，太后竟然还将护甲卸掉，将景行抱在怀中。洛冉忍不住出声，只是还没等声音发出来，手却突然被一只干燥的大手按住。幸好2人衣袖宽大，大家的注意又都在太后身上，并没有人发现。洛冉侧头看向他，傅金安的视线看着前方，头却微微侧过来，小声道：“莫怕。”说着，大手还微微用力捏了捏他柔弱无骨的小手，一时舍不得松开。怕被别人发现，洛冉用力地抽回自己的手，只是这人看似没用力，那只手却像铁钳似的，怎么也挣脱不开。正当他有些懊恼的时候，殿外忽然响起内侍传唱：“皇上驾到。”第117章划清界限。臣女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手一得到解放，洛冉忙向旁边侧开2步，与傅金安等一行礼问安。都平身吧。皇上的声音有些低沉，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洛冉总感觉皇上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声音里似乎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喜。皇伯父，给皇伯父请安。
见到皇上来，一向活泼的陆渊源也安静了许多，忙从太后身边下来，站在洛冉身边。趁着起身的机会，洛冉偷偷看了一眼皇上。皇上今年刚好40旬，身量比父亲稍稍瘦弱一些，不如父亲强壮。待看见他那张坚毅的侧脸时，浑身一震，不自觉看向身旁之人。恰好傅金安也转过头来看他，似是在询问怎么了。洛冉移开视线，又看向上面，只见刚刚还一脸严肃的皇上见了2个孩子之后，虽然没有太后表现的那么喜欢，但也看了好几眼，甚至还捏了捏青宁和景行的小手。不错，2个孩子养得很好。也不知道是在夸洛冉还是乳母。洛冉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太后和皇上都知道这2个孩子都是他生的似的。你就是洛冉？皇上逗了2个孩子一会儿，语气有些威严。洛冉忙上前，微微屈身，是臣女在。没听到皇上没叫起，洛冉也没敢动，维持着行礼的姿势。皇上盯着他看了好几息，又瞥向一旁，问：伤势好了？洛冉低着头，不知道皇上这句话是不是跟自己说的，正思虑间，便见那人也上前一步，与他并排而立，弯腰道：多谢皇上关心，臣无碍。皇上冷笑了一声：你想多了，朕不是关心你，朕是怕你耽误差事。傅金安，皇上请放心，臣会竭尽所能保护京畿安全。又说了几句话，皇上称还有折子未批，便离开了。离开时带走了傅金安。2人一走，洛冉顿时轻松了许多。太后又抱着2个孩子稀罕一会儿，赏了许多东西下来，知道2个孩子小，在宫里不方便，便让洛冉早早回去了。一出宫，陆媛媛刚要跟过去，就被人拎住了后衣领。陆九臣笑眯眯道：媛媛，出来疯一圈，该回去了。陆媛媛眼珠子一转，看看旁边，笑着朝洛冉挥手：冉姐姐再见，过2日我下帖子给你。紧张了一早上，洛冉也有些疲惫，恰好此时青宁姐弟俩或许饿了，开始有些哭闹，便匆匆与大家告别，上了马车。邱嬷嬷和乳母刚忙将小被子掀开，摸摸还热乎乎牛皮水袋，刚要放到小婴儿嘴边，车帘又被人从外面掀开，一股冷风进来。2人忙扭过身子朝里。傅金安进来一愣，接着便自然地坐在洛冉身旁，看着邱嬷嬷手中的水袋，问：这是什么？又轻看了一眼洛冉，这是在宫门口，洛冉也没法跟这人计较，遂道：回府。又轻点点头，回身压紧车帘，与车夫坐在外面的车辕上。马车内，邱嬷嬷见傅金安还盯着他手中的水袋，动作便慢了些。小景行有些不高兴，哭声又大了些。嬷嬷，赶紧喂喂景行吧。洛冉本就心疼折腾了一圈的孩子，见嬷嬷还迟疑，催促道。邱嬷嬷这才缓过神，将水袋放到小景行的嘴边，因为孩子小不会喝，又担心被呛到，邱嬷嬷只能一点一点往他嘴里送。那边小青宁也尝到了乳汁的味道，吧嗒吧嗒小嘴，吃得正欢。傅金安感觉到很新奇，直勾勾地盯着看。被盯着，2个嬷嬷的手都有些抖，以至于虽然也喂进去了，但还是洒出许多。毕竟这些乳汁都是从自己身上挤出来的。洛冉见身旁这人一门盯着看，脸颊有些烫，为了转移话题，问道：皇上今日想见孩子，是你的主意吗？闻声，傅金安的视线终于从2个孩子身上挪开，2个嬷嬷终于松口气，专心致志喂孩子。傅金安低头看了一眼洛冉因为害羞有些粉嫩的耳朵，反问：你以为我多厉害，还能左右皇上的想法？洛冉眉头轻皱。傅金安见状，抬手想去揉他的脑袋，只是手刚要落下的时候，发现一向不爱打扮的他今日满头珠翠，倒是华丽端庄，可看起来总是少了几分清静，微微有些不悦，以后少带这些东西，也不怕脖子被压断了。洛冉简直要被这人气死，干脆闭上眼当这个人不存在。他现在脑子也确实有点乱，按理说自己走到如今这一步，除了2审的算计之外，这人又何尝没有责任？可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又怨不得旁人，怨就只能怨这人不放手，更怨自己无能。这么想着，他忽然睁开眼，认真的看着傅金安道：我知道我这个县主是怎么来的，我心中感激，所以以后你真的想看孩子了，我会想办法让你们见面，但是以后能不能请你离我远一点？邱嬷嬷一震，她一直都知道当初小姐在庄子上的话不过是敷衍之词，也猜过这2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可如今真知道了，不免在心里对小姐更加心疼几分。听到这句话，傅金安心里有些堵，冷着脸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洛冉想起刚刚皇上的不喜，虽然很淡，但女人的感觉一向敏锐，对着他的眼睛道：指挥使大人深受皇上宠爱，前途无量。我只是一介女子，无德无能，不敢劳烦大人，所以以后能不能求大人不要管我的事？呵。傅金安冷笑一声：你觉得可能吗？洛冉死死攥着拳，问：那怎么样大人才能放手？条件你说。傅金安双眼危险的眯起，死死盯着他。洛冉在心里拼命告诉自己不要怕，与之对视。几息过后，只见傅金安忽地笑了，捏着他的下颌微微抬起：怎么，原来怕我怕得要死，
现在能名正言顺地将孩子养在身边，不怕了。不得不说，这个人心思太过缜密，什么都躲不过他的眼睛。洛然索性也不隐瞒，对，我现在是皇上亲封的县主，是将士遗孤名正言顺的义母。如果傅大人这时要抢走孩子，必定会遭到世人唾弃。遗孤，傅金安轻轻重复了这2个字，难道自己在他心中就是一个死人？想想自己为了给他们母子求这道圣旨，生生挨了皇上30大板，而眼前这个小女人可倒好，都说卸磨杀驴，她这还没走呢，就迫不及待地跟自己划清界限了。傅金安的眼神越来越危险。第118章定亲。眼看着车厢内气氛越来越凝固，就连赶车的福伯都感觉到后背一阵阵凉意。终于，常颖离老远看见常云打马而来，轻轻松了口气，朝马车内轻声道：“大人，常云回来了。”马车内没有动静。此时常云已经来到跟前，勒紧缰绳，枣红色的骏马发出一声嘶吼，稳稳停住。大人呢？常云看着马车旁的常颖，出声问道。常颖看了一眼马车，没说话。常云只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打马上前，声音严肃：“大人，边关有重要情报。”声音传进马车，洛冉不自觉地松了口气。只听头顶一声轻笑：“我还以为你多大的胆子，看来也不过如此。”洛冉别过脸，不说话。傅金安又看向2个嬷嬷怀中的襁褓，冰冷着声音道：“好好照顾小姐和公子，照顾好了有赏，照顾不好，怎么样？”他没说，邱嬷嬷2人却吓得浑身颤抖。洛冉眼神闪了闪，没说话。只要对孩子好，他不会出声阻拦。傅金安离开后，邱嬷嬷2人也明显放松了许多。洛冉却看着2人道：“我虽没有傅大人通天的本领，但是如果被我知道你们对小姐和小公子不上心，我也不会轻饶你们的。”邱嬷嬷2人忙不迭声的保证。洛冉见敲打差不多了，又道：“好了，今日进宫你们也累了，回去每人赏10两银子，有赏有罚，底下的人才会忠心。”马车到了侯府，不等下马车，春雨就带着人迎了出来。小姐，春雨看了一圈，见大家脸色都还好，这才放心。洛冉一眼就看见停在门旁的马车，上面带着晋国公府的标志。府中来客人了。一边往里走，洛冉一边问。春雨点点头，扶着他的胳膊低声道：“晋国公夫人来了。”他又来做什么？洛冉有些奇怪，自打上次洛如雪及笄礼上的事，洛父2家已经快1年没什么往来了。春雨道：“来提亲的。”洛冉脚步顿了一下，紧接着恢复如常，走出几步才问了一句：“可是二妹妹？”春雨点头：“是，带了好多礼物，说是为之前的事赔礼道歉，还有为世子和2小姐的婚事，现在还在老夫人院子里呢。大夫人、2夫人他们都在。”洛冉微微皱眉，不明白那件事情都过去大半年，傅家也没有任何动作，现在为何突然又同意了这门亲事？忽然想起几日前洛如雪去法华寺，后来又见了傅金安的事，也不知道与这事有没有关系。这么想着，很快就要到宁香院了，却被人拦住。“二妹妹，有事吗？”洛冉看着面前的洛如雪，表情淡淡的，看不出来高兴还是不高兴。洛如雪看了一眼他身后，2个嬷嬷抱着2个孩子，后面还有一大群下人，每人怀里都抱着大摞的礼物，不用想，也是宫里赏的。再想想自己的婚事，还有因为换了2人的八字，才有了如今的结果。越想越不甘心，眼中不自觉地带了嫉恨。怎么，大姐姐做了县主，难道妹妹想与大姐姐说说话都不行了吗？洛如雪言语带刺，担心在外面太久孩子着凉，洛冉回头让右亲和邱嬷嬷先把孩子带回去，身边只留春雨和紫竹2人。好了，二妹妹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洛冉道。洛如雪忽然笑了，娇羞地垂下眼帘。大姐姐刚回来，可能不知道，晋国公夫人亲自来为世子爷提亲了呢。洛冉假装意外，哦，那可是要恭喜二妹妹了，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洛如雪抬眼看他，似乎想从他的眼底看见羡慕或者其他，可惜一双美眸里除了自己的倒影，什么也没有。大姐姐难道不生气吗？洛如雪还是有些不死心。虽说之前与世子定亲的是大姐姐，可是世子爷不喜欢你。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还望大姐姐不要生我跟世恒哥哥的气才好。洛冉气笑了，二妹妹这话是从何说起呢？自退亲之后，我便与傅家没有任何关系，傅世恒娶谁不娶谁，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忽然，洛如雪看见不远处的大树后面露出一角男人衣摆，眼神闪了闪，故意大声道：“大姐姐此话当真？你发誓，此生都不会与傅家有关系？”远离傅家是洛冉重生后最坚定的事，所以并不在乎发誓与否，只是想起上一世，不想随了他的愿而已。于是道：“我为什么要跟二妹妹发誓呢？”洛如雪本来是想逼洛冉发誓，好让某人死心。自打上次西山，他发现傅世恒落在洛冉身上的视线，就让他有了危机感。此时听到洛冉这么说，有些惊讶：“大姐姐这是何意？
难道你想反悔不成？否认的话到嘴边，洛冉忽然改变主意，顺着他的话道：说不准哦。说完这几个字，留下愣在原地的洛如雪，转身回了宁香院。大树后的傅世恒也听到了洛冉刚刚的话，激动不已。世恒哥哥！洛如雪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跟前，看着他变幻莫测的脸，心一慌，道：刚刚大姐姐说的都是气话，她故意气我的。傅世恒失魂落魄的应了一声。今天他知道他进宫了，本不想来，还是父亲和母亲坚持让他来道个歉。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定下这门亲事。宫里的柳贵妃知道洛家2位姑娘命格弄魂之后，对晋国公夫人大发脾气。原来洛如雪才是奉命，年后的选秀又迫在眉睫。而且前些日子柳贵妃买通建章宫的宫人，亲耳听到洛家的2个姑娘都在选秀名单之内，更加着急。幸好皇后后来选中岳婉和做太子妃，但是柳贵妃仍然没法安心。太子妃位置没了，还有太子侧妃、良娣，总之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奉命的女子进东宫，只可能三皇子还没到说亲的年龄，否则也不用绕这么大一圈。傅世恒这才不情愿的来了。到了冠军侯府，明知道他不在，他还是不由自主的走到这边，奢望能见到他一面。幸好老天爷似乎听到他的心声，终于又让他见到了那个在梦里才能看见的女子。第119章岳丈。世恒哥哥，之前的事我们都忘掉，以后我们都好好的，好不好？世恒哥哥，我们定亲你高兴吗？世恒哥哥。耳边都是洛如雪的声音，可傅世恒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都是刚刚洛冉那句话。他什么意思啊？退亲后悔了吗？他是不是也是喜欢自己的，只是撞见他与洛如雪的事，女孩脸皮薄，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傅世恒越想越激动，转过身就往宁福院走。看着他紧绷的面颊，洛如雪心一跳，顾不得礼仪姿态，忙追上去，厉声道：傅世恒，你给我站住！傅世恒不自觉停住脚步，回头看他，眼神里还有一丝茫然。你想干什么去？难道你想反悔不成？因为激动，洛如雪的声音都有些变了调。傅世恒瞬间清醒过来，眉头皱得死死的。洛如雪见状，忙缓了语气，上前轻轻扯着他的衣袖，柔声哄道：世恒哥哥，你跟大姐姐是没有可能的。她现在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就算她同意嫁给你，可是晋国公他会同意吗？不得不说，最后一句话才是傅世恒最忌惮的，可他还是有些不死心，道：或许我会劝说父亲同意的。洛如雪心猛地刺痛，他没想到傅世恒真的抱了这个想法，暂时咽下对洛冉的嫉恨，语重心长道：世恒哥哥，你别傻了，大姐姐她已经不是从前的她了。为什么？傅世恒不自觉问道。洛如雪眼神闪了一下，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踮起脚尖悄声道：那2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将士遗孤，而是大姐姐不知道与哪个男人偷生的野种。果然，傅世恒一听，身体晃了一下，震惊地看着他：怎么会？洛如雪心中冷笑：大姐姐，既然你挡了我的路，就别怪我。脸上一副痛心不已，道：别说世恒哥哥不信，一开始我也是不信的。可是那2个孩子现在活生生在府里，你可能没看见，那2个孩子简直跟大姐姐一模一样。还有，洛如雪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傅世恒终于相信洛冉与别的男人苟且，还生下了孩子。双拳紧握，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伤风败俗。他怎么会如此不知自爱？洛如雪脸僵了一下，跟着附和：大姐姐自甘堕落，世恒哥哥不值当为她生气。洛冉不知道2人在背后骂自己，回到宁香院之后，想的都是傅世恒与洛如雪的亲事。右亲看着小姐一言不发的样子，还以为她想到了自己的亲事，于是出声安慰：小姐，您不要听二小姐胡说，您现在是县主，她肯定是嫉妒您，故意那么说让您生气的。洛冉笑了下，没解释。她倒不是羡慕嫉妒洛如雪，而是想起上一世，她不想让洛如雪那么如愿的成为晋国公府的世子妃，2年之后再成为晋国公夫人，而二房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之前她是因为怀有身孕，没精力对付二房，如今母亲进门，想必二婶他们应该也会有所动作了吧，她得提前防备着才是。于是叫来春雨，问：你上次说看见李玉堂偷偷给二妹妹送东西，这么久了，春雨还以为小姐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呢，虽然可惜，但她也听话，没有吩咐不会胡来。今天见小姐终于想起这件事，顿时双眼冒光，一个劲儿的点头：没错，腊八节那日，李家来送粥，奴婢还看见李公子单独见了二小姐呢，只是奴婢记得小姐的吩咐，没敢跟得太近。洛冉点点头道：从今天开始，你找人时刻注意着点二房的动静，不止洛如雪，还有二叔二婶，有什么发现先来跟我说。奴婢明白。春雨痛快的应下。洛冉又道：你一会儿去右亲那多领点银子，别心疼钱。
春雨点头，小姐放心吧，奴婢平日里可没少给那些小丫头小厮们好处，况且奴婢找的也都是不起眼、嘴巴牢靠的。洛冉，这样最好，你自己也小心点，切勿不可鲁莽。春雨见小姐没什么吩咐了，才转身出去。右青迟疑了一下，问道：“小姐，您是不想二小姐嫁进傅家吗？”洛冉说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背着右青，所以右青才会这么问。他知道右青担心什么，道：“是的，我绝不会让她如愿。”右青脸上有些担心，没说话。洛冉看看他，笑道：“你放心吧，我不让洛如雪嫁进傅家，并不是我对傅家还有什么幻想，只是单纯的不想看着他们得意罢了。”右青想想，小姐这一年遭了这么多的罪，可不就是拜二房所赐，这么一想，心里也踏实了。傅家态度放得低，又是洛家原本期待的结果，所以两家亲事很快定下来，只等着年后找媒人开始走六礼。临近年底，各府都很忙碌，锦衣卫也是，只是忙的不是过年。那日，傅金安与洛冉分开后，直接去了锦衣卫指挥所，一进门脸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常云心一紧，仿佛自己说的若不是要紧的事就会被惩罚一样，连忙从怀里拿出密信呈上：“大人，属下接到探子密报，南诏那边有奸细混进了江南水军。”江南？傅金安停下问，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锦衣卫的人都知道，这大半年江南不知怎么简直就成了大人的忌讳，谁提谁死。虽然最近好了许多，但还是没人去敢冒这个险。在大家都同情的为常云捏一把汗时，只见他们大人竟然很平静，甚至还表现得十分关心。傅金安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毁掉，道：“这件事先别往外传，私下里调查清楚，确定朝中到底是什么人跟他们勾结，混入水军想干什么。”是，属下明白。常云就知道这是涉及到冠军侯，大人定不会放任不管。正说着，就见一向闲人免进的锦衣卫指挥所来了个人，锦衣玉带，风流恣意，不是陆九臣还是谁？只见他背着手进来，一点也没因为自己刚刚偷听而感到羞愧，反而大大方方道：“哟呵，怎么这就开始微乐帐着响了？”第120章，谁敢？对于陆九臣的打趣，傅金安没承认，但也没否认，只是听到那声乐帐时，竟发现没有那么厌恶，心里反而有点很舒坦的感觉。看着陆九臣，嘴角忽然勾了一下，闲聊般道：“你知道早上皇上跟我说了什么吗？”陆九臣警铃大作，收起嬉皮笑脸，声音发紧：“说了什么？”傅金安不紧不慢地端起手里的茶盏，轻轻吹了吹，又放在鼻尖下闻了闻，却始终不急着开口。常隐一见小王爷来了，就将屋子里人都撵了出去，回身关门的时候，又看了一眼小王爷背影，心里忍不住叹气。每次跟大人对上，小王爷都落不着好，可小王爷每次似乎记性还不好，转身就忘，下一次继续挑衅大人。唉。门关上后，陆九臣上前一把抢走茶盏，催促：“到底说了什么？你倒是说啊！”傅金安轻笑一声，道：“殿前副都指挥使，正四品，这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高官职了。”屁！陆九臣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急得在地上团团转，指着自己鼻子道：“我在乎那狗屁官职，我是怕我家那位好不好？要是让他知道我偷偷习武，现在还弄了个殿前什么都指挥使，你信不信？你明天想见我就只能去坟头上烧纸了。”对比之下，傅金安显得异常平静，又重新给自己倒了杯茶，垂眸道：“你以为像庆王这样就能自保了吗？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就算庆王是亲王，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太子登基，庆王府还能繁荣几代？”陆九臣叹了口气，泄气般坐到他对面，道：“你以为你说的这些不我懂？我若是真不懂，何苦7、8岁就跟你遭那些罪？但是我父王是真怕了，你看看咱们那些王叔，哪个有好下场？你的。”傅金安纠正了道。陆九臣一愣，不在意挥挥手：“好好，我的王叔们行了吧？”又低声咕哝了一句，傅金安没听清，但也大概知道是什么。陆九臣身子一软，又毫无形象地瘫坐在圈椅里，闭着眼睛扶额道：“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纨绔形象，就这么被你破坏了。”傅金安笑了下，道：“你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庆王府的香火总不能在你这断了。”陆九臣忽然睁开眼，直勾勾地看着他，啧啧作声：“真是做了爹就不一样了哈，还劝上我了。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别等到2个孩子会说话了，反倒喊别人爹。没经过自己同意就给他谋了个差，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非得出了才行。”傅金安轻哼了一声：“我倒要看看谁敢。”简单的2个字，在旁人说来可能是威胁，可从这人嘴里说出来，陆九臣忽然感觉脖梗一阵凉意。过了小年就是大年，朝廷已经封笔，京中各个府邸都在忙碌过年的事宜，就连空气中都带着几分热闹。这日一早，洛冉刚刚喂完2个孩子，袁淑仪就过来了。
洛冉看着他肩上落着薄薄一层雪花，一边上前替他掸落，一边问：“外面下雪了？”袁淑仪忙侧身躲开：“我身上凉，你别过来。”又道：“出来时还好好的，这么会儿功夫就下雪了，幸好不大。”将披风脱下交给春雨，又站在炭盆边上烤了烤，确定身上不凉了，才转身进到内室看两个孩子。洛冉点点头，他记得前一世刚回京这一年也是一整个冬天也没下几回雪，干冷干冷的，反倒过了明年春天雨水才来，只是不来则已，一来差点淹了大半个京城。这么忙您怎么还过来了？洛如雪的亲事定下来了，李氏心情也好了许多，只是不知道打了什么主意，明明商量好过了年把钟馗交给袁淑仪的，这几日却忽然变了卦，不是脑袋疼就是身子无力，总之就是没办法再处理府里的事了。没办法，袁淑仪只好将事情都接了过来。虽然乱了些，但好在最近骆德运休息在府，也能偶尔帮他出出主意。就算出不了主意，有侯爷往旁边一站，府里那些下人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不配合。想起那个一脸严肃的男人，袁淑仪就觉得外面那点寒冷什么也不算了。他一边拿着波浪鼓斗着清明，一边回道：“府里的事你放心，无外乎就是银子的事。你爹爹说了，能用银钱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我只是不想这么便宜了二房而已。”虽然两人相处时间短，但洛冉却知道这个母亲可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柔弱。听到他这么说也放心了，道：“有什么我能做的，您跟我说一声，帮不上大忙，帮你出出主意还是成的。”袁淑仪坏笑了一下：“你这话说着了，我今日来可不就是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洛冉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说，还真说中了。但是能帮助他，自己也是很乐意的，遂问了到底什么事。袁淑仪于是将事情说了，原来是关于年里的事情。沈家那边他一时没有主意，送中了还有李家那边比对着，送轻了又觉着伤了两家和气。洛冉笑笑，他知道袁淑仪这是特意给他机会呢，无论是看在娘亲的份上，还是之前表哥的份上，这份礼怎么也该他准备才对，便也没戳穿，领了他的好意。母亲不用担心，按照往年的惯例来就行，剩下的我看看再说。袁淑仪高兴道：“这可太好了，等到他们问起来，我便说这事是你做的主，我可就装不知道。”洛冉也笑着点头：“好。”接着袁淑仪又从荷包里拿出厚厚一摞银票，不等洛冉开口，先道：“你不许说不要，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总不能真让你搭银子。况且这些银子是你爹爹的私产，年底进项可不小呢。”最后一句话，袁淑仪故意压低了声音，好像只有两人才知道的秘密。当然，他也是真没想到，一向看起来威严不礼俗物的骆德运，竟然背着宫中有这么多私产。二来也是记着洛冉的好，自己一进门，他就把大房的私产都交给自己打理。若是没点胸襟，哪个人也做不到吧？要知道，在后宅有银子是多么重要，哪怕不得夫君宠爱，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更何况这父女俩还都是个好相处的。袁淑仪从来没这么知足过。送走了袁淑仪，洛冉看了一眼银票，对右亲道：“收起来吧，反正他也打算好了，有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和县主的实意，他跟孩子这辈子都不会少了吃喝，这些银子就当为以后给弟弟妹妹们攒着吧。”第121章讨价还价。明日就是年30了，为了养足精神，洛冉这晚特意早早洗漱歇下。最近天冷，洛冉总觉得有两个孩子在身边会暖和许多，所以这些日子都是母子三人睡在一张架子床上。临睡前，他又不放心的不知道第几次看看两个孩子的小被子盖得可严实，刚要翻身躺下，便听到久违的窗户开合声音。洛冉有些惊讶，这么微弱的声音他都能第一时间听见，也不知道是不是太敏感了，心中忍不住对来人来回骂了好几句，才转过身，拿起放在床头上的披风，将自己裹了个严实，眼睛盯着拔布床外面的床幔。傅金安进来后也没急着过去，看见床榻里面坐着的身影，转身摸了摸案几上水壶，发现是热的，便给自己倒了一杯，没喝，而是握在手里。屋子只留了一盏烛灯，有些暗，但也足以看清他在做什么。又低下头，确定衣裳妥当后，便静静地坐着。门外守夜的右亲听到动静，轻轻敲了敲门：“小姐，您要喝水吗？”傅金安没动。洛冉道：“没事，有事我会叫你。”右亲似乎犹豫了一下，应了一声，只是没听到他离开的脚步，应该还在门口。洛冉的心安定不少。终于，傅金安觉得自己身上没那么冷了，才掀开床幔进来。做工精良的拔布床就好像一个独立的小屋子，里面暖烘烘的，有一种让人一进来就忍不住放松的甜香，还有一股婴儿的奶香。傅金安看了一圈，道：“换床了。”这个床还是之前骆德运提前几年找了江南最好的工匠给他打的嫁妆。后来洛冉退了亲，两个孩子又养在身边，偶然间想起这个放在库房的拔布床，便跟爹爹说了一声，索性现在用了，反正他也没打算再嫁人，空着也是浪费。洛冉没回答，将腿收起，整个人蜷成一团靠在床头。因为有话想问他
态度看起来便好像好了许多。傅金安也感受到了，只是这个时候只顾着看孩子。许氏觉得看不清，索性将皂靴一脱，盘腿坐在床边，看着两个孩子问：“他们乖吗？”洛冉看了一眼那双小船似的大脚，拼命忍住胸膛里的怒火，掀开被子下床，站在拔步床的外廊，尽量离他远一些。傅金安看着他躲瘟神似的躲着自己，有些不高兴：“你跑那么远做甚？我能吃了你不成？”洛冉淡声回道：“我说过，我不会阻止你看孩子，但是咱们能不能先说好，以后你想看孩子，可以在外面选一个地方，我会命人把孩子送过去。”他自己从小就没有娘亲，现在不觉得什么，可清晰的记得小时候看着别的孩子都喊娘亲，他心里那种说不出来的羡慕。所以现在自己的孩子也一样，自己能给他们许多，却唯独给不了父爱。如果这人真的有心，他不介意让两个孩子跟他亲近，哪怕最后需要认祖归宗，只要是对两个孩子好，他也会同意。当然，这个想法也是他最近才想通的。可傅金安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听到他这么说，明显是不欢迎自己，于是也不看孩子了，转过身看着他道：“说你没良心，你还真是，爷这么久没来，你就不问问？”自打上次两人话不投机，后来又在宫里见过一面后，洛冉总以为他还会再来，可是这人却像消失了似的。傅金安也只说了这一句，便没往下再说，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放到枕边。洛冉刚要开口拒绝，就听这人又道：“这是9成给两个孩子的分红，你收着吧。”洛冉便将话咽了回去，想着反正是陆9成，以后他找机会在圆圆身上还回去就是了，省得跟他纠缠又是浪费时间。傅金安见他没拒绝，显然心情好了许多，也不管他是不是站在床边，自己面朝里舒服的躺下，一会儿捏捏轻盈的小手，一会儿又扯扯颈型嫩嫩的脸蛋。两个孩子吃饱了，睡得也沉，这么折腾都没醒。站了一会儿，洛冉脚有些酸，想起自己刚刚说的话，道：“你若是不同意，从明天起我就让爹爹在院子周围加强守卫，以后你别想再看孩子。”傅金安背对着他，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悠悠道：“真是长脾气了，还会威胁人了。行吧，以后每逢3、9，你都带着他们去醉仙楼。这么算下来，1个月6次，尚可。”洛冉微微皱眉，次数太多了，会让人怀疑。还是初1、15吧。傅金安笑着转过身，单手支额：“你倒会讨价还价，从6天一下给爷降到2天。”洛冉别过脸，躲开他的视线：“我这是为你好，具体是为什么为他好，他没说。”傅金安也不在乎，无非就是他最不放在眼里的名声。不过念及他们母子几个，他大发善心道：“这样吧，每月逢3，不能再少了。”好，这次洛冉也没有犹豫。傅金安忽然感觉到胳膊下有些硬，伸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本书。坐起身靠在床头，借着微弱的烛火翻动2下，眼角微微扬起。孙子兵法。洛冉见他并没有马上走的意思，自己站着又有些累，索性转身去了窗边的榻上坐下。怎么，想学兵法对付我？傅金安感觉有些好笑，很少有女子喜欢看这么晦涩难懂的书。洛冉没出声，有一句话在心里转了好几圈，终于忍不住问道：“傅家来提亲，是你做的？”傅金安漫不经心低翻着书，上面还偶有记录心得，只是一看内容就是个生涩的，理解太表面。听到洛冉的话，随口应道：“是。”为什么？洛冉忽然提高音量，或许是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傅金安放下手里的书，看向他。习武之人视线耳力都非常人能比，洛冉脸上的表情他尽收眼底，眉头忍不住跳了一下，紧接着道：“还不是为你好。”洛冉：“为我好？”对。傅金安想了想，觉得奉命的事跟他说了也无妨，便将2个人的命格说了一遍，又说了自己暗中调换命格的事。洛冉半晌都没缓过神，整个人都是僵住的。难道上一世傅家娶自己也是因为所谓的奉命，只是为了帮3皇子阻止太子，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8字断送了他的一生，害得爹爹惨死？傅金安看着他坐着一动不动，仿佛陷入了什么巨大的漩涡中，心忽然刺痛了一下。第122章炮仗。傅金安起身下床，来到洛冉身边，伸手想要将他揽入怀中，却被洛冉一个闪身躲开，凄厉的笑出声。所以柳贵妃以为洛如雪是奉命让傅家娶了她，然后将她丢在内院任其自生自灭，等到扳倒皇后和太子，那时候傅世恒就可以随意将洛如雪休妻。或许那个时候我爹爹也不在了，洛家没人替他出头，等待他的要么是流落街头，要么是更悲惨的下场，对不对？不知为何，虽然他口口声声说的是洛如雪，可傅金安听在耳中，总感觉他是在说他自己。只是他说的又是事实，哪怕到时候洛如雪不被休，无论是不是太子登基，等待傅家的结局只有一个，所以洛如雪必然不会有好下场。洛冉见他点头，身子又不自觉地晃了一下，闭上眼睛，将马上要溢出的眼泪吞下，再睁开时好似换了个人，十分陌生道：“之前的事谢谢你，只是以后的事我希望你不要插手。”傅金安眉心微微皱了一下：“你想如何？”
他想如何？他只是忽然改变主意了。今日之前，他想的是阻止洛如雪嫁进傅家，现在他忽然发现，与其那样，不如也让洛如雪亲自尝尝独守空房的滋味，也让她每日被婆母揉搓，苦却只能往肚子咽，还要让她也眼睁睁地看着亲人惨死。傅金安看着他这个样子，不禁道：“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洛冉疏离道：“不敢劳烦傅大人。”明摆着与他划清界限。念在他今日心情不好，傅金安忍着气道：“就当我谢你上次告诉我矿山之事。”不说这件事，洛冉险些都忘记了，但还是拒绝道：“不必了。傅大人让傅家来提亲，已经算是帮了我的忙了。”口口声声傅大人，听在傅金安的耳朵里，忽然感觉这3个字有些刺耳。他认命似的叹了口气，倒杯热水放到他跟前，低声道：“好了，天色不早，我该回去了。你喝点水，早点歇着吧。”洛冉看了一眼茶盏，心不在焉的回了一句：“傅大人慢走。”傅金安现在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生生忍下心中郁气，转身离开。他一离开，右青便推门进来，有些担心的看着洛冉：“小姐。”洛冉摇摇头：“我没事。”看了一眼床铺，道：“你把床铺换一下吧。”右青换好床铺，扶着他上床，小声劝道：“小姐，您想开些？”洛冉苦笑了一下：“不想开又如何？”转头看向2个孩子，眼神温柔：“我现在只希望他快些成亲，那时候他也许就会放过我了。”右青也不知道如何再劝，他想说告诉侯爷，可侯爷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也不过是千方百计拦着算了，可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真希望小姐说的是真的，那人成亲后就会放过小姐和小主子们。第2日天刚亮，洛冉便被炮竹声惊醒，揉揉发胀的额头，见2个孩子睡得正香，便翻身下床。右青闻声已经进来了，压低了声音道：“小姐，天还早，您不再睡会了？”洛冉摇摇头，一边由他伺候着穿衣，一边问：“今天事情多，你一会儿去母亲那边帮忙看看，别有什么纰漏。”右青点头，刚要回答，又是一声炮竹巨响，这回声音好像离得更近了。小青宁被吓得哇的一声哭起来，她一哭，原本也被吓了一跳的小景行也跟着哭，瞬间屋里都是孩子的哭声。洛冉感觉头更疼了，但也顾不上自己，忙又将刚刚系好的上衫带子解开，先抱着脾气比较急的青宁放在左边。小家伙一尝到香甜的奶水，拼命的吸起来，虽然不哭了，可还是一抽一抽的，小模样委屈极了。这时候邱嬷嬷也听到声音赶了过来，忙接过右青怀里的小公子，帮忙放到洛冉的右边，姐弟俩一边一个吃得欢，总算安静了。2个孩子同时吃奶，力气又大，洛冉忍着疼看了一眼外面，问：“谁一大清早放炮竹？还能是谁？大少爷呗。”说是李家送来的，他要试试想不想。春雨进来没好气的接道。右青问：“是炮仗不在他们2房，跑东院来做什么？”冠军侯府人少地广，中间住院宁福堂是老夫人在住，西院是2房3房，大房住在东院。按理说，就算骆红俊放鞭炮，他们这边怎么也不会听得这么清楚才是，除非他是故意的。果然，右青问完春雨，便气呼呼道：“还能做什么？上梁不正下梁歪。年前李氏突然撂挑子，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给新进门的侯夫人下马威呢。只是李氏没想到，袁淑仪处理起内宅之事，除了忙碌一点，竟得心应手。他留下的那几个管事，这才几天时间，已经被袁淑仪名正言顺的处理了。李氏心不顺，骆红俊这是要给母亲出气。洛冉一边替青宁姐弟俩擦拭小脸，一边淡淡地道：“既然他喜欢放，那就让他放个够。春雨，你去街上买些炮仗回来，就要那种又响艳又大的，够放1个晚上才好。”春雨一听，双眼放光。尽管今天是大年30，街上卖炮仗的可能都回家过年了，但他还是一口应下。袁淑仪也担心一大早上的炮仗声吓到2个孩子，赶忙过来看看，见一切都好便放心了，道：“你别生气，你爹爹说了一会儿会罚他。”洛冉摇摇头：“不用，这是我来。”袁淑仪看看他，点头：“好吧，那我回去跟你爹爹说一声。”春雨这边揣着沉甸甸的荷包便出府了，特意去了九华巷，当初他住的地方。那里穷人多，为了多赚点银子，过年都不休息的。只是还没等到呢，就看见常颖骑着马从街的另一头过来。小姐与傅大人的关系，春雨也清楚，看见常颖掉头就走。常颖家锦马夫上前拦住他：“大过年的，你不在府中伺候你们县主，怎么跑出来了？”春雨双手叉腰，仰着脑袋道：“怎么，锦衣卫的人还管别人过年出不出来吗？我买东西，行不行？”常颖见小丫头年纪不大，火气倒挺大，刚要说话，就听身后低沉的声音：“怎么回事？”春雨敢跟常颖犟2句嘴，跟这位大人可不敢，倒不是他欺软怕硬，而是不想给小姐惹麻烦，便将出来的目的说了一遍。炮仗。傅金安纳闷地重复了一句，但也没放在心上，对常颖道：“我记得指挥所里有不少，
一会儿你叫人送去冠军侯府。说完也不等春雨拒绝，人已经离开了。第123章中毒。又亲见春雨这么快回来，还两手空空，又看看他身后，问：怎么没买到？春雨看了小姐一眼，支支吾吾。洛然已经梳洗好，正打算抱着2个孩子去宁福院。平常可以借口2个孩子小不便出门，过年总要露露面的。见春雨的样子，便说了句：算了，没买到就没买到吧，再想别的办法。不过是惩罚一下而已，这个办法不行，还有别的办法。春雨忙道：不是没买到，那炮仗呢？右青更加奇怪了。春雨便将路上的事情说了。洛冉抱着青宁的手一顿，随后垂眸淡淡道：行了，送来收下便是。依那人霸道的性子，不收恐怕也不行，收下反倒省得麻烦了。然后将青宁放到桂嬷嬷怀里，道：好了，走吧。桂嬷嬷就是那个乳嬷嬷。一开始2个孩子没接回来之前，都是桂嬷嬷和另一个乳嬷嬷喂养。回来后，那个乳嬷嬷便辞了，只留桂嬷嬷一个。一是桂嬷嬷是卖身的，另一方面是想着自己奶水万一不够，也好让桂嬷嬷补上。却没想到，别看洛冉身子骨瘦弱，奶水却很多，2个小家伙吃足足的了，所以也就一直没用上桂嬷嬷的奶。桂嬷嬷也就跟邱嬷嬷一样，成了青宁的贴身伺候嬷嬷。洛冉看着桂嬷嬷抱着青宁，道：一会儿从宁福院回来，嬷嬷就回家去看看吧。桂嬷嬷虽然是卖身的，但是也有丈夫和孩子的，丈夫也在洛冉母亲的嫁妆铺上当差，算是沈家人。这也是为什么沈玉芝能找她的原因。桂嬷嬷一听，忙行礼谢恩。锦衣卫的速度向来迅速，洛冉刚到宁福院，下人就来报说锦衣卫来送东西了。屋子里人一听锦衣卫，都变了脸色，齐齐看向洛冉。洛冉淡淡的应了一声，知道了。李氏眼珠子一转，捂着帕子笑道：这副大人也太客气了，雪儿跟世恒的婚事刚定下来，他就来送礼了，抓紧一切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春雨刚要说话，被洛冉拦住了，笑着接道：二婶这话说的没错。然后转头看向报信的下人，道：去，命人把东西送到红俊的院子里。李氏愣住：红俊？送给红俊的？声音显见的有些激动。洛冉垂眸微微一笑：是啊，早上听说红俊喜欢放炮仗，怕府里不够，特意命人去多买些。只是今日除夕，很多小贩都收摊了，幸好碰见长影大人，听说锦衣卫指挥所有很多，便讨了一些。然后看向一旁有些茫然的洛红俊，笑得更加亲切：既然弟弟喜欢，今晚你就放个够吧。记住，这可是姐姐亲自送你的，不放完不许睡觉哦。洛红俊一听，立马跳起来，指着他道：我凭什么听你的？洛德运轻轻咳了一声，记得早上女儿带给他的话，一时没动。就见洛冉故意抚了抚象征县主身份的衣裙，淡声道：就凭我是你长姐，也是皇上亲封的善宁县主。二叔二婶，你们觉得我这个身份配不配让俊儿听我的呢？其实大家一来就注意到洛冉的装扮了，只是都不想给他行礼，洛冉也没主动提，便都当作没看见。此时他提起，骆德文忙起身行礼：县主过谦了。别说您是皇上亲封的善宁县主，就是身为长姐，教训下面的弟弟妹妹也是应该的。李氏嘴角动了动，终究是没敢说什么。骆红俊还是有些不服，涨红着脸道：你仗势欺人。洛冉歪着头含笑看他：我若是你，就乖乖听话，说的越多，错的越多，我可不想大过年的让你年夜饭都吃不成。骆红俊还说什么，被骆如雪一把拽住，当着大家的面给洛冉行了一礼：大姐，红俊年纪小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大姐放心，晚上我会看着红俊将炮竹都放完的。话虽这么说，可满脸都是委屈的模样。洛冉可不心疼，淡淡的应了一句：这事就算过去了。或许是因为过年的原因，再加上洛如雪的亲事基本上定了，哪怕刚刚的小插曲也不影响老夫人的兴致，满脸笑容，还破天荒的给青宁姐弟俩一人一个分红。接着便是从骆德运夫妇开始，然后2房3房开始给小辈们分红。整个屋子都喜气洋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问过安，便各自忙碌。骆德运回了书房，骆德文好像去没姨娘处。李氏知道后，脸色都变了。骆德成则带着男孩子们去贴对联，忙活了大半日，终于到了吃团圆饭的时候。洛冉今年因为身份的原因，坐在老夫人旁边，对面是袁淑仪，接着是李氏、曹氏，另一桌则是洛如雪带着几个妹妹，姨娘们也安置了一桌，只是在角落里。隔着屏风则是男人们，彼此说话也都方便。只是饭吃到一半，忽然听到屏风另一边一声低呼，接着就看见骆红俊捂着肚子满地打滚，嘴里不停叫着：有毒，饭菜有毒，要杀人了。李氏扔下碗筷便跑了过去，抱着骆红俊哭嚎。老夫人也急忙过去，拐棍敲得当当作响，年夜饭居然有毒，这个家还让不让人活了？袁氏跪下！
袁氏起身，面色平静地跪下。老夫人用拐杖指着他的鼻子道：“这个家现在是你管，年夜饭也是你一手操办的，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不等袁氏开口，就听李氏哭着喊着道：“大嫂，你就算对我不满，也不能把气撒到一个孩子头上啊！”啪！骆德运忽然将筷子用力拍在桌上，吓得所有人都噤了声。骆冉子不紧不慢地擦擦嘴角，然后将帕子递给右亲，看着被李氏和骆如雪抱在怀里的骆红俊，淡笑一声：“祖母、二婶，你们连大夫都没请呢，怎么就断定娟儿是中了毒，而且还是母亲所为？”李氏脸一僵，回头吩咐身边的丫鬟：“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把李大夫请来。”李大夫是老夫人和二房用惯了的郎中，平时有什么大病小情，都是请他过府诊断。慢着！骆德运再次出声，从腰间撤下自己的腰牌，扔给青山：“去太医院看看哪个大人当值，麻烦请他过来一趟。”一听说请御医，骆如雪和李氏的脸马上变了色。第124章闹剧。李氏一听要请太医，反应过来连忙去阻拦：“大过年的，麻烦人家太医也不好吧？还是请李大夫过来看看吧。”没人接话。洛然起身走到袁淑仪跟前，双手扶着她起来，看着老夫人道：“祖母若想发落，还是等查清楚了再罚才好，别到时候冤枉了好人。”转头看向一旁闭着眼睛一副很痛苦的骆红俊，问他身边的小丫鬟：“刚刚大少爷都吃了什么？”小丫鬟想了一下，一一答道：“末了又道，大少爷说今天糟鹅不错，多用了2口，然后就……对，就是那糟鹅，那糟鹅有毒。”骆红俊忽然睁开眼睛，大声嚷嚷。一直都很安静的骆如蝶忽然出声：“原来咱们家也从来没吃过糟鹅呀，今年怎么还想起来吃这个了？”骆冉看了他一眼，又走到餐桌旁，仔细的看看。袁淑仪见老夫人看着自己，便道：“本来厨房是准备大宴的，只是昨晚卤宴的嬷嬷突然肚子不舒服，没看住火候，宴烧焦了，又来不及再去买，所以便用家里有的大鹅顶上了。我怕府里有人吃不惯，特意来问了母亲，母亲同意了，我才命厨房做了。”老夫人愣了一下，李氏插嘴道：“不是大宴还是大鹅的问题，而是菜不干净，所以俊儿才会吃完肚子疼。”一句话就定了袁淑仪的罪。骆德运此时开口：“那个糟鹅我也吃了，也没什么不是。你们还有谁吃了？”骆德文、骆德成摇摇头，表示都没吃。我和三哥吃了，三哥吃的最多。3岁的骆红贤奶声奶气道：“因为他挨着骆红辉坐，所以看得清楚。”骆红辉脸红了一下，梗着脖子道：“对，我就是吃了，我觉得好吃才多吃几口的。”骆德运点点头，红辉和红贤都无事，就说明不是这道菜的原因。骆红军闭着眼睛一想，又大声叫：“我不管，我没吃饭之前好好的，吃了才肚疼，就是菜有问题。”放肆！骆德运终于忍无可忍，怒吼一句，大庭广众之下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转头看向骆德文，虎着脸道：“老二，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管教子女的。”骆德文也惧怕这个大哥，忙起身认错：“大哥批评的对，回头我就好好管教这个逆子。”青山脚程快，很快就将太医请来了。今天大医院当值的是个50来岁的老者，骆德运忙上前问候：“真不好意思，大过年的还要劳烦赵太医走一趟。”赵太医摆摆手，笑容和蔼：“无碍无碍，这都是在下应该的。过年的时候吃坏肚子，每个府里都时有发生，侯爷不必多礼。那就麻烦赵太医了。”骆德运又道。此时骆红俊早就被人抬进了暖阁，李氏、骆如雪围在身边，见赵太医和骆德运进来，才不情不愿地让开。把脉很快，赵太医一边收着脉诊，一边对一旁满脸焦急的老夫人道：“老夫人不必担心，贵公子这是早上起得急了，又没吃饭，着急出门，灌肚子里凉风了。老夫开个方子，不放心呢，就抓点药熬了喝下，晚些时候就好了。如果不愿意吃药，多喝点热水，也会慢慢好的。”折腾了一圈，闹了这么大个乌龙。一旁的骆如珍捂着嘴偷笑，脆声声道：“肯定是大哥着急起早放炮仗，这回好了，年夜饭吃不好，西北风倒喝饱了。”侄儿，骆德成假装喝了一声。曹氏撇撇嘴：“好了好了，都回去吃饭吧，大过年的真是晦气。”拉着骆如珍转身出去。三房的骆红宇看着躺在榻上的大哥，冷笑了一下，也跟着母亲和妹妹的身后出去。骆德运亲自送赵太医出去，老夫人也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让嬷嬷给骆红俊熬药，然后又招呼大家继续吃饭。慢着！骆冉忽然道。大家齐齐看向他。骆冉笑了一下：“二婶，祖母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忘记刚刚罚母亲跪下的事也就算了，您刚刚和二妹大弟口口声声冤枉母亲的事，可不能当做什么也没发生。”骆德文刚开口：“冉儿说的对。”骆德运回来，接着骆冉的话道：“冉儿说的对，袁氏是本侯明媒正娶的侯夫人，是冠军侯府主母，今日之事必须有个说法。”撩开衣袍坐下，面目冰冷地看着老夫人：“
母亲，可还记得儿子之前跟您说过的话？”老妇人脸上瞬间失了血色。李氏和洛如雪齐齐哀求地看着她，最后老妇人只好闭着眼睛狠心道：“李氏，身为人母，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还妄图冤枉他人，罚跪祠堂3日，抄家规10遍。”又心疼地看了一眼满眼泪水的洛如雪，道：“雪儿亦是。”然后看向骆德运，有些负气道：“这样侯爷觉得行吗？”骆德运垂着眼帘，淡淡开口：“不行。”老妇人身明显一震，就听骆德运继续道：“今日但凡冤枉袁氏的，当着大家面认错。”你……老妇人白着脸说了一个字，然后看向袁淑仪。袁淑仪紧抿着唇，想要开口，衣袖下的手却被洛冉按住了，悄悄摇头。她便将脸别向一边，假装没看见老妇人的眼睛。最后老妇人无奈，死死握着拐杖，头微微低下：“儿媳妇，今日是母亲不对，冤枉了你，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洛冉见好就收，松开了袁氏的手。袁氏忙上前扶起老妇人，道：“母亲，咱们是一家人，说开了就好了，幸好只是一场误会。”骆德运又看向李氏，李氏见老妇人都低头了，只好也上前学着老妇人的样子赔礼。洛冉轻声道：“二婶、二妹，你们这规矩是该好好学学了。祖母不跪下认错，那是因为长辈，你们是因为什么？”最后李氏只好拉着死死咬着嘴唇的洛如雪下跪认错，这事才算过去。洛冉又对老妇人身边的嬷嬷道：“大少爷的药还望嬷嬷看着点，别忘了，大少爷晚上还要放一宿的炮竹呢。”别的府中热闹非凡，锦衣卫指挥所却显得有些冷清。陆九晨一进来就看见某人独自小酌，笑着一屁股坐下。怎么独守空房？第125章提醒。傅金安面前摆着几碟简单的小菜，一口没动，旁边的酒壶倒是空了大半。陆九晨自顾自坐下，身后的小厮忙端上食盒，又摆出几样小菜和酒，然后下去了。屋子里只剩2人。陆九晨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主动碰了一下傅金安的杯子，笑道：“也不知道还能陪你过几次年，这杯我先干了。”仰头一饮而尽。傅金安笑了一下，也干了，道：“只要你想，年年都可以。”陆九晨往后一仰，一言为定。傅金安没说话，却倒满了酒，这次先举杯。陆九晨也跟着又干了一杯，道：“你说这冠军侯府也有意思，大年30的请太医。”眼睛盯着某人笑。傅金安手指动了动，眼睛看着手中的琉璃酒樽问：“怎么回事？”陆九晨耸耸肩：“放心吧，你的小心肝没事，哪家府里没点糟烂事？哦，对了，傅毅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我帮忙？”傅毅也就是如今的晋国公。陆九晨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傅金安的时候，那时候他大概才5、6岁，虽然比自己大1岁，可却矮了自己一个头，浑身一点肉没有，胳膊腿细的吓人。他淘气，犯了错被庆王满京城追着打，逼急了随便攀上一面墙，跳进府里，就是晋国公府。然后便亲眼看见外人面前温文儒雅的晋国公面目狰狞，手里拿着3尺长的马鞭，抽畜生一样落在地上瘦小的身影上。小小的身影鲜血淋淋，却死死咬着嘴唇一声不发，唯独那双阴狠的眼睛，到现在陆九晨还记得清清楚楚。从小陆九晨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因为庆王的小心翼翼，他不得已收起自己的抱负，混食于京城，可心里总藏着一颗侠肝义胆的心。见状，小小的他上前一把拉住傅毅的马鞭，朝着地上瘦小身影大喊：“还愣着干什么？跑，快跑啊！”6岁的傅金安也只愣了一下，爬起来就朝着大门的方向跑。陆九晨又大喊：“笨蛋，爬墙，爬墙！”身为庆王之子，皇上亲侄子，就算傅毅再生气也不敢拿他怎么办，结果就还真让这2个小东西跑了。一出晋国公府，陆九晨就指着一个方向道：“去永定侯府。”晋国公最怕他。从此傅金安总算得到永定侯些许庇护，日子多多少少好了一些，勉强长大。2人也从此认识。被庆王看着，陆九晨自己不能习武，却通过自己的身份为傅金安请了武师傅。后来实在忍耐不住，偷偷跟着傅金安一起习武，2人跌跌撞撞长大。回忆起过去，傅金安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想起昨晚那个小女人对傅家莫名的恨意，略思忖了一下，道：“先不急，让他多活2年。”一个傅毅，陆九晨也没看在眼里，只是见他最近跟柳家蹦跶的有点欢，想给点教训罢了。初2是出嫁妇回娘家的日子，不等洛冉开口，袁氏主动提出他自己回袁家，让骆德运跟洛冉去沈家，被父女俩齐声拒绝了。最后洛冉道：“爹爹，你陪母亲回去吧，我带2个孩子去看望外祖母。”骆德运也正是此意。于是一大早，后门前停了好几辆马车，其中包括李氏，也准备了许多礼物。曹氏的娘家不在京城，是当年骆德成出门游玩认识的，然后找媒人上门提亲。因为不是亲生，老夫人也没阻拦，
随便出点聘礼就把曹氏娶进门了。这么多年，每到回娘家的日子，曹氏都忍不住羡慕。李氏的马车在袁淑仪和洛冉身后，看着两人满满登登的马车，撇撇嘴，对骆如雪道：“你看看你大伯母，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回一趟娘家，差点搬空了侯府。”骆如雪打着哈欠道：“有本事娘也搬啊，外祖母肯定高兴。”李氏一巴掌拍在他身上：“死孩子，你到底向着谁？”骆如雪马上过去挽着母亲的手哄道：“娘，您放心，等我做了世子夫人，回来也一马车一马车的给您带，让他们都羡慕死。”李氏一想也对，别看洛冉是个县主，就他带着那2个拖油瓶，这辈子都别打算成亲了。乃像他的女儿一嫁人就是堂堂世子夫人，以后还会是国公夫人，他都能想到以后出门被所有人巴结的样子了。马车上，春雨附在洛冉耳边轻声道：“小姐，刚刚奴婢得到消息，二小姐好像约了什么人去醉仙楼。”洛冉点点头：“我知道了。”沈家这边听说洛冉带着2个孩子来了，沈玉芝兄妹早早等在门口。一下马车，沈玉芝便从桂嬷嬷手里接过青柠，熟练地抱在怀里，又看看景行，一时高兴没注意，脱口而出：“许久不见，长这么大了。”洛冉刚要点头，就听一旁的沈西晴接道：“大哥原来见过宁儿和景儿吗？”自打洛冉回京，沈玉芝去了大理寺，忙得不可开交，两人倒是许久没见过面了。反而是沈西晴隔3差5就往冠军侯府跑，对2个孩子熟悉得很。沈玉芝也只是短暂地愣了一下，接着神色淡然道：“哦，年前我有事跟姑丈说，去看了冉冉一次。”哦，沈西晴也不在意，应了一声催促：“快点进屋，外面冷。”洛冉落后一步，与沈玉芝并肩，低声道：“表哥，我想跟外祖母。”“不可。”沈玉芝看着前面沈西晴的背影，知道他要说什么，道：“这事不急，以后再说。”洛冉点点头，想起别的事，道：“表哥，你平日里多注意一下柳家。”“柳家？”沈玉芝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洛冉不解：“对，怎么了？”沈玉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摇摇头：“没什么。你放心吧，我知道。柳家是3皇子的外祖家，太子妃已定，3皇子年纪小，还不到定亲的时候，难免会有些着急。朝中已经隐隐形成了2队，一队支持太子，一队开始向3皇子一面倾斜。当然，也有一些人谁的队伍也不沾，只忠于皇上，比如骆德运。只是提醒他的不知是冉表妹，还有那个人。”沈玉芝还记得朝廷封笔前，傅金安找到他，没说别的，只跟他说了一句：“不想沈家陪葬，就离太子远一些。”可是如今父亲身为文学殿大学士，如何与太子划清界限？最近他还找你吗？沈玉芝忽然问了一句。他是谁？不言而喻。第126章酒楼偶遇。见到沈老夫人和王氏两人，虽不明真相，却对2个孩子喜爱非常，一人一个唤着抱。邱嬷嬷和桂嬷嬷都只能站在一旁看了。沈老夫人又问了洛冉除夕那天的事，大过年的请太医，骆德运又没刻意封下人的口，有心的自然会注意到。洛冉大概说了一下，沈老夫人叹了口气。洛冉笑道：“外祖母，您别担心，母亲她很好，对我也很好，我不会受委屈的，不信您问春雨。”春雨忙点头，绘声绘色道：“是啊，老夫人，您是不知道，小姐把县主的身份一摆，我们老夫人都不敢说话。您是没看见，大少爷被青山看着，足足放了1晚上的炮仗。第2天，二老爷和二夫人都差点没认出来。为什么？”沈西晴问。春雨得意道：“被焰火熏的呀。”整个人跟炭似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沈老夫人知道这是洛冉怕她担心，故意让下人这么说的，心中怜惜又加了几分。等到没人的时候，沈老夫人将王氏叫到跟前：“王氏，母亲，您是要说冉冉跟玉芝的事吧？”沈老夫人点点头，语重心长道：“孩子们都在外面，现在屋里就咱娘俩，你跟我交个底，你对冉冉到底有没有意见？”说心里话。王氏叹了口气道：“对于冉冉，我心里比西晴还要心疼，可是那孩子独立，我就算有心也帮不上什么。”沈老夫人点头同意，说的是啊，自打他爷俩回京，真是没求过咱们什么。对于沈西晴和岳伯瑶的婚事，王氏知道的比老夫人更多一些，但是以免她担心，所以并没有说。又接着苦笑了下，道：“母亲，我也不瞒您，之前对于冉冉，我是10000个同意，什么退亲不退亲的，我不在乎。可是如今，冉冉是县主了，冉冉最难的时候咱们不出声，现在才提起亲事，我这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沈老夫人拍拍他的手：“你的顾虑我明白，你是怕伯里父子俩在朝中被人议论，只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想怎么说是他们的事。人这一辈子是活给自己，活给亲人的，而不是那些毫无干系的外人。”王氏点点头：“是，媳妇后来也想明白了，所以也想跟您商量商量。您若是没意见，
回头我让伯里跟侯爷透透话。沈老夫人觉得这样很好，但还是多说了一句：你还是先问问玉芝那孩子，别心疼了这个忽略了那个。王氏见婆母哪怕是心疼外孙女，也尊重孙子和媳妇的意见，心里更加熨贴。洛冉留在沈家用了午饭，以孩子还小为由，坚持回去。沈老夫人和王氏无奈，只好让沈玉芝去送。路上，洛冉让春雨带着邱嬷嬷和桂嬷嬷先带着2个孩子回去，他则带着紫竹要去醉仙楼。沈玉芝疑惑地看着他，洛冉也没隐瞒，说了他找人盯着洛如雪的事情。表哥，你先回去吧，我身边有紫竹，你放心。沈玉芝也没多问，道：走吧，反正我也无事。到了醉仙楼，洛冉没想到这么多人，整个大堂都是人。因为大年初二，醉仙楼的生意很是火爆，没有提前预定，根本就没有空的包间。沈玉芝看了一圈，恰好窗边有个空位，对店小二道：不如我们先坐那里，等一会儿包间空出来了，就告诉我们可以吗？店小二有些为难，客官，不是小的不通融，不瞒您说，就算您现在预定，也要排到初6去了。洛冉知道醉仙楼出名，却不知道在过年的时候会火爆成这样。虽然有些遗憾，但也没办法，遂轻轻扯了扯沈玉芝的衣袖：算了表哥，我又突然不想吃了，我们去别地转转吧。好。沈玉芝点头。因为人多，担心别人撞到，沈玉芝的手臂便在洛冉身后虚虚揽着，虽然没碰上，但从前面看就是把人揽在了怀里。傅金安进来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幕，瞳孔微缩，眸子瞬间危险的眯起。旁边的陆九晨忽然感觉后背一股凉意，忙紧了紧身上的披风，一脸坏笑的朝洛冉打招呼：原来是单宁啊，怎么没吃就要走了？洛冉没注意到沈玉芝放在他身后的手臂，只看见傅金安不善的眼神，双腿微曲行了个礼，原来是庆小王爷。突然想起来有事，就不打扰二位了。表哥，我们走吧。洛冉起身准备离开，只是经过门口的时候，手臂突然隔着披风被人死死抓住。洛冉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沈玉芝刚要开口，就见傅金安勾起唇角讽刺道：怎么，小沈大人和县主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怎么我们一来，你们反倒要离开了呢？洛冉忍着手臂上的疼痛，眉头锁紧：我刚刚说了，我们还有事。傅金安没理他，抬眼看向沈玉芝：小沈大人，不知本官有没有荣幸，请你喝一杯。沈玉芝抬手抓住傅金安握着洛冉手臂的手腕，微微用力，脸上却笑得如沐春风。傅大人可能没听清，表妹说了，我们还有事。如果大人不介意，下官改日请大人喝酒。2个容貌出众的男人站在醉仙楼的门口，旁边还有一位家人，顿时引来很多人的目光。只是因为忌惮这几人的身份，没敢出声。一时间，本来人声鼎沸的大堂忽然鸦雀无声。洛冉怕一会儿碰上洛如雪，见实在躲不开，只好转头轻声对沈玉芝道：表哥，要不我们晚一会儿再回去吧。声音很轻，好像商量撒娇的口气，再加上我们回去几个显得尤为亲昵的字眼，落在某人耳朵里尤为刺耳。傅金安的眸子更加暗了。沈玉芝点点头，松开了抓着傅金安的手，同样柔声道：好吧，只是我们要早点回去，不然宁儿和景儿该想你了。陆九晨发现气氛越来越不对，忙打着哈哈道：对，我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拉着傅金安往楼上走，吩咐店小二上菜。沈玉芝看着洛冉紧皱的眉头，又看看被攥出褶皱的披风，轻轻替他抚平，关心道：胳膊疼不疼？洛冉忍着摇头：没事，我们赶紧上去吧。回头低声吩咐紫竹：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去做，小心点。紫竹应下。第127章，是洛冉害我。进入包间，桌子上早已经摆好了酒菜，显然早就知道二位要过来。一张圆桌，傅金安坐在主位，陆九晨坐在他右手边。见洛冉2人进来，都没起身。傅金安低着头看眼前的酒樽，陆九晨则伸手朝旁边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视线从洛冉身上扫过，落在沈玉芝身上，笑着道：小沈大人请。沈玉芝抱拳回礼，没着急落座，而是虚扶着洛冉坐下，然后才坐在傅金安的左手边。按理说，屋子里除了陆九晨，身份数洛冉高，可县主空有头衔，权力远远不如锦衣卫指挥使，坐在他左手边也可以。但是此时他却坐在对面，就连傅金安都抬头看了他一眼。洛冉当作不知道，沈玉芝笑着道：傅大人不介意在下坐这里吧？傅金安点了一下头，算是答应。又看着洛冉道：不知道单宁县主喜欢吃什么，看看这些可合口味，不喜欢可以叫人进来添换。洛冉眼帘微垂，淡淡道：不用了，我不挑食。哦。傅金安声音微挑，看向沈玉芝，玩味的笑笑：小沈大人也不挑食？沈玉芝仿佛不经意般看了一眼洛冉，眼底温暖，回过头答道：傅大人错了，沈某挑食。洛冉奇怪地看着他的侧脸，他怎么没听说过表哥挑食呢？感受到他的视线，沈玉芝看着他认真道：非不淑者不入眼，非不修者不入口。
傅金安脸上的笑容瞬间冷了下去，轻哼一声，看来小沈大人是喜欢吃窝边草了。洛冉终于听出来两人话里的不对劲，微微皱起秀眉。沈玉芝直视傅金安的眼睛，依然笑得如沐春风。当你周围都是些枯枝烂叶，唯独眼前草木繁盛，别说是人，是个兔子都会知道该如何选择吧。傅金安眸子微眯，危险地看向洛冉，单宁县主呢？也跟小沈大人一样的喜好吗？洛冉抿着唇没说话，落在某人眼里等于默认。一看气氛不对，陆九晨忙出声唤店小二。小二进来，满脸笑容。小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陆九晨看了一眼洛冉，道：把你们这里适合姑娘吃的招牌菜上几样，还有把爷存在这里的好酒再来一壶。哎，好嘞，几位爷稍等，马上就来。店小二躬身出去，屋子里一时气氛有些尴尬。陆九晨忙找话题跟洛冉说话，圆圆这阵子还张罗着请你来府上做客呢，也不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提起好友，洛冉总算放松了些，道：郡主客气了，改日我给他下帖子。说了几句，气氛总算没那么冰冷。外面紫竹按照洛冉的吩咐守在角落里，幸亏今天表少爷跟来了，不然他要看着外面把小姐一个人留在包间还真不放心呢。正想着，就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袅袅上楼。虽然换了出来时的那件披风，头上还戴着围帽，可紫竹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是二小姐，眼睛盯着她进了一个包间，只是离这边有些远。紫竹刚要动，就听头顶上传来一道声音：跟我来。紫竹看着走在前面的背影，这人他知道，当初来冠军侯府宣旨的时候，就跟在傅大人身边，名叫长影的锦衣卫。还愣着干什么？忘记你主子交代的事了？没听到声音，长影回头看了一眼，道：身体快于脑袋，不等思考。紫竹已经抬腿跟上，走出几步才反应过来，他怎么知道小姐让自己做什么？来不及想太多，还是先把小姐交代的事情做好才是最主要的。只见长影带着他往与洛如雪刚刚相反的方向走去，绕过回廊，七拐八拐，终于在一处狭长的屋子里停下。屋子很小，除了一张八仙桌两把圈椅，再无其他。你……紫竹刚要出声，长影伸出食指抵在唇边，示意他静声。果然没一会儿，隔壁就传出动静，只是不仔细听，有些听不清。紫竹看了一眼长影，转身走到八仙桌旁，耳朵贴上里面的墙壁，这回声音更加清晰了，是男女交织粗重的喘息声。紫竹未经人事，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只是他很快就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了。洛如雪刚一进屋，围帽还没等摘下，就被人从后面死死抱住，嘴不停地往他脖梗里拱。好妹妹，想死哥哥了。表哥，你先别着急，等啊！突然间的刺痛，洛如雪忍不住尖叫出声，白皙的脖梗瞬间出现两排清晰的牙印。洛如雪捂着脖子，转身怒目看向罪魁祸首：你干什么？万一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李玉堂一抬手，将洛如雪头上的围帽掀翻在地，一脸坏笑：表妹怕什么呢？大冬天的，你多穿点衣裳不就行了？怎么，难不成你还想跟谁也像这样吗？说着，腰腹用力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洛如雪眼神微闪，脱掉披风，双臂环上李玉堂的脖子，在他胸前蹭了蹭，讨好地道：表哥说的这是什么话？难不成吃醋了？李玉堂双手死死地掐着他的腰，冷笑：听说表妹就快定亲了，这么大的喜事，怎么没人通知表哥呢？洛如雪抬起一条小腿，慢慢攀上他的瘦腰，我见犹怜的掉了几滴眼泪。表哥，你误会雪儿了，大姐姐不要的亲事才轮到我，你以为我会开心吗？李玉堂有些犹豫，转而又轻嗤一声：你休想骗我，当初你跟我的时候可不是完璧之身，别以为我不知道，鸡血和处子血我还是分得清的。洛如雪心一震，没想到这个草包早就知道，却始终不吭声，自己还以为蒙骗过去了呢。不过这也不要紧。只见洛如雪忽然掩面而泣，越哭越伤心，仿佛下一瞬间就要晕过去似的。跟了自己这么久，李玉堂多少还是心疼了，哄道：好了，有什么事你说就是，哭什么呀？闻声，洛如雪哭得更甚了。李玉堂又耐心哄了一会儿，洛如雪见差不多了，才慢慢停止哭泣，掩着帕子看不清他眼中神色，委屈道：表哥，当初我确实骗了你，可是雪儿也不想啊，雪儿怕你嫌弃我，所以才……刚好点，眼泪又出来了。李玉堂眼底闪过不屑，忍着暂时没哄，道：所以说你早就跟傅世恒睡过了是不是？洛如雪点点头，又忙摇头，抓着李玉堂的胳膊哭诉：表哥，你听我说，我也是被迫的。被迫？谁逼你？李玉堂问。洛如雪闭上眼睛，痛苦的恨声道：是洛冉，是洛冉害我。第128章，帮我寻一名女子。洛冉跟他有什么关系？李玉堂对洛如雪的话明显有些不相信。洛如雪哽咽了一下，死死咬着下唇，道：因为大姐姐想跟傅家退亲，可苦于没有理由。
所以他就故意设计让傅世恒那个混蛋玷污了我。呜，哭了几声，继续道，然后他又故意引来大伯父，傅家理亏，只能退亲。可是他们从来没想过，表哥，大伯父仗着冠军侯爷的身份，根本不拿我们二房当人看，岂有此理！李玉堂气愤道：“他不想嫁就不嫁，为何要陷害你？”见他信了，洛如雪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转瞬即逝。表哥，求你别把这事告诉别人好不好？柔软的身子又往前贴了贴，蹭了蹭。李玉堂的火顿时被勾起来，打横抱起他便往床榻上走，又有些怀疑地问了一句：“按理说，傅世恒身为晋国公府世子，洛冉到底想找什么样的？难道还想进宫当娘娘不成？”洛如雪凑上小嘴堵住他的话，含糊不清道：“表哥，我偷偷告诉你，洛冉不敢嫁给傅世恒。”李玉堂狠狠地吃了一通他的小嘴，意犹未尽，欲火越来越旺，一边扯下他的衣裙，一边顺口问了一句：“为什么？”洛如雪也没闲着，小手摸上他的腰带，轻轻解开，顺着衣襟探进去，媚眼如丝，因为他跟指挥使大人。李玉堂眼睛一亮，翻身而上，猴急地开始攻城。洛如雪忽然往旁边躲了躲，箭在弦上，李玉堂见他的动作，忽然有些不悦：“你这是什么意思？表哥，你先别生气，雪儿想求你一件事，行不行？”一双笔直白皙的大腿缠上他的腰，李玉堂顿时气血涌上脑门，双手不老实的揉捏：“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洛如雪弓起身子迎接，脚趾挑逗的挠挠他的后腰：“表哥，想不想尝尝县主的滋味？”李玉堂动作一顿，探究的看着他：“你有办法？”洛如雪妩媚一笑：“只要表哥听我的，我保证表哥心愿达成。”屋子里很快响起让人脸红耳赤的声音，紫竹也满脸通红，倒不是羞的，而是气的。二小姐跟傅世恒的事虽然捂得严实，但是他们作为小姐身边伺候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不过是碍于侯府颜面，都当作不知道而已。谁想到二小姐竟然跟李家表少爷厮混到一起，还将那件事情赖在他们小姐头上，更甚至还在背地里谋划陷害小姐。紫竹看了一眼长影，眼神里有警告。长影没在意，道：“行了，听完就走吧。”紫竹顾不上许多，转身出去。洛冉这边也浑身难受，只因为对面那人的视线毫不掩饰。终于，包间的门在外面敲响。“大人。”长影唤了一声：“进来。”傅金安低声回了一句。长影进来，第一眼是看向洛冉。洛冉感到奇怪，转眼就看见表情有些不对的紫竹，起身告辞：“小王爷，傅大人，我们还有事，先走一步。”傅金安看看他，又看看长影，长影微微点头。沈玉芝此时也跟着起身，站在洛冉身边，颇有种寸步不离的架势。傅金安眉间明显的不高兴，但最后终是什么都没说。一出来，上了马车后，紫竹就迫不及待地将包间内的事情说了，只是将那些污言秽语自动忽略掉。紫竹以为自己说完，小姐会很生气，没想到却出奇的平静，忍不住问道：“小姐，您不生气吗？”洛冉淡淡的笑笑：“有什么可生气的？早就想到而已。况且他被算计也不只是这一次了，只是这一次他不打算这么算了。”想了想，掀开车窗的帘子，对骑着马跟在旁边的沈玉芝道：“表哥，我能求你一件事吗？”沈玉芝笑笑：“什么事这么严重，竟还用求了？”说完，让福伯将马车赶到一个偏僻的巷子里，然后上了马车。紫竹出来守在外面。“什么事？”沈玉芝问。洛冉道：“我想让你在江南帮我找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女人。”“女人？”沈玉芝感到很奇怪。洛冉微微一笑，附在他耳边轻语几句，只见沈玉芝脸上的表情很微妙，最后有些苦笑着点头：“好，我帮你找就是。”沈玉芝将洛冉送回冠军侯府，并没有直接回沈府，而是转身便朝城门口的方向去了。傅金安和陆九晨此时也听长影说了包间的事情。陆九晨表情夸张：“啧，都说最毒妇人心，古人诚不欺我。”傅金安脸上却始终一片平静。长影不知道大人到底什么意思，试探地问：“大人，要不要属下？”“不用。”傅金安忽然出声，冷笑了一声：“他不是也有表哥吗？我倒要看看一个书生能有什么用。”话虽这么说，出门后还是忍不住道：“你看着点。”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句话，幸亏长影反应快，连忙应下。洛冉回到府中的时候，袁淑仪还没回来，等他刚将两个孩子喂饱哄睡，就听门口小丫鬟请安的声音：“母亲，您怎么过来了？”洛冉看着袁淑仪这一身，明显是回来后直接来这里。袁淑仪忙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别担心，没什么事的，只是一日不看见两个孩子，我这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等身上暖和一些，袁淑仪才进去看两个孩子。”洛冉见他眉眼温和，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欢，心一动，脱口道：“母亲，您再给我生个弟弟吧。”话一落，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了，刚要解释，
就听袁淑仪大大方方道：“好啊。”其实袁淑仪心中也很期待有个自己的孩子。想到那个男人，袁淑仪的脸有些热。骆德运房中事并不是很热衷，但却很规律。每隔1日，两人都会敦伦一次，不像小夫妻之间那种热乎，反倒像一种例行公事。或许是武将的原因，每一次都差点要了他半条命。幸好，只要自己喊疼，那个男人就会立马温柔下来。这些日子相处下来，袁淑仪也慢慢摸清了他的脾气。有时候就在想，这个男人每次都好像故意让自己开口求他一样。试了几次，越来越肯定心中这种想法。只是天一亮，人清醒了，看着端正严肃的侯爷，袁淑仪又觉得晚上那个人只是自己的幻觉。洛然也看见袁淑仪微红的耳根，心中替爹爹感到高兴。晚上的时候，洛然找父亲说起与傅金安关于看望孩子的约定。骆德运虽然脸上很不好看，但一想到2个孩子，还是忍不住点头。第2日上午，太阳出来了，晒在人身上暖烘烘的，洛冉又抱着2个孩子出门了。虽然昨天已经见过那人，可今天是初3，是约定好孩子与父亲见面的时间，他并没有食言。第129章，我是你爹。马车到了醉仙楼，洛冉下车后并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马车旁，嘱咐邱嬷嬷和桂嬷嬷照顾好2个小家伙，自己则带着紫竹去了旁边的珍宝阁。醉仙楼2楼天字号房间，傅金安一身朱色飞鱼服站在窗边，将门口的一切尽收眼底。当看见那个身影走进珍宝阁时，舌尖不自觉抵在唇角，漆黑的眸子又深了几分。徐掌柜一看洛冉进来，立马态度恭敬地迎上来，小心翼翼地问：“东家，你有什么吩咐？”自打他刚接手时，当着徐掌柜的面让二房吐出了之前所有东西，徐掌柜每次见了洛冉，都恨不得把腰弯到地上，账目也做得清清楚楚。就冲这一点，洛冉就没把他赶出去，因为他知道主子立不起来，无论换了谁都一样。相反，像现在这样，徐掌柜心中有忌惮，自然会比原来更加尽心。洛冉一边往楼上走，一边道：“你把这一季的首饰样子都拿来给我看看，年后宫中选秀该多备一些货。”“哎，小的这就去拿，东家您稍等。”徐掌柜一听洛冉不是来查账的，顿时又热情几分。他现在倒不是害怕查，而是查不查账区别可大了，这里面代表东家的信任。另一边，邱嬷嬷和桂嬷嬷2人将孩子抱进去就被赶了出来，守在门口听里面的动静，生怕2个小主子哭。小姐弟俩倒没哭，都瞪着圆溜溜黑乎乎的眼睛，好奇地看着上方的男人。青宁2只小手放在外面，一个劲地挥着。景行倒是安静许多，吃着小手，偶尔不小心被姐姐的小手打到也不生气。傅金安就这么看着并排躺在床上的2个小家伙，大眼瞪小眼半天，终于抬手压住青宁不停挥舞的小胳膊，道：“行了，别动了。”说完又觉得自己说话语气有些硬，抬手捏了捏嗓子，试试声音：“你可亲可。”回头看了一圈屋子，见没人，终于用力扯出一抹自认为很温柔的笑容，夹着嗓子道：“宁儿，我是你爹，叫爹。”可怜的小青宁还不到3个月大，除了哭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根本就不知道爹为何物。傅金安又哄了2声，见小青宁没反应，又转头看向小景行，脸色明显没有刚刚对着姐姐时那么温柔，颇有些不悦道：“你身为男子汉，竟然躲在姐姐身后出来，真是没用。”许是他的面孔太严肃，小景行看惯了娘亲和外祖母乐温柔的样子，冷不丁见到这么凶的人，一向最省心的奶娃娃，小嘴一瘪，哇的一声哭出声来。门外的邱嬷嬷一听是小公子的哭声，吓得腿都软了，想进去看着门神一样的场景又不敢。傅金安见小景行哭了，眉头皱得更深，男子汉大丈夫，动不动就哭，成何体统？你爹我小时候差点被人打死都没哭。别看锦衣卫指挥使大人在外面威风赫赫，令人闻风丧胆，可面对一个只知道扯着嗓子嚎的小婴儿，简直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见小景行因为哭小脸都憋得通红，终于忍受不了，朝门口不耐烦地喝了一声：“来人！”听到动静，邱嬷嬷第一时间内推门进来，看见站在距离床1丈远窗边的男人时愣了一下，匆匆扶了扶身子，小跑到床榻跟前，抱起景行边哼边晃。随后桂嬷嬷也跟着进来，虽然小姐没哭，但也抱了起来。傅金安冷着脸问：“可是饿了？姐弟俩出来时特意吃饱了，怎么也能坚持1个时辰的，应该不会饿。”可邱嬷嬷见傅金安脸色不太好，又不敢说，只好含糊点头。傅金安忽然想起那日出宫时看见的牛皮水袋，问：“水袋带了吗？”邱嬷嬷反应了一下，回道：“带了，带了，奴婢这就去拿。”常颖伸手拦住：“我去吧。”转身出去。傅金安又看了2个孩子一眼，道：“你们就在这里喂吧。”双手附在身后，踱着步子出去了。桂嬷嬷一时搞不清楚状况，小声问：“老姐姐，我们现在怎么办？”这会儿景行在嬷嬷的怀里已经渐渐止住了哭声，只是还有些委屈，一抽一抽的打着哭嗝。邱嬷嬷竖着抱起，让她趴在自己肩上，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对桂嬷嬷道：“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一会儿小姐会让人来叫咱们。桂嬷嬷也点头，抱着小清明。洛冉正翻着徐掌柜拿过来的册子看，看着上面有些陈旧的首饰样子，微微摇头。重生1年，他一直都没心思和精力琢磨这些东西，如今可算一切都算安稳。他想着该是多赚些银子了，哪怕是为了2个孩子长大着想。他想着，万一以后那人成了亲，有了嫡出的孩子，自然看不上清明姐弟俩，到时候他就带着他们找个山清水秀安静的地方教养2个孩子长大成人。到那时候手里有银子，总归多一重保障。正低头思虑间，听到门口有动静，脚步有些沉，显然不是紫竹。他还以为是徐掌柜，头也没抬便道：这些首饰样子都太老了，回头我让紫竹给你送过来一些，你找工匠按照样子做，工钱贵些不要紧，主要的是手艺要好。说了这么多，也没听见对方回应，视线刚从册子上离开，便看见一角朱红色的衣摆，上面用金线绣着宝箱花纹，黑面白底皂靴，不用看脸也知道是谁。洛冉合上册子，看向他身后，问：孩子呢？傅金安在他对面坐下，拿过册子随意翻着，回道：饿了，嬷嬷们喂呢。小孩子饿得快，洛冉也没怀疑，起身道：既然见过了，那我们就回去了。说着伸出手，示意他把册子还给自己。傅金安没动，看着厚厚的册子，眉间轻凝他：缺银子跟我说，何必这么累？洛冉上前想抢回册子，赚银子我自己会，再说没人嫌银子多，用力也没抢过来，索性松手不要了。可自己的手还没收回，手腕忽然被一只大手钳住，微微用力，洛冉整个人便不受控制地向某人怀里栽去。第130章百日宴。人一入怀，昨日在醉仙楼那点怒气奇迹般的消失了。大手紧紧揽着纤细的腰肢，傅金安软了声音哄道：乖点，别动。洛冉怎么可能听话，乖乖在他怀里？更何况此时2人的姿势是，这人端端正正地坐着，自己却半躺在他腿上，双手被反剪压在身后，这个动作令洛冉感到羞耻极了。手动弹不得，他便用脚蹬踢，身子也不停地抗拒挣扎。忽然后腰被抵住，吓得他不敢再动，红着眼睛骂道：你无耻！傅金安脸上闪过一抹不自在，都告诉你不要乱动，谁让你不听话？洛冉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若不是他不松手，自己至于这样？因为生气，胸脯剧烈起伏，他的身材本就玲珑有致，这时候落在某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无声的诱惑。傅金安的眸子愈发暗沉，仿佛浓墨一般。想起上次在马车里看见小姐弟俩吧嗒小嘴津津有味时的样子，神思微动。洛冉看着他漆黑的眸子盯着某处，一股危险直窜脑顶，只是还没等他出声喝止，男人的头已经低下，牙齿轻轻用力扯开衣襟的带子，衣襟散落，颜色明显深了一些的小衣被撑得紧绷。洛冉有一瞬间的恍惚，好像看见饿极了的小景行，竟然想柔声安抚。傅金安钳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松开，顺着衣襟探入，衣摆掀开，一阵凉意袭来，靠着最后一丝清明，洛冉狠狠地咬了自己舌尖一口，一股腥甜伴着刺痛瞬间让他清醒过来，用尽力气抬手挥去，接着转身，终于逃脱了那双大掌。洛冉立刻跑到门边，脖子脸都染成了粉色，羞耻、懊恼、生气，以至于整理衣衫的手都在颤抖。这一巴掌，洛冉可谓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别说那人的脸了，自己的手可能都肿了。嘶！傅金安用手轻轻碰了一下脸颊，疼得倒吸一口气，前一刻还享受着世间美味，后一刻这个小女人就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舔舔嘴角的残留，洛冉，这是第2次，再有一次别怪我不客气。洛冉冷笑，难道只有傅大人会威胁人吗？今日我也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再有下一次，拼死我也会讨个公道。说完也不管什么册子不册子了，出门让紫竹去叫邱嬷嬷。他先上了马车，身体的异样再加上小衣也湿漉漉的贴在身上，让他浑身都不舒服，迫切的要回去沐浴。从珍宝阁出来，常颖见自打昨日起黑着的脸的大人终于阴转晴，想着自己接下来要说的事，偷偷庆幸了一下。大人，江南那边出问题了。常颖硬着头皮道。傅金安眼神一凛，怎么回事？常颖道，那个混入水军的奸细几日前偷偷离开，咱们的人跟丢了。废物！半晌，傅金安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看着冠军侯府的马车消失在路尽头，才翻身上马，加紧马腹绝尘而去。一句话从风中传来，即刻准备启程去江南。因为这次的事情，洛冉自动取消了某人看孩子的权利，所以当知道这人离京的消息时，已经是几日后了，还是从陆媛媛的口中得知的。只是正月初6这日，那人也不知道从哪得知自己生辰的事，竟然提前2天就命人送来一大车的礼物。后来洛冉想想，既然那人都知道自己八字命格的事，记得生辰也不是什么意外了。可是不等他拒绝呢，来送礼物的人放下就走，叫都叫不住。
本想找机会还回去，便从陆媛媛口中得知她因为紧急事情出京的事，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陆媛媛说，有的时候一走大半年也是有可能的。洛冉只好命人将东西原封不动地收进库房。至于他3、5不时的命人给2个孩子送来的东西，他倒是没拒绝，挑着2个孩子现在能玩的都留下了，不能玩的也收好，等将来孩子大了再拿出来。转眼间出了正月，朝廷选秀的旨意也下来了。2月初8开始，各地先按照条件进行初选，一级级下来，等到3月初8，秀女进宫，开始正式选拔。朝廷规定，此次参加选秀的秀女必须是5品以上官员嫡女，年满15方可参加。洛如雪的婚事一过完年就开始走6礼，如今已经进行大半，只等最后选定成亲日期了。这么一看，冠军侯府今年竟然一个秀女也没有，反而李家倒是有一个，就是李新月，过年都17了。秀女们忙着学规矩礼仪，一时间宴请少了，京城倒是安静了许多。2月初2，龙抬头，也是双胞胎姐弟俩的百日。因为喜3满月时2个孩子还都没回府，再加上洛冉被册封县主也没请客，这一次骆德运说什么也要大办一次。洛冉见说服不了爹爹，只好求救的看向袁淑仪。袁淑仪无奈的笑笑道：“侯爷，我们都知道您心疼冉儿和孩子们，可您也不想想，操办大了是热闹，可是冉儿跟孩子们也累啊。不如就咱们自己家人，再请些亲近的亲朋好友，都是熟悉的，相处起来也自在。”洛冉跟着点头。面对妻女，骆德运终于点头答应。所以这一日收到冠军侯府帖子的，除了有姻亲关系的几家，外人也就庆王府和永定侯府了。当然还有镇南将军府，也就是当初骆德运跟袁淑仪的媒人孟老夫人。只是真到了这一日，还有几家没收到帖子也来了，也不知道是冲着冠军侯的名声，还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位未婚就收养2个孩子的县主感兴趣。总之来者是客，人都来了，总不能把人往外撵。袁淑仪刚忙叫人出去迎接，男客由骆德运去招待，他则负责内院。但是当听到来人是康乐侯夫人时，袁淑仪愣了一下，她怎么来了？康乐侯柳家是柳贵妃的母家，柳家一不是世袭，2没有军功，被封侯完全是看在柳贵妃为皇家生育了3皇子的面子。但康乐侯夫人长袖善舞，这些年在京中人缘很好。听到康乐侯，洛冉忽然就想起那个人说的话，想起自己前世的遭遇。第131章小舅舅。既然这一世要改变，该要面对的人总要面对，让幼卿去吧。洛冉拦住袁淑仪道。袁淑仪拍拍他的手道：“不好，还是我去吧。”正巧这时候来人说沈家表少爷和表小姐过来了，正在寻他，洛冉便也没再说什么。青宁姐弟俩今日都换上一身大红的夹袄，姐姐穿的是绣着小兔子图案，弟弟的上面则绣着小老虎，两人又都戴着一圈白狐狸毛的虎头帽，穿着虎头鞋，简直就是年画上走下来的2个福娃娃，别提多招人稀罕了。洛冉与沈玉芝站在一旁，看着沈西晴逗弄2个孩子。沈玉芝道：“你要的人我找到了，安置在那个宅子里。”洛冉点头，这次又辛苦表哥了。沈玉芝笑笑，跟我不用这么客气，只不过是去封信的事。不过什么？洛冉回头看他。沈玉芝回道：“信上说那人也去了江南，好像在调查姑丈任上的一些事。”傅金安调查爹爹，为什么？洛冉有些惊讶。对于爹爹的为人，洛冉还是清楚的，最是清廉刚正。但是任上之外，骆德运也不是那种死脑瓜的人，不然也不可能背着宫中攒下那么大一笔家业。之前他口中所说的私产，不过只是爹爹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前世他出嫁时才知道的。他记得爹爹当时拿着厚厚一摞地契银票跟他说，出嫁了，有银子在身，总会多一些底气。只是那时候他傻，没经历过什么事，满脑子都是对婚后生活的美好向往。哪怕一开始并不如意，他也被晋国公夫人及傅明珠蛊惑，一点点把爹爹留给他的东西都交了出去。现在想想，真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傅金安去江南真的是为了查爹爹，那一定是皇上吩咐的。可是前一世爹爹明明是被二叔联合柳家害死的，直到死也没传出爹爹有什么贪赃枉法的事。沈玉芝见他脸色有些不好，忙道：“我跟你说，不过是让你趁机提醒姑丈，你也别过分担心。姑丈的为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皇上也知道，否则不可能到现在也没说让他交出江南水师的兵符。没错，本以为年后会有新的总兵上任，可到现在皇上也迟迟没有开口。上一世也一样，所以在他出嫁后，骆德运又去了江南。那时应该是3、4个月后的事了。难不成傅金安此去是因为爹爹继续任总兵的事？”洛冉还在琢磨，就听见一道有些稚嫩却又有些严肃的声音：“沈大哥，原来你在这里。”顺着声音看过去，原来是一个15、16岁的少年，身量笔直，比沈玉芝矮了近1个头，还有些稚嫩的小脸上却是有些老气横秋的严肃。洛冉忍不住捂着帕子笑出声，扶了扶身：“原来是小舅舅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快请进来。袁正博过完年15岁，算起来比洛冉还小了1岁。听到那声小舅舅，不自觉耳根泛红，又见洛冉笑个不停，更加窘迫了。我刚来，外甥女不用客气。袁正博一本正经地回道。其实洛冉也只见过袁正博2次，一次是父亲成亲那日，远远见一面，并没有说话，然后便是年前来送礼，这才算真正认识。但也正是如此，激发了洛冉藏在心底的恶趣味，看着他严肃的样子，总忍不住逗他，歪着头道：舅舅，您刚刚叫表哥沈大哥，却唤我外甥女，这不是乱了吗？袁正博皱着眉头严肃道：古人云，不以备行许也。虽然原意是指坚持原则和正义，但是用在学问上亦如此。姐姐嫁给侯爷，就是洛家人，按理我称你为外甥女，符合礼法。而沈大哥，无论是在阅历还是学识上，都值得我尊敬，称呼一声沈大哥也是应该。停！之前一直听袁淑仪抱怨自己这个弟弟最是无趣，洛冉还不信，今日终于知道母亲为何那么说了，这简直就是老夫子的年轻版。不过刻板中还带着一点可爱，洛冉忽然想，以后母亲若是给自己生个这样的小弟弟，应该也挺好玩的。袁正博看着洛冉愈发温和的眼神，不自觉皱紧了眉头。他怎么发现这个外甥女看自己的眼神跟姐姐看自己的眼神越来越像？与其说袁淑仪是他姐姐，不如说是他母亲。沈玉芝看出洛冉眼中的揶揄和袁正博的不自在，苦笑着摇摇头道：好了，表妹先忙吧，我和正博出去转转。好，表哥。洛冉甜甜的唤了一声，转头又朝袁正博行了一礼，含笑道：舅舅慢走。袁正博点点头，转身与沈玉芝离开，只是仔细看，脚步有些快，似乎很着急离开这里。落到洛冉眼里，更加乐不可支。时辰差不多了，洛冉让嬷嬷抱着2个孩子去前院。祭拜刚刚结束，骆德运和袁淑仪分别招呼男宾与女宾入座。转眼，洛冉便看见二婶跟在一位夫人身旁往这边走来。夫人约莫45、6岁的年纪，保养得宜，珠翠满头，打扮甚是华丽。洛冉猜测，这位应该就是宫中柳贵妃的母亲，也就是康乐侯夫人了吧。果然，李氏一脸笑眯眯的过来，李老远就朝洛冉招手：冉冉快过来，这位是康乐侯夫人。洛冉站着没动，转身让邱嬷嬷将2个孩子抱回去。虽然已经进了2月，但风还是有些刺骨，担心他们着凉。余光便看见康乐侯夫人的脸上似乎有些不大好看，一旁的李氏陪着笑脸，不知道在说什么。看着邱嬷嬷把孩子抱走，洛冉刚要转身离开，胳膊就被人拉住，原来是李氏。你这孩子，没听到二婶跟你说话吗？快来见过柳夫人。李氏的口气有些严肃，偷偷朝洛冉眨眼，似乎告诉他这是故意做给柳夫人看的。洛冉眨眨眼，装作不知哪位柳夫人。李氏没看见洛冉的脸色，还在跟柳夫人说话，低声道：还能是哪位柳夫人？当然是贵妃娘娘的母亲康乐侯夫人了。快过来行礼。洛冉从李氏手中抽回胳膊，一脸不解道：二婶，我看你是忙糊涂了吧？我是皇上亲封的单宁县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柳夫人应该是2品诰命，理应她给我行礼才对啊。然后挺直腰背，双手交叠放在小腹，一副等待他给自己行礼的样子。第132章，别喝茶水。呵呵，小孩子不懂。李氏干笑2声，准备解释，就见柳夫人忽然俯身，面带笑容，端端正正的行了个礼：臣妇参见县主，县主福安。洛冉这才不紧不慢的说了句：柳夫人不必多礼，请起吧。一边打量着这位传说中柳夫人，心中暗暗点头，也难怪柳家即使没有军功，没有实权，也能在京中占有一席之地。柳夫人今日不请自来，完全是按照女儿柳贵妃的意思，特意来跟冠军侯府搞好关系。热情的上前拉着洛冉的手，夸张道：哎呦呦，瞧瞧这人俊的，我活老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标致的美人儿，说是9天仙女都不为过呢。我可不就是看愣了神，都忘记请安了，还请县主勿怪啊。一句话就把刚刚李氏的话一笔接过。洛冉报以微笑：怎么会呢？我也是没想到柳夫人会这么年轻，刚刚二婶说我还不信呢。装备现学现卖而已。不远处，一个11、12岁身披大红披风的小姑娘，眼睛盯着这边，小嘴紧紧地抿着。洛如雪站在她身边，故意道：看见了吗？那就是我大姐姐，皇上亲封的单宁县主，不但白捡了2个孩子，还得了皇上赏赐，就算你祖母见了，不也得行礼问安？柳妹儿回头直直看着洛如雪。洛如雪有些心虚：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让你祖母行礼的是我大姐。又压低了声音道：但是你若想出口气，我倒是可以帮你。柳妹儿盯着他看了2眼，问：为什么？你们不是姐妹吗？你为什么要帮我？洛如雪一脸不忿：当然是替你祖母不值啊。你想想，你祖母都多大年纪了，别说是柳贵妃的母亲和3皇子的外祖母，就是稍微懂事点的人，也不能受了她老人家的大礼啊。
柳妹儿眼神闪了闪，道：“那你打算怎么帮我？”洛如雪见他同意，心中窃喜，环顾一下四周，见除了这个柳妹儿身边的小丫鬟再无旁人，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纸包，偷偷塞进柳妹儿手里，低声道：“你把这个偷偷放进洛染的茶水里。你放心，这只是让人发痒的药，并不会要人命。2个时辰后，药效自然消失，只是让他出些丑罢了。谁让他那么得意？”柳妹儿看着手里的纸包，攥紧。好。洛如雪心满意足地离开，柳妹儿身边的小丫鬟有些紧张。小姐。柳妹儿看着洛如雪离开的背影，冷笑：“你放心吧，我还没那么傻，给他当枪使。”小丫鬟，那您刚刚……柳妹儿得意道：“姑母让祖母跟洛家搞好关系，将来好助表哥一臂之力，我当然要帮着祖母了。”小丫鬟有些不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柳妹儿看看手里的药包，道：“你说，若是那位单宁县主知道我帮了他，不就欠咱们一个人情了吗？”小丫鬟恍然大悟，还是小姐聪明，因为都是自家人，宴席上也就没太分尊卑。几个身份尊贵的老夫人们坐在主桌，洛染陪着岳婉和和沈西晴坐在另一桌。3人正说得热闹呢，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个小姑娘，看装扮和年纪，洛染猜到应该是康乐侯府的，遂笑着道：“这位是柳姑娘吧？有事？”柳妹儿高傲地扬着头看了一眼岳婉和，趁人不注意微微弯腰，在洛染耳边说了句别喝茶水，便离开了。洛染看着他坐到另一桌，这才回过身：“岳婉和，他刚刚说什么？”沈西晴也关心地看着他。洛染摇摇头，垂眸沉思。过了一会儿，柳妹儿带着小丫鬟过来，小丫鬟的手里还端着茶水。柳妹儿有些娇蛮道：“你就是单宁县主吧？我叫柳妹儿，我姑母是柳贵妃，表哥是三皇子，今日很高兴认识你，这杯茶敬你。”洛染盯着他手里的茶，嘴角含笑，却没伸手去接，气氛一时有些凝住。袁淑仪刚要起身，手被人按住，转头一看是王氏，洛染的舅母。王氏附在他耳边低声道：“别担心，看看再说。”袁淑仪知道王氏这是在有心锻炼洛染，便真的没动。还没等洛染开口，洛如雪也端着茶上前，看似在替洛染解释：“柳姑娘别见怪，我大姐姐最近照顾孩子睡眠不好，大夫不让她喝茶，并不是不给柳姑娘面子，是不是啊，大姐姐？”想用激将法让洛染接下那杯茶，只是发现洛染根本不上当。洛如雪还在想再怎么劝，后面忽然被谁撞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待转过头时，洛染已经接过茶，并将茶喝了干净，爽利道：“今日能认识柳姑娘，不听大夫一次话也无妨。”说完还调皮的眨眨眼，又看向洛如雪手中的茶：“二妹，难道你认识柳姑娘不高兴吗？怎么不见你喝茶呢？”“当然不是。”洛如雪压抑着内心的兴奋，也抿了一口了手里的茶。柳妹儿看了一眼洛染颜色变深的衣袖，微笑着离开。刚坐下没一会儿的功夫，洛染忽然说头晕，便带着幼卿和子服提前离席了。洛如雪见他离开，也忙找个借口走开。柳妹儿嘴角微微上扬。康乐侯夫人不解，低声问：“妹儿，你在笑什么？”柳妹儿挽着他的胳膊撒娇：“祖母，这回妹儿可是帮了您大忙，回去您得好好谢谢妹儿。”康乐侯夫人没当回事，只当是小孩子玩闹，亲昵地点点他的额头：“好，好，小姐。”二小姐跟在后面。子服轻声道。洛染唇角微勾，身子更加无力地靠在幼卿身上，手搭在额头上，声音有些虚弱：“幼卿，不行了，我头晕得厉害，你快先找个地方让我歇歇。”幼卿见小姐朝自己眨眼，立马心领神会，大声道：“小姐，前面正好有个客院，奴婢带您进去歇一会儿。”又转身道：“子服，你快去请大夫，再给小姐打盆冷水来，小姐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哎。”子服应下，转身就跑，只是一拐过弯，立马变了方向，朝客院后身绕去。推开客院的房门，洛染进去后，幼卿刚回身去关门，就听见小姐一声惊呼，回头便发现小姐被人捂着嘴从后面紧紧抱在怀里。父！幼卿刚发出一个音，就听傅金安阴沉道：“闭嘴。”第133章废了他。洛染刚刚有一瞬间也很恐惧，可冷静下来就发现身后男人的气息很熟悉，尽管还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能这么快就辨识出身后之人。回头看了看后面的窗户，傅金安轻笑：“放心吧，人死不了。”见他认出了自己，心情有些愉悦地松开了捂着他嘴的手，只是放在腰上的手却没拿开。听到子服没事，洛染放下心。刚刚他暗示子服先绕到后面打探，特意磨蹭了一会儿才进来，没想到前脚刚收到子服发来安全的暗号，下一刻主仆几人全都覆没。这也就是眼前这人，若是换了旁人呢？洛染浑身汗毛竖起，看来他还是大意了。傅金安低头看着小女人的眉头，一会儿懊恼地皱起，一会儿又恍然大悟，不明白他的小脑袋瓜里想什么，便问：“想什么呢？”洛染摇摇头，拨开他放在自己腰上的手，后退一步，问：“
你不是去江南了？傅金安上前一步，压低了头，低声问道：“怎么开始关心我了？”洛冉刚要说话，就见傅金安就伸出食指抵在他唇边。嘘。洛冉没敢动，此时他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李玉堂满脸兴奋的过来，见着躲在院中一棵树后面的洛如雪，迫不及待的问：“怎么样，成了吗？”洛如雪抡起小拳头砸在他胸口，故意没好气道：“表哥果然是有了新人忘旧人，见了我连表妹都不称呼了。放心吧，人进去有一会儿了，这会儿估计药性已经上来了。”一听是成，李玉堂顿时心花怒放，抓住他的小手放在唇边亲吻，舔笑着哄道：“怎么能呢？表妹可是表哥的心肝宝贝，表哥怎么会忘了你呢？再说了，表哥昨日不是刚疼过你吗？怎么这么快又馋了？你放心，等表哥帮你收拾了洛冉，他就是一只没人要的破鞋，到时候给你出气，你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哪怕他是县主也没用。”洛如雪这才满意，推搡他一下：“行了行了，我信表哥的还不成吗？你快去吧，一炷香后我带人过来。”李玉堂皱眉淫笑道：“怎么，表妹难道不知道表哥的厉害吗？一炷香的时间怎么够啊？”洛如雪娇嗔地瞪他一眼：“时间长了，宾客都散了，还怎么捉奸？你放心吧，只要这次你成了，以后他还不是听你的，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李玉堂一想也是，不再犹豫，转身推门而入。洛如雪在他身后道：“祝表哥玩得尽兴。”说完便扭着纤细的腰肢离开了。早就在李玉堂要退开门的瞬间，傅金安带着洛冉已经躲到里侧的屏风后面，半透的窗幔放下，隐隐看见被子下微微隆起。李玉堂搓着手压抑住内心的兴奋，一步步走向床榻，轻声唤了两句：“表妹。”然而表妹床上没有反应。李玉堂走到床边，没急着撩开窗幔，反而对着床故作风流地吟了一首吟诗。只是洛冉并没有听见，因为当李玉堂刚张开口的时候，耳朵已经被人从后面捂住，整个人都窝在男人宽大的怀里，又不敢动弹。诗吟完了，床上还是没有动静。李玉堂只当他药性上来了，开始宽衣解带，一边脱一边有些气息紊乱道：“冉儿，你是不是很难受？别急，表哥这就来好好疼你。”很快就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掀开床幔，嗷呜一声扑了上去。忽然发现不对，可头刚回到一半，脖颈处便传来一阵闷痛，整个人无声地栽了下去。常颖嫌弃地看了一眼，扯过被子盖住那白条鸡一样的小身板，心中冷嗤：就这么干巴的玩意儿，还嫌一炷香时间短？在他看来，半盏茶时间足够他折腾了。大人。常颖没再看他，回身朝屏风处弯腰。洛冉跟在傅金安身后出来，看着落在床边一地的衣裳，微微皱眉。常颖以为他在害怕，解释了一句：“县主放心，他只是晕过去了。”洛冉点点头，上前看着双眼紧闭死一样的李玉堂，嘴角露出一抹讽刺。傅金安双臂抱胸，修长的大腿懒懒的交叠，身体松弛的依靠在床柱上，闲聊般问道：“你想怎么处理？”仿佛只是对待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儿。洛冉看着李玉堂，想起他跟洛如雪说过的话，还有洛如雪的目的，冷笑了一声。傅金安挑挑眉：“我还以为你要设计个狸猫换太子，捉奸在床的戏码呢，现在对着这么个玩意儿，你想怎么玩？”语气宠溺，仿佛他想怎么样都行。洛冉也学着他的样子，挑眉看他，若是他俩被捉奸在床，傅大人之前的计划岂不是白费了？傅金安不在意地勾了下嘴角，谈不上计划，只是顺带手的事。如果你后悔了，我现在就让常颖把你那个二妹捉来。洛冉摇头，淡淡道：“不必了。”他一开始就没想偷梁换柱，如果想的话，早就在柳妹儿提醒他的时候，就会让人换掉洛如雪的茶水。他还想看着洛如雪嫁入傅家部，自己前世后尘呢。万一捉奸在床，傅洛两家的婚约毁了，洛如雪只要去庄子上躲2年，等人们渐渐忘记这件事后，还可以转身嫁人，最不济也会嫁入李家。凭李氏的厉害，洛如雪嫁入李家，刘氏可不敢摆婆婆的谱，还不是让洛如雪称王称霸？这些都不是他想看见的。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傅金安又问。洛冉视线下移，落到李玉堂的腰腹处。傅金安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皱着眉直起身子，就听洛冉淡淡道：“废了他。”傅金安愣了下，接着愉悦地笑了2声，问常颖：“听明白了？”常颖低头：“是，属下明白。”傅金安可不想自己的女人看见其他男人的老二，一个大跨步走到他跟前，手自然地搭在他的肩上：“走吧，难不成你还想亲眼看着行吗？”洛冉挥开他的手，故意作对：“有何不可？”傅金安苦笑一声，手又重新揽上他的肩膀，一边往窗边走一边哄道：“从正门出去容易被发现，走这里。乖，杀鸡有什么好看的？你若喜欢，改日我带你去锦衣卫地牢，亲手做人皮灯笼给你。”洛冉只觉腰间一紧，接着身体腾空，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傅金安低头看他的样子，忍不住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确定脚落地了，
洛冉迫不及待推开他，转身离开。早就等在窗外的右青和子服朝傅金安微微俯身，忙跟上去。刚走出去没多远，洛冉就听见一声杀猪般的嚎叫，响彻整个侯府。第134章，一滩肉泥。回到宁香院，洛冉见那人也跟了过来，终究没说什么，让右青带着傅金安去东厢房看孩子，自己则回到正屋，坐在榻上想事。不得不承认，今日若是没有这人，他虽然也会让李玉堂付出代价，只是没有这么顺利罢了。子服虽然有些身手，但下手肯定不如长影干脆利落。李玉堂没了命根子，等他醒来，肯定会第一个怀疑把他带到那里的洛如雪，把祸水引向二房。刘氏哪怕在忌惮李氏，也不会善罢甘休。那时候李氏自顾不暇，自然没精力只盯着大房，到时候他自然会有更多的时间查出前一世父亲死亡的真相。这辈子他们一个也别想跑。在想什么？两个孩子从前面回来吃过奶就睡了。傅金安去东厢房看了一会儿，便进来坐到洛冉对面。洛冉摇摇头，忽然抬起头看他一眼，拿起茶壶倒了杯茶水递过去，不经意地问道：“你这次去江南可顺利？”傅金安愣了一下，转瞬即逝，接过茶闻了闻，没喝，含糊地回了一句：“还行。”洛冉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傅金安眼底溢满笑意：“怎么想起关心我了？”洛冉对上他揶揄的眼神，发现自己真的是天真了，在锦衣卫面前装小聪明，自己还差得远，索性也不隐瞒，问道：“听说你在查我爹爹，可查出什么了？”傅金安喝掉手中的茶，双手枕在脑后，靠在榻上，冷笑：“听谁说的？”洛冉：“这你不用管。”傅金安哼了一声：“不说我也知道，沈玉芝说的吧？他既然那么有本事，怎么没告诉你我查到什么没有？”见他不说，洛冉知道问也白问。这时正好门外春雨来道：“小姐，客院那边闹起来了。无论怎么说，今天也是两个孩子的百日宴，他不出现反倒不正常。”于是也没管某人，起身。右青替他穿好披风，走到门口，就听傅金安懒懒的开口：“回头告诉你爹，让他好好查查手底下的人，别到时候被人卖了都不知道。”洛冉回过头看他，此时傅金安已经闭上了眼睛：“你去吧，也赶了好几天的路，累了睡会。”洛冉便没管他，只是出门时听到里面悠悠的传来3个字：“林守成。”洛冉脚步顿了一下，从这个位置看过去，只看见男人脱掉皂靴后，雪白的灵袜搭在榻上，收回视线，对一旁的右青道：“你和紫竹、子服守住院子，我没回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进来。”是。右青、紫竹、子服齐声应道。洛冉这才带着春雨往客院去。傅金安听到门口的声音，眼尾漾出一抹妖冶的淡纹，很快沉沉的睡去，发出悠长的呼吸声。洛冉到客院的时候，大夫已经来了，正在里面诊治。刘氏无力的倚在嬷嬷身上，哭得声嘶力竭。李元亮也仿佛瞬间苍老了许多，眼眶猩红：“侯爷，这事是发生在你府上，你必须给我个交代。”大哥也不称呼了，直呼侯爷。骆德运阴沉着脸：“你放心，如果玉堂真的是无辜被旁人所伤，本侯定会严查凶手。”刘氏止住哭声：“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如果？”骆德运没理他，反而对李元亮道：“本侯已命人封锁整个侯府，凶手如果还在府中，一定逃不掉。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看看玉堂的伤势，等他醒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我的玉堂啊！刘氏又开始哭起来。洛冉看了一圈，发现洛如雪半个身子躲在李氏身后，手死死地攥着李氏的衣袖，看起来好像被吓坏了。感觉到洛冉的视线，转头看过来，只见洛冉朝他微微一笑。洛如雪浑身一震，可在想看清时，洛冉已经转过头去了。骆德运此时也发现洛冉，过来不悦道：“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是你们小姑娘待的地方，快回去。”岳婉和沈西晴也都站在洛冉身边，虽然好奇，但听说是伤到男人那个地方了，他们在确实不方便。洛冉点点头，没等答应，就听见门开了，大夫一脸疲惫的出来。李元亮夫妇连忙过去，刘氏更是激动的抓着大夫的衣袖不松手：“大夫，我儿子他怎么样了？”大夫叹了口气。刘氏身子一软，差点跌坐在地，还是李元亮在旁边扶住了他。李元亮咬着牙道：“大夫，请您有话直说吧。”大夫看了一眼骆德运，这才缓声道：“对方下手干净利索，而且什么？”刚刚一直没看见人的李玉人忽然出现，脸上很平静地问道。大夫看了一眼周围的女眷，袁氏见状忙招呼大家离开。洛冉看了李玉人一眼，这位李家二公子平日里倒是很少来洛家，除了李家刚进京时看到过一眼，他险些忘了李家还有这么一位公子。洛冉被岳婉和沈西晴拉着也往外面走，但是大夫的话还是传到耳中：“大夫，如果命根子还在，老夫倒是可以试着缝合，可是面对一滩烂泥，老夫就算有通天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啊。”烂泥！刘氏当场晕死过去。岳婉和沈西晴显然也听到了，抓着洛冉的手臂不自觉攥紧，疼得洛冉差点轻呼出声。
站住！都先别走！李玉人忽然冲着往外走的夫人小姐们喝道。骆德运素着脸道：玉人，你……只见李玉人朝骆德运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道：侯爷，玉人刚刚去问了大哥身边的小厮，他说大哥是被二小姐叫走的。李玉人忽然转过身，眼神阴雾地盯着骆如雪。二表妹，我想问你，你找大哥做什么？又说了什么？在哪里？谁看见了？最后你什么时候离开的？每问一句，李玉人往前走一步，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人已经站在骆如雪面前了。骆如雪脸色惨白，第一反应是看向洛然。李玉人也随着他的视线看过来，接着大家都看向洛然。洛然表情平静，淡淡一笑：二妹，表弟问你话呢，你找表哥做什么呢？第135章看入了迷。骆如雪看着洛然脸上的笑容，虽然明媚的仿若春日暖阳，可落在他身上，一股由内而外的恶寒袭遍全身。我找表哥是因为……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因为什么。骆德运眸色微沉，素着脸道：袁氏，先带着夫人小姐们回去，冉冉，你也跟着回去。接着看了一眼骆如雪和李玉人，你们跟我来。统领数万将士的总兵大人一发威，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就连刚刚清醒的刘氏，听到李玉人的话，也只敢死死地盯着骆如雪，恨不得将她活吞了，却也不敢说什么，只泪眼婆娑地拉着李玉人的衣袖，祈求道：玉人，你一定不要放过害你大哥的人。李玉人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冷冷地道：如果母亲和父亲平日里对大哥少些纵容，也就不会有今日的事情了。说完便拨开刘氏的手，跟上骆德运。骆如雪拉着李氏的手，哭着摇头：娘，不是我什么都没干，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你求求大伯父好不好？李氏也有些为难，想说又不敢说，还是曹氏回过头大声唤他：二嫂，你还在磨蹭什么呢？快走啊！没办法，李氏只好狠下心，安慰女儿：别怕，跟你爹去，你大伯父不会冤枉你的。这句话他是故意说给刘氏和众位夫人们听的，虽然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与骆如雪脱不了干系。今日之前他还生气大房没给傅家下帖子，根本不把他们二房放在眼里，现在却有些庆幸傅家没人来，否则真怕这门亲事再出变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这么想着，李氏赶忙转身去宁福堂求老夫人，可他却忘了宁福堂不但有老夫人，还有沈家和镇南将军府的老夫人也在，尤其是田氏，不但是他的母亲，更是李玉堂的亲祖母。刚刚事情发生的时候，几位老夫人本来没当回事，也不愿来看热闹，都被请到宁福堂去了。这么一会儿见到袁氏几位夫人和小姐脸色不好的回来，镇南将军府老夫人可是笑了笑道：今日出来大半日了，我这把老骨头可是受不住，老姐妹几个，要不咱们改日再聚。永定侯老夫人也见孙女朝自己点头，便也跟着道：可不是吗？平常不觉得什么，这出来一趟才发现不扶老不行啊。岳婉和忙上前扶着祖母，接着便是沈老夫人也都愤愤起身告辞。田氏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刚要也跟着起身，就见李新华捂着帕子哭泣：祖母，大哥他……住嘴！李氏喝道：事情还没一定，新华还是不要乱说话才好。李新月因为入选秀女，今日并没有来，只有李新华、李新荣姐妹来了。在座的都是人精，一看这种情况，才知道应该不是小事，纷纷起身告辞。洛冉跟袁氏送几位老夫人离开。沈老夫人故意落后几步，低声问洛冉：可需要你舅舅帮忙？洛冉笑着摇头：不用，外祖母不用担心。沈老夫人见他脸色平静，便点点头。王氏当然知道什么事情，拉着洛冉的手嘱咐：记住，什么时候也不要委屈自己，真若有人想往你身上泼脏水，咱们沈家绝不会袖手旁观。洛冉感激地点点头：外祖母、舅母，你们放心，如果我真有事，一定不会跟你们客气的。沈玉芝还是有些不放心，想留下。他刚刚注意到了事发的屋子里摆设整齐，一点打斗过的痕迹也没有，而且李玉堂的衣服虽然散落在地，可也没有破损，一看就是他自己主动脱下去的。能下手这么无声无息，干脆利落，京中除了那些人，无人能做到。洛冉看出他的怀疑，以及舅舅也明显有些怀疑，趁着没人注意，低声道：表哥放心，舅舅那边你也说一声。沈玉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有些无奈和说不上来什么感觉，最后只好道：好，有事叫我。洛冉答应：好。送走了客人，袁氏不用想都知道宁福堂肯定乱成一锅粥，对洛冉道：累了一天，孩子也哭闹，你先回去照顾孩子吧。洛冉明白他的好意，而且宁香院确实还有那么个人，便也没客气，嘱咐几句便回去了。小姐，又轻扶了扶身子。洛冉往屋里看了一眼，低声问：孩子呢？右青回道：刚刚小小姐有些哭闹，桂嬷嬷这会儿刚哄好，傅大人还在睡。右青补充了一句。洛冉点点头，抬步入内。春雨和右青都没跟进去，守在门口。
洛冉进来后发现傅金安的眉头轻微皱了一下，接着又睡了过去。他也没出声，随意坐在另一边，拿起那本兵书随意翻着。本来兵书就有些晦涩难懂，加上旁边还有这么个人，仿佛他只要一伸腿就能碰到他的大脚。洛冉低头看了一眼雪白的灵袜，很干净，足底有些褶皱，并没有什么难闻的气味。这一点跟爹爹不同。骆德运也习武，每次从军营回来，别说那双被战靴捂了一天的脚，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汗臭味。每次爹爹回来，洛冉都会很嫌弃的捂着鼻子将爹爹推进进房，必须等爹爹洗干净了他才靠近。只是眼前这人脸上明明还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身上的衣裳却很干净，脚也很干净。难不成又是什么宫中秘药吗？他知道宫里的娘娘们为了获得宠爱，真是什么方法都有，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处不精致的。听说还有那种吃了身体由内而外散发香味的秘药，如果真有这种好东西，弄来给爹爹就好了。这么想着，眼睛一时忘了挪开。为了赶上孩子们的百日宴，傅金安已经10来日没好好睡个好觉了。刚开始他也没想睡，只想闭目养会儿神，谁知鼻息被女子闺房特有的甜香味萦绕，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只是他一向警惕，睡得好好的，总感觉有人盯着他的脚，一吸2吸3吸，实在忍不住睁开眼，便看见对面的小女人半低着头，一脸认真地盯着自己的双脚看。她的睫毛很长很浓密，平日里看起来毛茸茸的盖在大眼上，总让人忍不住想去亲亲。这会儿睫毛轻颤，忽闪忽闪的，好像2把小扇子刮在人的心尖上，痒痒的。看什么呢？爷的脚很好看。傅金安发现，如果自己不说话，这个小傻瓜还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呢。第136章，凶手。冷不丁的出声，洛冉被吓了一跳，马上意识到自己刚刚在做什么，脸倏地红透了，忙起身往外走，一边走还一边有些焦急地道：“宁儿怎么哭了？我去看看。”出来冷风一吹，终于清醒许多，忍不住拍拍自己的脸，懊恼不已，自己怎么会盯着一个男人的脚看入了神，真是丢死人了。或许母女连心，洛冉一出来，果然听见东厢房里又传来婴儿的哭声，声音响亮，却似乎带着奶奶的味道，一听这么大嗓门就知道是清明。洛冉很快忘了刚刚的尴尬，还在心里夸赞女儿贴心，提着裙摆去了东厢房。此时前院外书房气氛有些凝重，洛如雪整个躲在洛德文身后。洛德运看看李玉人，又看向洛如雪，面无表情道：“如雪，我现在问你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但凡有一个字说谎，洛家今后的大门你也不用进了。”洛如雪身子一抖，抓着洛德文衣袖的手更加用力，嗫嚅地唤了一声：“爹爹。”洛德文也心疼女儿，开口想求情，就见洛德运转身坐下，掀开眼皮，淡淡的扫了他们父女一眼。只这一眼，洛德文立刻惊醒，这人不只是他的兄长，更是侯爷。从前仗着大哥常年不在府中，加上母亲的有意偏袒，他这些年险些以为自己才是冠军侯，从未将他放在眼中。哪怕大房回京1年，他也从不认为会影响自己什么，尤其是自己即将是晋国公的亲家，更何况前些日子还有人给他递橄榄枝。这么一想，洛德文心里忌惮的同时也有些底气，将洛如雪拉到身前，故意看了一眼李元亮父子，道：“雪儿莫怕，只要你没做过的事情，你大伯父也不会冤枉你的。”洛如雪看着父亲眼中的警告，咬着唇点头。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说是为了算计洛冉，否则真是无法翻身了。只见洛如雪泪流满面，一副受了极大委屈的模样，结结实实跪在地上，掩面而泣：“大伯父，雪儿不敢说谎。”雪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日一早表哥来之后就在花园里把我拦住，让我开席的时候去找他，否则……俏脸通红，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李玉人微微皱眉，大哥跟这个表妹的风流事，他倒是隐隐有些察觉，也曾劝过大哥，如果真喜欢，就让母亲找人来提亲，这么不清不楚的，对谁都不好看。可每次只要他一提起，大哥都对此嗤之以鼻，还笑话他小题大做，死板木讷。他去跟母亲说，母亲也向着大哥，站在大哥的一边，还夸大哥有本事，能睡到侯府的女人，甚至还妄想有一天洛家人主动上门求亲，他好借此给姑母脸色，并趁机捞些好处。如今可好，女人是睡到了，自己的命根子也没了。但他知道归知道，这件事总不能因为洛如雪一句含糊其辞的话就轻飘飘接过。只见李玉人走到洛如雪的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问道：“表妹这么说，可有证据吗？”“什么证据？”洛如雪抬起头，有些茫然。李玉人嘴角一勾：“表妹说是大哥找你，那若是我说你故意勾引大哥呢？只因为大哥不想与你纠缠，所以你便心生怨恨，找人害大哥，对不对？”李玉人的脸距离洛如雪也不过半尺，一双不大却满是戾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洛如雪仿佛能看见映在他眸子里惊恐的自己，身子不自觉后退，跌坐在地。
骆德文想上前，却被李元亮一把拦住。妹夫别急，玉人也没做什么，只是问2句话而已。骆德运抬眼看了一眼李玉人，17岁的少年身量不高，也不魁梧，看起来倒是单薄了许多。平日里也不大爱说话，每次见了都是低眉垂头，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不过在官场混迹小半辈子，骆德运深知会咬人的狗不叫的道理，冷笑一声，不紧不慢道：“贤侄，你这是打算在本侯面前用刑讯逼供那一套吗？”李玉人转过身，立马变脸似的换了一个人，弯腰恭敬道：“侯爷勿怪，晚辈只是一时着急大哥的伤势，不是有意冒犯表妹。”兄弟情深，本侯倒是有些羡慕。也不知骆德运是有意还是无意，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看了一眼骆德文，只是没等骆德文转回头，他已经移开了视线，对有些缓过神的骆如雪道：“如雪，你二表哥刚刚说的也并无道理，所以你将当时的情况给大家说清楚。你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做到把一个成年男人伤到的？”骆如雪其实有几分小聪明，刚刚她被李玉人震慑住，完全是因为心虚和第一次看见李玉人这样陌生面孔而一时没缓过神。这会儿听到大伯父如此说，明显是要为自己撑腰的意思，立马道：“大伯父，您要相信雪儿，雪儿真的什么也没做呀。”捂着帕子哭了2声，继续道：“大表哥说，我若是不听他的话去找他，他就当着今日来府所有人的面说我与他有染。”雪儿又实在害怕，便想着找个没人的地方劝劝表哥。谁知道我按照大表哥的约定去了后院之后，并没有看见人。大伯父、舅舅、表哥，我若是真想害表哥，根本不会自己去啊。还有，我一个弱女子，平时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怎么敢害人啊？李玉人皱眉，骆德运眼中一抹厌恶一闪而过，又问：“谁给你作证？还有，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骆如雪经他这么一提醒，立马点头：“有，我去花园的时候，有很多婆子丫鬟都看见了。大伯父可以找他们来对质。而且我经过科院的时候，确实听到里面有声音，可是我以为是客人，所以没敢靠近，赶忙回到席上了。”骆德运点点头，对李元亮父子道：“这件事情你们可以去问府里的下人。如雪的确离席一会儿便回去了，而且回去的时候妆容完好。如果他真的跟玉堂有争执，定不会如此。”李玉人虽然不信，可是骆德运说的也有道理。骆如雪一介女子，就算跟大哥争执失手害了大哥，也不可能衣裳什么的都一点破绽没有，所以凶手只能是他人，或者受人指使。李元亮道：“就算雪儿不是害玉堂的凶手，那凶手是谁？”侯爷，锦衣卫常尹大人求见。青山忽然进来禀报，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明白这时候锦衣卫的人怎么还掺和进来了。李元亮父子更是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第137章袁淑仪发威。侯爷，常尹一进来就对骆德运行了个大礼。骆德运虎眸微眯，打量着常尹道：“免礼，常尹大人今日来有何贵干？”坐着没动。这次孩子百日宴，他特意交代袁淑仪不许给傅家下帖子，虽然知道那人最近不在京城，但还是有些防备。没想到最后也没躲过去。常尹见侯爷脸上明晃晃的写着不欢迎3个大字，可他又不敢说什么。先不说这位侯爷在朝中地位不低，就是一想到这可是小主子的外祖父，他也不敢怠慢，不自在的摸摸鼻子，恭敬道：“启禀侯爷，属下与大人奉皇上之命出京捉拿嫌犯，却不小心让犯人逃跑，并且有人看见人进城后往冠军侯府这边来了，所以大人命属下过来问问，侯爷可发现什么可疑之人？”骆德运没开口。骆德文眼珠子一转，立马点头急急道：“有，我二弟。”骆德运沉声唤了一句，眼睛盯着常尹，忽然笑了一下：“哦，犯人？”常尹头皮发麻，一本正经回道：“是，这个犯人已经背负好几条人命，手段极其残忍，为了确保京中百姓不受其所害，还请侯爷见谅。”“哼，那你想怎么办？搜府吗？”骆德运皮笑肉不笑地问了一句。这时候他已经猜到是谁所为了，能让那人出手，李玉堂绝对不只是和骆如雪有染，事情肯定牵扯到了染儿。想到这，骆德运的脸色更加不好。“属下不敢。”常尹忙答道：“就是想请侯爷帮忙问问府里的下人，可曾看见可疑之人？”“常尹大人。”忽然门口一个同样一身锦衣卫服饰的侍卫匆忙唤了一句。常尹有些不悦，回头斥道：“放肆！没看见这是在侯府吗？”侍卫模样的人忙行礼，语气有些焦急：“常尹大人恕罪，有人在城东发现犯人了，正在行凶时被咱们的人发现，大人命您快点过去呢。”常尹一听，追问了一句：“受害者如何了？”侍卫遗憾地摇摇头：“咱们的人去晚了一步，命根子已经没了。”李元亮倒吸一口气。常尹假装没看见，朝骆德运拱手：“既如此，属下就不打扰侯爷了。”“骆德运淡淡的应了一声。骆德文还想说什么，却被骆德运一个眼神制止了。常尹离开后，
骆德文才有些不满道：“大哥，你刚刚为什么不跟锦衣卫说玉堂的事？能抓到凶手，不就能证明雪儿的清白了吗？”骆德运扫了他一眼，没理他，转头看向李元亮父子：“刚刚的话你们也听到了，如果有什么疑问，我可以出面跟锦衣卫说说，可以让你们去锦衣卫天牢看着审问。只是有一件事，你们需要知道。”“什么？”李元亮不自觉问道。骆德运道：“我刚刚没跟那位长影说玉堂的事，就怕传出去对你们李家不好。当然，如果你们不在意，我现在就可以让人给锦衣卫去信。”李元亮低头沉思。骆德文见状，虽然不大明白，但想到李家怎么也是他的岳丈家，虽然他们冤枉雪儿很生气，但是不可。李元亮正在犹豫间，老夫人并田氏、李氏一起过来，没等进屋，就听见田氏的声音，接着被李氏搀扶进来，满脸悲痛，道：“元亮，不可呀！”李玉人表情阴沉：“祖母为何阻拦？”田氏擦擦眼角的泪水道：“玉人啊，这事万一传出去，你大哥这辈子就毁了呀！哪怕是普通百姓家，也不会让女儿嫁给一个废人，这与守寡有什么区别？所以田氏很快权衡利弊，想着把这事瞒下，以后想办法娶个媳妇，再把玉人的孩子过继一个过来，总算留个后不是。”刘氏此时也清醒过来，也跟婆母的想法一样。当然，这事发生在骆家，想这么推干净肯定是不行。可骆德运却始终不开口，废了李玉堂都不解他的心头恨呢，不可能还给李家好处。事情暂时僵在这里，李玉堂李家人也没带走，声称伤势不好，挪动不便，指他们回去了。李家人一走，老夫人就开口劝道：“老大家的，怎么说玉堂也是在咱们家受的伤，你就算答应他们的条件又如何呢？不过是点银子的问题。”呵呵，母亲这话说的好没意思啊。袁淑仪冷笑着进来，接道：“将客人送走。”袁淑仪又蛇身去了宁香院，恰好洛冉还在东厢房，袁淑仪也就没发现正房还有个大男人，便问了洛冉这事。洛冉只把长影伤人的事隐瞒了，只说自己发现李玉堂和二妹的诡计后，命子服干的。这不，袁淑仪听完就气呼呼的过来，没等进屋，就听到老夫人那句话，顿时气血上涌，也不记得什么端庄贤惠，礼仪笑道了，眼睛淬了毒似的看了躲在角落里的洛如雪，冷冷道：“母亲和二弟妹还是先回去问问洛如雪做了什么再说吧。侯爷今天没追究李家，并不是念着什么亲戚情分，不过是不想将冉儿牵扯进来罢了。想要补偿，没要他们全家陪葬就不错了。”一听这事还牵扯到洛冉，老夫人顿时将话咽了下去，也转头看向洛如雪。洛如雪哭着道：“祖母，我没有。”啪！袁淑仪抬手给了他一巴掌。没有。袁淑仪上前2步，指着外面道：“康乐侯府的马车还没走远，我要不要把柳妹儿叫回来，当面跟你对质？是谁给了他一包迷药，让他下到冉儿的茶水里的？或者把守门的婆子叫进来，昨晚春桃奉了谁的命私自出府？再去问问店铺的伙计，春桃买的是什么药？你敢吗？”洛如雪脸色苍白，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人发现了，顾不上红肿的脸，爬到老夫人身边，揪着她的衣摆哭诉：“祖母，祖母，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表哥逼的。对，表哥逼我做的。如果我不按照他说的，他就会出去说我跟他有染，让夫家退亲。祖母，反正李玉堂也是废了，就算他醒过来，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他也没办法。”洛如雪打的就是这个主意。第138章，骂了侯爷。骆德运还是第一次看见袁淑仪现在这个样子，一张脸因为生气，苍白中还带着一点红晕，看起来却比往日鲜活了许多。虽然她的容貌不如王妻和冉儿出众，但是也五官精致，而且是那种越看越耐看的类型。两人因为身份和年龄的差异，袁淑仪每次面对她的时候都会努力让自己稳重端庄，而骆德运自己有时候看着她又想看自己的女儿，所以哪怕夜里蹲轮也会经常走神，暗骂自己畜生。可又实在耐不住身下女子的娇柔，也不知是气自己还是为了赶走心中魔障，经常控制不住的狠狠欺负她。可每她用那双清澈的眼睛梨花带雨的望着自己，像只小猫似的求情时，她就会立马心软下来。袁淑仪盯着骆如雪，若是不顾及身份，真想像个市井泼妇那样上去抓花她的脸，心里正不解恨呢，转眼就看见骆德运眼神有些茫然的看着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冲着他就是一阵讽刺。还有你，这么多年就是这么护着自己女儿的，口口声声说爱她保护她，可人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差点就被你亲侄女和狗杂碎给毁了，还10万水军总兵，呸！我看你不如回家种地。说完气呼呼走了，一出门顿时一身冷汗下来。他身边的丫鬟绿蓉偷偷冲他竖起一根大拇指，紧张又小心道：“夫人，您太厉害了，连侯爷都敢骂。”袁淑仪哪还有刚刚威风的样子，顿时脸色煞白，不敢置信地问了一句：“刚刚那些话真是我说的？”绿蓉忙不迭地点头：“是。”
夫人，您简直就是奴婢心中的英雄。呸呸呸，什么英雄狗熊的！你快去回去给我收拾点东西，这2日我要帮冉冉照顾2个孩子，就歇在宁香院了。说完，提着裙摆跟后面有人撵他似的，一路快步逃去宁香院。袁淑仪走后，大家仿佛也都被吓到了，就连老夫人都站在地上愣了许久，丝毫没注意到趴在他脚下哭泣的洛如雪。可，骆德运先回过神，眼神又变得凌厉，冷冷道：刚刚的话你们可都听到了？原来我总念着我们是一家人，对雪儿也是多有宽厚，可换来的是什么？罢了，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来人，青山、侯爷，属下在。骆德运双手负在身后，谁也没看，只望着院子里脚步有些慌乱的背影，嘴角露出一抹愉悦，说出口的话却好像冰碴子落在屋里每个人的心上。洛如雪不顾亲情手足，联合外人残害自家姐妹，这次我若是再放任不管，也是对府中其他人不负责。从即日起，将他送去城外静慈庵代发修行，没有我的吩咐，不准他踏出静慈庵一步。说完，骆德运便要离开，李氏忽然跪下，声泪俱下：大哥！骆德运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道：你放心，我不会草菅人命，只是以后的路全看他自己怎么走。如果他再执迷不悟，我自会替骆家的列祖列宗清理门户。李氏身子一软，骆德运又道：至于傅家的亲事，我看也没必要继续了，回头母亲找个人去回了吧。这次总归是骆家的错误，傅家若是有什么条件，只要不过分，都可以应下。还有，冰冷地看了李氏和老夫人一眼，道：你们谁若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就都去静慈庵与他作伴吧。从始至终都没看骆德文一眼，话落便毫无留恋地出了屋子。祖母、娘、爹，我不想去当姑子，你们救救我！骆德运走出院子，仿佛还听到骆如雪的哭求声，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那个女人说的对，自己枉为人妇。青川急匆匆过来，脸上有些尴尬。骆德运，怎么了？青川轻呼了口气道：侯爷，夫人命人把东西都搬到宁香院了，说这几日要帮大小姐照顾小小姐和小公子。呵呵呵呵呵呵。骆德运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愉悦地笑起来，笑得青川一头雾水。末了只见侯爷迈着轻松的步子，道：算了，就让他轻松几日吧。宁香院，袁淑仪走后，傅金安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双臂抱胸倚在门上，嘴角含笑，什么也不说，就这么饶有兴趣地看着洛冉抱着小青宁哄。洛冉背对着门口，将小青宁竖着抱起，小青宁的小脑袋枕在娘亲的肩膀上，闻着娘亲的味道，终于不哭了。只是刚开始还有些委屈巴巴的抽打2声，只是忽然看见门口的人时，小丫头立马来了精神。百天的小婴儿已经认人了，景行还好，不太粘人。小青宁却粘人得很，只要看见外祖母抱，外祖父就挥舞着小胳膊要抱抱，尤其是看见洛冉，恨不得粘在他身上不下来。小丫头一双乌溜溜葡萄似的眼睛盯着傅金安看，看了一会儿，忽然小嘴一咧，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简直萌化了傅金安冷硬了22年的心。他不自觉站直了身子，小心翼翼地扯扯嘴角，似乎也想回以他一个微笑。立刻想到自己的笑容也曾吓得犯人跪地求饶，立马又收起来。然后就看见一向残暴不仁的指挥使大人，先是弯了弯眉眼，尽量让自己的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冷，接着唇角两边微微上扬。这个动作，无人的时候他对着铜镜练了无数次，认为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个笑容了。只是落在小青宁眼里，不知怎么就成了好玩。小丫头顿时咯咯咯笑起来，小屁股小身子都跟着使劲，洛冉差点没抱住。奇怪的回头，就发现某人那个来不及收回去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也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傅金安立刻尴尬地收回脚，又倚靠在门上，脸别向一边。尽管他速度很快，可洛冉还是看见了，而且还发现他的身体有些紧绷，甚至对着他的一面耳根处有些微微泛红。能指小儿啼哭的指挥使大人竟会害羞，这个惊天发现让洛冉顿时忘记了刚刚在主屋里的窘迫。不过他也没想怎么嘲笑他，毕竟这人记仇，谁知道会不会秋后算账。这么想着，洛冉低头看看还在盯着某人傻笑的女儿，心里忍不住道：小丫头真是没个眼力劲儿。忽然试探地问道：你要不要抱抱？第139章，原来是抱他啊！什么？傅金安惊喜地看着洛冉，一双锐凤眼毫不掩饰地盯着他看。洛冉脸一红，又重新说了一遍：我说你要不要抱抱宁儿？哦。傅金安眼里的光瞬间熄灭，有些遗憾地应了一声，但转眼看见可人的小丫头白白嫩嫩的，心里刚刚冒出来的那点异样被他强压了下去。可以吗？他问了一句，实在担心自己不小心碰坏了瓷娃娃一样的小婴儿。洛冉点点头，没事，你轻点就行，他现在大了，好抱些。或许真是父女连心，洛冉还没等有所动作，小青宁就朝傅金安张开了小手臂。傅金安没舍得让小丫头久等，
赶忙伸开手臂去接，只是有些僵硬。洛冉将孩子轻轻放进他怀里，并轻声教他：“你放松点。”对，一手托着他的后背，这只手托住他的小屁屁。因为着急，洛冉一把拽过他那只无处安放的大手，放在小婴儿屁股下面。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并做了什么时，脸上又是懊恼又是有些不好意思，刚要收回手，却被那只大手反手握住，压在青柠的小屁屁处。傅金安看着他娇羞的脸颊，心一动，头不自觉压低。眼看着那张脸越来越近，自己的手又挣脱不开，又担心里面邱嬷嬷和桂嬷嬷发现，如果不是怕伤到女儿，洛冉发誓自己肯定一巴掌又过去了。心思被人看穿，只听头顶上某人低低的笑声：“怎么还要赏我一巴掌吗？你自己说，你打了我几次了？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尾音上调，好像带了钩子。你们在干什么？”袁淑仪进来就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怀里抱着糯米团子似的小青柠，另一只手压在一个女子的腰上，按向自己。而女子似乎不愿意，腰背后仰，双手无处安放，似乎想挣扎，又有所顾忌。只是因为她那个动作显得身量更加玲珑有致，尤其是挺翘的臀，浑圆的柔软，袁淑仪都恨不得捂上自己的眼睛，连忙转过身去，面朝外面，红着脸道：“你们俩干什么？不知道背着点孩子吗？”洛冉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也忘了某人的威胁了，抬起脚朝着那只大脚狠狠地踩了下去，这样似乎还不解恨，又故意拧了拧。也不知道傅金安是因为疼了，还是碍于袁淑仪在场，终于大发善心地放开了洛冉。洛冉立马站到袁淑仪身边，狠狠地瞪了某人一眼，才红着脸问：“您怎么过来了？”袁淑仪回头看了一眼傅金安，微微皱眉，轻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拉着洛冉的手就往外走：“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洛冉听话的跟上，看着袁淑仪紧绷的脸，嘴角露出一抹暖暖的笑容。袁淑仪拉着洛冉的手径直进了主屋，并命人守在外面，谁也不许进来。转身刚要训斥，就看见洛冉嘴角的笑容，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点点他的额头：“你呀，糊涂，怎么就把人这么大咧咧的领到你院子里来了？难道你不知道外面？”话说到一半卡住，一脸惊恐地看向窗户。他。洛冉点点头，拉着袁淑仪走到榻边，按着他的肩膀坐下，又转身倒了杯茶放进他手里：“你听我说。”“不要。”袁淑仪忽然道。在洛冉的注视下，他叹了口气，缓缓道：“虽然身份上我是你的母亲，可算起来我们也差不了几岁。很多时候看见你，我就好像看见我自己小的时候。虽然我们都是从小没了母亲，可我一直认为你比我幸运。你爹爹很爱你，教养你15年，不让你接触任何乌七八糟的事情。可是嫁过来我才知道，我们不过都是披着华丽的外衫罢了，里面狼狈不堪。”袁淑仪看着洛冉的眼睛，将茶放到一边，双手握着他的手道：“你什么也不用说，也不用解释，我都懂。你和那人什么关系，我也不管，只有一样，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听见没？”最后3个字有些凌厉。洛冉含着眼泪，带着笑点头，轻轻坐在脚踏上，靠着袁淑仪的腿，双臂环着她的腰，头也窝在她的怀里，闭着眼睛道：“好，我答应你。有许多事，我不是不跟你说，而是说了也是给你徒增烦恼，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过您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也会保护好爹爹和你。”袁淑仪笑道：“傻孩子，该是我们保护你才对，怎么还反过来了？”洛冉摇摇头，没有争论，忽然道：“他是青柠和景晴的父亲。”尽管已经猜到，可猜到和被证实是两码事，袁淑仪还是一时有些接受不了。反正也开口了，洛冉索性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我知道你跟爹爹都不喜欢他，可以说全天下的人喜欢他的没有几个，除了皇上。可是他是孩子们的父亲，只要他没做过对不起孩子的事情，我就不会阻止他们父子父女相认。我从小没有母亲，明白那种缺少父爱或者母爱的感受，我不想因为我的自私，让我的孩子们也重新走一次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他的话袁淑仪也感同身受，可还是不放心。“那你打算怎么办？”“他想问你要嫁给他吗？”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洛冉却知道他要说什么，笑着摇头：“不会。等事情稳定之后，孩子们再大一些，他们想去傅家还是留在洛家，我都尊重他们的想法。只是在那之前，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会阻止他见孩子们，但是仅限于此。”袁淑仪点点头，摸着他的头道：“你也别太担心，我刚刚看他的眼神，倒是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不过你若是不想，过2年让你爹爹给你找门好亲事，有你爹在，再加上县主的封号，就算去了婆家，也没人敢欺负你。”傅金安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谈话，眉头拧在一起。第140章，舒坦不就是喜欢吗？门外之人什么时候走的，洛冉并不知道。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人早已没了影踪。这人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他也习惯了，没当回事。
只是看见石嬷嬷带人捧着东西进来的时候，洛冉着实被吓了一跳，一脸惊诧地看着袁淑仪。这是……袁淑仪脸上有些不自在，逃避似的指挥着石嬷嬷：“你去把东西放到东厢房，我这几日跟清明睡。”洛冉也没阻止，用眼神示意右亲跟着去帮忙。等下人们都出去了，洛冉这才拉着他的手坐下，关心地问：“可是我爹爹惹您生气了？”明显偏袒袁淑仪。袁淑仪心里暖暖的，但又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沮丧地低着头拧手里的帕子，低声道：“是我骂了侯爷。”什么？洛冉险些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袁淑仪眉头皱得更紧了，闭着眼睛道：“没错，我是骂了侯爷。”你……洛冉有些语塞，他倒不是担心爹爹，而是确实没想到一向那么温柔的袁淑仪竟然还会骂人。虽然也见过他为了自己跟老夫人对峙的场面，但那也谈不上骂啊。更何况爹爹看起来就很凶，平时袁淑仪虽然努力装得很淡定，但每次他跟爹爹在一起的时候，洛冉都会发现袁淑仪其实很紧张，眼睛总是不自觉地观察爹爹的表情。袁淑仪看着洛冉来不及收起的惊讶表情，转身拉住洛冉的手，声音都带了哭腔：“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刚才从你这离开，真是越想越生气。那个李家是老夫人的娘家不错，但也不能这么欺负在你的头上啊。所以我一时没控制住就骂了我爹爹。”洛冉接道。袁淑仪闭着眼睛点头：“噗，哥。”洛冉终于忍不住捂着嘴笑出声来。袁淑仪苦着脸看差点笑倒的洛冉，突然自己也笑起来，孩子气道：“我不管，现在我看见你爹爹双腿就发软，这几日你必须得收留我。”不得不说，她嫁进洛家短短几个月，也不知道是背后有男人撑腰了，还是因为总跟洛冉在一起的缘故，变得越来越活泼。好，只要您愿意，住多久都行。笑够了，洛冉回道。他才不信爹爹能忍住呢。果然，晚饭的时候，袁淑仪跟洛冉正用着晚饭，就听见门口请安的声音。袁淑仪吓得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洛冉忙拍拍她的手安慰：“别怕。”刚起身，骆德运背着手大步进来，看见满桌子的佳肴，眉毛动了动，只是碍于后面还有一个人，没有开口。洛冉笑着行礼：“爹爹，小舅舅。”袁正伯不出意外，听见小舅舅三个字还是红了脸，只是看见自己大姐时，竟然老成的叹了口气，严肃地绷着还有些稚嫩的脸道：“外甥女不必客气。”然后一双眼睛盯着袁淑仪看。袁淑仪本来看见骆德运进来还有些心虚，撞见弟弟的眼神时有些不高兴，逞强般的扬起下颌：“正白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说书院有事吗？”白日的时候，百日礼结束后，袁正伯就走了，所以并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也是回家后听父亲提起，不放心，便找了借口来看看。袁正伯看了一眼骆德运，道：“事情办完了。白天的时候来得及，礼物落下一些，这会儿给青宁和景行带来了。”袁淑仪一听，立马要往外走，边走边道：“什么礼物？我带你去送给宁儿，看看她喜不喜欢。”经过骆德运身边的时候，胳膊突然被拉住，只是一瞬间便松开了，听到头顶的声音：“不急，郑伯也没吃饭呢，也没外人，一起吧。”袁淑仪求救般的看向洛冉，洛冉假装没看见，今晚他特意吩咐小厨房多准备了2道菜，就猜到爹爹一准会来，果然，只是没想到袁正伯也来了，忙又让右亲再去添2道菜，然后招呼大家入座。爹爹，小舅舅，你们请坐。母亲，咱们还是先吃完饭再看小舅舅带来的礼物吧。袁淑仪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坐下。骆德运坐主位，两边是袁淑仪和洛冉，袁正伯坐对面。这还是洛冉第一次跟袁正伯一起用餐，因为总把他当小弟弟看，虽然嘴上喊着小舅舅，可看他跟看景行没两样。袁正伯也一样，在心里将洛冉又当成外甥女，又碍于她是县主，亲近的同时又刻意保持距离。反观袁淑仪，是整个桌子上最不自在的人了，因为今日是小小姐和小公子百日宴，厨房里很多菜准备的也充足，没一会儿饭菜就上来了。骆德运道：“用饭吧。”袁淑仪立刻拿起碗，想尽快吃完，谁知道眼前忽然出现一碗汤，抬起头便看见骆德运眼睛含笑地看着他，2个小辈都在，你看看你怎么急成这个样子，先喝点汤暖暖胃。可嗨。以往2人用餐，要么就是袁淑仪伺候他，多数时候都是2人默默各自吃各自的，吃完饭才会象征性的多聊几句，无外乎也就是府里的事情和事关洛冉及2个孩子，倒很少有这么亲密的时候。可就像他说的，洛冉和郑伯还看着呢，袁淑仪哪受得了这惊吓，咳个不停。骆德运却像没事人一般，大手轻轻替他拍着后背，有些宠溺地道：“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这么不小心？绿蓉，给夫人倒杯温水。”喝了水，袁淑仪才好多了。洛冉看着2人的相处，心里替爹爹高兴，这么多年终于看见爹爹像正常人一样，不只是侯爷和父亲，也是丈夫。用过晚饭，
袁淑仪就被袁正博找借口拉到一边说话。洛然与骆德运站在屋里，透过窗棂看着站在树下的姐弟。袁正博一脸严肃，皱着眉，不知道在说什么。袁淑仪则低着头，一副虚心听教的样子。姐弟俩与之前相比，完全掉了个儿。洛然转头见爹爹的视线还落在外面，笑道：“听说爹爹今日挨骂了。”骆德运收回视线，看着女儿，见她眼中没有其他，只有笑意，也跟着苦笑摇头。他有时候胆子小得不得了，有时候又大得出人意料。洛冉歪着头问：“那爹爹喜欢吗？”骆德运笑笑：“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两个人过日子舒坦就好。舒坦不就是彼此喜欢却不自知吗？”这一晚，袁淑仪到底是没在宁香苑歇成，被弟弟数落了一遍，又眼睁睁地看着骆德运命人将他东西搬回去，只好跟在骆德运身后，好像犯错后被家长带回家的孩子。第141章三人齐现。第二日一早，洛冉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不用想也知道是骆如雪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右青进来，有些不放心道：“小姐，您说傅家会退亲吗？”洛冉摇头：“不会。”右青：“为什么？”洛冉讽刺地笑了一下：“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奉命。只要骆如雪还有一口气，傅家都会把她娶回去。上辈子自己不就是个例子吗？”用过早饭，洛冉带着春雨和紫竹出门，马车在九华巷一处宅子停下来。春雨看着熟悉的宅子，一脸惊诧：“小姐。”洛冉没说话，示意他上前敲门。虽然春雨一头雾水，但还是乖乖去了。门很快从里面打开，是一个40多岁的嬷嬷，长相有点凶。见了洛冉忙行礼：“主子，您来了，请进。”“有劳新嬷嬷。”洛冉应了一声，抬步入内。春雨一边走一边四处观察，看着又熟悉又陌生的宅子，实在忍不住悄声问：“小姐，这个宅子您买了？”洛冉点头：“去年你离开后，朱婆子一家也走了，我便让人将这里盘下来了。”说着话，主仆两个已经进了后院。两进的小宅子布置并不华丽，但胜在温馨。哪怕是冬日，院子角落里随处可见常年绿色的松柏，跟之前相比，简直两样。春雨感叹：“小姐，您可真厉害！您什么时候买的？又是什么时候修葺的？奴婢怎么一点都没听您提起过呢？”洛冉笑笑：“去年就弄好了，只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都是表哥帮忙找人弄的。”春雨忍不住赞道：“难怪呢，沈公子的眼光就是好。”内院主屋是座北朝南的5间正房，并着两边3间东西厢房，上了台阶，进到堂屋，正对着门口是一张八仙桌，并2把太师椅。洛冉坐在太师椅上，春雨站在旁边。一个小丫鬟端来茶水，轻轻放下，又无声出去。春雨知道，小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在外面饮茶，除非迫不得已。“主子，人现在给您带来吗？”新嬷嬷问道。洛冉点点头：“带来吧。”新嬷嬷躬身出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外面又响起脚步声。新嬷嬷的身边跟着一道身影，尽管现在还是2月，女子却一身蜀锦料子的春装，剪裁合体，柔软的贴在身上，完美的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奴家启琴，给姑娘请安。”水袖漫抬，纤纤素手交叠放在腰间，双膝微曲，仿佛骨头都是软的，声音轻软，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娇媚。别说是男人，就是女人听了，身子都不由一酥。洛冉端起茶盏，轻轻拨了拨，淡淡道：“起来吧。”“谢谢姑娘。”启琴慢慢起身，抬起头，眼睛只扫了一眼，便极有规矩的垂下。透过茶水的热气，洛冉看清了女子的容貌：28年华，皮肤白皙，脖颈修长，柳叶眉，丹凤眼，琼鼻阴唇，尖尖的下颌，的确是难得一遇的美人。“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千里迢迢让人把你从江南带到京城吗？”洛冉开门见山地问道。启琴略思考了一下，又俯下身子：“奴家不知。可是公子说了，奴家的命是姑娘给的，奴家的家人也是姑娘帮找到的，姑娘的大恩大德，启琴没齿难忘。”洛冉缓缓道：“放心吧，不会太久。3年之后，我自会还你自由之身，让你与家人团聚。”启琴的身子一颤，明显很激动。没等谢恩，就听洛冉继续道：“当然，如果这3年之中一旦被我发现你有异心，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你的家人了。”启琴不自觉地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小姑娘年龄跟自己差不多，可气势却让人不敢轻视。“是，奴家记住了，全凭姑娘吩咐。”启琴敛起心神，认真回道。洛冉满意地点点头，这才缓了声音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做杀人放火之事，更不会让你去做什么危及性命之事，你只要做你擅长的就好。”“擅长？他们瘦马能做的不就是取悦男人吗？”这一点启琴倒是一点没有犹豫，爽快应下。洛冉又道：“这几日你先住在这里，时机到了，我自会让你出去。”启琴：“是。”主子。一直守在外面的紫竹进来，洛冉询问地看向他。
紫竹看了一眼新嬷嬷和启晴，道：“小姐，晋国公府世子爷在外面。”他？洛冉眉头皱起，其间的厌恶毫不掩饰。启晴也看出来了，视线刚要移开，就见洛冉朝他笑了一下，道：“你先去里面坐一会儿吧。”启晴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行礼后去了里间。傅世恒跟在小丫鬟的后面，表面上一片镇静，掌心内却隐隐有些潮湿。他今日一早从别院里出来，本打算直接回晋国公府的，是身边的小厮告诉他，这边隐隐有关于单宁县主的谣言。明知道两人不可能，他还是过来了，很快将散播谣言之人抓住。刚要离开，却看见巷子最里面停着一辆熟悉的马车。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等走近看清楚福伯时，内心激动得恨不得掐自己一下，生怕这是在做梦。福伯，你怎么在这里？傅世恒的声音有些紧，嘴里问福伯，眼睛却盯着宅子大门看。世子爷。福伯有些后悔自己没把马车赶远一些。傅世恒见他没回答自己的话，又问了一遍，可是然县主在此。梦里换了千百遍的名字，差点脱口而出。关于这位世子爷和小姐的事，福伯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也知道两家退亲错不在小姐，所以态度就有些敷衍。傅世恒也不在意，见福伯不回答，抬手去敲门。见开门的是紫竹，他更加确定洛冉就在这里。公子。宋清佑身边的小厮看着傅世恒的身影道：“咱们来晚一步，人已经被傅世子带走了。”宋清佑应了一声，抬步上前。大人。常颖看着前面两人接连进了宅子，忍不住唤了一声：“呵。”傅金安冷哼一声，想办法把人弄过来。第142章，这位是？常颖看着前面那位县主传说中的青梅竹马，再看看黑着脸的某人，忍不住叹了口气。昨日大人兴高采烈的去给两个小主子庆生，又帮县主除去了那么大麻烦，他以为两人关系可算能好一些了，谁知道县主与侯夫人的对话又被大人听见了，气得拂袖而去。今日一早又接连碰见这两人，傅世恒他一点都不担心，可这个宋大人却是2次上门提亲，虽然骆家没同意，可也没闹僵不是。这边傅世恒跟在紫竹身后，很快来到内院，待看清里面坐着的人时，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尽量用平缓的语气笑着打招呼：“原来真的是你，刚刚我在外面看见马车，还以为认错了呢。”洛然很不喜欢他这么熟人的口气，但想到里面的人时，还是忍住了心里厌恶，平静道：“你找我有事？”昨日洛家的事情，他已经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傅世恒仔细看着洛然的脸，见一张绝色的脸上除了平静再无其他，但还是关心道：“昨日两个孩子还好吗？”两个孩子百日宴，骆德运特意交代不给傅家送信，但是昨天李家哭闹着离开洛家的事，再加上锦衣卫大张旗鼓的捉拿犯人，很多人都知道了。洛冉微垂着眼眸，看不清里面的神色，可落在傅世恒的眼里，仿佛受了天大般的委屈，一时没忍住，脱口道：“你有什么委屈便跟我说，你怎么样？”洛冉抬起头问道。傅世恒看着他，眸光闪动，下了很大决心，忽然道：“然而之前的事都是我的不对，如果你能原谅我，我就……你要跟二妹妹退亲吗？”洛冉又紧接着问道。傅世恒眼神一闪，这是他做不了主，面露犹豫。看着他的样子，洛冉忽然想笑，自己上辈子到底是看上这人哪里了，竟然会傻傻的守在傅家6年。还是世子爷也想效仿娥皇女英，坐享其人之美？傅世恒一急道：“然而你误会了，我对雪儿只是兄妹。”啪啪啪，一阵清脆的掌声响起。洛冉抬头看见2个身影进来，第一反应是看向门口的小丫鬟。小丫鬟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扑通一声跪下：“主子饶命，是这位傅大人。”傅金安撩起衣袍，坐在洛冉左手边的八仙桌旁，对洛冉慢条斯理道：“你也不用怪罪这个小丫头，锦衣卫想去的地方，还没几个人能拦住。”洛冉看看他，又看向刚刚进来的宋清佑：“宋大哥。”宋清佑上前，眉目温和地看着他，柔声道：“听闻这附近有卖古书的，正好今日无事，便来碰碰运气，却没想到这妖巧遇见了傅大人。刚刚是他最先看见傅世恒的，一时好奇便跟了过来，谁知道刚看见傅世恒进了大门，身后又被另一人盯上。他看着眼前傅家兄弟，眼中写满了担心。”洛冉朝他点点头：“春雨，堪坐，上茶。”傅世恒和宋清佑对看一眼，拱手行礼后分别入座，屋子里一时有些安静。傅金安嘴角含着笑，伸手拿过洛冉手边的茶盏。那洛冉想出声制止，但见傅金安只是将茶盏拿在手中，并没有饮用的意思，便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茶很快上来，只是端茶的并不是春雨，而是启晴。傅世恒看见启晴的时候，明显的愣了一下，虽然很快恢复如常，可还是被洛冉捕捉眼中。而宋清佑却不知低头想什么，启晴把茶放在他手边都没注意到。
傅金安玩味地看了一圈，伸个懒腰，接着刚刚进来时听到的话道：“二弟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你与洛二小姐怎么了？”傅世恒看着他，心里对这个大哥既恨且怕。自己明明才是晋国公府的世子爷，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都要低他一头。更可气的是，这人仗着皇上撑腰，不但不将父亲和母亲放在眼里，对他和明珠更是跟陌生人一样。傅世恒坐立难安，恰巧启晴从他眼前经过，顺嘴问了句：“这位是？”启晴脸一红，有些羞怯地站到洛冉身后。傅世恒也意识到自己唐突了，刚要岔开话题，就听洛冉淡淡道：“这是启晴，是我在江南时的好友，家中突遭变故，只剩他一人，便来京城投奔于我。”宋清又忽然抬起头，仔细看向启晴，又看向洛冉。洛冉微笑着与其对视：“怎么了，宋大哥？难不成忘记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呀？”宋清又定定地看他两眼，才缓缓点头。一盏茶喝完，傅金安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更加松弛地靠在圈椅里，手指一下下敲着桌子，闭目养神。最后，傅世恒身边的小厮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忽然看向傅金安。傅金安挑挑眉，最终傅世恒还是什么都没说，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宋清佑也跟着起身，想了想，还是从袖子里拿出2只荷包放在洛冉面前。这些日子忙，没有时间去看洛伯父，这是给宁儿和景行的礼物，改日我再去看他们。不等洛冉拒绝，已经转身离开。两人离开后，傅金安才缓缓睁开眼睛，在洛冉伸手之前，将荷包拿过去，打开，里面是2枚玉佩，玉质上乘，雕工精湛。呵，傅金安轻笑一声，不知什么意思，忽然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洛冉身后的启晴，笑得意味不明。这就是沈玉芝给你弄回来的那个。一个眼神，瞬间让启晴有种自己已经是死人的感觉。洛冉转过头，锦衣卫果然名不虚传，什么都瞒不过你们的眼睛。仿佛没听出他话里的讽刺，傅金安收回视线，勾唇一笑：“你以为我们锦衣卫每天都无所事事吗？难道你没听说过，京城里来去一只老鼠，锦衣卫都得拦下来数数他身上的毛？”这句话本是坊间讽刺锦衣卫的话，没想到却被这人用这么骄傲的口气说出来。洛冉简直都不知道是该佩服他心胸宽广，还是该骂他脸皮厚，心里有些好笑，却板着小脸道：“既然你那么厉害，还来问我？”傅金安见他明明想笑，却拼命装作很严肃的小样子，简直可爱极了。指尖微动，又看了一眼春雨，带人下去，我有话跟你们主子说。春雨看了一眼洛冉，得到点头后，才带着启晴下去。屋子里只剩2人，洛冉侧头看他：“你要跟我说什么？”傅金安手指勾了勾，洛冉没动，傅金安也不说话。最后，洛冉还是拗不过他，微微侧头，有些不耐烦：“到底什么事？”话刚落，一抹温软落在颊边。第143章被接走了。洛冉猛地收回身子，捂住脸，怒目而视某人。目的得逞，傅金安却很高兴，舔了一下唇角，赞道：“跟宁儿一样香软。”洛冉不满地瞪着他，从来就没见过像他脸皮这么厚的人，就不该给他一点好脸色。傅金安见好就收，接着刚刚的话道：“要把他送给傅世恒。”洛冉警惕地看着他。傅金安勾勾唇：“别担心，我说过，傅家跟我没有关系，用不用我帮忙？”接着又问了一句：“不用。”洛冉果断拒绝，突然出手将他手中的荷包抢过来，紧紧攥在手里。傅金安眸子微眯：“怎么就那么喜欢？”洛冉不甘示弱，扬起下颌承认：“对。”从宅子里出来，傅金安一直目送洛冉的马车离开，直至消失在巷子口，一张俊脸彻底冷下来，变脸速度看得常颖忍不住一震。刚刚他还以为大人忍了一晚上的怒气消了呢，谁知道原来只是在县主面前隐藏了而已。查到了吗？何人所为？常颖正在胡思乱想间，忽然听到大人开口问道，忙道：“回禀大人，查到了，确实是李家所为。原来他们今日出现在这里，是早上听到有人来报，坊间有流传说县主收养的2个孩子并不是什么将士遗孤，而是县主与他人苟且的孽种。虽然小主子们是县主亲生的没错，但自己的孩子被人骂野种，别说大人了，就是他们做手下的都忍不了。只是没想到还有人比他们锦衣卫的速度还快，还不止1人。”常颖看了傅金安一眼，继续道：“昨日李家从侯府离开后，就派人买通了2个乞丐，让他们趁着人多的时候散布谣言。现在2个乞丐已经都招了。”呵，傅金安轻笑一声，翻身上马，把2个人舌头拔了，送去李家。还有，给我找几块上等的原玉。只字未提从傅世恒手里抢人之事，骑上骏马绝尘而去。洛冉刚回到府中，就听说父亲找他，转身去了外书房。“爹爹，您找我？”洛冉看着父亲，顿时忘记了外面的一切，笑意盈盈地道。骆德云知道女儿这是还记得昨晚的事呢，老脸一红，宠溺地刮刮他的鼻子：“都是当娘的人了，还来笑话爹爹？”
洛冉亲昵地挽上他的胳膊，歪着头故意道：“看来爹爹没生母亲的气，女儿这就放心了呢。”想起那个小女人，骆德运的脸也柔和了许多，抬手摸摸女儿的头。他骂得对，确实是爹爹做得不够好。洛冉刚要说什么，被骆德运打住了，朝门口唤了一声：“青川。”青川应声进来，洛冉只好松开了父亲的胳膊，站在一旁。骆德运素着脸道：“从今日起，大小姐就是你的主子，你一切听从大小姐的吩咐，没有她的命令，就算是本侯也无权指使你。”“是，属下明白，属下参见县主。”青川对洛冉行了个大礼，洛冉也只是短暂的愣了一下，便接受了父亲的好意。不得不说，他现在缺的就是可用之人。青川出去后，洛冉又将昨日傅金安的话稍微变了变，跟父亲说了一遍。骆德运眉头拧紧，领守成。洛冉点头。骆德运又盯着他的脸问：“他告诉你的？”不知为何，被父亲这么盯着，洛冉的脸忽然红了一下，但还是点头道：“是。”“你们？”骆德运似乎想说什么，只是最后忍了回去。“啊，这事我知道了，我会派人去查的。”洛冉见父亲听进心里，也微微放下心。梧桐院，骆如雪一大早上就被青山亲自送走，就连想去给老夫人请安也被拒绝了。李氏送走了女儿，回到屋子里便病倒了。骆德文破天荒的没有离开，而是在旁安慰：“这事你也不用太过着急，这个时候雪儿离京反而是件好事。”“你还说这是好事？”李氏忽然尖声道。骆德文看着面目有些狰狞的妻子，忽然想起偏院里不争不抢的梅姨娘，语气不自觉带了些烦躁。“不然呢？留在府里等着被大哥处置吗？他到底干了什么？你会不知？”一说到这事，李氏的气焰明显低了下去，捂着脸哭诉：“还不是你没本事！若不是你处处都被大房压一头，雪儿至于被冉儿气昏了头。”骆德文冷笑：“我没本事？你大哥有本事？这事说到底，还不是你那好侄子管不住自己身下的2两肉？要我说，活该被废。”看着李氏明显心虚，骆德文叹了口气：“好了，事已至此，我们就不要互相埋怨了。当务之急是不让傅家退亲。还有，你想办法稳住你大哥。新月选秀在即，以后万一真进宫成了贵人，咱们还少不得要人脸色。”李氏哭声戛然而止。新月，他怎么就忘了这一茬？但一想到让大哥大嫂不追究此事，少不得要出一次血，本来所剩不多的银子，此刻更加肉疼。骆德文怎会不知他心中所想，道：“先过了眼前再说，银子想办法再赚就是。”说到这又想起什么，眼底闪过一抹凶狠：“你放心吧，我们总不会被大哥压一辈子的。”洛冉刚回到院子不久，就听春雨过来说去傅家的人回来了。果然不出所料，傅家竟然什么都没问，答应这门亲事继续。至于李氏到底怎么跟李家人说的，又补了多少银子，洛冉没有兴趣知道，只知道这次事情之后，府里都安静了许多。日子一晃，马上到了3月初8，秀女殿选开始了。上辈子李新月似乎也进宫了，只是那时候她已经嫁入傅家，很多事情并不关心，包括李新月最后是什么位分都不知道，只知道是选上了的。随着选秀结束，傅家也开始张罗傅世恒和骆如雪的婚事了。自打上次在九华巷见过傅世恒一次之后，洛冉再也没出过门。这日，春雨一脸兴奋地从外面进来，双眼冒光。又亲见了，忍不住打趣：“你快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捡了金子呢。”春雨摸摸脸道：“可是比捡金子还高兴的事。”又亲看了一眼坐在榻边逗弄孩子的小姐，问：“快说说，到底什么好事？”春雨神秘兮兮地上前，轻声道：“小姐，启晴姑娘被世子爷接走了。”第144章，着急给孩子找爹，这么快？右亲忍不住惊讶。春雨点点头，昨日世子爷好像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那个宅子，然后坐在门边睡着了。恰巧启晴姑娘出门买东西回来遇到，便将人带了进去。今日一早，世子爷酒醒后就离开了。然后呢？右亲追问。春雨看了一眼小姐，继续道：“今日下午的时候，启晴姑娘出去，却不小心被一群无赖纠缠，幸好世子爷路过，就下了她。启晴受了点伤，世子爷担心那些人在缠上姑娘，所以便将人带回了别院。”洛冉听后只微微笑了笑，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那日看见傅世恒见了启晴后短暂的怔愣后，他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让人注意着点，有什么消息及时汇报。洛冉道。春雨应下，又道：“对了，小姐，还有一件事。”洛冉：“春雨看了一眼外面，低声道：“据二小姐身边的丫鬟说，二小姐这个月的月事没来，而且这些日子想方设法的让世子爷去看她呢。”洛冉抬眼看春雨意味深长的表情，道：“你找人打听打听，上次骆如雪跟傅世恒见面是什么时候？”话虽说的是见面，其实指什么春雨立刻心领神会。骆如雪的事查起来很简单，下午的时候春雨就过来回话，
二小姐身边的人都说，自打年前晋国公夫人带着世子爷来赔礼那回之后，二小姐就没跟世子爷见过。倒是，洛然，倒是什么？心里隐隐有了猜测。春雨抿了下唇，才道：倒是李家大少爷出事前1日，两人在醉仙楼见了一面，没让身边的人跟着，一个人进去的。约莫1个多时辰，二小姐才从里面出来。据说出来时，不用说，也知道两人在这1个多时辰里做了什么。串联起来一想，洛冉就知道洛如雪为何那么着急见傅世恒了。呵呵，这是着急给孩子找爹呢。行了，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洛冉吩咐，他倒想看看傅家知道自己最后替别人养了孩子会是什么心情。还有李家，李玉堂本来就废了，如果知道自己还有个亲生骨肉，想必也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洛如雪吧。果然，不出2、3日就听到消息，洛如雪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傅世恒果然背着人去了晋慈庵。不到1个时辰便出来时脸色潮红，眼里还隐隐有怒气。洛冉听到的时候也只是了然一笑。3月初1，皇后寿辰，冠军侯府老夫人袁淑仪和洛冉都收到了帖子，天还没亮就起来梳洗装扮。李氏上一阵因为被嫂子刘氏抓破了脸，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待伤势好了才赶出来。3月的早晨还冷得人直打哆嗦，李氏和曹氏一起出来送老夫人出门，站在大门处看着马车走远，才不满地撇撇嘴，进个宫而已，瞧把大家伙折腾的。曹氏虽然心里也不乐意，却没接话，裹紧披风往回走。李氏2步追上，低声道：难道你真的就这么心甘情愿一辈子送别人去参加宫宴？曹氏慢下脚步，故意叹了口气，那又能如何？谁让咱们命不好，没嫁个侯爷呢？李氏心一喜，忙道：这辈子我们是没可能了，可是你还有红玉和如真啊。见曹氏仿佛听进去了，李氏又接着道：红玉过完年都12了，难道你真不为她着想吗？还有如真，过年10岁了，过2年也该看婆家了，不是二嫂看不起三弟，就凭三弟现在的官职，难道你真忍心如真以后也像你一样吗？按照洛如真的出身，以后也就嫁个庶子做正妻算是好的了。曹氏眼神动了动，二嫂有办法。李氏冷笑一声，如果袁氏生不出孩子，你说他还能在府里称霸多久？到时候我们联手。曹氏垂眸想了想，道：你容我回去想想。李氏撇撇嘴，随你吧，反正能说的我都说了。你别看我现在被压得喘不过气，等过2个月雪儿一嫁人，我可就是晋国公府世子夫人的母亲，红辉是世子夫人的弟弟。还有，我现在虽然跟娘家有些误会，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待新月选秀结束，那可是要做娘娘的。我这也是看你一天傻乎乎的，替你着急。是。曹氏随口应了一下，仿佛有些心不在焉。李氏心满意足的走后，洛如真皱着眉道：娘，您可别犯糊涂，忘了爹爹跟你说的话。还有，洛红辉那个废物，连45经都还没读熟呢，怎么跟我哥比？被10岁的女儿数落，曹氏的脸上有些不好看，伸手点点他的额头，道：我知道了。洛如真撇撇嘴，心里想着可得看好娘亲。娘亲就是个炮仗脾气，二伯母又是个喜欢煽风点火的，两人在一起没好事。他原来年纪小，又被母亲宠坏了，从小就跟洛如雪对着干。可自打大姐回京，他才发现同样是女孩，差距可是真大。所以这1年来，他可认真的跟夫子读书，跟嬷嬷学规矩，也知道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道理。今日进宫的人多，还没等到宫门口，路上就已经塞满了马车。石嬷嬷去前面看看，回来对马车上的袁淑仪道：夫人，前面过不去了，看来我们得走过去了。老夫人这时也从前面的马车上下来，道：既如此，那就走过去吧。袁淑仪此时也下来了，看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马车，微微皱眉：咱们走走倒没关系，今日风大，2个孩子怕是吃不消啊。老夫人不悦道：我都告诉你们多少回了，小孩子不要养得那么精细，操着点更好。这回知道好赖了吧？袁淑仪没接话，心想平日里你对着二房那2个孩子可是比谁都精细呢，真是偏了的心，怎么都扶不正。洛然也听到了外面的话，正吩咐邱嬷嬷和桂嬷嬷将2个孩子包裹严实一些，忽然听到外面哒哒的马蹄声，在马车旁停下来，接着便是常颖的声音：县主，属下奉大人的命令，接您跟小小姐和小公子进宫。常颖一出现，立刻引来许多人围观。第145章，这是什么？为了不成为被围观的猴子，洛然也没跟常颖客气，点头道谢之后便快步离开。有锦衣卫开路，马车虽然过不来，人却很快来到宫门前。一路上有羡慕的，也有语气酸溜溜的，洛然全当听不见。可老夫人却不这么认为，一路上都冷着脸，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欠了他多少银子。袁淑仪也没管他，帮着洛冉照顾2个孩子往宫里去。进了宫门，虽然进宫的夫人小姐们人很多，但却一下子安静下来。老夫人看看前面领路的嬷嬷，终于忍不住对身边的洛冉呵斥：你不要脸面洛家还要，
虽然你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可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洛冉侧头看他，祖母这话又是从何说起？我什么时候给洛家丢人了？老夫人警惕地看了一圈，确定旁边没再有锦衣卫，这才道：那些都是什么人？你难道不知道？别人躲都来不及，你倒好。洛冉恍然大悟，哦，原来祖母是不喜欢傅大人啊。老夫人不悦道：那种人谁会喜欢？洛冉笑着道：那就奇怪了，难道祖母不知道他姓傅吗？既然这么想撇清关系，您为何又答应傅家的提亲呢？您可知现在京城的人都怎么说洛家吗？怎么说？老夫人不自觉问道。这几个月来，她确实很少出门做客，再加上杜嬷嬷被撵走之后，简直被堵了耳朵遮住眼睛一般，除了李氏跟她说一些，其余什么都不知道。说洛家的姑娘不值钱，可这人家挨个挑呢。洛冉说的漫不经心，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老夫人脸一白，想辩驳，却又无从说起。恰好此时前面出现几道人影，为首之人身上朱红色飞鱼服，无人不识。老夫人心一紧，没想到刚说完这人就出现了，警告地瞪了洛冉一眼，意思他不要乱说话。洛冉心中忍不住好笑，原来是个纸老虎。没理会老夫人，停下脚步，带人走到跟前，洛冉才俯身行礼：小王爷。陆九晨唰地合上折扇，斜眼看了一眼身边的人，忙上前扶起洛冉：妹妹客气了。听到这声妹妹，傅金安的脸明显沉了几分。大家相互见过礼之后，陆九晨笑着解释道：知道你要去给皇后请安，带着宁儿姐弟不方便，正好圆圆在皇祖母处，我先带着2个孩子过去。洛冉看了一眼傅金安，其实他也不想带孩子进宫的，可是前几日太后特意命人交代要带上2个孩子，如果能少些折腾，他当然乐意。傅金安也看出他的心思，微微点点头，算是答应。洛冉又嘱咐邱嬷嬷几句话，便让他带着孩子们跟2人去了慈宁宫。临走时，傅金安看洛冉的眼神明显迟疑了一下。洛冉不解：还有事？傅金安无，转身离开。洛冉愣了一下，总觉得这人跟原来有些不一样，但也没多想，没了孩子在身边，倒是省了许多操心，脚步都轻快了几分。老夫人还想说什么，却被袁淑仪一句话堵回去了：母亲，这是在宫里，有什么话回家说吧。一行人到凤鸾宫的时候，各宫的妃嫔早已经来了。凤鸾宫金碧辉煌，满屋珠翠，晃得洛冉险些睁不开眼睛。随大家行过礼后，洛冉便听到头顶传来一道威严的中年女人的声音：平身吧。洛冉垂着头起身，刚要随众人站到一边，又听刚刚那道声音响起：哪位是单宁县主啊？洛冉只好又重新上前一步，微垂着头，双手交叠放在腰间，陈恭贺皇后娘娘身体康健，福寿绵长。皇后看了他几息，微微点头，果然是个标致的。其余也就没再说什么。就在洛冉以为自己可以退下的时候，又听另一道声音响起，比起刚刚皇后的威严，这个声音明显柔和了许多。早就听说单宁是个难得美人，本宫还不信呢，今日一见，可算开了眼。咯。不等别人开口，柳贵妃说完，自己先爽朗地笑起来，又紧接着看向洛冉身后：不是说2个孩子今日也进宫了吗？怎么没瞧见呢？洛冉又扶了扶身子，回禀贵妃娘娘，刚刚路上遇见庆小王爷，怕2个孩子小扰了皇后和各位娘娘及夫人们的兴致，就将孩子抱走了。抱去哪里？洛冉没说，只是大家也都猜个8、9不离10。之前就听说皇上和太后甚是喜欢单宁县主领养的2个孩子，过年时宫里的赏赐如流水般送到冠军侯府，大家也只当皇上这是做给大家看的，以示对边关将士的重视。可现在看来，又不单单是这样，不然也不会在皇后寿辰的时候特意让人把孩子们抱进宫，连皇后都没看见，直接就带去了慈宁宫。这时也不知谁接了一句：原来太后这么喜欢小孩子呢，平日里还真是不知道呢。大家看洛冉的眼神更加意味深长。洛冉眼帘微垂，规矩极好，身姿挺拔地站在那里。皇后暗自赞赏地点点头，可惜了，命不好，不然凭这气度，加上冠军侯的身份，许配给太子也是可以的。但是想想他的命格罢了，太子妃可是未来的皇后，无论是出身还是其他，容不得有一点瑕疵。这么一想，皇后看向洛冉的眼神也就淡了几分。另一边，陆九晨带着2个孩子直接去了慈宁宫，待到了宫门口，刚要进去时，忽然听见傅金安低声开口：且慢。邱嬷嬷和桂嬷嬷不自觉地停住脚步。只见傅金安抬步走到跟前，盯着襁褓看了2眼，修长的手指微微挑开襁褓一角，一张白嫩嫩的小脸登时露了出来。被捂了一路的小青宁乖巧的一声没哭，只是乍一看见亮光时，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忍不住闭上，小手想动却动不了，只好小身子跟着扭了扭。傅金安不自觉露出一抹柔和的笑容，又看看景行，见姐弟俩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只是指尖刚要放下襁褓时，眸光一闪，被某处吸引了视线。
食指轻轻勾起一条红色的线绳，一块上等玉佩跃然眼中。这是什么？声音陡然凌厉了几分。第146章，对，我喜欢表哥。邱嬷嬷低头看了一眼玉佩，有些紧张道：“这是县主给小小姐的。平时的时候，洛冉很少给两个孩子戴饰品，就是那些长命锁之类的都不戴。实在是因为小青宁的小手总去乱抓，皮肤又娇嫩，生怕划伤了。这2枚玉佩还是那日在别院宋清佑送给两个孩子的。当时洛冉从傅金安的手中抢回去，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意看见他那副骄傲蔑视的样子而已。回去后就随手交给邱嬷嬷，让她替两个孩子收好。或许是忙忘了，玉佩就一直放在厢房的案几上。今早临出门之前，邱嬷嬷看见了，想着进宫太肃静了也不好，随手拿来就给姐弟俩戴上了，还不忘嘱咐桂嬷嬷看好了，别让小少爷抓起来放嘴里。看着眼前这位指挥使大人不悦的眼神，邱嬷嬷实在不明白这块玉佩到底有哪里不对。幸好陆媛媛很快出来，将两个孩子带进去，这才算过去了。傅金安和陆九晨坐一会儿便离开了，将两个孩子留在慈宁宫，等宫宴结束再来接。太后自然高兴得很，挨个抱起来稀罕。陆媛媛看着太后眼角因为高兴堆积起来的皱纹，眼珠子一转，道：“皇祖母，您这么喜欢宁儿和景行，要不就认了当重孙子怎么样？”太后笑容僵了一下，点着他额头笑骂：“你个皮猴儿，你以为皇家跟寻常百姓家一样，想认干亲就认的？再说了，明明是亲重孙，为何偏偏要认干的？”太后心中有些不喜。陆媛媛笑嘻嘻地抱着太后的胳膊撒娇：“要不然您下一道懿旨，魏然姐姐和金安哥哥赐婚，不就成了？”太后摇头苦笑，当初方氏进宫也是这么说的，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洛冉怀了燕回的孩子，只当是晋国公夫妇故意为难那个没娘的孩子。可实际上这里面的事情谁有理得清呢？青宁姐弟俩玩了一会儿，被邱嬷嬷喂了奶水就睡着了。陆媛媛也离开慈宁宫，刚刚还热闹的宫殿立刻又安静下来。太后深深叹了口气，一旁的华嬷嬷道：“太后，您也累了，要不要进去歇会？”太后摇摇头，看着里面熟睡的姐弟，有些惆怅道：“嬷嬷，你说哀家这辈子还能不能听见他们喊我一声老祖宗了？”华嬷嬷愣了一下，道：“如果太后您真喜欢小小姐和小公子，不妨像郡主说的那样。”太后抬手打断他的话，叹了口气：“当年如果没有骆老爷子和老晋国公联手，你以为燕回那孩子会像现在这般是个没人要的孩子？他没图了傅洛两家，已经是仁慈了，可恨外面那些人还总说他残忍暴力，真是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东西。”眼看着太后生气，华嬷嬷连忙劝道：“太后您莫跟那起子小人生气，他们不过是都害怕指挥使大人罢了。”顿了一下，继续道：“可是据老奴观察，傅大人对骆家似乎也没什么恨意，对县主更是。”太后摆摆手：“算了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管不了。”命妇们给皇后祝过寿之后，便三三两两在御花园里闲逛。岳婉和是未来的太子妃，不好离开皇后身边。沈西芹前2日感染了风寒，这次并没有进宫，所以只剩洛冉一人，找了个偏僻的亭子等待陆媛媛。可有些时候，麻烦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这不，洛冉正在想着两个孩子会不会闹人，就听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有些迟疑，但却没停下，眼看着到跟前了。他回过身，眉头不自觉皱起，但还是微微点头：“宋大人。”宋清佑似乎有些紧张，刚要开口，就见洛冉的视线忽然越过他，看向另一个方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不远处池塘边站着一男子，芝兰玉树，风度翩翩。见他看过去，本来有些清冷的面容忽然露出一抹温暖的笑容。再看洛冉，脸上也没了刚刚对自己时的疏离，绝色的笑容比春日的暖阳还要耀眼，刺得宋清佑险些睁不开眼，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费了好大力气才问出声：“你喜欢他？”“什么？”洛冉朝沈玉芝挥了挥手，转头便听见这句话，短暂的愣了一瞬。宋清佑深呼吸一口气，又问：“你2次拒绝我提亲，可是因为他？”在他印象里，洛冉很不擅长结交，哪怕在江南生活10余载，认识的人也屈指可数，所以他想不出来当初软软糯糯跟在自己身后喊清佑哥哥的小姑娘，怎么一回到京城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冷冰冰的，这让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颓废，甚至不敢出现在他面前，就怕听见他再说出什么绝情的话。洛冉看着宋清佑有些惨白的脸，再看看往这边来的表哥，忽然明白了什么，神思微动，点了一下头：“对。”宋清佑的身子明显震了一下。如果说之前2次洛冉的拒绝还让他有心存幻想，以为小姑娘刚退亲，心情不好，一时没法接受，可现在清清楚楚从他口中听到他喜欢别的男子，这样的结果比他科考落榜还要难以接受。为什么？宋清佑不死心，艰难地问道：“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我们认识10几年，他虽然是你表哥，可你们也才刚认识。”
宋清佑本来身量有些单薄，几个月不见，似乎更加消瘦了。终归还是有着10几年的情分，洛冉心里也很不忍，但是为了让他死心，为了不耽误他，还是硬着心肠道：“因为他是我表哥，他对我很好，舅母对我也好，外祖母对我更不用说。如果我嫁入沈家，他们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看不起我。可是清佑哥，你母亲不喜欢我，我不想嫁过去还要每日背离规矩。你很好，以后会有值得你喜欢的女子，但是那人不是我。”沈玉芝走到跟前，便听到洛冉这一席话，不自觉停了脚步，目光幽深地看着他。当然，听到洛冉说这话的不止他一人。第147章，喜欢吗？宋清佑离开了，失魂落魄地离开的。洛冉看着他的背影，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说喜欢自己了，以后也不会再纠缠，心里轻松的同时竟有一丝沉重。怎么，后悔了？沈玉芝语气轻松，开玩笑般问道。洛冉苦笑，表哥，对不住了，这次又拿你当挡箭牌。沈玉芝眼底闪过一抹复杂，脸上带着如初的笑意，跟表哥还客气什么？放心吧，反正你现在也没有表嫂，不会有人吃醋，趁着能利用还不抓紧机会。洛冉被他逗得笑起来，见他心情好多了，沈玉芝宠溺地摸摸他的头，心情有没有好点？洛冉点头，好多了，谢谢表哥。沈玉芝笑笑没说什么，反而问道：“是真的不喜欢他，还是因为宁儿姐弟？”洛冉摇摇头，都不是。沈玉芝盯着他的眼睛看，见里面有他也看不懂的神色。啧，刚刚那一幕还真是郎才女貌，甚是登对。一处偏僻的宫殿里，陆九晨不管身边之人的脸色，不要命地道，又看向长影：“长影，要我说，你上回就不该把那两人的舌头拔了，不如趁此机会告诉大家，你们只会使大人有后了，不就没今日这些麻烦了。”刚刚两人见洛冉独自一人，本想过去打声招呼，谁知道就见到那个翰林院小编修去表白不要紧，竟然还亲耳听到洛冉承认喜欢沈玉芝。某人没等听完，就当场甩袖离开。眼看着酒壶渐渐空下来，陆九晨一把按住傅金安还要倒酒的手道：“别忘了，今日是皇后寿辰，你可是还要当值的。”哼！傅金安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但终归还是没有再喝。陆九晨仔细打量着他，认真地问道：“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动真心了？”傅金安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有些茫然。喜欢？从小到大，他就不知道喜欢是什么。包括他成为指挥使，一是皇上需要，二是他想活命。后来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皇上对他也越来越信任，几次都提出要恢复他大皇子的身份。可他永远忘不了母亲抑郁而忠实的样子，也忘不了自己像狗一样祈求傅毅给母亲请大夫却被拒绝时的卑微。他从小就知道傅毅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就连傅毅都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时，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是要恢复皇子的身份，但不是靠皇上的施舍。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从小到大都清清楚楚，也明白只有靠自己得来的东西才最牢固。唯独对那个女人，一开始他知道她姓洛时，心里竟然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当年母亲不能进宫，这其中少不了老靖王和洛老爷子联手，若不是看在洛德运还有点用处，洛家早就在京城中消失了，就像晋国公一样，空有爵位却一无是处。后来知道她怀孕了，虽然肚子里是自己的种，可她仍然不在乎。她想要孩子，有的是女人抢着为她生，可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得不一样的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哪怕是现在，她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她。但是有一点，洛冉是她碰过的唯一女人，就好像当年那头小鹿，那是她的，别人不得碰触分毫。长影，傅金安忽然道：“大人。”长影立刻出现在眼前，把那两个没舌头的人扔回九华巷，再找个人继续他们之前没做完的事。傅金安面无表情地道。长影站着没动，求救地看着陆九晨。陆九晨摸摸鼻尖道：“我说宴回。”话刚说到一半，就被某人冰冷的眼神威慑住了，忙举起双手：“行，我不说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我告诉你，到时候可别后悔。”后悔？呵。傅金安摇摇手中的酒樽，邪似的勾起嘴角，眸子半眯。长影只好转身出去，有一瞬间他都想去求那位单宁县主。洛冉这边跟沈玉芝说了会儿话，见时辰差不多了，起身往凤鸾宫去。只是刚走出没多远，就遇见一行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仔细一看，原来是这一届的秀女。奴婢，臣女给县主请安。领头的宫女看见洛冉，停下来带大家请安。洛冉抬手，都起来吧。你们这是？宫女回道：“回禀县主，奴婢这是带大家去给皇后娘娘贺寿。”洛冉点点头，后退一步让开路。既如此，别耽搁了，你们先过吧。谢谢县主。众人又齐声道。洛冉看着后面齐刷刷好几十个人，安静地站在路边等大家过去。忽然
一道身影站在自己面前。洛冉抬起头，原来是李新月。李新月阴恻恻地看着洛冉，低声道：“表妹，难道你午夜梦回的时候就不会怕两个没有舌头的鬼来找你索命吗？”洛冉皱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李新月冷冷的一笑：“表妹你就不用装了，我母亲被你派人送去的两个脏东西吓得病了10几日，还有我大哥，如今人不人鬼不鬼，你如今可高兴？”李玉堂的事情洛冉知道，但是刘氏怎么了？还想问清楚。李新月已经随着众人离开了。小姐，您别听他胡言乱语，他肯定是因为李公子的事故意吓唬您呢。右青见小姐脸色不好，忙出声安慰。洛冉却摇摇头：“我没事。”折腾了大半日，宫宴可算结束了。洛冉又去了慈宁宫，幸好两个小家伙出奇的听话。他到的时候，正听见青宁咿咿呀呀清脆的喊声。太后见他进来，轻昵道：“你可算回来了，这个小丫头可真耐唠，哀家的嗓子都要说冒烟了，她还不罢休呢。”说起儿女，洛冉的眼里总是带着暖暖的笑意。是啊，相比起来，景行就安静多了，除非饿了不舒服了才吭叽2声，不像青宁，只要醒着，非要找个人陪她聊天不可。太后点头，小丫头活泼一些好，小子沉稳，姐弟俩这样才好。又说了几句话，洛冉抱着两个孩子出来。一上马车，他还记得李新月的话，唤来青川简单说了一下，然后道：“你去查查怎么回事。”是。青川应下。马车驶动前，洛冉特意看了一眼周围，才让福伯赶车离开。第148章有孕。回到府中，洛冉先简单的梳洗一下，赶紧给两个孩子喂奶水，又逗着他们玩一会儿，直到都睡着了才起身准备歇一会儿，就听见外面匆匆脚步声，接着便是春雨一脸慌张的进来，气都来不及喘匀，开口便道：“小姐，不好了，大夫人晕倒了。”什么？洛冉手上的玉簪没拿稳，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碎成几瓣。他定定地盯着地上翠玉的碎片，心砰砰直跳，抬手捂上胸口，半天才缓过一口气。右青也愣住了，赶忙上前，一边抚着洛冉的后背，一边念叨：“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又看向春雨，洛冉此时也抬起头询问地看向他。春雨忙道：“夫人回来后，听说侯爷喝多了，恰好小厨房熬了醒酒汤，夫人便亲自去了侯爷的书房，可不知道书房里发生了什么。听说夫人刚进去就脸色不好的出来，回到琼华院不久又被老夫人叫了去。听说老夫人发了好大的火，然后大夫人就晕过去了。跟父亲有关，能让袁淑仪当场失了分寸的事情不多，不敢想太多，对春雨道：“你去问问父亲是什么时候回到府中的，因为还要上朝，所以去的时候男女就是分开的，回来时他还以为爹爹会等他们，可出宫后听下人说侯爷因为多饮了些酒，提前离席了。”春雨忙道：“奴婢问过了，侯爷只提前1炷香的时间回来的，1炷香再加上他们回来这段时间，算起来也有半个多时辰了，也能做许多事了。”来不及细想，洛冉赶忙往宁福院去。到的时候发现2婶3婶都在。曹氏见他进来，微不可察地点点头。洛冉见状终于放心了些，但转头看见李氏嘴角压不下去的笑容，心又提了起来。进去后，洛冉就看见骆德运脸上带着不正常的潮红，尽管他肤色黑，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些许不对劲。再看看他拼命攥紧的拳头，心中的猜测更加确定。爹爹，母亲怎么样了？来不及管爹爹，洛冉还是先问袁淑仪的情况。骆德运转身看见女儿来，脸上闪过一抹不自在，看了一眼内侍，道：“大夫正在把脉。”洛冉想问：“那您怎么不进去？”想了想，还是忍了回去，道：“我去看看母亲。”骆德运想说什么，最后却只应了一声。洛冉余光看见老夫人一脸怒气地坐在榻上，下方跪在旁边，衣袖遮住半张脸，肩膀微微抖动，一看就知道在哭。洛冉又回头仔细看了一眼父亲，见其衣衫整齐，这才松了口气，转身进了内室。大夫正在把脉，石嬷嬷和绿蓉一脸紧张地守在旁边。洛冉看着躺在榻上双目紧闭的袁淑仪，脸色还有些白，双唇也失了血色，很难想象到他当时到底看见了什么，才让一向坚强稳重的人竟然晕了过去。大夫很快把完脉，洛冉问道：“大夫，我母亲怎么样了？”大夫捋着胡须，一脸笑意：“县主不必担心，夫人有喜了。”什么？洛冉惊讶出声。按理说爹爹跟袁淑仪成亲也快3个月了，若说快也不快，这个时候怀上也算正常。再看石嬷嬷和绿蓉，满脸喜意，却又碍于洛冉在场，不敢表现出来。洛冉没管他们心里怎么想，继续问道：“多久了？”大夫道：“算日子应该有1个多月了，但是夫人平时应该月事不准吧？”回头看了一眼石嬷嬷，石嬷嬷忙道：“是，姑娘，不，夫人小时候因为操劳，月事一直都不大准，经常2个月来一次也是有的。”大夫点头：“这就对了。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夫人只是因为操劳过度，有些气滞血瘀，孕中注意调理，以后自会好的。”
那孩子呢？石嬷嬷终于忍不住问道。洛冉也很关心这个没出生的弟弟或妹妹。大夫笑着道：你们放心，大人和胎儿都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万不可动怒和过度劳累。是。石嬷嬷连忙答道。洛冉点点头道：幼卿，送大夫出去。绿绒，你跟着大夫去抓药。等人都出去后，洛冉的脸色忽然落下来。石嬷嬷心一跳，她实在摸不准这位前夫人留下的嫡女到底怎么想的，万一她不喜欢夫人生孩子怎么办？石嬷嬷心里想了许多，就听洛冉冷声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给我一字一句说清楚。她见石嬷嬷有些紧张，又说了一句：你放心，我绝不会让母亲白白受委屈。有她这句话，石嬷嬷如吃了一颗定心丸，道：从宫里回来，夫人听说侯爷喝多了，歇在外书房，恰好小厨房的醒酒汤也差不多好了，夫人回去简单的换了一身衣裳，就带着汤去了书房。谁知袁淑仪到了书房之后，并没有看见平时守在门口的青山。她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动静，本想转身离开，谁知突然听见里面一声巨响。她想也没想就推开了房门，几步走到里面临时休息的内室，便看见骆德运坐在床边，下方则衣衫不整地抱着他的大腿。袁淑仪第一反应就是逃，刚回到琼华院，转头又被老夫人叫去了。到了宁福院，老夫人二话不说就将一个不孝的盆子扣在她头上，说她嫁进来几个月肚子也没有动静，要她把夏芳提为姨娘。袁淑仪本来就是外柔内刚的性子，加上她刚刚在书房看见的那一幕，脑袋一时犯浑，只以为这是他们母子算计好的，当场顶撞了老夫人，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便晕倒了。然后就是后面洛冉看见的了，骆德运黑着脸站在地中间，夏芳哭得委屈。听后，洛冉什么也没说，轻轻为袁淑仪掖好了被子，嘱咐石嬷嬷照顾好，转身出了内室。他一走，袁淑仪便睁开了眼睛，双手轻轻附在小腹上，眼角流下一滴晶莹的泪珠。石嬷嬷忙紧张道：夫人。袁淑仪笑着摇摇头：嬷嬷别担心，刚刚是我想差了。再说洛冉从内室出来，先是看了一眼李氏，转眼看向夏芳，袅袅走到圈椅旁坐下，低头抚平衣摆，不紧不慢道：夏芳姑娘不愧是年轻腿脚好，刚陪祖母从宫里回来这么大会儿的功夫，不伺候祖母梳洗，竟然跑去外书房。说吧，受了何人指使，想窃取侯府机密？第149章进佛堂。洛冉一句话就给夏芳定了罪。老夫人横眉一竖，喝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夏芳是我让她给你爹送醒酒汤的，难不成我也受人指使不成？洛冉眼帘微垂，淡声道：祖母难道不知父亲的书房没有他的允许，连我跟母亲都不能随便进入的吗？夏芳，你敢说今日是得了侯爷的允许才进去的？夏芳的身子一抖，哭得更厉害了。李氏趁机装好人，从中说和，要我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左右大哥也没丢什么东西不是，就是夏芳这名节。哎，老夫人一听，接着道：夏芳伺候我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洛家做不出忘恩负义之事，既如此，今日我做主，老大，你把夏芳抬做姨娘吧，选个日子摆几桌，面上也好看。呵呵，洛冉忍不住笑起来。你笑什么？老夫人斜着有些松弛的眼角看他。笑够了，洛冉清清嗓子道：祖母还真是让孙女长见识了，没见着哪家的奴婢擅自闯入主人书房不轨，不但不追究，反而抬做姨娘。这事传出去以后，大家有样学样，敢问祖母规矩何在？话锋一转，继续道：还有，二婶怎就知夏芳的名节不在了？难不成二婶亲眼看见了？亦或者是二婶事先知道？我李氏一噎，刚想狡辩，被老夫人一个眼神制止了。老夫人道：那你是什么意思？一直没说话，极力忍耐什么的骆德运终于开口，只是声音还有些沙哑：然而你母亲怎么样了？尚可。洛冉没说袁淑仪怀孕的事，骆德运这才稍稍放心，又深呼吸一口气，压下体内乱窜的欲火，耳根动了动，听到外面的声音。果然，一直没出现的青山终于出现，呼了口气道：侯爷。骆德运伸手接过青山手里的纸，一目十行地看了看，一把摔在夏芳脸上。这是宫里太医的证词，书房内的熏香里面加了什么，你应该心知肚明，还假传染意思支走青山。青山！骆德运喝道：把这个被主的东西拉出去卖了。还有，转头看向李氏。李氏腿一软，求救地看向老夫人：姑母。骆德运冷哼一声：至于你，等二弟回来再处置吧。这些事凭夏芳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在他们回来之前，书房里的熏香和厨房的醒酒汤就已经被人做了手脚。这人是谁，不用想都知道。骆德运说完，愧疚地看向洛冉：然而你照顾好你母亲。说完，脚步有些踉跄的仓促离开。爹爹！洛冉担心地唤了一声。青山躬身道：大小姐放心，
侯爷只是不小心中了摄魂香，因为担心夫人强撑着呢，属下会照顾好侯爷的。那你快去。洛冉急急道。他一进来时就看出爹爹的异样，不然也不会一直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也不进去看母亲的。青山一走，袁淑仪就从里面扶着石嬷嬷的手出来了，担心的看向门口。洛冉忙过去扶着他另一边胳膊道：“您都听见了？”袁淑仪面露惭愧：“是我错怪了侯爷。”接着眼神凌厉地看向李氏。洛冉却道：“母亲，您现在怀有身孕，大夫说不宜动怒，您歇着，这些交给我好不好？”怀孕？老夫人，李氏，包括下方，齐齐看向这边。石嬷嬷也跟着劝道：“夫人，咱们听县主的，好不好？”袁淑仪这才点头，一句话没跟老夫人说，扶着石嬷嬷的手离开了。不是她不宽容，给丈夫纳妾是正妻的责任。老夫人如果想把下方指给侯爷，大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没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幸亏今日大夫到的及时，不然他的孩子……袁淑仪走后，洛冉才又坐回去，微笑着看向老夫人：“祖母，您还有什么话说？”青山已经将人证物证都找到了，想必这一切都是二婶的功劳吧。老夫人也看向李氏，确实是他刚一回府，李氏就过来夸张地说骆德运醉酒醉得多厉害，又说袁淑仪没去管，只扔他一人在书房。老夫人心疼儿子，这才让夏芳过去送醒酒汤。事发之后，他也是听李氏和夏芳的一面之词，以为骆德运醉酒要了夏芳，这才有了要抬姨娘之事。他失望地看了一眼夏芳：“我说过我会给你做主，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夏芳懊悔地垂下了头，他也是被二夫人蛊惑，说大家刚从宫里回来累了，这时候正是良机，所以他一时没坚持住，才说什么都后悔了。很快来人将夏芳带了出去，任凭他怎么哭喊，洛冉都当作没看见。至于李氏，洛冉相信爹爹既然发话让二叔处置，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轻拿轻放。临走前，洛冉看了一眼老夫人，略带遗憾道：“祖母，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爹爹真的是您亲生的吗？他在外面拼命，换来您及一大家子人锦衣玉食，可您非但不体谅他的不易，却处处与他为难。看来您这诰命夫人是做够了，不稀罕了。你大胆，反了你！”老夫人哆嗦着嘴唇喝道：“我是你祖母，你竟然……呵，真希望您能一直记得您还是我祖母。”洛冉留下一句话，转身离开。经过李氏身边的时候，微微轻声道：“你以为小小一个迷药就能让江南水师总兵就范？那样的话，不如你去当将就好了。”李氏怔怔地看着洛冉，洛冉轻笑一声，没再看他。离开不久，听到消息的骆德文就赶回来了。青山看着满头大汗的骆德文，是这么跟他说的：“二老爷，侯爷说了，这件事如果您处理不好，您头顶上的乌纱帽也就不用戴了。”骆德文听后，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进来后，二话不说给了李氏一巴掌，怒气冲冲道：“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作耳旁风了？”李氏顾不上红肿的脸，抓着骆德文的衣摆哭诉：“我也是一时糊涂，你去跟大哥求求情好不好？”骆德文甩开他，当场就要写休书，还是老夫人及时拦住。他担心李氏被休之后，骆如雪的婚事也保不住了。骆德文想了想，最后只好在侯府西面的偏僻院子里设了一座佛堂，李氏不得随意出来。听后，李氏当场晕了过去。这些都是后话。洛冉从宁福院离开后，直接去了琼华院。走到门口，绿荣刚要进去通报，便被洛冉制止了。第150章谣言。屋内，袁淑仪坐在榻上，对面坐着骆德运，可能是刚刚沐浴过，发梢处还在滴水，将锦袍都浸湿了。袁淑仪担心他着凉，道：“您还是先换身衣裳吧。”骆德运没动，看着他道：“我真的一根手指都没碰过他。”袁淑仪低垂着脑袋，轻轻应了一声。骆德运身体内的摄魂香还没清除干净，他刚刚是泡了整整一盆冰水才缓和，听到袁淑仪回来就迫不及待的过来了，脑袋还有些不清醒，看着袁淑仪录给自己的头顶，恨不得发誓：“你要怎么样才信？”袁淑仪茫然的抬起头：“我没不信您啊。”然后指指他的后背：“您衣裳湿了，再不换该着凉了。”骆德运用力摇摇头，努力让自己清醒一些，仔细看着他的双眼，见里面清澈一片，这才放心。可转念一想，心里又有些不是滋味。“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啊！袁淑仪愣住了，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这还要理由？不过见对面的男人罕见的执着，认真想了想道：“您身为侯爷，想要妾室姨娘，肯定有大把的女人，不至于这么让他没脸面。”骆德运微微皱眉：“就这些？”袁淑仪有些茫然：“不然呢？”骆德运头晕的厉害，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但绝不是这些。袁淑仪从宫里回来，还没来得及沐浴，脸上精致的妆容还在，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她脸上，仿佛都能看见上面一层细细的绒毛。
骆德运忽然想起小青宁嫩嫩的脸颊，贴上去又软又滑，每次他抱在怀中都忍不住稀罕许久。而眼前这个女人虽然是他的妻子，两个人夜里也如寻常夫妻一般行周公之礼，但只要是白天，两个人之间总是相敬如宾，总感觉少了什么。指尖微动，骆德运忽然想知道，如果白日把他压在身下会是什么感觉。体内残余的药性忽然如春草般疯长，他不再顾忌自己一向威严侯爷形象，长臂一捞，袁淑仪惊呼一声，人已经被男人稳稳抱在怀里，大步往床榻走去。看着男人猩红的眼神，袁淑仪心一慌，想挣扎又怕伤及腹中胎儿，慌乱间喝道：“你给我放手！”果然，骆德运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他会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非但没生气，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占有欲。眼看着事情不可收拾，石嬷嬷硬着头皮进来道：“侯爷，夫人怀有身孕。”什么？骆德运站在原地，有些没听清楚。袁淑仪趁机跳下来，骆德运本能的伸手揽住她的腰，目光灼灼地盯着她的小腹，声音有些沙哑：“他刚刚说什么？”有了之前洛冉的支持，袁淑仪一点都不担心他的看法，红着脸道：“大夫说的已经1个多月了。”骆德运，洛冉到的时候就听见屋内父亲开怀爽朗的笑声，那是他许久都没听到过的笑声了。他阻止了绿蓉进去通报，嘱咐了绿蓉几句，便离开了。回到宁香院不久，就听到了李氏搬去偏院佛堂的事情，至于其间细节，他一点都没有兴趣。现在他关心的是，那个谣言到底是何人传出去的。原来从宫里回来，春雨便按照他的吩咐去李家打听李新月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回来后，经过九华巷的时候，就听到两个妇女在窃窃私语。春雨仔细听了一会儿，一听事关县主和小小姐及小公子的，立刻没敢耽搁，就回来了。洛冉道：“你是说刘氏被下病了？”春雨点头：“是，也不知道是谁给李家送去的。李夫人亲自打开的盒子，当时那2个舌头还没死透，听说差点蹦到李夫人的脸上，吓得她当场晕了过去。”洛冉皱眉，不明白这是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想想当时李新月的表情，明明就是肯定这事是他做的。春雨也不大理解，道：“会不会跟那个谣言有关系？”“什么谣言？”洛冉问道。春雨这才将经过九华巷时听到的话说了，道：“那2个妇人奴婢也带回来了，小姐您要不要问问？”洛冉点头：“带来吧。”2个妇人很快被带来了，一身粗布衣裳，一看就是寻常百姓，应该是第一次来到这种高门大户，吓得话都说不利索。洛冉问了好几遍才确定：“你们是说有人专门告诉你们这么说的？”其中一个妇人哆嗦着身体道：“回县主的话，确实是一个20来岁穿一身锦袍的男子，给了我们10两银子，让我们趁着人不太多的时候说县主您收养的那2个孩子根本不是什么将士遗孤，而是您亲生的。”说完连头都不敢抬，一个劲儿的磕头认错，心里后悔极了，就不敢贪图10两银子，万一把命搭在这辈子都没了。求县主饶命，民妇再也不敢了。民妇也不敢了，求县主明察。民妇只说了2句，就遇上姑娘了。另一个妇人也跟着磕头道：“洛冉，行了，春雨，带他们下去吧。”2人被带走后，右亲有些担心道：“小姐，这事要不要告诉侯爷？”洛冉摇摇头，那个锦袍男子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常颖。既然连伪装都懒得装，肯定是那人故意让他知道的。至于谣言，其实从孩子生下来那一天，他就做好了准备，早晚有一天会暴露。想了想，还是叫来青川：“你再去打听打听，看看这个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出来的。”第2日，青川回来禀报，第一次传出这个谣言大概是在20多日前，也就是李家公子刚出世的第2天，只是还没等散播，人就被晋国公府的世子爷带走了。傅世恒，这个结果让洛冉着实有些意外。青川点头，除了傅世子，还有一个人当时也在查。洛冉：“谁？”青川：“翰林院编修宋清又宋大人。”洛冉这才明白那日2人为何一起出现在九华巷的宅子附近。春雨，洛冉唤道：“陪我去一趟醉仙楼。第151章还护着呢。”“大人，县主去了醉仙楼。”常颖进来禀报。说案后的某人只淡淡的应了一声，继续埋头看文书。半晌，就在常颖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却见指挥使大人忽然动了，将手里的文书随意扔到一边，伸了个懒腰，又动动僵硬的脖子，懒懒问道：“九臣最近在忙什么？”常颖回道：“回大人的话，小王爷最近都在殿前当差，不过今日应该换职。”傅金安点点头，起身道：“告诉他，我在醉仙楼请他喝酒。”说完便起身离开。常颖耸耸肩，偷笑：“看来大人还是忍不住。上次在宫里亲耳听到县主说喜欢沈公子，大人转身就命人放出谣言，他还以为大人这是真生气了呢，没想到这才过去1晚就忍不住了。幸好他聪明，只是找2个人特意在春雨回去的路上说，
万一真按照大人的吩咐传开了，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的还是他们这些做属下的。出了锦衣卫指挥所，傅金安直奔醉仙楼。到的时候，洛然也才刚刚喝了半盏茶，似笑非笑地盯着推门而入之人。傅金安看着他唇角的笑容，忽然有一瞬间的熟悉，觉得好像看见了自己，步子慢下来，踱步到他对面坐下，拍拍衣袍，不温不火地开口道：“说吧，找我什么事？”洛然微微一笑，歪着头看他，指挥使大人这是何意？小女子不过是出来喝杯茶而已。傅金安有些意外。洛然继续道：“倒是傅大人不请自来是何意？”傅金安看了一眼包间，确定是他平日专属的天字号房间，没有走错屋，神态自若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朝洛冉举起：“那就请县主赏傅某一杯茶，何如？”洛冉看着他将茶盏放到唇边，并饮了2口，才低头抚弄衣摆，缓缓道：“傅大人就不怕我在茶里下毒吗？”傅金安的手一顿，挑眉看他，怎么今日胆子这么大了？说完，微微运用内力，感觉有些胸闷，面上却不动如山。洛冉看出他察觉到了，便也不卖关子，开门见山道：“九华巷的流言是你让人传的吧？”傅金安满不在乎地靠在圈椅里，看着只剩半杯的茶水：“所以你这是在报仇？”洛冉笑了一下：“报仇谈不上，我知道傅大人手眼通天，这点小毒为难不了你。不过是想让你知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清明和景行是我的命。”最后一句话，声音陡然变得凌厉。他微微皱眉，语气缓和下来：“你放心，我不会害他们。你现在不会，能保证以后也不会吗？”洛冉紧紧相逼：“如果有一天他们威胁到你傅大人的前途，你还会说今日这些话？”傅金安有些不悦：“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发誓吗？”洛冉冷笑：“不必，那种话还是留着说给老天爷听吧。”看着他眼前的样子，傅金安忽然感觉到一阵心慌，想起昨日在皇宫里听到的话，脱口而出：“所以你是要嫁给沈玉芝，让清明管他叫爹？”洛冉眼神闪了一下，他能在宋清佑面前拿表哥做挡箭牌，在这人面前却不行。谁知道他会不会做出伤害沈家的事？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发生的。于是道：“不是他，但是不保证不会有别人。如果你再这样一意孤行，我会让你这辈子都看不见清明和景行。”傅金安眼神危险，想起她怀孕失踪那半年，冷冷地道：“你就不怕我出手对付骆德玉？别忘了，林守成的事你们还没头绪呢吧？”洛冉忽地起身，俏脸微红：“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别伤害无辜。”傅金安懒懒地掀开眼皮扫了他一眼：“你可能忘记我是谁了？锦衣卫可不讲什么无辜不无辜。”因为生气，洛冉的胸膛剧烈起伏。几息过后，傅金安心里叹了口气，脸色软下来，刚要开口哄他，就见洛冉忽然笑了，道：“好啊，既然如此，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傅大人自便吧。”说完便转身离开。傅金安愣愣地看着在眼前啪的一声关上的房门，手掌突然用力，上好的青花瓷盏瞬间变成粉末，茶水夹杂其中，浸湿了衣袖。陆九晨进来，先是回头看了一眼楼梯的方向，又看看他的手，诧异道：“吵架了？”傅金安没说话，但紧绷的面部已经说明了一切。门口的长影将刚刚屋子里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小心翼翼道：“大人，要不要请太医？”傅金安运了一下气，胸口又是一阵烦闷。陆九晨更加吃惊：“他对你下毒了？”傅金安捂着胸口没说话，沉声道：“小心点，别让旁人知道。”长影赶忙出去。陆九晨忍不住打趣：“都说最毒妇人心，果然如此。怎么都这样了，还护着呢？万一传出去，洛然给当今锦衣卫指挥使下毒，哪怕很多人心里偷着乐，可表面上还是会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那些闲得没事干的御史，折子肯定雪花一般飞到皇上面前。而傅金安最担心的正是皇上，一旦被皇上知道，那他想做的事就更难了。这阵子宫里有什么消息吗？”傅金安转移话题。陆九晨道：“柳家上次给洛德运递橄榄枝被拒绝了，这些日子好像与洛德文勾搭上了。”傅金安没接话，继续问：“太子那边呢？”陆九晨有些不高兴：“喂，我说你当初怎么那么好心给我谋了个殿前指挥使的位置，原来是打着让我给你刺探消息的主意呢。”傅金安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不是比你整日无所事事祸害良家妇女好多了？”“我无所事事？”陆九晨指着自己鼻尖强烈抗议：“我白天装纨绔，晚上被你使唤的团团转，磨坊里的驴都没这样的，我还无所事事？”咳。听到晚上那句话，傅金安虚握着拳头抵在唇边咳了咳。陆九晨不以为意，长腿一抬，翘着二郎腿道：“我不管，这阵子我要休息。”两人说着话，太医也到了。喂起把锅麦之后，太医的表情有些古怪。陆九晨腾的一下来了精神，兴奋道：“怎么样，是不是又中了美人销魂散？去年正月15元宵节那日，这人就是中了这个所谓的美人销魂散。”第152章，换成男人更可怕。
听了陆九晨的话，太医拿起茶壶闻闻里面剩余的茶水，干笑两声，这才道：“小王爷，傅大人不必担心，您只不过是喝了添加女子补药的茶水，此药女子喝了补气血、利奶水，男子喝了则会感觉有些胸闷，过2日症状自会消失，对身体也无大碍。”陆九晨狐疑地看着太医，也接过茶壶闻了闻，立马皱着鼻子躲开，不可思议道：“这么明显你没发现？”傅金安也后知后觉，自己刚刚只顾着那个小女人，一向狼一样的警惕性竟然消失全无。认识到这一点，漆黑的眸子里一片黑暗。陆九晨也知道这对一个行走在刀尖上的人意味着什么，收起玩笑，让长影送太医出去。过了一会儿才干巴巴道：“人都有疏忽大意的时候，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傅金安垂眸，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半晌才缓缓开口：“像我们这样的人出现这种纰漏，要么我死，要么他死。”陆九晨心一震：“你舍得？”傅金安抬起头，目光看着他，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笑意。还有一种方法。陆九晨，什么？傅金安起身，拍拍身上洒落的茶盏碎末，悠悠道：“自己的软肋放在心窝子处才安心。”陆九晨看着他走到门口，马上要消失的背影，忍不住问道：“你决定了？当年的事，你真的不计较了？”这次傅金安没回答他。陆九晨看着桌子上残留的茶渍，自言自语道：“都说女人对她的第一个男人念念不忘，换了男人似乎更可怕。”啧啧。洛冉一气之下离开后，其实心里也没底，当时只不过脑袋一懵，冲动之下将刚刚抓来的药倒进茶水中，本以为那人会发现，谁知道他想也没想就喝了。后来的事更是话赶话，他又不愿意低头，就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别的他倒不担心，唯一担心的就是父亲那边。回去之后，他又特意提醒了骆德运，这才稍稍安心。如此过了几日，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包括那个流言，似乎在那2个妇人那里就终止了。这些日子，京城倒是热闹得很。先是选秀结束，宫里又多了许多妃嫔。李新月跟上一世一样，果然入选了，只不过位分不高，最后得了个常在。听说这还是柳贵妃帮忙的缘故，当然这都是后来听说的了。现在京城各个府中的喜事也是一件连着一件，但谁也没想到，最先办喜事的竟然是冠军侯府。傅家也不知道怎么忽然就着急起来，紧赶慢赶在3月初走完6里，婚期定在4月初，满打满算也就剩不到1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个日子，老夫人和二房都显得很高兴，骆德运夫妻也就不说什么了。太子大婚定到明年年初，所以岳伯瑶和沈西晴怎么也要在今年完婚。幸好之前早有准备，也不算太慌乱，日子便定在了8月。这些日子，因为李氏在佛堂不能出来，骆如雪也在静慈庵，府中所有的担子便都压在了袁淑仪的肩上。骆德运虽然也心疼，但总不好插手内宅太多，只好厚着脸皮找到洛冉。洛冉看着父亲一副难言之隐的样子，紧张道：“爹爹，可是母亲怎么了？”骆德运忙道：“不是，她很好，你别担心。”洛冉松了口气，却更加奇怪：“爹爹，您到底想说什么？”骆德运这才道：“最近府中事多，爹爹也知道你照顾清明姐弟俩很是辛苦，平时你有时间的时候就帮他照看几分。如果……”没等骆德运说完，洛冉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骆德运脸上更加窘迫。洛冉擦掉眼角笑出来的泪水，道：“爹爹，就这点小事，只当您这么吞吞吐吐吗？就算您不说，女儿还能眼看着母亲劳累不成？”骆德运干笑2声，还是爹爹的冉儿最懂事。洛冉撇撇嘴，故意娇俏道：“哼，爹爹肯定是有了弟弟妹妹就不心疼冉儿了，冉儿才不要帮母亲。”骆德运岂能不知女儿在故意逗他，但还是一本正经严肃道：“休要胡说八道，在爹爹的心里，没人能越过你去。玩笑的话只能说2句，说多了再亲密的关系也容易有隔阂。”洛冉挽着父亲的胳膊点头：“冉儿信爹爹的。”又道：“爹爹您就放心吧，不用您说，我也会帮母亲的。我还等着让宁儿和景行跟小舅舅或者小姨母玩呢。”骆德运又不放心道：“你自己也注意着点身子，切勿太过劳累。平时就让幼卿和春雨多跑几趟，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来找爹爹。”“好，冉儿记住了。”洛冉痛快应下。这件事说差不多了，洛冉又问起林守成的事。骆德运犹豫了一下道：“那日你说过后，我就派人去查了，目前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让人监视他了，一旦有异样，会马上汇报给我。你最近怎么了？怎么总是问起这件事？”洛冉眼神闪了一下，道：“我这不是担心爹爹吗？”其实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感觉有些心发慌。如果说是因为那人那日的一句话，他又觉得不可能。最近这些日子，他一次也没带2个孩子去醉仙楼，他也没传信说要看孩子。2人仿佛又回到了素不相识的时候。骆德运走后，洛冉收拾一下就去了琼华苑。到的时候，袁淑仪正好坐在榻上喝燕窝，见他来了，忙让人再去端一碗，道：“早就让厨房给你熬着了，刚刚听说你午歇还没起来，
却没想到这么大会儿功夫，你倒自己过来了。洛然也不客气，进来后先仔细看看袁淑仪的脸，见她面色红润，精神状态也很好，这才转身坐下，接过石嬷嬷端上来的燕窝捧在手里，笑呵呵道：“不来怎么赶上您的燕窝呢？端过去一个人吃，总没有2个人一起热闹。再说了，我若是不来，有人可要生气了呢。”袁淑仪一时没反应过来，顺着他的话问：“谁会生气？”问完对上洛冉揶揄的眼神，脸腾得红了，小声道：“我都告诉他我能应付过来了，怎么到底去麻烦你了呢？”第153章，我自己去问。洛冉看着袁淑仪羞红的脸，放下手里的燕窝，热乎乎的小手握上她的手道：“您现在是双身子的人，一切自该小心，爹爹也是关心您。再说了，你不是说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一家人自应该互相帮忙才是。”袁淑仪心里热乎乎的。洛冉又看向他的小腹，大夫又来把锅卖了吗？弟弟乖不乖？袁淑仪温柔的点头，早上刚来看过，说一切都好，让我也不用太过紧张。洛冉附和，可不就是吗？心里别有压力，越紧张对身子越不好。袁淑仪看着洛冉眉目温和，忽然想起眼前这个小姑娘虽然才16岁，却已经做了娘亲，当初还是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苦苦撑过来的。再想想如今自己不过是管着府中的事，还要侯爷去跟他说来帮自己，这么一想，对洛冉也更加心疼，拉着他的手，用2人都明白的眼神道：“难为你了。”洛冉笑笑摇头，都过去了。您看宁儿和景行现在不是好好的，我也好好的。袁淑仪点头，我们都好好的。2人又说起来洛如雪的婚事，其实也没什么好忙的，嫁妆宫中按照规定的份例安排就是，其余的礼事没出事之前也准备的差不多了。至于招待宾客这类的事情，对于袁淑仪来说并不是难事，只要每天听管事们前来汇报就是。吃过燕窝，洛冉又帮忙处理了一些事，这才离开。午后风小了，阳光照在人身上，暖和和的。洛冉一边往回走，一边对春雨道：“眼看着一天天暖和了，回头你去库房里找几张陈年的皮子，找人缝在一起，等过些天再暖和一些，就铺在院子里。晌午的时候就要让宁儿姐弟俩出来晒晒太阳，他们肯定高兴。”春雨笑着应下：“是啊，别看小小姐现在还不到5个月，每次一出门都可高兴了呢。”提起女儿，洛冉脸上总是不自觉的就带着宠溺。那个小丫头也不知道性子随了谁，长大后肯定是个闹腾的。春雨道：“小小姐性格像谁奴婢不知，可那模样可是像足了您，就连侯爷都说跟您小时候一模一样呢。”神符，母亲，您找我。沈玉芝刚刚从大理寺回来，身上还沾着血渍，听闻王氏找她，衣裳都没来得及换就过来了。王氏捂着帕子嫌弃的挥手：“去，换了衣裳再过来，也不嫌晦气。”提起他这个官职，王氏就气不打一处来，好好的翰林他不进，非要去什么大理寺，奈何这个孩子从小主意就大，他父亲都没说什么，自己说话更不顶用了。沈玉芝抬起袖子闻了闻，忽然瞥见衣摆处不小心沾染的污渍，笑着作揖：“请母亲见谅，孩儿这就回去换衣裳。”很快沐浴换好衣裳过来，王氏看着一身月白色锦袍、长身玉立的儿子，忍不住感叹：“一晃你怎么就长这么大了呢？”沈玉芝苦笑着摇头，上前扶着他的手臂，让他坐下，道：“西情都快成亲了，您说儿子该不该长大？”想起女儿，王氏又忍不住叹了口气：“是啊，晴儿都要嫁人了，我也老了。”“谁说您老了？上次您和晴儿一起出去，不是还有人以为你们是姐妹吗？”沈玉芝一本正经道。王氏被逗笑了，拍了一下他胳膊：“你这孩子，别人的玩笑话你也当真？”沈玉芝笑笑没说话。王氏也收起笑容，严肃道：“今日叫你过来，也是你祖母的意思。你今年也19了，之前你一直都说科考之后再谈自己人生大事，如今你妹妹都要嫁人了，你总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儿你就跟娘交个底，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沈玉芝笑着道：“娘，打住！”王氏连忙制止了他，道：“今天你甭想再糊弄过去，有还是没有，必须给我交个底。”沈玉芝苦笑：“呀，这些年我整日整夜都在读书，您看我跟哪家姑娘说过话？”王氏仔细看着他的眼睛问：“真没有？”沈玉芝眼神快速闪了一下，摇头：“没有。”王氏松了口气，转而脸色又变了。沈玉芝感觉好笑：“您这是又怎么了？”过了2息，王氏才盯着他的眼睛，小心翼翼道：“那你觉得冉儿怎么样？”沈玉芝握着茶盏的手一紧，面色平静地道：“表妹很好。”王氏继续问：“那你喜欢她吗？”沈玉芝抬起头，对上母亲的眼睛，一时没有开口。王氏也摸不清儿子心里的想法，既忐忑又紧张地道：“今日就咱们母子，你也不用不好意思，更不用勉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你祖母也不会勉强你。”沈玉芝垂下眼帘，满脑子都是那个女孩，有刚见她第一面时害羞胆怯的样子，也有后来熟悉后娇俏灵动的样子，更多的是她一个人怀有身孕时还要惦记着沈家时坚强的样子。
一开始他只当他是姑母的孩子，对他跟对西晴没两样，若说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多一些心疼罢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变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但是他清楚记得那日在宫里，他亲口对宋清佑说喜欢自己时，自己内心无法忽略的雀跃，哪怕知道那是他推脱的借口，也让他好几个晚上无法入眠。你们问过冉儿吗？沈玉芝掌心微润，言语间不自觉带了一丝期待。王氏见他的样子，松了口气，笑道：虽说我跟你祖母都心疼冉儿，但是你也是我的儿子，我更不想你委屈，所以想先问过你，然后再让你爹去跟你姑丈说。好像一盆凉水都头泼下，沈玉芝太明白洛冉了，就知道这事应该是母亲一厢情愿，但为了不伤害母亲对洛冉的感情，沈玉知道不用了，还是儿子自己去问冉儿吧。王氏愣了一下，转而笑道：你这个孩子，刚刚还说没喜欢的人呢，这么一会儿就露馅了吧？沈玉芝笑笑没说话，他心里还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归结到自己头上，而不伤害两家的感情。另一边，常颖看着前面一瘸一拐的某人，心里忍不住感叹：谁能想到一向得皇上宠爱的锦衣卫指挥使大人，短短几个月，这已经是第二次挨皇上的板子了。看看手中药瓶，常颖快走几步追上：大人，咱们是回卫所上药，还是回国公府？傅金安停顿了一下，忽然道：去冠军侯府。常颖。第154章苦肉计。洛冉正在东厢房陪两个孩子玩，就见右青一脸古怪的进来，先是看了一眼邱嬷嬷和桂嬷嬷，两位嬷嬷忙躬身退下。洛冉这才问道：什么事？右青犹豫了一下，小声道：小姐，您还是回去看看吧。洛冉又看了他一眼，等两个嬷嬷进来，这才转身出去。太阳已经西沉，3月晚上的风还有些凉，厚厚的门帘也没换下。右青替他掀开门帘，待其进去后，又将门关紧，站在门口守着。洛冉走到内室，本能地看向窗边的罗汉榻，空空如也。视线转向架子床，昏暗的光线下，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趴卧在床上，不用看也知道是谁。洛冉没过去，在罗汉榻上坐下，两人一时谁也没开口。最后还是傅金安败下阵来，声音较以往有些虚弱，还有些微不可察的委屈：爷受伤了，你就不关心关心？洛冉淡淡的看他一眼，道：傅大人恐怕走错地方了，受伤了，要么请太医，要么找郎中，来这里做什么？傅金安面对他侧过身子，单手支着脑袋，道：你上次给爷下毒的事情，也还没找你算账呢，这么快就忘记了？洛冉心虚了一下，幸亏屋里光线暗，脸上立刻恢复如常，反问：这么说，傅大人今日是来找我算账的？听着他话语中一口一个傅大人，傅金安感觉刺耳极了，可又不知如何反驳。面对犯人，哪怕对方是死士，他也有的是办法叫他们投降，就算是死人，也要撬开他的嘴。唯独面对这个小女人，经常让他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反正屋里也没别人，傅金安索性豁出去脸面，道：爷的伤是为你受的，就算请大夫，也得你帮爷请。洛冉十分不解：为我伤的？傅金安眼神闪了一下。待洛冉还要继续问时，门口传来嘟嘟嘟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是右青的声音：小姐。右青知道他屋子里有人，如果没有特别的事，应该不会叫他。洛冉担心是青明姐弟俩有事，顾不上床上之人，起身走到门口，问：可是宁儿醒了？右青道：小小姐和小少爷睡得正香，是有人找小姐您。找我？谁啊？洛冉看看天色已晚，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事先也没收到过帖子。外面的右青明显有些为难，支支吾吾才道：是晋国公府的世子爷傅世恒。洛冉本能地看向某人，傅金安也愣了一下：你看我做什么？洛冉当然知道两人不和，傅世恒不会是来找他，可找自己，他不记得跟他还有什么关系啊？正思虑间，就听傅金安忽然轻嗤一声：怎么不方便？是我打扰你们了？他明知道洛冉讨厌傅世恒，但想到那日傅世恒那么积极的先他找到那两个传谣言的人，心里就不舒服，说出口的话就忍不住带些其他味道。洛冉没理他，转身出去，站在廊下，就看见院门口站着一个身影，背对着院子，不停地来回踱步，显然有些紧张。你找我？洛冉走过去，离他1丈远的地方站定。傅世恒自己也说不清今日为何会来，等他反应过来时，人已经在这里了。他不确定洛冉会不会见他，心里正打鼓，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道软糯的声音，他不由得停住脚步，脊背僵直。屋内，在洛冉前脚刚出门，傅金安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将窗棂微微推开一条缝隙，盯着院门的方向，眼神暗沉。通过唇语，两人的对话悉数落入眼中。洛冉问完那句话，见他没动，刚要转身离开，就见傅世恒忽然转过身，有些手足无措道：我是来谢谢你。洛冉皱眉，
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傅世恒随便找了个借口，听说府上二夫人最近病了，如雪又在祈福，婚事都是你在张罗，真是麻烦你了。李氏和骆如雪对外都没说是犯错被禁足的，一个声称病了，一个则是说请大师看过，骆如雪出嫁之前最好祈福749日，以消灾除难。骆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淡淡道：“这是我们骆家的事，与世子无关。”每个字都在尽力与他撇清关系。傅世恒上前一步：“世子爷请自重。”骆冉后退2步，厉声道：“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件事而来，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傅世恒眼神哀伤地看着他：“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对。”骆冉毫不犹豫道。傅世恒痛苦地闭上眼睛，半晌才睁开，缓缓问道：“如果当初我不那么混蛋，与骆如雪混在一起，你还会退亲吗？”“会。”骆冉干脆回答。“为什么？”傅世恒身子晃了一下，他以为他与自己退亲是因为发现了他与骆如雪的关系，可现在看来，他好像只是讨厌他这个人。可除了骆如雪那件事，他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骆冉不想再与他废话，道：“九华巷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转身从右卿的手里拿过一卷银票递过去。为了避免麻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那2个人就算是我从你手里买走的。傅世恒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拿着银票的手，明明是那么白，那么嫩，为何落在他眼中那么刺眼？呵呵呵呵呵呵。傅世恒忍不住笑起来，满眼悲凉。我在你的眼中，难道就值这些银票？骆冉没说话，如果开口，他肯定会说，若不是不想跟你扯上瓜葛，你连一个铜板都不值。好。骆冉脸上的表情，傅世恒还有什么不明白？终于没脸再待下去，跌跌撞撞的离开。看着他的背影，骆冉一时有些恍惚。如果上辈子他会跟他说这些话，他也许会义无反顾地守在他身边，哪怕他仍不喜欢自己，哪怕还要受尽欺辱。骆冉回到屋子的时候，傅金安已经又躺回床上，看着他失魂落魄地坐在榻上，忍不住道：“你若是后悔，大不了爷帮你把人抢回来。”骆冉木然地看向他：“你说什么？”傅金安心堵了一下，负气地将头转向里侧，没好气道：“爷说，你快点来给爷上药。”第155章，我娶你吧。骆冉走进架子床，居高临下地看着趴在床上的男人，他的腰比自己的要宽一些，却没有一丝赘肉，看起来就很有力量。脊背挺直，哪怕趴在床上，透过薄薄的锦衣，似乎也能看见里面肌理分明的线条。视线下移，他之前一直以为翘臀这么露骨的词是用来形容女人的，却没想到此时用在这个人身上竟然也这么贴切。再往下，修长有力的大腿，不用摸就知道硬邦邦的。他听青川说过，爹爹一脚能踢死一个成年男子，也亲眼看过爹爹只轻轻用力就将骆红俊踢出几米外，当场吐血。这人无论是身手还是年纪，都是爹爹所不能比的。他从来没见过他杀人，也不知。傅金安虽然面朝里躺着，但落在身上的视线却能感知得一清二楚，从脊背到双脚，饶是脸皮厚的他，耳根也微微泛热。他刚刚那句让他上药的话，也不过是一时气话，也知道他不能随自己的意，不过是想看他窘迫的一面罢了。谁知道最后先不好意思的竟是自己。刚准备说话，就听骆冉轻声问：“你说这是因为我受的伤？”骆冉的眼神只轻轻瞥了一眼某处，脸就已经热得不行，根本没仔细看是不是真的受伤了。但想到他能这么不要脸面的躺在自己面前，应该是真的伤着了吧。傅金安半张脸埋在枕头里，鼻尖满是他身上的清香，脑袋有些昏昏沉沉。怎么伤的？骆冉又问。傅金安没说话。骆冉等了一会儿，见他还是没有要说的意思，才转身出去，推开窗户往上望了望，试探地喊了一声：“长影。”长影脚一栽，差点从房顶上掉下来，只犹豫了一息，便轻轻一跃，出现在骆冉面前。其实骆冉也不确定长影在不在，他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罢了。没想到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还被吓了一跳。长影见县主的身子明显颤了一下，忙弯腰行礼：“县主恕罪。”骆冉淡淡的应了一声，往旁边让开一步。长影看了一眼架子床，到底没敢翻窗而入，而是绕过去从正门进来。进来时，被站在门两边的右卿和春雨差点盯出个窟窿。见了皇上都面不改色的锦衣卫第一侍卫，却被2个姑娘家看得差点不会走路了，传出去简直是个笑话。不过长影现在来不及想那么多，进来后又被骆冉盯着。他看了一眼床的方向，大人没理他。其实这次大人因为什么被皇上打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大人当时没让他们跟着，但是第一次挨打的原因他是知道的，于是道：“上次大人跟皇上为县主请封，不小心惹怒了皇上，所以挨了30大板，那啥都打开花。”长影，傅金安皱着眉喝道，心想我让你说，却没让你说的这么仔细吧。长影摸摸鼻尖，不说话了。骆冉回头看了一眼，又问：“
那这次呢？因为什么？县主的封号他知道是这人为他求来的，能将2个孩子光明正大的养在身边，也离不开他的帮助。可他却不知道，他因此还挨了打。平常30大板足以要人一条命了，就算皇上身边的人手下留情，伤势也可想而知。不知不觉，他的心里开始有了涟漪，又问了一遍：这次也是被皇上打的？常颖点点头道：只是这次属下也没在旁边，不知道皇上为什么。洛冉又看向某人，常颖见状连忙道：县主有所不知，上次大人的伤就因为处理不及时落下了病根，后来又因为出京办事，为了赶上清明小姐和景行公子的百日宴，连着几日没休，这段时间也是忙得不可开交，身子骨就有些弱。尽管傅金安不喜欢常颖口中把自己说得像个废人似的，但只要一想到那句我喜欢表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常颖硬着头皮说了许多，最后洛冉也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然后转身朝门口道：幼卿，你去打盆热水来，春雨去准备一些绷带。又看向常颖，要带了吧？像他们这种人，受伤是家常便饭，应该都配有特制的伤药。常颖从怀里拿出一个瓷瓶递过去，这是太医院的院正特意调配的，大人每次都用这个。洛冉看了一眼巴掌大的白瓷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他知道里面的药却绝不普通。他没接，反而走到床边道：让常颖给你上药吧。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傅金安的嘴角勾了勾，嗯了一声，缓缓闭上眼睛。幼卿很快将热水端进来，放在凳子上。洛冉对常颖道：你来吧，有什么需要叫我。内室里安安静静的，坐在外面什么也听不见。洛冉就这样坐在那里，看着外面的天空一点点变暗，脑子里闪过2人自打认识起的一幕幕，包括当初在宜春院那一晚，时隔1年多，他以为早已忘记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那人额头上掉落的汗珠，他都清晰的记得。2人一开始地位就是不对等的，哪怕他失了清白，也不敢跟他讨要公道，还要卑微的祈求他帮助。他那骄傲蔑视一切的眼神似乎刻在了他的骨头里。后来2人见面，哪怕他在和颜悦色，其实他内心深处还是怕他的，只是不知为何那种惧怕在刚刚看见他受伤后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直到右青将屋子里的烛火点上，常颖从里面出来，洛冉还没彻底回过神，有些茫然的看着常颖。回县主的话，大人的药已经上完了，这会儿睡着了。洛冉应了一声。右青也进来低声道：小姐，汤熬好了，要端上来吗？洛冉看看常颖，等会儿吧。起身进了屋子。傅金安这一觉睡得很踏实，他发现每次只要沾上这张床，就算脑子再清醒，也很快困意袭来。翻了个身，又侧身面对窗边，刚刚睡醒的声音有些慵懒沙哑。什么时辰了？洛冉放下手里的书，看了一眼沙漏，虚实了。傅金安动动酸胀的脖子，我睡了这么久。洛冉，1个多时辰了。2人一问一答，熟稔平静的仿佛多年夫妻。都说灯下看美人，月下观君子，别有一番韵味。傅金安静静地看着掩映在烛火间的洛冉，内心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不知怎么话就脱口而出：要不我娶你吧。第156章未雨绸缪。我娶你。脑袋轰的一声，洛冉被这几个字炸得头晕目眩，就连人什么时候走到跟前的都没察觉到。等反应过来时，只见一双妖冶含笑的眸子盯着自己，里面漆黑深邃，清晰的映照出自己惊恐的面。傻了。一只大手轻轻附在他头顶，另一只手轻轻一揽，人便被带进了怀里。男人的胸膛很宽阔，很温暖，可不知为什么，洛冉却觉得很冷，冷得他浑身都止不住的颤抖。别怕，我娶了你，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敢拿宁儿和景行威胁你，也不会有人欺负你。大人。常颖知道这个时候不该打扰大人，但实在是事出紧急。皇上急诏，要您立刻进宫。傅金安锋利的眉毛拧在一起。皇上明知道他身上有伤，还召他入宫，可见事情不一般，他不敢耽搁太久，也来不及好好安慰，只留下一句：别怕，等我回来我就跟皇上请旨。直到人离开许久，洛冉才缓过神，双手死死地握成拳，不停地告诉自己：不可以，他不要再嫁入傅家。如此过了几日，他最担心的事也没发生。自打那晚后，那个人就像消失了一般，可他知道这不过是短暂的宁静，他肯定有任务，自己要赶在他回来之前想办法拒绝。眼看着4月了，马上就是洛如雪成亲的日子，提前10来日，洛德运命人将洛如雪从静慈庵接了回来，只不过还是让人看着她，不许她随意出玲珑院。或许是洛如雪怕身怀有孕的事情败露，也乖乖地待在院子里，很安静。洛冉除了忙府中的事，心里还惦记着旁的事，就是这一年春季大雨的事情。轩辕14年的冬天很干，一共也没下几场雪，风吹在脸上都干巴巴的。可到了4月中旬的时候，老天爷开始下雨，小雨下完下大雨，大雨过后又是小雨，接连半个多月，京成都成了水城，粮食蔬菜运不进来，
有些府里的主子都不得已啃着咸菜度日。幸好这场雨只是京城周围，大晋其他地方倒没什么大问题。尽管如此，也足够京城这些百姓受的了。粮价物价飞涨，许多商户趁火打劫，朝廷粮食受灾发不出来，人人叫苦连天。上辈子下这场雨的时候，洛冉刚刚嫁进富家，晋国公府只是外面看着光鲜，实则里面好不如冠军侯府。仅有的粮食的蔬菜都紧着晋国公夫妇还有傅明珠，轮到洛冉这里，最后勉强靠着西周渡过去的。重活一世，洛冉可不想再过那种日子了。提前叫来府中的管事，将列好的单子递过去，道：按照上面这些东西准备着，库房放不下就找个空置的院子放，记住选那种地势高的。还有前些日子我让你们检查府中的排水渠做得怎么样了？账房的管事依然是那个叫胡毅的，就是当初跟李氏联手想要陷害洛冉贪污春庄银子那位。经过上次的事，这1年多来，胡毅也算夹起尾巴做人，生怕再被捉住把柄。而总管事则是骆德运后来从江南换回来的，名叫吴明，50来岁，从小看着洛冉长大，面容慈和，办事却干净利落。吴明接过单子，快速看了一眼，道：大小姐放心，3月一开化，老奴就命人将府中的排水渠检查了一遍，特意按照咱们江南府邸的布置又重新修葺一遍。江南雨水多，府中排水好，这一点交给吴明，洛冉很放心，道：吴伯伯辛苦了。从小到大，洛冉都跟吴明比较亲，一直称呼他吴伯伯。吴明看完，将单子传下去，轮到胡毅的时候，忍不住惊呼一声。吴明不觉收起笑容：你一惊一乍做什么？胡毅嘿嘿笑了2声：大小姐勿怪勿怪。洛冉垂下眼帘，端起茶盏，道：怎么，胡管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胡毅忙起身道：老奴确实有一事不明白。洛冉：说吧。胡毅道：大小姐之前没管过家，可能不知道，为了确保府里主子们的吃食新鲜，咱们都是蔬菜肉之类的1天1买，鸡鸭鹅肉类的庄子上是隔1天1送，米面油这些则是准备3天的粮，这些东西厨房那边应该都是有技术的。看向厨房管事，许婆子是厨房管事，见胡毅看向自己，忙起身道：回禀大小姐，胡管事说的都对，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比如逢年过节、宴请之类的。下个月是2小姐大喜的日子，东西多备一些也是应该的。胡毅皱着眉道：你没听大小姐刚刚说的吗？这些都是要在喜宴之后准备的，先不说这一下子要花掉多少银子，之前没有这样的惯例不说，吃不了浪费的，时间长坏掉的，这些都记在谁的账上？记在我的账上。洛冉忽然道。胡毅脸一僵，忙道：大小姐，奴才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若是按照您单子上这些，确实需要一大笔银子，为2小姐出嫁的事，账上银子本就不多了，实在犯不上这么浪费。况且你也要跟我们大家说清楚，为什么一下子要准备1个多月的粮食啊？其实洛冉本也不想准备这么多，但是想到还有沈家和袁家，虽然他也会提醒，但是关于上辈子的事，毕竟不好说的太多，他怕大家不当回事，只好多准备一些，以备不时之需。洛冉淡淡道：银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之前我也看过账簿，就算是2妹妹成亲，账上的银子也是够的，更何况下个月各个铺子的进项也该到了，就算到时候不够，你拿着账簿来找我。话已至此，胡毅不敢再多说什么，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这出去后直接去了宁福院。可是如今宁福院的人因为之前杜嬷嬷和下方的前车之鉴，不敢再出岔子，只说老夫人正在休息，不便打扰，便将胡毅打发走了。胡毅又去3房，曹氏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才不管府里的银子够不够，只要不少了3房的，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而袁淑仪又跟洛冉是一伙的，胡毅最后没办法，趁着没人注意，去了西边的小佛堂。洛冉听说后也只是微微一笑，没管他，这是后话。安排好府里的事，洛冉按照相同的布置给各个铺子送了信，告诉他们都把货物尽可能低放到高处，并做好防雨防霉，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听下人来报说沈玉芝来了。第157章，帮表哥一个忙。一听表哥来了，洛冉顿时轻松了许多。有些事跟别人说可能还要刨根问底，可是对于表哥，无论自己说什么，他总是毫无疑义的支持自己。沈玉芝站在院子里，看着管事们一个个出去，这才抬不进去。一进来就笑着道：没想到冉儿处理起事务来也游刃有余，我见那些管事脸上也还都算恭敬。洛冉忙叫右卿上茶，有些不好意思道：表哥不要取笑我了，还不是有吴伯伯在，总能压制他们几分，跟母亲比还是差远了。沈玉芝接过右卿双手递来的茶，笑道：你才多大，洛夫人从小就管着袁家，不厉害些不行，而姑丈心疼你，不舍得让你劳累。洛冉点点头，想起过去江南15年无忧无虑的生活，真是美好的让他几辈子都忘不掉。沈玉芝见他有些怅然，转移话题问道：刚刚我听那些管事们念叨说要买很多粮食，你要做什么？收起心绪，洛冉道：
前些日子我去法华寺上香，听寺中的僧人说，今年春季有可能雨水多，我怕到时候粮食不够，所以命人多备一些。我正好还要给舅母去信呢，正好表哥来了，回去跟舅母说一声吧，准备些总是没错。沈玉芝果然一点都没怀疑，点头应下。洛冉又跟他说了自己铺子里的安排，沈玉芝点头称赞：“你想得很周到，回头我也告诉母亲，不怕1万就怕万一，到时候真是有损失就来不及了。”见沈玉芝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洛冉终于放心了，这才想起来问道：“表哥今日来找我有事吗？”沈玉芝垂眸看着手里茶盏，一时没开口说话。在洛冉的眼中，表哥一直都是意气风发、胸有成竹的样子，何时见过他如此吞吞吐吐，忙挥退左右，紧张地问：“表哥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沈玉芝点点头，能让他这么为难，应该不是小事吧？洛冉的心立刻提了起来，身子忍不住前倾。可是舅舅那里？沈玉芝摇头：“不是，你别担心，跟沈家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事？洛冉看着他的脸问道。沈玉芝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遍，缓缓开口：“你舅母在张罗给我定亲。”啊！洛冉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刚刚他那么紧张，还以为沈家因为太子什么事被牵连了呢，可弄了半天只是个亲事。沈玉芝点点头道：“没错，你舅母说，如果不能在西秦成亲前将我的婚事定下来，就要随便找个女子让我娶进门。”本来洛冉看着表哥这么认真且有些伤心的样子，明知自己不该笑，可到底没忍住，笑得肚子都疼了。沈玉芝就坐在那里宠溺地看着他，等他笑够了，才苦着脸道：“你这孩子，表哥都要愁死了，你却这么开心，真是没良心。”没良心，听到这3个字，洛冉愣了一下，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那人，他就总是说自己没良心。努力赶走脑袋里的胡思乱想，洛冉忍着笑道：“表哥，我不是故意的，可是，真的很好笑。”沈玉芝接道：“看着表哥的表情，洛冉又忍不住笑起来，终于笑够了，才道：“那表哥今日来，是想让我帮你跟舅母说说情吗？”沈玉芝摇头：“没用的，这件事是你外祖母和舅母一致决定的，谁说也没用。”洛冉有些同情地看着他：“那怎么办？表哥不会真的要随便娶个女子回去吧？”他忽然想起来岳婉和，如果没有那道圣旨，婉姐姐跟表哥应该很配吧。想到这，洛冉的心情也烦闷了许多，忽然问道：“表哥呢？难道你真的没有喜欢的女子吗？哪怕是印象不错的？”自古以来，婚事都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多少人成亲当日才看到对方的模样？也只有那些开明的家长会事先问问子女的意见，但这也是要建立在门当户对、利益互惠的条件下。面对洛冉真挚的眼神，沈玉芝不自觉地别开视线，反问：“表妹呢？可有心仪之人？”洛冉没想那么多，只以为表哥现在想找个有共同话题的人说说，心中烦闷，想也没想到，我的事情表哥最清楚了，我哪还有资格喜欢旁人呢？再说了，这辈子有青宁和景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等到母亲生产，弟弟或妹妹长大些，我就带着宁儿和景行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将他们2个抚养长大，这辈子也就无憾了。当然，还要提醒沈家和父亲免于上一世的遭遇。沈玉芝跟着点头：“我也一样，这辈子只想保护好沈家，至于其他的，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那怎么行？洛冉惊讶道：“舅舅可就你一个儿子，沈家还指着你开枝散叶呢。”沈玉芝苦笑着摇头：“你呀，年纪轻轻怎么思想这么迂腐？沈家1枚爵位，2枚万贯家财，有没有后又如何呢？”洛冉皱着眉，他得想办法改变表哥的想法才是。还没等他想好，就听沈玉芝继续道：“更何况我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随便娶个女子回去，2人不熟悉，我也做不来传宗接代的事啊。”表哥，你说什么呢？洛冉脸一红，嗔怪地瞪了他一眼。沈玉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讪讪地摸摸鼻尖，道：“所以不妨请表妹帮帮我。”“帮你？怎么帮？”洛冉奇怪地问。沈玉芝强力压下内心的悸动，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反正你也没打算嫁人，我又不知道娶谁，不如表妹帮帮我，我回去只说喜欢表妹，这样你外祖母和舅母肯定高兴，就不会给我随便找别的女子了。”洛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这怎么可以？”沈玉芝反问：“为何不可？”因为太过吃惊，洛冉有些语无伦次。可万一舅母让我们成亲怎么办？沈玉芝笑笑：“这你放心，到时候我就说姑丈舍不得你那么早嫁人，要多留你2年。那2年之后呢？”洛冉还是不同意。沈玉芝挑眉道：“2年之后，或许我就有了喜欢的女子了呢。也许用不上2年，这些年我不一直都在读书，现在又初入官场，没有倒出功夫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而已。如果表妹能帮我度过这一阵，以后我自然会努力，只是为难表妹了。”看着他满脸愧疚，洛冉忽然有些不忍，表哥帮他那么多，自己不过是帮这么一点小忙，还犹豫不已。
可仔细想想，他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再仔细看表哥的表情，坦坦荡荡，倒是自己小心眼了。第158章，我对你不好吗？眼见着洛冉的表情有些松动，沈玉芝再接再厉，说起来这件事，表妹也没什么损失。去年你刚退亲，就有媒人上门，虽然都被姑丈退掉了，可是能退1次2次，总这么推脱也不是办法。如果照这个法子，表妹也可以清静2年。2年之后，宁儿和景行也大了，你想干什么也方便。当然，如果这期间表妹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表哥自不会耽误你。沈玉芝觉得说服表妹比写一篇策论还要难，心里正琢磨着再怎么说呢，忽然见洛冉点头了。明媚的小脸满是决绝，既然这样，我便答应表哥，不过我有个条件。沈玉芝心脏狂跳，嗓子有些发紧，你说。洛冉也有些激动，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有用没用，道：我们不能定亲。沈玉芝的心凉了半截，不过不要紧，他相信今时所至，今时为开，点头答应。好。洛冉垂着头，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表哥，我只是不想害你而已。她一个不清不白的女子，未婚先孕生了2个孩子，可以帮表哥解决一时困难，但却不能因此耽误了表哥。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那日那人说娶她的话。想起这个，洛冉又认真嘱咐道：表哥，你要小心锦衣卫。不用说，两人也知道为何要小心。沈玉芝点头，这个你放心吧，如今我在大理寺，他们锦衣卫办事也有许多需要大理寺的地方。他这么说不过是安慰洛冉，他一个小小的大理正根本就无法左右锦衣卫，但幸好他还有自己的法子。事情说定，本来是说演戏给家人看，可两人就这么坐着，洛冉总感觉有些尴尬。幸好沈玉芝看出他的不自在，借口去看清明姐弟俩，便离开了。4月初2，洛如雪出嫁的日子，这一日侯府也来了许多客人，洛冉和曹氏都帮着袁氏张罗着，李氏也暂时放了出来，等洛如雪出嫁后再回小佛堂。宾客多，洛冉忙得脚不沾地，这也就算了，最让他难受的是舅母看他的眼神，里面的高兴劲简直要把他淹没了。这不，洛冉刚寻个空档在亭子里歇一会儿，王氏就看见他的身影寻了过来，拉着他的手，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的笑。一旁的沈西晴都看不下去，拉回母亲，扯着洛冉不松的手道：娘，这也就是冉冉，若是换了旁人，早就被您吓跑了。王氏连忙道：冉冉别怕，舅母这是太高兴了，你都不知道，我跟你外祖母啊，整天跟你表哥都要愁死了。你看他满京城，谁家那么大的人了，连个亲事都没定呢？难不成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不成？你表哥眼光高，寻常女子还看不上。这回好了，他说喜欢你，也愿意等你几年，舅母我晚上睡觉都要笑醒了呢。王氏也是个疼孩子的，不然也不能等沈西晴16了才定亲。这也是岳家出了个太子妃，都撞上了没办法，不然他说什么也要把女儿留到18再出嫁的。被王氏这么热切的眼神看着，洛冉心里忽然升起一阵愧疚，开始后悔当时被表哥说的昏了头，答应这么离谱的事情了。但马已经架上了，这时候再反悔，显然不但舅母空欢喜，就连表哥那边也不好交代。他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赶紧出现个女子，让表哥喜欢上吧。只是2日前不知道为什么，表哥突然被皇上派去两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呢。他只能求救的看向沈西晴。沈西晴撇撇嘴，好不容易把母亲哄走，回头故意大声说了句：嫂嫂，我们走了呀。一句话，洛冉又闹了个大红脸。你这死孩子，不许乱叫。王氏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高兴着呢。看着两人渐渐走远的身影，洛冉终于松了口气，可还没等第2口气喘匀呢，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嫂嫂。洛冉僵在原地，没敢回头。傅金安走到他跟前站定，大手轻轻覆上他细腻修长的脖颈，指腹轻轻摩擦，细细感受滑腻的手感。4月的天，洛冉早早脱去小袄，换上春装，斜襟右衽的小衫领子低，哪怕外面披着披风，脖子也大多露在外面。此刻男人干燥微凉的手紧紧贴着自己脖子，仿佛只要他微微一用力，下一刻脖子就会断了。傅金安微微弯腰，闭着眼睛，鼻尖贴着他细腻的脸庞，轻轻嗅了嗅，声音带着蛊惑的问：乖，告诉我，他刚刚叫谁嫂嫂？洛冉全身都起满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疙瘩，可显然某人没打算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傅金安抬起另一只手，轻轻覆上他的双眼，似乎是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眼中的卑微，语气低沉，甚至有些委屈地道：我对你不好吗？去岁你不告而别，躲起来好几个月，我也没把你爹怎么样。你想把孩子养在身边，我宁可顶撞皇上挨板子，也替你求来圣旨。还有沈家，我怕你伤心，沈玉芝那个小子几次挑衅，我也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还有傅世恒那个蠢货，竟然跑来跟你表白，为了让你开心，自己报仇，我也忍了。这次我告诉你，等我回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乖呢？天知道他回京后听到他与沈玉芝两情相悦的消息时，有多么想杀人。
男人说话时带出的热气悉数扑在脸上，洛冉不知道是怕的还是其他，脑袋有些昏昏沉沉，一股钻心的疼痛从心底往上蔓延。看着他一点点失了血色、有些惨白的脸，傅金安只以为他害怕了，但因为心里有气，此刻不想哄他，想给他点教训后让他有点记性。头压得更低，一抹温软压下来，洛冉彻底没法呼吸。柔软香甜入腹，傅金安终于感觉怒气消了许多，却犹不知足，舌尖微微用力，撬开贝齿，长驱直入，带着他共舞纠缠，尝遍潭口中每一个角落。附在他双眼上的手不知何时离开，骨节分明的手指灵巧地钻进披风，只轻轻用力，衣襟的带子便轻而易举地散落。洛然感觉那股疼痛越来越清晰，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眼前的人，喉间涌出一股腥甜。第159章，我心悦你。傅金安因为身体上有伤，动作迟缓了许多，一个慌神的功夫就被大力推开，后退一步，不悦的眼帘刚先到一半，就见洛然捂着胸口，一口鲜血喷出，有些甚至都沾到了他衣服上。一个箭步上前，稳稳抱住他，语气前所未有的焦急慌乱，大喝：长影！长影！在外面放哨的长影，为了不亲眼目睹大人的亲密，特意走远了一些，听到声音忙飞身上前，便看见县主奄奄一息地躺在大人的怀里，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嘴唇青紫，嘴角处还沾着一些发黑的血渍。中毒！大人，您先扶县主回去，属下这就去请太医。说完，瞬间消失不见。亭子外面的右青早就被吓得软了腿，刚刚他被长影按着不能动，这会终于能动了，连滚带爬过来，还没等哭出声，就被傅金安一个眼神吓住了。傅金安抱着洛然，脚尖一点，几个飞身便消失在花园里，特意绕过人少的地方来到宁香院。春雨收拾完屋子，刚要出去，就看见一个身影闪进来，进了内室。他连忙跟上，进屋就看见小姐无声无息的样子，捂住嘴堵住尖叫。傅金安仿佛对待一个天下至宝，小心翼翼地将人放在床上，余光瞥了一眼春雨，冷声道：去打盆热水来。哦。春雨提着裙摆跑出去。傅金安抬起大手轻轻附在洛然的脸上，他的脸很小，仿佛还没有自己的一只手大，拇指的指腹轻轻开去他嘴角还残留的血渍，眼里狂风暴雨，声音却出奇的温柔，仔细听还有些颤抖。你别吓我好不好，这招对我不管用的，这天下就没有让我害怕之事。手轻轻附上他的细腕，脉搏越来越弱。只听他又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道：好了，我承认，我心悦你，这下你满意了，睁开眼吧。又清和端着热水进来的春雨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接着眼泪便哗哗流出来。春雨将水盆放下，打湿了帕子，哆嗦着双手递过去，因为担心，牙齿控制不住的咯咯作响。小姐她。傅金安转过头，目光狠厉冰冷，溢出嗜血的光芒，直直地看向右青，去，给你半盏茶的时间，把你们主子从早上开始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跟什么人接触了，一一写在纸上，不许落下分毫，否则怎么样？他没说，右青却知道结果，忙点头跑出去找笔墨。傅金安这才接过春雨手上的帕子，小心翼翼的一点点为他擦掉唇角的血渍，然后从怀里拿出一只通体雪白的瓷瓶，倒出一粒药丸送进洛冉的口中。因为昏迷，洛冉并不知道吞咽。傅金安转身又去拿起案几上的茶水，茶水有些冷了，奴婢去换。春雨刚开口，就见傅金安已经拿起喝了一口，又缓缓走到床边，不顾春雨还在一旁，轻轻捏起洛冉的下颌，附上薄唇。骆德运进来后便看见这样一幕，本能的两步上前，一把死死地扣住傅金安的肩膀，怒气冲冲。你！傅金安没回头，轻轻擦掉嘴角的水渍，目光温柔地看着洛冉，轻声道：乖，吃了药就不疼了。然后才转过头看向骆德运，露出一抹笑容。今日他若是有个3长2短，我让你们骆家全部陪葬。骆德运一震，他刚刚只是听青川说大小姐被指挥使大人抱着回了院落，具体什么情况，青川被常云拦着，无法近身，只好去求助。骆德运一听立刻赶来，还以为这人在轻薄女儿，可转眼看见女儿了无声息地躺在床上，顿时也慌了神。青山，快去！话没等说完，就见常影拎着一个人落在院子里，常云立刻让开。张太医是太医院的院正，今年60多岁了，胡子都花白了，平日里只为太后和皇上把脉，就连皇后都请不动他。当然，除了傅金安，也是皇上亲自下的口谕，让张太医负责这位指挥使大人的身体。说起来，这个年轻人也是可怜，从10来岁开始就经常一身伤地去张府请他给治疗。后来傅金安年龄大一些，性子更冷，很多时候受伤都不吭声，都是常影常云他们做属下的主动去请张太医。一来二去，两人变成了忘年交。傅金安欣赏张太医的医术以及为人，张太医心疼这个年轻人，还亲自为他调配了许多就连皇上都不知道的秘药。张太医被常影一放下，气都没喘匀，就被傅金安一把拉过去，催促道：你快看看他到底中了什么毒。张太医先朝骆德运点点头，这才走到床边为洛然把脉，
只是眉头却越皱越深，许久才收起手，刚要开口，右青忙把写满字的纸递上去。太医，这是县主从早上起来接触过的东西，您看看。右青从小就跟着洛染，自然是识字的，写的虽然称不上多好，但是在下人里面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先吃了什么后喝了什么，与谁有过接触都记得清清楚楚，就连顺序都没有乱。张太医接过纸看了看，捋着花白的胡子看向傅金安，你刚刚给他吃了血玉丸？傅金安有些紧张，对。张太医面容严肃，你做得很好。傅金安明显松了口气，紧接着又心又提起来，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张太医看着骆德运道，侯爷大人，你们放心，县主因为刚刚服用了血玉丸，毒暂时止住了，但是要尽快驱毒，否则时间久了，毒素攻入五脏六腑，就算大罗神仙来也救不了。那还等什么？你需要什么？快说！傅金安催促道。骆德运也来不及问太多，忙拱手行礼，请张太医尽快为小女诊治，无论你有什么要求，骆某定全力以赴。张太医哪敢受他的大礼，忙侧开身子，将所需要的东西一一告诉常颖。常颖、常云立刻出去准备，又让右青和春雨去烧热水，准备药浴。趁着大家都准备的空档，傅金安问了一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张太医道：见血封喉，也叫见毒目，常于炎热地区，南诏两广等地多见。第160章，我看谁敢靠近。听完张太医的话，傅金安与骆德运对视一眼，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什么。只是现在还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要为洛然解毒。一切都准备妥当，张太医只留了右青跟春雨在里面，其他人都守在外面。另一边袁淑仪忙了一圈也没看见洛然，心里感觉到有些不对劲，抓着沈西晴问道：冉冉呢？你看见了没？沈西晴也看了一圈，调皮的笑道：刚刚我母亲拉着她说话来着，是不是害羞躲起来了？关于沈玉芝和洛然两情相悦的事，两家大人都知道了，只是骆德运与袁淑仪知道内情，并不相信，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况且洛冉一向贴心，不可能在这么忙的日子里躲起来这么久。又叫来绿荣，让他去看看。没一会儿，绿荣回来，附在他耳边轻语几句，袁淑仪的脸立刻变了颜色。曹氏看在眼中，忙过来询问。袁淑仪拉着他的手恳求道：三弟妹，我忽然感觉身子不舒服，头也有些晕，你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我回去歇一会儿就来。在曹氏看来，换成自己是袁淑仪，肯定会比他还在乎这一胎，不说别的，万一是个男孩，未来可是要继承爵位的。所以就算袁淑仪再娇贵，曹氏都能理解。遂道：大嫂放心，这里有我呢，你快回去歇着吧，当心些，要不要找大夫过来看看？曹氏说的也并不都是客气话，这种日子他巴不得抛头露面呢，不用像原来似的，说句话还要看李氏的脸色。袁淑仪也没跟他客气，交代几句就匆匆离开了。玲珑院，洛如雪一身大红嫁衣，坐在梳妆镜前，盖头放下，外面迎亲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李氏看着即将为人妇的女儿，不忘叮嘱：雪儿，到了傅家，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拴住世子爷的心，在你没生下嫡子之前，那些通房丫鬟可得看好了。说着，从袖中拿出一包东西，塞进洛如雪的袖中，低声道：这是绝子药，万一有哪个丫鬟心或妾室心大，你就把这个给他们吃了。洛如雪收好东西，她没跟母亲说实情，只说肚子的李孩子是傅氏恒的，因为她觉得李氏现在自身都难保，让她知道等于多一重危险。听李氏说完，她忍不住道：母亲既然有这种药，当初怎么不给袁淑仪吃了？你看她现在怀个孕，大伯父恨不得把她当眼珠子似的疼。洛然也是个傻的，他竟然还帮着袁淑仪，等大伯父有了儿子，还有他什么事？李氏恨声道：你不知道这个药得来的多费劲，如果那么容易，我们母女至于被他们欺负到如此境地？想到什么，忽然笑道：不过你放心，过了今日，再不会有人挡我们的路了。娘，您……洛如雪眼睛一亮，正好这时候门口的嬷嬷报说迎亲的人来了，母女俩这才止了说话。浓烈的血腥味从紧闭的门窗缝隙中一点点飘散出来。傅金安双手附在身后，盯着张太医从里面送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方女子平常用来镜面用的金子。半晌才抬头对骆德运冷笑一声：侯爷，这金子是怎么来的？你若是查不出来，可别怪我越俎代庖了。骆德运双颊紧绷，没看他，对青山道：你去给我查，凡是有关联的人都先关起来，无论是谁。袁淑仪进来听到这句话，腿一软，若不是石嬷嬷扶着，差点跌坐在地。他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又环顾一圈，只看见两个大男人杀神似的站在门口，却不见那个窈窕的身影，顿时一股不好的预感。侯爷，冉冉呢？洛冉中毒的事情没查清楚之前，府里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但对于袁淑仪的为人，与其说骆德运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他更愿意相信女儿，所以看向袁淑仪的目光柔和了些，但声音还是有些严肃在里面。
袁淑仪提着裙摆刚迈上台阶，眼前忽然出现一只手臂将她拦住。抬眼望去，不是傅金安还能是谁？傅金安一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里带着摄人心魄寒光，先是扫了一眼袁淑仪的腹部，然后才淡淡开口：“听闻侯夫人有了身孕。”被他冰冷的眼神一看，袁淑仪本能地捂住自己的小腹。傅金安只看了一眼便移开视线，看向骆德运：“抱歉，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包括他。”袁淑仪缓缓看向骆德运：“冉冉到底怎么了？”骆德运虎目对上傅金安，忍着怒气道：“这里是冠军侯府，容不得你放肆！”呵，傅金安轻笑一声，双臂抱胸往门前一站：“我今日就放肆了，看谁敢往前一步。”袁淑仪忙拉着骆德运的衣袖道，焦急道：“没事，我可以不进去，可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有锦衣卫的帮忙，青山很快跟常颖一起回来。骆德运只看青山脸上的表情，大概就是知道事情是谁所为了。常颖没那么多顾虑，一五一十将事情说了个清楚。回禀大人，事情大概已经查明白，这条金子是侯府统一采买，又经过库房管事等人才到了县主手中。而且属下还查明，前些日子侯府账房管事拿着金子去过西苑佛堂，那里平日只有骆二夫人在里面诵经。至于药物从何而来，傅金安抬手打断：“不用说了，去把人都带过来，包括骆老夫人。”骆德运在一旁道：“不用了，都带去宁福院吧。”青山：“是，只是迎亲的人。”骆德运看了一眼屋内，道：“动静小点，尽量别让那些宾客知道。”说完转身离开。老夫人本来一脸喜气的跟几位老夫人说话，钱嬷嬷突然从外面回来，在她耳边说了几句，只见老夫人的脸立刻冷了下来，勉强撑着笑容跟大家赔不是：“不好意思了，各位老姐姐老妹妹们，我这身子骨最近不大利索，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吃好喝好，就当到了自己家。虽然有些失礼，但也被逼无奈。”待人都走后，老夫人当场气得将桌子拍得震天响。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母亲，救我！老夫人话刚落，李氏就被人像破布一样从外面扔进来，脸蹭在地面上，瞬间渗出几道血印子。第161章处置。你！老夫人也被李氏的样子吓了一跳，可还没等说话，胡毅连带着李氏身边的丫鬟嬷嬷都被手脚捆住，捂着嘴扔进来。后面则是一脸杀意的骆德运。傅金安则显得悠闲很多，进来后直接坐在老夫人左边下手的位置。骆德运看了他一眼，坐到右边。老大，这是发生什么事了？老夫人看了一眼李氏，问道。骆德运没说话，仿佛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骆德文终于气喘吁吁过来，没等进屋就道：“大哥，外面那么多客人呢，你……”进来一看见地上跪满的一群人，眼前一黑，勉强站稳。好了，人都齐了，侯爷问吧。傅金安一副看热闹的样子。得到侯爷指示，青山上前将骆冉如何中毒，胡毅又是如何跟李氏勾结的事情说了。老夫人听完差点晕了过去。李氏大呼冤枉，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傅金安被吵得头疼，唤了一声：“常颖，常颖，属下在。”傅金安抬手随意指了指李氏：“去，把他舌头拔了。”语气漫不经心，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常颖是上前拎起李氏的衣领就要往外走。大胆！住手！老夫人和骆德文同时喝道。骆德文：“大哥，这里面肯定有误会，佩云她怎么会呢？她平日很疼冉儿。”老夫人则看向傅金安，拐杖敲得当当作响。这里是冠军侯府，骆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撒野。傅金安眉峰微挑，慢悠悠道：“骆老夫人恐怕是岁数大了，脑袋不清楚，那本官就给你讲讲。骆冉乃皇上亲封的县主，有人对县主下毒，就是对皇上不敬，对皇上不敬，锦衣卫就应该管。更何况……”他笑了一下。常云一直站在他身旁的常云忽然上前，也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卷明黄，在众人惊诧中朗朗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善宁县主，聪慧大义，温婉贤良，锦衣卫指挥使傅金安文武双修，与善宁乃天作之合，特赐二人府邸一座，良田百顷，黄金万两，择日完婚。”钦此！别说是老夫人，骆德运都愣住了。刚刚自己跟这人在一起这么久，都没听他提过关于圣旨的一个字，却突然间这时候宣布。骆德运死死地盯着他。傅金安不以为意，神态懒散地挥挥手。常云收起圣旨，又站回去。傅金安对骆德运道：“本来我是想等骆冉高兴时再跟他说的，可是竟有人说我没资格管这事。现在你们明白了。”他看向老夫人，又看向骆德文和李氏：“我傅金安的妻子差点被你害了性命，你们说我有没有资格管？”常颖还愣着干什么？把人都带下去。乱说话的就把舌头拔了，乱拿东西的就把手砍了，还有那不老实的脚也不用留着了。至于其他的，就留给侯爷处置吧。说完便站起身，这才朝骆德运行了个像样的礼，道：“侯爷勿怪，
今日晚被逾矩了，可是这也没办法，然而还生死未卜，我没有闲心陪你们在这里耗时间。人刚走到门口，又回头嫌恶地看向早已被吓得身下一片如湿的李氏，对屋里的众人道：你们也别侥幸，别以为一个舌头一双手脚这事就算过去了，你们最好祈祷洛冉无事，不然，哼，你们一个都别想跑。人已经走了好一会儿，屋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直到外面响起此起彼伏的凄厉叫声，老夫人才回过神，脸色惨白，费了好大劲才挤出一句话：德运，你就看着他们。骆德运叹了口气，起身走到地中间跪下，磕了3个响头：母亲，待冉儿病情稳定，我就会跟皇上禀明，脱去这身官袍。你也做好准备，这个家还是分了吧。至于二弟，看向早已吓得呆住的骆德文，这事就算锦衣卫不追究，为了死去的青音，还有躺在床上昏迷不清的冉儿，以及2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也不会放过跟这件事有关的任何一个人。骆德运离开后，屋子里只剩老夫人和骆德文母子2人。骆德文忽然反应过来，跪在老夫人身边，抱着她大腿。30几岁的大男人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娘，儿子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要劝劝大哥呀。反了，全都反了。老夫人两眼一翻，晕了过去。傅金安又回到宁香院，此时青宁姐弟俩都醒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母子连心，一向听话懂事的景行哭个不停，青宁更是哭得一张小脸都有些青紫了。没办法，傅金安便叫人搬来一把圈椅放在廊下，又把小木床拿出来，他抱一个哄一个，哄好这个放下，再抱起另一个。如此2个小家伙竟然不哭了，只是青宁总是拧着小身子朝门口使劲，好像知道娘亲在里面。傅金安轻轻青宁的脸颊，低声哄道：宁儿乖，娘亲在睡觉，一会儿醒了陪宁儿玩好不好？院门口，骆德运看着这样一幕，突然有些迈不开步子。事情查清楚了，与袁淑仪没有关系，可他一点都没觉得轻松，甚至有些自责。对不起，若不是因为我，然也不至于忙得疏忽了，以至于让人钻了空子。骆德运看着他，很想安慰他，告诉他与他无关，可他连自己都怨怼，更何况是他。最后只好干巴巴道：你身子重，先回去休息吧。袁淑仪还想再说什么，可也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再添乱，又陪着他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石嬷嬷有些担心道：夫人，侯爷他。袁淑仪一个凌厉的眼风看他，厉声道：嬷嬷慎言。石嬷嬷忙低下头：对不起夫人，是老奴想多了。袁淑仪冷冷道：想多了不要紧，就怕你想差了。宁福院那些人今日的下场你也看到了，回头敲打下边的人，如果有那心思不老实的，趁早打发了。这段时间随着她怀孕，有些人的心开始大了，她开始没管，就想找个机会，谁知道屋内张太医看着洛然指尖最后滴落的一滴鲜血，颜色终于由黑转红，这才松了口气，抹抹额头上的汗珠，转身去准备药浴。而此时的洛冉却不明白自己刚刚还在京城侯府呢，怎么一眨眼就回到了江南。第162章，原来他们早就见过。秦佑哥哥，你藏好了吗？冉儿来找你喽。洛冉亲眼看见6、7岁的他，头上还梳着2个小揪揪，身穿桃红色襦裙，在江南洛宅里，好像一只欢快的蝴蝶。不远处假山的后面藏着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那是9岁的宋清佑，经常来府中陪他玩耍。这日2人是在花园里玩捉迷藏，洛冉跟在自己身边，伸手想去摸摸他，却穿过小女孩的身体，什么也抓不到。眼看着6岁的洛冉朝假山跑去，他也抬步跟上。宋清佑一看小洛冉过来了，又悄悄躲到另一边，小洛冉扑了个空。可他没放弃，借着身材娇小，想抄近路从2座假山中间的缝隙钻过去。谁知道刚钻到一半，就看见里面的山洞里还躲着一个人，只露出一角衣摆在外面。小洛冉还以为是他的清佑哥哥，欢快地扑过去：我找到你。话说到一半，剩下的卡在嗓子里，惊恐地盯着脚下，原来是一条通体翠绿的蛇。蛇也发现了他，竖起半个身子朝他吐着信子。小洛冉当场吓得不敢动弹，小声哭着道：哥哥，哥哥救我。山洞里的身影似乎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出来，一把抓起蛇尾，朝假山上用力摔打。几下之后，蛇便变成了一滩肉泥。只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小心，男孩的小手臂还是被咬了一下。他掀开衣袖，白皙的手臂已经开始变得黑紫。小洛冉这才认出来，这人并不是他的亲幼哥哥，是个他不认识的男孩，来不及害怕，惊呼：小哥哥，你被蛇咬了！抓着他的衣袖往外拽，快跟我走，我爹爹有解药。谁知小男孩用力甩开小洛冉的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二话不说照着被蛇咬过地方刺下去，划开2道口子，鲜血汩汩往外流。小洛冉吓得不敢动地方，等回过神时，小男孩已经从衣摆处扯下一条布，随便包扎上了。这时外面的宋清佑已经找过来，小男孩看了小洛冉一眼，挥舞2下手中的匕首，威吓道：你若是敢说出去，我就杀了你！还有你爹！
小洛冉忙捂住嘴，露出一双大眼睛，拼命的摇头，直到小男孩走远，他才敢出来。回去后，因为惊吓加受凉，他大病了一场，那日的事情也渐渐淡忘了。飘在空中的洛冉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回到自己小时候，可是看着那个小男孩凶狠的样子，总感觉有些熟悉。等他再要仔细想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唤他娘亲，娘亲，是妮儿的声音。洛冉忽地睁开眼睛，入目的便是他又熟悉的架子床，侧头往里看了一眼，果然看见青宁和景行在旁边正睡得香甜，两人动作一模一样，都握着2个小拳头举在两边，粉粉的小嘴时而还动动，好像在吃奶。他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容。你终于醒了。一道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洛冉转头看向另一边，这才想起梦中的事。刚要说话，唇瓣便附上一根手指，低声道：嘘，先别说话，喝点水，省得嗓子疼。说罢，傅金安起身，许是坐的时间太久，腿麻了，起身的时候身子明显向旁边栽了一下，扶着床框才站稳。洛冉看着他先有的狼狈样，竟忍不住笑了一声。笑过之后才反应过来，忽然有些后悔。再看傅金安，被嘲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心情很好的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道：暂时先你笑话我，等以后有你腿软下不来床的时候。不知为何，洛冉竟听懂了这句话，红着脸瞪他一眼。水很快端来，傅金安并没有让他伸手，而是侧坐在床上扶着他坐起，一手揽着他的腰，一手将茶盏递到他唇边，柔声道：喝吧，我试过了，不烫。洛冉不习惯这么亲密，想挣扎却又浑身没有力气，又拗不过他，只好就着他的手喝了半茶盏的温水，才开口问他：我到底怎么了？傅金安将茶盏随手放到床边的小鸡上，语气平静道：你中毒了。又将经过简单的说了一下，至于如何处置李氏等人的却没说。洛冉微微皱眉，其实他早有防范的，只是这阵子实在太忙了，一时疏忽。又问：那洛如雪呢？傅金安深深的看他一眼，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让洛如雪嫁入傅家，但还是点头道：放心吧，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洛冉又忽然想起刚刚做的梦，或者说那并不是梦，而是他小时候真真实实发生过的，只是当时发热病了一场，加之年纪小才忘记了。此时看着眼前这张丝毫不掩饰关心的脸，心一动，抓过他的胳膊，一把掀开衣袖。男人的手臂跟女子的不同，他的手臂软而细，骨骼经脉都不明显，而他的似乎没什么软肉，或者说是线条分明，就连血管都那么突出。白皙的手腕处有2排浅浅的疤痕，看起来像是被咬过。傅金安被他的动作弄愣了，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才浅浅笑起来，想起来这是谁咬的了吗？他一说，这疤痕恐怕一辈子都下不去了。洛冉脸一红，视线继续上移，快到肘弯处时，2道狰狞的疤痕呈十字形交错。哪怕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上面还能隐约看出当年皮肉外翻的样子。这是怎么弄的？洛冉的喉咙有些堵。傅金安随意扫了一眼，状似认真想了一下，摇摇头，漫不经心道：不记得了。洛冉一急，怎么会不记得？傅金安忍不住刮了一下他的鼻子，宠溺道：你若是问我10年前抓过的犯人，我还记得，这些小伤哪还记得这么清楚？实在是受过的伤太多，新伤未好再添旧伤，根本就记不过来。那人呢？洛冉追问：10年前你见过的人可还记得？他也不知道自己迫切的想知道什么，就是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问了。傅金安见他如此执着，看看他的脸，又看看手臂上的伤，忽然愣住了。两人四目相对，半晌，傅金安才低低笑起来，笑得越来越开怀，仿佛停不下来。第163章，好像变了。你想起来了？洛冉没笑，只这么静静地看着他，待他笑够了，才试探地问出声。傅金安点点头，又摇摇头，脸故意凑近了，在距离他鼻尖不足寸余的地方停下来，仔仔细细地看着，直到看得洛冉腰恼，他才笑着道：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小丑丫头。什么？洛冉没想到自己等了半天，只等来这么一句话，说了句自己都恨不得咬掉舌头的话。你胡说，我从小就好看。说完就后悔了，脸腾得红若桃花，一扭身面朝里躺下，还不忘将被子拽过头顶，闭着眼睛懊恼，自己一定是中毒伤到脑子了，不然怎么会说出这么不知羞的话？而且还是跟这人，怎么听怎么像撒娇。对，自己一定是病糊涂了，把他当成爹爹了，一定是这样。洛冉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看小姑娘害羞了，生气了，傅金安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他发现原来宠着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看着床上一大两小，忽然有种都是自己孩子的感觉。脱掉皂靴，挨着洛冉躺下，并将他虚虚地抱在怀里，不等他呵斥，先一步道：不想让你爹看见就乖些，爷为了你都1天1夜没睡了。或许是感激小时候的救命之恩，又或许是念在他这次为自己解了毒，再或者是自己还没痊愈，没有力气跟他辩驳。总之听了他这句话，
洛然果然安静下来，不一会儿呼吸绵长。傅金安紧闭的眸子疏忽睁开，黑暗里还发着摄人的光芒，嘴角露出一抹愉悦的笑容，又缓缓闭上了眼睛，两大两小，甜甜进入梦乡。门外，春雨听到里面没了动静，看向右晴。右晴犹豫了一下，道：“我在这里守着，你腿脚快，去告诉侯爷和夫人一声，省得他们担心。”好。春雨转头往琼华院跑，而此时骆德运和袁淑仪也正在说洛冉的事情。骆德运看着烛火下清秀的脸庞，有些愧疚，今日为难你了。说不在乎是不可能的，可若说记恨又谈不上。袁淑仪苦笑一声，其实也不怪你们，换作是我，当时那样的情况我也会怀疑的，只是后来你不该瞒我，没当场看见李氏他们被惩罚，他这心里总堵着一口气。对于这件事，骆德运倒是很好解释，笑着道：“那场面岂是你一个女人家能看的？就算你不怕，也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说到孩子，袁淑仪终于缓和一些。恰好这时候春雨来了：“侯爷、夫人、小姐醒了，喝了点水，说了几句话，奴婢听着精神很好，这会儿又睡了。”骆德运顿时听出了春雨话里的漏洞，声音一沉，听着精神尚好。他是不是又来了？春雨垂下了头，他能说傅大人压根就没走吗？昨晚张太医为小姐解毒之后，傅大人当着侯爷的面是离开了，只是侯爷前脚走，他后脚就回来了。混账！骆德运骂了一句，起身就要离开。袁淑仪一把拉住他：“你要干什么去？”骆德运黑着脸，不用猜也知道肯定要去撵人。袁淑仪对春雨使了个眼色，春雨一溜烟的跑了。对上骆德运不悦的眼神，袁淑仪尽量用平缓的语气道：“你忘了张太医怎么说的了？他说冉冉现在要静养，不能吵到他。那就由着那人。”骆德运实在说不出太难听的话。袁淑仪其实心里也不愿意，可是没办法，他只好劝道：“您想想，您现在这么过去了，谁最难堪？还不是冉冉？”眼见着骆德运的脸色有些缓和，袁淑仪继续道：“你放心吧，他就算不为了冉冉，为两个孩子着想，也不会乱来的，不然他也不会当着你的面假意离开。这个时候您就别想太多了，等冉冉恢复了，咱们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骆德运无奈又懊悔地叹了口气：“我是气自己，若是我再有点用，冉冉也不至于受这么大委屈。”说到这，想起赐婚圣旨，忽然道：“不行，我就算拼了这身军功，也要讨回个公道。”石嬷嬷看着骆德运大步离开的背影，小心翼翼道：“夫人，您就不劝劝侯爷吗？万一侯爷真一时用气，被削官罢爵可怎么办？”袁淑仪无力地摇摇头，冷笑一声：“劝？怎么劝？劝他把捧在掌心宠了15年的女儿送进虎口。换成是我也做不到。罢了，左右咱们又不是没吃过苦，大不了陪侯爷回乡种地，我还有些嫁妆，侯爷也有些私产，养大几个孩子总不成问题，总比在这里被人不明不白的害死好。别看他年纪轻轻，可这20多年来看惯了京城中的世态炎凉，早就烦了。”洛冉这一觉睡得很踏实，再一次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很放松地躺在某人怀里，更甚至手还搭在他腰上，瞬间收回手，却发现无处安放，正懊恼间就听到头顶传来低沉的笑声，接着长臂一伸，又把人往怀里拉了几分，忽然道：“你买那么多粮食做什么？”“什么？”光顾着挣扎，洛冉有些没听清他的话。张太医为他驱毒用的是最原始方法，先用银针锋脉穴，然后通过放血的方式排毒，最后再配合药物肃清体内毒素。一番折腾下来，洛冉虽然精神尚好，但是浑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根本挣脱不开男人的铁臂。傅金安低头用唇瓣试试他的额头，汗涔涔的，但温度正常。洛冉又被他这个动作闹得红了脸，傅金安却丝毫不在意，继续道：“那个叫胡毅的管事招了，他私自动用了账上的银子，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来买粮食，于是找到你二婶商量，这才有了两人联合起来给你下毒的事情。当然，这里面还牵扯到别的，傅金安怕他多虑，并没有明说。”洛冉果然也没多想，其实中毒后他有一阵是有意识的，就是他喂他吃药的时候。想到这，将对沈玉芝那套说辞又说了一遍，末了道：“我也不知道那个和尚说的准不准，但想着有备无患罢了。如果能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就好了，到时候就会减少很多损失。可是我又怕说出去，大家不信，反倒引起百姓恐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忽然安静下来。傅金安趁着夜色看他别扭的小脸，痴痴地笑起来：“我能认为你这是故意透露消息给我，让我早做防范吗？”第164章面圣。其实洛冉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只是没想到这人听懂也就算了，还这么大大咧咧说出来，也不知道是病中娇气还是其他。洛冉一扭身，赌气道：“你爱听不听？”话落，又觉得自己说的一点气势也没有，反倒像是撒娇，忙把青宁搂过来，假装轻声哄着，以作掩饰。小青宁不知道为何自己睡得正香，却被娘亲打扰了。不过她好喜欢娘亲，一沾上
就朝某处柔软拱去，小嘴发出咂吧咂吧的声音。洛冉顿时更加窘迫了，想推开女儿又不敢用力。恰好此时小青宁自己寻到了地方，隔着柔软的中衣开始吮吸起来。幸好他也不是只是本能而已，吮吸2下又睡着了。洛冉浑身如熟透的虾子，根本都不敢回头。傅金安视线好，耳力也好，女儿刚刚的小动作他全都看在眼里，浑身的血液开始迅速流向某处，蠢蠢欲动。可他知道洛冉现在还在病中，自己舍不得折腾她，这样下去只能是自己难熬，遂翻身而起，哑着声音道：“天色不早了，我得走了，你好好养病，有什么事找人去锦衣卫指挥所给我送信。”为了尽快让他离开，洛冉破天荒乖巧的应道。傅金安如何不知他的心思，又弯下腰在他脸颊亲了亲，最后将脸埋进他颈窝处，用力吸了一口馨香，压低着声音道：“若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今晚非吃了你不可。”洛冉皱眉，他就知道这人没那么好打发，刚准备开口，就见傅金安这次果断离开了，临走时还自嘲了一句：“我若是再不走，你爹估计就该拎着大刀过来了。”看着消失在门口的身影，洛冉抿了抿唇，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这样骄傲的男人三番几次的在自己面前低头示好。虽然知道难，但他还是想守住自己的心，为自己留最后一点余地。天亮之后，洛冉这才知道爹爹要分家的事情，听完后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激动。袁淑仪揽着他的肩膀道：“你也别太过担心，你爹爹今日一早进宫去了，等他回来再说。”爹爹进宫了？洛冉有些担心。金銮殿上，早朝过后，第一内侍李宝林刚要高唱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骆德运忽然大步上前，行礼道：“启禀皇上，臣有事启奏。”皇上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站在第2位的某个年轻人，缓缓开口：“骆爱卿，正好朕也有些事要找你，下朝后你来一趟御书房。”骆德运只好道：“臣遵旨。”御书房内除了皇上和骆德运以及李宝林之外，还有傅金安。骆德运看了一眼傅金安，态度极其冷淡。既然指挥使大人也有事找皇上，那本侯过会儿再来。说着便要转身出去。此时皇上却开口道：“骆爱卿无妨，你有事便说你的，就当他不存在。”这话虽然听起来嫌弃，却又何尝不是宠溺的表现？骆德运想到自己要说的话，不自觉皱了皱眉。傅金安先有的后退2步，低着头将不存在演了个彻底。骆德运便也不理会他，上前一步，将官帽、官印、兵符等一一摆放在面前，然后跪地磕头行了个大礼。皇上一震：“骆爱卿，你这是何意？”傅金安袖子下的手也不自觉动了动。骆德运低着头沉声道：“臣13岁跟随永定侯入军营后，幸得皇上垂爱信任，一路从凡夫小卒走到如今，赐臣爵位，光耀门楣。臣20几年来不敢忘皇恩，不敢说鞠躬尽瘁，却也兢兢业业，将大晋水师从不足2万人发展到如今10万将士，令倭寇10年间不敢侵我大晋1寸土地。”听到这，皇上和傅金安大约都猜到他要说什么了。皇上却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显然傅金安的心情却不那么好。如果骆德运硬碰硬，他有的是办法，而且他也明显感觉到骆冉态度松动了，可就怕骆德运这样，皇上念旧情，更何况骆德运于大晋确实有功，无论如何皇上都不可能伤了做臣子的心。就在他心里正想办法应对之时，只听骆德运话锋一转，继续道：“俗话说，家宅不安，何以安天下？臣这些年一心只顾沙场，却忘了约束内宅，以至于昨日差点痛失爱女。臣昨日一夜未睡，辗转反侧，深觉既对不起亡妻，也有负于皇上爱戴，所以今日臣自请削官去爵，也要把这个家分了，不然臣怕以后会后悔一生。”皇上看了傅金安一眼，叹了口气，道：“昨日你府上的事，朕也听张太医说了一些，幸好宴会出手及时，也算没有酿成大祸。只是因为这事，你犯不上连官都不做了。”骆德运眼底闪过一丝深意，他如何不知皇上特意提起傅金安是何意，但面上假装没听出来，坚持道：“自古以来，咱们大晋就有规定，父母再不分家，否则家中子弟不可入朝为官，臣不能因此破了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皇上捋着胡须想了想道：“其实这事也容易，这个家分不分，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关起门来日子怎么过，还不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有了皇上这句话，骆德运便不再说话。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只是担心有心之人揪着这件事不放。现在有皇上的话，这个家肯定是要分的了，剩下的就是那道圣旨的事情。皇上见骆德运不说话也不起身，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身体微微后仰，浑身放松，要笑不笑的看着傅金安。傅金安摸摸鼻子，罕见的露出恳求的目光。李宝林眼珠子转了转，忙上前扶着骆德运的胳膊笑道：“侯爷，皇上已经发话了，您快起来吧。”骆德运不动，又磕了一个头，颇有种老泪纵横的意思。皇上明鉴，微臣只有一个女儿，
平日里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可先前他晋国公府欺人太甚，明明与冉儿有婚约在先，却与陈二弟的女儿苟且，让冉儿沦为京城笑柄。尽管如此，然而他仍心存善念，皇上也赞他大义，封其为县主。可如今傅大人不顾冉儿意愿，强行求娶，姐妹嫁兄弟，骆家还有何颜面立足于京城啊？请皇上明鉴。第165章，干脆另起炉灶。提起赐婚这件事，皇上也有些心虚。当时他本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之前是觉着骆冉的命格不好，怕影响了傅金安。谁知这小子不但不领情，还一意孤行。皇上一气之下，命人又打了他30大板，也就是上次傅金安对骆冉施苦肉计那一次。说起来也不是他装的，实在是皇上也被他气急了，特意命人不许手下留情。后来事出紧急，不得不让他带着一身伤去执行任务。难得的是，傅金安一句怨言也没有，拼着一条命将藩王插入京中的探子追回，这才避免一些巨大损失。想起他当日说的话，皇上也不忍再拒绝，心一软就下了那道圣旨。下完圣旨他就后悔了，可是君无戏言，就算后悔也只能忍着。幸好现在骆德运自己提出来了，皇上心一喜，刚要答应，就见门口忽然跑来一个小太监，气喘吁吁道：“皇上，皇上！”皇上皱眉：“何事？”小太监忙跪下道：“太后娘娘不舒服，又不肯请太医。”胡闹！皇上忽然站起身，看了一眼骆德运，道：“此事容后再议，你先退下吧。”说完便带着人往慈宁宫去了。待皇上走远了，骆德运才站起身，目光沉沉地看了一眼傅金安，也转身离开。皇上这边到了慈宁宫，一看太后精神焕发的样子，顿时明白怎么回事，扶额道：“母后，您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太后难得的像个孩子般任性，哀家不管，哀家就喜欢清宁和景行那2个孩子，还有陆家的孩子就没有跟别人姓的道理。皇上忍不住道：“可就算骆德运同意把善宁嫁给燕回，那俩孩子也是姓傅不姓陆啊。”太后斜眼递了他一眼：“别跟哀家装糊涂，哀家就不信你能忍住让燕回一辈子不认祖归宗。”皇上也有些无奈，这事没那么容易，朝廷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天底下那么多人看着呢。太后冷哼一声：“还不是你惯的，当年若不是你太宠爱那个女人，至于让旁人钻了空子。”皇上有些头疼，道：“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您看这些年晋国公部也是无所事事嘛，还有骆家老爷子骨头也都烂成渣了。”太后也知道他为难，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皇上从慈宁宫回去后，见某人还在，顿时找到了出气的地方，不顾皇上威严，抬脚朝傅金安踹了一脚：“混账东西，连太后你都敢利用！”他这一脚对傅金安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身体连动都没动一下，甚至还伸手去扶了一下皇上。皇上心里安慰的同时，又气笑道：“你呀，真是连敷衍朕都懒得敷衍了。”傅金安面无表情道：“如果皇上一脚就能将臣踹倒，那臣这身飞鱼服也就不用穿了。”皇上愣了一下，转而抬手指了指他，最后问道：“真就那么喜欢骆家那丫头？”傅金安垂眸，掩盖住眼中的神色，道：“清宁姐弟俩不能没有父亲。”皇上一下想到这个孩子小时候可不就是因为没有父亲受尽了委屈吗？顿时软了下来，语重心长道：“傅骆两家的仇你能不计较，可是真的不在乎弘之大师的话，也就是骆冉命格不好的事。这事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若是有幸他身下的95至尊宝座，那就另当别论了。”说这话时，皇上紧紧盯着傅金安的脸，不错过他脸上分毫的表情。傅金安抬起头，目光瞪静，道：“臣不怕。”皇上眼底浮上一抹深色，探究地盯着他：“现在不怕，以后呢？”傅金安假装沉思了一会儿，就在皇上眼神有些微变的时候，缓缓摇头，道：“臣只要尽忠皇上，为皇上效力，皇上千秋万代，臣自然也会得皇上庇佑，所以命格之事，臣并不在意。”皇上见其眼神坚定，并没有说谎的样子，顿时龙心大悦，不在意的挥挥手：“算了算了，一个老和尚的话而已，兴许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你若喜欢，朕就成全了你。”傅金安忙低头谢恩，末了犹豫道：“可是冠军侯那边？”皇上想了想道：“你不是说过，单宁说这辈子都不嫁入傅家吗？”傅金安点头，这也是最让他头疼的事，又不能跟他说自己不姓傅，那样不但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会连累他跟2个孩子。皇上斜眼扫了他一眼，揶揄道：“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不嫁你，你嫁他不就成了吗？”傅金安，他真是被皇上这句话惊到了。他堂堂锦衣卫指挥使，难道要入赘不成？皇上似乎见惯了他意气风发、骄傲的不可一世的样子，头一次见到这样吃瘪，突然玩心大起，摇头苦恼道：“刚刚骆德运那样你也看见了，朕若执意坚持赐婚，他真能撂挑子不给朕干了。大晋倒不至于说少他不行，可就怕他卸甲归田后，你又舍不得了，到头来朕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行了，朕也只能帮你到这，具体嫁还是不嫁，你自己决定吧。皇上挥挥手，傅金安只好躬身退出。待其走远后，皇上终于忍不住笑出来。李宝林也跟着笑，摸着脑袋道：皇上，老奴笨，实在没想明白，难道你真要看着傅大人入赘不成？皇上冷眼看了一眼李宝林，胡闹，你见过哪个皇子入赘的？陆家的脸还要不要了？李宝林一听，连忙低头认错。皇上最后道：罢了罢了，朕记得晋国公府西边是不是还有一处前朝王爷留下来的府邸？李宝林忙道：是，柳贵妃跟您求过好几次了，想让您将那个府邸赐给三皇子呢。皇上摆摆手，锦州还小，不着急，你传命下去，找人把那宅子好好修修，赐给燕回和单宁吧。既然一个不想嫁入傅家，一个又放不下，干脆都另起炉灶算了。至于傅家的族谱，暂时先停一停。是。李宝林立马打起精神。再说骆德运从宫里回去后，直接去了宁福院，并命人将府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说有要事宣布。第166章，嫁可以，但是有条件。消息传到三房的时候，曹氏吓得针都没拿稳，一不小心戳破手指，鲜血直流。低头看了一眼马上就要绣成的兔子，心疼道：白费我这2日的功夫了，也浪费了一块好料子。他身边的丫鬟东菊也跟着可惜，可不是吗？夫人这兔子绣得活灵活现的，清明小姐肯定喜欢。罢了罢了，回头你再给我找一块料子，我再绣一个就是。曹氏将绣绷子放到一边，起身收拾，打算往宁福院去。骆如珍一路小跑进来，气都没喘匀道：娘，听说大伯父招呼大家过去呢，是要分家吗？我们会不会被赶出去？这也是曹氏有些担心的，不然也不能听了连针都拿不稳，但还是强稳着心态道：别胡说八道，咱们什么事也没做，你大伯父不会那么绝情的。话虽这么说，心里也没底，母女俩不敢耽搁。等到了宁福院的时候，恰好骆德文、骆德成兄弟也被人从衙门叫回来，还有在书院读书的骆红俊、骆红辉、骆红宇三兄弟。可以说骆家大大小小，除了曹氏去年生下走路还不大利索的骆红星，以及还在养病的骆冉母子3人，其余的都来了，包括今日刚刚回门的骆如雪、傅世恒也在。骆如雪看了一圈，没看见李氏，转头问骆如蝶：我娘呢？骆如蝶怯怯地看了一眼大伯父，缩缩脖子：我不知道。骆红辉刚要说话，被骆德文一把拽过去，看了一眼摆放在八仙桌上的官帽官印，小心翼翼地问：大哥，你把我们都叫回来是有什么事吗？骆德运应了一声。待钱嬷嬷扶着老夫人从里面出来后，骆德运忽然道：今日一早我已经跟皇上禀明，从今日开始我们分家。老夫人刚要坐下，听到这句话差点又晕了过去，就听骆德运继续道：母亲最好坚持一下，听儿子把话说完。当即打消了老夫人想装晕躲过去的打算，然后看了一眼众人，道：皇上念在骆家对大晋还有功的份上，没有收回我的爵位和官职，但是一会儿若是我把话说完，你们有谁不同意，大可以拿着我的官帽和官印去衙门也好，进宫面圣也罢，我绝不拦着。曹氏偷偷拧了骆德成腰间的软肉，骆德成瞪他一眼，没说话。骆德运看了一圈，继续道：既然都没有异议，那我就开始说了。俗话说父母再不分家，但是也要分情况。如今咱们府中这种情况，我们再勉强，我怕我连最后的骨肉都保不住了。说完，眼神凌厉地看向骆德文。骆德文垂下了头，傅世恒也看向骆如雪。骆如雪脸一僵，小声道：你看我做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两人前日成亲，这人洞房都没入，就不见踪影，亏他还记得今日回门，一早回来了。骆如雪满肚子委屈，还等着跟李氏说呢，谁知道刚进门就听见大伯父召集所有人的消息，现在又说分家。骆德运看着老夫人道：母亲如今年纪大了，分家之后你想动便动，不想动便仍在这个院子里，儿子为您养老送终。当然若您喜欢跟二弟生活在一起，儿子自然也不会阻拦。从今日起，在宁福院西侧建起一道墙，分东西2院，对外我们仍是一个侯府，对内这几日我会命人清点账册，将家产一分4份，不论嫡庶，母亲1份，我们兄弟3人1人1份。曹氏听到这，终于松了口气，还好家产平分，这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三房是庶出，就怕随便给他们一点银子打发了。现在很好，还能住在这里，只不过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日子罢了。骆德运又就分家事宜仔细说了一遍，总之他宁可自己吃亏，这个家也分定了。老夫人几次想开口，都被骆德运堵了回去，最后见实在无法改变，也只好同意。但是他不同意搬走，还住在宁福院与大房一起。骆德运也同意了，但是有个条件，那就是今后袁氏当家，老夫人不许插手。听到这，老夫人气了个倒仰叉，借口身体不舒服回去休息，也不掺和了。最后骆德运看着2个弟弟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骆德成先开口：“我没有意见，只是这样，大哥是不是有些吃亏了？这个家大半都是大哥挣来的，也不是他多有良心，而是这个时候了，当然捡好听的话说。”果然，骆德运听了老三的话，脸色缓和一些：“无妨，你们三房孩子多，以后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能帮的我自然不会看热闹。”“是，大哥说的对，我嫁进骆家这么多年，光顾着享福了，哪会管家啊？以后少不得麻烦大嫂。”曹氏也忙跟着道。袁淑仪淡淡的笑笑，没说什么。骆德运武将出身，干什么都干脆利索。事情一说完，工匠就进来开始砌墙。总管事吴明更忙，忙着统计账册，忙着分配人手。大家当然都喜欢留在大房，可是大房本来主子就少，也不能眼看着二房三房没人使唤。于是骆德运又发话，听从吩咐的每人赏10两银子，不听吩咐的也给10两银子，只是就要收拾包裹走人了。前面忙活的热火朝天，宁香院里也喜气洋洋。小姐，这下好了，以后咱们府里可算清静了。春雨喜滋滋道。洛冉笑笑，就那么高兴？春雨点头，是啊，小姐您都不知道，这2日奴婢睡觉都不敢闭眼睛，总觉着会有人来害您。洛冉看向窗外，他知道能分家，爹爹肯定是做了什么。在想什么呢？身后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洛冉现在练就的，无论什么时候听到他的声音都不会感到奇怪了，反而有一种这人一直都在身边一样。今日早朝我爹爹跟皇上说了什么？傅金安自顾自坐下，将御书房的事学了一遍，包括赐婚之事。洛冉垂眸，他没想到爹爹真的能豁出去，一切为了他。傅金安有些意外，他会这么平静。洛冉抬眸，似是知他心中所想，道：“你以为我会大闹一场吗？”傅金安挑眉，没否认。洛冉笑笑：“你傅大人做事怎么可能无功不受禄？让我嫁给你就是条件，对不对？”他嫁给他，保住父亲爵位。傅金安想说不是，但又没说。过了片刻，洛冉忽然道：“让我嫁给你可以，但是要有条件。”第167章回来报仇来了。具体什么条件，洛冉没当场说，只说自己要想想，想好了让人告诉他。傅金安离开后，洛冉简单收拾一下就往梧桐院去，因为他想起了一件事，自己前世就是死于这种毒，只是不知道是洛如雪一人的手笔，还是洛如雪与傅世恒2人联合的杰作。总之，这是少不了李氏。此时，洛如雪正惊恐地睁着一双大眼睛，捂着嘴看着躺在床上的怪人，不敢靠近。呜呼！被拔了舌头、砍断手脚的李氏，只能躺在床上，像怪物一样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不，你不是我娘！我娘呢？张嬷嬷呢？”洛如雪惊慌失措地四下找人。旁边的小丫鬟怯怯道：“二小姐，侯爷说夫人做错事了，做错事的人就要付出代价，二夫人身边的人都被打死了。”“你说谎！”洛如雪惊叫道：“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管这个怪物叫母亲。怎么，二妹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得了吗？”洛冉从外面进来，看见李氏，也微微皱了一下眉。李氏看见洛冉，惊恐的一直往床的里侧缩，浑身颤抖，不敢再出声。洛如雪目光凶狠地看向洛冉：“是你害得我娘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洛冉淡淡道：“你说是就是吧。对了，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二妹妹，过去你们对我做的，我会一点点讨回来，你要小心哦。”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洛如雪被洛冉的眼神吓住了，不自觉后退2步，紧紧靠在门上，仿佛随时准备离开。洛冉也没管他，缓缓走到床前，看着缩成一团的李氏，眼神从他脚上一点点掠过，对上他的眼睛，轻声道：“二婶，你的毒药是从哪里来的？”李氏不知想起了什么，先前惊慌的眼神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慢慢嗤笑起来，越笑声越大，因为没有舌头，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洛冉没有丝毫害怕，反而又往前走了一步，道：“不妨让我猜猜，是不是有人给你的，告诉你说只要我死了，袁淑仪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对手，最后爹爹只能过继落红俊，更甚至那人还答应你帮忙除掉爹爹，从此冠军侯的爵位彻底是你们二房的。”李氏的笑声一点点止住，似乎没想到洛冉会猜中，而洛冉还在继续：“可是那人有没有告诉二婶？”李氏好奇地看着他。洛冉微微一笑，附在他耳边用2个人仅有的声音道：“其实二婶已经成功了呢，只不过我死后阎王爷告诉我真相，让我回来报仇了。”李氏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洛冉诡异地眨眨眼道：“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知道傅世恒和洛如雪的奸情？为什么会知道李玉堂要害我？更甚至为什么要让爹爹续弦呢？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得逞。”“啊呜！”李氏凄厉地叫起来。洛冉直起腰，声音恢复如常道：“二婶就在这里好好养病吧，我会让你的愿望一一实现的，只不过是在你们二房身上。”经过洛如雪身边的时候，就听见他问：“你刚刚跟我娘说什么了？”洛冉挑眉：“我不过是安慰安慰二婶罢了，
二妹妹以为什么？说完也不等他回答，便转身离开。走到院子里的时候，就看见傅世恒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那里。洛冉从他身边经过，傅世恒忽然问道：“你要嫁给他？”洛冉眨了眨眼，背对着他站定。对。傅世恒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激动。为什么？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嫁入傅家的吗？为什么他行我不行？这句话终归是没问出口，也没等到洛冉的回答。洛如雪出来，便看见傅世恒丢了魂似的样子，忍不住讥笑：“大婚当日，你连洞房都不入，原来是因为他。”傅世恒厌恶地看他一眼，道：“你已经是世子夫人了，你还想要什么？”洛如雪愣住：“我想要什么？你是我的夫君，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你说我想要什么？”傅世恒冷笑：“这个孩子怎么来的，你心知肚明。能给你的我已经都给了，再多我也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好一个无能为力！洛如雪凄惨地笑了。因为分家的事，加上李氏如今的样子，洛如雪的回门宴甚是狼狈。听说二房现在是梅姨娘管家，也就是李氏嫂子的表妹，当初弄来打算送给洛德运的，最后没想到却落得现在这样的结果。洛如雪一看回门宴上让一个姨娘上桌，当场掀了桌子后愤愤离开。当然，这些都是洛冉后来听说的。读。洛冉正在西烧间的书房中写字，便听到有人敲门，抬头便看见父亲威武的身躯。爹爹，您怎么来了？洛冉笑着迎上去。洛德运进门就看见放在书案右上角的明黄卷轴，只轻轻一眼便移开，又看看书案上刚刚被他遮盖住的宣纸，问：“在写什么？你身体还没恢复好，不要太累了。”洛冉没说话，倒了杯水递给他：“爹爹今日来是想跟我说什么吗？”洛德运捧着茶水低头半天，才道：“你答应他了。”自那日傅金安离开后，也只来过一次。洛冉虽然没有见他，但让人把两个孩子抱去前院。只是等人离开后，洛冉才发现放在书案上圣旨，当时放时什么样，现在仍是什么样，洛冉一根手指都没动。听到父亲主动提起，这才往那边扫了一眼，点头：“是。皇上赏赐的府邸已经命人开始修葺了，这样很好，我不用每日面对傅家那些人。”说到这还笑了笑：“爹爹也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如今我有县主的封号，成亲后又另立府邸，这是京城中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在劝洛德运，不如说在劝上一世的自己。洛德运的脸色仍然不好，道：“你为什么阻拦爹爹？就算爹爹脱去这身官服，也一样能把你和清明姐弟俩养得很好。”洛冉搬个小屋子放在洛德运腿边坐下去，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轻声道：“爹爹，给我讲个故事吧。”洛德运忽然感觉双眼有些模糊，艰难地点点头，大手轻轻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头发，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笑着道：“好啊，可是一会儿害怕了，不许哭鼻子哦。”洛冉眼睛也有些湿润，撅着嘴不满道：“冉冉才没有，是爹爹故意吓唬冉冉的。”洛德运笑：“好，这次爹爹不吓唬冉冉，就给冉冉讲一个大战龙虎山的故事，好不好？”洛冉点头：“好。”仿佛一下子回到许多年前。轩辕14年4月上旬一过，天空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一连好几天都不见停。第168章察觉。萧姐，表少爷来信了。春雨顶着雨跑进来，从怀里拿出一封干燥的信。洛冉接过来道：“青川呢？你让他过来一趟。”青川很快过来，摘下蓑衣进来道：“小姐。”洛冉：“粮食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青川：“小姐放心，武管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足足的，府里各处属下刚刚也都检查过，一切都没问题。”洛冉点点头，又道：“你再去一趟沈家，表哥最近不在京中，也不知道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青川应下，临走之前还有些疑虑地问了一遍：“小姐，这雨看着并不大，真的会形成水涝吗？”洛冉看了一眼天空：“我也不知道，法华寺的和尚是那么说的，咱们防着点就是了，左右也就这半个月。”青川忙道：“是，属下明白。”锦衣卫指挥所陆九成也刚刚下旨没回王府，直接来了这里，一进来就嚷嚷：“这还没到夏天呢，就这么下雨，真是冻死人了。”常云端上来一碗热乎乎的姜汤，笑道：“小王爷喝口姜汤暖暖吧，当心着凉。”陆九成看了一眼站在廊下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某人，问常云：“你们这里什么时候有这种女人家的东西了？常颖呢？今日怎么是你？”一般情况下都是常颖伺候左右，可今日从他进来就没看见常颖，所以顺嘴问了一句。常云看了一眼大人，见他没阻止，便解释道：“回小王爷的话，常颖去京外的粮仓了，怕雨大了被淹。”陆九成喝了姜汤，身子暖和多了，站在傅金安身边笑道：“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这4月的雨能下多大？粮仓地势那么高，怎么会淹着？”傅金安回头看了他一眼，想起洛冉故意传给他的消息，道：“万一呢？万一？”陆九成想了想，不在意的挥挥手：“算了，我不管了，反正你总是对的。”
哦，对了，我来告诉你，我帮你查过了，最近柳贵妃很安静，没有任何动作，但是越安静说明越有问题。傅金安应了一声，拿过一旁的披风就往外走。陆九晨忙喊道：“喂，下雨呢，你干什么去？”傅金安没回他，很快来到冠军侯府后院，看着高高的围墙跃身而上。虽是4月了，但因为连日阴雨，屋子里不但有些潮，还有些阴冷。洛冉便让人生了火盆，屋子里暖烘烘的。清明姐弟俩已经6个月了，上个月刚长出2颗小牙，一笑就会露出来，可爱极了。除了母乳，两人已经能吃些米糊蛋羹之类的了。尤其是中毒后，洛冉怕对2个孩子不好，一狠心便戒了奶。这2日正有些胀痛，也只能强忍着。这会儿厨房蒸了鸡蛋羹，洛冉正在喂2个小家伙。清明姐弟俩分别被春雨和幼青抱在怀里，洛冉则拿着汤匙试过温度之后递到清明嘴边，柔声哄着：“宁儿乖，再吃一口，你看弟弟都吃了2口了哦。”清宁还有些馋娘亲的奶水，小身子一拱一拱的朝洛冉的怀里使劲，小嘴还不满地呀呀喊着。傅金安进来时就看见这样一幕，洛冉也愣了一下，转而神色如常的继续哄清宁吃饭。傅金安脱下湿漉漉的披风，随手扔到一旁的架子上，双手放在火盆上方烤了烤，问：“光吃鸡蛋羹能行吗？要不要再找2个乳母？”关于洛冉不能喂奶的事情，张太医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还记得张太医当时有些惊讶的表情，都说单宁县主是收养的2个孩子，可哪有黄花大闺女有奶水的？再看这位指挥使大人的态度，张太医立马就明白了。幸亏张太医为人可靠，傅金安也没多说，只警告了几句。连皇上都默认的事情，张太医怎么可能去做送死的事？嘱咐几句便当不知道了。清宁听到声音转过小脑袋，认出了傅金安，露出2颗小牙，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洛冉见了，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趁小丫头不注意，将汤匙塞进她嘴边，终于将鸡蛋羹喂了进去。小丫头还以为娘亲在跟她玩，挥舞着小手咯咯笑出声来。看着女儿这么可爱的样子，洛冉哪还生得起气来？傅金安烤了一会儿火，确定身上不凉了，这才走过来对幼青和春雨道：“给我吧。”然后接过清明姐弟俩，一条大腿上坐一个，胳膊也稳稳地拖着他们的后背。幼青和春雨见小姐没说话，立刻无声地退了出去。景行见娘亲半天没喂自己了，伸出小手去抓，洛冉朝他笑了笑，盛了一勺吹了吹放到他嘴边。景行吧嗒小嘴吃得香，或许是爹爹来了，清明一高兴就忘了奶水的事情，姐弟俩总算将一小碗鸡蛋羹吃了个干净。洛冉一边为他们擦嘴，一边回答傅金安刚刚的话：“不用了，人多反而麻烦。现在他们也能吃些米糊了，爹爹又命人养了2头羊在后院，足够了。”傅金安应了一声。因为洛冉亲身的缘故，他的视线不自觉落在那双柔软上，鼓鼓囊囊的，看着似乎比原来更大了。放在清明身后的手不自觉动了一下，声音有些暗哑：“那你呢？胀得难受吗？”他之前就看过洛冉胀奶的时候，不但看过，还尝过。刚刚还有些凉的身体有些燥热，察觉到他的不对劲，洛冉忙起身离开，狠狠地瞪他一眼。傅金安脸上讪讪的，他也不想啊，谁让他那么诱人呢？忙低头哄2个孩子，待身体上的燥热有些消退后，转移话题：“这场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洛冉本能的想说月底，反应过来后，看着外面道：“越下越大，看起来没有停的意思，谁知道呢？”傅金安看着他姣好的侧颜，眼神暗了暗。若是平时自己刚惹过他不高兴，他肯定不会搭理自己，而刚刚他的语气看起来很平静，平静的仿佛在隐藏什么。等到傅金安的视线离开，洛冉才微微松了口气。这个人警惕性实在太高，幸好他上辈子整日关在内院，两耳不闻外界任何事，不然知道的越多，漏洞越大，真怕被他察觉到什么。第169章大婚衣。轩辕14年春季这场雨足足下了半个月之久，到后面有几天越下越大，有倾盆之势，一直到4月底的时候，天终于见晴了。全城百姓喜极而泣。虽然城内有些损失，但好在有朝廷提前防备，粮仓保住了，河堤也防护有效，并没有发生大的洪涝灾害。兼之皇上及时下令开仓放粮，百姓们总算没有被饿死的情况发生。冠军侯府里也一样，有洛冉的提前防备，侯府基本没什么损失，只是2房3房那边吃的不够用。这时候洛冉也没计较那么多，让武管事将吃的都分给各房，也没提要银子的事。因为这事，曹氏逢人就夸洛冉人善，跟大房走动更加亲近了。反观2房，因为李氏疯了，现在都由梅姨娘主事。梅姨娘趁晚上骆德文过来休息的时候念叨：“大小姐也真是的，有这么好的事，怎么不说提前告诉老爷您一声啊？咱们也好备着些。您是不知道，妾身听表姐说，京中很多人家都趁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呢。”说完，眼睛看了骆德文一眼，意思是大房肯定也赚了不少银子。骆德文听了，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却也认为梅姨娘的话没错，心里对大哥更加不满2分。
再说皇上，此次京中能免受这么大的灾害，都是傅金安提前防备的功劳，不但在早朝上大加表扬，更是赏赐良多。对于这些，傅金安都全盘收下了，只字未提落染的原因，他怕引起别的风波。从宫里出来后，吩咐常隐：“你去查查，正月的时候单宁去法华寺进香，路上都遇上哪些和尚？还有，把法华寺的和尚底细都查一遍。”常隐：“大人，您。”傅金安眼神闪了下，道：“如果有这种能人，以后会有大用。”常隐没怀疑，领命而去。只是查来查去也没什么结果，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转眼到了10月初10，法华寺得到高僧弘智大师说，这日是千载难逢的好日子，取其十全十美之意，也是锦衣卫指挥使傅大人与单宁县主大喜的日子。提前3日，满京城就已经是一派喜气洋洋，大红的绸子挂满整个正阳街道，从傅府一路到冠军侯府，场面堪比皇子成亲。原本对于那座宅子，最初按照傅金安的想法是想叫县主府的，自打那日皇上跟他开玩笑说入赘之后，谁知道这位指挥使大人竟然往心里去了。他才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更何况就算别人笑话他也不敢当面笑话，除非不要命了。尤其一想到他那个便宜爹傅毅，如果知道他入赘，还将府邸设在晋国公府旁边，脸色一定很好看。谁知这个想法刚跟洛染一说，就被洛染拒绝了。当时傅金安心里还很美，问：“怎么，怕也被人笑话抬不起头？”洛染只凉凉地回他一句：“我只是不想让青宁和景行看不起你。”当时傅金安脸黑的，陆九成好一阵见了他都绕路走。10月初9，洛染出嫁前1日，好久不见的沈玉芝来了。洛染看着他有些沧桑憔悴的脸，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表哥，对不起。”沈玉芝的眼里有旁人不敢看的伤痛，他也只有敢在洛染低头不看他的时候露出一点点。冉冉，是表哥不好。谁能想到，他以为皇上派他去两广，最慢2个月也回来了，谁知这一去竟然是半年。2个月前他倒是回来一趟，送沈西芹出嫁后又匆匆离开，恰好那几日青宁有些闹，洛染也没来及见他一面。沈玉芝看着眼前的女孩，恍惚回到1年多前，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样子，不知不觉喉咙就有些堵，最后却只能道：“冉冉，你告诉表哥，这是你自己愿意的吗？”洛染抬起头，笑靥如花：“是我自己愿意的。若说他现在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谁，恐怕就是表哥了，还有舅母。”他还记得赐婚圣旨的消息传到沈家时，舅母惊慌失措的样子，眼泪都止不住流下来，甚至更想过让他唯一的儿子带自己远走高飞。身为世家主母，竟然能想到私奔，这得是多大的勇气。他不能再让他们替自己担心，所以只能告诉他们，这门亲事他是愿意的。好，只要你高兴，表哥就高兴。但是你记住，但凡他有一点对你不好，表哥拼了命也会为你做主。沈玉芝袖子下的手死死握成拳，拼尽力气才说出这句话。常颖手里拿着锦盒，看看前面一对男女，再看看身旁之人，没敢吭声。洛染低着头，或许看不清沈玉芝眼里的深情，同为男人，傅金安却看得清清楚楚。他想起他给自己的约法3章：第一，无论何时不许他对沈家不利；第二，一旦2人之间立场不对，又不可调和时，只能和离，并允许他带2个孩子离开；第三，就是不得干涉他的事情。每一条都为他自己准备好了后路，对他却没有一点信心。你去把东西送过去吧。留下一句话，傅金安便转身离开了。常颖看着大人落寞的身影，有些心疼，亏大人寻到个好看的首饰，赶忙巴巴的给送来。10月初10，王氏一大早就过来帮忙。洛染看着舅母红红的眼眶，心里更加愧疚，握着她的手道：“对不起，舅母。”王氏苦笑着摇头，反握住她的手道：“傻孩子，舅母是那等不讲道理的人吗？生命难违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虽然也遗憾我们没有做婆媳的缘分，但舅母更多的还是心疼你。”洛然努力挤出一抹笑容：“舅母放心，他答应过我会对2个孩子好的。”王氏叹了口气，那种人的承诺怎么能信呢？可是这大喜的日子，他不想给这个可怜的孩子添堵，语重心长道：“傻孩子，舅母心疼你是心疼你，但你也不要只抱着他对孩子好就行这种态度。日子是2个人过出来的，他若对你好，你也不要总记着以前的事情。人这一辈子虽然有限，但过好了会觉得短，过不好就会觉得很漫长。不要为难自己，把日子过顺心了才是最重要的。”洛染认真点头：“我记住了，舅母您放心，我会好好的。”第170章大婚2。迎亲的唢呐声近在耳前，袁淑仪轻轻为洛染放下盖头，又不知第几遍的说道：“若是过得不顺心，有人欺负你，就回来跟我和你爹爹说，冠军侯府永远是你的家。”洛染微微侧头，贴在袁淑仪高高隆起的小腹上，轻声道：“母亲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弟弟，切不可太过操劳。”
前几个月大夫诊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袁淑仪肚子里是个男胎。洛冉知道后，比任何人都要高兴，这一世父亲终于有后了。只要这几年小心些，躲过4年之后的暗害，他相信一切都会好的。傅金安今日也换下了令人胆寒的飞鱼服，一身喜袍，骑着高头大马，脸上也没了平日里的冷肃狠厉，嘴角始终带着淡淡的却发自内心的笑容，简直看呆了京城中的夫人小姐们。有人甚至窃窃私语，如果能嫁给这样的男人，就算明他生不好又如何？另一个女子点头附和，是啊，听说光聘礼就128台，而且每一台都得4个壮汉才能抬得动，皇子成亲也不过如此吧。迎亲的队伍很快到达冠军侯府门前，洛冉拜别父母后，由沈玉芝背着出嫁。按理来说，洛冉没有兄长，应该由2房的骆红俊送嫁，可谁也没提，沈玉芝又主动站出来，这事便也这样默认了。来的宾客也发现，这侯府内部竟然还有一堵高高的围墙，对之前外面的流传更加确信几分。加之这样的日子，洛家2夫人却称病未出，只有3夫人跟着忙活，大家看向2房的目光便耐人寻味起来。这边傅金安看着是沈玉芝背着洛冉出来时，嘴角的笑容淡了2分，翻身下马，亲眼看着沈玉芝将洛冉放进花轿。2个男子身量齐长，面容都是一等一的出色。傅金安作为新郎官，一身大红喜服也就算了，巧的是沈玉芝或许为了今日喜庆，也特意换了一身。平日她都是月白淡青之类的衣裳居多，今日竟破天荒的换了一身紫袍，加上她皮肤本就白皙，衬得更加面冠如玉。小沈大人，好久不见。傅金安淡淡的扫了他一身锦袍，开口道。沈玉芝低头抚平衣摆，笑得如沐春风。傅大人，你该随冉冉称呼我一声表哥才是。呵。傅金安轻笑一声，依然没有改变称呼。小沈大人，之前听闻你挑食，看来今后得改变胃口了，毕竟总盯着别人的碗中，实在不成样子。沈玉芝依然带着笑容道，这就看那人珍不珍惜了，若是不珍惜，沈某还是要夺回来的。傅金安收起笑容，身子微微前倾，附在他耳边道，你以为捉到一个小虾米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痴心妄想。沈玉芝看了他一眼，耸耸肩，傅大人胃口大，小鱼小虾当然看不上眼。沈某不贪，只要有对沈家和骆家不利，哪怕一只蚊子我都不会放过。他这几个月虽然被皇上派去两广绊住脚，无法回京，可他也没闲着，总算有所发现，只是还不确定与眼前这人有没有关系，这也是他最担心洛冉的地方。万一是他在从中作梗，洛冉就是第一个有危险的人，所以沈玉芝故意透露消息给傅金安，目的想试探他。沈玉芝看着傅金安漆黑的眸子，一时分辨不清他内心的想法。吉时已到，喜婆已经开始唱传，傅金安最后看了一眼喜轿，跃身上马。这一路洛冉都是浑浑噩噩的过来的，一会儿好像回到了前世出嫁那一日，可那时候的一切又似乎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晋国公府后院按吴天池伺候老夫人那些年，最后最清晰的就是傅世恒一脸厌恶的甩给他一封休书，骆如雪捧着大肚子在他面前告诉他爹爹惨死的消息，最后他中毒身亡。一会儿好像又回到重生那一日，男人大汗淋漓的踏伐，黑夜里狼一般的眼睛，让他有好长一阵时间都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就是那晚噩梦连连。转眼又好像回到那一年，6岁的小姑娘亲眼看着面前一个小哥哥拿着匕首往自己胳膊上划2刀，血肉模糊的样子。最后就是这1年多来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走马观花似的在脑子里一幕幕闪过。等他再回过神时，眼前便是一张放大的俊颜，再看周围满目红色。傅金安抬手附在他额头摸了摸，又摸摸自己的，这才放下心道，我让人熬了粥，还有几样小菜，一会儿你吃一些，我先去前面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傅金安唇瓣落下，一股醇香的酒味溢满口腔，也不知道是他的还是自己的。洛冉这才发觉，原来他们连合卺酒都喝过了。僵硬地点点头，好，真乖。傅金安又亲亲他的额头和眼睛，愉悦地夸道。傅金安走后，又亲跟春雨才敢进来，见小姐眼睛终于动了，都松了口气。洛冉忍不住笑了一下，你们这是怎么了？又亲看了一眼门口，确定没别人才道，小姐，您刚刚都吓死奴婢了。不止奴婢，虽然傅大人嘴上不说，可奴婢看得出来也吓得不轻呢。洛冉是真不记得了，到底怎么了？春雨歪着头想了想道，小姐，您刚刚一下花轿好像没了魂一样，别人说什么您也听不见，眼睛直直的，拜堂的时候都是傅大人一个人拜，您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刚刚掀盖头喝合卺酒时也一样，还是傅金安一口口为他才喝完的。洛冉仔细想了想，还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他记得刚刚回过神，第一眼看见那人时，他脸色有些白，仔细看眼底确实有些慌乱。我可能是累了，昨晚没休息好的原因吧。洛冉垂眸，随便找了个借口。其实也不算是说谎，他昨晚确实一夜没睡。这时一位嬷嬷站在门口，
态度恭敬地道：“夫人，粥好了。”洛冉点点头，右倾回身去接下，顺便道了句：“谢谢嬷嬷。”汪嬷嬷回道：“右倾姑娘客气了，老奴就在外面，夫人有什么吩咐，尽管唤老奴。”洛冉点点头，转身去了内室里面的浴房。第171章洞房一。进来后才发现里面更加宽敞，中间用屏风隔了2间，外面一间应该是晚上去净房用的，木桶皂角一应俱全，崭新干干净净。周围用一个小帘子围成一个1丈见方的小空间，外面则放着水盆、金子等。再往里绕过屏风就是一处青石砌成的水池，池子3面是莲花形状的出水口，此时正缓缓淌着热水，热气腾腾。另一面很光滑，下面还带着阶梯，方便下水，也可以坐在上面泡在水中休息。汪嬷嬷带着2个小丫鬟进来，将洗浴用品放下后笑着道：“这个池子原本就存在的，只是这出水口大人命人重新换了，说原来的蟒兽看着吓人，还是莲花看着舒服。”洛冉点点头，他原本就知道这个宅子是前朝一位得宠的王爷的，王爷无后，死后这座宅子便也空了下来。许多年了，总有人惦记着，可皇上却始终不松口，现在却赏给了傅金安。可见指挥使大人的确深受皇上宠爱。虽然池子很舒服，但是因为环境陌生，洛冉到底没有洗多久，简单的梳洗过后，换上一身水红色长服便出来了。这会也的确饿得厉害，刚端起碗要用饭，就听见院子里汪嬷嬷的声音。不一会儿，汪嬷嬷一脸为难的进来。洛冉放下粥碗：“可是有什么事？”汪嬷嬷道：“回禀夫人，世子夫人和大小姐过来了，还有其他几位夫人。”洛冉略想了一下，还是慢悠悠的将一碗粥喝完，又就着吃了几口小菜，漱了口，这才一边让右倾伺候着擦手，一边淡淡道：“让他们进来吧。”县主的架势摆得足足的。汪嬷嬷见了，非但没有不满，反而心里高兴得很。夫人这一套动作简直跟大人一模一样，这下好了，她不用担心夫人被东院的人欺负。洛如雪带着人进来的时候，恰巧春雨端着吃完的碗筷出来，走到门口迎面碰上。春雨笑嘻嘻道：“麻烦世子夫人让开一些，奴婢笨，万一弄脏您的衣裳就不好了。”说着，手里的托盘真的歪了一下，里面的汤水洒出来一些。洛如雪呀的一声退后2步，赶忙低头看身上的裙摆。春桃扶住洛如雪，大声喝道：“大胆，竟敢在世子夫人面前造次，不想活了吗？我倒要看看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县主门前大呼小叫！”汪嬷嬷板着脸上前，春桃顿时吓得缩了回去。洛如雪笑笑：“嬷嬷误会了，丫鬟也不过是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说着故意挺了挺肚子。旁边的傅明珠翻了个白眼，道：“你到底进不进去？不进去靠边，别堵着门口。”洛如雪脸一白，抬步入内。门口的声音洛冉听得一清二楚，看来洛如雪在傅家也不太好呢，在外面傅明珠都敢这么跟她说话，私下里更不用想了。“姐姐，我们过来看你了。”洛如雪进屋便指着身边的2位夫人道：“这是2嫂，这是4嫂，明珠我就不用介绍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若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跟我说，我们总归是姐妹。”洛冉抬头看了一眼，这2人他前世的时候就认识，都是傅家旁支的亲戚。老晋国公虽然只有傅毅1个儿子，但是旁支却不少，其中有2家与傅家走得最近，因为依着晋国公度日，所以与方氏母女沆瀣一气，平时没少给自己使绊子。洛冉没说话，傅明珠却看了一圈屋子，撇着嘴道：“我表姨母跟皇上求了这个宅子许久，皇上都没答应，却被你们捡了便宜，哼！”洛冉淡淡的垂下眉睫，道：“傅姑娘若是有什么不满，大可以去跟皇上说，用不着在这里跟我说3道4。”傅明珠顿时哑巴了。旁边的安氏仗着年长，笑着道：“明珠年纪还小，性格直率，弟妹你也别往心里去。既然你嫁进了傅家，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理应和睦才是。”安氏嫁的是傅世维，因为是傅家旁支，排行都是各论各的。傅世维在家中排行老2，旁边马氏的夫君是傅世维的亲堂弟，排行老4，所以论年纪，洛冉应称安氏为2嫂，称马氏为4嫂。而晋国公傅毅这边一共生了3子2女，傅金安为长，傅氏横行2，另有一个庶子庶女，分别为3少爷和2小姐。那位傅家2小姐站在最外面，只敢偷偷的看几眼，便低下头默不作声。洛冉看了一眼安氏，淡淡道：“大小姐还是谨言慎行的好，这里是傅府，不是晋国公府。刚刚那话万一传出去，是对皇上的大不敬，我可以不计较，就是不知道那些御史会不会不计较了。”傅明珠抿着唇看向马氏，马氏连忙笑着道：“今日是县主大喜的日子，咱不说那些不高兴的。都说县主容貌倾城，今日咱们可算开眼界了。当初世子夫人成亲时，我以为那就已经是最好看的了，谁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捧一个踩一个，果然跟上一世一样。”洛冉看了一眼洛如雪高高隆起的肚子，自打洛如雪出嫁，他就没再见过她，可看着肚子的模样跟袁淑仪也差不多，
遂道：“妹妹这是快生了吧？”刚刚马氏的话让洛如雪本来就很不高兴，谁都知道新婚洞房那叶傅世恒没歇在她院里，可不久之后就传出她怀有身孕的消息，一猜就知道未婚先孕，再加上婚后不得傅世恒宠爱，大家都猜测她是用了什么手段才怀上了孩子，然后嫁进晋国公府的。这会儿听到马氏那么说，明显就是在嘲笑她，故意亲昵道：“姐姐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你快帮我看看，我肚子里的是小外甥还是小外甥女啊？你肚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不去问大夫，跑到这来撒什么野？”洛如雪脸上的笑容还来不及收，转眼就撞见一张阴沉乖戾的脸。虽然一张脸如谪仙般清俊，可那双眸子实在太过骇人。洛如雪不自觉后退一步，道：“大哥。”第172章洞房2。大哥。呵。傅金安轻蔑地笑了一声，视线从安氏等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傅明珠身上，轻轻吐出一个字：“滚。”安氏干笑2声，忙找借口道：“好了，今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小2口新婚燕尔了。祝大帝和县主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谢谢。”洛冉大大方方道。等人都离开后，傅金安揽着他肩膀往回走，脸上哪还有刚刚的肃杀，语气也温柔下来：“吃过饭没有？”洛冉有些不自在，装作不经意般躲开他的手，道：“吃过了。”傅金安又看他2眼，道：“以后那些人你不喜欢，尽管撵出去就是，有什么事魏夫给你兜着。”一句魏夫又把洛冉闹了个大红脸，瞪他一眼，有些嫌弃道：“你快去沐浴吧，身上的酒味熏死人了。”一边说一边拿帕子故意抵在鼻尖。傅金安看着他娇气的样子，真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吞进腹中，脸凑过压低声音道：“你伺候魏夫沐浴好不好？”说完狠狠地亲了他脸颊一口，不等洛冉发火，马上离开，哈哈大笑着往进房去了，留下洛冉站在原地一时不知所措。右青跟春雨等人早就识趣地退了出去，并将门带上。洛冉站在地中间，听着里面窸窸窣窣脱衣裳的声音，一时有些犹豫。他想起了舅母跟他说的话，他也不想再把日子过成像上一世那样。无论如何，想给自己和2个孩子一次机会，想再试一次，只这一次。思来想去，终于迈开步子，一点点挪进里面。傅金安正闭着眼睛坐在池子里，今晚他被陆九成灌了许多酒，脑袋有些晕，刚刚进来不过是强撑着，这会儿被热气一蒸，酒劲上来，险些有些坚持不住。昏昏沉沉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因为迟疑有些缓慢，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心却跳得有些厉害，忍住没回头，假装不知道。洛冉进来，透过雾气蒙蒙，便看见一个背影正对着门口的方向坐在池子里，长臂伸直搭在青石岩上，身体慵懒地靠着池壁，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身后，将健硕的后背挡住大半，只露出宽阔的肩膀。洛冉轻轻拿起旁边搭在架子上的金子，终于磨蹭到跟前，手刚搭上男人的肩膀，2人都不约而同地震了一下。傅金安还好一些，洛冉手中的金子却没拿稳，一下子掉到他的肩上，滑下去，直接掉进了池子里。我再去拿一条。洛冉匆忙说了一句，便转身要逃。傅金安哪能放过他，长臂一伸，一把捉住他细细的腕子，另一只手捞起水里的金子，哑声道：“不必，就用这个吧。”哦。洛冉根本不敢抬头，低着头接过，也不知是水太热了，还是男人的手热，湿漉漉的金子拿在手里，烫得他差点又扔掉。稳住心神，深呼吸一口气，洛冉终于将浸透了水的金子盖在男人的背上，颤抖着手一点点擦着。他难熬，傅金安更是不好受。小女人的力气太小，一下下落在后背上，还不如挠痒痒来的痛快。可就是这样又轻又慢的动作才折磨人。他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在水中隐隐抬起的头，终于再也控制不住，长臂一捞，随着一声惊呼，洛冉整个人落在了水中。因为大婚，洛冉今日穿了一身水红色织锦长裙，面料柔软，一沾水颜色更加鲜艳，紧紧地贴在身上，衬得身体愈发凹凸有致，玲珑曼妙。加上她肌肤本就白皙细腻，在水雾和衣服的映衬下，美得仿若不似真人。傅金安简直都看呆了，一时竟什么都不记得。洛冉站在池中，水面刚齐胸口，睁开眼睛，怒目地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娇喝一声：“你干什么？”这一声终于将傅金安拉回现实，对上他生气的脸庞，灵动的眸子，彻底激发了他身体内压抑许久的猛兽，什么也没说，欺身而上。雾气缭绕，池水清澈见底，红与白纠缠其中。洛冉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既怕沉入水底，又不堪身上男人的重量，只能牢牢地攀着男人的肩膀，如坠云间，那是他2辈子都不曾体会过的感觉。水池里，浴室里面的矮榻上，内室中的案几上，做工精湛架子床里，每一处都不放过。隐隐约约间，直到听到外面4更天的更鼓声，洛冉沙哑的喉咙才勉强发出一点声音哀求：“我不行了，求你。”傅金安停下来，喘着粗气问：“你看看我是谁？”
洛冉闭着眼睛道：“傅金安。”傅金安似是不满意，再说。洛冉扭过头，拼命忍耐。锦衣卫指挥使傅金安。傅金安似乎还不满意。洛冉睁开眼，茫然地看着他。傅金安坏笑，开始用温水煮青蛙那一套。果然没一会儿，洛冉就受不住了，双手死死抠进他的手臂。夫君，这回某人终于满意了。第二日，洛冉被一阵颠儿急促的敲门声叫醒的，睁开眼看看与窗棂齐高的太阳，开口唤人，却发现发不出一点声音。抬眼看见一根红绳从床顶沿着柱子顺下来，伸手拽了一下，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右青第一个进来，眼底还带着一些疲惫，倒了一杯水过来，扶着洛冉坐起。洛冉就着他的手喝了整整一杯温水，这才感觉喉咙舒服多了。刚要说话，便看见右青一张脸红的滴血，顺着他的目光才发现自己只着了一件小衣的身上满是红痕点点，就连手臂上也没放过。又想起昨晚那么狼狈的被褥也都是右青收拾的，他的脸比右青的还红，赶忙扯过衣裳披上，趁着梳洗的空档问了句：“他呢？”问完，脸不自觉地红了一下。右青没注意到，回答：“大人辰时初就起来了，出去练了半个时辰功，回来沐浴后便坐在榻上看书来着，刚刚被长影叫走了。”洛冉看看沙漏，已经快40末了，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没人提敬茶之事，他便假装不知。待一切都收拾妥当，该用午饭的时候，就见傅金安一身长服回来了，显然一直没出府。第173章新婚燕尔。傅金安进来后，也不顾右青等人在旁边，上前便用自己的额头贴贴洛冉的。洛冉刚要挥手推开，就见人已经离开了，还说了句：“还好没发热。”洛冉知道自己这是误会他了，也没多说，让右青摆饭，但脸上表情明显柔和了许多。傅金安坐下，没用旁人伺候，先盛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解释道：“平时我都是自己习惯了，不喜欢旁边有人伺候，你不用顾忌我，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来。还有，一会儿吃完饭让张太医给你把脉，早晨的时候我看你有些发热。”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很平静，仿佛两人相处了许多年，做了无数次那么自然，而且手上也没闲着，为他夹了2只水晶饺，包了虾仁，又往面前的碟子里加了几样小菜，末了道：“你尝尝合不合你口味，若是觉得不好，再换厨子就是。”洛冉盯着自己面前小山一般的吃食，说不上心中是什么滋味。爹爹很宠爱他，小的时候也端着碗一勺勺喂他，只是后来他长大了，就算是父女间也要注意，便再没有这么亲昵的为他夹过菜。右青从小伺候他，知道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更知道他吃多少，平时也都是站在一旁默默的伺候。世家贵族讲究食不言，寝不语，没有像他这样一边唠家常一边吃饭的。傅金安说话的功夫，自己也成了粥，转头见洛冉盯着碗不动，顿时有些担心：“怎么了？都不合胃口？”“来人！”“不用了。”洛冉忙打断他，低声道：“食不言，寝不语，吃饭吧。”拿起筷子，先夹起水晶饺咬了一小口，鲜美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食欲大振，不自觉又接着咬了一口。他吃饭的仪态很好，虽然是一口接着一口，但不紧不慢，优雅端庄，令人赏心悦目。傅金安就是看着这样一幅美景，用了是平时2倍的饭量。用过午饭，傅金安还是没提请安的事情，反而陪他坐着。没一会儿，张太医便过来了。洛冉只以为他随口一说，自己也已经说无碍了，却没想到张太医还是来了。把过脉之后，张太医脸上罕见的有些尴尬，干咳2声道：“县主的身子并无大碍，只是因为之前伤过身子，体内尚有毒素，虽不影响平日生活起居，但是最近半年最好不要怀孕。”“还有什么？”傅金安正在认真听，见张太医有些迟疑，立刻追问道。张太医看了他一眼，道：“夫妻敦伦有益促进感情，增强身心健康，但是也要适度，过犹不及的道理，想必你们也都知道，就不用老夫多讲了。”此时的洛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只能瞪某人出气。傅金安脸皮厚，听完也只是愣了一下，摸摸鼻尖，表示知道了。张太医一走，洛冉便叫人把门关上，与其说是生闷气，不如说是没脸见人了。傅金安又问了张太医几句话，回来便看见紧闭的房门，笑着敲门哄道：“夫人开门，时辰不早了，咱们还得去东院敬茶。”别说是右青跟春雨了，就连隐在暗处的长影和长云都恨不得闭上眼睛，没脸看他们大人如此讨好的样子。洛冉还以为敬茶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呢，见他提起，只好起身，幸好刚刚起来就防着这事，穿戴都不用再折腾，便命人开门。傅金安从头到脚看看他，满意地点点头：“走吧。”洛冉也扫了他一眼，想问：“不用换衣裳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两人往东院去。傅府与晋国公府一道墙之隔，墙的那边就是傅金安原来在国公府的院子。几个月前修缮这个宅子的时候，傅金安土屋坊便让人在墙上开了个小门，平日里有侍卫看着。侍卫离老远看见大人和夫人过来，提前打开门，一穿过门，眼前立马不一样了。
若说傅府是个宅子，那国公府的西院更像一个营地，周围光秃秃的，视线却极好。两辈子洛冉都是第一次来西院，不免好奇多看了几眼。傅金安见他好奇，也有兴致的给他讲这里是做什么的，那里是做什么的，他平日在哪里待客，又在哪里休息。最后道：我本来也想把他给你弄成个花园的，但是想到再弄也不如原来府里那个好，不如就这么留着吧。的确，现在的傅府原来是王府，占地布局更是不用说。再说了，就凭着西院离傅世恒他们近，洛冉也不想踏入一步。傅金安果然在他脸上看出了嫌弃，接着道：后来我想，等宁儿和景行大一些，就在这里养几匹马，他们没事了就来这里骑马，省得在府里吵着你。后面的右卿跟春雨对视一眼，都忍不住笑，合着大人只怕两位小主子吵到小姐，就不怕把国公府闹翻天了呀？洛冉也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回头看了一眼右卿和春雨，两人连忙收起笑容。傅金安笑笑，左手负在身后，右手自然垂下，尽量收着步子与他并齐，只是不经意间手总是碰到他。洛冉想往旁边让让，腰上却忽然出现一只大手，小心，又马上收回。洛冉只好不敢乱动，目视前方专心走路。晋国公府主院，傅明珠不知道第几次扭动身子，方氏见了忍不住柔声道：明珠坐好。傅明珠撅着嘴赌气道：刚刚不是说人往这边来了吗？怎么还不见人影？娘你也真是好脾气，哪家新媳妇进门都赏我了才来敬茶，二嫂进门的时候也没有啊。洛如雪挺着大肚子站在方氏身旁，浑身都有些酸疼，笑着道：妹妹见谅，姐姐被大伯父宠坏了，以前在侯府的时候也是说不去给祖母请安就不去的，后来成了县主就更……如雪。傅世恒忍不住斥道：不许在母亲面前胡言乱语。洛如雪脸一白，看着站在傅世恒身后的女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抱着方氏的胳膊撒娇：母亲，您看看世子爷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他怎么什么猫啊狗啊都往屋子里带啊？第174章见面。听了洛如雪的话，启晴的身子颤了一下，眼眶微红。傅世恒顿时眉头拧紧道：你这是什么话？启儿与冉与县主从小相识，今日过来看看他，不应该吗？反倒是你一点世子夫人的宽容大度也没有。洛如雪还要说话，方氏道：好了，你身子重，别总站着了，坐下歇会吧。哦，是，谢谢母亲。洛如雪不甘地坐回去。其实她也不愿意站着立规矩啊，可是没办法，成亲半年，傅世恒都借口她有孕不方便，不进她的屋子。若是再不得婆母喜欢，她在这国公府里还有什么威信啊？傅毅这时从外面进来，看了一圈，冷下脸，还没来呢。方氏刚要开口，就听到下人通传：县主到。傅毅不自觉的脸又沉了几分。这屋子里只有他比县主的位分高，哪怕方氏是晋国公夫人，可因为是继室，也是没有诰命的。方氏委屈的看了一眼傅毅，不情愿的站起身。接着是傅世恒、洛如雪和傅明珠对视一眼，没办法，只好也跟着站了起来。傅金安一手托着洛冉的胳膊，一手虚虚附在他腰后，进来时特意提醒了一句：当心脚下。除了傅毅和傅世恒，方氏等人纷纷给洛冉行礼。洛冉看着眼前对自己行礼的方式，心里竟然有些痛快，原来自己也有这么虚荣的一面，这是他第一次觉得嫁给身边这人也挺好。看着当初对自己弃如敝履的人俯首称臣，瞬间觉得晋国公府的空气似乎也没那么让人窒息。国公夫人免礼，大家都起来吧。洛冉上前笑着扶起方氏。方氏听到那声国公夫人，显然愣了一下。傅金安就从来没叫过他母亲，又是个性情乖戾的，他想摆嫡母的架势也没机会。之前还想着好不容易等到这个野种娶妻，要拿他夫人好好出气，却一时忘了洛冉是县主的身份，脸色顿时有些不好。傅明珠看母亲行礼，心里本就很不舒服，费了力气才忍下去。这回听到洛冉又如此称呼，想起昨晚在西院受的委屈，仗着这里是国公府，顿时脾气上来，娇喝道：大嫂，你既然嫁进国公府，就该守咱们府里的规矩，天底下哪有婆母给儿媳妇行礼的道理？傅金安转头看向洛冉，只见洛冉微微一笑，看着傅毅道：国公爷也是这么认为吗？不等傅毅回答，洛冉继续道：自古以来君臣有别，先君后臣，若我今日不受了母亲这个礼，传出去就是晋国公府不将皇上放在眼里，藐视君威，这个罪名你们担待得起吗？傅明珠还要说话，被傅毅一眼瞪了下去，道：善宁县主说的在理，明珠休得胡闹。洛冉这才扶着方氏的胳膊让其落座，转而跪在右卿准备好的蒲团上，接过春雨手里的茶，端端正正道：国公爷夫人请喝茶。仍是没有称呼父亲母亲。尽管方氏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傅毅更不想因为一个称呼闹翻了脸，毕竟一会儿他还有事求于这个逆子。敬过茶，认过亲，也赠了礼物，傅世恒这才开口：启儿，你不是念叨了许久吗？这会儿看见了县主怎么不说话了？
从洛冉进来，傅世恒的视线就一直没离开过他。他一直都知道他长得好看，只是他刚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太过死板，没有洛如雪娇俏灵动。他一时被蒙住了眼，拿榆木当珍珠。后来他终于意识到他的好，却为时已晚。无论自己怎么表现，他都不肯再看自己一眼。刚刚他一进来，傅世恒险些被刺激得睁不开眼，一身县主服饰华丽耀眼，这也不算什么。最让他吃惊的是，他眼角眉梢不自觉带着的那抹妩媚。他有过的女人无数，无论是家中的丫鬟，还是宜春院里的姑娘，哪怕是民女，依着他晋国公府世子爷的身份，勾勾手指，总有女人自愿爬上他的床，却没有一个颜色能比得上他1/10的。再加上他迈过门槛时微微拧起的眉头，以及有些僵硬的身子，那分明是被男人狠狠疼爱过的样子。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立刻马上就把人拽到自己身边。启晴听了他的话，上前妾身参见县主。洛冉似乎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他，一时惊讶的没出声。启晴回头看了一眼傅世恒，道：当初多谢县主救命之恩，只是妾身也不好麻烦县主太多，便想着找个谋生的营生，谁知仿佛说到了什么难处，一时有些说不下去，拿起帕子抵在眼角。洛如雪这才明白傅世恒带启晴过来的原因，不可思议地看着洛冉：你认识他？洛冉点点头，看着启晴也目露感慨：当初我也是看你无家可归，念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帮助你也是应该的，只是你不该这么不告而别，害得我还派人找了你许久。启晴笑着摇头：县主已经帮我那么多了，我怎么好意思一直麻烦您呢？所以你就跟看了我二哥，做了我二哥的姨娘。傅明珠忍不住道。启晴面露尴尬道：世子爷对妾身的大恩大德，妾身无以为报。傅明珠不屑地撇撇嘴。傅世恒轻咳2声，看着洛冉解释道：当初晴儿被流氓纠缠，我见那个宅子也不安全，便将她带了回来。至于如何成为她小妾的，就不用多说了。洛冉脸上有些悲伤，却也表示理解。你不该跟我客气的，不过事已至此，只希望你以后好好的，万一有什么难处，倒是可以跟我说说。如果我能做到的，定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是个妾室，无论是傅毅还是方氏，都没放在眼里。傅明珠更是一副看热闹的架势，唯独洛如雪看洛冉的眼睛恨不得带火，意味不明的说了句：大姐姐真是好手段。洛冉歪着头状似不解：世子夫人这是何意？傅世恒不悦道：如雪，你身子不适，还是回去休息吧。再不济去看看祖母，你都多久没去给他老人家请安了？提到卧床不起的老夫人，洛如雪眼里闪过一抹幸灾乐祸：大嫂，你还没去给祖母请安呢。第175章怀疑。洛冉嘴角勾了一下，若说傅家最恨傅金安的人是谁，除了方氏，就是傅毅的母亲晋国公老夫人了。上一世自己照顾她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的听到从她嘴里说出最恶毒的话，甚至有一次还暗示洛冉去勾引她，然后将她赶出国公府，还许诺洛冉只要事成，他就让傅世恒与自己圆房。想起这些，洛冉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傅金安自从进来后就没开口说过话，此时看见洛冉的表情，忽然开口：不用了。洛如雪还想说什么，被傅毅一个眼神吓住了。傅毅道：好了，时辰不早了，你祖母这会儿也歇着了，改日吧。然后起身对傅金安道：你跟我来一趟。傅金安没着急，侧身挡住某人的视线，柔声对洛冉道：我先送你回去。洛冉点点头。过了那道门，洛冉才道：我自己能回去，你快去忙吧。其实他也不是非要他送不可，可是刚刚傅世恒的眼神实在太过赤裸裸，他担心他再纠缠过来。如今过了那道门，心里总算踏实了，却没想到他脸上的表情以及心里的小心思都没逃过某人的眼睛。傅金安的指尖动了动，终归什么也没说，嘱咐了一句：你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去接青宁和景行回家。青宁姐弟俩如今还在洛家，洛冉本就想着回门的时候把2个孩子接回来，遂点点头：好，然后便转身离开，一点留恋的意思也没有。直到他的身影看不见了，傅金安这才折回去，脸上一片冰冷。洛冉刚到院子，就见青川在门口徘徊。怎么了？洛冉上前问道。青川一见他回来了，连忙上前，见旁边没有外人，这才低声道：小姐，林守成死了。死了？洛冉愣住，怎么死的？什么时候？青川摇摇头，犹豫了一下道：属下也是刚刚听常隐和常云说的。洛冉皱眉：你偷听到的？青川忙摇头：不是，属下只是路过，不小心听到的。常隐和常云作为锦衣卫第一侍卫，不可能那么不小心，所以一定是故意让青川听到的。青川也是这么想的，道：属下觉得这是他们在故意试探我呢。故意试探你？为什么？难道是不相信他的人？青川怕他多想，忙道：小姐，您放心，属下什么也没做。其实这也能理解，他们锦衣卫向来谨慎，
属下又曾经跟着侯爷，他们不放心也是应该的。洛冉点点头，那好吧，最近你小心点，不关咱们得事别管。青川点头。晋国公书房，傅金安一进来就毫无形象地瘫坐在圈椅里，手里把玩着茶盏，漫不经心道：“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傅毅扔过去一封信，语气不善：“你让人做的？”傅金安接过信，看也没看，夹在2根手指之间，道：“奉劝你一句，若是这个晋国公你还想当，就老实一些，不然我也帮不了你。”你，傅毅今年40有1，可为了显示出国公爷的威严，早早蓄起了胡须，此时被气得胡子都快立起来了，最后却无力次垂下手，语重心长道：“如今你也成了亲，虽然那2个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可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你就为以后的孩子想想。你这么跟我作对，到底有你什么好处？”傅金安将信扔回他的怀里，不用看也知道上面说的是自己将傅毅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条财路给断了的事，起身道：“好处没有，可是也没有坏处。”走到门口忽然回头：“回去管好你儿子那双眼睛，再有下次挖出来喂狗。”傅金安走后，傅毅身边的小厮进来，低声道：“国公爷，柳家那边咱们怎么交代？”傅毅笑了一声：“放心吧，冤有头债有主，伤刘子墨的是傅金安，与我何干？他不过是想通过刘子墨在边关的路子赚点银子，谁知却被这个煞神发现了。”小厮是。那世子爷那边提起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傅毅就气不打一处来，早上连他都看出来了，别说那个也中了，看来真得好好管管了，不然真不知道那个野种能做出什么事来。去，把世子爷叫来。傅金安离开后就直接回了傅府，路上常隐回道：“大人，夫人已经知道了。”傅金安挑眉：“那个叫青川的说的？”常隐点头：“属下试过了，身手还不错，警觉性也行。”傅金安应了一声，他确实是故意让常隐露出破绽，想试探一下青川的身手，若是没用，趁早打发了，他再给他找个可用之人。回到屋子，见洛然果然端端正正坐在榻上，显然是在等自己。傅金安脱掉靴子，懒懒地靠在榻上，长腿微曲，双手枕在脑后，含笑看向他：“你想问什么？问吧。”洛冉便也没扭捏，问：“林守成是怎么死的？”傅金安简单回答：“中毒，枕边人下的毒。”洛冉皱皱眉头，想了一会儿，问：“跟我中毒那件事有关？”傅金安点头：“是。”洛冉：“你怀疑幕后另有其人？”傅金安眸子微缩，这回没那么快回答，反而问道：“为什么会这么问？”“为什么？当然是根据上一世猜到的了。2世中的是同一种毒，还是来自南边，二叔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只是不能跟他这么说。”正在想怎么说时，就听傅金安忽然道：“沈玉芝告诉你的。”洛然眼皮微不可察地跳了一下，承认：“对，表哥几个月前去两广，我便求他帮忙。他的皮肤是那种白的近乎透明那种，眉毛又细又长，平时不动的时候比画上的侍女还要恬静，只要稍微有点动作，就像画上的美人活了过来一样。包括他刚刚眼尾处那转瞬即逝的一下，傅金安也捕捉在眼中，只是他不动声色，假装没看出来，点头道：“没错，上次你中的毒就是有人通过林守成转交，最后传到李氏手里的。然后呢？”洛冉不自觉地问道。傅金安感觉有些好笑，难道沈玉芝没跟你说传毒的那个人现在在他手里呢吗？洛冉眼神一闪，忙移开视线，掩饰般的拨了一下额前的碎发，道：“哦，表哥没来得及说吧。”第176章醉翁之意。傅金安看了他2眼，才跟着道：“也是，这半年他被皇上接连派去好几个地方，倒是累坏了。”感觉到落在自己脸上的视线消失，洛冉偷偷的松了口气。2人又说了一会儿话，洛冉打了一个秀气的哈欠，美目盈盈，好像刚出水的葡萄，让人垂涎欲滴。傅金安动了动有些燥热的身体，道：“你睡一会儿吧，我去处理一些公文，晚上回来陪你用饭。”好。洛冉也没客气。傅金安走后，洛冉刚刚还有些迷蒙的眼睛瞬间清亮，让右青准备笔墨，快速写了一封信，叫来青川，一会儿你就说回趟冠军侯府，旁人问起来你就说我不放心孩子，让你回去看看，然后趁人不注意把这封信亲手交给表哥。是，属下明白。青川拿着信转身出去。书房，常隐大人，青川果然出去了。傅金安没抬头，道：“派人跟着，不用跟得太近，只需知道他去哪了，见了什么人即可。”常隐是。这对锦衣卫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就算青川身手也不错，但比起锦衣卫还是差的许多。另一边，傅世恒本来念在洛如雪怀有身孕的份上，耐着性子将她送回院子，谁知道这一路上都在听他喋喋不休的，一会儿说洛冉的不好，一会儿又说傅府多么华丽，最后傅世恒实在忍耐不下去，也不管这是在外面，当场甩袖离去。洛如雪眼看着人走了，冲着他背影大声喊：“你去哪？”傅世恒不耐烦道：“不用你管。”洛如雪不顾体面，
面目狰狞的吵叫：“你是不是又要去那个狐狸精处？我说你怎么天天扒在他屋里不出来？原来是惦记着他跟我大姐相识。我……”傅世恒两步上来，捂住他的嘴，目露凶狠：“洛如雪，你不要脸，别人还要，别把所有人都想成像你那样龌龊。”洛如雪挣扎，长长的指甲抠进他的手背，血肉模糊。傅世恒终于忍不住疼痛松开，捂着手：“洛如雪，你属猫的不成？”如今的洛如雪哪还有世子夫人的样子，站在一旁冷笑：“我不要脸，咱俩到底谁不要脸？成亲第2日你就把那个狐狸精带进府里，还骗我说什么是有人的妹妹，只是请你帮忙照顾，有照顾人照顾到床上，最后成了自己小妾的吗？”委屈了半年的怒气终于释放出来，洛如雪豁出去了，继续道：“我看你明明就是惦记。”啪！傅世恒一巴掌打过去，自己也愣了一下，但一点后悔之心也没有，指着洛如雪的鼻子厉声道：“洛如雪，我告诉你，你若是还想做这个世子夫人，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否则我不介意休妻。”你……洛如雪捂着半边脸，不敢相信他真的为了那个人打了自己，幸好还有一丝理智，看出傅世恒眼中的决绝，哭着跑开了。待人都离开后，启晴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一句话也没说，拿出帕子小心地包住那只面目全非的手，眼里带着不可忽视的心疼，语气却柔柔的：“让大夫来看看吧。”傅世恒心一动，反握住他的手，安慰道：“别怕，上些药就好了。”启晴点头：“我那里有从江南带来的伤药，用过后不易留疤，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去。”傅世恒拉着他的手往刚刚的方向走：“我去你那里，你帮我上药。”启晴被他拉着，仰慕地看着他，走了几步才道：“好。”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喜悦。感受到他的视线，傅世恒焦躁的心终于安下来，握着他的手又紧了紧。快到院子的时候，傅世恒忽然道：“大嫂刚嫁过来，一切可能还不熟悉，你们是旧识，无事的时候常走动走动，以后都是一家人。”启晴高兴地道：“真的可以吗？”傅世恒看他：“为什么不可以？”启晴有些自卑地道：“然而他人很好，自然不会说什么。妾身只是个妾室，总出院子，怕对世子您不好。”听他句句都为自己着想，傅世恒的心里很是欲贴，宠溺地道：“你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只有你我2人的时候，不必用尊称，倒显得生分。还有，你与大嫂关系好，别人都会说我们国公府和睦，谁会说旁的？”启晴咬着下唇，没说话。傅世恒立刻明白，脸上显出一抹厌恶：“世子夫人那边你不用管，到时候我去跟他说。”好。这会儿启晴高兴了，拉着他的手欢快地进屋，又招呼伺候的丫鬟：“快去打盆清水来给世子爷净手。”洛如雪一路忍着怒气回到恒安院，坐下后问道：“世子呢？去哪了？”抬头看向春桃，一脸为难的样子，还有什么不明白？尖着嗓子喊道：“是不是又去那个贱人的院子了？”春桃没办法，只好僵硬地点点头。洛如雪忽然笑了：“易冉轩，易冉轩，当初我就觉得这个院子不对劲，不过是个姨娘而已，随便一个院子就安置了。至于大张旗鼓的，还要给院子重新取名字，原来是惦记洛冉呢。亏他想得出来。冉，寓意纯洁、温柔、善良。当初他只以为傅世恒是被启晴那个贱人迷住了，谁知醉翁之意不在酒。”春桃忙上前劝道：“夫人，他就算再得宠，也不过是个玩意儿，世子爷稀罕几日也就算了，您是世子夫人，谁也不能越过您去。再说了，您肚子里可还有晋国公府的小世子呢，等您平平安安生下孩子，到时候再找他们算账也来得及。现在您千万要顾念着自己的身子啊。”提起孩子，洛如雪这才冷静些：“对，我是世子夫人，我的孩子是未来的世子，谁也不能跟我抢。”春桃见他终于安静了，这才松了口气。这边如何洛冉不知道，青川走后，他实在扛不住，本想小憩一会儿，没想到一觉竟睡到了天黑。再睁开眼时，只感觉有什么重物压在身上，让他有些喘不过来气。正要开口，唇便被温软堵住。“醒了。”傅金安哑着声音道。第177章，身体比思想诚实。你……洛冉刚一张口，什么东西滑了进来，再也发不出声音，只能任由某人摆布。幸好傅金安也知道快用晚饭了，不是时候。稍微解馋之后，便翻身平躺，健硕的胸膛剧烈起伏。洛冉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么敏感，他只亲了亲，摸了摸，自己就忍不住浑身颤抖，一时有些羞耻气闷，转过身面朝里侧平复。傅金安看出他的不高兴，侧过身将人搂在怀里。洛冉挣扎了几下，见挣脱不开，索性闭上眼睛，假装什么也看不见。这种掩耳盗铃的可爱样子逗得傅金安心里好笑，但怕惹恼了他，面上却一本正经，揽着他的腰低声道：“别恼，这很正常啊。你看我。”为了不让夫人生气，堂堂指挥使大人真是豁出去了，抓着他的手放在下面。“你……”洛冉烫手搬缩回来，美目怒气冲冲地等着他。傅金安笑着道：“
我只是让你知道，有的时候身体比心里诚实。就好像我每次看见你就想亲你、抱你，更甚至要你，哪怕你看不上我。最后几个字听起来委屈极了。女人总是最容易心软，洛然也一样。哪怕他现在心里还不喜欢他，但也抱着跟他好好过日子的打算。此时见他放低身段，自己也见好就收，怒气消了大半。傅金安见他脸色有些缓和，轻轻他的发顶，低声道：“好了，该用晚饭了，你先起来吧。”洛然这回没有丝毫犹豫，利索起身，速度快的傅金安都忍不住气笑了。洛然起身后见他还靠在床头没动，似有不解。傅金安抬手刮了一下他小巧的鼻子，苦恼地看向小腹：“你让为夫这时候出去丢人吗？”洛然不自觉地顺着他视线看过去，脸一红，逃似的出了内室，被外面风一吹，才感觉脸上的热度散了许多。右青见他出来，上前问：“夫人，摆饭吗？”洛然余光看了一眼内室的房门，应了一声：“再等一会儿吧。”右青不明白大人都回来了，也到了时辰，为什么还等，但也没问，下去准备。这一晚上，傅金安总算还体贴他明日回门，只压着他做了一次便相拥而眠。一开始洛然很不习惯身上被重重的压着，总感觉喘不上气，但推了几次，没一会儿这人又贴上来了，如此反复，也不知道自己的是累了还是怎么，竟然很踏实的睡着了。听着他绵长的呼吸，闭着眼睛的某人嘴角微微扬起，又紧了紧手臂，也进入了梦乡。与此同时，建章宫永寿殿却灯火通明。皇宫第一内侍李宝林看了一眼沙漏，又转身换了一盏烛火，看着还埋头在一堆折子中间的明皇身影道：“皇上，天色不早了，您该歇着了。”皇上淡淡的应了一声，抬头看看半满的月亮，问：“今儿个初几了？”李宝林笑着道：“皇上您是忙忘了吧？今儿个是10月11了，昨儿是傅大人的大婚，你还让老奴去送礼来着。”“哦，是啊，哈哈。”皇上笑了两声，问：“朕还真是忙糊涂了，怪不得这2日没看见燕回，还以为他又出京办事了呢。”李宝林看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折子，没说话。就听皇上又问：“昨日可热闹啊？”李宝林心思转了2圈，笑着答道：“自然是热闹的。听说傅大人接亲的时候，小沈大人一人出题，就将庆小王爷和岳守备难为得寸步难行呢。”想起那2个人，皇上忍不住笑了一声，一个是妹婿，就算能答上来也不敢答吧，另一个那个纨绔不提也罢。李宝林跟着笑。皇上又道：“不过也难为他们2人了，沈家几代人都没出来个这么聪明的了，就算把他们脑袋揪下来，人家都看不上呢。”李宝林跟着附和：“皇上您说的是呢，老奴当初还纳闷，一个样貌出众温文尔雅的探花郎，怎么就看上了大理寺那种地方呢？”皇上微不可察地哼了一声，也亏得他选了大理寺。李宝林忙低下了头，假装没听见。过了一会儿，皇上又问：“然后呢？最后新郎官是怎么进的门？”似乎很感兴趣。李宝林一脸与有容焉地道：“当然还是咱们傅大人自己出马，这才顺利过了关。”哈哈哈！果然，皇上听了开怀大笑，只是笑过后，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耐人寻味起来，道：“日子安生的太久了，总会让人产生不该有的错觉。你叫人吩咐下去，差不多也该让皇后那边有点危机感了。”李宝林心一凛，忙弯下腰领命。这一晚上，除了最开始的不用适应，洛冉睡得很好。等到外面听到右青等人来回走动的声音，他才缓缓睁开眼睛，身旁果然已经没了人。右青听到动静，带着伺候的人进来。梳洗的间隙，汪嬷嬷进来，双手呈上单子，恭敬道：“夫人，这是回门的礼物，一大早就已经装上车了，您看看还有哪里需要补充的？”回门里，洛冉昨日就已经看过了，便道：“既然嬷嬷都准备好了，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按照这个来吧。”汪嬷嬷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但很快消失不见，收好单子下去了。洛然想了想，没想明白汪嬷嬷刚刚笑什么，正好这时候早起练功的某人回来了，就也岔了过去。怎么没多睡一会儿？傅金安一进来，自然的接过右青手中的梳子，有些笨拙的替他通发。男人似乎刚刚沐浴过，身上还带着皂角的香气以及热气腾腾的水汽，熏得洛然有些昏昏沉沉。忽然头皮一痛，让他瞬间清醒过来。傅金安看着手指上一根长长的秀发，有些尴尬又懊悔：“对不住。”洛冉摸着头顶道：“还是让右青来吧。”这次他终于没坚持，将洁白的象牙梳子递给右青，自己则靠坐在梳妆台上，双手抱胸，饶有兴致地看他梳妆。洛冉还好，这2日相处，脸皮总算厚了些，只垂眸不看他就是。可怜了右青，被一双鹰似的眼睛盯着，平日半盏茶时间就能梳好的发髻，足足用了1盏茶的时间，最后梳完，额头上都布满了汗珠。用过早饭后，2人默契的没有提及去东院请安之事，直接上了马车，往冠军侯府去。第178章回门。娘，您倒是想想办法呀！
难道就这么看着他们骑在您头顶上为所欲为吗？从新妇进门到昨天敬茶，连着2天，傅明珠都没占到什么便宜，心里气得要命，想着那个煞神总不能天天跟在洛冉身边吧。一大早上他就想好怎么为难洛冉了，谁知等了一早上，却等来人家已经出门了的消息，摇着方氏的胳膊愤愤不平。方氏心里也气得够呛，要怪只能怪那个孽种命大。为了显示他继母宽宏大度，从他嫁进晋国公府开始，就表面上对傅金安亲近，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每天都盼着傅毅能将那个孽子打死。谁知道孽子命大，等再长大些，更是不将自己放在眼里。方氏索性也不装了，只是这时候傅金安翅膀已经硬了，暗地里不知道怎么弄来那么多暗卫贴身保护，这时候他想下手都晚了。所以他又趁着每次出门做客，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他身上抹黑，不想让他在自己的儿子前头成亲，生下晋国公府的长孙。后来就算不用自己出手，那个孽子煞神的名声传出去，也没有哪个好人家的姑娘肯嫁给他，方氏总算安了心。谁知道这才几个月，皇上突然大手一挥，把洛冉许配给了他，不但有县主的身份，再加上洛德玉，方氏忽然感觉自己儿子的世子之位受到威胁。这么想着，看向洛如雪的肚子就热切了几分。如果西院生不出孩子，无论他多厉害也是白费，最后也都是给他儿子做嫁衣。洛如雪感受到方氏的目光，不自觉挺了挺肚子，笑着对傅明珠道：“妹妹也不用急于一时。”傅明珠眼睛一亮，看向他：“怎么，你有办法？”洛如雪看了方氏一眼，道：“办法倒是有，只是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人？什么人？”傅明珠迫不及待地问。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看着洛冉和那个煞神倒霉。洛如雪道：“从前大哥没有妾室通房，是因为他还没尝到女人的滋味。昨天我可是听说西院烧水的婆子一晚上都没休息呢。”傅明珠一个还未出嫁的姑娘，听到这些一点羞怯没有，反而很感兴趣，道：“然后呢？”洛如雪笑笑，看向方氏。方氏想了想，也点头道：“你说的没错，有些人不吃肉不是不喜欢，而是没尝过肉的滋味，一旦尝过了，就会欲罢不能。”洛如雪笑着点头，母亲说的极是。傅明珠还是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肉不肉的？这跟那2人有什么关系？方氏道：“好了，你一个姑娘家不要打听这么多，最近规矩学得怎么样了？”傅明珠今年15岁了，本来年初选秀的时候，傅毅和方氏虽然是站在柳贵妃和三皇子一边的，但是想到如果能将太子妃收入囊中，改变阵营也不是什么问题。可谁知道，别说是太子妃，就连皇宫的大门都没迈进去，第一轮名字刚递上去就被打回来了。傅毅因此还特意找人问了礼部的人，得到的回答是上面的意思，只是上面是谁，他怎么也问不出来。不过想也想到，除了那个整日跟自己作对的孽子，还能是谁？于是方氏又把目光盯向了三皇子。虽说傅明珠比陆景舟还大1岁，但这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他跟柳贵妃暗示了几次，柳贵妃都没明确的给答复，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这不，方氏年初就给傅明珠找了好几个嬷嬷，专门调教。一想起那些嬷嬷，傅明珠立刻苦了脸。另一边，马车到了冠军侯府，洛冉下马车后，才后知后觉的明白早晨的时候汪嬷嬷为什么会笑。他看着后面不知何时跟上来的2辆马车，并着右亲他们坐的，一共3辆马车，满满当当装满了东西。你这是？沈西芹8月成亲，他帮着沈家忙碌的同时，王氏有意教他许多，包括聘礼、嫁妆、回门礼这些，他都了解了大概。昨日汪嬷嬷将单子送来的时候，他见上面比当时岳家的多了1成，但也没在意。谁知道一到了地方，足足3辆马车都抵得上寻常人家的聘礼了。傅金安却连看也没看一眼，揽着他的腰往里走，不过是些黄白之物，哪就值当你那么惊讶？洛冉又看了一眼4个婆子才能抬得动的香笼，一时忘了推开他放在自己腰间的大手，小声道：“那也不至于这么多。”傅金安附在他耳边低声道：“你爹把你养这么大，这点东西算什么？更何况亲宁姐弟俩这1年也不少用，聊表心意而已。”听了他的话，洛冉忽然发现人的感情还挺奇妙的。无论他当时多么抗拒嫁给他，可现在才嫁过去几日，心境竟然发生了变化。不说别的，就冲他刚刚那句话，想起爹爹如今已经有了妻子，再过2月还会有除了自己以外的骨肉，可不就是不能再像从前那般了？想到自己以后跟爹爹也要讲这些虚礼，原本热切的心忽然冷了下来。傅金安看出他脸上的变化，知道他还需要时间来适应身份的转变，什么也没说，只是揽在他腰间的手微微用力，最后说了一句：“别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洛冉并没把这句话往心里去，脚步加快，躲开他的手。老夫人自打洛如雪出嫁那1日后，断断续续病了半年之久，就连洛冉今日回门，也称身子不是没有出来。还是洛冉亲自进去探望，老夫人神情也恹恹的，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说了2句话，洛冉关心几句，便起身离开。走
走到门口处，就听身后的老夫人忽然道：“你千方百计把骆家弄得家破人亡，你现在可满意了？”骆冉笑笑，转过身淡淡的看着老夫人，道：“祖母扪心自问，自打我跟爹爹回京以来，我可主动做过什么？或者说，若不是二婶步步相逼，会走到如今的地步？那我也不能反击，只能任人宰割是吗？”骆冉轻轻笑了，祖母可能忘记了，回京后被害得清白尽失的人是我，未婚夫被夺走的人也是我，几次三番被为难的人还是我。还有，我中毒差点没命的时候，祖母可曾用刚刚怨过我的话说二妹和二婶呢？祖母偏心，只因为我没娘，没娘的孩子就只能忍气吞声吗？老夫人身子颓然的软下去，挥挥手：“行了，你走吧，希望你不要后悔。”第179章吃味儿。从宁福院出来，听说那人跟爹爹在书房说事，袁淑仪也去厨房那边，骆冉便转身回了宁香院。唤青川到跟前，问：“昨日表哥可说什么了？”昨日青川回去后，傅金安就回了院子，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到跟前。这会儿听小姐问起来，忙道：“小姐放心，沈公子告诉您不必担心，他明白怎么做了，还让属下告诉您，林守诚的事侯爷也知道了，当初查林守诚也是侯爷暗中吩咐的。”骆冉总算放下心来，虽然就算被那人怀疑，重生这种事他也查不出什么，但多一事总不如少一事。今日是要带两个孩子回到傅家的，骆冉正看着邱嬷嬷和桂嬷嬷给两个孩子收拾东西，袁淑仪过来了。骆冉一抬头就看见她挺着大肚子，步伐有些艰难，忙出来迎接，接过石嬷嬷的手扶着她胳膊，柔声道：“您小心些。”袁淑仪笑着道：“没关系的，大夫说了，最近让我多活动些，到时候也好生产。”骆冉点头：“应该的，但是千万注意别累着了。”袁淑仪暖心的应下：“好，我会小心的。”进屋看见姐弟俩的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双眼忍不住有些酸涩，见旁边没有外人，这才小声问道：“那边还习惯吗？若是不着急，便让两个孩子多待些日子，等你适应了再来接他们也一样的。”不怪他担心，方氏在京中的名声一直都是面辞辛苦，虽然他之前接触不多，可自打嫁进袁家，几次接触下来也大概了解，再加上还有骆如雪，肯定也不好应付。骆冉笑笑：“没关系的。”然后将傅府和国公府之间有一道高墙，还有专人把守的事说了，又说了敬茶之事，就连袁淑仪都忍不住瞠目：“你说什么？今日你都没去请安？”之前他以为自己嫁进骆家，虽然也每日去宁福院请安，但有骆德运撑腰，还有骆冉心向着他，比起旁人家简直要好太多了。就连他出门做客，看见别人家的儿媳妇低眉顺眼的跟在婆母身边，他都觉得自己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才嫁进骆家。可今日一听骆冉说新婚第2日就敢用了午饭才去敬茶，第3日干脆连面都不露了，震惊的简直不知说什么好。骆冉垂下头低声道：“他说不用。”袁淑仪轻呼了口气道：“无妨，他在傅家这么多年，肯定比咱们心里有数。既然他都说不用，咱们也省事了。”本来他还有意想问问小两口相处如何，可看见骆冉眼角的媚意，话到嘴边咽了回去。书房这边的气氛却有些不好。傅金安虽然注意了些，但坐在书案对面的圈椅里，看起来还是有些懒懒的。这会儿竟然还打了个哈欠，末了笑着道：“岳丈大人勿怪，这2日实在有些累。至于因为什么累，同样都是男人，心知肚明。”饶是骆德运脸皮再厚，也没有当着女婿的面听女儿房中事的，虚握着拳咳了咳，道：“林守诚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傅金安把玩着手里一块圆玉，这块玉他得了有一段时日了，也拿在手里好多天了，琢磨着给那个小女人雕刻个什么呢，一时拿不下主意。常颖他们也纳闷，京中那些手里拿个把剑的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他们大人年纪轻轻，怎么还喜欢上这个了呢？而且他把玩什么不好，上等的夜明珠、玉貔貅，什么都比一块圆玉强啊，棱角锋利，不小心都容易划破手掌。傅金安看着玉石，缓缓道：“虽说他是侯爷的手下，但我说过，凡是害了冉儿的，一个都别想跑。还有……”抬起头看了一眼骆德运，接着道：“你有妻儿兄弟母亲需要顾及，我没有。别说那么一个杂碎，如果有一天侯爷再管不好你府中的人，我不介意替您清理门户。”骆德运听了竟没有生气，只是盯着他看了半晌。在侯府用过午饭，一家4口坐上马车回府。本来邱嬷嬷是想带着2个小主子坐在后面的马车上的，可骆冉怕2个小家伙第一次到陌生的地方害怕，便带在身边。上马车后，却见某人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骆冉只好让邱嬷嬷将2个孩子留下，让他们出去。马上1周岁的2个小家伙，不但能稳稳地坐着，扶着东西也能站起来了。刚上马车的时候，青宁可能还有些胆小，老老实实坐在骆冉和傅金安中间，可没一会儿，小丫头就坐不住了，攀着傅金安的肩膀便站起来，小手指着车帘，呐呐地喊着。傅金安也宠着她，掀开帘子，将小丫头放在自己腿上，同时侧了些身子，挡住骆冉的身影，不让街上的人看见。小青宁长这么大，
除了刚满月时回京以及仅有的几次进宫，还是第一次出门。那时候小，什么都不懂，待在马车里什么也看不见。这会儿突然看见外面热闹的街市，兴奋的小身子窜搭不停。幸好傅金安习武，抱着女儿任由她蹦跶，丝毫不觉得累。换成洛染，没2下就气喘吁吁了。看着姐姐那么高兴，一向沉稳的景行也有些坐不住了，扭着小身子吭吭唧唧。洛染戳戳她嫩乎乎的小脸，余光斜了一眼某人，故意道：“景行是不是也想看啊？”听到身后母子俩的声音，傅金安不免好笑，回头故意看着景行道：“叫爹爹，叫爹爹，我就抱你。”景行似乎不明白什么意思，扬起小脑袋看着娘亲。洛染低头不说话。景行又扭过头去看姐姐，最后实在没忍住，小声的唤了一句：“爹。”别说傅金安，洛染都惊讶了。2个孩子自打2、3个月前就开始咿咿呀呀的捣鼓，别人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姐弟俩却说得热闹。洛染也哄着2人叫自己娘亲，可2个小家伙不约而同的闭上了嘴。今日冷不丁听到景行唤一声爹，虽然有些不清晰，但也足够洛染心里吃味了。傅金安看到洛染眼中的醋意，顿时高兴不已，一把抱过景行，毫不吝啬的夸道：“不愧是爷的种，来，再叫一声爹听听。”小景行目的达成，小手死死扒着窗棂，这次也怎么哄也不开口了。傅金安转头又去哄清明叫自己，声音从马车里传出去，落入街角一人的耳中，脸色惨白。第180章，不知不觉变得脸皮厚了。双喜看着大人惨白的脸，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句：“大人。”宋清又木愣地转过头看着他，问：“双喜，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双喜忙道：“大人，您怎么会这么想呢？您若是没用，皇上怎么会让您重修史书呢？就连徐大人都夸您满腹经纶，博古通今。”徐邦达是宋清佑的顶头上司，也是翰林院学士，对宋清佑很是赏识。近来皇上有重组内阁的意思，他也是内阁核心成员之一，是沈伯里为最强对手。呵，宋清佑凄怆地笑了一声，转身落寞离开。双喜抱着满怀书籍，最后看了一眼那架华丽的马车，忙快步跟上。主仆俩的身影消失后，傅金安勾唇一笑，继续低头逗弄清明姐弟俩。洛染坐在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还在心里想着林守成死的事，忽然见刚刚还在抱着2个孩子的某人猛地探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问：“在想什么？”洛染对上他的眼睛，问：“林守成的事。”还没说完，就见傅金安已经坐回身子，低头亲了一口清明的脸颊，哄道：“宁儿，明天爹爹带你进宫去玩好不好？”进宫？洛然果然被转移话题。傅金安好笑的看他：“对呀，皇上赐婚，难道不应该进宫谢恩吗？”洛然真把这茬忘记了，垂着头应了一声。傅金安看看他，又看看怀里的小丫头，发现这母女俩低头的时候，简直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又道：“本来第2日就应该进宫的，我怕你身子不适，特跟皇上延了2日。”洛然顿时感觉脸上热热的，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怎么好跟皇上开口的？傅金安似乎听到他心里的腹诽，道：“皇上的妃子比侯府里的下人都多，你以为？”“你别说了。”洛然终于忍不住道。傅金安很喜欢看他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但也很聪明的，每次都在洛染真正发火之前及时认错。此时亦是，软了声音道：“别恼，我的意思是，皇上这2日也忙，正好今日将你儿俩接回来，太后也念叨着想他们了。”说到这里，洛染更加奇怪，问：“太后又要见他们？”傅金安垂下眼帘，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洛染便也没再多想。这一晚，傅金安依旧念着洛染第2日进宫辛苦，只拉着他在浴室里胡闹了一回，便草草收兵。即使如此，洛染也累得手指都抬不起来。最后还是某人抱着伺候他沐浴，中间当然占了许多便宜。待身体一挨到床，彻底昏睡了过去。半夜口渴得厉害，醒来却发现身边没人。洛然起身摸摸床头案几上茶水还有些温热，便喝了一些，刚要重新躺下，便听到浴室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困意顿时消失了大半。刚想开口唤又轻，又怕惊到里面的人，侧耳听了一会儿，又没了声音，过一会儿又有了，如此反复。最后他实在好奇，披上衣服，蹑手蹑脚走到里面，绕过屏风，便看见一道健硕修长的身影，宽肩窄腰，身体线条肌理分明，不着寸缕地站在浴池边上，双手在。洛然简直被这一幕吓丢了魂，顾不得发出声音，脚步慌乱地跑回床上，扯过被子蒙在头上，连根头发丝都没露出来。而被撞了个正着的某人也只是愣了一瞬，脸上尴尬之色很快消失不见，嘴角甚至还露出一抹愉悦的弧度，继续手上的动作。不知过了多久，洛然紧绷的身体终于慢慢平静下来，里面响起哗啦啦的水声，接着是脚步声，他刚刚平复的心又提了起来。傅金安拿着巾子胡乱地擦了几下身体，确定没那么多水汽了，才掀开被子上床，从后面紧紧贴上去，哑着声音道：“都看见了。”洛然双手死死地揪着被子，可身后的热度却无法忽视，闭着眼睛道：“你去把衣裳穿上。”
谁知某人没动，反而又往前贴了贴，道：“中医都脏了，让人进来找的话，你想让你的丫鬟都看见吗？”又来这一套。洛冉心里忍不住偷偷说了一句，最后也不知道是累极了，还是被身后的热度烫晕了，洛冉终于一点点缓和下来，沉睡过去。只是一早醒来，发现自己也不着寸缕，而一向早起练功的人也赖在床上的时候，竟然出奇的平静。洛冉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自己一定是被这人带的脸皮都厚了。凤鸾宫，严嬷嬷看着镜中的皇后，低声道：“娘娘，傅大人和单宁县主进宫了。”两人先去了建章宫，现在往慈宁宫去了。皇后看着镜中的自己，摸摸眼角的细纹，不在意道：“那两个孩子也带来了？”严嬷嬷：“是，听说是太后主动提起的，想看看两个孩子。”皇后不屑的一笑：“本宫看太后也真是老糊涂了，对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上心。”严嬷嬷道：“不过都是做给外人看的罢了。听说自打单宁县主收养了那两个孤儿之后，冠军侯在军中的威望更高了。”闻言，皇后叹了口气：“你看看人家，再看看荣国公府，哥哥都40了，还是皇上看太子的面子，给他在军中弄了个闲职，至今也没个功劳。还有那郑荣，哎，提起娘家，皇后都忍不住一声长叹。如今的荣国公正极已年过60旬，当年也是叱咤沙场的一员猛将，后来跟戎狄的恶战中断了手臂，这才回京荣养。皇后之位能落到郑家，也有这一部分原因。只是荣国公的长子，皇后的亲哥哥郑光，比起父亲来却平庸很多，妻子郑荣更不用说了，与陆九臣并称京中两大纨绔。严嬷嬷忙劝了几句，皇后的脸上刚有所缓和，就见身边的宫女平翠匆匆进来，手上还拿着一封信：“娘娘，国公府来信了。”皇后接过信，一边打开一边有些奇怪：“什么事啊？前2日母亲进宫也没听她说。”话戛然而止，看着信上的字，似乎不敢相信，又重新看了一遍，越看脸色越难看，最后因为太用力，信纸都被扯碎了一半。第181章，太后喜欢孩子。严嬷嬷见皇后如此，忙叫平翠将殿内的人清退，扶着皇后的身子问：“娘娘，国公爷在信上可是说什么了？”皇后摇摇头，将信扔进香炉，亲眼看着它化为灰烬，死死地抓着严嬷嬷的手，低声道：“嬷嬷，那个孩子没有死。”“什么孩？”一开始严嬷嬷还没有反应过来，等明白过来的时候，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不可能，老奴跟娘娘您亲眼看见。”看着皇后的表情，严嬷嬷笃定的话也说不出来。皇后眉眼间升起一股阴霾，因为有人跟我们玩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什么？严嬷嬷惊诧出声，瞬间想到什么，问：“现在那个孩子？”皇后颓然的摇摇头，父亲说还没查到，他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严嬷嬷还是有些不信，国公爷得到的这个消息是否可信？皇后点点头，应该是可信的。父亲信上说是专门有人透露给他的，只是对方隐藏的太深，他还没查到到底是什么人传的消息。严嬷嬷想了想，指头顶道：“会不会是？”皇后摇摇头：“不会，按照父亲说的，对方显然早就知道这件事。如果皇上早知道，按照他对那个女人的深情，不会任由那个孩子流落在外20多年。”严嬷嬷这下真没了主意。皇后忽然问：“你刚刚说锦衣卫指挥使带着夫人进宫了？”严嬷嬷点头：“是啊，现在应该在慈宁宫呢。”“娘娘，您的意思是？”皇后点点头：“天底下没有什么事能躲得过锦衣卫的眼睛。走吧，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听说那个单宁县主跟晋国公府世子夫人是亲堂妹，两人关系又不太好，如果能把她拉过来，就算没用，也能给柳曼青那个贱人添堵。”严嬷嬷跟着道：“娘娘英明，单宁县主与咱们未来的太子妃是闺中密友，有了这层关系，她肯定知道该怎么做。”皇后点头，只是不知道这位县主是否得傅大人的欢心了，咱们去瞧瞧便知。青宁姐弟俩长大些，会逗人开心，也会说简单一点的单个字了。这不，太后抱着景行，一只手还牵着青宁的小手，哄道：“知不知道哀家是谁啊？”小青宁机灵，刚刚爹爹和娘亲抱着她和弟弟进来请安的时候，她都看见了。这会儿又见太后眉目慈祥，大眼睛咕噜噜地看向爹爹和娘亲，小嘴一张，奶声奶气道：“太太。”太后一词对她来说还有点难，但太太喊出来就简单多了。太后一愣，她不过是顺口逗着小丫头玩，虽然心里很想让两个孩子叫她太祖母，可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能忍着。这会儿听到青宁脆生生地喊自己太太，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抱着小青宁哄她再唤2声。小丫头也听话，让叫就叫。景行一听姐姐叫，她也跟着唤了2声，只听得太后老泪纵横。洛冉看着太后的样子，心中疑虑更大。傅金安注意到洛冉的表情，趁旁人不注意，借着宽大衣袖的遮挡，悄悄握住她的手，轻轻捏了捏，低声道：“太后只是太想抱重孙子了，
等太子成了亲就好了。洛冉狐疑地看向他，意思仿佛在说，就因为想抱重孙子，所以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能激动地落泪。可他怎么从未听说过太后喜欢旁人家的孩子啊？可太后心思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没注意到这边，皇上却看见了，虚握着拳抵在嘴边轻咳两声，道：善宁啊，听傅爱卿说春季大雨的事情还是你提醒他的。洛冉忙甩开傅金安的手，起身行礼，道：回皇上的话，臣妇也不过是偶然间听到寺中僧人所说，只跟夫君提了一嘴而已。是皇上英明，开仓赈粮，这才免于京中百姓受难。皇上赞赏地点点头，不骄不躁，甚好。又说了一句：外界那些传言，你听听也罢，不至于往心里去，只管做好分内之事。洛冉稍一想，便知道皇上这是在说他命格不好那件事。之前这件事一直都没传出来，只是最近这几日才隐隐有些听说。他也是早上出来的时候，青川趁没人的时候跟他提了一句，没想到皇上这么快就知道了。果然，在皇上眼里，这世上就没有秘密。是，臣妇谨遵皇上教诲。洛冉规规矩矩道：皇后娘娘驾到，贵妃娘娘驾到。门口忽然响起太监的通传，就见刚刚一脸喜气和蔼的太后脸色忽然冷淡下来，将两个孩子从身上抱下来，对身边的华嬷嬷道：两个孩子可能饿了，你带他们下去吃点东西吧。小厨房让人蒸了羊奶羹，看他们喜不喜欢。最后一句话是看着洛冉说的，显然是在询问。洛冉忙又起身回道：多谢太后娘娘，宁儿和景行如今大了，吃东西没那么讲究了。太后点点头，小孩子不娇气是好事，但也该精细些。正好哀家这里还有秋天南边刚进贡的果子，跟咱们这边的不大一样，一会儿你都带回去些，给孩子们尝个新鲜。是，多谢太后娘娘。洛冉大大方方应下。太后又满意了2分。华嬷嬷带着孩子刚下去，皇后和柳贵妃就一前一后的进来了。除却太后和皇上，屋子里的人纷纷起身行礼。只是傅金安的腰指微微弯下些许，头更是只低下1寸，眼帘微垂。臣妇拜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贵妃娘娘金安。两人齐声道。或许是皇后和柳贵妃早已习惯这位指挥使大人的倨傲，都点点头便叫了起。皇后则亲昵地拉着洛冉的手仔细打量，笑着看向皇上和太后，难怪母后总念叨着，还真是一个可心的人儿。跟之前相比，皇后对她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洛冉知道，之前皇后对她冷淡，多半是因为她命格与太子妃之位无缘，自然也没什么理由亲近她。至于现在，多半是因为身旁之人吧。这么想着，洛冉的眼神不自觉地看向傅金安。第182章试探未果。皇后的话音刚落，还没等太后说话，就见柳贵妃捂着帕子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柳贵妃笑什么？难道是觉得本宫说的哪里不对吗？皇后转头看向柳贵妃，柳贵妃忙挥着帕子摆手，眼珠子却在洛冉、傅金安以及皇后身上转了个圈，末了道：臣妾不过是想起前些日子听到的闲话了。说完好像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忙拍了2下自己的嘴，对傅金安道：哎呦，傅大人别往心里去，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傅大人已经抱了美人归不是？自打上次宫宴他拉拢洛冉不成，柳妹儿也先后下了2次帖子给洛冉，都被洛冉拒绝了。柳贵妃因此记恨在心，既然他拉拢不到洛德运，皇后也别想做收渔翁之利。呵，柳贵妃话音刚落，就听旁边一声冷笑。傅金安眼底泛着一丝凉意，缓缓道：臣前2日也听到一则闲话，贵妃娘娘要不要听听？柳贵妃一愣，女人家说闲话不要紧，大不了被训斥几句多言而已。试问天下女人有几个不八卦的呢？可这事若是换到锦衣卫头上，那就另当别论了。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可以说是皇上的另一双眼睛和耳朵，专门刺探别人所不知的消息，以及那些对皇上对朝廷有异心之人。但凡被锦衣卫盯上，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柳贵妃看着傅金安嘴角的笑意，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干笑2声，哼，不过都是道听途说罢了，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好了，你身为贵妃不以身作则，还净学底下那些人上不得台面的样子，成何体统？皇上不轻不重地训斥了几句，柳贵妃面上难看，低着头跟洛冉认错。皇上这时已经起身，对太后道：母后，儿臣还有些折子没批，就不陪您了，晚些时候再来看您。太后点头，皇上再忙也要注意身体。皇上，是，儿臣记下了。经过傅金安身边时，道：你也跟朕来吧。傅金安对洛冉点点头，抬步跟上。也不知太后是惦记着里面的2个孩子，还是不愿意跟见某人，坐了一会儿便声称累了，扶着华嬷嬷的手进去歇着了。大殿中只剩皇后、柳贵妃和洛冉3个主子。皇后状似不在意的摸摸头顶上的发簪，笑着道：傅大人在皇上跟前当差，每日繁忙，
单宁若是闲得无聊，便进宫来陪本宫说说话，也好消磨消磨时间。洛冉垂眸，多谢娘娘抬爱，不敢叨扰娘娘。柳贵妃看看皇后，忽然道：姐姐头上这簪子倒是别致，妹妹从前怎么没见您戴过呢？皇后明显愣了一下，神情透露出一丝伤感。这个啊，这还是本宫年轻的时候一位故人所赠。哦，柳贵妃也没多想，她不过是顺口一问，对皇后以前的什么故人一点都不感兴趣。她来不过是凑凑热闹，顺道能把皇后的好事搅黄了更好。洛冉也察觉到皇后说到那位故人的时候，特意看了自己一眼，她不知道什么意思，便也没接茬。又听皇后叹了口气，道：说起这位故人，跟单宁还有些关系呢。哦，柳贵妃见皇后果然打的是洛冉的主意，忍不住接道：皇后娘娘不会说您的那位故人是单宁县主的娘吧？呵呵呵。皇后淡淡的瞥她一眼，看着洛冉道：本宫说的是谢姐姐。洛冉脑子里回想了一遍，并不记得自己认识哪位姓谢的夫人，刚要开口，就听皇后继续道：本宫说的谢姐姐正是傅大人的母亲，也是单宁的婆母。柳贵妃眼底闪过一丝冷笑，道：臣妾怎么没听皇后娘娘之前提起过呢？故意看了一眼洛冉道：臣妾早年间听说傅大人小时候过得甚是艰难，如果皇后娘娘与前晋国公夫人关系要好，怎么也没帮忙拉扯2分呢？皇后用帕子拭去眼角的泪水，道：本宫为什么不管？妹妹难道不知吗？如今的晋国公夫人方氏可是妹妹的表姐，她性情如何，还用本宫多说吗？柳贵妃哽住，一时无话可说。反观洛冉，倒有些忍不住想笑，原来大家都是亲戚呢。难怪京中的人常常自嘲满朝文武，使劲巴拉巴拉都会沾点清代典故。没办法，京中权贵就这么多，除却本家亲戚，乱七八糟的姻亲总能扯上一些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官场无父子的原因之一吧。若是真讲究起关系来，还怎么争怎么斗。皇后又看着洛冉道：谢姐姐性情最是温和，虽然本宫与她相处时间并不多，但一点也不影响本宫对她的喜欢。以后你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尽管进宫来找本宫。更何况你与婉和关系要好，要时常走动才是。是，臣妇记下了。洛冉应下。皇后眼神闪了闪，忽然道：皇上念及傅大人大婚，特意准了他几日假，他可有在府中好好陪你？洛冉抬头看了一眼皇后，不知为何，总觉得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些急切，点点头道：夫君这2日都在府中，也没见什么人吗？皇后脱口而出。别说洛冉，就连柳贵妃都意识到不对劲，打量着皇后道：皇后您到底想问什么呢？皇后掩饰般的笑笑，对洛冉道：没什么，本宫就是昨夜忽然梦见了谢姐姐。本宫记得谢姐姐娘家没什么人了，却不知道记得是不是准确，想着万一谢姐姐还有娘家人，傅大人总会带你去见见，本宫也想趁机尽一份心意。洛冉摇摇头：臣妇并没有听夫君说起过。皇后似乎也没了兴致，道：既如此，那就算了吧。下次你们去给谢姐姐进香的时候，替本宫尽一份心意吧。随后让严嬷嬷拿来一些赏赐，便离开了。柳贵妃见皇后走了，自己也走了。这时陆九臣来了，洛冉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身打扮，一身墨色锦衣，箭袖直身，巴掌宽的腰带完美的勾勒出挺直的腰板，佩戴绣春刀，剑眉星目大步向他走来。本来严肃的面孔看见洛冉一笑，一下子褪去了周身冷肃，仿佛又看见那个京中纨绔风流的小王爷。怎么认不出我了？陆九臣走到跟前，看着洛冉有些怔愣的眼神，勾唇一笑。洛冉坦荡地点点头，第一次见你这么，一时没想到用什么词形容。第183章，他怀疑你了。陆九臣潇洒地转了个身，道：跟你家夫君比起来如何？孔雀开屏的样子，就连洛冉身后的右卿都不忍直视。洛冉忍着笑，歪着头认真想了想，道：半斤8两。陆九臣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巴。洛冉终于忍不住笑起来，因为陆媛媛的关系，他跟陆九臣也算熟悉，更是知道他不是刻板严肃之人，所以说起话来也就随意许多。你怎么来了？太后歇下了。洛冉笑过之后道。陆九臣挑挑眉，某人走不开，又担心你，这不就使唤起我来了。洛冉有些不好意思，不会耽误你吧？陆九臣不在意的摆摆手。这时正好邱嬷嬷和桂嬷嬷抱着2个孩子出来，他极其自然地接过清明抱在怀里，率先走了2步道：放心吧，这点自由小爷还是有的。路上洛冉心里想着事，忽然问道：你跟傅金安从小就相识？陆九臣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马上想到他从小长在江南，回来后又不总出门，也难怪会不知道，遂答道：算是吧，5岁就认识了，可不就是从小吗？小青宁被陆九臣抱着，趴在他后背上，看着后面的娘亲，露出几颗小乳牙，甜甜一笑。洛冉的心都融化了，眉心动了动，似是闲聊般问道：
刚刚太后娘娘说青宁和景行都跟她小时候有些像，真的吗？关于青宁和景行的身世，洛冉不信陆九晨不知道。果然，陆九晨听到他这么问，一点也没表现出惊讶，还特意认真的看了看两姐弟，点点头又摇头。洛冉奇怪，到底像不像？陆九晨也没多想，只以为他是想多了解一下傅金安，心里还替某人高兴呢，道：像又不像。你是不知道燕回小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比我小好多呢，谁知道竟然比我还大1岁，可个头却比我矮了那么多。那小身板，更不用提了，跟个逃荒的难民似的。洛冉看了一眼前面高大的背影，暗自比量了一下，发现陆九晨跟傅金安的身高应该差不多，或许傅金安还要高一些，真想象不出来他小时候长那么小。又道：那太后呢？喜欢你多一些，还是他多一些？陆九晨忽然停下脚步，奇怪地看着他。洛冉不自在地摸摸脸，怎么了？我问的有什么问题吗？陆九晨深深地看他一眼，摇头，继续走路。不一会儿才到，燕回他从小没进宫过，还是12岁进了锦衣卫之后才在皇上跟前行走，太后怎么会认得他呢？洛冉应了一声，哦。陆九晨又看他一眼，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洛冉指尖微动，平静道：因为我看太后娘娘很喜欢青宁姐弟，还说他们长得像她，所以我以为太后见过小时候的她呢。陆九晨额头跳了跳，不动声色道：太后不过是喜欢小孩子罢了，每次见着我还都追着我成亲呢。洛冉又应了一声。两人一路无言。陆九晨将他们母子3人送上马车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见傅金安从宫门口出来后，才转身离开。经过傅金安身边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看了一眼马车的方向，低声道：他刚刚问我你小时候的事情，我感觉他有些怀疑了。傅金安的眸子暗了2分，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上了马车后，见青宁姐弟俩一边一个靠在娘亲身上，小脑袋一点一点的，明显有些困了。傅金安顺势坐到一旁，捞起青宁在怀轻轻拍着，低声问：他们在慈宁宫没睡觉吗？洛冉摇摇头，也抱起儿子，拿起旁边的小被子给青宁盖上，又给景行盖上，道：跟太后玩疯了，太后也累得够呛。说这话的时候，洛冉仔细看了一眼某人的脸。傅金安低头轻轻笑着，道：放心吧，等明年太子大婚后生了皇太孙，太后就转移注意力了。前些年宫里接连几个孩子夭折，弄得他老人家都不敢亲近那些孩子了，人上了年纪又容易喜欢小孩子，所以对青宁姐弟俩亲近了些。洛冉总觉得对于这件事，他跟陆九晨解释的有点太过上心了，可若让他再往深处想想，又觉得太过匪夷所思，根本不敢想，索性放到一旁。又想起皇后，便将皇后的话说了。傅金安听后倒没什么太大反应。洛冉问道：难道母亲与皇后娘娘真的认识？傅金安垂着眼眸，看不清他眼中的神色，轻轻摇头：我也不知，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没了。接着道：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洛冉心里一时有些说不上来什么滋味，点头答应。回到傅府，傅金安把他们母子3人送回房就去忙了。虽然皇上给他放了假，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这2日已经是他能最大限度挤出来的时间了。傅金安走后，洛冉就将青川叫了过来，仔细问过林守诚的事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右卿进来就看见他一副眉头紧皱的样子，道：夫人，您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吗？洛冉道：按照爹爹和表哥查到的情况看，都说林守诚是受人指使把毒药传进京城的。右卿点头：对啊，侯爷跟表少爷不都是这么说的吗？洛冉道：可是林守诚跟了爹爹这么多年，如果对方只因为一个毒药就损失了这么重要的一颗钉子，岂不是有些得不偿失？还有，林守诚到底是怎么死的？右卿想了想道：青川不是说侯爷查到的是对方害怕林守诚把幕后之人供出来，然后让他身边的小妾下毒给毒死的吗？洛冉摇摇头：不对，对方若只是想给我下毒，有的是方法把毒交给2婶，不至于动用好不容易安插在爹爹身边的人，绕了这么大一圈。上辈子据他猜测，爹爹应该是被身边的亲信给骗了，所以才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对方不至于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放弃了。带着这些疑问，洛冉去了前院的书房。第184章，莫名其妙生气了。大人，夫人往这边来了。常颖进来同传，就说我不在。傅金安头也没抬，冷冷地道。常颖愣住了，不明白大人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大会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没听说小两口闹矛盾啊？怎么听不懂话了？傅金安看着愣在门口的常颖，冰冷道：是，属下明白。常颖回过神，连忙退出去，并关好门。对不起夫人，大人有事出去了。常颖硬着头皮道。洛冉看看书房紧闭的门，又看看常颖和常云，忽然笑了下，道：既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说完便转身离开。常颖摸摸额头上的汗，回头问常云：夫人刚刚那一笑是什么意思啊？常云也摇摇头，
他接触夫人的次数比他更少好吗？回去的路上，右倾看着洛冉严肃的小脸，低声道：“夫人，大人出门，常颖和常云怎么都没跟着呀？”“呵，他只是不想见我而已。”洛冉轻声道。又清心一紧，道：“为什么？咱们也没惹着大人啊，他为什么不肯见夫人？”洛冉淡淡的垂下浓密的眉睫，不知道。他现在不想去琢磨他。其实洛冉自己也清楚，自己的性子其实并不招人喜欢。他不如沈西晴和陆媛媛活泼灵动，也没有岳婉和的温婉大气，甚至比起洛如雪，也不如他胆子大主动。所以在经历了上一世惨痛之后，他像一只蚕蛹一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可不知什么时候，那个人就好像强盗一样，硬生生挤进他的生活，一层层剥开他的茧。而当他决定往前迈一步的时候，那人忽然又冷淡起来，他只好又退缩回来，连推开那扇门的勇气都没有。右清，你去给舅母送个帖子，就说我后日去看他。洛冉回到屋子里，吩咐道。唉，右清担忧地看他一眼，转身出去。洛冉走后，常颖想了想，还是硬着头皮进去。大人，夫人回去了。傅金安手中的笔一顿，淡淡的应了声继续埋头书写。常颖出去后，傅金安才放下笔，看着窗外，没人知道他刚刚多盼着他能任性的闯进来。就像他听到陆九晨说他怀疑自己的身世时，在马车上他有好几次想让他开口问自己，可他都没有问。他就像一只外壳坚硬的乌龟，每只要他稍一试探，他就立马缩了回去。半晌，傅金安摇头苦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看来我还是心急了，抬不出来。”阴暗潮湿的地牢，一进来就充斥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道，还有老鼠啃食的声音。傅金安站在一处铁门门前，道：“开门。”守门的侍卫赶紧掏出钥匙，打开沉重的铁门。铁门吱呀声惊到了老鼠，滋滋乱叫着逃窜。其中有一只因为慌乱跑错了路，顺着一根柱子爬上去，呲溜钻进绑在柱子上之人的衣领里。顿时，地牢里发出凄惨的吼声：“啊！滚！滚开！”柱子上的人身体不停地扭曲，瞳孔放大，脸上呈现出惊恐的表情。门口的侍卫搬了一把椅子进来，放在不远处。傅金安撩起衣袍坐下，伸手抚平衣摆，动作优雅，举手投足间尽显金贵。常颖，傅金安轻轻唤了一声。是。常颖上前，双手附在身后，朗声道：“林守成，35岁，父亲8年前去世，上有老母60岁，3子4女妻子。”林守成终于忍受不住，颤抖着声音求饶：“我说。”常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你如今对外已经是死人一个，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妻儿老小跟着陪葬，最好说实话。”林守成颓然地垂下头。傅金安也不急，从怀里拿出一块圆玉，又拿出一支锋利的刻刀，竟然在这里雕刻起来。寂静的地牢里，除了老鼠啃咬的声音，还有刀刃与玉石相碰撞发出的声音，咔嚓咔嚓，每一下都令人毛骨悚然。最后，林守成终于道：“是晋国公。”傅金安手一顿，看着还看不出任何模样的玉石，遗憾地摇摇头，说了句：“可惜了。”缓缓抬起头扫了林守成一眼，淡声道：“他让你做什么？”林守成犹豫了一下，道：“他让我跟在冠军侯身边，因为侯爷警惕，这些年国公爷什么也没让我做，只让我取得侯爷信任，说等时机一到，就会让我取代侯爷的位子。”你？傅金安毫不掩饰地轻蔑笑了一声，道：“还有什么？”林守成摇摇头，什么也没有了。傅金安挑挑眉，起身离开。林守成冲着他的背影大声道：“傅大人，我能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吗？什么投毒，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那分明就是这位指挥使大人一手策划的。”傅金安回头看了他一眼，轻轻吐出3个字：“你也配。”林守成颓然地垂下头。出了地牢，傅金安先去书房沐浴，又换了一身衣裳，确定身上没有难闻的气味了，才往主院走去。路上，常颖问道：“大人，那人怎么处理？”傅金安想了想道：“先留一阵。”常颖：“是。”傅金安看了一眼天空，道：“国公爷快生辰了吧？”常颖想都没想，道：“是，晋国公的生辰是腊月初7。”傅金安点点头，除了林守成的母亲，还有几个孩子，其余人相关的人都杀了吧？国公爷生辰还缺几只灯笼？声音和缓，仿佛真心在为谁准备生辰礼物。常颖似乎也习以为常，平静的点头，又道：“过些日子是小姐和公子的周岁宴，大人打算怎么办？”傅金安蹙着眉，认真想了想，道：“等我问问夫人吧。”常颖心里默默记下了，以后有什么事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就找夫人，就算做错了，有夫人挡着，他能少受许多罚。心里正得意呢，就听头顶传来凉凉的声音：“不许什么事都去打扰夫人。”常颖吓了一跳：“大人有读心术不成？”忙直起腰板，大声道：“属下不敢。”第185章。
两败俱伤。右青与春雨站在门外，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春雨拽右青胳膊，讨好道：“右青姐姐，你去说，我嘴笨，怕惹主子不高兴。”右青嗔了他一眼，转身掀开帘子进屋，轻声道：“夫人，大人往这边来了。”洛冉埋头在看书，从鼻腔中发出一个音：“嗯。”右青还想说什么，又咽了下去。转身出来时，正好傅金安走到跟前，忙俯身行礼：“大人。”傅金安应了一声，便抬步进去。进来后先看了一圈，见两个孩子都没在，坐到洛冉对面，问：“青宁和景行呢？”洛冉头也没抬，轻轻翻过一页书，随口道：“睡了。”哦。他看他看书，屋子里安静的呼吸可闻。你……傅金安终于忍不住，率先开口。谁知道刚说一个字，就见洛冉忽然将书收起来，起身朝门口唤道：“右青，奴婢在。”右青马上出现。洛冉，时候不早了，摆饭吧。说着便起身离开，去了厅堂。用饭的时候，洛冉本来规矩就很好，今日更是将食不言寝不语进行到底。傅金安一如既往的照顾他，为他盛汤加菜，洛冉也不拒绝，捡自己爱吃的吃了个干净，不爱吃的一点没动。多吃点肉，你太瘦了。傅金安道。洛冉依旧只挑素的吃。待用过饭后，傅金安又开口：“这府里你还没熟悉呢吧？走，我带你去逛逛。”好。洛冉顺从的答道，脸上没有一点生气的痕迹。右青拿着披风出来，为他穿戴好。洛冉先一步出了屋子。傅金安站在原地，眉头微微蹙起，抬步跟了上去。府中本来布局就很好，当初修葺的时候，傅金安也只是让匠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些江南园林的风格。如此，主院看起来恢宏大气，待走进宅子深处，又有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感觉。本来有些淡淡的洛冉，忽然来了兴致，走了小半个时辰，还没将府中逛个遍。腿有些酸，可又不愿意在某人面前表现出来，咬着牙坚持。不知不觉，傅金安落在后面，他都没发现。等他发现不对劲时，回头才看见某人站在距离2丈远的后面。哪怕夜色开始降临，周围渐渐开始暗下来，他也能看清他那双黝黑深邃的眸子。傅金安奇无奈地叹了口气，漫步到他跟前，悠悠道：“你什么时候能把这里当成你的家呢？”洛冉一震，他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够好了，却没想到还是被他察觉，却抿着唇不肯承认：“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傅金安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伸手揽着他的肩膀，转身柔声道：“好了，天色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宁儿该醒了。”洛冉本以为这一晚上两人会相安无事的度过，谁知道两个孩子吃饱玩累了，被嬷嬷抱回去后，某人忽然变了性子，二话不说上前扛起他就往里面的浴房走。洛冉也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了，挣扎着喝道：“傅金安，你放我下来！”哗，一阵水声，洛冉险些被击得呛了水，幸好腰间及时出现一只大手，把他从水底捞起来，却死死箍在怀里。右青跟春雨听见动静小跑进来，只是看清眼前的情景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傅金安回头阴雾的看了一眼，滚！右青和春雨腿一抖，还是春雨大着胆子唤了一声：“小姐。”洛冉不知道这人发什么疯，虽然知道他不会对自己怎么样，但是对下人就说不好了，于是道：“你们退下吧，有事我叫你们。”又加了一句。右青跟春雨这才退下。傅金安冷笑：“就这么不信我？”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这股玉气从何而来，或许是从一出宫听到陆九晨说他宁可从别人那里打听，也不肯开口问他，或者从他去找他，他谎称自己不在，他连问也不问的转身离开，再或者从他进门，他又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刺痛了他，或者再早一些，想到他能无条件的相信沈玉芝，却也不找自己帮忙。总之，傅金安也说不清自己怎么了，他就想看着他生气，哪怕骂自己打自己也行。他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贱皮子的时候。额前的碎发湿漉漉的落在眼前，有些痒痒的。洛冉抬手拨开碎发，看着他脸上越来越明显的怒气，缓了语气道：“你今天若是心情不好，我可以去跟青宁睡。”这一句话彻底将傅金安心底的怒火点燃，一把扯碎洛冉身上的衣裙，最后还是放轻了动作。尽管如此，洛冉还是从心底升起一股悲凉，也不知从哪来的勇气，抡起小拳头砸在男人的背上，骂道：“傅金安，你滚蛋！”指甲死死抠进男人的后背，指甲缝里似乎都带血肉。反观傅金安，仿佛一头被彻底刺激了的饿狼，抓着他抵在水池的边缘。不知过了多久，洛冉终于没有力气挣扎了，只能由着某人为所欲为。傅金安终于吃饱喝足，抱着他仔细清理干净，这才上了床榻。洛冉修长的脖颈微微后仰，倒吸了口气，有气无力地道：“你到底怎么才肯放过我？”傅金安学着青宁和景行的样子，将头紧紧埋进他的怀中。洛冉脸一红，闭上眼不说话。最后，傅金安的大手轻轻抚上他还有些潮湿的秀发，在夜色里低声道：“
冉冉，以后有什么事都跟我说好不好？不高兴了你也可以拿我出气，只是别不理我。洛冉身体微僵，似乎有些明白什么，但却有些不敢深想，晃晃头赶走不该有的念头，实在太累了。最后他说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了。再醒来，天色已经大亮。醒了。傅金安一身长袍从里面出来，应该是刚去净手了。洛冉想起昨晚，背过身，什么也不说。傅金安随手从案几上拿过一只药瓶，放到他面前。洛冉盯着药瓶不明所以。傅金安微微一笑，褪去长衫，背对着他坐在床边，道：“帮我上药。”待看清他后背上交错纵横的挠痕时，洛冉心里的气顿时消失了大半。第186章谢念仪。洛冉不可思议地回头看他，想起来这是谁弄的了吗？傅金安侧头看了一眼，指路给自己的一个头顶，有些好笑地问：“瓷瓶不起眼，但里面的药却很好闻，不像一般的药膏那种刺鼻，反而带着一种淡淡的清香，沾到手指上，凉丝丝的，很舒服。”洛冉假装没听见他的问话，继续低头为他擦着药膏。等不到他的回答，傅金安也不在意，低声问道：“你那里还疼吗？”一想到昨晚自己浑身软绵绵的任人摆布，这人甚至还……洛冉的脸上就一阵燥热，扔了手中的瓷瓶下床穿鞋，不顾某人衣衫不整，开口唤右倾进来伺候。右倾一进来，正好撞见傅金安正在穿衣裳，健硕的胸膛泛着蜜色的光，吓得右倾连忙低下了头，扶着洛冉进去洗漱。傅金安眉毛动了动，看起来心情不错。用过饭，汪嬷嬷进来：“大人，夫人，东西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了。”山里天气有些凉，右倾拿了一件厚实一点的披风出来，没等动手就被傅金安伸手接过去了，认真的为洛冉穿好，道：“青宁和景行还小，经不住折腾，等他们大一些再带他们去吧。”洛冉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始至终也没提带孩子的事。上了马车，洛冉又困意袭来，却努力挺直腰板坐得端正，只是眼睛却不听话，上下眼皮总忍不住打架。傅金安看他的样子忍不住笑，大手一揽按在自己怀里，低声道：“嘘，别吵，昨晚为夫有些累，睡一会。”说完果然闭上了眼睛。洛冉心里腹诽了两句，也乖乖闭上眼睛，没一会儿便睡着了。傅金安的嘴角微微上扬。马车晃晃悠悠，不知道走了多久，洛冉感觉到脸上有些痒，睁开眼睛便看见有人像个孩子似的用自己的发尾在自己脸上作怪。洛冉起身掀开车帘的一角，问：“到了？”傅金安松开自己的头发，道：“快了，你先精神精神。”果然又过了不到半盏茶的时间，马车才彻底停下来。一下马车，洛冉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墓地，而是一片荒郊野外。看出他眼中的好奇，傅金安只微微一笑，看看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问：“自己走还是我背你？”洛冉回头嘱咐汪嬷嬷他们带好东西，提着裙摆率先走向山路。傅金安眉眼含笑的跟在后面。只是没一会儿功夫，洛冉就有些气喘吁吁，额头上汗涔涔的。反观某人仍闲庭信步般，双手负在身后，气息都没乱一分。洛冉实在累了，还要多久？傅金安抬头看看远方，指着只露出一点头的山顶道：“最上面。”洛冉微微皱眉，他还没听说过谁的墓地设在山尖上呢。不过也没问，倔脾气上来，提着裙摆继续往上走。傅金安继续慢条斯理的跟在后面。就在洛冉觉得嗓子都有些冒火的时候，就听后面的人忽然出声道：“好了，到了，到了。”洛冉不可思议的回头看他，又看看还遥不可及的山顶，身子忽然一轻，被某人打横抱起，绕到山路的另一面。眼前忽然开阔起来，面朝河流，背对山川，这才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吗？在一处向阳的山坡处，一座孤零零的墓碑立在那里，上面刻着“无期念仪”，其余就什么都没有了。汪嬷嬷带着下人将贡品摆好，便无声地站到远处。洛冉跟着傅金安一起烧了香，磕了头。傅金安脱下披风铺在地上，毫无形象地席地而坐，却拍拍身边的披风，对洛冉道：“坐一会儿。”洛冉才不会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整理好衣摆，坐在他的披风上，旁边是墓碑，眼前是蜿蜒不休的河流。想问什么问吧？傅金安忽然道。洛冉侧头看他，从侧面看，他的脸更加坚毅，高耸的喉结，锋利的下颌线，挺拔的鼻梁，深邃的眸子，每一处都透露着锋利与强势。你外祖家在哪里？洛冉先问了这一句。傅金安回过头看他，笑着捏捏他的小鼻子，道：“我以为你会先问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洛冉转回头，学着他刚刚的样子看向远方，换成是他，别说这种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了，哪怕是荒郊野岭，他也不会选择傅家祖坟。傅金安发现他又露出那种自己看不懂的神色了，压下心中烦闷，低沉而缓慢的开口：“母亲出身陈郡谢氏，当年因为一些原因，外祖父分家令过，并下令家中子弟不得入朝为官，女子不得嫁入官宦之家。这一点，洛冉倒是有些意外。谢家名门望族，
原本也是顶级世家，族中子弟封侯拜相者比比皆是。忽然想到什么，那京城中的谢家。傅金安笑了一下，论辈分，谢行应该是母亲的堂叔。洛冉更加不解，就听傅金安转头摸摸他的头道，也没什么不理解的，母亲当年是私自离家，原本不叫谢念仪，难怪，这就说得通了，不然怎么没听过谢家与傅家有往来呢？傅金安又轻蔑地笑了一下，你想知道母亲为什么会离开谢家吧？洛冉点头。傅金安语气平淡的，仿佛在说与自己毫无干系之人，就像话本子里说的才子佳人，一见倾心，母亲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洛冉微微皱眉，怎么也想不到谢家那样世家教出来的女儿会喜欢上傅毅。虽说傅毅长相也不错，但距离才子佳人恐怕还有一段距离吧。还有傅毅对傅金安的态度，怎么看也不像是对待心爱女子骨肉该有的样子啊。不过也说不定，想起自己上一世，傅家还真是为达目的，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最后洛冉又问，你去过你外祖家吗？按照陆九晨的说法，这人小时候过得很是艰难，能长大就已经不错了。难道谢家就这么放任外孙自生自灭吗？不知为何，想到这，洛冉对谢家的态度没了以往那种敬重。却见傅金安摇摇头道，母亲是与人私奔，聘为妻，奔为妾，谢家没有与人为妾的先例。从他决定离开谢家的那刻起，谢家就不会认他这个女儿了。更何况，傅金安停顿了一下，又道，母亲临终前交代说，活着的时候没给家族带来荣耀，死了就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洛冉心一震，忽然觉得这位母亲也是个糊涂人。先不说私奔一事，他不相信谢念仪活着的时候看不出傅毅对他们母子的态度。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没了母亲很可能活不下去，也不让他找外祖家寻求庇护，这到底是多狠的心啊！第187章悄无声息的改变。傅金安忽然问他。洛冉愣了一下，还没回过神，下一刻自己的手已经被他紧紧握住，微微用力，他便跟着站起身。傅金安拉着他往山坡下走去，很快来到河边，将衣摆随意别在腰间，三下两下脱掉靴子，挽起裤脚，露出精壮的小腿，往河里走去。喂，洛冉忍不住唤道。10月的河水已经冰凉入骨，傅金安却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很快走到河中央，弯着腰，低着头，好像在找什么。洛冉便站在河边静静地看着他。此时的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天子近臣的金贵，也看不出锦衣卫的暴力冷肃，反而更像是一个田野农夫，妻子的东西不小心掉进河里，他不忍心看着妻子心疼，只好忍着寒风冰水下河去寻找。洛冉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正觉得自己可笑间，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闻声看去，就见傅金安双手抓着一条成人手臂大小的鲫鱼，朝着他挥手，抓到了。冉冉，你看，清理鱼鳞鱼肚，生火，所有的事情他做起来都得心应手，仿佛每天都在做，已经做了无数次。鱼收拾好，刚要放在搭好的架子上，傅金安忽然想起什么，道：你等我一会儿。又抬腿往山劈上去。只见他对着墓碑又行了几个礼，然后伸手拿起什么折返。走到跟前，洛冉才发现他的手里竟然拿着一只苹果，那是给谢念仪上供的贡品。傅金安拿出匕首几下，将苹果削成薄薄的片，拿2片在鱼身上擦了擦，又往鱼肚子里塞了2片，剩下的用棍子串成一串，放在旁边跟鱼一起烤。最后剩下的苹果和他也没舍得扔，塞进嘴里3下2下啃了干净，最后实在没什么果肉了，才扔进火堆，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所有动作都那么自然。洛冉看着完全陌生的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傅金安却不在意，坐在他身边，眼睛盯着鱼和苹果片，笑着问：很奇怪吗？洛冉诚实地点点头。傅金安侧头看了他一眼，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容颜更加夺目，没忍住，亲过身亲了一口，又迅速坐直了身体，像个做坏事得逞的孩子般得意的笑。过了一会儿，才缓缓道：我3岁的时候就能一个人来这里，这河里的鱼见了我都害怕。说完自嘲的笑笑。那个时候饿得没办法，只能来这里抓鱼吃。后来鱼吃够了，我就去山那边的墓地里找吃的，那边都是有钱人家的祖坟，贡品好。不过也不全是，你知道吗？说到这，傅金安朝洛冉笑了一下，神秘的勾勾手。洛冉不自觉地探过身子，将耳朵凑过去。傅金安看着他粉嫩的耳垂，低声道：你知道前户部尚书是怎么被罢官的吗？洛冉摇摇头。傅金安骄傲地扬起下颌：是我偷偷跟大理寺举报的。洛冉，为什么？傅金安耸耸肩，他们家的贡品都是黄金做的，金苹果、金糕点，就连酒壶里的酒都是将银子融化了灌进去的。可又怕别人惦记，让人12个时辰守着，害得也有一阵子都没法进去寻吃的。说完，自顾自笑起来。洛冉却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反而心堵得难受，眼睛也有些模糊，只能往远处看，将不适压下去。后来呢？洛冉没察觉，
自己的声音比以往自在了许多。傅金安敏锐地觉察到了，却不动声色。这时候恰好苹果片烤好了，他拿下来拍掉上面的炭灰，又吹吹确定不烫了，才递到他唇边，道：“你尝尝，看看是不是味道不一样。”洛冉看着眼前烤的黄澄澄上面还泛着糖浆的苹果，刚伸手去接，却一下子被躲开了。傅金安笑着道：“别弄脏你的手，就这么吃。”洛冉迟疑了一下，缓缓张开嘴，将苹果片含进嘴里，可不知这人是故意还是无意，胳膊一动，手指差点塞进他口中。幸亏他躲得快，只是唇边还是碰到了他的手指，有些烫。烤过的苹果片是软软的，边缘凉透的地方又酥酥的，酸酸甜甜，口感很好。洛冉很喜欢这个味道。傅金安见他喜欢，转过身继续烤鱼，回答他刚刚的问题。后来有一次，大概是我6岁的时候，听说西山猎院里的好东西更多。那时候的他在永定侯的庇护下，已经能填饱了肚子，还开始学功夫了。听到这，洛冉都忘了嘴里的东西，不自觉谈口微张，紧张地看着他，这人不会偷到皇帝的头上了吧？果然，他没让他失望，道：“刚开始几次还挺顺利，只是有一次不小心撞见了皇上狩猎。到底是真不小心，还是假不小心？这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连皇上至今都觉得那是老天爷让他找到这个儿子。皇上罚了你吗？”洛冉声音有些发紧，手也不自觉握成拳。傅金安笑着摇头：“没有，皇上还问我想要什么，我说我想进锦衣卫。于是皇上说5年之内，如果我能完成他布置的任务，就满足我。所以你完成了？”洛冉问。傅金安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转头看向他，道：“那年去江南，是我完成进锦衣卫之前的最后一个考验。”两人边吃边聊，大半条鱼都进了洛冉的肚子，傅金安只吃了鱼尾刺最多的那一块。回去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一进院子就听见清明嘹亮的哭声。洛冉心疼坏了，衣裳都来不及换就要去抱，却被傅金安拦住了：“你去换衣裳吧，我去看看。”一天没看见娘亲的清明，谁哄也哄不好，只是当看见这个整天哄着自己叫他爹爹的人时，罕见的止住了哭声。只是小样子委屈极了，小手抱着傅金安的脖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娘。而一旁的景行就安静许多，虽然小嘴也紧紧地抿着，显然心情也不大好，但总算是没跟着姐姐一起哭。洛冉站在门口，直到听不见清明的哭声了，才转身回了院子，趁着梳洗的功夫唤春雨到身边。春雨，夫人，你有什么吩咐？洛冉，你这些日子想办法跟东院那边走动近一些，打听一下前晋国公夫人谢念仪的事。春雨认真应下：“是，奴婢明白。”第188章与他有关。第二日，洛冉照旧在浑身酸胀中醒来，身旁照旧没了那个身影。右亲进来看着洛冉有些疲惫的神情，道：“夫人，要不咱们下午去沈家呢？您再多睡一会儿。”见右亲误会，他也没解释，摇摇头：“不用了，都说好了，舅母肯定等着呢。昨晚那人大发善心，并没有行夫妻之事，可能他这身体久不运动，冷不丁爬一次山，若不是昨晚傅金安给他好一阵揉捏，估计这会儿腿肚子还抽筋呢。”早饭过后，洛冉便带着2个孩子上了马车，傅金安一直将他们母子3人送上马车，嘱咐道：“晚上之前我去接你们。”好。洛冉点头。到了沈家，王氏果然早早就派人等在大门口，还是邱嬷嬷。一看到马车过来，迫不及待地接过孩子，欣喜地问：“这是清明小姐还是景行少爷？”洛冉笑道：“是清明。”好，好，小小姐长得可真好。邱嬷嬷不住嘴地夸着，一边往里走，一边小声道：“一会儿老夫人说什么，小姐你也别往心里去，那都是老夫人她心疼您呢。”想到什么，邱嬷嬷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洛冉点点头，表示明白。他前日命人来送帖子的同时，也给表哥带了一封信，信上说想跟外祖母和舅舅坦白2个孩子的身世。表哥后来回信告诉他不用怕，他先替他铺垫铺垫。现在看来，表哥铺垫的作用似乎不大。果然，没等进屋，洛冉就感觉到院子里气氛有些不对劲了。低头整理整理衣摆，进门后没等开口，先跪了下去。那沉沉的一声闷响，听得沈老夫人都忍不住皱眉，双手都伸出了一半，被王氏拉了回来，眼神揶揄，似乎在说：“您不是在生气吗？”老夫人瞪他一眼，收回手，故意板着声音道：“老身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来人是谁啊？”话虽这么说，可一双看透世事沧桑的眼睛却盯着嬷嬷怀里的2个襁褓，不自觉地探着头去看。王氏与沈玉芝对视一眼，各自将笑容忍了回去，因为一旁的沈伯礼脸色很不好，两人不敢触其眉头。外祖母身体康健，耳聪目明，然而今日来是给外祖母、舅舅还有舅母来认罪了。说着，双手伏地头磕了下去。沈老夫人又是忍不住皱眉，然而不笑，给沈家蒙羞，请外祖母舅舅责罚。再磕头，然而有负父亲多年教导，让九泉之下的母亲难安。3磕头，然而未婚先孕，欺瞒至亲之人，
让两个孩子名不正言不顺。好了，沈老夫人抹着眼泪，看向一旁始终低着头的沈伯礼道：“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别在我跟前讲什么礼义廉耻。我只知道，今日谁若是让我的冉儿难过，就是与我过不去。”沈伯礼叹了口气，无奈道：“娘，刚刚是谁说？”住嘴！沈老夫人喝道：“我为什么那么说？还不是你一进来就说什么家门不幸，还说非要给冉儿一点教训，我还不是听你的。”沈伯礼哭笑不得。王氏赶忙道：“好了好了，大家刚刚都是在气头上，话当不得真的。”沈玉芝上前扶起洛冉，附在他耳边低声道：“别怕，都是些纸老虎。”娘！大家正说着话，忽然听到一声奶声奶气的叫声。娘！又一声，只是比刚刚的甜软的声音低了一些。洛冉忙掀开两个孩子头上的襁褓，道：“快给外太祖母、救外祖父、救外祖母请安。”嬷嬷们忙抱着两个孩子跪下，一脸喜气道：“清宁、景行，给老夫人、沈大人、沈夫人请安。”小清宁前日进宫里被太后哄着叫了许多声太祖母，这回听到外太祖母，小嘴一张，不用任何人叫就唤道：“太太，太太。”一边说还一边拍着肉乎乎的小手。看到这里，沈老夫人和王氏哪还将沈伯礼放在眼中，一人一个抱过孩子，也不知是高兴的还是心疼的，眼角都有些湿润。沈伯礼也眼巴巴地看了一会儿孩子，可见两人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只好转头板着脸对洛冉和沈玉芝道：“你们两个都跟我过来。”洛冉临出门前还看了一眼外祖母和舅母，可两人都在低头看孩子，没一个人看他，忍不住苦笑道：“表哥，我觉着我好像失宠了。”沈玉芝同情地拍拍他的肩膀：“没关系，慢慢你会习惯的，比如我。”洛冉看看走在前面的沈伯礼，用眼神询问。沈玉芝摇摇头，估计是露馅了。洛冉不解，沈玉芝也没解释。到了书房，沈伯礼命人守在外面，关上门，厉声问沈玉芝：“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洛冉也看过去，沈玉芝摸摸鼻子道：“没什么，一不小心被人钻了空子而已。”不小心？沈伯礼气得原地转了一圈，指着他的额头道：“今日一早都有人把折子送到皇上跟前了，说你诬陷当朝锦衣卫指挥使。”什么？洛冉惊讶出声：“表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玉芝无奈地摇摇头道：“前几个月皇上不是派我去两广吗？”洛冉点头，这是他知道啊，还因此差点错过了沈西芹的大婚。沈玉芝接着道：“任务完成后，我便准备回京。经过江南的时候，我想起来姑母还有些东西没带回来，便想着去洛宅一趟，然后就发现了林守成的秘密。然后呢？”洛冉又问。沈玉知道，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得不先回京。西芹大婚过后，我又找借口去了一趟江南，同时也查到了那个当初将毒药从南诏带到江南的人，一路追过去，终于将人抓到，押送回京。想着等水落石出之后再告诉你，谁知道这时候却传出林守成死了，所以你抓到的那个人就没用了。洛冉道。沈玉芝摇头，也不是没用，起码我有新的发现。然后看向沈伯礼道：“父亲，林守成根本就没有参与下毒，这只是有人故意拉他下水。”沈伯礼不是不相信儿子，而是觉得他还是太年轻了，遂缓了语气道：“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人藏到大理寺。”沈玉芝也后悔死了，都怪自己一时大意，本以为瞒天过海的事，谁知道还是被人发现了，最后死了也就死了，还反咬一口。洛冉听后微微皱眉：“表哥呢？你觉得是谁杀了那人？”第189章，总感觉缺点什么。沈玉芝摇摇头，说不好。看了一眼洛冉，没有隐瞒心中想法。一开始我以为是傅金安所为，可那人死之前留了一份血书，说是我让他指认傅金安，这就说不通了。一时间谁也没说话。片刻，洛冉道：“我倒觉得这事跟他没关系，不过林守成的事可能与他有关。”沈伯礼、沈玉芝齐齐看向他。洛冉思忖一下道：“因为之前林守成的事就是他让我提醒爹爹的，或许有人想利用林守成做什么，被他发现了，所以林守成就被他杀了。”沈玉芝点点头道：“我觉得冉冉说的对，毒肯定是经他手里传入冠军侯府的，这一点无庸置疑。而且林守成也是应该先暴露的，所以幕后之人索性利用这个人把矛盾引向傅洛两家，当然还能把沈家也带进来。”沈伯礼点点头。洛冉忽然道：“如果你没抓到这个人，我爹爹也会顺着这个人查到林守成，而这时候林守成已经被傅金安杀了，换成是谁都会认为他这是在斩草除根。”沈玉芝与父亲对视一眼，谁也没说话，最后还是沈玉芝开口问道：“你就这么相信毒不是他指使人下的？”洛冉摇摇头，如果没有上一世同样的毒出自洛如雪，或许他也会这么怀疑吧。加上傅金安又是半逼着自己嫁给他，到时候夫妻离心，旁人自然有机可乘。可这些他没办法跟舅舅和表哥说，
直到林守诚确实背叛了爹爹，这件事爹爹也知道，还是当初他查出来告诉爹爹的。如果他想害我，自然不会用林守诚。沈伯礼点点头，捋着胡须道：看来对方只是顺带用他的死做了个文章。洛冉忽然道：表哥，你能不能一会儿帮我个忙？沈玉芝怎么跟我还这么客气？洛冉微微一笑，既然对方想看我们不和，那我们就做给他们看。沈玉芝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饶有兴致的挑挑眉：好，可是你不担心他？洛冉罕见的露出调皮的一面，歪着头道：试试就知道喽。这边陆九晨一下直，连庆王府都没回，直奔副府。下了马，随意把缰绳一扔，大步入内。常云离老远看见急步匆匆的小王爷，忙迎上去，还没等开口，就听陆九晨问：你们大人呢？常云回小王爷：大人在里面呢。陆九晨刚要推门而入，想起什么停住脚问：你们夫人呢？常云如实回答：夫人刚刚去了沈家，这会儿应该到了。坏了！陆九晨一拍大腿，进去后发现某人正悠哉地喝着茶，一屁股坐在他对面，问：早朝的事情你听说了吗？傅金安拨了拨杯盏的盖子，茶盏中升起的雾气熏得人暖烘烘的。淡淡的应了一声。陆九晨睁大了眼睛，知道你还让他去沈家。傅金安终于掀开眼皮，懒懒地扫他一眼：不然呢？绑住他的手脚。陆九晨噎住：可你就不担心他认定当初那个毒是你下的？担心？怎么能不担心？不担心的话，他也不至于在书房坐了半个上午，什么也没干。只是有的时候越担心，他表现得越是淡定。陆九晨看着他垂眸不语的样子，恨声道：肯定是刘子墨那个混蛋，上次你把他伤了，他便故意报复你。刘子墨是康乐侯幼子，也就是柳贵妃的亲弟弟。康乐侯及其长子平庸无能，但是这个小儿子却是个出息的，10几岁跟随大军驻扎西北，与西肃王素有往来，也是个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主，不然也不能在西肃王眼皮子底下混得风生水起。这不，去年柳贵妃就在皇上跟前吹枕头风，说想念幼弟，皇上也答应他会在今年年底召刘子墨回京，并委以重任。而前几个月傅金安出京办事的时候，两人不知怎么遇上了，还大打出手，刘子墨受伤严重，差点丢了半条命。陆九晨这才认定是刘子墨从中作梗。傅金安却笑了一声：还有人想浑水摸鱼。陆九晨一惊：你是说皇后？傅金安摇晃着手里的茶盏，轻轻道：他可能知道当年那个孩子还活着了。陆九晨瞬间说不出话来。洛冉跟沈玉芝从舅舅书房里出来，沈玉芝盯着他的侧脸，终于忍不住问：你还好吗？洛冉仰头看看表哥，苦笑了一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呢？停顿了一下，又道：若是比起寻常人家来，每日要晨昏定省，侍奉公婆，关爱小姑，我总算是好的。除却成亲第2日，他从来没让我去东院立过规矩，其实说起来，比没出嫁时还要自在几分。可是呢？沈玉芝接道。洛冉笑笑，双眼有些迷茫，摇摇头，说不好，总感觉缺点什么。缺点什么？沈玉芝当然知道，不过是男女之情，两情相悦罢了。对了，表哥听说过前晋国公夫人谢念仪的事吗？洛冉忽然问道。沈玉芝想了想，摇头：不过你问问祖母和母亲，他们或许知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洛冉惊喜道，拍着自己的额头道：难怪表哥之前总是笑话我一孕傻3年，果然如此。沈玉芝笑笑：你只不过是一时没想到而已，怎么想起来问他了？洛冉道：没什么，只是有些好奇罢了。沈玉芝又深深看他2眼，终究是什么也没说。来到外祖母的院子，洛冉便问起了这件事。沈老夫人，谢念仪，我倒是有些印象，只记得那是个挺温婉的女子，似乎不太爱说话。当年老晋国公夫人身体也还康健，老晋国公也在做客的时候偶然间见过一次，但似乎傅家人都很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露面，所以这么多年京中见过她的人寥寥无几。洛冉道：听闻她是陈俊谢家的女儿。沈老夫人这才有些惊讶：哦，难怪气质看着就不一样，原来出身名门。王氏在一旁也奇怪道：陈俊谢家，那岂不是跟兵部尚书谢行是本家？可是怎么没听谢家人说过啊？洛冉便说了谢念仪是私自逃出谢家，并改名换姓的事。沈老夫人与王氏这才恍然大悟。沈老夫人拍着大腿道：当初大家还都说这女子颜色倾城，傅毅为了她差点跟老晋国公闹翻，娶回家后更是舍不得让她出来见人，整日藏在府里，原来是怕人发现啊。王氏却不这么认为，撇撇嘴道：还有人说是老晋国公做主让傅毅娶的呢。不过按照母亲的说法，那傅毅理应对待那母子好一点，何故最后还是永定侯保下了那个孩子？这么一想，沈老夫人对傅金安忽然心生一丝同情。第190章，不知不觉中的默契。
洛冉却从外祖母和舅母的话里听出来不对劲的地方，问道：“外祖母说晋国公图谢念仪颜色好才娶的她，舅母又说两人关系似乎不是很好。还有，既然当初谢念仪隐瞒身世说自己是孤女，老晋国公也同意这门亲事，在他眼里，傅家从根子上就唯利是图的，不可能让当年的世子夫人落在一个孤女头上。”王氏也摇摇头，这是当时也有很多人纳闷。后来谢氏死还没1个月，方氏就进门了。而且傅氏恒还只比傅金安小了不到2岁，大家都猜测当初傅毅娶了谢念仪就后悔了，只是碍于老晋国公不敢怎么样。这不前脚老晋国公刚死，他就跟方氏勾搭上了，等谢氏一死，方氏顺理成章的成了晋国公夫人。想起前世自己，洛然忍不住冷笑，他们傅家还真是这传统呢。冉冉说什么？沈老夫人一时没有听清。洛冉回过神道：“我说那位谢夫人还真是可怜。”王氏叹了口气道：“谁说不是呢？那皇上呢，也不管吗？”洛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脱口出这句话。沈老夫人和王氏都奇怪地看着他。王氏笑着道：“你这个傻孩子，这关皇上什么事？只要没闹出宠妾灭妻的丑闻，娘家又没人出头，这些事皇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过什么？”洛冉问。王氏冷笑道：“不过晋国公府也算得了报应。老晋国公身体好好的，突然说没就没了，老夫人也瘫痪了，晋国公如今40多岁也一事无成，不是报应是什么？”沈老夫人拉着洛冉的手，心疼道：“所以啊，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嫁入那样的人家，可是没办法，圣命难违。不过好在皇上还算念在那个年轻人为他卖命多年的份上，赐了府邸给你们。我听说你到现在还没给他们老祖宗磕过头呢。一般人家新妇进门第2日都是要开祠堂认祖的，而这傅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洛冉点点头，他们没提，我也装不知道。沈老夫人点点头，这样也好，看这样子傅家早晚都是要分家的，不行以后就另立门户。那傅家也不是什么金窝窝，只是委屈了你。洛冉忍不住笑，这有什么委屈的，我倒觉得很好的。沈老夫人只当他这是在安慰自己，又无奈地叹了叹，问：“谢家那边？”洛冉摇摇头，他没说过，我只当什么也不知道。沈老夫人点头，是这个理。你放心，我跟你舅母也当作什么都没听过。王氏自然。在沈家用过午饭，又歇了会儿，洛冉见青宁姐弟俩午睡醒了，便辞别外祖母和舅母，准备回府。春雨匆匆过来，低声道：“夫人，大人来接您了，就在大门外面。”洛冉挑眉，转身微笑着看向沈玉芝：“表哥，麻烦你帮我抱一下青宁，好不好？”沈玉芝温柔的点头，朝嬷嬷怀里的青宁张开双臂，弯着眼角道：“宁儿，舅舅抱你好不好？”“豆豆抱，豆豆抱。”小青宁伸着小胳膊奔往前使劲。沈家门外，傅金安听到身后的动静，转过身，便看见一男一女并排从府中出来。女的眉目如画，肌肤胜雪，一身婴儿黄色衣裙，外面披着月白色披风，在这秋风瑟瑟的10月，看起来那么清爽干净。再看旁边的男子，清风朗月般的面容，一身景天蓝白色锦衣，怀里抱着一个粉嘟嘟的团子，眼神专注地听女子说话，然后又回过头与怀里的小婴孩额头相抵，满眼宠溺，怎么看怎么像正准备出门的一家3口，夫妻恩爱，孩子活泼健康。洛冉一出来，也看见了那道身影，身材高大，一身玄色锦衣，面容清俊冷肃，实在是太过耀眼，想装看不见都不行。但他还是先侧过身跟沈玉芝说话：“好了，表哥就送到这里吧。青宁、景行，跟舅舅再见。”景行被嬷嬷抱在怀里，伸出小手敷衍的晃2下：“豆豆，见。”青宁则紧紧地抱着沈玉芝的脖子不松手，明显舍不得舅舅。被外甥女喜欢，沈玉芝更高兴了，道：“反正我也没事，送你们一段。”两人都当旁边的人不存在。傅金安终于忍不住，一只手抱过景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沈玉芝道：“小沈大人既然这么喜欢孩子，怎么不自己生一个？”沈玉芝回以淡笑：“这就不劳烦傅大人操心了。”一手抱着青宁，一手扶着洛冉的胳膊上马车，还不忘嘱咐：“当心脚下。”两人完全将傅金安忽视个彻底。傅金安的眸子微微眯起，直到小景行看着娘亲和姐姐都上了马车，自己被落在外面，有些不高兴的哼哼唧唧，他这才掀开帘子。可脚刚迈到一半，就听里面洛冉冷冷的声音：“我累了，想躺一会儿，你起码回去吧。”然后让嬷嬷接过景行，自己果然闭上眼睛。沈玉芝看着愣在原地傅金安，好心提醒：“傅大人如果想知道表妹为何生气，还是想想自己都做了什么吧。”傅金安心一动，看看沈玉芝含笑的眼睛，又回头看看车帘遮挡的严严实实的马车，拉下脸，冷声道：“难道你宁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我？”洛冉的嘴角忽然向上扬起，但还是冷着声音道：“表哥不是外人，他不会骗我。”傅金安眼底染上笑意，
收回将要迈上马车的脚，留下一句：既如此，我也不多解释，你好自为之。拂袖而去。临走前，深深地看了沈玉芝一眼。沈玉芝微不可察地点点头。马车缓缓离开，沈玉芝站在原地，一直看着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如果说今日之前他还认为冉儿嫁给傅金安是被逼的，可刚刚短短一瞬间，两人之间的默契却骗不了任何人。不知道想到什么，沈玉芝苦笑着摇摇头，最后喃喃道：冉冉，你要幸福。公子，您说什么？身旁的小厮没听清，问了一遍。沈玉芝不经意地扫过某处，道：表妹喜欢城西的烤栗子，你去买一些送过去。小厮丈儿摸不着头脑，哦，是，小的这就去。这边洛冉的马车刚到傅府门口，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他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可傅世恒却叫住了他：冉大嫂。第191章夫妻同心。洛冉停住脚步，陌生而疏离地看着傅世恒，道：原来是二弟，你是来找夫君的吗？他不确定刚刚傅金安离开后是否回来，可是如果回来的话，应该会碰见他。却听傅世恒道：不是，我是来看看你。洛冉不禁皱起了眉，有些不高兴。二弟慎言。傅世恒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连忙道：我是怕你误会大哥，大哥他不会害你的。显然也知道了早朝上的事情。洛冉刚要开口，就听见一阵马蹄声，接着便是某人一脸肃杀的过来，一把将他揽在怀里，目光不善的看向傅世恒：我们夫妻之事还是不劳烦二弟担忧了，你若是有闲心，还是管好你后院之事吧。傅世恒脸上闪过一抹尴尬，紧接着不明白他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问道：大哥这话是什么意思？傅金安轻蔑的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揽着洛冉的肩进了大门，同时大声吩咐：关门，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守门的侍卫忙低头：是。咣当，厚重的大门在傅世恒眼前合上，留下一脸惨白的他。门一关上，傅金安立马松开了揽着洛冉的手，长腿一迈，将洛冉落后2步。洛冉看着走在自己前面有些傲娇的身影，忽然觉得有些好笑。谁知正走着的傅金安忽然停住脚步，回身将他来不及收起的笑意尽收眼底，故意板着脸道：怎么，很开心？洛冉眼睛眨了眨，乖巧的点头：傅金安皱眉盯着他的眼睛问：为什么？洛冉一扬下巴，学着他刚刚的样子，骄傲地从他眼前走过。傅金安站在原地，忽然笑了。回到屋子里，洛冉坐在梳妆台前卸掉珠钗。在家的时候，他还是喜欢清清爽爽的，就连耳坠子都不愿意戴。尤其清明，每次看见娘亲戴那些首饰，小眼珠子滴溜溜地看着。现在也是被爹爹抱着坐在大腿上，小手指指娘亲，又摸摸自己的小耳朵。哟！洛冉从镜中看了一眼女儿，忍不住笑：你才多大就知道臭美了？清明拍着小手：美，娘美。傅金安低头亲亲她柔软的发顶，抱起她站着面对自己，余光瞥向梳妆镜前的侧颜，问：宁儿，是爹爹好看还是舅舅好看？洛冉抿着唇没说话。小青宁似乎没听懂爹爹这话什么意思，歪着小脑袋看着爹爹笑。傅金安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拽自己，一回头才发现刚刚坐在自己榻上玩耍的景行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块玉佩，举到他跟前，奶声奶气道：豆豆给，豆豆给，意思是舅舅送的。明晃晃的显摆。清明见弟弟手里的玉佩，忽然想起自己也有，低着小脑袋开始扯自己的衣襟，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急得差点哭了。洛冉笑着过来，手里拿着一块玉佩放到女儿面前，板着脸道：不许再往嘴里塞了，听见没有？再塞进嘴里，娘亲就不给妮儿了。豆豆，豆豆！小青宁伸手去抓，洛冉这才为他戴在脖子上。小青宁见自己也有了，这回高兴了，也举着玉佩跟爹爹显摆，嘴里不停地喊：豆豆，豆豆！傅金安冷笑一声：又是玉佩，我记得你那位亲幼哥哥还送给他俩一人一个呢，怎么不见他们戴？洛冉神色如常，都叫邱嬷嬷和桂嬷嬷收着呢。你若是喜欢，明日叫人找出来便是。傅金安转眼看见他空落落的耳朵，问：我当初送你的耳坠子怎么也不见你戴？洛冉无奈的想翻白眼，这人今天怎么这么爱翻老黄历呢？遂岔开话题问：林守成还活着吗？果然提起这事，傅金安终于不再揪着玉佩和耳坠的事了，随口道：死了。洛冉又问：你做的？傅金安点头：洛冉，为什么？这回傅金安没马上回答，而是让嬷嬷们把2个孩子抱下去，才反问道：你为什么相信我那个毒不是我下的？不等洛冉开口，又道：或许就是我做的，为了你心存感激，今儿嫁给我。待他说完，洛冉垂眸笑了一下，道：如果是你，当初那种情况，你随便让谁给李氏点药，
或者李氏让人随便去药房买点药，只要小心些，都可以躲过去，不至于绕了那么大一圈。傅金安勾勾唇，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洛冉结合上一世，想了一下道：除非这人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给我下毒，而是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这也是他刚刚想明白的。这一事不用说，无论他出没出事，爹爹都会追查到底，哪怕查到林守成的身上，爹爹也会怀疑，毕竟当初提醒他的人就是傅金安，这人没必要自己揭穿自己。而上一世洛如雪给自己下毒的时候，爹爹已经死了，冠军侯的爵位已经落在了洛红俊的头上，可以说洛家大房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无论他怎么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利用他的死将大家视线转移。只是不知道自己死后到底是谁为自己鸣这个冤了。傅金安赞赏地看着他道：那你说说大理寺那封血书是怎么回事？洛冉道：难道不是有人伪造的吗？傅金安摇摇头道：在大理寺，还是你表哥的眼皮子底下伪造血书？那大理寺这些人也不用干了。洛冉不解。傅金安解释道：换句话说，幕后之人知道那个人必死无疑，但是又不能让他白死，索性把沈家拉下水，不过是顺带手的事，所以才有了那个血书。洛冉想了想，是柳家还是皇后？傅金安趁他不备，突然低头亲了他一下，毫不吝啬的夸赞：真聪明。洛冉脸红了一下，嗔了他一眼，站得远一些，还在皱眉，不知道想什么。傅金安也没多说，抬手轻轻抚平他的眉间，笑道：你今日跟沈玉芝在沈家门前联合给我演了那么一出戏，咱们夫妻离心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想必过2日就会有人请你进宫了。第192章戴耳坠。谁？洛冉问道。傅金安卖了个关子：过2日你就知道了。书房，常隐进来。大人，您找我。傅金安懒懒地向后靠在圈椅里，揉揉眉心道：人不用留了。常隐松了口气，看来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当日大人从地牢里出来，不知怎么忽然改变主意，让他将林守成多留几日。今日听到早朝上的消息，吓得他一身冷汗，都做好了把林守成带上来跟夫人解释的准备了。幸好夫人最后是相信大人的。那咱们还查下去吗？常隐问道，指的是幕后下毒之人。傅金安：不必了。常隐没明白，但也知道大人这么决定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晚饭后，傅金安没有走的意思，歪在榻上看书。紫竹站在门口通传：夫人，汪嬷嬷和万管事过来了。万平是傅府的管事，也是傅金安原本的外院管事。洛冉前2日只简单的跟大家见过，还没打过交道。洛冉便要起身，我去看看青宁和景行。傅金安合上书道：不用，应该是过来问孩子周岁宴的事。闻此，洛冉这才又坐了回去。奴婢，老奴给大人夫人请安。汪嬷嬷与万平进来后行礼齐声道。傅金安没说话，洛冉只好开口：两位请起吧。右卿赐座。右卿是。万平和汪嬷嬷道谢后，只搭着个椅子边坐下。万平从怀里拿出2本单子，分别放在傅金安和洛冉面前的炕几上，道：这是老奴和汪嬷嬷2人你的宴请宾客的名单，请大人和夫人过目，有不妥的地方，老奴再回去改。趁着2人翻开单子的时候，与汪嬷嬷2人又就着周岁宴的流程和细节说了一遍。汪嬷嬷也递过去一张单子道：夫人，这上面是宴席上的酒水菜色，您看看有没有需要添减的。傅金安随意翻了2下，便扔到一旁，道：你们2人先回去，我跟夫人商量后再告诉你们。汪嬷嬷、万平是。2人走后，洛冉还在看名单，其实很简单，除却常走动的那几家也没旁的了。可仔细看，洛冉才发现不对劲，但却没问出口。傅金安却回答了他心中疑问，道：关于2个孩子入族谱的事情再等等，不过你别多想，这并不代表什么，傅家你也看见了，就连我母亲都不愿入他家祖坟。另外，孩子的周岁宴以咱们傅府的名义办，你想请谁就请谁，不想请谁也随意，没人敢质疑。是没人敢，而不是没人会一如既往的霸道。可洛冉忽然有点喜欢上这种霸道，痛快点头：好，我明白了。傅金安看着他低头沉思的小模样，心一动，大手覆上他细嫩的脸颊，低声问：还有什么不明白，跟为夫说说。洛冉浑身一紧，想往旁边躲，奈何这人看似没用力，自己却动弹不得，只好道：谢家呢？果然，傅金安听到这2个字，手上的力气顿时松了许多，不等洛冉躲开，另一只手一探，随着他一声惊呼，整个人都落在他的怀里，就好像平时自己抱青宁或景行喂奶的时候，面朝着他胸膛，半躺在他双腿上。傅金安腰微微下压，鼻尖抵着鼻尖，慢慢的蹭着，哑声道：随你。随他？他满京城都不认识几个，怎么决定？手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袖，有些气息不稳。可是你呢？你怎么想？傅金安动作没停，薄唇顺着他精巧的下巴下移，落在白皙修长的脖颈上，细细密密地闻着，吻着，
含糊不清道：“我只想让你快活。”洛冉的脚趾忍不住屈起，闭着眼睛推句：“天还早，别这样。”听到他的话，傅金安还真抬起头，认真看了一眼外面还没黑透的天空，但没等洛冉松口气，他又低下头，轻轻地咬着他粉嫩嫩的耳垂，问：“我送给你的那副坠子呢？”在呢。傅金安抱起他走向梳妆台，将它放在桌面上，修长的手指随意拉开一只妆匣子，翻了翻，问：“在哪？”梳妆台的桌面不宽敞，后面又是铜镜，他不敢用力靠上去，前面又被他牢牢挡着，只好僵硬着侧过头，指指最下面的那个层抽屉，在那里。傅金安又拉开那层抽屉，果然看见那个熟悉的金丝楠木盒子，打开，一对猫儿形状的耳坠安静地躺在里面，指尖轻轻捏起，又盯着他的耳垂看了两眼，慢慢抬起手。男人的手指有些凉，可能是第一次弄，耳垂的钩子不小心戳到了耳后的软肉，也不是多疼，但洛冉还是忍不住震了一下。傅金安忙低下头，轻轻像哄清明一样哄道：“乖，为夫给你吹吹就不疼了。”耳坠很快戴好，白皙粉润的皮肤上一双洁白的猫印在上面，让人看了都忍不住吞进腹中。傅金安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一抬头，黑漆漆的眸子瞥见镜中，顿时坏心思大起，双手掐着洛冉的细腰一用力，洛冉便稳稳地落在地上。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身子一转，变成了面对铜镜。镜中女子双眼水润茫然，脸颊红润，潭口微张；男子五官俊美，面容冷肃，一双摄人心魄的眸子透过铜镜死死地盯着他脸上的表情。衣衫尽落，洛冉不忍看着那样陌生的自己，死死地闭着眼睛。傅金安坏笑，附在他耳边带着蛊惑的声音道：“乖，睁开眼看着为夫，不然怎么样？”亲自给他演示了一遍。洛冉不得已按照他的话，任他为所欲为。势必两人依旧还在梳妆台前，只是洛冉感觉双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站不稳，只能软软的趴在男人的身上平复。傅金安安抚的一下下抚着他的后背，坏笑道：“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宁儿一样？”你……洛冉忙捂住他的嘴，脸颊涨红，小鼻子微微皱起，抬起小脚踢了他一下，娇喝：“闭嘴！”第193章，宫里来人。洛冉气呼呼的样子落在某人的眼里，非但一点杀伤力没有，倒勾起一股邪火。这一晚，浴室外面烧水的婆子又忙活到大半夜，直到里面彻底安静了，这才揉揉发胀的胳膊松了口气。其中一位嬷嬷趁着没人，巧声道：“照这架势，咱们府里估计又快添小主子了。”另一嬷嬷赞同地点点头：“是啊。”10月18这日，洛冉照旧睡到日上三竿，直到青宁和景行姐弟俩趴在他床边不停地喊娘亲，他才缓缓睁开眼。坐在梳妆台前，不知怎么又想起了那日。虽然之后他命右亲将梳妆台用皂角水擦了无数次，可每次见到总感觉有些不自在。他甚至想过换掉它，可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某人却懒懒地道：“除非你一天换一张，否则结果都是一样的。”洛冉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他的厚脸皮，但也打消了换梳妆台的念头。他看着镜中眼底面色红润的自己，庆幸昨晚某人大发善心，答应让他休息几日。景行还是乖巧地坐在榻上，自己摆弄着手里的玩具，而青宁自打能扶着东西走后，很少安静地坐着。尤其是洛冉每次梳妆的时候，他都要小手爬着梳妆台的腿，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屋子里地笼烧得热乎，汪嬷嬷又给2个孩子亲手做了柔软的小鞋子，就算在地上站久了，也不担心孩子受凉。右亲一边为洛冉梳头，一边看着旁边小脸满是认真的小姐，忍不住道：“夫人，您看咱们青宁小姐多乖，没有得到您的允许，她从来都不乱抓东西呢。”小青宁听懂了右亲在夸她，对右亲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若不是右亲还在干活，肯定会抱起她猛一阵稀罕。洛冉低头看看女儿，满眼骄傲。按理说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都会忍不住拿的，可青宁和景行除了几个月大的时候喜欢乱抓东西，现在大了就算再喜欢也会自己随意伸手，逼急了也只会指着那个东西喊要。等你点头同意了，两人才去拿。洛冉在首饰匣子里翻了翻，找到一朵珠花，见上面珠子结实，也没什么锋利之物，转手给了青宁。小青宁得到礼物，高兴地拿起来就往自己头上比量，逗得洛冉忍不住笑：“你这个小机灵鬼，才几根头发，能戴得住吗？”最后还是又亲想了办法，在珠花下面又系了2根长长的带子，将小青宁头上那几根头发梳成一个小揪揪，然后把珠花戴上，下面的2根绳子系在下颌，总算勉强戴上了。戴了珠花的小青宁被娘亲抱着站在镜子旁不肯走，直到傅金安进来才跑去爹爹跟前显摆。傅金安一开始还不明白，皱着眉头看女儿头顶上的珠花，他都觉得压得慌。一抬头看见洛冉憋着笑的表情，瞬间明白了，忙抱着青宁认真点头：“哇，爹爹的小青宁可真漂亮。”这一句话不得了，
小青宁整整一天珠花都没舍得摘下去，就是睡觉的时候嬷嬷给摘下去，睡醒了也要赶紧戴上。洛然忍不住道：“这臭美劲儿也不知道随了谁。”傅金安笑着看他：“难道你小时候不爱美？”洛然哑声：“哪个女孩子不爱美？爱美是女子天性。”夫妻俩正说着话，外面下人通传：“大人，夫人，宫里来人了。”傅金安嘴角勾了勾，露出个果然如此的表情。洛然起身来到正堂，傅金安和2个孩子在里面没出来。来人是宫里的一个嬷嬷，眼生没见过。老奴参见单宁县主，县主大安。嬷嬷进来后按规矩行礼。洛然道：“嬷嬷请起吧。”嬷嬷起身介绍了一下自己，原来是凤鸾宫的人，从怀里拿出一张帖子，双手奉上：“明日月姑娘进宫，娘娘碰巧想起来有日子没见县主了，正好有个伴儿，想请您跟月姑娘一起进宫说说话呢。”洛然示意右卿接过帖子，道：“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皇后娘娘，明日我会和婉姐姐一起去看望娘娘的。”送走了嬷嬷，洛然又转身回到内室，笑了笑：“是皇后？”傅金安挑眉，不确定，但是很明显，皇后想坐收渔翁之利。洛然看着他，问：“你有什么需要嘱咐我的吗？”傅金安笑着摇头：“等你回来再说吧。”似乎是已经知道皇后找他所为何事。傅金安走后，右卿低声问：“夫人，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洛然想到那日皇后试探自己的话，摇摇头：“我也不知。”又转头问：“春雨呢？”右卿笑道：“前几日您不是让他打听谢夫人的事吗？这2日可能有了些眉目，见天地往东院跑，奴婢找他都费劲。自打知道谢念已死后没有进傅家祖坟的事，右卿他们干脆直呼其谢夫人。”洛然点点头，春雨性子活泼，心里又有分寸，不必担心。话刚落，就听见门外紫竹和子服跟春雨打招呼的声音。右卿笑道：“他还真是不经念叨。”“谁不经念叨？”春雨进来就听到右卿的话，接着问道。右卿笑笑，借口去小厨房，屋子里只留主仆2人。洛然道：“刚刚我跟右卿还说起你呢，转眼你就回来了。”春雨搓搓手，嘿嘿一笑：“夫人出手大方，又好说话。东院那些小丫鬟一个个天天追着奴婢不放，都想从奴婢身上刮点好处，尤其是那些嬷嬷，又懒又精，真不知道那个方氏是怎么管家的。东院一天乱糟糟的。”哦，这点洛然倒是有些好奇，他记得前世国公府里还算规矩啊，难道还有自己不知道的？看着夫人的表情，春雨忍不住道：“夫人您是不知道，东院不过是有个晋国公府的面子罢了，里面乱着呢。”洛然：“为什么这么说？”春雨轻哼了一声：“还能因为什么？晋国公什么都不管，世子爷宠妾灭妻，国公夫人每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听说老夫人那院子里臭的都进不去人了，也没人去给伺候，能活着就不错了。对了，还有奴婢也打听出一些事。”对于晋国公老夫人，洛然还是知道一些。上一世自己嫁进傅家之前，老夫人就没人伺候，骨瘦如柴不说，身下都被污秽沤得长满了褥疮，简直惨不忍睹。还是她进门后精心照顾，这才干净了，身体也好了。可就算这样，那位晋国公老夫人对自己还非打即骂，处处挑毛病。这么一想，他还真想再去看看呢。第194章，守好自己的心。夫人，春雨见洛然有些走神，唤了一声：“你继续说，你发现什么了？”洛然问道。春雨先去门口看看，见紫竹和子服守在那里，又嘱咐了2句，这才关紧房门进来。洛然见他警惕的样子，也不觉有些紧张。就听春雨低声道：“奴婢这2日在国公府后院认识个粗使婆子，每天负责收拾各个院子的夜香。”洛然点点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排泄的呢？不过不明白一个夜香婆子怎么就奇怪了。春雨继续道：“按理说那个差事没人喜欢，可奴婢见那个婆子不但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也丝毫看不出一点怨言。奴婢有一天好奇，随后问了句：嬷嬷，您岁数大了，怎么不找个清闲点的差事啊？夫人猜那婆子怎么说？”洛然：“怎么说？”春雨道：“那婆子说，现在这差事就是她最喜欢的了，虽然脏点，可就是因为别人都嫌她脏，她才能安安稳稳的活着。”春雨又道：“可奴婢打听过，这个婆子原本不是做这个差事的，是老夫人院子里的，后来犯了错才被赶出去。”洛然看他一眼，示意他继续。这个婆子没别的毛病，最近这2年可能是岁数大了，干活累了的时候就喜欢喝2口小酒。奴婢听说她原来是老夫人身边的，便想着应该能知道谢夫人的事，于是买了几次酒送她。没想到刚刚还真让奴婢打听着了。夜香，只有一大早上的时候，干这差事的人才忙，忙完就可以睡觉了。这婆子怕耽误差事，都是早上忙完才喝点小酒，恰好被春雨碰上了，便聊了几句。春雨的声音压得更低，用2人仅能听见的声音说：“那婆子说，大人不是国公爷亲生的。”虽然洛然早有猜测，
可乍一听说，还是忍不住惊讶。之前从陆九晨的嘴里也了解过一些关于他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就想，这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但那也只是一时气愤才有的想法。不过想想谢念仪单独埋葬的地方，似乎他不是傅毅亲生的，也不奇怪了。还有什么？洛冉又轻轻问了句。春雨摇摇头，奴婢不敢打听太多，怕引起怀疑。这还是那个婆子喝多了，跟奴婢说她为什么不在老夫人身边当值的原因，一是因为老夫人病倒后性情古怪，没几个人能受得了；另外就是她想起老晋国公活着的时候，跟老夫人说，只要大人活着1日，就不许国公爷把他赶出傅家，否则傅家就会大难临头。婆子怕指挥使大人，更怕事情败露后被牵连，这才故意犯错被撵出来。不是亲生的，还不许将人赶出傅家。洛冉心里反复咀嚼这几个字，总觉得他好像忽略了什么。第二日，洛冉与岳婉和约好在宫门口相见，一起进宫。洛冉到得时候，岳婉和恰好也刚到。傅金安一身飞鱼服，率先下了马车，回身将手伸出去请客，一只白皙柔软的小手搭在他的掌间，傅金安另一只手托着他的腰，稳稳将人接了下来。洛冉抬头就看见岳婉和含笑地看向这边，微微有些脸红，低声道：“好了，你去忙吧。”傅金安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等岳婉和走到跟前才道：“然而就交给你了，如果有什么事就去找九晨，今日是他当值。”“好，傅大哥。”岳婉和笑着应下。傅金安点点头，又眼神严厉地看向右卿和子服：“照顾好夫人，夫人若是少了一根毫毛，回来拿你们是问。”“是，奴婢记下了。”右卿跟子服齐声道。傅金安转过身，立马又换了一副面孔，语气温柔道：“我就在卫所，晚些时候我来接你。”“洛冉也乖巧的应下。等人走了，岳婉和才挽上他的胳膊，揶揄道：“都说当初你嫁给傅大哥是不情愿的，嫂嫂这些日子也总是担心着你，可我看来傅大哥这是恨不得把你捧在手心上宠呢。”洛冉娇嗔的看了他一眼：“婉姐姐，别人笑话我也就算了，你还来取笑我。”岳婉和忍不住笑，笑过后才有些惆怅道：“其实只要他对你好，旁的都不重要，管别人说什么呢？”两人一边说一边往宫里走。洛冉看了一眼岳婉和的侧脸，想起他对表哥的心思，也忍不住握着他的手道：“婉姐姐这话说得对，女人这一辈子很不容易，嫁人生子都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尽力把眼前日子过好，不让关心我们的人担心，也不让自己以后有所遗憾，这是他2辈子才想明白的事。”岳婉和如何不明白他的意思，笑着道：“我明白的，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更何况太子那人也好相处，只要我守好太子妃的本分，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一个未出嫁的姑娘说起成亲之后的事，脸上没有一点娇羞。两人谁也没说话，眼看着就要到凤鸾宫了。岳婉和忽然停下脚步，看着洛冉的眼睛，认真道：“冉冉，虽然我跟傅大哥认识比你早，可我打心眼里把你当妹妹看，不是婉姐姐盼着你不好。虽然傅大哥现在看着宠你敬你，可男人的心说变就变，今日这样，谁知道明日他会不会对别的女人也这样？所以冉冉，守好自己的心，保护好自己。”说完便迈过凤鸾宫的门槛，昂首挺胸，仪态万千。洛冉仿佛看见了身着厚重宫装的太子妃，心狠狠地揪了一下，为岳婉和，也为表哥。皇后见两人一起进来，免了礼，又将两人叫到身边，一手拉着一个，满眼里说不上来的欣喜：“好，好，真好！本宫一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本宫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有好友3、5个，只是，哎，不说了，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皇后又转头看向洛冉，问：“善宁这几日过得好不好？傅大人可有惹你生气啊？”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充满打量。岳婉和也有些奇怪，不解地看着洛冉。第195章，听说傅金安不是晋国公亲生的。岳婉和有些担心洛冉说错话，正在想怎么提醒，就见洛冉撅着嘴，高傲地扬起下巴，娇嗔道：“他敢！”显然皇后也没想到，一时愣住。就听洛冉继续娇蛮地道：“臣父是县主，还有爹爹和舅舅表哥给我撑腰，他不敢的。”哼，呵呵。皇后干笑几声，拉着洛冉的手不自觉地松开了。亏他以前还觉着这位县主聪明，当初甚至还想过把他许配给太子，幸好早知道他命格不好，不然后悔药都没地方找去。这么想着，看向岳婉和的眼里又添2分喜爱，又似不经意般问道：“那晋国公夫妇呢？对你可好？”洛冉歪着脑袋想想，含糊不清道：“还行吧。”皇后叹了口气：“哎，可惜了，谢姐姐走得早，倒是没看到你这个儿媳妇，不然一定会喜欢你的。”洛冉娇羞地垂下了头。皇后让两人坐回去，又闲聊了会，不经意地问道：“本宫听闻前几日你跟傅大人吵架了，还是在沈家门前，因为什么啊？”这傅大人也是，就算不看在冠军侯的面子，怎么也要顾及沈家啊，一副很失望又很心疼的样子。洛冉心中冷笑，
皱着小脸低声道：“没什么。”皇后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没说实话，好心劝导他。身为锦衣卫指挥使，自然有许多迫不得已，更何况这么多年他也嚣张跋扈惯了，你就多体谅一些。哦，臣妇知道了。洛冉捏捏的答应，小脸写满不服气。皇后仿佛想起什么，惆怅地道：“说起来，金安那孩子也可怜，从小没了娘，晋国公又是个拎不清的。前些年京中还总传说他不是晋国公亲生的呢。”怎么会？没等洛冉开口，岳婉和先惊讶道。洛冉也跟着一脸不可思议。皇后眼神闪了闪，盯着洛冉的脸试探道：“难道金安他没跟你说过这些？”洛冉茫然的摇摇头：“没有啊。”皇后脸上一闪：“不过都是那些夫人乱嚼舌根罢了。既然金安没跟你说，应该就当不得真的。”话虽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明显是另有隐情，故意勾起听者的好奇心。果然，洛冉探过身子小声道：“不瞒皇后娘娘说，臣妇也觉得晋国公对夫君很不好呢，两人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皇后眼睛一亮，看向岳婉和道：“婉和呀，前些日子内务府将喜服的样式送过来了，你跟严嬷嬷去看看，若是哪里不满意，好叫人抓紧改。”岳婉和担忧地看了一眼洛冉，站起身。谁知这时候洛冉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没看他，他只好随严嬷嬷离开了。大殿中不知什么时候只剩下皇后跟洛冉两人。皇后招招手，洛冉起身来到皇后跟前，双膝屈下，比其略矮了一些。就听皇后低声道：“本宫听闻晋国公倒是有位长子，只是多年前被人害死了，而如今的傅金安则是冒名顶替的。”洛冉捂着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皇后仔细打量他的神色，道：“难道你不知？”洛冉摇头，意识到不合规矩，忙将手拿开，道：“臣妇怎么会知道啊？”学着皇后的样子，低声问：“那夫君的亲生父母是谁啊？”皇后道：“本宫也是听说，听闻当年谢姐姐嫁给晋国公的时候就已经身怀有孕了，只是那个男人因为身份特殊，没办法将他们母子带回去，只好委托晋国公帮忙照顾。这也是为什么晋国公为什么不立傅金安为世子的原因。”洛冉看着皇后的样子，眼底闪过一抹深色，想起谢念仪与谢家的关系，问：“那婆母的家人呢？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来找夫君呢？”皇后脸上露出一丝轻蔑：“家人？一个孤女，哪来的家人？”洛冉又问：“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呢？就这么抛下孤儿寡母了？还说什么身份特殊？依臣父看，就是个始乱终弃的陈世美。”皇后噎住：“本宫怎么会知道那个男人是谁？或许有苦衷吧。”“哼，臣父才不信。”洛冉不屑道：“臣父养了一只猫，名唤将军，前几个月跟外面的野猫怀孕了，生下几只小猫崽儿，就连外面的流浪猫都知道抓几只老鼠去看望将军，更何况是人？真若是那样，臣父倒觉得那个男人真是不配为人父呢。”皇后的脸由红转白，又转青，深觉再说下去，不管事情是真是假，都会给自己惹来麻烦，随便说几句就将人打发了。严嬷嬷将洛冉和岳婉和送走后，回来道：“依皇后娘娘看，这位县主的话可信吗？”皇后点点头，她这才嫁过去几日，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本宫不过是给她心里埋下一颗好奇的种子，只等着她帮本宫证实了。严嬷嬷想了想，道：“难不成傅大人真是当年那个孩子？”皇后摇摇头：“本宫也不知道，只是查了这么久，京中差不多年纪的男子都查过了，唯有他了。之前碍于锦衣卫，咱们不好下手，这回总算有人帮咱们了。”出了凤鸾宫，岳婉和回头看了一眼，见没有外人，低声问：“皇后刚刚跟你说什么了？”洛冉微微一笑，牵着她的手道：“婉姐姐不必担心，不过是闲聊罢了。以后皇后是岳婉和的婆母，无论亲疏，这事都不能跟任何人讲，更何况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岳婉和也不多问，只是嘱咐道：“凡事多留个心眼，别叫人当枪使了。”洛冉感激地点点头：“我记住了，谢谢你婉姐姐。”岳婉和：“好了，不说了，咱们快走吧。”后面仿佛有什么追着似的，一刻也不想在宫里多留。一出宫门，果然看见那道身影站在原地。回去的马车上，傅金安看着低头沉思的小脑袋，道：“皇后把人都支开，跟你说了什么？”洛冉笑着看他：“我以为锦衣卫手眼通天，什么都瞒不过你们呢。”傅金安宠溺地捏捏他的小鼻子：“有你在，也还至于再派个人？”洛冉惊讶，没想到真的有人能把偷听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双手交叠放在腰侧，假装行了个礼：“多谢傅大人信任。”马车里传来爽朗的笑声，外面的常隐忍不住感叹：果然能让大人开怀的只有夫人。第196章，你怎么想的？回到府中，洛冉轻退左右，这才将皇后的话一字不落的说了。当然，他猜测的那些自然略去了。说这些的同时，他始终观察着傅金安的脸色，奈何这人城府实在太深，
他什么也看不出来。孰料傅金安却转过头问道：“你怎么想？”洛冉：“我？什么我怎么想？”傅金安笑了一下：“你觉得我是不是傅家人？”洛冉垂下眼帘，上辈子他跟这人没什么交集，直到他死也没听说他不是傅家人的传言。这一世因为他的重生，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他忽然想到傅毅，按照上一世来看，他应该在明年春天就会突然染上恶疾，不出几日就死了，难道跟这事有关？傅金安看着小女人，眉头一会儿轻皱，一会儿又舒展开，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可却一点没逃过他的眼睛。他不动声色，洛冉不开口，他就静静等待。洛冉心思微动，慢慢的摇摇头，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你跟国公爷长得不像。”这天底下跟父亲不像的人很多，还有那种跟父母都不像的，但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一点痕迹的。反观这个人，无论是样貌和气质，跟傅家人简直就是两个极端。最后傅金安也没告诉他答案。可是到了晚上，洛冉本以为这人会念在明日是两个孩子周岁宴的份上饶过他，谁知他压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称呼也从夫君到哥哥，最后到洛冉都没联想。第二日他果然又没起来，睁开眼的时候外面已经天色大亮，吓得他呼的一下坐起。正巧傅金安一惊大怅的从浴房里出来，麦色健硕的胸膛袒露，上面似乎还带着一些红痕。见他醒来，傅金安大步走到床边，低头落在他额间一吻：“怎么醒这么早？不多睡会儿？”说着拿过一旁的衣裳披在他肩上，当心着凉。什么时辰了？洛冉一张口才发现自己声音哑得不像话，登时瞪了某个罪魁祸首一眼。傅金安摸摸鼻子，转身端来一杯温水递到他嘴边，道：“你别着急，外面有万平和汪嬷嬷，你到时只照顾好自己和两个孩子便好。”一杯温水喝完，洛冉总算感觉嗓子舒服些了，忍了忍还是道：“以后不许这么胡闹了。”傅金安低头清掉他嘴角不小心残留的水渍，低声道：“谁让你这么好，为夫忍不住。”一大早上就被这人撩拨，洛冉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幸好他也只是亲了两下，又说了两句好听的，这事总算过去了。洛冉想到昨晚春雨偷偷告诉他的事情，还是有些担心。梳洗过后叫来右青，确定一遍醉仙楼那边的厨子过来了吗？右青看了一眼歪在榻上的大人，点头回夫人的话，常隐已经把人都带过来了，没人发现。洛冉点头，既然那边那么想看他的笑话，配合他们就是了。右青说完，傅金安轻嗤一声：“你若是嫌麻烦，我让人关了那道门就是，省得这么麻烦。”洛冉没说什么。昨晚春雨回来告诉他，前几日东院以晋国公府的名义给京城许多府邸都下了帖子，只是捂得严实，昨天他才打听到。不用猜也知道，方氏肯定是打着既能结交权贵，又要看他笑话的准备。这日宾客多，之前准备的酒菜肯定不够用了。正当他想办法的时候，某人告诉他可以把醉仙楼的厨子弄来。虽然之前早有猜测醉仙楼和宜春院都是他的产业，但是昨晚他那么说，明显就是在直接告诉他。洛冉心里明白，可是不想接这一茬。对于两人现在新婚燕尔，他对自己也缠得紧，但谁知道新鲜劲一过是什么样呢？醉仙楼和宜春院可不只是简单的酒楼和烟花之地，实际作用不用猜也知道。他可不想以后这人热情退去后，以此为借口来找自己麻烦。你去让人看着点厨房，任何闲杂人等不得靠近。洛冉吩咐右青。右青出去后，傅金安看他几眼，道：“皇后那边你打算怎么回复？”洛冉想了想，歪着头道：“以你傅大人的警惕，我什么都查不出来才正常吧。”傅金安顿了一下，接着无奈的摇头。小女人还真是要把两人的身份演得彻底啊，但是还不忘提醒他，告诉你那个小丫鬟再去东院小心些，傅毅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草包。洛冉感激的看他一眼，我知道了。刚用过早饭，陆九成兄妹是最先来的。一进门，陆媛媛就缠着洛冉道：“将军呢？你接回来了吗？”自打几个月前将军怀孕，陆媛媛时不时的就问问，并且约定好将军的孩子要让他先挑。洛冉笑着道：“没呢，不过快了，这些日子断了奶就抱回来了，到时候我给你下帖子，你过来挑。”好。陆媛媛高兴的应下。陆九成看了一眼妹妹，无奈的摇头，低声道：“对了，我看这府中的下人忙忙碌碌的，不像你之前说的只请几家客人的样子啊。”陆媛媛也跟着道：“对，我刚下马车的时候看见柳家的马车了，停在晋国公府的门前，那个方是亲自出来迎接的。”傅金安现在脑子里还在想洛冉和陆媛媛刚才的话呢，他可没忘记那个叫将军的猫是谁送的。一想到这2日清明小嘴里不停的念叨豆豆，他这老父亲的心里就不是滋味。虽然洛冉跟他解释过小孩子刚会说话，只不过逮着一个顺口的念叨着玩罢了，可他还是不舒服。女儿嘴里念叨，妻子怀里在抱着那只猫，这么一想，他这心里就咕咚咕咚往上冒酸水。当然只会使大人才不会承认自己吃醋。
洛冉回答陆媛媛和陆九晨的问题，说晋国公府那边也单独下了帖子。陆媛媛听完，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半晌才道：“人还能这么不要脸吗？”第197章，就当不知道。洛冉又跟陆媛媛说了2句话，下人报洛家来人了，这才起身去迎接。傅金安陪着洛德运去了外院，洛冉则迎着袁淑仪往内院走，一边走一边嘱咐道：“今日人多，您身子不方便，就在后面帮我照看清明和景行吧。”袁淑仪也不想给他添麻烦，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吧，有我在，孩子这里你放心，快去外面看看吧。”接着就是沈家、岳家。沈西晴一进来就扑过来抱着洛冉，眼眶红红的，从上到下打量好几遍，才哽咽道：“你怎么这么憔悴？是吃不好吗？睡不好吗？”一旁的岳伯瑶讪讪地对傅金安道：“傅大哥别介意，内子只是……说关心也不对，说担心更显得傅家好像给洛冉什么委屈受了。只可惜岳伯瑶一向憨厚，竟不知怎么说了。”沈西晴跟成亲前没什么两样，依然是率直的性子，虽然心里清楚大哥喜欢表妹，但是表妹现在已经成亲了，他不能给表妹添麻烦，遂朝傅金安行了礼：“傅大人勿怪，我只是好久没看见表妹了，一时有些想念。”傅金安笑了一下：“好久。”他们这才成亲几日，然后便看见沈玉芝过来，只微微对他点点头，便直奔洛冉。傅金安发现自己的气量真是越来越小了，随便找个借口，可算把那3个亲热的表兄妹分开。很快，方氏也带着一群夫人小姐们过来，洛冉神色如常的招待。只是等见到其中一位夫人时，洛冉愣了一下，这人就是谢家的长媳魏氏，算起来，傅金安应该称呼她一声舅母。魏氏出身西平侯府，嫁的又是兵部尚书长子，本身性格就比较冷淡，加之娘家和婆家又都有实力，整个人就更加高傲。洛冉打了一声招呼，见他只淡淡的对自己点头，就转身跟别人说话去了。洛冉心中好笑，便也当他如平常人一般，只是有些好奇，不明白方氏怎么会给谢家下帖子。傅明珠趁着大家不注意，对洛冉低声道：“你若是不想丢人，趁早跟我娘低头认个错，我娘看在都是一家人的份上，还能帮帮你，别到时候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你连酒菜都准备的不够，丢我们晋国公府的脸。”洛冉平淡无波的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傅明珠愣在原地，呆呆的问身边的丫鬟：“他刚刚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小丫鬟低着头不敢说话。方氏也趁着没人的时候对洛如雪道：“你今日给我小心点，别给恒儿找麻烦，否则我饶不了你。”洛如雪低眉顺眼的乖巧答道：“是，儿媳记住了，母亲请放心。”方氏走后，春桃摸了摸袖子里的药，有些紧张：“小姐，幼卿和春雨两人都精着呢，紫竹和紫福还会功夫，我们没机会动手啊。”洛如雪笑着道：“你个傻丫头，不用你动手，到时候你就按照我的吩咐去把人引开就好。我已经想好了对策，只要洛冉一吃下那个药，她这辈子都别想生出自己的孩子。”春桃还是害怕：“小姐，万一被人发现，奴婢可就活不成了。”洛如雪不耐烦地瞪他一眼：“放心吧，到时候我会想办法救你的。”春桃还想再说什么，可对上小姐的凶狠的眼神，终究没敢再开口。灌木丛另一边的小路上，赫然站着2个人，就是先前洛冉见过的谢夫人魏氏，旁边那位小姑娘看起来年岁不大，应该还未及笄。“娘，我们要去告诉那位县主吗？”魏氏面无表情道：“不关我们的事，别掺和。”“哦。”谢颖应了一声，想说什么咽了回去。魏氏看他一眼，摸着他的头道：“虽然你祖父和你父亲很喜欢沈公子，沈家跟洛家也有姻亲，但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就算管了，最后也落不着好。”“我知道了，娘。”谢颖红着脸乖巧的应道。他明年就及笄了，家里正张罗着给他说亲。本来晋国公府设宴跟他们谢家没什么关系，可母亲知道沈家人一定会来，便接了帖子带他来赴宴。对于沈玉芝，他从前是见过的，那是一个彬彬有礼、容貌出众的男子，更何况听祖父说他学问又好，人也聪明，难能可贵的是品性好。对于这门亲事，他是高兴的。可刚当他跟母亲明明听到有人要害他的表妹，母亲还让他装作不知道，万一以后他知道了，会不会怨自己呢？听说他很疼爱他的表妹。谢颖有些进退两难：“你找我做什么？难不成还想把我当枪使，要害傅夫人吗？”柳妹儿轻蔑地看了洛如雪一眼。洛如雪压下心中不满，笑着牵起柳妹儿的手，亲昵道：“柳妹妹误会了，上次我不过是跟你闹着玩的，知道妹妹生性善良，断不会做那种事的。”柳妹儿斜眼看他，似乎在看他耍什么把戏。谁知道洛如雪只是拉着他说了会儿话，便离开了。柳妹儿身边的丫鬟道：“小姐，这个世子夫人到底想干什么？”柳妹儿想了想，道：“管他呢，姑母说了，最近让我们都小心点，别惹上麻烦。我们走，去那边，离他远点。”柳妹儿走后，春桃从另一边过来，低声道：“小姐，
刚刚又青姑娘从那边路过，看见您跟柳小姐说话了。洛如雪微微一笑，走吧，一会儿等着看好戏就是了。春桃有些担心道，小姐，那人如果知道您利用柳家的人，会不会不高兴啊？洛如雪冷笑，他们倒是想把自己撇得干净，我偏不如他们的意。难道你忘了母亲的下场了吗？出了事，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洛冉这边有岳婉和和沈西晴的帮忙，他可算轻松了许多。趁着空隙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口茶。春雨笑着道，夫人果然还不习惯这种人多的地方。洛冉喝了口茶，有些冒火的嗓子终于好些，道，可不是吗，在江南的时候哪见过这么多女人啊。这时右卿正好回来，附在他耳边轻声道，夫人，刚刚奴婢看见二小姐跟柳妹儿又混在一起了。还有，秦姨娘刚刚给您带话，让您小心世子夫人。第198章，我喜欢沈公子。洛冉端着茶的手一顿，问，启晴还说什么了吗？右卿低声道，秦姨娘还说她觉得世子夫人这一胎看着好像不对。洛冉微微挑眉，垂下眼帘，你去告诉她，晚些时候我会找她见面。右卿，好。那世子夫人那边？洛冉想了想，道，她应该是还想利用柳妹儿。一会儿你找人看好了，别让人钻了空子，遇上可疑之人先抓起来，等人都散了再说。沈夫人，原来你在这呢，我说刚刚怎么没看见你呢？洛冉正在跟右卿说话，便听到不远处有些熟悉的声音，看过去原来是谢夫人。只见她现在完全没了刚刚面对自己时冷淡高傲，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而舅母脸上则露出跟自己同样惊讶的表情。再看看卫士旁边的女孩，洛冉瞬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起身往另一边去了。冉姐姐，陆媛媛欢快的过来。洛冉看着她满头大汗，拿出帕子轻轻替她擦拭，亲昵地点点她的额头，故意板着脸道，你这是又跑哪疯去了？还说帮我看孩子呢，转眼就不见人影。陆媛媛知道她在逗自己，也不往心里去，反手挽着她的胳膊撒娇，冉姐姐你就放心吧，有洛伯母他们在呢，他们都嫌我碍事。故意不满的撅嘴。看着陆媛媛红扑扑的小脸，又想到刚刚谢夫人对待舅母的态度，洛冉忽然道，对了，我刚刚看见那位谢家小姐了。陆媛媛面上表情一僵，淡淡的应了声哦。洛冉歪着头看她，怎么，你不喜欢她吗？陆媛媛道，也不是不喜欢，只是我们性格不一样，玩不来，但是她跟婉姐姐关系还挺好的。洛冉想了一下，那个谢颖看着就很安静，确实跟岳婉和的性子有些像。洛冉又看了一眼陆媛媛，又问，媛媛，我记得你比我小1岁，再过年就16了吧？陆媛媛点头，对啊。洛冉，那庆王爷和王妃就没打算给你说亲吗？陆媛媛的脸疼得一下红了，低着头小声道，提过，可是我都不喜欢。洛冉好奇，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陆媛媛仍低着头道，我也不知道，总之我父王喜欢的都是那些像我大哥一样的纨绔子弟，我看着他们就烦，才不要嫁给那种人呢。那你看我表哥怎么样？洛冉突然间问道。果然，陆媛媛一听，好像被人踩到了尾巴，尖叫一声，忙又捂住嘴，露出一双灵动的眼睛，滴溜溜转。冉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洛冉仍装作不懂，我知道什么？陆媛媛红着脸靠在他的肩上，娇蛮道，对，我就是喜欢沈公子，怎么样吧？说完，扬起小脑袋，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就连一旁的右卿都忍不住笑了。洛冉一副吃惊不已的样子，你喜欢我表哥？陆媛媛看他还装，顿时害羞极了，上去就挠他痒痒，笑得洛冉上气不接下气。两人闹够了，才坐到一旁心平气和的说话。陆媛媛靠在洛冉的身上，缓缓道，冉姐姐，有些话你没成亲之前我不敢说，现在傅大哥又不在，我就实话实说了。洛冉微讶，不明白这事怎么还跟傅金安扯上关系了。陆媛媛道，从前我就喜欢沈公子，在他没中探花之前我就喜欢，那个时候你还没回京呢。洛冉忍不住道，那时候你才多大？陆媛媛回忆了一下，道，应该12岁吧。有一次我上街找我大哥，你知道的，我大哥去的地方能是什么好地方？没等我进去呢，就被一群人像看猴子一样围起来，当时我害怕极了。这时候正好沈公子路过，几句话就把那些人说得无地自容。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上不止傅大哥手中的刀剑厉害。洛冉没想到他们两人还有这样的故事，心中更加高兴几分。后来你就喜欢上我表哥了？陆媛媛害羞地点点头，又马上直起身子，举手发誓，冉姐姐你放心，这事除了你我谁都没说过，就连婉姐姐和秦姐姐都不知道，你别生气。洛冉不解道，我生什么气啊？陆媛媛凑过来盯着他双眼左看右看，最后皱着眉问，你真的不知道？洛冉，我知道什么？犹豫了一下，陆媛媛才道，沈公子喜欢你，难道你不知道？表哥喜欢我？洛冉指着自己的鼻子问，过后苦笑着摇头，媛媛啊，你这小脑袋瓜里想什么呢？表哥只是我表哥，他也只是把我当妹妹。
陆媛媛像看傻子一样看他，冉姐姐，亏我大哥还总说你聪明呢。沈公子喜欢你的事，我大哥、婉姐姐，包括秦姐姐，我们都知道，原来只有你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是不喜欢他，所以才……洛冉愣住了。陆媛媛安慰道：“算了，你之前不知道也好，今日也是你问起我才说的，不然傅大哥肯定会杀了我的。”洛冉的脑袋还是有些乱，实在想不明白表哥怎么会喜欢自己呢？他的秘密表哥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那上次表哥让他装作两人两情相悦的事，自己岂不是伤了表哥的心？这么一想，洛冉懊恼极了。若是他早知道表哥的心思，说什么也不会配合他的。最后自己还嫁给了傅金安，表哥当时得多伤心。最后认真的看向陆媛媛：“媛媛，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心喜欢表哥吗？”陆媛媛就差发誓了。洛冉握住他的手，道：“媛媛你很好，表哥也很好，我会帮你，只是万一……”陆媛媛忙道：“冉姐姐放心，如果沈公子真的不喜欢我，我绝对不会死缠烂打。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晋堂堂郡主，这点脸面我还是要的。”这一点洛冉倒不担心，她担心的是，傻丫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万一表哥没有那心思，你也不许伤心，不许自暴自弃。记住，你是陆媛媛，最好的陆媛媛。陆媛媛认真道。两人话刚落，就见春雨一脸严肃的过来，进来就道：“夫人，大人把二小姐身边的春桃关起来了。”第199章。霸道。洛冉到的时候，陆九晨和沈玉芝都在。他没想到表哥会在这里，想起刚刚陆媛媛说的话，总归有那么些不自在。陆九晨没看出来，另外两人却都注意到了，尤其是傅金安，眼神都变了。“你怎么过来了？”听到他话中的冷淡，洛冉也愣了一下，一时忘记陆媛媛的话，道：“听说你把洛如雪身边的一个丫鬟抓了。”见夫妻俩说家事，陆九晨和沈玉芝不约而同站起身，只是沈玉芝离开前还是看了洛冉一眼。洛冉知道表哥是担心自己，便坦荡地对他一笑：“我没事。”两人走后，洛冉一抬头就撞入一双深邃的眸子里，也没多想，又问了一遍：“你把人关在哪里了？”傅金安站起身，扶着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道：“别着急，先喝口热茶。”转身倒了一杯茶给他。洛冉双手捧着，小口喝着。傅金安挨着他倚靠在书案旁，他个子高，看起来像坐在上面一样。“你就不问问沈玉芝为何在我这里吗？”傅金安开口问道。洛冉愣了一下，抬头茫然地看他，问：“对呀，表哥怎么在？”据他所知，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没有达到他会请表哥来他书房的地步，毕竟书房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傅金安手里把玩着茶盏，漫不经心道：“没什么，只是最近锦衣卫抓到了藩王插入京城的探子，想让大理寺帮忙审问。”这话明显就是敷衍，他还没听说过还有锦衣卫审问不出来的东西。不过洛冉也没纠结，他不说，他便不问。又说起洛如雪的事，傅金安问：“有人发现他藏了药，想借府中一嬷嬷的手下毒。”洛冉点头。傅金安问：“你早就知道？”洛冉实话实说：“知道，不过我让人看好了厨房。”傅金安点头：“需要我帮你处理掉吗？”洛冉摇头。傅金安：“为什么？”他可不相信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所谓的姐妹情谊。果然，洛冉想了想，却问了一句：“你知道洛如雪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傅金安眉峰微微挑了一下，转瞬笑起来：“李家那个废物的。”洛冉：“没错，所以我会让他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傅金安笑容一点点扩大，毫不吝啬地夸道：“聪明，不愧是我傅金安喜欢的女人。”洛冉脸红了一下，没想到这人光天化日在书房就说这么露骨的话，常颖他们在门外肯定听见了。说完了便要离开，傅金安起身送他，洛冉的手刚落在门上，就被一股大力从后面压住，手轻轻一动，自己就转了个身，与之面对面。洛冉的胸被压得有些疼，不自觉拧紧眉，抬手推了推，疼。傅金安微微往后退了退，低声问：“听说谢家看上了沈玉芝？”语气肯定。洛冉没想到他的消息这么灵通，自己刚刚是因为撞见了卫士对舅母的亲热猜出来的，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了，遂回答道：“我也是刚刚猜到的。”“怎么，你不同意？”洛冉反问。傅金安不在意的哼了一声：“与我何干？你呢？怎么想？”傅金安学着他刚刚的样子也问了回去。洛冉笑了。傅金安眼神危险。洛冉笑够了，才慢悠悠道：“圆圆喜欢表哥。”显然这是傅金安没有预料到的。心情突然变得很好的某人心一动，慢慢低下头，唇瓣相接，一点点加深这个吻。最后在洛冉险些背过气的时候，才终于放过他，额头相抵，气息有些不稳。以后不许看别的男人。你表哥也不行。洛冉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这人真是霸道。只是这一眼不但没有杀伤力，反而还带着一股魅惑。傅金安险些把持不住自己，怕耽误两个孩子周岁礼，
只好放他走。常隐和常云见夫人走后，大人心情明显好了许多，两人相视一笑。而陆九晨和沈玉芝从书房里出来后也没走远，而是在一处安静的亭子里站定。陆九晨打量着沈玉芝，沈玉芝不动声色，从容镇定地任其目光在自己身上肆无忌惮。末了，陆九晨冲他伸出了一根大拇指，没看出来，你们读书人也有胆子这么大的。沈玉芝眼帘微垂，淡淡道：看来小王爷对我们读书人是有什么误解。陆九晨不在意的挥挥手，停，你可别跟我说什么气节不气节的，上了战场，最先投降的就是那些满嘴礼义廉耻的文人。又道：不过话说回来，你刚刚跟燕回说的都是真的，我以为你会把柳家的证据给太子，毕竟你父亲可是太子的半个老师。沈家中君。沈玉芝只淡淡的回了他4个字。沈玉芝离开后，陆九晨又返回书房，没注意到某人微肿的双唇，问：你觉得沈玉芝那小子可信吗？傅金安点头。陆九晨还是有些不放心，你就这么相信他？不过话说回来，能拿到柳家在两广大肆敛财的证据，一般人还真做不到。我以为他不直接交给皇上，也会交给太子呢，却没想到。陆九晨看向傅金安，傅金安食指轻轻扣着圈椅的扶手，悠悠道：这点东西还动不了柳家分毫，他心里清楚。忽然又问：你觉得沈家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陆九晨皱着眉认真回想了一下，道：好像是从去年过完年，当时因为几首诗闹得沸沸扬扬嘛，若不是沈家早有发现，他们跟太子可不会那么干净抽身，最后安然无恙。傅金安也接着说了一句：骆德运那时候刚刚回京不久，沈家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点点剥离太子的。陆九晨恍然：你的意思是骆德运提醒沈家的？傅金安没说话，他总觉得这事跟骆德运没关系，却跟那个小女人脱不开干系，可是这只是他的感觉，没有证据。陆九晨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自己却一副看热闹的样子，笑道：你这个媳妇算是娶对了，不但直接给你带回来2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还把沈家拉拢过来，沈玉芝可比他老子脑袋灵活多了。傅金安抬起头看向好友，道：既然你这么欣赏他，让他做你妹婿如何？第200章务实。陆九晨含笑地看着傅金安，道：我说他就算是喜欢单宁，你也不至于为了自己那点死心就把圆圆推出去吧？怎么说他也是你亲堂妹不是？被说中了心思，傅金安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淡淡道：你还是先回去问问圆圆，再来跟我说这些吧。陆九晨疼得坐直了身子，神色认真：你说的是真的？圆圆真的喜欢哪个臭小子？傅金安低头饮茶，意思不言而喻。陆九晨忽地站起身，原地转了一圈，自言自语：不行，圆圆太单纯，沈玉芝那小子，你别看着他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别忘了当初可是他把单宁藏起来好几个月，就连你都拿他没辙。若不是因为2个孩子，没准单宁早就嫁给他了。不行，绝对不行。他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傅金安心里最过不去的坎，就是当初洛冉生孩子时，他不知道。听说谢家也有意跟沈家结亲。傅金安悠悠道。陆九晨停下：谢家？谢行那个老东西？傅金安微微点头。陆九晨忽然笑了，他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武将与文臣结亲的事不少，但绝不包括他。他能看上沈家，不会是想站队了吧？可别忘了，现在皇上正值春秋鼎盛，别押错了宝。傅金安低垂着眼帘，神色晦暗不明。陆九晨又重新坐下，讽刺道：当年他但凡有点心，你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说白了，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既想坐收渔翁之利，又怕水失了他的鞋，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对了，你说皇后开始怀疑当年那个孩子的事了？陆九晨又问。傅金安道：应该是荣国公不知从哪听来了消息，告诉皇后的。昨日冉儿进宫，皇后试探他，单宁也知道了。陆九晨一惊，想起那个小女人没跟自己说实话，傅金安心里又有些不舒服。洛冉从书房离开后，没直接去宴席上，叫来紫竹。紫竹很快过来，夫人。洛冉问：怎么样了？紫竹道：夫人猜得没错，那个春桃不过是二小姐故意让人发现的，她买通了一个端茶的小丫鬟，把药下到了您的那份茶水中，没等出茶水房呢，就被人发现了。洛冉笑了一下：二妹妹这回还真是聪明，居然学会了声东击西。紫竹：是，她连常隐大人都骗了过去。幸好夫人您早有所防备，而且您猜得没错，她还想害柳姑娘落水。万一柳姑娘有个闪失，柳家肯定算在咱们头上。不过被奴婢发现后，将她散落在石阶上的珠子弄走了。洛冉赞赏地点点头：你做得很好。好了，时辰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过去了。宴席上，方氏本还端着架子等待洛冉来求他，他以为这么久没见洛冉，应该是看见宾客这么多乱了手脚，
谁知道一抬头就看见洛冉面色红润的过来，仔细看，眼角水润，双唇微肿，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方氏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等洛冉走到跟前，耷拉着眼皮道：“咱们国公府可不比你们洛家，而且我听说你在洛家也没当过家，今日众多宾客都是看在晋国公府的面子上来给2个孩子庆生，万不可怠慢了。”洛冉低眉顺眼，行了一礼，柔声道：“母亲请放心，媳妇明白。”很快，宴席开始，训练有素的丫鬟稳稳地端着菜肴上菜。方氏看着桌子上色泽诱人的菜，微微冷了脸，不悦地看向一旁的洛如雪。洛如雪也有些吃惊：“母亲，我真的打听过，没听说西院准备这些菜啊。”沈西晴看着洛如雪和方氏低声交谈，故意大声道：“婉和姐姐，你快来尝尝这个醋鱼，咱们家的厨子可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岳婉和尝了一口，点头称赞：“的确，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还不失鱼的鲜味。”陆媛媛一听，也道：“是吗？是吗？我也尝尝。果然味道不错。”另一个小姐听到他们这么说，也伸了筷子，末了道：“我吃着怎么像醉仙楼的味道啊？”旁边还有个小姑娘道：“我吃着也像，不过这西湖醋鱼可是醉仙楼的招牌，一天只卖8份，就算是县主从醉仙楼订的，也买不到这么多吧。”转头看了一眼，这还不算外院，光内院女眷这边也不止8桌了，总不能这桌有那桌无啊，那岂不是明摆着得罪人吗？这时又听到邻桌的一位夫人也道：“我口味清淡，吃着这个玫瑰豆腐倒是不错。”王氏在一旁不忘替洛冉说话，大家吃得惯就好，然而这孩子从小就心细，怕照顾不好大家，特意准备了各种口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舒心。好，不愧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心地善良不说，这性子也是一等一的好，2个孩子有福了。另一位年岁稍长的夫人道。有了这个开头，大家都纷纷称赞洛冉。洛冉面对大家的夸奖，落落大方的接受，并谦虚道：“只要各位夫人和小姐们喜欢就好。”右卿去厨房传话，今日醉仙楼的人除了应有的工钱外，令每人赏10两银子，府中的人每人5两，就说是在座的夫人小姐们喜欢，特意赏给他们的。哎，奴婢这就去。右卿欢快道。在座的大家一听，更加高兴了，以他们的名义赏钱，以后去醉仙楼都方便了。这么一想，又是一阵夸赞。傅明珠实在听不下去，忽地起身来到洛冉旁边，笑着道：“大嫂，你还真是煞费苦心，连我娘都不知道你从醉仙楼请了厨子来，县主的面子果然是大。”言外之意，洛冉以县主的名头威胁醉仙楼为他做事。洛冉淡淡的笑着，姿态从容：“妹妹多虑了，我不过也是想让大家高兴些。至于醉仙楼的厨子，也是他一个亲戚在府中做事，帮忙引荐罢了。”“我不信！”傅明珠大声道。洛冉脸上依旧带着笑，言语有些像哄小孩子：“妹妹若是不信，晚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好不好？现在客人多，妹妹别恼。”相比洛冉的端庄大度，傅明珠则显得娇蛮任性许多。方氏怕女儿沉不住气丢了面子，忙将人叫回身边。傅明珠坐下后，越想越生气，看也没看佳琪面前的一颗丸子吃了下去。咽肚之后才发现味道有些怪，连喝2口茶才压下去，不满道：“还醉仙楼厨子做的什么破玩意，一点都不好吃。”再看旁边的洛如雪，脸色惨白，